果然不能诅咒老天爷，下辈子老娘也做白莲，虐死那些臭男人。双腿一蹬，女汉子肖爱爱直接嗝屁了。不会真死了吧？真是晦气，哥儿几个还想卖个大价钱呢，居然敢撞墙！雇主说了，不要闹出人命，吓唬一下就行了。哎，现在人死了，咱们怎么交差呀？都怪你们，一个个猴急那样，这种小娘子最烈性，是你们能碰的吗？拿到钱，半夜门子里多少女的不够你们玩的，现在可怎么办呀？既然雇了咱们做这种勾当，就是有仇的，留活口可比弄死人难多了。扔下山，就说他失足掉下去了，尾款照样得要，否则咱们就这么办，扔下去吧。可惜了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要怪就怪你命不好，碍了人家的路。哎呀妈呀，诈尸了！肖爱爱觉得头疼欲裂，浑身酸软，撑起身子坐起来。谁这么大胆子，敢睡你肖魔王？拍电影呢？你是人是鬼？哦吼！她最痛恨的白色长裙，一双手更是十指纤纤，白嫩如葱，白莲标配呀！一股记忆猛地涌入他脑子中，我的天哪，玩得真高，居然穿越了！原主叫萧天爱，还是个侯府千金，出门上香被山贼掳了去，不甘受辱，愤怒撞了墙，一命呜呼，让自己捡了个便宜。只是这原主脑子单纯的可怕，只关心衣裳首饰、吃食胭脂，独得女贱女责，得罪了谁被谁掳走一概不知。他还活着呢，青天白日，炸的哪门子尸啊？一惊一乍，老子都被你吓一跳。活着更好，卖进窑子里去，能得不少钱。小娘皮，居然敢撞墙，差点害咱们损失一大笔钱。待会儿也好好先收拾你一顿，这也身细皮嫩肉的，没得便宜了别人。作恶多端的山贼，死不足惜，还想卖了你姑奶奶？哼，心肠这么黑，可见平时没少沾血。这个姑奶奶我就为民除害了。并肩子上，小娘皮，看你能有多大本事！杀！两个山贼挥舞着大刀冲他砍去。萧爱爱摆出手势，面容冷静，目光沉稳，很有高手风范。外公教给他的武艺并不是花架子，而是一门极为高深的秘籍。动作干脆利落，眨眼功夫，两个山贼就给解决了。不过萧爱爱也不好受，原主的身体太弱了。他这么厉害，怎么会被自己轻易掳走？刚才怎么不反抗，还去撞墙？拿老子大刀来，老子就不信了，咱们这么多人，降不住一个小娘们儿。萧爱爱深吸一口气，目光锐利，擒贼先擒王。脑袋一阵懵，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太快了！让你想杀我，就去你的刀来！你可真会装逼啊！装过头了吧？还山贼呢，一点都不敬业，武器都不带在身上，
瞧不起谁呢你啊？女侠息怒，都是我们的错，小的给您赔罪。说说吧，谁雇你们掳的我？行有行规，我不能说。不说？哼，好啊，姑奶奶杀了你们，反正你们都是死有余辜。别介，小的说，是你们府上的人，叫长三的小厮，具体谁当差，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小的听说，当朝太子殿下打算在你们侯府选出太子妃，大房的萧天兰小姐和您都在其中。会不会是大小姐为了嫁给太子爷，想要除掉你呢？哼，居然是她！原主印象中，大房长姐是个很温柔端庄的女子，平时和她关系也不错，对她很是照顾。想不到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二当家的趁他愣神的时候，冲着旁边的一个山贼使了个眼色。老天佑，可别刚来又挂了吧！萧爱咕噜噜滚到了官道上。吁！哎呀！你是何人？怎么会从山上滚下来？萧爱低垂着头，眼珠子一转，最终决定维持原主的人设，走白莲路线。君爷，小女子是被山贼掳走的，这座山头就是山贼的老巢。小女子拼命逃脱，却不识路，一不小心滚下来，求君爷救小女子一命啊！稍等，在下禀告了王爷，凭王爷安排。你是谁家的姑娘？小女子是云海伯府二房嫡女萧天爱。好帅一男的，瞧这身板得有1.89米呢，修长挺拔，宽肩窄臀，傲气铁血的气质里又带着许多儒雅和贵气，气质杠杠的。既然是山贼作乱，无常，带一队人，该杀杀，该罚罚，剿灭了吧。堂堂洛府城外，岂可盘踞此等宵小？是，王爷稍后。区山贼，片刻即回。萧姑娘，遭此大难，你有何打算？小女子听山贼说过，是大房堂姐想要害我，怕我抢了太子的婚事，哪怕我完好归家，名声也有损害，将来难有好的归宿。此生只求青灯古佛，了却残生。这副表气冲天的做派，她都忍不住浑身发麻。白莲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哈。你不想找你堂姐讨个公道，她害你这么惨？萧爱摸不准她的心思，不过既然装圣母，那就要装到底。还是不要了，终归是一家人，我一个人遭了罪，已经无法挽回。为了家族，我甘愿自己咽下这点委屈。堂姐能做太子妃，对整个侯府都有好处。若是揭穿堂姐，祖母和大伯都会很难做，对家族也不好。就当我不知道是她做的吧。只能怪我命苦了。姑娘真是善良。只是这话听着怎么有点讽刺的味道，不像是夸奖。萧爱摸不准他的心思，这么一看他，发现他双眸之中泛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双眸茫然而无神，说话的时候毫无焦距，没有看着他。难不成他是个瞎子不成？启禀王爷，一小股山贼悉数剿灭，被云海伯府大房雇佣，想要破坏二房嫡小姐的名声，证词都记下了，也画押认罪，
您看该怎么处置？萧姑娘已经决定不追究了，既然遇到，就送她回府。本王亲自为萧姑娘证实清白，希望她以后诸事顺遂。多谢王爷，小女子感激不尽。未曾请教大名，将来小女子定会报答今日之恩。这位是当朝战神燕王殿下，王爷救人无数，遇到王爷是你的福气，无需挂齿。战神燕王，皇上幼弟。让萧姑娘坐本王的马车，给本王牵一匹马来。王爷，您的眼睛，本王还能骑得了马，无需多言。居然真是个瞎子，好可惜啊！这么帅，气质这么好，天妒英才啊！不必了，怎么能抢了王爷的马车？咱们挤一挤，我看马车这么大，应该能坐得下。我太难了。孤男寡女皆可同坐，萧小姐的好意，王爷心领了。你放心坐马车，王爷这边我会照顾的。规矩真多，很想说他已经没了名声，不在乎的，却想着自己白莲的人设，乖乖上了马车。云伯侯府二房主院，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可怜的女儿啊，怎么就被山贼掳走，生死未卜呢？我这些年供奉佛祖的银子都白花了，让我女儿遭此大难。不行，不能再等了，天一黑，爱处境更危险。我不管什么名声，只要爱活着。母亲不肯去报官，不去找人，我回娘家雇人去找，高价悬赏，什么都不做，我会疯掉的。母亲心里已经牺牲了爱，在太子选妃这个节骨眼儿，侯府万万不可有什么不好的名声传出去，家族荣誉大过天。可那是他唯一的女儿，娇宠14年，眼珠子一般养大，不能保护女儿，他还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父亲？还是我去吧，太太在家候着，我去报官，发动所有关系找爱爱。好，悬赏也要有，双管齐下，务必找回爱爱。直接拿出一叠子银票，足足10万两，不愧是天下首富沈家的女儿。赶紧的呀，愣着干嘛？赶紧的呀，愣着干嘛？太太，你说贼人掳走爱爱，会不会是为了勒索银子呀？有可能，不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儿，多少钱都给，只要咱们爱爱没事儿。好吧，太太等我的消息。二叔这要去哪儿呀？三妹出事儿了，我这个当姐姐的心里很是担心，所以想来陪着二婶儿，遇到事儿也好出出主意。祖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二叔可要体谅祖母，别有怨气。大小姐有心了，只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老爷有怨气了？虽说你是侯府最尊贵的嫡长女，可尊卑孝道更是要讲究的。我家老爷可是你叔叔，哪有做侄女的教训叔父的道理？二婶误会了，天蓝没有教训叔叔的意思，只是提醒一句，你也要多保重。三妹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不过呢，即便是回来，名声也有损，好的夫婿难找了。二婶儿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呀。我的女儿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养得起，不需要大小姐操心。大小姐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这太子妃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做的。只要爱爱平安归来，一切都是小事儿。府里事儿忙，没心情招待你，回你院子去吧。以前没发现这个侄女儿嘴巴这么毒，心肠还黑得很。亏得他以前经常送她衣裳首饰，女儿有的也会给她一份。那时候一口一个叔叔喊得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既然二叔不欢迎天蓝，天蓝告辞了。
希望三妹平安归来。只要过去一夜，三妹的名声彻底毁了，拿什么和自己争？这一波稳了，小天爱，我才是侯府最受宠的小姐。姐姐回来了，是燕王殿下救了她。姐姐果然吉人天下，福泽深厚，算命的说的一点不差。在哪儿呢？我可怜的女儿啊，可有受伤，遭老罪了。那些贼人呢，可有找到？萧天蓝脑子一阵轰鸣，怎么会这样？贼人要是供出他来，那可怎么办呢？哎，我的乖女儿，快让阿娘看看受伤了没有啊！多谢殿下救了小女，在下感激不尽。王爷请进府喝杯茶水。人呢？都死哪儿去了？赶紧迎接小姐回府呀！萧洛，你这个小兔崽子，快扶着你姐姐呀！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老娘怎么生出你这个棒槌来？姐，你回来可太好了，以后可不敢自己出门，弟弟我一刻不离的保护你。就凭你，文不成武不就的，你姐指望你保护，黄花菜都凉了。让你外公去镖局，高价找几个会武艺的女护卫来，以后你姐的侍女都得会武。彪悍的娘亲呢，傻里傻气的弟弟，这一家子好奇葩呀！让王爷见笑了，我家太太性子直爽，也是太担忧女儿，怠慢王爷了。那个，咱们进府说话哈。太谢谢燕王殿下了，您不愧是咱们大燕的守护神，小女承蒙您搭救，感激不尽。老爷，今儿个我给你的银子都给燕王，作为谢礼，改日重新备份厚礼，郑重酬谢。都给呀。银子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些许小事，无足挂齿，恋爱无碍，但也受了点不小的惊吓。你们找大夫给他看看，本王不打扰你们团聚，告辞。改日有机会再见。你咋还没走？我是担心天爱妹妹，特意留下来看看她呢。天洛，你这么说我很受伤呢。哎呦，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妥妥一白脸婊嘛。还是姐姐关心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呢。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心里最想念的就是姐姐了。果然姐姐也是懂我的，知道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姐姐，特意来看我呢。我好感动呢。是吗？姐姐也是一直担心你呢，坐立不安，只有亲眼看到你平安，心里才踏实呢。佛祖保佑，妹妹平安归来，之后必有后福的。姐姐自然不放心了，我平安了，这太子妃的位置可就多个人选，姐姐岂能睡得着？踏实就怪了。我也是觉得我后福长着呢，姐姐你且看着吧。他这是话里有话呀，难道他知道什么了？他这是话里有话呀，难道他知道什么了？妹妹这话从何说起？姐姐可从未那么想过。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姐姐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好，姐姐慢走，我也是受惊不小，要是能有姐姐的朝凤攒珠头面压惊就更好了，我等着姐姐啊。那副攒珠头面是她最喜欢最贵重的首饰，她倒是敢开口。好说，告辞了。哼，先收点利息，让她放点血，以后再慢慢收拾你。乖女儿，咱不稀罕她的破头面，明儿个去你外公铺子里随便挑。娘亲啊，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别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看他肉疼我就高兴。你呀，机灵鬼，大小姐心眼多，心气儿高，咱不跟她玩。听娘亲的，乖巧听话，和以前一样，可又觉得好像不一样。沈氏摇摇头，只要女儿平安回来就好了。等大夫来看病已经是傍晚了，隔着屏风，手腕上搭着一根红绳，
传说中的悬丝诊脉，了解一下。眼珠子一转，想起电视剧里演的情节，塞到腋下，想看看这个大夫的水平怎么样。可怜外面的老大夫把着脉，突然变了脸色。想吃什么多吃点儿，想要什么都满足他。小姐这身体太弱了，回天乏术啊！什么？大夫，求求你再想想办法，不管用什么药，我们都愿意买。我女儿还那么小，她怎么就没救了呢？老夫开些补品吊着吧，能活多久看她的运气了。好吧，不管多贵的药，你随便开，我家不差钱，只要人没事儿。好像惹祸了。乖宝啊，娘亲，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说不定是大夫看错了呢，感觉好得很，哪儿都好呢。您看我的脸色，像是很虚弱的样子吗？是挺好的，你好好休息，娘明天再来看你，今天肯定是累坏了。好吧，娘亲慢走。小姐，您先消食，歇一会儿，待会儿吃药。今儿个太太来传话，不用去给老夫人请安，好些了再去。老夫人那边她去说。晨昏定省，孝比天大。原主记忆中，这位老夫人对她可不大喜欢呢。知道了，我去院子里走走。看着小300平米的花园，是她见识浅薄了。古代的贵族生活比她想的更奢侈。熟悉了一下环境，就在亭子里用药，慢慢喝下去。萧天爱眼神一亮，前世修炼的功法顿时活跃起来，一阵阵暖意从胃里散发。这药对他练功有很大的帮助呢。小姐，可是嫌苦，不吃不行的。奴婢准备了您喜欢的蜜饯，喝完了舔舔嘴儿。女儿啊，今天觉得怎么样了？很好呀，娘亲不用担心。拉着她坐下，看她的脸色还好，放心了一些。只是这口气儿还没及时松开，萧天爱突然脸色涨红，俯额趴在桌子上，面带痛苦。爱爱，你怎么了？来人呐，快请大夫扶小姐回屋啊！整个侯府都被惊动了。萧天爱躺在榻上，已经想到问题出在哪儿。补药的药效被吸收，没有收敛好，散在全身，所以看着像发烧。其实他并没有感觉不舒服。女儿啊，你坚持住，娘请最好的大夫给你治病啊。昨天还好好的，咋又这么严重呢？实在不行，我去求大哥进宫，找太医院的院士张大人来看看。今儿早上母亲还说爱爱是装病呢，阴阳怪气的敲打我呢，说我溺爱女儿，将来难嫁人。他们一个个的都见不得爱爱好，谁会真心帮你啊？早说让你谋个差事，结交些人脉，你不当回事，现在后悔了吧？你又没有继承爵位，谁会把你放在眼里呢？他性格懒散，文武都不擅长，以为在侯府的庇佑，他做个富贵闲人就好了。谁想到女儿一出事，府里处处靠不上。他要是继承爵位，会娶了你这个没教养的商女吗？谁家媳妇儿跟丈夫自顶嘴的，三从四德，沈家没教导你的吗？我侯府的嫡子还轮不到你嫌弃。沈氏心里憋屈，却不得不忍下来。婆母就是儿媳的天，敢顶撞就是忤逆不孝。儿媳的错惊扰了母亲，母亲说的对，是儿媳心急担心失言了，还请母亲开恩，请了张御医来救救爱爱吧。张御医是院守，伺候的都是皇上和各院娘娘，不是谁想请就能请得来的。先请府里惯用的大夫来看看。母亲，求您去试一下，爱爱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您就能看着她受苦不管的吗？爱爱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您就能看着她受苦不管的吗？你是对老娘不满呢？
爱爱生病，老娘也心疼。可院手又不是马上就能请来，老娘不是找了大夫来看了吗？大夫还没说救不下呢，你就去耗费人情请人家来。院手的人情是那么好欠的吗？女孩子不能太娇气，都是你们给宠的。看看天蓝，嫡出大小姐都没她这么折腾。娘亲，我没事的，你别担心了，不用请院手，一会儿就好了。祖母说的对，这不还没断气儿呢吗？何须大动干戈？这一次要是给女儿用了人情，将来祖母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请得动人家？你看你交的好女儿，这是对老娘有意见。哼，老七婆，太可恶了。祖母，都是爱爱的错，你别再骂父亲了，是我说错了，我哪里敢诅咒祖母，愿意用我的性命来换取祖母长命百岁呢。我哪里说的不好，让祖母误会，祖母打我骂我，我绝无怨言，求你别骂父亲了好不好？爱爱，你还病着呢，可不能哭。你爹没事儿，皮糙肉厚的，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当娘的教训儿子，谁也拦不住。你顾着自己的身子就好了。不，女儿心疼父亲，也是孝顺。爹爹疼爱女儿，女儿自然要加倍回报，否则枉为人子。言下之意就是老夫人不疼爱孩子，不配得到孩子的孝顺了。感谢那些抢走自己男朋友的白莲们，她深得其中之精髓。这些话说得自己都起了鸡皮疙瘩了。爱爱，爹的好女儿啊，爹没事的，你别担心。哭坏了身子，爹也不活了。满屋子哭声震天响，老夫人脑仁一阵阵的疼，脸颊紧绷，他们这是逼着自己妥协呢。都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谁去世了呢。女儿倒是无所谓，倒是祖母年纪大了，可别说咱们哭丧呢。回禀老夫人，二小姐的病也在老夫预料之中，昨天就说了，好好养着吧，不太乐观。果然今日就恶化了，老夫重新开点药，吊着命吧。不能想想办法，还这么小，之前好好的，到底哪里出了毛病？气血亏损，惊吓导致的肝胆失调，各种原因吧。脉搏实在不太妙啊，像是弥留之际的老人，恕老夫无能，老夫人可另请高明啊。母亲，现在只能求母亲去找张院手，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没等老夫人发话，侯府大管家亲自领着一位精神硕丽、气度温和的中年人走进来。张院手，敢问您是来？听闻府上二小姐病重，老夫得燕王殿下委托，帮二小姐看看。他家和燕王素来无往，怎么会送来这么大一个人情？不管怎样，先看病重要。萧天爱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把脉。要不是老夫人在，萧天爱肯定让自己恢复，免得家人担心。但是此刻却不能马上好。虚不受补，没大碍的，将养一段日子，慢慢会好的。老夫调整一下方子，7天之后再来复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不愧是院手，医术就是高，您可救了我家爱爱的命啊！分内之事，太太无需客气啊，没事就好。咱可要谢谢燕王殿下，是他请来的张院手啊。那10万两银子送的值吧？只要钱花到位，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呢。王爷收了咱的钱，自然惦记着咱闺女。张院手开方子的手一抖，一团墨汁滴下，方子废了。10万两，沈氏，你……母亲放心，媳妇儿的嫁妆银子不用宫中出1分，人家王爷救了爱爱，拿少了人家可看不上。他好像记得10万两要是换算现代的钱，得有500万呢。
燕王攀了我500万，亏他之前还觉得燕王高风亮节，施恩不图报，大英雄大侠客呢。哼，合着他是奔着自家的钱来的。等着，总有一天全给他要回来。阿言做得对，为父都听你的，有你这样的贤内助是为父的福气。小姐，你怎么样了？乐手大人，小姐脸色好难看。哪里不舒服？心疼，肉疼，浑身都疼。500万没了，他恨不得原地去世。燕王府里，燕王站在廊屋下，身姿笔直，犹如高山一般，让人不敢仰视。见过殿下，萧家二小姐无大碍，臣开了方子，调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殿下大可放心，倒是萧家二房都是妙人，大家以为王爷是收了他家银子才会救人呢。殿下，您是因为这个吗？确实是为了银子，毕竟人家花了钱，总要办点事儿。昨天都在传二小姐病重呢，看来传言是不可信，没事就好。挺乖巧一小姑娘，死了多可惜呀。性命无碍，但是身体是真的弱。这些闺阁小姐为了保持身材，没病也给饿出病来了。不过老夫瞧着那小姑娘对你收了她的钱很肉疼呢。说来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东征西战的没个安定，现在四方稳定，你也为朝廷付出良多，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这满洛城的千金闺秀还不由着你挑啊。算了，我这样就不拖累人家姑娘了。不说这些，手弹一句。你的眼睛看不到怎么下棋呢？算了吧，你忙你的去吧，我一个废人不耽误你了。梁总管，替我送客。陈元首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默默离开。他是战神，有自己的骄傲，同情的话只是对他的亵渎。你俩打算磨蹭到什么时候啊？不想进来就滚！本王眼瞎了，耳朵没聋呢。见过王爷，萧二小姐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向您汇报。说吧。两人顿时松了肩膀，从军人变成了长舌妇。萧家二小姐萧天爱可以说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也没什么出色的才艺，除了是全国首富沈家的外孙女，没啥特殊的。这次太子选妃，估计就是看中沈家的财富了。太子随后提了一句，不过商贾总归是贱籍，太子詹事朱泰给驳回了，不了了之。少詹事刘广孝倒是提议可以纳个侧妃，不过萧家二房很宠这个女儿，断不会让女儿去做妾的，估摸着戏不大。就因为这一句，大房嫡女就要害二小姐，不是说病重吗？怪倒霉的，祸从天降呢。太子妃的人选可有定下？不曾，皇后打算办一个赏花宴，邀请各府嫡女亲自选拔。消息传出来，各府都忙着准备衣裳首饰，洛城的成衣铺子接单子接到手软呢。还有首饰铺子，好的头面都涨了3成，都卯着劲儿争夺太子妃的位置呢。哼，未来的皇后呢，谁不想争？继续打探，下去吧。长公主那儿，咱要不要去拜会啊？回府有2天了，不去不好吧？不必了，她不想管我这个弟弟。我又是废人一个，没必要上门讨嫌。长公主府不来人，咱们也无需理会。您是他的胞弟，皇上又不是亲的，他也太狠心了，一点都不关心你。我不能给他荣华富贵、奢靡享受的生活，关心我有什么用？我这个长姐，从小就自私爱享受，和我相差10多岁，不亲近也能理解。我又不是3岁孩子了，没人关心，还哭鼻子不成？萧天爱因为药物滋补，练功进步很快，原主虚弱贫血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寻常人的健康程度。小姐，宫里送来的帖子，
半个月后赏花宴，咱要不要去啊？赏花宴，萧天爱来了兴致，去宫里见识一下也不错。过了2天安逸日子，是该找点乐子了。这次可是皇后亲自督办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太子选妃呢。大小姐那边也得了帖子，翻箱倒柜的倒腾衣裳首饰呢。您要是不去，可以说是身体不舒服，没人会怪您的。为什么不去啊？明儿个咱们去给祖母请安去，顺便看看我的好姐姐。夜深人静，原本闭着眼睛睡着的萧天爱盘膝坐好，双手翻上，掐着莲花手印运转心法。据外公说，练到了高深处，浑身骨骼内脏固若金刚。萧天爱只是练了最低一层的不死皮，就是锻炼皮肤，让皮肤变得坚韧，刀枪难伤。随着他的呼吸变得沉稳而缓慢，原本白皙的皮肤变成黄色。3周天运转完毕，黄色渐渐消失，恢复原本的皮肤。锻炼完之后，已经到了深夜，外面响起3更天的棒子声，萧天爱才躺回到松软的被窝里，很快睡着了。小姐，醒醒，该起来了！走开，打扰老娘睡觉，小心我揍你啊！东林愣了一下，小姐以前起床没这么难喊啊，更不会说这么粗鲁的话。东林姑娘，二小姐怎么还没起？给老夫人请安，可不能晚了呀。她是萧天爱的教养嬷嬷，是宫里退出来的，沈氏特意请来教养她规矩礼数。秦嬷嬷早，小姐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呢，贪睡些也能理解，不劳您出手，我再喊喊她。别以为做主子的就能够为所欲为，一言一行又有大家气度，作息更要规律，早起是必备的习惯，越是松懈，身子越难好。小姐，快起来了，秦嬷嬷来了呢，你可不敢贪睡，会挨板子的。快扶着小姐起来，洗漱穿衣。起这么早啊？不给饭吃啊？二小姐，别耽误时间，还要去二太太那里呢。请安晚了，老夫人会不高兴的。女孩子家的，岂可只顾着口腹之欲？嬷嬷，你咋不姓荣呢？祖宗姓秦，自然姓秦。小姐想给我改姓吗？那可是不行的。我不是府里的家生子，也没卖身，小姐管不到。哼，一点都不好玩。昨天休息好了吗？没有不舒服吧？还好，就是起得太早了，没睡够，肚子还饿。谁定的规矩？一大早的折腾，这不是折磨人吗？小姐慎言，这是孝道，关心长辈是小辈的本分，怎么能是折腾人呢？此话若是传出去，一个不孝懒散的名声可少不了。秦嬷嬷说的对，可不敢胡言乱语。待会儿有点心，你先垫垫。好吧，女儿晓得了，以后不说了。嬷嬷呀，你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嘛，要是晚上这么走，能吓死人呢。小姐的行走还没练好，等小姐练到我这个样子才算成功。既然小姐身体好了，就继续上课吧。辛苦秦嬷嬷了。东陵，这个月给嬷嬷加2成奖金。见过大伯母，见过姐姐。哎呀，快起来，无需多礼。天爱身体好些了吗？身体这么弱，可得好好养着呢。谢大伯母关心，好多了。见过母亲，见过祖母。起吧。天爱好些了，老祖母惦记，好多了。老夫人说起家里的一些安排，首要的是宫里的宴席。进了宫，可不比在家里。这次更是皇后、太后都会参加，各宫娘娘也在，可不能丢了府里的脸。天蓝，你是姐姐，多照顾些天爱，万万不能出了岔子。祖母放心，我会的。二妹一向乖巧听话，祖母不用担心。那就好，你处事周全，懂事大方。祖母请了琴艺大师宋先生，你好好和先生学，给皇后太后留个好印象。宋大师，太
太好了，谢谢祖母。母亲，儿媳有个提议，您和弟媳都听听啊。儿媳长家，府里开销甚大，虽然能维持，但是长久下去也不是事儿。所以儿媳想着把自己的嫁妆全部冲入宫中，这样也能增加些盈利，多赚些钱补贴府里。各房的月例也都涨一些，小姐们都大了，多些提几钱买胭脂首饰，出门也有面子呀。都是为了这个家，儿媳愿意付出所有。母亲、弟妹，你们觉得呢？好，老身也取出一半嫁妆来，只留点好物件，给孙子孙女打赏用，其他的都交给你来管吧。沈氏，你呢？方氏笑得得意，这可是他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沈氏抿着唇，黑着脸，自己多少嫁妆，他们心里没点逼数的吗？整个侯府卖了，都比不上自己库房的一角。当初嫁人，父亲生怕委屈了自己，沈家一半的财产都给自己带走了。大伯娘这个主意真的不怎么好，满洛城这么多人家，没谁这么做的吧？各府有各府的规矩，别人怎么做，咱们没必要照着来。天爱，你还小，不懂这些，让你母亲决定吧。我是不懂，可也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做人不能太贪，小心遭报应。弟妹，你是怎么教孩子的？顶撞长辈，他的礼数教养呢？大嫂这话怎么说的？爱爱又没说你，你生个什么气？难道爱爱说的不对吗？不说这个，长辈说话，小辈就不应该插嘴。弟妹，还是赶紧表个态吧。祖母，孙女是为了侯府的名声好，不得不冒犯了大伯娘。虽说孙女是晚辈，可也是家里的一员，也是为侯府好的。大伯母的提议看似公平，其实不过是在耍小聪明。满洛城的勋贵都不傻，他多少嫁妆，我母亲多少嫁妆，能一样的吗？尤其是在选太子妃这个节骨眼上，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好说不好听啊，还请祖母三思。好说不好听啊，还请祖母三思。确实是这个道理，真的是逼着媳妇儿把嫁妆充公，外人会怎么看她这个婆婆？天爱，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大伯娘？我管这个家容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每天战战兢兢，精打细算的，都是为了什么？到头来还被晚辈说我贪小便宜，我可太难做了。二妹，够了，快给母亲道歉，一家主母可没那么好做。她一片苦心，你怎么可以这么误会她？哎呀，这么辛苦的呀，大伯娘，对不起，天爱不知道，误会你了，你别哭啊。哼，算你识趣。既然这样，娘亲你辛苦一些，帮大伯娘分忧好了，省得人家说咱们光吃不干活。你也试试，这一家主母有多不好当。方氏和萧天兰都呆住了，他什么意思？想夺掌家权的吗？这怎么可以？我是侯府夫人，哪有二房掌家的道理？是大伯娘说辛苦的，娘亲是为你分忧呢，大伯娘怎么不领情，还误会娘亲呢？大伯娘，你不能出尔反尔呀。母亲，媳妇儿在家里就帮着父亲打理生意，别的不说，打理铺子，管理庶务不输男儿。府里要是日子不宽裕，你让我打理，不出1年，保管收益翻倍。做不到，媳妇儿给您补上。从他会爬就握着算盘玩，记事儿启蒙学的是账本。父亲不止一次感慨，他怎么不是男儿身？方氏傻眼了，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沈氏要是和自己一起管家，他还怎么往自家划拉银子？咱们可是侯府清贵人家，怎可以商贾贱籍一般，沾满了铜臭味，没得被人瞧不起？大姐啊，出嫁从夫，你倒是说说，谁是贱籍了？你清高不爱富贵，干嘛带着金钗？多俗啊！哎呀，鞋子上这是东珠吧？手上这个是红宝石镯子。你这一身上下没个千把两银子拿不下来。对了，大姐你月例多少？
哪来这么多贵重首饰啊？我的嫁妆补贴的，姑娘家的总得有几样体面首饰。天爱你的更贵重呢，有什么资格说你姐姐？哼，是的呢，可我没嫌弃这些东西沾了铜臭味啊，这样的臭气多来一些。我没姐姐那么清高，不嫌臭。表里不一，惺惺作态。哎呀，东瀛，扶小姐一把，我恶心。呀，这是病又犯了吗？你这孩子身体还没好利索，可不敢生气啊。母亲，媳妇儿先退下来，天爱她。走吧，都走吧，一大早的都不让人清静。天爱身子不好，别来请安了。祖母，这怎么可以？孙女每天都在惦记着您，祖母的衣食住行有一点不妥当，孙女这心刀割似的疼呢。谁都别拦着，哪怕刀山火海，只要有一口气在，我都得来给祖母请安。看到祖母好，我的心才是自己的。孙女的一片孝心，日月可见。好了，你祖母知道你孝顺，身子养好了，才能更好的孝顺祖母。走了，走了。回到自己院子，快开饭，饿死宝宝了。祖母真小气，饭都不管。都是被你气得吃不下饭了，哪儿还想留饭？哎，是母亲不好，连累你也被人说了。母亲，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也没觉得商贾不好呀，人家清白赚来的钱，又没吃他们家大米，都是嫉妒，我不会在意的。真的吗？以前女儿最不喜欢沈家，觉得沈家是商户，害她在小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对沈家避之不及。原主也是个表表，吃的用着都是最上等的，还嫌弃人家沈家，和萧天蓝没两样。不只是他，时下贵族都这毛病，既想学商贾赚钱，又贬低商户，恨不得撇得清清楚楚，生怕沾上铜臭气，有损君子风度。真的比金子都真。唉，也不怪你，士农工商，朝廷定下的，谁也没办法。不过咱们也不能被人欺负了。大嫂今儿个太过分了，府里的产业要是没有沈家照应，能赚那么多钱？自从我进门，府里的日子改善多少，他们心里没点数的吗？以前谁舍得吃燕窝鲍鱼的，现在老夫人每天一碗血燕，从哪儿来的？大小姐身上多少首饰，她从宫中得了多少好处，但我不知道的吗？既然他们不领情，娘亲就教他们认清现实呗。爱爱的意思是，从沈家得来的便利都给他去掉，只有失去才会知道珍惜。以后他想长这个家，可得看您的脸色才行。先聊者见，他今儿个敢做初一，咱们就能做15。商户对勋贵有种天然的敬畏，哪怕沈氏有无数嫁妆，心底其实不够自信。沈氏以前忍着，现在听女儿一说，他不想再忍了。讨好你得不到尊重，老娘还不稀罕了呢。女儿奴的沈氏，女儿说什么都要听的呢。那个宋琴师很有名的吗？琴技大家，很多人家都做上课。爱想学，母亲把他也请来。不要了，花了那么多银子，没必要大姐一个人学，我和姐妹们凑个热闹就好。行，我去和老夫人说，她平时总说自己一碗水端平，庶子嫡子都一样对待，其实还是偏向大房。那两房庶出可没好脸色。太太，小姐，早膳备好了，吃饭，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哼，他们也配上宋先生的课？祖母明明说了，只跟我一个人上的。是二小姐想听，其他小姐不去也不好，所以老夫人干脆让小姐们都听听。萧天爱，又是他故意跟我过不去是吧？等我做了太子妃，把你许配一个恶毒的人家，让你一辈子没好日子过。萧天爱此时就跟着女红师傅学刺绣呢，一脸的苦大仇深。这么细细的针，他能驾驭得来吗？真正下手的时候，眼睛一亮。原主绣花学得很好，她的身体像是本能一般，飞针走线。二小姐进步良多，再学2年，我就没什么可教的了，能出师了。
都是杨师傅教导有方，你放心，就是出师也可以留在我身边，帮我打理衣裳。只要师傅愿意留下，我这里永远有师傅的一席之地。多谢小姐，太太和你都是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有了秀姬的自信，下午上琴艺课，他早早过来，验证一下自己在琴艺上的本事。今天是夏令伺候，他更活泼一些，对府里的八卦消息很是灵通，一路上嘴巴不停。萧天爱因此知道了许多府里主子的绯闻，伸手拨弄一下琴弦，声音悠扬。以后姐也有拿得出手的才艺了，装13的利器呀。不好意思，在下来晚了，让大小姐久等。姐姐来了，正好，宋先生刚到，误会我是姐姐，省得我解释了呢。我以为只叫大小姐一个人呢，才会有此误会。大小姐好，这位是？她是我妹妹，二小姐萧天爱，仰慕先生琴技，过来旁听的。咱们开始吧。祖母说了，府里的小姐们一起学，还是等等姐妹们吧。先生不介意吧？不介意的，人多还可以相互竞争，也是好事儿。这是传说中的凤尾琴吗？天哪，想不到宋某还能见到凤尾琴，若是能弹奏一曲，此生无憾了。萧天爱客气笑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初次见面，你有憾无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二妹，先生这么喜欢，不如借给先生了却一番心事。拿我的东西做好人，你脸咋那么大呢？大姐说出来了，妹妹我也不好拒绝。不过嘛，这琴可是外祖送我的礼物，我都舍不得弹呢。看在姐姐的面子上，100两银子，租给姐姐一个时辰吧。你跟我要银子？不应该的嘛，这架凤尾琴可是价值万金，100两可是友情价呢。换做别人看一下我都不舍得。宋先生是你的先生，我们都是旁听，姐姐想要孝敬先生，这点钱都不舍得吗？你山谷果然一身铜臭气，都带到府里来了，没得被你玷污了。什么破琴，当我稀罕呀？总有一天我会比你有更多的好东西。得意什么呀？肤浅虚荣，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哼，那就等姐姐有了再来我面前显摆吧。我是肤浅虚荣，总比有些人用着上古的东西翻脸就骂人的要好吧。我若是记得不错，姐姐这只玉簪是父亲送你的吧？你要是真有骨气，以后我们二房的东西你一样别沾，以前收了的也都还回来。我还敬你一句表里如一。沈氏毕竟是女子，出门不便，所以她的所有产业都是萧斌打理。她每次带给女儿礼物都会给亲侄女一份，可惜萧天兰不知道感谢，反而觉得理所应当。是在下失言了，两位小姐切勿争吵，咱们开始上课。上课啊！宋林的琴技自然是极为高超的，讲解的也很清楚，亲自示范指法，萧天爱获益匪浅。好了，小姐们都试着练习这段，哪里不会我再纠正一下。萧天爱也扶起了凤尾琴，优美的乐曲伴随他的弹奏，盖住了其他声音，引来众人侧目。好，非常好，二小姐很有天分，学得很快，大家都向二小姐多学习。哼，我就仗着琴好，为我而已。先生别忘了，是谁请你来的，你该对谁负责。那好，大小姐来弹一下这段。拍手抚琴，宋林就站在他身边亲自指点。弹完之后指出好几个错音。大小姐，好的琴能让曲子更优美，但是本身的修养技能更重要。高超的琴师是不会被外物所束缚，哪怕是最普通的琴也能弹出最美的曲子来，才能称之为大家。大小姐的路还长着呢，任重道远。萧天爱，你非要跟我过不去吗？姐姐这话怎么说的？我可不曾对姐姐有任何不敬。难不成你自己笨，我得装得比你更笨，才能让你满意吗？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格让我跟你伏低做小的讨好你吗？先生严厉一些，是为了更好的教导姐姐，严师出高徒嘛，这不是姐姐想要的吗？二妹，你说实话，是不是还在肖想太子妃的位置？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姐姐哪来的自信，觉得太子妃的位置非你莫属了？就算我不想，多少大家千金会争，你觉得就凭你能争得过吗？还有，姐姐好像忘了，我上次被掳走的事儿可还没查清楚呢。那些山贼可是跟我说过，谁是幕后主使。姐姐想知道吗？你胡说，我不想知道，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上课呢，不许你说胡话。这点心理素质还想跟我斗？哼，留着你慢慢玩吧，钝刀子割肉才更疼。哎呀，雪晴辛苦了，看看爹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啊！你不是要去宫里赴宴，正好带着，肯定比谁都好看。谢谢爹爹啦，只是爹爹是不是还给大姐准备了一份？铁兰和你亲姐姐没两样，咱们也不缺这些。哎，不是小家子气的姑娘，吃姐姐醋了吗？没事的呀，姐姐是嫡女，代表侯府的脸面，打扮的光鲜亮丽，咱们脸上也有光呀。萧斌满意的点点头，沈氏讽刺一笑，不想看自家丈夫犯蠢的样子，怕忍不住想抽他。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可是今天上琴艺课，姐姐说我一身铜臭气，只会显摆、肤浅、虚荣，侯府也跟着丢脸，就因为我没有让先生碰我的凤尾琴。她还说先生是专门为她请的，不能教导我们几个妹妹，先生夸我学得好，她都不高兴呢。铁兰一直很懂事儿，哎，不会误会了吧？是吗？或许是我想多了。今天早上大伯娘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充公呢，当然她也会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可她那点嫁妆能和母亲比吗？我知道这些外物爹爹不在乎，都是一家人嘛，可我不想别人把咱们当傻子，用着咱们的还嫌弃咱们的东西满是铜臭，我听着难受。哎呀，哎，不哭，爹爹知道你委屈了，回去和你大伯说说，让他管教你姐姐。不用，我不能让爹爹和大伯闹矛盾，就是女儿都不孝了。姐姐骂我，我不会还嘴，一定会忍着呢。哎，长大了，不用忍着。爹爹虽然没本事，可也不会让你受委屈呢。只要你做得对，就算你大伯不高兴，爹爹也不会忍的。我知道爹爹待我最好，不如这样，爹爹这次别给姐姐送东西，你看大伯怎么说？东西是咱们的，送是情分，不送是本分。生米恩，懂米仇的古话是有道理的。你爹啊，就会做好人，爱大方，可惜人家不领情，说不定还笑你傻呢。咱们不缺那点钱财，可我不想送了人，还落不下一句好，反而被人处处算计。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老爷该长点心了。哎，太太言重了，大哥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按照女儿说的去试试，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爹爹，你的钱好像都是母亲的产业，严格来说，你可是个吃软饭的呢。哈哈哈，妹妹说的对，爹真的是吃软饭的呢。萧冰冷眼斜睨他，杀气腾腾。萧天洛求生欲上来，闭嘴望天。还有件事也该让爹爹知道，那次我被掳走，听到那些山贼说雇佣他们的是大户府邸的人，说是家庭内部矛盾，我碍着人家的路了，要把我除掉。爹爹，你说我能碍着谁的路呀？萧斌沉思起来，他不想说出那个猜测，可又不能忽视。吃饭吧，饿死了呢。练了一下午，先生夸我有天分，弹得好，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琴技大家。是吗？我女儿这么厉害呢。娘亲不信可以问问妹妹们，姐姐因为先生夸我还翻脸了呢。她也太霸道了。没事，乖女儿，娘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先生，专门教你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就喜欢看姐姐比不过我，就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有对比才有伤害嘛。姐，你变坏了呀。你姐那叫聪明，你也该跟你姐学着点，别整天瞎混，做点正经事吧。我莫不是捡来的，动不动就扇脑袋，我这么笨都是你们给打的吧？弟弟别在意，姐姐罩着你呢，缺什么跟姐姐说。真的吗？
给点零花钱呗，我出门应酬，没银子很不方便呢。100两够吗？一顿酒席钱，听曲儿都没赏钱，再加点呗，我的亲姐姐。200两，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再去玩，带上我也想出去逛逛。成交，包在我身上。此时萧天蓝得知二叔回来了，让丫鬟在门口去等着，只是左等右等，天色很晚了，还没有等到人来。想起萧天爱处处针对自己，莫非他告状二叔不送自己东西了？萧天爱，都是他，要是没有他，自己就是唯一的嫡女，二叔的东西也都是他的，他怎么不死啊？也晚上没睡好，等天亮了去找母亲，让他去问问二叔，他说不给就不给了，凭什么呀？御史回来的晚，没来得及送呢。二房要不是打着侯府的旗号，生意能做那么好吗？他要是区别对待，母亲也有办法来让他服软。两人去了老夫人院子里请安，二房一家子都在。萧斌带给老夫人不少礼物，哄得她眉开眼笑，屋子里面笑声不断。二叔辛苦，这次出门又得了什么罕见物件了呀？不知道有没有新式的首饰段子呢？想起昨天女儿的话，任谁被人这样理所当然的要礼物，心里都不大痛快。没什么新样子，上次回来我记得送给你不少了，好像刚半个月吧，哪有那么快上新品啊？倒是有几样头花，样子不错，待会儿送到你院子里去。原来院里，萧天蓝看着几朵单薄的头花，一些吃食特产，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大发叫花子呢？做贼似的，小心被秦嬷嬷看到，又要挨骂了。奴婢躲着嬷嬷走的。小姐啊，您是不知道，大小姐说了咱们老爷送给她的东西呢，说是打发叫花子呢，好过分嘞！哼，现在叫花子的眼界都这么高了吗？别理他，不作死就不会死，让他作去吧，正好让爹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岂不知萧斌的小厮在门外都听到了，回来就禀告了萧斌，把他气得哟，去沈氏身边一通诉苦。亏你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连女儿都比不上，他都看出来大房那一窝子没好人，你偏掏心掏肺的。我要是说的多了，还有人觉得我小气，挑唆你们兄弟不和呢。现在知道只对你是真的好了吧？阿言，我都这么难过了，你不安慰我，还往我伤口上撒盐，我错了，以后都听你的啊。好在女儿点醒了他，不再傻乎乎的让人糊弄。想起女儿说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是大房的人，沈氏眼底闪过阴鸷。真要是他的话，他沈阳的手段他们也该尝尝了。多年相夫教子，真当老娘提不动刀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合着二弟欠咱们的，非得给你送多少东西才行啊？你当自己是谁呢？谁都得捧着你的臭脚啊！这么多年，你收了二弟多少东西？又给人家送过几次？咱们才是大房嫡出，他做生意打着侯府的旗号，要他些东西不应该的吗？你居然这么想的？方氏，你脑子糊涂了。侯府的买卖还是人家沈家多照应呢，否则哪来的新鲜货物卖啊？老夫才发现你是这样自私的人呢。侯爷，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吗？要不是你为了这个家，老夫岂能容你？打今儿起不准占二房便宜，好歹是官宦千金，你家就叫你不知足的吗？侯爷，你说我就说我娘家可就过分了。我嫁你这么多年，生儿育女，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没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就不得你一个笑脸呢？不知所谓，谁家主母不做这些啊？回到府里还要听你唠叨扫兴，哼，你自己歇着吧。当晚，云海侯歇在妾室屋子里，方氏那个恨呢，都怪在二房身上，对二房更恨了。萧天爱收到一张帖子，是她最好的闺蜜户部尚书的小姐夏疏影约她出门逛街呢。这边。疏影，
好些天没见，你还好吧？我倒是还好，都是你出了事不跟我说，我担心好些天呢。不约你，你都不来找我，都传你身体不好，我瞧着气色还不错，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传言都爱夸大，其实没那么严重。那就好，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出门了，多危险！记得喊我一声，我比你聪明，比你能打。你这么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姐妹儿，你这样不给留面子的吗？那个，你想做什么衣裳？我帮你看看。好吧，去拿你们最新的布料来，我要进宫穿。哎，你的衣裳准备好了吗？这次进宫，整个洛城的千金都会去，咱可得大放异彩，不能被人给比下去了。听说几位王爷和贵公子都会出席呢，说不定能遇到心仪之人呢。颜色太素了不行，太艳丽也不行，这匹淡黄色就不错。就它了，我那儿有几样点翠珐琅首饰，搭配着很好看。真的吗？我拿红玛瑙和你换，父亲刚送我一串红玛瑙项链呢，你戴着肯定好看。二妹也在呀，你出门怎么也不喊姐姐一声？见过姐姐，我想喊你来着，不过听说你心情不大好，丫鬟都罚了好几个，就没去打扰你。见过品玉郡主，郡主这身红衣真是尊贵又漂亮，和郡主的气质很配呢。和他一起进来的是当朝皇帝景佑帝的族叔，淮南王的嫡出孙女品仪郡主，深得皇上喜欢。二小姐身体还好？谢郡主关心，挺好的。郡主请坐。郡主啊，我听说铺子里新来了一些新的绸缎样子，咱们先选料子吧，省花燕正好穿。郡主，相比天蓝，我觉得湖蓝更好，活泼一些，配上金丝珐琅的首饰，肯定很漂亮。你眼光真不错，就这匹湖蓝的吧。你觉得绣什么花样子好呢？不用太繁复，裙边绣上青竹，做成长款裙子，更显身高。也只有郡主这样的气质才能撑起来。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做。我很期待做出来的效果。想不到萧二小姐对服饰搭配这么精通，以后来府里玩啊，承蒙郡主看得起，有空会上门打扰的。萧天蓝完全成了陪衬，气得脸都扭曲了。萧天爱一高兴，第4块点心往嘴里塞了。萧二小姐怎么不吃了？我家丫鬟怕我吃成胖子了，吃3块了都，不能再吃了，否则午饭又得给我减了呢。不能放肆吃好吃的，确实挺痛苦的。想保持身材，一味的饿着是不可取的。改天我带你去骑马，蹴鞠打马球，保管你吃多少都不胖。真的吗？谢谢郡主了。我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给你加油呐喊呀。难怪郡主身材这么好，会骑马的人就是不一样。选好了衣裳，下一站就去银楼了。掌柜的捧着账单，夏叔也按照自己的印记，之后可以去府里结账。轮到萧天蓝了，他指着萧天爱道：“找他钱，郡主的也一并签上吧。”大姐，你的阅历比我还高3成呢，我也想签了单子，可是力不从心呢。郡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之前出门，大姐的账单都是我付的，我连弟弟的阅历都填进去了呢。家里有规矩，私人买的东西是不能走公账的，大伯娘掌管侯府，管得很严呢。我总不能连母亲的阅历都给花用了吧？不过父亲这次回来送我一套金丝烧珐琅的头面，和郡主的衣裳很配，我送给郡主，咱们一见如故，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啦。死丫头，居然敢自报家丑！你不要脸，我的脸还要呢。二妹，别说的这么可怜，谁不知道你外祖家是大燕第1首富，你会缺银子用吗？谁家的规矩，自家女儿要外祖家养着。我姓萧，可不姓沈。我读书少，不大懂这是什么道理，回府问问祖母去。
你，小天爱，你是故意的吧？别在外面丢人现眼的，连累了侯府。大姐，我知道错了，我签就是了，你别生气。东陵，你回府去取我的首饰盒子来，当了银子给人家结了账。要是被祖母知道我奢靡无度，会不喜欢我的。够了，别演了。郡主，你别相信他胡说。二婶嫁妆丰厚，二房的日子不知道多奢靡呢。他会没钱，说出去也得有人信。这样啊，我很少管院子里的事，不知道的。那好吧，东陵去和母亲要钱，就说大姐让我给她付账呢。顺便问问大伯娘，二房的钱用不用交给大房？前几天她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充入宫中呢。我年纪小，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道理。郡主、疏影，你们说说，谁家有这样的规矩吗？两人面色古怪，齐齐摇着头。媳妇儿的嫁妆都是私人所用，再没下线的家族也没让媳妇儿嫁妆充公的道理。侯府夫人都是个精打细算的。天蓝小姐，你这个样子可不对了。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妹妹，肯定每天疼着宠着，你怎么可以凶她呀？你约本宫出来，本宫也不差一件衣裳钱。你让妹妹帮你付账，本宫可没脸收。不是的，郡主，我是真心想孝敬你。二妹她故意让我丢丑，姐妹之间拌嘴，让郡主见笑了。拿来我签，连二妹的一起签了。大小姐签你自己的就好，郡主的我们小姐付了。这是沈家的产业，老爷疼外孙女，哪怕姓萧也愿意养着小姐。萧天爱眼睛瞪得老大，他是真的不知道呀，沈家的产业呀。萧天爱，你故意让我丢人，现在满意了吧？我告诉祖母去，你欺负我。大姐，你这话从何说起？明明是你欺负我呀。我知道你不满这次爹爹出门带给你的礼物，说是打发叫花子，我都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父亲也没送我好东西啊，礼物只是心意，你不满意也不能扔了呀，赏给下人也行。爹爹已经尽心了，我也是一样的礼物，每次都一样的呀。你这样做，爹爹和我都很伤心呢。你还说，我撕烂你的嘴，我让你说。不要啊，救命啊，我不说了，我不敢了，姐姐别打我。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动手就不对了。小姐哪里说的不对，自有人去查证，你做没做过心里清楚。送大小姐离开。好，你很好，你给我等着。我好怕呀。萧天蓝转身就走，他怕自己忍不住。小姐，老爷要是知道大小姐欺负你，肯定饶不了大房那一脉。你有气别忍着，老爷多疼你，肯定会帮你的。别和外公他老人家说，都是一家人，大姐是嫡女，脾气大一点也应该的，我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家和万事兴嘛。你去忙吧，记得别乱说呀，我不想让外公和娘亲担心。这就是白莲的精髓，你越无辜越是大度，越不让人说，他们就越觉得你可怜，自发为你出头，名利双收的好事儿。哼，怪不得那么多女人都乐意装白莲呢。别演了，人都走了，给谁看呀？我演得很差吗？你们都看出来了呀。两人齐齐点头。看来还要多磨练，提高演技呢。姐妹，人间不拆哈，看破不说破，咱们还是好朋友。人间不拆，就是人家装的时候别拆穿呀。我演得很辛苦的，自认很完美，也不让我多得意一会儿。想让我们不拆穿你也行，请客必须请客。好说，吃饭听戏我全包了，今儿个咱玩个痛快。午饭因为有品仪郡主在，东陵不好阻拦，可以说除了他们俩吃的，剩下的全给他清了。店家，置办一桌同样的饭菜，让丫鬟们吃，马夫婆子也都招待好，想吃什么就点，记我账上。咱们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吃好了再去听戏，行吗？你倒是体恤下人。
哪有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的道理，不值一提啊。你以前不吃这么多的，和我一样啊，现在怎么吃这么多？确定没问题的吗？啊，别说了，都是累呀。上次不是受伤休养好多天，吃了那些补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饿。丫鬟却担心我吃胖了，不敢跟我多吃。我今儿个是超常发挥，平时不吃这么多的。可别说出去啊，否则没人敢娶了，不把人家福利给吃穷了呀。你太可爱了，我好喜欢呐。萧天爱又捂着心口，姐姐，你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会的。我性取向正常，喜欢帅哥美男，不搞百合的。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哼，我还没发育好，等我长大不比你差。哎呀，小姐们注意仪态，被人听到了还做不做人了？输赢啊，做人有意思嘛，平时端着就端着了，没人在，该乐呵就乐呵。咦，小天爱，你变坏了，再也不是我认识的小可爱了。我现在也很可爱呀。他们不知道的是，隔壁的包厢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玄衣的男子端着杯子里的酒，许久没动弹，一脸的一言难尽。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茶楼正是热闹的时候，叔叔先生唾沫横飞，说着燕王的丰功伟绩，引来客人们阵阵掌声。燕王，大英雄，大燕的战神。哎呀，可惜眼睛瞎了，他还救过我呢。哎呀，谁说不是的？算起来，我还得喊他一声堂叔呢。他14岁上战场，战功赫赫，大燕有现在的和平安稳，都是他的功劳。他是大燕的守护神，眼看四海升平，众蛮夷臣服，他却出了这样的事儿，不得不交出军权，回王府养老。他才24岁，那么年轻，余生可怎么过呀？谁说不是呢？皇上嘉奖无数，可再多的荣宠也没有健康的身体重要啊。萧天爱却没有他们那么单纯，从里面听到了浓浓的阴谋算计，功高盖主。眼睛怎么瞎的，恐怕只有燕王自己清楚了。燕王妃肯定很幸福，能嫁给这样的大英雄，燕王府一脉躺在功劳簿上，也能有几代富贵，不需要咱们杞人忧天。燕王还没娶妻呢，你生病把脑子烧糊涂了，人尽皆知的事儿都忘了吗？没娶妻呢吗？我以前也不关心呀，我也没想嫁给他，他娶不娶的真没在意。那正好娶一个呗，堂堂燕王，战神王妃，满洛城的贵女还不任他挑呀。这个时候嫁给他，也不知道是福气还是灾难。当然是福气了，燕王除了战功赫赫，还洁身自好，身边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铁汉柔情，能做他的妻子肯定很幸福。24了，又是尊贵的王爷，身边没女人，不会打仗受伤，伤了要害了吧？哎呀，这个很难说，暗箭难防，男人有几个不偷腥的？有古怪。不许你这么说他，燕王怎么可能不能人道呢？那你们怎么解释他不找女人的事儿啊？跟你说个秘密，不许外传啊。燕王有个青梅竹马，就是太子太师的孙女施宣瑶，熟读诗书，才华横溢，不输男儿，真正的书香闺秀，和燕王感情深厚。我听说太子不是想要纳了施宣瑶的吗？后来怎么不提了？施宣瑶也是个奇女子，不想嫁给太子，所以自梳了发，出了家当尼姑了呢。太子还怎么娶？要不是施家是他的老师，悠悠之口难堵，他都敢诛灭施家九族了呢。天哪，还有这么回事儿！我说怎么好久没有见施宣瑶露面了，好凄美的爱情，我好感动啊！难怪燕王不娶妻，也是在等着他呢。太子好过分了，拆散他们一对有情人。如此重情重义的男人，确实让人敬佩。这么说，太子这个人也不咋样啊。这次选妃，你们怎么看？
喝茶，非议太子是要杀头的。反正咱们没戏，看热闹就是了。说起燕王，就不能不说长公主了。她的同胞姐姐，她那样的大英雄，摊上这么一个姐姐，太糟心了。可不是嘛，听说长公主自从燕王回来，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还新纳了2个面首，整日里饮酒作乐，荒唐至极。偏生皇上还宠着她，长公主的封号女儿都不给，一直让她站着，多少御史弹劾都没奈何她呢。养面首，哼，皇家的人都被她丢尽了，公主养面首都会注意点影响，她倒好，生怕人家不知道呢。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太不像话了。萧天爱这一下午吃了满肚子的瓜，都要撑着了。都是关于皇家内部的八卦。金上正值春秋鼎盛的年纪，英明睿智，雄才大略，难得的明君。太子是中宫嫡子，性子阴冷，脾气不大好。太后不是皇上生母，只是个妃子。传闻当年金上继位，她出了大力气，所以皇上很是孝顺，入主慈宁宫。所以说，女人的最终极目标不是皇后，而是太后。男人不一定能靠得住，但是儿子一定靠得住。男人不一定能靠得住，但是儿子一定靠得住。做婆婆比做媳妇儿更滋润。好有道理呀！今日最大的运气就是认识了爱爱这样一个妙人，相见恨晚呢。哎呀，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的有脑子啊？哼，合着我以前是个傻的呀？没有，只是觉得更有意思了。傍晚时分，他们散了，约好了下一次相聚，依依不舍地分开。隔壁的包厢传来爆笑声。滚！这姑娘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偏生说的都有那么点道理，让人想不出反驳的话来，只能用歪理来形容。回到府里，萧天爱还以为萧天蓝总会闹一场，哪知道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请安，没事人一样，甚至比以前还对自己热情几分，十足好姐妹模样。大姐二姐明明笑得那么温柔，我怎么觉得满是杀气呀？看出来就是了，别说了。大房一直嫉妒二房的富贵奢靡，二房以前没多计较，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对大房没那么大方了。大房自然不乐意了。这样子啊，好复杂呢。要我说，大夫人这么想就不对。二叔的日子好，都是二婶的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人心一向是不足的。这次大小姐有望太子妃的位置，大夫人更是得意，岂能愿意二房比她好过？你长点心，这样的话别乱说了，被大夫人听到，小心给你小鞋穿。小姐们，课本抄一遍，字体要工整。老夫待会儿检查，哪里不懂的也可以问。二小姐的字儿进步很大呀，哈哈，不错不错。谢先生夸奖。小人得志，不就是被先生夸两句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小姐，你何故如此书写呀？而且这个断句也不对呀。哎，这样吟诵一番，好像更有味道了。哎呦，善，大善，二小姐大才呀！且上前来，老夫想和二小姐切磋一番。汉字博大精深，一样的字儿，不一样的标点，能读出好几个意思来。所以萧天爱的断句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先生自己理解的有些差别。二小姐读书的天分甚高，可惜啊，不是男儿身。若能苦读10年，状元不敢说，二甲进士绰绰有余。如此才学，真可惜了呀。不敢当先生这么夸，小女子献丑，胡乱写的。先生不怪我鲁莽，已经很感激了。真的吗？先生真这么说呀？早知道该让爱爱去书院读书了，咱们家还能出个女才子呢。书院收女弟子的吗？会收些启蒙的贵女，读到10岁就不能去了。家世尊贵的能读到12岁，
最出名的就是施家小姐，读到14岁，才名远播，伯仲书院的山长都想收她做关门弟子了。很惋惜，她不是个男儿身。施宣瑶，出家做道姑那个，倒是个奇女子。娘亲，今天先生也可惜我不是男儿身呢，女儿也很聪明呀。是，我们爱爱也很聪明，比你那个蠢弟弟强。你要是个男孩子，你弟弟是个女孩子就好喽。爹娘疼姐姐，姐姐疼弟弟，别难过哈。姐要是真疼我，给点零花钱呗。你又蹭你姐的零花钱，当老娘是死的吗？我这不是快要秋猎了吗？我看中了一匹上好的西凉马，您不给我买，我姐肯定会给我买的哈。好吧，我给你买，但是有个要求，你得让我陪着去看看，别被人给坑了。没问题。不准去，你姐姐能去那种地方吗？出了事儿，老娘剁了你。没事的，我就在马车里看着，帮他砍砍价，多带几个护卫，没那么容易出事儿呢。阿娘，你放心好了，难不成你让我一直不出门吗？我都要发霉了呢。保护好你姐，有一点意外，零花钱减半。娘亲不说，我也不能让姐有事儿啊，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姐姐的。你老跟她较什么劲儿？嫁给太子才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儿。只要你成了太子妃，老夫人都得看你脸色，何况她一个妹妹，那时候还不有的是手段来收拾她。太子妃是那么好选上的吗？萧天爱也会参加宴会，她的琴技和书法都让先生赞不绝口，听说绣技也大有进步，已经能绣出双面绣的帕子了呢。之前太子就对她有些心动，她要是处处出众，哪怕做不了太子妃，一个侧妃还做不得的吗？倒是我样样不如她，拿什么吸引太子啊？别人咱们动不了手，收拾她还是可以的。你不必把她当成对手，交给母亲安排。终于等到了赏花宴这一天，萧天爱已经修炼出闭着眼睛任由丫鬟折腾的本事。到了早膳之时，饭菜的香味飘来，该吃饭了呀。哎呀，祖宗啊，你可不敢吃了，喝点燕窝粥就行了。这可是在宫里，你总不能一直去净房吧？宫里的人都是神仙吗？他们不撒尿吗？那倒不是，可是麻烦呀。小姐，咱就忍半天，穿着这么漂亮的衣裳去净房也不方便啊。哎呀，好吧，这哪是去赴宴啊，这是去遭罪了。听你的了。那个燕窝粥我可不可以喝2碗啊？不可以，进宫必须谨言慎行，谨守规矩礼数。冲撞了贵人，小姐一人身死倒是小事，株连九族，罪过就大了。嬷嬷，你别吓我，那我不去了还不行吗？不行，皇后娘娘亲自下的帖子，谁敢不从？抗旨的罪名，小姐也担不起。小姐也无需太紧张，我会陪着小姐，时刻提点小姐的，一般不会有事儿。参见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各位娘娘，娘娘万福金安。都起来吧，瞧这一屋子花骨朵一样的女孩子，哀家心情就大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母后，有劳您把关了。皇后一向贤淑，哀家就是来看看热闹。毕竟太子是你的儿子，你才是正经婆婆，你拿主意就好了。云海侯嫡女萧天兰，参见太后、皇后娘娘，祝愿太后长寿安康，娘娘万事顺遂。不错，云海侯教的好女儿，知书达理，端庄稳重。平时都有什么消遣呢？谢太后夸赞，臣女喜欢练琴，请了琴艺大家宋先生教导，也有读书和女红消遣一二。女孩子家的就该多读书，女红也很重要。虽说有绣娘，但是亲自给丈夫绣荷包做衣裳，意义不同，感情也不一样。谢皇后娘娘夸奖，臣女定会更加努力。等到下输赢了，哟，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倒是别致。你这头发怎么弄的？一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待会儿您派了嬷嬷来，臣女交给嬷嬷知晓。好看是好看，只是略显轻浮，不够端庄。谁家主母会这么妖艳的？皇后娘娘教导的是，臣女回去就拉直了，臣女知错了。这还不是姑娘家的吗？别拘束太过了，这般年纪正是花儿一般，活泼娇俏才好呢。不用紧张，下去吧。谢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教导。终于到她了，小心翼翼走上前，还踩了裙摆，差点摔倒在地上。见过太后、皇后娘娘，臣女萧天爱，云侯府二房嫡女。臣女初见天颜，惶恐之至，哪里做得不好，求娘娘们大量。头都不敢抬，说话更是透着小家子气，不够大方。虽然衣裳别致，也没有引起两位大佬关注。这正是萧天爱想要的结果。自己这么优秀，一旦被大佬看中，难不成要落入这个人间地狱？太可怕了，死也不要。御膳房送上5膳，每一道都精美的跟艺术品似的，这可是国宴级别的待遇啊！萧天爱不客气的下筷子吃起来。没吃过好东西吗？好歹也是侯府小姐，成何体统？这位姐姐，你喝西北风活这么大的吗？饭菜不就是让人吃的吗？我吃得干净，是不浪费粮食，是对御厨们劳动成果的肯定。姐姐这么说我很伤心呢。你闭嘴！惊扰了贵人，你吃罪得起吗？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启禀太后、皇后，这位姐姐夸赞御厨们的厨艺高超，一不小心给吃光了，心中感激太后、皇后，请我们吃了这么好吃的御膳，感激涕零。姐姐宅心仁厚，不浪费一餐一饭，实乃我辈楷模，我们都要向姐姐好好学习呢。何该如此？你是哪家小姐？勤俭节约乃是老祖宗传下的美德。来人，赏！臣女国子监祭酒林家嫡女林倩倩，谢过太后赏赐。国子监祭酒，书香门第，难怪教养出这样懂事的女儿。好，本宫也赏。这个荷包你收着吧。恭喜林小姐啦！午膳用过，娘娘们休息片刻，小姐们可以去休息，也可以在院子里赏花。萧天爱吃得多，很快想去净房，齐嬷嬷陪她一起去。小姐，进宫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咱能消停一会儿吗？真不是闹着玩的。嬷嬷，还不都是怪你呀！我吃不饱，受不了呢，忍不住呀。要不咱们打个商量，以后我随便吃，到了外面不至于饿得太狠，我也能忍。身材不要了吗？想要窈窕身段，不控制口腹之欲怎么能行？没得商量。我保证不会吃胖的，嬷嬷都没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能保持窈窕？这样吧，咱们试1个月，我保证1斤肉都不长。小姐就是说破天也不行，除非我不做你的教养嬷嬷，小姐想怎么样都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没劲儿啊！一个穿着灰色太监服的宦官走过来，喊秦嬷嬷。秦嬷嬷直觉不妙，这是想调开自己搞事情。嬷嬷你去吧，劳烦这位公公告诉我净房在哪里。秦嬷嬷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出来，萧天爱已经走了，东张西望，像只花蝴蝶似的，反而更自在。萧天爱按照宦官的指路，拐过一道小路，刚一露脸，迎面有人撞上来，一盆热水扑面而来。萧天爱身子一晃，已经躲开了兜头而来的热水，灵活一蹦，躲开老远，坑人不成反被坑。地上的人有点懵，这位姐姐没摔着吧？你怎么走路的？都不看人，害得我摔倒，主子怪罪下来，你吃罪得起吗？哎呀，倒打一耙！哎呀，对不起啊，我眼瞎手笨的，伺候不来你这么大款的女官大人，惹不起本小姐躲得起。至于贵人怪罪，哼，本小姐又不是宫里当差的，怎么着也怪不到我身上。萧天爱收拾了宫女，心情大好，哼着歌儿继续去净房。
前面亭子好像有人呢。哦吼，还是熟人呢。准确来讲，是个他惦记许久的人。姑娘是何人？有事吗？他不是瞎子吗？怎么知道自己进来了？本王是看不到，可耳朵能听到，鼻子也能闻到你。你身上有墨绿香露的味道，脚步轻盈，肯定是女子。燕王厉害了，咱可是熟人呢。小女子萧天爱，您从山贼手里救我回来那个云海侯二房嫡女，还记得不？本王还没老呢，记性没毛病。我这不是提醒您一下，您可是王爷，贵人事多，要是不记得，小女子多没面子呀。我看您一个人没人伺候的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倒杯茶吧。会下棋不会？要是没事儿，陪我下盘棋。好呀，王爷别嫌我棋艺差就好了。开始吧。王爷你看不见，我帮你下，你告诉我走哪就行了。这个主意不错，就依你，让你3个子儿。谢谢王爷，我就不客气了。哪怕让了3个子，萧天爱这个臭棋篓子也不是人家对手。他才不想就这么认输呢，嘴角扯了扯，露出坏笑来。真的是个瞎子呢。你输了。怎么会？我跟你讲，现在是势均力敌，不信咱找个裁判，看看棋盘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可没有欺负你看不到，绝对是大实话。你不知道吗？我的记忆力很好的，每一步我都能记得住。你也喊了你的步数，我脑子里有清晰的画面，你确实输了。那么多步子呢，王爷你肯定记错了，眼见为实，我发誓真的没坑你啊。好吧，我相信你，因为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坑我一个瞎子的，何况我还救过你2次，萧姑娘肯定是善良的好姑娘，不会欺负我的。对得很，我都说了不欺负你呢。不过说起救命之恩，王爷收了我家钱，咱是两清了，拿这个谢恩图报，我是不认得的。我能让你报答我什么呀？好像你也没那个本事啊。比如说现在让我让你几步棋，这可不能够。不会的，继续下。我说了，相信萧姑娘的良心。王爷啊，您这可不行，良心值几个钱啊？能当饭吃吗？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别相信别人的良心。尤其是这个人还是你的对家，你会死得很惨的哟。就像现在，我换了你的棋子，你却相信我的良心，输得冤不冤啊？是挺冤的。谁能想到萧姑娘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会欺负我一个瞎子呢？好啦，我跟你道歉，一盘棋而已，你闭着眼睛都能赢我，不欺负你眼瞎，我能赢的吗？还要不要继续啊？你的奴才去哪儿了？还没回来吗？估计有事忙去了。我一个闲散王爷，又是个瞎子，宫里人最是踩高捧低，谁会惦记我一个废人呢？王爷，你这么想可是不对的，你怎么会是废人呢？眼睛虽然瞎了，心可不能盲。你这样的大英雄，岂能被这样的小挫折给打败？萧姑娘高看我了，这可不是小挫折，一个瞎子称什么英雄啊？不说这个，继续下棋。两只手在棋盘上飞舞着，忙得很，也有点累了。看到旁边摆着的精美点心，拿起来就吃。这味道真不错，咸口的，他喜欢。不知不觉，2盘点心都被他吃光了。哪知道燕王把手伸向盘子，想拿点心吃，这个怎么办呀？可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贪吃的印象。王爷，你想拿什么啊？有点饿，我记得有准备点心的，吃一块垫垫。哪有点心啊？王爷说的是以前吧？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欺人太甚。你可是保家卫国、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居然连点心都可口，人心不古啊！你真的饿了呀？我帮你去找点吃的来吧。算了，不用麻烦了，
谢谢你为我抱不平，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嘿嘿，还好吧。喝茶，你喝茶，这茶喝的倒是不错，比我府里的都好喝呢。这是顶级的明前龙井，一向只供给宫里，自然比外面的茶要好。你陪我下棋，我送你2斤回家喝吧。这多不好意思呢，举手之劳，哪能要你的东西啊？没关系的，一点茶叶不值钱的。刚才我侄儿送给我2斤，你拿着吧。好茶能让懂茶的人喝，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太谢谢王爷了，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也送你一样礼物吧。你好像也不缺什么啊。等我想想，送你一样别样的礼物吧。好，我等着呢。花园凉亭，俊男靓女隔着棋盘款款相对，好一幅唯美至极的画面。这位小姐是哪家的呀？以前怎么没见过？好酥啊。云海侯家嫡次女萧天爱，萧二小姐，很热心善良的小姑娘呢。天爱，她是二皇子楚王赵承安，以后就认识了。参见楚王殿下，臣女无礼，殿下恕罪。无需多礼，难得燕王赏识你。你们刚才干嘛呢？回禀殿下，下棋呢。哦，谁赢了？哎呦，不错，能和皇叔下的旗鼓相当。二小姐棋艺挺高的嘛。高个屁呀，毁了多少步棋，偷了他多少个子，自己都不记得了。能下成这样，完全是欺负他眼瞎。小姐啊，嬷嬷喊我呢，臣女告退。抱着盒子刚要离开，突然觉得袖子里沉甸甸的，脚步停了一下。怎么了？需要本王帮忙吗？啊不，没事儿，谢王爷。脚麻了一下下，已经好多了，多辞，您留步。小姐，你没事儿吧？没有，好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太有意思了，这小姑娘真逗啊。承安，你不该这么早回来，我们的棋还没有下完呢。能入了皇叔的眼，这姑娘有什么特别的吗？长得倒是还行，就是有点娇怯，太弱了，养在闺房尚可，娶回来做主母，怕是撑不起一座后宅。只可惜了宣瑶姑娘，你们多好的一对儿啊。承安，慎言，来，接着下棋。待会儿咱们也去看看热闹，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选一个王妃了。皇叔比我还年长2岁，侄儿让您先选哈。太后对你的婚事很是上心呢。我这副样子，别拖累了人家好好的姑娘了，自己陷进这泥潭也就罢了，何苦多一个人受苦啊？皇叔，你别这么想，不说这个，下棋。我说你下，刚才我和二小姐就是这么下的。回到花园，太后和皇后已经回来了，再次召集贵女们说话。萧天爱偷偷坐在萧天兰下手，刚坐好没留神，袖子里的盘子滚了出来，咕嘟嘟溜出去老远。所有人目瞪口呆。舍妹顽皮冲撞了太后、皇后娘娘，臣女是姐姐，没教导好她，臣女愿意代她受罚。萧天爱也木着脸走出来跪下，只是这一跪，另一只盘子跟着滚出来。老天爷呀，降一道雷，劈死我算了。萧天兰则是恨不得现在就掐死他的好。你进宫是来搞笑的吗？舍妹该死，请娘娘们责罚。别那么紧张，多大点事儿呀。太后，你说是不是呀？萧二小姐挺逗的，你能说说为什么带着2个盘子吗？本宫瞧着像是宫里的东西呀。这种官窑烧制的盘子很是珍贵，莫非是想偷偷带走？这样的官窑盘子可值不少钱呢。太子殿下到，楚王殿下到，燕王殿下到。这是怎么了？他们犯了什么错？启禀太子殿下，云海侯府的2小姐想偷宫里的盘子，
没藏好，当场被抓。既然太子殿下来了，您看着该怎么处罚？不是的，严小姐，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你怎么能如此诬陷我妹妹？不至于吧，好歹是侯府，再怎么样，爱也不会偷2个盘子的。二太太沈氏和本王有过几面之缘，出手大方，处事得体，她教养的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严小姐有亲眼看到吗？没有根据妄下结论，这是污蔑诽谤，还要承担责任呢。皇叔这么维护他，莫非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本王回城救过二小姐一命，恩人和被害者的关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太子作为储君，一言一行关系匪浅，说话可不能这么随意。好了，一点小事儿，不管怎么样，萧二小姐这么做都有失体统，举止不够端庄，这事儿就算了吧，你们退下吧。哼，皇嫂真够公平的。可否听臣女说2句？你说，本宫倒是好奇，你揣着2个盘子，到底打着什么主意？还能说出花来吗？臣女还未来得及和娘娘们请示呢，待会儿不是有才艺表演的吗？这是臣女的道具啊，表演需要用到2个盘子呢。臣女以为这样普通的盘子，娘娘们财大气粗，不值几个钱的小事儿，没想着和娘娘们禀告，私自使用了。臣女知罪，任凭娘娘惩罚。萧家丫头说的有理，2个盘子而已，咱们皇宫什么时候在乎芝麻大的小事儿了？传出去还不够人笑话呢。哦，哀家想起来了，你母亲沈氏可是首富沈家的女儿，当年陪嫁，足足有沈家1/3的家产啊。富贵堆里泡出来的娇小姐，可不在1-2个盘子呢。好了，这件事儿都不许再提了。萧家丫头，既然是你的道具，你先开始吧。表演的不好，哀家可是要罚的呢。谢太后，臣女献丑，不敢说好。先生说臣女的字还看得过眼，想着赋诗一首，这填词白釉盘子，色泽莹润，臣女想把诗词题在盘子上，更有趣一些。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误会，是臣女的错。嘿呀，不怪你，这个主意不错。那就开始吧，考验的可是你的诗才和书法，2样才学呢，哀家拭目以待。今日是赏花宴，又有这么多娇俏如花朵的姐妹们，臣女就以花来作诗了。宫中赴宴花满园，千朵万朵竞芬芳。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不错，好一个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萧二小姐大才，字也写得奇好，力道十足，平时肯定没少下功夫，没有10年8载的练习是写不出来的。谢楚王殿下夸奖。哎呀，差点冤枉人家姑娘，多温润的人儿啊，你受委屈了。来人，拿哀家那副红玛瑙的镯子赏给他压压惊。萧天爱，哎，名字也好听，是个可人。姐是谁呀？这点小场面岂能难得住姐？萧二小姐开了头彩，咱们就继续吧。下一个谁来表演啊？咱们是击鼓传花呢，还是毛遂自荐呢？毛遂自荐吧，孤的太子妃要有才有胆量，胆小怯懦之辈可当不起太子妃的头衔。臣女颜玉娆，文渊阁大学士嫡女，愿为太子献舞一曲。又是颜玉娆。萧天蓝气得掐着手心，突然脸色大变，他的手指居然酸软无力，使不上力气。这可怎么办？二妹，陪我去进房好吗？我有点紧张。大姐，你洗手没？注意卫生啊！别拿摸屁屁的手抓人家的手，很不礼貌呢。别跟我扯这些，我有大事跟你说。小天爱，你必须帮我。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还必须帮你？你脸大呀！整个侯府的人都对我寄予厚望，父亲更是花费无数人脉和钱财打通关节。我要是做了太子妃，侯府也能更进一层。你要是不帮我，回去我会和祖母说你是故意的。你想清楚了，二婶在祖母面前的处境怕是更难了。我的手使不上力气，肯定是严玉娆那个贱人算计的我。待会儿你替我抚琴。你在威胁我？威胁也好，请求也罢，总之你我都是萧家的人，一荣俱荣。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也是为了侯府好，将来你也沾光呢。太子妃两人你也看到了，脾气暴躁，阴晴不定，这样的夫君，你觉得能得到幸福吗？幸福？咱们这样的府邸有几个能有幸福的？我只知道太子妃是我能争取到最好的婚事，只要出了门我风光无限，谁管你在府里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见了我都得行礼问安，伏低作响，包括我，对吗？你就说帮不帮吧。行吧，既然你非要往火坑里跳呢，我成全你就是了。有个做太子妃的姐姐，想必我在洛城也能横着走了。你也记着，以后想欺负我就想想今天的事儿。下一位谁来呀？臣女献丑了，请娘娘成全。好，二小姐诗书双绝，想必大小姐不输妹妹。你要表演什么呀？臣女从小练琴，今日就抚琴一曲，请娘娘们多指教。好呀，皇上最喜欢听本宫抚琴。萧小姐既然师从宋林大师，想必也是同道中人。本宫期待萧小姐接下来能带来怎样的惊喜。臣女比不上陈贵妃娘娘万分之一，初次在这种场合下表演，有点紧张，可否用屏风遮挡一下？哎呀，些许小事，抚琴需要平心静气，焚香净手。萧小姐想遮挡一下也是应该的。哎，给姐姐打个下手吧。好吧，姐姐吩咐，妹妹不敢不从呢。好琴，好曲，萧家的姑娘果然不俗。萧小姐，这是什么曲子啊？本宫从未听闻过呢，是哪位大家所作吗？萧天兰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实在是她一问三不知啊。萧天爱心中解气得很，哼，我萧天爱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所以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回陈贵妃娘娘的话，姐姐太累了，难以回答，可否稍作休息，再来回禀诸位娘娘？哎呀，看我见猎心齐了，忘了这么高体力的弹奏，确实是很费心神。快扶着你姐姐去休息，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曲子的事儿。谢娘娘大度，姐姐，我扶着你，小心点儿，能走得动吗？萧天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宴席结束了，小姐们纷纷恭喜她，有酸溜溜的，有极度不服的，莺莺燕燕，吵得人脑瓜子疼。萧天爱抚着额头，突然倒在了一旁。小姐，你怎么了？快来人呐！小姐晕倒了。妹妹在家就体弱多病，许是今日劳累过度，撑不住晕倒了呢。府中有她常吃的药，先回府吧。众人原本嫉妒萧天爱的诗书双绝，此时变成了同情，合着是个病秧子呀。这样的身子骨能诞下健康的子嗣吗？去请陈院手，二小姐的药一直是他开的方子，这么多天都没治好，他的医术可是不行了。东陵傻眼了，他们小姐什么时候和燕王关系这么好了？
还是秦嬷嬷做事老道，上前掐了萧天爱人中一下。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了？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了？小姐，您晕倒了，许是今日忘了吃药，太累了。东陵，快扶着小姐出宫去吧。多谢燕王殿下关心，小姐是老毛病了，不敢劳驾陈院手，老奴等告辞。好吧，仔细照顾好小姐，需要什么来本王府里找。小姐可是我救回来的，她要是不好，我的心血岂不是也白费了？皇叔，你对这位二小姐关心过头了呀？莫非……别瞎说，我倒是没什么，坏了人家姑娘名节，可就是大罪过了。走了，我又回府了，你自己玩去吧。皇叔，你打发小孩子呢？我还想去你府里蹭饭吃呢，咱们俩光棍儿凑一对过呗。呵呵，滚蛋！谁喜欢跟你过呀？找你的美娇娘去。我可没什么美娇娘，皇叔，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比父皇都亲。皇儿，萧家大小姐就不错，咱就定下她行吗？什么事儿啊？母后怎么不跟我说说呢？没什么，那个二小姐身子骨弱，还没出宫就晕倒了。你皇叔好像挺紧张她的，些许小事不值当一提。哦，皇叔紧张她，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他可是有个首富外公呢，比起老实的云海侯，姑更看重沈家的财富。只是个外孙女，又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会在乎她的吗？母后看你就是想跟你皇叔叫板，他在乎的东西你都想抢回来。你是太子，至于跟个瞎子较劲儿吗？没得让你父皇不喜。听母后的话，皇位重要，等你继位，想怎么收拾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只是瞎了，又没死呢，姑这口气就咽不下，不就是打了几年仗吗？宣瑶居然为了他如此待姑，他不死，宣瑶不会死心的。说到底，还是为了那个狐妹子。你要是还这样执迷不悟，母后现在就派人弄死那个贱人去。勾得我皇儿如此荒唐，母后岂能容他？好，你容不下他，喜欢谁你就娶了谁，姑没意见，反正都是女人，除了宣瑶，谁都一样。哎呀，我头晕，嬷嬷，你别训我了好不好？我知错了。秦嬷嬷绷着的脸差点破功，小姐错哪儿了？哎呀，这个呢，反正我再也不会了，打死我都不进宫了。好嬷嬷，我口渴，让我喝杯茶行不行啊？沈氏和萧斌早早等在门口，看到他回来，心肝柔儿的喊着，一人一边。哎呦，脸色这么差，进宫不顺利吗？小姐都晕倒了呢，中午没办法喝药。哎呦，赶紧熬上呀，以后再不去了，我家爱爱这么弱，无福消受啊。萧天蓝虽然看不上二房的不上进，却也羡慕他们一家子的感情。你去查查大小姐身边的秋文怎么了，身上可是有伤？不用查，肯定有的呀。小姐以为谁都像您这么好脾气，从不责罚下人。侯夫人和大小姐都有拿丫鬟发泄的习惯，秋文身上就没好过。夏玲啊，你这话有歧义哈，还发泄呢，开车可不好。什么开车？奴婢没有啊，我的梗无人能懂。寂寞如雪呀，找些上好的伤药给秋文送过去，也是个可怜人。好嘞，小姐心善，秋文肯定会感激小姐的。奴婢发动3寸不烂之舌，定会把秋文收买到咱们这边。以后大小姐要是使坏，咱也好提早防范呀。小机灵鬼，就你聪明。去吧，拿点糕点糖果，受了委屈吃点甜的，心里就没那么苦了。休养了几天，补药又是不要钱似的往肚子里灌，
不死皮突飞猛进，牛皮境界大成，隐隐要突破到铁皮境界。小姐，不如去花园里转转，老闷在屋子里也是不行的。您要是累了，奴婢让人抬个轿子来。好吧，那就出去转转，不用轿子了，晃得我头晕。让丫鬟们都散开玩去吧，留2个伺候就行了，不用都跟着我。谢小姐。小姐，您就惯着他们吧，都还是孩子呢，他们玩得开心，咱们看着也心情好呀。让你跑，害得老娘一阵好找，伺候你这么个倒霉玩意儿，老娘倒了8辈子血霉了。说，以后还敢不敢乱跑了？哎呀，累死老娘了！大胆，你是哪一方当差的？何故打人啊？哎，小姐恕罪，惊扰了小姐的雅兴，奴婢该死。老奴是大房当差的，侯夫人的陪嫁嬷嬷，马上就走。慢着，这位哥儿是谁？这不好说吗？有这么难以启齿吗？大伯娘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孩子，你来说，他为什么打你？你又是谁呀？不该说的别说话。你不会说话吗？我是府里的2小姐，需要我帮你吗？啊，你是大房那个庶子？天哪，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大胆刁奴，庶子也是主子，岂能有你一个奴才肆意打骂？大房还有庶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姨娘还是侯夫人的陪嫁丫鬟，不过生了孩子，身体不好，挨了2年就去了。侯夫人说是养在膝下，这么多年大家未曾见她露面，大多都忘了这号人呢。要不是今儿个咱们碰到，奴婢也想不起来。我饿得受不了了，想找点吃的，不是有意冒犯你的。我饿得受不了了，想找点吃的，不是有意冒犯你的。2小姐，这是大房的事儿，您一个闺阁小姐，不好管长辈院子里的事儿。我刚准备好饭菜，哥儿就不见了，这不着急吗？老奴这就带他走，不让他污了您的眼。哼，好你个老刁奴，你欺负哥儿还拉扯本小姐，这是我弟弟，被你搓磨成这个样子，你当本小姐眼瞎吗？我何曾说过他碍眼了？怕是碍着大伯娘的眼了吧？东陵，带着他，咱们去给祖母请安。我倒要问问，堂堂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府里的少爷的吗？2小姐，还是不要闹大的好，家丑不可外扬。何况这是大房的家务事，咱们插手不占道理。嬷嬷说的我自然懂得，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老刁奴才敢这么欺负他。哪怕他不是府里的少爷，只是个普通少年，我也不能不管，事关正义原则。再说，我需要在乎大房的想法吗？2小姐好，这是我要见祖母，见了她自会解释的，还请嬷嬷通传一声。孙女见过祖母，多日未来给祖母请安，很是惦记。祖母身子可好？比你都结实啊，3天2头病症，只要你没事儿，老身就更好了。他是谁呀？祖母仔细看看，可曾觉得眼熟？贺嬷嬷，你去吩咐厨房准备点好刻画的粥饭，待会儿给他吃，孩子饿坏了呢。2丫头，你从哪儿找来的人？还不说实话，你想急死祖母呀？祖母这话问的，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然是在府里找到的呀。她还被伺候的婆子又打又骂的，孙女最见不到这个，多问了几句，没想到里面的事儿可多着呢。祖母，你也看出来了，她和府里的少爷长得有5、6分像呢，尤其和大伯，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不为过。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哎呦，天正，是樱桃上的那个庶子，夫人不是养在膝下吗？有段时间生病了，送去庙里祈福休养，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去把那个毒妇给老身找来，我可怜的孙儿哟，让他看看
他做的什么孽？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唉，这才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啊？奴婢不知，夫人去了就知道了。哪里弄来的野孩子呀？没得脏了母亲的地。母亲找我来，难不成就为了他？你给我跪下！当年怪我瞎眼在，怎么就给老大挑了你这么一个毒妇啊？野孩子，你巴不得我侯府的少爷都是野孩子，就没人跟你争家产了，对不对？这个家落在你手里，迟早得完。母亲，你消消气儿，儿媳哪里做错了？您给我机会改，气着您的身子，儿媳万死难赎其罪。说话间，沈氏和3房、4房的太太都来了，萧天兰也赶来了。祖母，母亲可是一家主母，有话咱们好好说，别气坏了您的身子。他巴不得气死我，就没人管着他，侯府就是他的了，想怎样就怎样。盼这一天，你怕是盼了许多年了吧？天兰，祖母疼你，可你娘做的事儿真不叫人事儿。你看到那个少年了吗？侯府的3少爷，你的亲弟弟。你娘说养在膝下就是这么养的，你要是看他碍眼，老身自己养，用得着装贤惠大度，差点毁了孩子。母亲，不是这样的，儿媳有派了奴才照顾他的呀，还是我的陪嫁嬷嬷最信任的人，就怕伺候的不周到。儿媳承认这些年是忽略了他，但是吃食用度未曾有丝毫克扣，请母亲明鉴。就是大伯娘让好嬷嬷打骂天正，您是没见着，还做成什么样了？养恩大于生恩，侯府的血脉，大伯娘怎么能忽略呢？她可是喊你一声母亲呢，逢年过节的就没有想过她一次？也就这孩子命大，能活到这么大。天爱，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大嫂，你理亏词穷，也别拿孩子撒气啊。长辈要有长辈的样子，你做的这些事儿，哪里配得上他一声长辈了？别吵了，孩子，你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祖母问你话呢，你就是说每天吃的什么，住在哪里，有没有读书啊？吃的只是稀粥，一天就1顿。嬷嬷说了，饿不死就行。我是丧门星，谁都不喜欢我呢。读书是什么？我不知道。唉，可怜的孩子呀，府里的奴才都不至于吃这种苦。可怜的孩子呀，府里的奴才都不至于吃这种苦。太太，我记得您给过我包子吃，那是我吃的最好的一次了。您是除了姨娘对我最好的人呢。好孩子，以后饿了就来找婶婶，婶婶管你吃饱啊。母亲，我没有，肯定是奴才自作主张，私自克扣，我真的有养他呀。母亲，媳妇儿知错了，是我疏忽了这个孩子，您要是罚我，我都认。只是母亲，等太子妃的人选定下来，媳妇儿任打任罚，绝无怨言。老夫人脸色阴沉，闭上眼睛思考良久。沈氏，这孩子跟你和天爱有缘，你受累，养在身边吧。母亲三思，爱身体不好，我整天照顾她都忙不过来，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还请母亲收回成命。沈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这孩子要是到了2房，外人还不定传成什么样子呢。老爷的外甥子都敢说，他才不愿意为大房背这个锅呢。这样吧，祖母，给他单独安排院子，派您信任的人伺候着，就说是大伯养在乡下的孩子认祖归宗了。母亲和我抽空会帮着照顾的，毕竟是一大活人，责任重大，我们也不敢随便揽在身上呀。老夫人沉默片刻，最终只能认可这个办法。祖母，那个刁奴怎么处置？
这孩子是你发现的，就跟你有缘，你说呢？杖毙了吧。好，就依你。祖母抬爱了，孙女不过是按照规矩来的，虐待主子，残忍刻薄，千刀万剐都不为过，留他一个全尸已经是侯府心善了呢。哎呀，我头有些痛，孙女告辞了。那孩子却拽着她的袖子不肯松手，暂时安置在母亲那里，等安排好的新院子再送她离开。这是谁啊？和咱们家人还有点像呢。爹，不会是你养的外室子吧？不会说话就闭嘴。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妾室老子都不稀罕，会养外室，有你母亲此生足矣。当着孩子面呢，瞎说什么？正经点。你俩秀恩爱回房间里去，还没吃饭呢，你以为都看饱了？弟啊，姐给你找了个小弟，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姐，咱能不卖关子吗？惊吓倒是有，惊喜却没多少，到底怎么回事啊？萧天爱添油加醋地说了他的凄惨遭遇。萧天洛握着天正的手，眼圈都红了。云海侯回府被老夫人喊过去，教训了足足1个时辰，灰头土脸地回到院子里，满肚子的火气都撒在侯夫人身上。萧天兰隔着院子都能听到父母的争吵，一阵心烦意乱。这样的家，他是一天都不想待下去。只要做了太子妃，无上的尊荣等着他呢。不得不说，有时候蠢点儿过得更开心。他倒是会做美梦。我又不是奶妈子，干嘛要哄着她睡啊？一晚上愣是没睡好。不行，今天说什么也得让她自己睡，老睡我屋子，像什么话呀？他初来乍到，没有安全感，自然需要人陪了。过几天安排好院子，就让他回去。不过奴才们伺候的再好，终究是奴才，需要家人的关心。你多费点心，长大了你们兄弟也能互相帮衬。平白捡这么大一弟弟，多好的事儿啊！好事你咋不留着？就会骗我。成啊，让他住我这儿，我也没意见。好吧，算你厉害，当我什么都没说。三人也没吃早膳，去外面吃去。这是买的什么呀？像是瓷器盒子，府里添置这么多瓷器干嘛？启禀二小姐，都是茶具，库房缺了不少，得补上。哦，茶具啊，我看看。哎呀，这是汝窑的天清一色，这是钧窑的三彩，都是好东西呢。我说管家，真没有必要采买这么好，反正也是被砸的命，多可惜啊！想必你更清楚，大房这段日子砸了多少茶具了吧？萧天爱，背地里编排我们，这就是女婿的规矩。大姐怎么说的？我不过是实话实说，难道这些茶具都是我家用了吗？明儿个去给祖母请安，咱们说道这件事。侯府是所有人的家，可不是你们一房的。虽说有点家底，可架不住这么糟蹋的吧？哼，少装好人。你杖毙奴才的时候，可没一点心软，手上沾着人命，睡觉就不做噩梦的吗？大姐可真长了一颗圣母心。也不心疼被搓磨那么多年的弟弟，倒是心疼一个虐待弟弟的刁奴了。要说后悔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没能斩草除根，连那个老刁奴的家人一起收拾了。我真是心太软了呢，下次可要吸取教训了呢。我要是大姐啊，就不会这么对我，除非你将来打死也不会来求我。天正啊，过来，这可是你的亲姐姐，以后见了嘴甜点儿。大姐这么善良的人，肯定会赏你一些好东西的。对了，初次见面，大姐对弟弟没点表示的吗？今日出门没准备，改日给弟弟补上。咱们走，有话就说，跟姐姐喊声饭。姐姐，我不想喊那家人，我只想做你弟弟。弟弟啊，人活在这个社会里呢，就要遵循既定的规矩。愚蠢的人会硬着头皮和规矩作对，
装得满头包，而聪明的人则会把规矩化为己用，对自己更有利。喊几句爹娘，做个孝子样，就能换来更大的利益。只要不傻，就知道该怎么选择。杀人不一定要动刀子，还能诛心。明儿个姐姐帮你请先生，人从书里乖，多读书，你会找到许多自己不懂的道理。姐，是这样吗？你这不是教弟弟变坏吗？表里不一，非君子所为。切，君子啊，你给我找一个看看。什么君子，都是道貌岸然装装样子罢了。姐跟你讲，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君子的外表，小人的心，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学着点吧。你这么蠢，出去别说是我弟弟啊。是这样吗？三观有些崩，先生不是这么教的呀。天正，你还能吃啊？别撑着，对身体不好。姐姐我是身体特殊，你不能跟我比。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真的没觉得撑，姐姐放心。田嬷嬷管着我，不让我多吃，我吃一次顶10天半月的。以后家里不会短你的饭菜，你慢慢把身体养好，读书习武，将来保护姐姐。他那么坏，姐姐干嘛还要留着他伺候啊？有时候对你严苛的人，并不一定是坏的。田嬷嬷是怕我吃胖了，影响身材，为了我好，我不会怪她的。那你怎么知道谁是真的对你好，谁是欺负你呢？就像伺候你的坏婆子，打你不给你饭吃，就是欺负你。要是师傅为了教导你学东西，严苛点就是为了你好。好了，吃糖葫芦不？消消食儿。二小姐，我家王爷有请。你家王爷？哪位啊？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吗？你家王爷？哪位啊？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吗？小姐勿怪，卑职的错，没和你讲清楚，我家主子是燕王殿下，有件大事事关小姐，务必请小姐一叙，就在对面茶楼。等我弟弟回来，一起过去吧。歇歇脚，蹭顿饭吃。你刚才吃了3个包子，1碗肠粉，还有2个牛肉烧饼，还要蹭饭？二小姐莫不是个饭桶？辛苦将军了，送你吃。燕王请咱们吃早点，空着手不好，就拿它当礼物啦。姐，你别寒碜人了，谁拿这玩意儿当礼物的？丢不起那个人。礼轻情意重，燕王是那种在乎钱财的俗人吗？别小瞧这个东西，我敢打赌，他不一定吃过。你说，你们主子吃没吃过？我送他吃，会不会失礼啊？不会，哪怕一棵草，只要小姐相送，都是一份心意。瞧瞧人家，不愧是王爷的人，就是会说话，学着点啊。二小姐好，王爷等着您呢，请进。这边有份儿，很好吃的，将军当差辛苦啦。萧小姐来了，冒昧请你来，唐突了，请坐。没关系的，上次在宫里王爷帮我说话，还没有谢过王爷呢。买了点好吃的，燕王尝一下，聊表心意嘛。谢过萧小姐了。说正事儿，太子欲纳你为侧妃，你怎么看？什么？他有病吧？太子妃呢？太子妃选的是谁啊？令姐，你们姐妹一正一侧，皇后觉得是一段佳话。加你娘的头啊！萧姑娘人品才华俱佳，于人做妾，想必小姐是不愿意的。死也不愿意啊！既然如此，本王会帮小姐解决这件事儿。说来惭愧，萧小姐这次是受本王连累了。太子本意是想对付我呢。因为是家小姐，王爷的青梅竹马白月光，为了拒绝太子，出家做了道姑那个。白月光？就是心中的挚爱，唯一的那个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说是就是吧，只可惜了宣瑶大家闺秀锦衣玉食，今日却落入道馆受苦。我会请皇兄出面，不让太子胡来，皇上总会给我几分面子。用得着惊动皇上吗？要不我偷个人，名声坏了，太子总不至于给自己戴绿帽子吧？姐，亲姐，可不敢闹着玩，
爹娘的脸也没了。从长计议，燕王殿下肯定有主意的，你别添乱。令弟说的对，本王不会让小姐名节有亏的，将来还要许配一户好人家呢。哎呀，我身子弱，性子软，有点门第的人家都不会娶的，长不了家，生不出孩子，去回去当祖宗供着吗？反正我没想嫁人，名声什么的也不在乎，恶心太子一下也不错。真不用，太子睚眦必报，会报复整个侯府呢。你大姐这个太子妃也保不住啊。哼，大姐还没做太子妃呢，眼皮子都翻到天上去了，这要是给她做了，还不得上天啊？不如趁着此时未曾定下来，我为小姐择一门好亲事，名花有主，太子总不能夺人之妻啊。而且他知道我对你无意，就不会这么执着地针对小姐了。燕王可有人选？公侯伯这些爵位之中，选个品行不错的次子，本王亲自保媒，还是没问题的。先谢过王爷了，容我回府和父母商议一下，毕竟婚事需要父母做主才行啊。好，本王静候佳音。王爷，吃早膳了吗？没呢，小姑娘不介意，一起吧。不介意的，燕王别想我们人多闹得慌就好了。说起来，我被太子惦记，还是被你老人家给连累的呢。哎呀，无妄之灾，挺冤的呢。本王不过24，很老的吗？对不住了。没关系，王爷也是受害者，咱们算是一条线上的人了，理应共同进退，和恶势力抗争到底。不过呢，咱们已经是自己人了，之前我母亲送您那些钱……什么银子？有这事儿吗？装傻呢？这就是不想还了？是吗？或许是我记错了。小二呢？你们店里的招牌菜都有什么？挨个上一份。萧天爱喝了一盏党参鸽子汤，一股暖流从丹田升起，浑身的肌肤顿时紧绷起来。小姑娘，这是……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吧，我就告辞了。后会有期。严峰，送送小姑娘。洛城权贵之中，适龄的嫡次子，未婚的优秀才俊，收集一下。小姑娘怪有意思的，本王送她一场好姻缘。是，卑职马上吩咐下去。萧姑娘瞧着娇娇柔柔的，胆子可不小，卑职就没见过哪个姑娘跟主子说话一点不怵的。说来也是，她可不怕本王。且说萧天爱回到马车里，屏退了下人，往罗马市集出发。路上需要1个时辰，足够他打坐调息，恢复正常的。那小子找死啊！小姐，你怎么样了？哼，下来！只听一声怒喝：“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这是小姐，都是他突然跑过来，马受惊了，差点害了小姐。不过也是他控住了马，没有出意外。您看怎么办？小的一时莽撞，冲撞了小姐，还请小姐恕罪。你真的是用手控制住我家的马的？行啊，厉害了，练过武艺？小的自有家贫，这一身力气是天生的，从小就比别人力气大，不过吃的更多，爹娘都给吃穷了，只能独自出门讨生活。小姐若是看得上小人这身力气，小人愿意肝脑涂地，只要能管饱饭就行。这小子是个人才，大胆！小姐身边岂能用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小姐，咱别被他给骗了，油嘴滑舌，不像老实人。小的莽撞了，嬷嬷勿怪。冒昧问一句，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这一片我熟啊，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我叫方大勇，您可以去打听，谁不说我方大勇讲义气，做事稳妥。看了看四周的百姓，有几个膀大腰圆的混子，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瞧，他则心虚地瞄着那些人，随时准备开溜。这家伙
想借着自己的手阻挡仇家呢。刚才冲撞马车，肯定被人追杀呢。我们不需要，经了马的事儿就算了，你可以走了。好吧，多谢小少爷。你对罗马氏熟悉吗？会挑马不会？小姐找我可就找对了，小的10岁就在马堆里混，任何一匹马打眼一看，小的就能说出它的年龄、品种、身体情况，保证让小姐买到最好最便宜的马。不瞒小姐，小的平时就靠着帮人看马赚些嚼用，很多老客户直接来找我呢。行吧，带路吧，要是买到合适的马，本小姐有赏。谢小姐，您就瞧好吧。小姐，小的有相熟的贩子，您可以在外面的院子里等，您说想要什么样的马，小的让他们牵来给您挑，就这么办。你小子还有点用啊。很快，方大勇领着几个马贩子，每个人都牵着几匹马走进来。方大勇，你看哪一匹好？要温顺的小母马。我不要温顺的，要日行千里，神俊非凡，方能显示本少的英俊潇洒。我不要温顺的，要日行千里，神俊非凡，方能显示本少的英俊潇洒。细胳膊细腿的，你确定能拿得住？摔断了脖子怎么办？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我付钱就听我的，要不咱就别买了。别介啊，都听姐姐的。哎，姐，你看看他还敢凶我，别落到我手上，1天3顿打，看你还敢不敢。行啊，就照你说的，买了，1天3顿打。小姐，这匹马是真正的西凉马，最少也得800两银子，您可别跟畜生一般见识，一般人训不来，还没有被人骑过呢。算了，姐，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就由他了。弟弟啊，你刚才不还想要神骏的马吗？姐满足你，再找一匹小马驹来跟我小弟骑。我可不可以要一匹成年的马？小马驹又不能骑。你还小，小马驹不仅仅是跟你骑着玩，是让他陪着你长大的。你亲力亲为的照顾他，以后他会是你最忠心的小伙伴。很多时候，动物比人都可靠。谢谢姐。除了大青马贵一些，小母马和小马驹都不算贵，1000两银子搞定了。小姐少爷买到了心仪的马，小的也功成身退，告辞了。不忙，说说吧，那帮人为什么追你？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是虎头帮的人，只要在罗马市里讨生活的人都得加入他们，说白了就是收份子钱。不仅是这里，整个洛城的闲散江湖人都得交。我和几个兄弟都不乐意，和他们打过几次，赢了几次，可这次虎头帮找来了洛城3怪出手，铁了心要弄死我，还要谢谢小姐帮我解围。虎头帮？天子脚下还有这样的帮派，朝廷也不管管？小姐有所不知啊，任何地方都不缺少这种黑暗势力，他们给官府都上了孝敬，打点好关系，谁会管啊？何况我们这些闲散游民，朝廷根本不当良民看，有他们管着还能减少麻烦，官府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样子啊？啊，你说你还有几个兄弟混得还不错嘛？小姐见笑了，勉强能填饱肚子。我们倒是想做个良民，可一没有手艺，二没土地，还不认字儿，只能这样混着了。重赏，以后多小心些，只要活着总会有希望的。亲爹娘都容不下他，这么一个陌生小姐却肯这么关心他。这一刻，他生出了誓死效忠的念头。马夫牵着大青马回府，可是大青马甩着头不让他碰。说下来试试。不必了，我来。这马吃软不吃硬，去买些梨子瓜果来，要马喜欢吃的。这个主意好，吃了咱的就得听话，还是姐聪明。上前按着大青马的脖子，你乖乖听话，少不了你的好吃的。可要是不听话，我是很难做的呢。只是他刚想甩开萧天爱的手，却感觉脖子上犹如一座山压下来似的，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是吧？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是你的主人，你要听话呀，能做到吗？还真是呢，这家伙被一颗苹果就收买了呢。我又学到了一招哈。姐姐人好，谁都乐意和姐姐亲近。这话深得我意，
谁娶了我姐这么温柔的人？几世修来的福气呢？折腾一场，到了午膳时分，萧天洛带着他们去尝尝樊楼的美食。还是没到地方，迎面走来几个贵公子。萧天洛看到他们几个，脸色却变得难看了几分。武安侯府的6公子屈从云，皇后外家陈国公府的3公子索文石，还有督察院邵大人的小儿子邵廷，加上长公子的独子贺思远。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洛城中有名的纨绔子，后台强硬，无人敢惹的那种。田洛，我说今儿怎么没见你出来玩？原来是在陪美女呢。我介绍一下，哪家府上的？见过诸位仁兄，这是佳姐，今日陪佳姐逛街，改日我请客，咱们再聚啊。别改天呀，既然碰上了，就请萧小姐也一起吃顿饭呗，人多热闹嘛。就是嘛，萧小姐给个面子嘛，我们都是你弟弟的好友，大家不是外人，不会惹人非议的。算了吧，侯府的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和咱们吃饭呢？少廷，你说的可不对，相逢不如偶遇，说明咱们和萧小姐有缘呢。哥儿几个，你们说对不对啊？对极了，咱们少爷一表人才，不知道多少千金小姐想要嫁呢，萧小姐能和少爷喝杯酒，是你的福气呢。萧天洛拳头捏得嘎巴响，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愤怒过。陪男人喝酒都是篓子里的钱儿，他们把姐姐当成什么人了？萧天洛，你怎么说？诸位，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苦苦逼迫？佳姐若是陪你们吃酒，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们不清楚的吗？哎，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要是你姐嫁不出去，爷娶了她，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爷还得喊你一声小舅子呢。多少人想和爷攀亲戚，爷还看不上呢。你，贺思远，欺人太甚！我们云海侯府怎么着也是数百年的老牌勋贵，岂敢容你如此羞辱？今儿你们谁敢动我姐一根头发，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这几个家伙，通通该死！哈，云海侯府算个屁啊，二流都算不上。你要是世子，小爷还看重你几分，不过是个二房少爷，老子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老子看上你姐，你就该乖乖送上。真以为老子不敢收拾你的吗？今儿我还非要看看这位美人长什么样子不可。士可杀不可辱，你们敢动小姐一根头发，小姐就敢当场撞死在这儿，死也要捍卫清白。萧天爱听明白了，这是说给他听的。大庭广众之下被几个纨绔子弟羞辱，就算他不死，回府之后老夫人也不会饶了他，还不如自我了断了，还能赚一个贞烈的名声。好啊，跟爷玩这个呢。行，想死是吧？爷今儿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敢死，爷就敢把你的衣服扒光了，让所有人看看这千金大小姐的身子有多嫩啊！贺思远，你他娘的不是人，禽兽不如！把人给爷抓来，给脸不要脸！在这洛城地界，还没谁敢这么不给爷面子的！我跟你拼了！萧天乐怒吼一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你别去，不过多个人挨揍。姐，等我长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那就好好学本事，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保护好你想保护的人。弱小的时候就得忍着。谁都没有注意到，萧天爱把手里的一串珍珠手串取下来，或是被弹中了腿弯，或者被打中肚子。萧天乐愣是跟4个人打成平手。在家人，爷养你们吃干饭的嘛，一个废物都打不过，要你们何用啊？算了，闹大了也不好看，咱别给长公主惹麻烦，毕竟是侯府少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闪开！爷今儿非出了这口气，他算什么东西啊？敢看不上爷，也不问问在洛城谁敢这么怠慢爷？少廷脸色发黑，明明是你先搞事情，调戏人家小姐，还怪人家不给你面子，
皇子都没你这么嚣张的。算了，他好心好意劝阻还不领情，你就闹吧，捅破了天有长公主兜着，皇帝和燕王那是人家亲舅舅，云海侯府这个亏是吃定了。2条腿给打折了，扔一边去，少来碍着爷的事儿。小姐怎么办呀？少爷被打断腿，他们免不了被羞辱，小姐这辈子可就毁了呀。看来白莲的人设保不住了呀。我想做个温柔如水的女子，咋就这么难呢？快躲开，马群惊了。去把你哥拉回来，别被马踩着了。瞧着马群冲破护卫的防卫，一蹄子踹在护卫的肚子上，喷的血飞出去老远。此时不报仇，等待何时啊？揍他，揍死了也是白死。让你们打老子！用这个？不会死了吧？不会，没那么容易死。还有呢，你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老天都看不过去了，让咱报仇呢。继续啊！萧天洛胆子又被激起来，看谁落单，扯着就打，血都溅了他一脸，瞧着有些恐怖。最后5成兵马司的人都出动了，才把局面控制住。哼，怎么没踩死这个孙子？这事儿没完，想不想出气啊？当然想了，可他有2个好舅舅，咱们能怎么办啊？弄不死他也得让他出点血。看姐姐的。姐，你这干啥呢？用血给我洗澡啊？太恶心了吧！从现在起你就闭嘴吧，装死就好，天塌了也不能动，听到了吗？弟弟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爹娘和姐姐怎么活呀？他们是长公主的儿子是吧？好，我记住你了。我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就一头撞死在皇宫门口去。我的要是问问皇上，长公主对朝廷做了多大贡献，以至于如此的嚣张跋扈，堂堂侯爷的少爷都敢当街伤害，朝廷就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功勋家族的吗？派个人禀告府里一声，我们先去京兆尹击鼓鸣冤。哪家侯府的？不是被金马误伤的吗？贺少，卑职还有差事在身，不敢久留，您自便啊！告辞告辞。不顾贺思远阴沉的脸色，带着人赶紧跑。慢着，把他们拦住！贺思远对吧？你想怎么样？要把我也给杀了吗？行啊，动手啊！你们这些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还要脸吗？就算是皇上，也没有草菅人命、目无王法的道理。不准告官！私了，你想要多少银子都行。我外祖是首富沈家，你觉得我会缺银子的吗？我一刀杀了你，想要多少银子你说话，我给你行不行啊？你，反正就是不准告官。弟呀，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狠毒的人？你死得好冤啊！苍天啊，你睁开眼看看，这等恶毒残忍的畜生，怎么没有降下来劈死他？和尚，我家少爷或许还有救，你要是拦着不让走，这是故意杀人，其心可诛。长公主也要讲王法，我们侯府虽没有多大权势，可也不是小门小户的人家，由不得你这样欺辱。好歹给人找个大夫，不能一错再错呀。少廷，你哪儿投的呀？万一他们去告官怎么办？就算他们此时不告官，以后不会告的吗？人家家里长辈还在呢，太子可是有意娶了侯府嫡小姐做太子妃呢。我好心提醒，你爱怎么样随便你。告辞。萧天爱趁机让自家护卫抬着萧天洛跟在他后面走。小姐，咱们先去医馆为少爷治伤吧。哼，拿人俸禄就要尽忠职守。刚才你们放任主子被欺负，已经愧对你们的职业，现在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去京兆府击鼓鸣冤，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弟弟就是死，也要拉着他长公主下水。我送你们去京兆府吧。你赶紧上车，小姐和少爷都是好人，我方大勇不会忘恩负义的。不瞒你说，这马是我偷偷放跑的，
没办法，我也打不过他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谢谢你啊，以后咱就是朋友了。和人击鼓啊，午休都不让人休息。小的让人去问了，暂时不知，估计是升斗小民才会这么不懂规矩的。喂哦！萧天爱还想亲自去见识一下古代的公堂是什么样子的，被秦嬷嬷死命拦着了。秦嬷嬷算是看透了，自家小姐自从被山贼掳走，性子变了许多，胆儿更是大破天，一不留神就要闹出幺蛾子。小姐，让老奴去，官场上那点猫腻，老奴比你更熟悉，算我求你了，你安心在马车里待着成吗？辛苦嬷嬷了，尽管闹，把天捅的窟窿有祖母和大伯呢，弟弟的委屈可不能白受了。这个小姐不一样啊，你有什么兄弟朋友没有？京兆府审案不是让旁观吗？带着人去看看。府尹大人要是害怕长公主的势力，想敷衍你就起哄，逼着他公平。这里有500两银子，尽管撒出去，我要让洛城都知道长公主纵容儿子做下的好事。用不了这么多，别怕花钱，我要效果。此时燕王府里，宋霆锋和许志安挨个给他读着一本本小册子。七远侯府3房嫡子，年方20，文采斐然，相貌俊朗，身高5尺3寸，通房2个。过5尺3寸太低了，还有通房，不是良配。我说王爷，您给萧姑娘选夫婿，可比公主选驸马都要严苛。您就说说吧，满洛城的勋贵、成年少爷，谁屋子里没有通房妾室的？2个已经是少的了，咱府里就没有。妥了，干脆这样，王爷，您把萧姑娘娶了呗。您救了她，话本子里不都是说以身相许的吗？好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这个主意好，只要是男人都不愿意让喜欢的女孩子嫁给别的男人。谁说本王喜欢她了？嘴巴都绷住了，要是传出去，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本王剁了你们俩。她才多大呀？老牛吃嫩草的吗？60老翁18姑娘，铁树开花，老牛嫩草，这才是男人做梦都想要的日子呢。王爷不过24，又是堂堂王爷，不是属下自夸，萧姑娘嫁给您是他高攀了。我一个瞎子，甭祸害人家小姑娘了。继续找，就不信找不出一个才貌双全、洁身自好的人了。不行，就往外省去找，那些封疆大吏的少爷，最好是本王麾下的，不敢慢待了他。王爷，出大事了！长公主的公子害死了云海侯的2房公子，人家告到京兆府了，满城都传遍了。2房公子？哪一个？不就是萧姑娘的嫡亲弟弟吗？哎呦，我去！王爷，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什么一家人啊？长公主可是咱王爷的胞姐，王爷能不管吗？哼，管是肯定管，不过管谁就说不定了。备马车，本王亲自去看看。你说什么？二少爷被长公主家的少爷打死了？不是打死，是打伤，生死未卜。快去，侯爷和二老爷都给我找来。人呢？怎么你回来，他们没回来？二小姐抬着去京兆府告状去了，京兆府要是不管，她就去皇宫告御状。你生的好女儿，这是要毁了我萧家呀！她还要去告御状，把她能的，要不要上天呐？母亲，天洛呢？有没有说天洛怎么样？你问他吧，别愣着了，赶紧去京兆府，别让他闯下大祸。浑身的血，生死未卜，属下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赶紧追呀！造孽呀，真是造孽！远儿打死人了，还是个侯府少爷。云海侯府，这次选太子妃那家，他们家不想选太子妃了，敢跟本宫叫板。母亲，你要帮儿子做主，多大点事儿啊，闹得要死要活，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去把荣君白找来，
听听他的主意。你呀，这么大人了，毛毛躁躁的，要学着稳重。荣君柏是长公主的第一面手，人长得好，学问好，被人举荐入了长公主府，迅速俘获她的芳心。参见长公主殿下，见过贺少。君柏，坐吧。思远，你和君柏仔细说说，咱们要拿出什么法子来？小小的侯府都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看来本宫需要进宫和皇兄太后好好聊聊了呢。他敢不给爷面子，死了也是活该。云海侯倒是不必在意，怕的是惹怒了整个勋贵集团，他们联合起来，皇上都要忌惮3分啊。这事儿贺少做的有些过了，咱们不占理，总得走个过场，让皇上下台。最后的处罚无非是重拿轻放，罚俸禁足，做做样子。据传闻，太子也有意纳了这位萧二小姐为侧妃，来一段姐妹共侍一夫的佳话。燕王殿下和他也有些瓜葛，又闹了这一出，这位二小姐倒是挺倒霉的呢。长公主，京兆府的衙役来了，要带少爷去过堂。哼，胆儿倒是肥，这个府尹也该换人做了，不大识趣儿呢。殿下，还是让少爷去走一趟，只是京兆府还好办，真的惊动了大理寺，事情不好收场了，皇上那边也会联系您识大体的。思远，你少给你舅舅找麻烦，你去走一趟，亮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君柏，你做事儿稳妥周到，替本宫去看看，照顾好少爷。遵命。京兆府外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们，萧天爱嗑着瓜子，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些焦急。燕王高大的身影鹤立鸡群，萧天爱一眼就看到。是瓜子吗？谁找我？主子，是萧姑娘冲咱招手呢。那就过去吧，守护好周围，人多手杂的，别让人冲撞了她。还说对人家没意思呢，考虑的多周到啊。王爷，什么事儿让您大驾光临的？今儿个怕是不行，府尹忙着呢。我跟你讲，你就没有见过这么恶劣的人，长公主了不起啊，嚣张跋扈不足以形容，天子脚下都敢调戏闺阁千金，暴打侯府少爷，也太没王法了。京兆府要是敢偏袒，我告御状去，弟弟受的伤不能白挨。萧姑娘，你知道我家王爷为何而来的吗？你们还没说呢，为什么呢？好叫萧姑娘知道，长公主是我家王爷亲姐姐，一母同胞，嫡亲的姐姐。我的天哪，不会是为了贺思远那个畜生来的吧？这还搞什么搞啊？你们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对不住啊，冒犯王爷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萧姑娘，哎，你弟弟怎么样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护卫和丫鬟呢？都死哪儿去了？娘亲别着急，弟弟没事儿，受了点伤，性命是无忧的。我让护卫回府找人，秦嬷嬷和东陵都在公堂呢。爹，你赶紧去看看，他们官官相护的，可别没被人打死，反而弄死在公堂上，咱们上哪儿哭去啊？之前他没这么担心，好歹是侯府少爷，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人弄死。可知道燕王居然是贺思远的亲舅舅，心里就不敢肯定了。啊，见过燕王殿下，小女无状，燕王勿怪啊。让开，都让开！长公主府贺少驾到，你们这些贱民挡着路干嘛？找死的吗？严峰，去教教公主府的人怎么做人。遵命。你谁啊？啊，说你呢，惹得我们贺少生气，没你的好果子吃，滚开！小爷可是为你好呢。宋严峰一刀划破了他的脖子，鲜血顿时喷洒出老远。哎呀，别怕啊，娘亲在呢。回去领30大板。为什么呀？这孙子敢在咱面前称爷，一刀劈了他都是便宜他了。属下没做错的呀。血呼啦的吓着女眷了，没看沈太太和萧姑娘在的吗？你就不能扭断脖子？好吧，
属下知错了。看来以后要对萧姑娘客气点儿，王爷这态度不大对呀。拖下去，弄干净街道。参见燕王殿下，府中下人无礼，冲撞了殿下，殿下恕罪。舅舅，别瞎喊，本王当年就说过，贺家的子孙，我燕王府是不认的，当不起。萧二爷，您先请。不敢当王爷这么称呼啊，您喊我一声萧二就是了啊。您先请，先请啊。一起进吧，您是长辈，无需和我客气。那我喊一声世叔好了。许志安，你留下，照顾好沈太太和萧姑娘。太太，萧姑娘，坐下等吧。卑职准备了茶水，喝口茶歇歇。放心，我们王爷出面，不会有事的。闲着也是闲着，你说说长公主和你家王爷的事吧。不得非议主子，卑职不敢。那我待会儿跟你家王爷说，你看不起我。好，我说还不行吗？您嘴下留情，否则我也得30板子。我家王爷和长公主都是先皇后嫡出，尊贵无比。公主之中，长公主更是享尽了宠爱。之所以起了隔阂，都是从长公主非要嫁给贺探花说起，先皇后不同意，我们王爷更是极力反对。可长公主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嫁给贺探花。就算这样，贺探花不是死了吗？也不至于不认这个外甥吧。虽然他畜生了点儿，但是毕竟是亲姐的儿子，王爷可以好好教导他呀。卑职偷偷跟您讲点秘闻，您可谁都不准说出去啊。什么秘密啊？先皇驾崩的时候，我们王爷正在外打仗呢，赶不回来。先皇后因为悲伤过度，紧跟着去了。帝后双双离世，举国震动呢。等我们王爷赶回来的时候，自然要问一下先皇后有没有遗言。生母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王爷该何等的悲痛。可长公主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王爷之后一查，你猜怎么样？怎么，长公主害死了皇后吗？还是贪了皇后的无数嫁妆？那倒不会，身外之物我们王爷从不在乎。是吗？那他还拿了我们10万两银子不还。你继续，我就随口一说，继续啊。你继续，我就随口一说，继续啊。先皇后走的时候，长公主根本没在身边伺候，忙着阻止驸马纳小妾的事儿，跟贺家那老婆子斗智斗勇呢。您说说，这得多没人性啊！亲娘病了，不是急，只顾着男人。她也没见过先皇后最后一面，我们王爷当时掐死她的心都有了。可惜了，先皇后贤惠善良，人人夸赞，走的时候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心里该多伤心呢。长公主简直不为人子啊！谁说不是呢？一母同胞的姐弟俩，性子咋就天差地别呢？长公主也知道王爷怨对她，和金上走得很近，扒着金上的大腿，甚至还会从踩着王爷表忠心，就为了讨好金上，维持他奢靡荒淫的日子呢。金上最乐得看他们姐弟闹腾，现在又闹这一出，金上看热闹看得不知道多开心呢。按说你们王爷现在又闹这一出，金上看热闹看得不知道多开心呢。按说你们王爷也是嫡子啊，金上是早早封了太子的嘛，为什么你们王爷不能继承皇位啊？姑奶奶，这话能乱说的吗？萧天爱骨子里可不是古人，对皇权没那么敬畏。皇帝年年做，今年到咱家，形势容许的话，自己也敢做一把。说说而已啊，出得我口，入得你耳，难不成也会传出去的吗？当然不会，姑奶奶，以后这话可不敢说啊，是要杀头的呢。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先皇当年有2位皇后，我们王爷是继后，金上母亲是原配，先皇很喜欢王爷，不过金上毕竟在洛城，朝中根基稳固，加上先皇驾崩，我们王爷不在宫中，金上继位也是顺理成章了。看来皇家的事儿还真不少呢，今儿个这波瓜真够大的。
公堂之内，府尹温九思一个头两个大，可燕王咋也给惊动了呢？虽说贺思远是燕王亲外甥，可早在他出生，燕王就传出话来，不认这个外甥的，肯定不会为他撑腰，那就只能是为了侯府而来。侯府什么时候搭上燕王这艘大船了？本王是来旁听的，温大人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京兆府的衙门代表了朝廷，可不是温大人自家家里，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是下官考虑不周，王爷恕罪。父亲，儿子以后再也不能为你尽孝了。活着就好，身上的伤怎么样了？儿子还撑得住，眼泪擦一擦。男人流血不流泪，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贺思远当街殴打无辜百姓，你可知罪？温大人，犯人不该下跪的吗？怎么让他站着回话？燕王，你非要把事情做绝的吗？一点情面都不顾。朝廷有令，秀才以上公民免除公堂跪拜，身负官职家族有爵位的也可免。他霍思远在这个范围吗？敢这么跟本王说话，可懂上下尊卑？本王跟你有什么情面？顶撞亲王，咆哮公堂，不敬朝廷，该当何罪？杖责50。你敢打我？我母亲可是长公主殿下，我大舅是皇帝，太后是我外祖母，最疼我了。小小的府尹，哈，信不信老子让大舅摘了你的乌纱帽啊？哼，朝廷有规定，公主出嫁可以继续享受皇族的待遇，但是驸马家族就不在此列。别忘了你姓贺，可不是姓赵。参见燕王殿下，府尹大人，贺少无礼了，诸位看在金上的面子，饶了他这次，长公主殿下定会教导他的。下不为例。贺思远，你可知罪？我们认错，贺少少年气盛，甘愿赔偿萧二少的一切精神损失和医药费，在下替贺少给二少爷道歉。侯爷，还请高抬贵手，长公主府感激不尽。好说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孩子打架难免的。二弟啊，算了吧，人家诚心道歉，天落也没事嘛。哼，那叫没事儿，浑身血呼啦的算没事儿，非要咽了气儿，弟弟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才叫有事儿。那你想怎么样？父亲，大伯也是为了这个家，算了吧，这个委屈咱们就咽下去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谁让大伯是侯爷，您是弟弟呢？天落懂事儿，我听大哥的，但是也请大哥记住，很多时候忍让换不来尊重，做人脊梁骨不能太弯了。萧叔说的对极了，张院守我已经联系好了，待会儿就过府帮二少爷治伤，至于赔偿，萧叔放心，本王会监督，不能委屈了二少爷。我的老天哪，二弟走了狗屎运了，燕王如此看重他，什么时候的事儿？二房藏得够深的呢。王爷多谢相助，可否去府中荣侯府聊表谢意？不必了，侯爷无需放在心上，本王和侯府也不熟。王爷怎么判的？和解，赔些财物，道歉。萧姑娘放心，张院守会帮令弟治伤，肯定能恢复的。哼，没有打断那个畜生的狗腿的吗？财物能抵消我弟弟受的伤和屈辱吗？以后有机会再打断他的腿。现在想想要多少东西吧。你不是挺喜欢钱的吗？多要点儿，本王给你做主。王爷这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呀。在你眼中，我是财迷吗？多要些补品，给弟弟补身子吧，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依你。怎么样了？小孩子做事太毛躁了，怎么能闹上公堂呢？那可是长公主哎，皇上的亲妹妹，是咱们惹得起的吗？
长公主怎么？长公主就能草菅人命的吗？咱们府好歹也是侯爵，有头有脸的府邸，又没做错事，怕他干啥？我这不是为侯府好的吗？你也不想想，天蓝若是成了太子妃，咱们和公主府就是姻亲，闹到公堂，长公主将来会怎么对待天蓝啊？听着这个太子妃，他就脑仁疼，更别说那个狗太子还想让自家宝贝女儿给他做妾。如果有那本事，恨不得提刀剁了这个狗东西。大嫂，这不还没定下来的吗？小心空欢喜一场。大嫂，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就算真的选中，太后皇后不和，天蓝是站谁一边，还是两头倒，做那个墙头草呢？这太子妃明说了吧，就是听着好听，各中滋味你细细品，她能好当？那也是太子妃，天蓝这么乖巧懂事儿，太后皇后都会喜欢的。都住口，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你们妯娌多年一向和睦，都少说两句。天落其人自有天相，已经没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还没有那个底气跟公主府对着干。沈氏，你大嫂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当然你心疼孩子的心情我也理解，那也是我的孙儿，我能不心疼？来人，去库房取了那只500年的人参，给天洛送过去，好好补补身子。母亲，那是您压箱底的老参，留着吊命的，这人没事最重要，人参能再寻来。冰儿，你管好孩子，最近少出府了。天洛伤成那个样子，想出门也得出得去呀。只是他学业不能耽误了，请母亲恩准，请了先生来府里教吧。请呗，你当娘的不该为了儿子的学业上心的吗？反正你也不缺银子使，这个银子得宫中出，我儿是顾全大局，为了侯府受的委屈，要不我去长公主府说道。你老娘13岁上桌跟人谈判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园子里发春呢。好了，从宫中出，都退下吧，吵得我脑仁疼。老夫人看着侯夫人有些不满，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你现在哄着沈氏，等天蓝出嫁，不得送几样好东西添妆吗？侯夫人这个家当的就是太顺畅了，做什么事儿都能有钱使唤，忘了这些钱都是谁赚来的。阿爷别生气，大嫂就那脾气，你们妯娌多年，犯不着为他气着自个儿哈。他还没那么大分量。老爷啊，我想着咱们是不是该分出去单过了？单过？你要分家的吗？这可使不得，母亲不会答应的。哼，我就是跟你提个醒，这一步迟早是要走出去，否则大房这个样子，咱们迟早被他们连累死。而且你把他们当兄长尊敬，出了事儿他可只顾着自家，可曾把你当弟弟护着。天洛的事儿可真是伤了我的心，更别说天爱那次被绑，你能说是巧合的吗？大嫂为了那个太子妃人都魔怔了呢，这要是给她如愿了，不定怎么作呢。你且看着吧，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他心上种下一颗种子，日后大房会给他浇水添肥，种子自己会长大。陈院手帮着萧天洛把脉，眼神锐利。你这是看不起老夫的医术呢？萧天洛嘿嘿干笑，从腋窝里取出一个熟鸡蛋来，心中暗骂：姐姐出的什么馊主意，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小小年纪不学好，心眼儿耍到老夫身上。您喝茶，我们姐弟这也是没法子呢，总不能任他欺负了吧？这年月好人难做呀。老夫是大夫，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从不弄虚作假。萧天爱唰的一下递上1000两银票，陈院手手一翻，银票像是没出现过似的。万事好商量，伤筋动骨100天，老夫开些药，有病治病，没病强筋健骨，除了上点火，对身体无碍。
辛苦陈元首了，医者仁心，你老是个好人。这老家伙也是个心里黑的呢。哎呀，好人难做呀，小姑娘别夸老夫，老夫不经夸。方子给你，告辞了。我送送您。陈元首，您缺徒弟吗？看我弟弟怎么样？他没想过学医呀。小弟天芳，12岁，跟您做个学徒怎么样？好叫姑娘知道，御医是世代相传，不收外人的，所以抱歉了。这样子啊，是小女子莽撞了，院首勿怪。不过这个规矩不好，谁能保证家中子孙就一定有学医的天赋？收徒弟却能择优而取，还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就像书院似的，大儒桃李满天下，教的是治国的学问。院首要是桃李满天下，救下的可是无数性命，功德比那些大儒强100倍。东陵啊，替我送送院首大人。夏凉，吩咐厨房做点吃的来，中午都没吃饭呢，饿死了都。哎呀，姑娘高见，老夫佩服啊。我做了什么了？什么都没做呀。老头佩服个啥呀？没糊涂吧？因为姐姐的话给了他一些提示。姐，你真的想让我学医啊？可我都不识字呢。不学医读书又不成，你说说，你们和那些寒门苦读数十年的书生能比吗？习武也别说了，从小就没熬下筋骨，典型的文不成武不就，难道这么混一辈子啊？要是家世显赫无人敢惹，也能做个纨绔子弟，就像贺思远那种，有个皇帝舅舅，大粗腿可以抱。可惜啊，没那么好的命。哎呀，看见你俩我就发愁。长公主府中，长公主一脸黑的没法看，这个好弟弟还真是一点脸都不给自己留呢。是燕王差人送来的单子，说是侯府的赔偿。拿来本宫看看，我这个弟弟做的有多绝。是燕王差人送来的单子，说是侯府的赔偿。拿来本宫看看，我这个弟弟做的有多绝。哼，这些东西买他萧家满门的命都够了，他非要这么恶心我的吗？人参是500年打底，雪莲、鹿茸、灵芝等等珍贵补品都是有价无市，真要是拿出来，长公主都得大出血。燕王既然赏识萧家，为他们出面，殿下就当是消财免灾了。事情说大不大，闹起来咱们也不占理，更犯不着闹到皇上那儿。皇上日理万机，显得殿下太不懂事了，所以本宫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是吧？先给他们，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给吐出来。咱家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让人准备好了，送到萧家去，就说本宫说的，有些东西不该伸手就别伸手，小心没命花。与此同时，老夫人把云海侯找来，也在商议长公主赔偿的事儿。老夫人的意思是，这个赔偿不能要，还要送点重礼，不能让长公主记恨他们家。母亲，现在不是咱们要不要的事儿，是燕王和长公主姐弟俩较劲儿呢。咱要是这么做，就是跟燕王过不去，得罪了燕王啊。燕王一个瞎子，将来也就那样了。长公主却胜券正龙，而且是女子，女子最记仇。要我说，咱宁可得罪燕王，不能得罪长公主。可燕王毕竟是战功赫赫的战神王爷，就算瞎了，瘦死骆驼比马大，也不是咱们能抗衡的。哼，功高盖主，是福是祸，没了胜券，最多做个富贵王爷，没了爪牙的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儿子知道了，这就去和二弟说，您歇着吧。只是等他到二房，看着满院子的礼物盒子，有些晕。真不愧是皇家人，这红宝石一出手就是一匣子，这色泽上等呢。哎呦，这么多一般大小的珍珠可不好找啊，做挂珍珠链子正合适。
哎呀，二弟呢？你咋能收了呢？快给人送回去！你是想害死侯府全家吗？凭什么呀？我家天落的委屈白受了。来人还说我小心没命花，那个嚣张，我这个气哟，还非要收了。有本事他来杀了我全家，我敬他是个人物。哎呀，你可闭嘴吧！你想死啊，也别拉着侯府满门啊！送到小姐院子里，让她收好了。这么多东西，你都给天爱了，她一个姑娘家的，拿这些也不怕遭了贼啊？什么贼？家贼嘛。不然你说送哪儿啊？冲入宫中吗？大哥，咱们萧家好歹是传承数代的老牌勋贵，犯不着钻营算计，安生过日子，总差不到哪里去。你也别整天泡在女人堆里，对女儿多上点心。女孩家不比男孩子，总归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能护着，嫁了人就摸不着了。天知道怎么受婆婆男人的气呢，多疼着点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哼，二弟攀上燕网，今非昔比呢，心疼女儿家的，等天蓝出嫁，你这个当叔叔的好好表示一下，多填补些嫁妆，到了夫家也能直起腰杆子来呢。哎呀，好啊，那是应该的，亲侄女一家人嘛，做叔叔的怎么也会表示的。不过总不能越过大哥这个亲爹，否则不是打大哥的脸吗？我的银子都留着给爱爱攒嫁妆，大哥都知道嫁妆丰厚，在夫家过得好，我自然也要为女儿好好准备着。大哥，好自为之吧，弟弟先走一步。哎呦，除了珍贵补品药材，就是珍珠玛瑙宝石，送到珍宝阁随便打几样头面，都是极漂亮尊贵的首饰呢。不过瞧着像是老物件，据说是先皇后的陪嫁，都落在长公主手里，不会是……可怜她前世只是个普通女孩子，哪里见过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珠宝呢？眼睛都被闪花了。有什么不对吗？燕王真够意思。嬷嬷，这些东西可值10万两银子。只这一匣子珍珠穿成珍珠帘子就得10万两银子，更别说这些宝石了。单说那一颗紫色宝石呢，当今皇后怕是都没有呢。小姐可得仔细收好了。这么值钱呢？药材和珠宝分开收藏，送到库房里去吧。今晚上他不修炼，要出府办事儿去。这次贺思远的事儿让他心中起了危机感。从小喜欢独立的他，不容许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干他娘的，人死鸟朝天，干脆和他们拼了，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没到那个份上，咱们虽然贱命一条，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容易，活着可难了。大哥，你今日太冒险了，人家高高在上的侯府千金少爷哪用得着咱们出手啊？今天可是不少人在集市上打探，马老六更是气得要死啊，非要找出这个放跑马的人，要不是被官方带来的人给缠住了，迟早找到咱们身上啊。大勇哥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帮了他们，他们肯定会报答咱们的。别做梦了，那些大家族的人眼皮子都长天上了，心肠又黑又毒，能报答咱们才稀罕了呢。嘘，静声，有些不对劲儿。嘿呦，还是有2把刷子呀，有意思。玉面书生，你们自己了断吧，还能留个全尸。玉面书生说完，一个邋遢老者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怎么着呀？爷爷今儿心情可不太好，你们的血那么脏，不想沾了我的剑，早死早超生，说不定还能投个好胎呢。你们要杀的只是我，放我兄弟离开，我自裁。大勇哥，不要啊，要死一起死。人死鸟朝天，怕个鸟，要杀就杀，唧唧歪歪娘们似的，烦不烦？今儿个死定了，这俩憨货火上浇油，都死了，谁报仇啊？找死！爷爷成全你们。啪，洛城
哪儿来的高手？你是何人？敢管我们洛城三怪的事儿，报上名号，某家手下不杀无名之辈。道不平有人踩，少爷我今儿个管定了，仗着武功高欺负百姓，还三怪呢，我可是三混蛋吧？听好了，少爷是来无影去无踪，专管世间不平事，铁面飞霞方天落。哼，这几个人小爷召了，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大战300回合，正好小爷扬名，缺几个垫脚石呢。敢问小兄弟是从何方？天山瑶池，雪山之巅，那是我师门所在。你等俗人，岂配知道我的师门？一句话，让不让吧？不打你们是不知道小爷的厉害。小兄弟，火气别这么大，都是同道中人，这个面子老朽总要给的。小心！哼，糟老头子阴得很。缠着他，人多欺负人少呢，咱也不能怂。就是看我力劈华山。少侠饶命啊，我们也是收人钱财，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主家去啊，求你放过我的一条狗命吧。滚吧，这么大年纪了，不好好养老，非要出来祸害人。遇到小爷算你走运，以后别让小爷碰到你害人，否则定斩不饶。少侠，你答应我放我走的，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非大丈夫所为。少侠，老贼心狠手辣，杀人无数，斩草除根，不能留后患。他走了，咱们以后的日子就危险了。救人救到底，少侠不可妇人之仁啊。先缓着，待会儿再说。快来帮忙，扛不住了。都闪开，放着我来。居然刀枪不入，这他娘的怎么打呀？痛快！小爷我英勇无敌，盖世无双，2个杀手不过是小爷的开胃菜而已。来，说说吧，谁雇的你们？手底下都干不干净？小爷在考虑怎么处置你们。他们做杀手的，谁手上不是鲜血累累，死不足惜。少侠千万不能心软，放了他们走，不知道多少人会遇害呢。也是啊，是我天真了。那就杀了吧，你们动手吧，我不杀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其实是他不敢杀人，鸡都没杀过，杀人真的是太为难他了。不过高人的逼格不能丢，不能漏怂。少侠饶命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你刚才答应放我走的，小老儿保证从此金盆洗手，放下屠刀，绝不敢再沾一点鲜血。哼，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我就乐意反悔，不行吗？姑，小爷我高兴，你有意见？我又不是佛祖，你放不放下屠刀的关我何事？不过倒是能成全你去见见佛祖，说不定他乐意封你个佛呢。彭玉林不跟他废话，捡起地上长剑，冲他心口扎下去，彻底了结了他们。是蛇娘子，有毒的，少侠你。幸好他到了银皮境界，皮肤堪比金属，这种程度的毒素还造不成什么伤害。你们忘了，我们三怪一向是形影不离的。想杀他们，问过我蛇娘子了吗？哼，你敢用这么恶心的东西来喷我，真正惹怒我了，去死吧你！愣着干嘛？动手啊！你到底是谁？去阴间问阎王吧，狠毒如斯，小爷跟你说不着。大爷，留奴家一命，奴家伺候你们呀。奴家伺候人的本事比用毒更厉害，你们就忍心对我一个弱女子下手的吗？笑话，都是女的，她越是妩媚妖娆，越看不顺眼。尤其是那对浮夸的凶器，更让萧天爱觉得刺眼。哈，你好歹是杀手，怎么一股子风尘做派？怎么不去楼子里做假，当杀手屈才了？奴家本是楼子里的头牌，因为得罪了贵人，差点丢了命，得了一本毒经，自学修炼的本事，做杀手也是迫不得已。
只为活下去而已。少侠，你看我这么惨，您就饶了我吧，以后奴家就给您当牛做马，您身边总不能没有合用的人，毕竟这些男人们伺候的不方便呢。这样的女人心机深沉，留着是祸非福。他也是可怜人，就这么杀了呀？不然呢？最毒妇人心，你心软了？别忘了他的脸毁了，这个仇如山似海，不报复就枉费他毒娘子的外号了。少侠说的对，他还有一手下毒的绝活，防不胜防，咱们敢留他，给他送人头呢，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他一锅端了。别说这些，赶紧上后吧，说说以后的打算。哎呦，居然这么多的钱，他们就这么随身带着呀？还有房契铺子呢。啊，百毒圣经，这是蛇娘子的吧？嘿，这个好，我留这个。方大勇，你留下，你们两个去门外守着。他们聊了足足1个时辰。萧天爱觉得方大勇能用，本来他就是来找他的，想扶持他，成立自己的消息渠道，培养人才，不求杀人，只求自保。小姐，该起了呢。困着呢，又不用去给祖母请啊，让我睡会儿吧，别喊我。怕是不行，老夫人派人传话来，待会儿都得去荣养院，宫里传话来，大小姐被选中为太子妃了。确定了？大伯娘如愿了。哼，挺好的，省得上蹿下跳的折腾。啊，有没有说我太子不是想纳我恶心燕王的吗？没有，圣旨快到了，小姐得洗漱打扮，全家人都得去接圣旨呢。打水，我要洗澡。慌什么慌啊，我还病着呢，催得我烦了，我还就不去了呢。还有弟弟呢，跟他说养着就好，不用去给大房装面子，想让我们一家去捧他的臭脚，做梦去吧。这孩子比以前喜欢赖床了呢，这要是到了夫家，哪还能这么自在呀？那女儿就不嫁，一辈子陪着母亲。傻孩子，哪能一辈子不嫁的呀？快吃吧，那边还不定怎么显摆呢。娘亲，你吃了吗？陪我一起吃吧。娘跟你一样赖床的吗？早吃了呢。你自己吃吧，我还不知道你。真吃了你的饭，你又吃不饱了。就你俩会磨蹭，这么大的日子不会早点吗？啊，娘亲，我有些头晕。哎呀，我不行啊，要不您送我回院子里躺着吧。不是说没大碍了吗？怎么还头晕脚疼的？比我老人家的身子骨还不如。祖母每日里有参汤燕窝养着，自然硬朗，孙女可不敢和祖母比。去给二小姐端一盏参汤来，好好补补，省得外人说我苛待孙女。谢祖母，祖母身体康健是我们小辈的福气呢。二妹，咱们姐妹在一起的日子可不多了，将来有空来太子府小住几日，我帮你相看王公贵族家的好儿郎，二妹也有个好的归宿。侯府不是好归宿吗？大姐还没嫁人呢，就嫌弃娘家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几个意思？大姐倒是解释清楚，别说一半留一半的。妹妹我心思浅，不懂你的弯弯绕绕。天爱，你大姐可是为你好。太子府来往的都是什么样的青年才俊，能和侯府比的吗？侯府固然重要，可抬头嫁女，谁不想嫁个府邸更好的人家？不过除了太子妃，这满朝怕是找不到更尊贵的身份了呢。齐大非偶，门当户对最重要。我不求女儿大富大贵，只求顺心安乐。大小姐可记得谨言慎行。皇后太后，多少妃子皇子的，多少双眼睛看着你呢。我们家爱爱可受不住那份尊贵。都少说两句，大喜的日子这是干嘛呢？非得气死我老婆子的吗？儿媳不敢。到了，那是
已经到了排放口了，咱们准备着吧。奉天承运，云海侯府嫡女萧氏天蓝，公良贤淑，德才俱佳，特赐为太子正妃。洋洋洒洒数篇夸赞勉励的话，萧天爱跪在地上听着昏昏欲睡。钦此平身，太子妃接旨。内侍终于宣读完了，萧天爱只听到平身2个字，下意识站了起来。内侍还以为她是太子妃呢。太子妃天姿国色，真正是才貌双全，咱家恭贺太子妃了。萧天爱，你要点脸，我才是太子妃。公公勿怪，这是二小姐不懂规矩，听到你喊平身没弄明白，才会冒犯了公公呢。不是说了平身了吗？不能起来啊？那我接着跪下。臣女萧天蓝，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内侍嘴角抽抽几下，宣了这么多次旨意，头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呢。不过这句话说得好，皇上可不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吗？故意的，他肯定是见不得自己风光，非要搅和自己的好事。萧天爱无奈，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天地良心，谁知道这里没这个规矩啊？公公，小女子失礼了，请勿怪哈。无碍，二小姐倒是真性情，太后很惦记你呢。咱家姓汪，小姐喊我一声汪内侍就好。汪内侍好，您脾气真好，待人也和气。宫里的内侍都跟您一样的嘛。多久没见过这样纯粹剔透的眼睛了？这么干净的人儿，不该沾染了皇宫那个大染缸啊！其他人咱家就不知道了，二小姐好奇心别那么大。刚才你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挺有意思，那么皇后该怎么说呢？千岁千岁千千岁，祝福的话小女子瞎想的，翁内侍请勿怪啊。二小姐客气了，最近城里事儿多，您要是得空出去转转散散心比较好。我晓得了，江内侍吃点心，这道蛋黄酥是咸味的，还顶饱。别客气，您尽管吃。出宫太急了，真没吃饱。二小姐心细善良，是个好姑娘。老夫人那边完事儿，看着她和内侍聊得欢，心中的火气又窜上来。辛苦公公走一趟，一点小意思，留着喝茶。哎呦，谢过老夫人，咱家告辞。教养嬷嬷，皇后之后会亲自派来，大小姐好好学着吧。萧天爱取出帕子，包了那一碟子蛋黄酥塞给他。汪内侍路上吃。谢过二小姐，二小姐是个好的，老夫人好福气呢。恭送公公。汪内侍一走，老夫人跺着拐杖就要发作。祖母，孙女头晕得很，怕是旧病犯了，孙女告辞。萧天爱，你给我站住！大姐有事啊？你要是想摆你太子妃的架子，趁早歇着，我可不吃你那一套。你就是嫉妒我嫁给太子，非要闹出点幺蛾子，显出你的存在感。其实你心里就是不满我嫁得好，我看透你了。我警告你，你给我安分点，等我嫁到太子府，有你好果子吃。哎呀，这是威胁我呢。大姐还是三思后行，你别忘了，当初那琴是谁抚的？太子要是知道你作假，你觉得你还能做这个太子妃的吗？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不总说我想跟你抢的吗？我要是不做点什么，岂不是白担了这个名声？你视若珍宝的东西，在我这儿弃如敝履。安安生生嫁你的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若是非要来跟我较这个高低，我不介意成全你。不过我是没有什么损失，大姐怕是要难过了。那你刚才为什么几次捣乱？我能放心吗？我头一次接旨不懂嘛，心思深沉的人才会把人想得那么复杂。我话都说得很清楚了，你非要胡搅蛮缠。我是不怕丢人，希望大姐也能够豁得出去。
而此时皇宫之内，太后的慈宁宫，燕王双手扶着膝盖，简单的坐着，都有股子大马金刀的气势。江儿，你坐，在母后这里不用客气，咱们母子没那么多规矩。母后安好，礼不可废，儿臣还没那么脆弱。你这孩子还是这么犟，母后看你这样，这心里就跟针扎着似的。母后近日身子可好？儿臣不能亲自伺候身边，很是不安。嘿，哀家知道你孝顺，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哀家最大的孝顺了。今日招你来是关于你的婚事，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娶个媳妇儿，知冷知热的照顾你，哀家也能放心。有劳母后挂念，只是儿臣还没那个打算，不想连累人家好好的姑娘，还是不要了吧。那怎么行呢？就是因为你身子不便，更需要人不离的伺候。你只是眼睛看不见，身子好着呢。要是能留下一儿半女，哀家九泉之下见到你母后，也能有个交代了。提起先皇后，燕王眼神不可控制地波动一下，双拳握得更紧了，唇角紧绷，没说答案，也没说拒绝的话。听说你对云海侯府的二小姐挺关照的，改日宣她进宫来，哀家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能入了我儿的眼。燕王有些紧张。没有的事儿，那姑娘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儿臣看她跟小贝一样，真没有别的心思。她贪吃爱玩，小孩子性子，更是什么都不懂。母后，您别吓着她了。嘿，还说没意思，这就护上了。哀家有分寸，不会欺负了你的小姑娘的。陪哀家用午膳吧，身在这宫中，连个陪哀家用膳的人都找不到，怪寂寞的。你要是娶了媳妇儿，你媳妇儿也能孝顺哀家，尽你的孝道了呢。母后说的是儿臣考虑不周了。一顿午膳又是一番母慈子孝，太后又赏了燕王一些东西，这才打发他离开。贴身女官安玉婉扶着他躺下，太后却毫无睡意，满腹心事都写在脸上。太后是在想燕王的婚事，为什么不从聂家选一位小姐呢？聂家近些年可有些弱呢，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你不懂，燕王这孩子我看不透，与其操控他的婚事惹他厌恶，不如成全他，我们的关系才能牢固。别看他对我挺尊敬的，可心里怎么看我，我这心里没底，毕竟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呀。您虽然没生下一儿半女，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您，皇上都得孝顺您。这满大宴的女子，您是顶顶尊贵的，名分大过天，有这个名分在，燕王怎么着也得孝顺您呢。您操持他的婚事也是为他好。就你嘴甜，逗我老婆子开心。您还不到40呢，怎么就是老婆子了？奴婢瞧着皇后都没您年轻呢，可不能说老。您还不到40呢，怎么就是老婆子了？奴婢瞧着皇后都没您年轻呢，可不能说老。哼，别提那个蠢妇，太子就被他给教得不成样子，心胸狭隘，夺人所好，哪有一点明君的样子？他别得意，谁说太子就一定会是皇上呢？让他们母子俩去作去吧，看他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太子殿下来了，避开吧。停下！哎，这不是皇叔吗？瞧这个方向，去给太后请安了。怎么只带着一个奴才呀？这要是磕着绊着可不太好，毕竟皇叔看不清路的。要不姑去和父皇求求情，恩准皇叔进宫赐了轿子坐，您这大功臣坐个轿子也是应当的嘛。骂人不揭短，王爷可是太子的亲叔叔呢，太过分了。
好啊，太子孝顺本王，本王自然笑纳。下次进宫，等着太子安排的轿子，先谢过太子了。太子不愧是国之储君，这份孝心就很难得。好说，顾一向守礼。对了，那个萧小姐据说被山贼掳走过，还被贺思远调戏呢。这种女子啊，一看就不是安分的。既然皇叔稀罕，顾就放她一马。反正太子府中最不缺的就是女人，这种货色呀，配皇叔刚刚好。只是他姐姐是我的太子妃，皇叔要是想娶她，这辈分可不好算呀。真愁人呐，也不知道顾着未来岳家肯不肯把小姐嫁给皇叔。毕竟皇叔这样子，谁家姑娘也不乐意跳这个火坑呢。哼，哪里是火坑，还不一定呢。太子不忙吗？有时间跟我在这儿闲聊，不如请我去你府里坐坐，咱们叔侄好好聊聊。太子最烦的就是他这种万事不在乎的模样，好像一拳砸在棉花上似的。他越平静，越让太子觉得自己跟小丑一样。不好耽误皇叔，姑要去父皇那儿呢，改天再和皇叔聊。皇叔慢走。恭送太子殿下，殿下慢着点儿。咱们出府玩去呗。你觉得我像是能出门的人吗？姐，你可比以前好玩多了，以前可没老想着出府。哎，天芳呢？今儿没黏着你，都快成小跟屁虫了。送学堂了。男孩子要学本事，应该多读书，老是闷在内宅，能有什么出息啊？不是说请先生来府里教的吗？你送哪个书院了？哼，你觉得大伯娘现在有心思给他请先生？随便找个小书院先启蒙，之后再找好的书院，他都不认字儿。这时候多好的书院也都是白瞎，跟不上进度还被同窗嗤笑，不如先启蒙。你真不出去啊？听说樊楼新上的孜然牛排、炙烤金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的，说白了就是炖羊杂，起了好听的名字。你不想尝尝啊？那咱就去尝尝，吃完就回来。这就对了嘛，让大庆定位着去，多点点菜。两人刚上楼，迎面看到武安侯府的六公子带着人出来，走个碰头。哎呦，这不是萧老弟吗？这么快伤就好了？看来也没多严重呢，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躺半年呢。陈院手医术高超，好了一些，出来散散心。屈兄这是要走？原本要走的，这不遇到萧老弟，怎么也要陪你喝两杯啊？对了，贺兄被长公主禁足了呢，他要是在，那就更热闹了。萧二小姐好啊，在下倒是很好奇，二小姐怎样的天姿国色，贺兄都栽在你身上了呢？老带着木梨不闷的吗？出门就大大方方的，半遮半掩，爷们儿这心养得厉害。看来二小姐深谙其中之道啊。屈从远，有什么冲我来，动我姐试试，老子跟你拼了。贺思远老子都不怕，怕你个屌。弟弟霸气，敢骂姐姐，盘他。屈从远，欺人太甚，不揍你，你当小爷好欺负？弟弟啊，你没事吧？诸位客人，你们可瞧着了，屈公子纵奴行凶，要害我弟弟性命呢。什么仇什么怨，屈公子，你要对一个重伤之人下此毒手，我们萧家就这么好欺负的吗？大庆，快去找郎中；二庆，去京兆府报官。我倒要看看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东陵，你去皇宫找太子，说是有人打他小舅子，打他可是打太子的脸呢。可不敢报官，二小姐有话好好说。你们还敢禁锢我们，控制我们自由，没法活了。我从这楼上跳下去好了，屈少爷那样羞辱于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别，
可不敢跳。二小姐勿怪，我们也没碰着你，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你们说没碰，可人言可畏，天知道别人会怎么污蔑我呢？谁敢说二小姐一句坏话，我们第一个不答应。你们发誓，要是有一句谎话流传出来，全家死光光。众人犹豫。我不活了。好，发誓，我们都发誓。现在你满意了吗？哼，不满意，我弟弟还生死未卜呢，你伤了他，可不是红口白牙一句誓言就能算得了的。是这狗奴才自作主张，少爷我可没下令。来啊，打断廖七2条腿，扔出去，给二小姐出气。萧天爱脸色一变，没等他出言阻止，这个叫廖七的护卫已经被同伴给打断了腿。二小姐可还满意？要不要我把她脑袋也给剁了，送给二小姐当囚题啊？屈从云恶毒阴狠的笑容，胆子小的看了都要做噩梦呢。他笃定萧天爱一个闺阁姑娘，看到这样血呼啦的场面，胆子都吓破了，哪里还敢跟自己为难？心眼跟筛子似的，一眨眼一个主意，比贺思远更难对付。可惜他遇上的是萧天爱，杀过人的萧天爱。哼，一个奴才的狗命也配和我萧家狄少爷相比？屈少爷，你家主子和奴才都一般大的，把我当小孩子糊弄呢？你就是今儿个把你的护卫都杀光了，也比不上我弟一根头发。那你想怎么样？长公主那样的赔偿，原样来一份。难不成你觉得自己比长公主要高贵？萧天爱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讹财。有那些钱给他们败家，不如给自己修炼了用。不可能，我们侯府哪里有长公主府的家底厚啊？杀了我也赔不起啊！减半吧，本小姐很通情达理的。大庆，拿笔墨，让屈少爷写下欠条。你们都有份，侯府赔不起，你们都要平摊，都画押上，谁也跑不掉。见着有份儿，该签的，总不能让少爷我一个人担着。兄弟就该有难同当，不想把我当兄弟了？哼，都是一个朝里更是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好说话不行吗？非要逼着我撕破脸，下次对我们府里的人客气点。弟啊，都认清楚了，谁敢跟你装大爷，你就躺着跟他说话，咱倒要看看谁才是爷。萧天洛本就没事，萧天爱一颗珍珠打在廖七的麻穴，看着飞了老远，其实没伤着，就是吓人了点儿。他的弟弟一根毫毛可不能伤，突然觉得这样坑人的感觉咋那么爽呢？哎，不敢不敢，二小姐言之有理，告辞。诸位少爷勿怪，我们姐弟也是迫不得已，冤有头债有主，谁惹的事儿你们恨谁去。行，萧二小姐，本少爷小瞧了你，咱们走着瞧。好的很，本小姐等着屈少爷来送财，希望武安侯的家底足够厚实。明明软糯糯若风拂柳似的人儿，一张嘴跟刀子似的，半个脏字不带，句句冲你的肺管子上戳，气不死也得怄死。少爷，您没事吧？没事儿，本少爷皮糙肉厚，结实的很，这点小场面能伤着少爷我？不吹牛你能死啊？我不陪着你可别冒险，别真觉得自己扛揍，可是姐姐我保护你呢。姐，你保护我什么了？我咋不知道？你姐我运气好，有我在你身边，百邪不侵，化险为夷，这还不够吗？姐，有这么自己夸自己的吗？你觉得不对？啊，对得很，我姐是这世上最漂亮最有福气的人儿。萧天爱也不忙着吃饭，爬在栏杆上看热闹。这不是聂世子吗？来吃饭呢。酒楼不就是让人吃饭的地方吗？你们是谁？别挡着我的路，我吃完还要回书院。我们呐，这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们是长公主的人，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哼，无耻小人，让开！
哎，怎么骂人了呢？还就不让了？今儿你想在这儿吃饭，也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啊？掌柜的，剩下的桌子我们全包了，从今天起，谁想吃饭都得问问我们兄弟答不答应。包桌也行，包厢300两，大堂100两，还剩下3成的空桌，大概4000两吧。2位有银子，小的就包。好说，记在长公主府的账上，凭我们兄弟在长公主面前的宠爱，些许银子算得了什么？你们欺人太甚！小崽子，就欺负你了，有种你来打我呀！哎，冲这儿打，来呀！这2个人谁啊？这个聂世子又是何方人物？能被称为世子，怎么也得是个公侯家族，还怕他们2个贱人？聂世子是隋国公府的世子，隋国公府就是先皇后的母族，也就是燕王的外祖家。这俩人，一个叫崔护，一个叫崔阳，还真是一对堂兄弟。2人读书不怎么样，倒是会讨女人欢心，也能舍得下脸来，一起入了长公主府，做了面首。隋国公府自从先皇后去世，一向低调，跟太后走动都少。现在燕王伤了眼睛，更是不愿惹事儿，低调做人。这俩人就是摸准了聂世子不想惹事儿的心思，故意欺负他呢。燕王的外祖家呀，理应是中鼎之家，顶级权贵，这么低调可不大好。燕王帮咱们不少，你也去帮帮他的人。2个不要脸的贱人也敢欺负堂堂世子，什么世道？对燕王的事情，姐姐好像格外不平呢。此时聂世子已经被逼得俊脸涨红，真想狠狠扇了2个人的脸，却想起外祖母的教诲，心中叹口气，硬是忍下去。聂世子，相请不如偶遇，请世子一起小酌一杯，世子可愿赏脸？樊楼里吃饭的人其实很多，毕竟是洛城第1酒楼，但是都选择明哲保身。原来是枭雄，那就叨扰了。世子客气，请上来。小二，添餐具，加几道菜，今儿我们好好招待聂世子。小姐好，在下聂风，字坤白，您喊我坤白就好。不用客气，我是天禄的姐姐，你是天禄的朋友，也喊我姐姐就好了。坤白，挺好听的名字，不如喊你小白吧。世子啊，吃菜，我姐就这样，你看她温温柔柔的，像个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又美又温柔，岁月静好。可你千万别让她开口，扎心不说，还特爱说实话，更是语出惊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吃你的饭，有这么说自家姐姐的吗？姐姐待你不好吗？还说我坏话，想死啊！小白，就是俩不要脸的面首，你干嘛怕他们呀？让人揍他呀，牙给他打掉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对你不敬。你堂堂世子，被那么俩货欺负了，丢的可是你国公府的脸。唉，我是不怕他们，但是祖母一再下令不许惹事儿，要是长公主因为这事儿去府里闹腾，借着祖母，就是我的错了。尤其是现在表哥受伤回来，更不能给他添麻烦。我是不想让表哥难做，他现在已经很难了呢。不惹事儿，但是也有别的法子让长公主吃这个亏。低调不代表隐忍，傻孩子，燕王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哪怕他现在残废了，更不能隐忍懦弱，会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更嚣张，骑在你们头上撒野。打的也是燕王的脸，那俩贱人就是看你的顾虑才肆无忌惮地羞辱你的。燕王的战功赫赫，哪怕中面子，皇上也不能慢待了他，寒了广大将士的心。所以在长公主和燕王之间，皇上肯定要礼遇燕王，而不是长公主。姐给你出个主意，保管收拾了那两贱人，还让长公主闹不起来。姐姐你说，我都听姐姐的。小嘴真甜，有时候报复不一定要用拳头，示弱也是一种办法。低声教导一番，聂坤白的眼神大亮，小姐姐真厉害，这么损。
不对，厉害的主意也能想出来。姐啊，好好的孩子，你别给教坏了。小白，不对，坤白，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姐一肚子坏水呢。就你这蠢样，姐要是再不想点办法，早不知道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就像刚才，屈从于一帮人，你能对付得了？对付敌人，就要无所不用其极，招不在损，有用就行。萧姐姐说的对极了，我下午还有课，先告辞了。萧姐姐，等我的好消息。燕王的处境不大好呀，狡兔死走狗烹，不知道能不能得个善终。可惜了，那么好的人。等他结账走人，隔壁的包厢，燕王面对一桌子菜，食之无味。王爷，咱就不帮我国公府啊，世子都能被2个面首轻贱，长公主太过分了。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吗？让皇姐来给我添堵，给外祖家添堵。她只是皇上手中的一把刀而已，偏偏她甘愿当这把刀。且容她嚣张2年，这时候和外祖家走得近，反而惹得皇上忌惮，离得远一些更好。你们说说，萧二小姐什么心思？谁都不敢出头，她居然一点都不忌讳。本王该说她蠢呢，还是天真？嘿嘿，自然是仰慕王爷了，爱屋及乌呢。要说王爷和二小姐挺有缘的呢。殿下，这葡萄可是奴家亲自选的呢，甜不甜啊？甜。阿阳给本宫选的，自然是最甜的，不过没你的小嘴儿甜。殿下，您又取笑奴家了，奴家给你尝尝，奴家这嘴儿有多甜。说着，把葡萄放进自己的嘴里，直接渡给长公主，画面顿时变得暧昧不堪。殿下，您厚此薄彼，奴家也要呢。好，都是本宫的宝贝儿，今儿个本宫好好疼你们。吩咐一声，去城外庄子上小住2日。长公主和荣君摆在一起的时候，是带着小女人心态，仰望她的才华气度，顺着她捧着她。可崔家兄弟的伺候，让她有种女王般的高高在上，不一样的感觉。殿下，隋国公世子拜见您呢。不必了，大街上不便。他要是想见我这个表姐，就去府里吧。世子说给殿下赔罪的，您不见不大合适吧？赔罪？见过表姐。坤白呀，你给我请安，不怕你祖母责罚于你。他不是说过没我这个外孙女的吗？怎么不怕我这个表姐带坏了你？长公主，昨儿中午在樊楼，晚辈冲撞了府里的2位贵人，惹得贵人不快，特意来给殿下赔罪的，还请殿下大人不计，有气冲着我来，要打要骂，晚辈都受着，只求殿下万不可去府中惊扰祖母，坤白给殿下和府里的贵人赔罪了。你说的什么贵人？本宫没听懂。崔家兄弟啊，他们不是长公主的人，真是财大气粗呢。4000两银子包场，就为了不让坤白吃口饭。长公主这么宠他们，坤白想想，万一您觉得我冒犯了他们，去和祖母闹，坤白可就做了大孽。祖母身子骨不好，自从之前长公主上门，卧床半年多，一直小心养着。坤白万不敢因为我的一时义气，惹得祖母生气，坏了身子骨。坤白万死难赎其罪。你胡说八道什么？让开！本宫没心情跟你废话。聂坤白说来赔罪，其实就是给自己难堪呢。堂堂世子给2个不入流的面首赔罪，他答应，整个勋贵圈子也不能答应啊。昨日许多人都看到了，樊楼的账单还在呢，坤白可没胡说八道。崔家2兄弟就在车上吧，长公主把他们喊出来，我们当面说一下。就是啊，出来露露脸呗，又不是大姑娘，见不得光了吗？聂坤白，你故意的吧？再说一次，让开，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萧姐姐说的办法果然有效。长公主这话说的，我赔罪都错了吗？您要怎么不客气啊？
打我骂我都行的，反正我长这么大也没见你客气过。两位贵人好，昨日多有冒犯，还请原谅则个。昨日左思右想，惶惶难眠，二位若是不原谅我，我这心里实在难安啊。够了吧，聂世子，我们也没怎么着你，做出这副样子，也不嫌丢了你国公府的脸。他算什么东西啊，也敢呵斥堂堂世子爷？就是脸皮子揣在兜里的货色，卖身的玩意儿，祖宗8辈的脸都丢光了，还好意思说人家丢脸？哎呀，谁让人家会跪舔呢？攀上高枝了，世子爷都不放在眼里。嗨，什么世道？能是什么世道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呗。哎，据说这俩人伺候人的功夫那叫一个厉害，篓子里的茧儿都比不过呢。亏他们还是读书人呢，圣人都跟着蒙羞。你们还在生我的气，可不敢和祖母告状。我给你们跪下行吗？祖母年纪大了，经不住这个。我表哥又残废了，因为我的事儿让表哥祖母生气，我真是万死难辞其罪。长公主眼睛瞪得老大，她要是真的跪了2个面首，皇上都要震怒。够了，无需你赔罪。聂世子可舍不得，这样的阿杂货哪配得上呢？你的一片孝心，贵府老夫人肯定知道的，万不可为了这样不入流的玩意儿丢了国公府的尊严。这种人简直不配做男人，欺人太甚了。我呸！别让老婆子见到你，见一次吐你一次。聂世子，别怕，以后他们敢欺负你，你喊一声，我们这么多婆子管事儿都会帮你的。贱婢，你敢吐我，也非撕了你不可。婆婆，快走，别伤着了。姓崔的，你要打我，不准欺负旁人。快来看看呀，长公主的面首打人了。小白脸儿吃软饭的货也敢当街打人，还有王法没有？让你欺负人。于是众人捡着什么砸什么，石头牛粪满天飞，加上臭鸡蛋，甚至还有小孩的尿布片子。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崔家兄弟这次是犯了众怒，哪怕长公主在也敢砸他们。快保护长公主上马车！殿下，还有我们，不能带着他们，否则这些人不会让殿下离开的。他们做的孽让他们自己受着，连累了长公主已经是大罪。快走，这个办法真不错，让你们欺负我，活该。最后还是京兆府巡逻的人把他们解救出来，众百姓一哄而散，街上的人陡然一空，衙役傻眼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砸我，我可是长公主的人，把他们抓起来，统统抓起来。抓谁呀？你跟我说该抓谁？不带这么欺负人呢，欺人太甚，没法活了呀。第二天早朝，御史纷纷上奏章弹劾长公主，纵容面首欺凌权贵，以下犯上，行为恶劣，必须重罚。景佑帝头大，对长公主很是不满，你好好过你的富贵日子不行吗？非得搞事情。先是儿子打了云海侯的公子，又是面首欺负世子，真是要翻天啊。朕知道了，长公主算是后宫之事，朕回头让皇后处理，朕绝不偏袒。陛下，区面首竟敢公然羞辱堂堂国公府世子，这是何等的目无尊赏，何等的嚣张张狂啊！他们哪来的胆子？无非是长公主的纵容。皇后处置长公主，臣等没意见，但是这2个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面首，必须重重处置。皇爱卿说怎么处罚呢？每人重打50大板，以儆效尤。治标不治本，那些奴才最会装样子。长公主若是拦着，谁敢真的下狠手打？他们可是长公主的心肝呢。长公主要是护着，奴才们能有什么法子？皇儿，你说该怎么处罚才好啊？他们对长公主忠心耿耿，伺候的也上心，
长公主也离不开，干脆名正言顺陪在长公主身边好了。去了世，便入宦官之中，还能领一份俸禄呢。他们对长公主忠心耿耿，伺候的也上心，长公主也离不开，干脆名正言顺陪在长公主身边好了。去了世，便入宦官之中，还能领一份俸禄呢。不少大臣忍着笑意，楚王这招够狠够损呢。就依皇儿所说，江和平，你去监督，办好此事。老奴遵旨。随国公府乃是太后外家，他家老夫人朕都得尊称一声老太君。老夫人低调等闲不出门，那是老夫人懂事儿守本分，朕却不能让她受这个委屈。传朕旨意，国公府3代不削爵位，世子聂风至诚至孝，赏黄金100两，文房4宝若干。老夫人治家有方，终身免跪拜之礼，随时可进宫，无需通传。臣惭愧，谢主隆恩。起来吧，你教导的好儿子，一家子都是好的，朕没忘了你们府里的功劳。先想让你夫人进宫，陪太后说说话。谢皇上恩典，臣遵旨。他也没想到自家儿子一向老实，居然闹出这么大的事儿了。不过对国公府来讲，利大于弊，让那些捧高踩低的小人看看，他们国公府还没倒呢。燕王府内，宋延峰眉飞色舞地讲着聂坤白做的好事，乐得不行。燕王嘴角也含着笑意。聂世子性情淳朴，大不像是能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昨儿他和萧二小姐一起吃的饭，会不会是……那还用说，二小姐最擅长扮猪吃老虎，示弱装可怜，肯定是她出的主意啊。不过是真有效，长公主这次又栽了大跟头，怕是要气死了呢。她最见不得不平之事，虽是女子，却有一副侠义心肠。坤白和他姐弟俩一起玩也不错。外祖母小心过了，这个世道不是你低调就能获得尊重的。准备马车厚礼，我去国公府瞧瞧。此时国公府内，祖母，孙儿实在气不过，才出此下策，您别生气，孙儿以后不敢了。祖母没生气，你不用紧张，这事儿做得好。祖母让你们低调，却不代表人家欺负到头上也不反抗，不惹事儿不代表怕事儿。皇上不是昏聩之人，不会偏袒那个孽障。起来吧，现在说说，谁给你出的主意？叶坤白下意识就想否认，只是对上老夫人洞若观火的眸子，只好老实道：是云海侯二房的萧家姐弟，萧姐姐很好呢，聪明又善良。萧天洛性情疏朗，仗义疏财，孙儿很喜欢他们。萧家和咱们素来无往，他们为何要帮咱们？祖母想多了，萧姐姐和表哥相识，她说表哥为朝廷流过血，不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是他的亲人，羞辱我就是羞辱表哥，不能给表哥丢脸。什么？要把崔阳、崔提给阉了？啊，不行，万万不行！我要进宫找皇兄去，他们做错了什么？要这么残忍的对他们呀？殿下，你可要救救我们兄弟啊！我们不要做太监，还不如死了的好。皇上下旨，你想死也要问问皇上答不答应。殿下，咱家说句不中听的话，他们是犯了众怒，忘了自己什么身份，殿下确定要为了他们去惹怒陛下的吗？哎，殿下放心，咱家带了宫中手艺最好的刘一刀，他们俩的性命尽量保住，顺便调教一下规矩，以后更好的伺候殿下呀。来呀，带走。不，殿下救我们呀！随国公府的小崽子一向老实，突然闹起来，
要说没人指使，他是不信的。这个人除了自己那个好弟弟，还能有谁？来人，备马车，去燕。楚王下了朝，来燕王府蹭饭吃，顺便说起这件极有趣的事儿，显摆自己的聪明。长公主肯定舍不得，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子呢，让他嚣张，越发的荒唐无度，皇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好歹是你长辈，不言长辈之过，你这张嘴啊，少说几句。谁都跟你似的，什么心思啊都闷在肚子里。我要是你，早憋死了呢。长着一张嘴，除了吃饭不能痛快说话，我这个皇子当着忒没劲儿啊。王爷，不好了！慢慢说，天还没塌下来呢。七长史啊，你不总让别人稳重，自己怎么不稳重了？长公主，是长公主来了，杀气腾腾的，来者不善呐。王爷，您看，他来就来呗，怕他呀？王爷，你都说来者不善了，还想让本王怎么着？且听听他怎么说。反正他一直这样，谁都比我这个弟弟重要。母后疼他那么多年，比不上一个姓贺的。我能指望他良心发现，对我关怀备至的吗？你们都退下吧，不必伺候了。见过姑姑，您这怒气冲冲的，谁惹的您啊？没你的事儿，我和燕王有话要说，你回去吧。好叫姑姑知道，燕了那俩兄弟是侄儿我提议的，跟皇叔无关。姑姑要是怪的话，怪我就好。我也是为了姑姑好，人家御史非要打50大板呢，侄儿救了他们呢，姑姑不该谢我一声的吗？哼，你倒是有孝心，少跟我这口花花，你俩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赵无疆，你不是自诩铁骨铮铮，敢做敢当的吗？怎么让你侄儿替你挡箭？你也知道亏心，不敢面对我呢？皇姐此次来，所谓何事？不会是看我这个瞎子过得好不好？无疆有些受宠若惊呢。我这回京几个月了，难得皇姐想起我来了。长公主眼里闪过心虚，看着她布满白雾、毫无焦距的眼睛，没有觉得心痛难过，只是深深的负罪感和心虚。不是吗？皇姐怎么不说话？给弟弟我送什么补品了？我可不仅仅是眼睛瞎了，还有一身的暗伤，御医让好好休养的。先谢谢皇姐惦记。哼，少跟我扯这些。你心知肚明，就是见不得我好过。我问你，崔家兄弟的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从小你就一肚子坏水，好人都是你做，拿着别人当枪使。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我警告你，别动我的人，否则我掀了你这燕王府。上次思远的事儿，我就忍你一次了。你真当我脾气好啊？不是啊，姑姑，你怎么这样啊？难道那2个面首比同胞弟弟都重要吗？对，就是这样。起码我孤独寂寞的时候，他们陪着我，哄着我，让我开心快乐。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鄙视我，那又怎么样？我会在乎吗？我是长公主，最尊贵的长公主，这大燕的天下，有什么是我得不到的？哼，我就爱华服首饰、美男美酒，享受人生。你们要是把我当亲人的话，就应该宠着我，护着我，而不是指责谩骂。皇上都看开了，我的亲弟弟倒是嫌弃我了。这算哪门子亲弟弟啊？你不可理喻。燕王心静如水，早知道他是这样自私凉薄的性子，已经不抱希望了。长公主殿下说得很对，我没用，不能给你什么了。也请你这个做姐姐的别来烦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挺好的。你当我是想来的呢？是你先废了我的人，不该给我一个交代吗？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父皇脑子进水了，居然觉得长公主好。哼，长公主要什么交代啊？旨意是皇上下的，
你找他去啊。你不是把他当亲哥哥的吗？他宠你护你，给你想要的一切。我一个废物王爷能给你什么？你不是把他当亲哥哥的吗？他宠你护你，给你想要的一切。我一个废物王爷能给你什么？哼，你知道自己比不上皇兄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仗这么多年，手里会没攒下好东西，还帮着外人来坑我。现在原样还回来，这件事我就原谅你了。你想干嘛？我可是你姐，你敢忤逆我，就是大逆不道。哟，你还知道大逆不道，还知道长幼尊卑，孝顺礼数啊！你可以养面兽，可以奢靡享受，都不算什么。可你万万不该，在母后最需要人的时候，为了个男人，让她凄凉的走。午夜梦回，你就没想过，母后那么疼你，挖心挖肺都不为过，你就忍心看她一个人在宫中忍受折磨，但凡有一点良心，都做不出这样忤逆不孝的事儿。是母后让我回去的，怎么你就怪我？她说自己没事，不用我市集的呀，你干嘛怪我呀？母后疼你，不舍得你辛苦，你就心安理得的受着，一点不担心她的身子。也是，从小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何曾有过别人？跟你说什么也是浪费感情。今儿我还明白的告诉你，母后的嫁妆你趁早还过来，你不配那些东西。现在给我滚出燕王府，以后别踏进半步，别怪我不给你脸面。约束好你那个废物儿子，下次犯到我手里，腿给他打折了。你教不会他安分，我来教他。还有外祖家，外祖母有一点不好，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现在马上滚！他荒唐糊涂了半辈子，何必为他气着自己呢？我不是气他，只是替母后不值。不说他了，去樊楼喝酒吧。好啊，顺便敲打他们一下。国公府的世子，他们也敢慢待，不想开了吧？说来也奇怪啊，到现在还不知道樊楼的东家是谁呢。咱们这样的身份都查不到，里面的水深着呢。那位都不在乎，咱们操什么心啊？一家酒楼而已，能翻起什么浪来？那倒也是，他家的酒水很烈，不像是江南那边的，倒是有些西北那边的味道。不会是西北安插在洛城的探子吧？这一家伙看似清风朗月，翩翩君子，其实是个话痨，一个人能说上半天。倒是跟自己两个下属有的一拼，有他在就没安静的时候。他们也是樊楼的常客，掌柜的亲自请他们上楼。燕王鼻子微微一动，问道：萧二小姐是不是也来吃饭？王爷您怎么知道的呀？就在刚路过这个包厢呢，和夏家小姐一起逛街逛累了，吃饭歇歇脚。他们自始至终在一起，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问问二小姐可否一起？本王请客，想来二小姐会给面子的。燕王心情大好，站在原地等掌柜的去请示。燕王殿下，你也来吃饭啊？快进来吧，我们刚上的菜还没吃呢。二小姐，你只看到皇叔，怎么不请我呀？这个啊，谁让燕王殿下太显眼了，你倒是像个跟班呢。不好意思，疏忽了。楚王殿下，一起哈！参见燕王殿下，参见楚王殿下。出门在外，无需多礼，坐吧。楚王殿下，我脸上有花，你老是看着我干嘛？你一姑娘家，一点都不羞涩的吗？该说她大方呢，还是傻大胆儿？萧小姐长得好看，
本王忍不住多看2眼，小姐勿怪。楚王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不成看上爱爱了？桌子底下，燕王踩了他一脚，警告他一下：胡说八道什么呢？吓跑了小姑娘，有她的好果子吃。楚王也很好看呀，小白脸似的。小姑娘还是这样有趣，因为长公主引起的不高兴一扫而空。不是，你这什么形容啊？爷多有阳刚气息啊，哪儿像小白脸了？阳刚说的是燕王殿下，你嘛，顶多算是清秀，不过没有娘娘腔，还行吧。我可谢谢你没说我娘娘腔。吃饭吧，凉了不好吃了。哎，你吃啊。每个人身后都跟着伺候的丫鬟帮他们布菜。你歇着吧，我帮王爷布菜。这个鱼肉很好吃呢，你干嘛不让王爷尝尝？老家那几样，不会换换胃口？鱼有刺儿，万一卡着嗓子怎么办啊？拜托，燕王是眼睛瞎了，又不是没有行动辨别的能力，有刺儿他能不知道啊？许知安如遭雷劈。是啊，他为什么会潜意识觉得王爷废了呢？哎，你别瞎说，王爷都那样了，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啊？王爷勿怪，他就这个样子，心思单纯，什么都不懂，冒犯之处您勿怪啊。哎，真的不用这样，燕王不需要同情怜悯，也没那么脆弱，不用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王爷，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很对，萧小姐通透伶俐，说到我心坎上了，谢谢你。不用谢，咱们之间无需客气。二小姐什么时候和我皇叔这么熟悉了？莫非你……楚王殿下，我要是你就不开这种玩笑。为什么？萧小姐心虚了？皇叔可是大英雄，大燕的战神，不知道多少女子爱慕他呢。萧小姐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是的，你想啊，我年纪小，没想那么多，可你这么一说，我心动了。将来要是真的有戏，你是不是还得喊我一声婶婶呢？玩笑，开玩笑呢，食不言。哎，吃饭。萧小姐，人不可貌相，看来本王要重新认识你了呢。终于能安生吃顿饭了，萧天爱帮他布菜，照顾得很周到，但是不会像是废人一样什么都替他做，而是提醒一句：茶杯在哪儿，汤勺在哪儿，让燕王自己动手。许知安看着眼底满是笑意的主子，心中一酸。他们从小伺候王爷，都没萧小姐了解主子，满心的愧疚。终于吃完这顿饭，夏疏影觉得自己差点消化不良。以前瞧着乖巧的小白兔一样的闺蜜，骨子里不是个省油的灯。茶水重新沏上，撤下残羹，开始聊天。夏疏影就说起1个月后秋猎的事儿，楚王来了兴致。皇上今年会去，你们这些小姐也能跟着，到时候我给你们猎一头大猎物来开开眼。狗熊吗？那玩意儿太凶，不会出现在猎场的，肯定被清理了。老虎还是野猪，要不然野狼？都不是。二小姐，你姑娘家怎么净想着这些猛兽啊？不该喜欢小兔子啊、狐狸啊这种小玩意儿吗？你说兔兔吗？那也算是大猎物。楚王，您对大猎物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大猎物说的是野鹿、山羊、獐子、狍子这些，野鸡、野兔什么的都是寻常。不是皇叔啊，跟他聊天咋就这么累呢？亏你能受得了他。所以燕王是大英雄，你是风流王爷呀。楚王气得要死，他成心的吧？对了，哎，你会骑马吗？秋猎可是要骑马的，你能行吗？萧天爱还真不会，没来得及学。别着急啊，还有1个月，本王可以教你们。夏小姐会不会骑马呀？一起学吧。我多少会一些，爱就不大行了，胆小得很。我们学骑马，他连马都不敢碰呢。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够呛能学会。
没关系的，我准能学会。咱们去猎剑，倒是需要做2件骑马装，我衣柜里没有，咱们下午就去做。我要红色的，如同烈火一般闪耀，骑着白马，想想就很美呢。倒是需要做2件骑马装，我衣柜里没有，咱们下午就去做。我要红色的，如同烈火一般闪耀，骑着白马，想想就很美呢。你确定能学会骑马？你府里有白马给你骑？哎，聪明，肯定能学会。先做了再说。衣裳没有多的时候，小皮靴子也要几双。不知道霓裳阁有没有好的皮子？我那里有上好的皮子，从西北带回来的。你们量了尺寸，我让府里的师傅给你们做鞋子，保管结实舒服。谢谢燕王了。楚王啊，你可学着点儿，这样和女孩子聊天是娶不到媳妇儿的。切，我堂堂楚王会缺了媳妇儿？多少千金闺秀哭着喊着要嫁给我呢？哦，是吗？那你为什么还没有娶妻啊？世上女子千千万，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白头偕老的却很难。萧天爱话音一落，燕王深深地看他一眼。楚王张张嘴，想不出反驳的话，只好闭嘴。夏疏影提出告辞，他们还要去做衣服。王爷，长公主做的孽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为她烦恼吗？不是啊，我早跟他断绝来往了。我府里有好几匹上好的骏马，你抽空过来，我帮你选一匹。真的吗？太好了，王爷府里的马肯定是最好的。您可是大将军呢，弓马娴熟，有您指点着，下一个马术高手就是我了。我只答应送你1匹马，何时说过教你骑马了？什么时候来？提前说一下，我准备一下。麻烦王爷了，给你带好吃的啊。留步，拜拜。拜拜。燕王不懂拜拜是什么意思，像是告别的话，下意识跟着说了。皇叔啊，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对萧二小姐这么好了，真是个不一般的姑娘呢。确实挺不一般，或许是我救过她，她很信任我。更让我意外的是，她从未把我当瞎子看，是仅有的一个人。皇叔啊，你不会真的喜欢她吧？可别呀，你要是娶了她，我岂不是真要喊她婶婶？哎呦，她才多大呀，还没我大呢，我怎么喊得出来啊？瞎说什么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岂会祸害人家小姑娘？只是觉得她不一般，想帮她找个好归宿，护着一些，跟长辈一样。你这张嘴啊，真的该收拾了，换一个姑娘不得臊死啊？呵呵，是啊，谁家姑娘有她脸皮厚的？瞧着娇娇软软，其实一点都不软，那张嘴比我都厉害。皇叔偏心啊？没看她怼我好几次，你真舍得她嫁给别人啊？哎呀，你跟燕王什么时候这么熟悉了？胆儿真大，那可是燕王呀，杀人如麻，吃人血海淌出来的狠人。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都快被你吓死了。楚王可是皇子，你好歹尊重人家，万一秋后算账恼了你，看你怎么哭。安啦，我有分寸，能和燕王走得近，肯定不是小心眼的人。皇子也是人，抛开那一层身份光环，也就是个普通男人罢了。你也不差，尚书嫡女，比不上公主也堪比郡主，干嘛怕他呀？我不是怕他，是怕燕王。他那一身的气势，哪怕看不见扫你一眼都觉得紧张，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鲜血呢，好像还带着一股子血腥味呢，想想都可怕。万一要是惹恼了他，一只手都能掐死咱，捏小鸡一般的就这样咔嚓。哎，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作为一位战神，哪怕杀人如麻，可杀的都是敌人，他的杀戮是为了守护，没有他的满身鲜血，这大好河山哪有太平日子过啊？是啊，他杀的都是敌人，未曾有过欺男霸女、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就连他的平敌军都是治军严苛，没有欺凌百姓的例子。是谁让他生出这样的想法呢？理应是人人敬畏才对，而不是畏惧疏远。
萧天爱莫名有些心疼这个男人，戎马数十年，历经无数生死，到头来瞎了眼睛，百姓畏惧，真是不公平呢。自古功高盖主，造成这种局面，未尝不是金上的手笔。两人各自想着心事，到了霓裳阁，不约而同接过这个话题，挑着铺子里的旗装。啊，这身大红的很不错。哎，你不是要挑红色的吗？不如这件吧。萧天爱眼神闪烁，还没点头，就听到惊呼一声：天哪，好漂亮的旗装啊！小姐，这件您穿着肯定很好看。得，遇到截胡的了。第一次见过二小姐，刚进门没有看到，二小姐勿怪。这衣裳二妹定下了吗？真不错，姐姐也很喜欢呢。要是太子看到了，肯定会满意的。大姐既然喜欢，就让给大姐了。我也没定下呢，只是看看。女为悦己者容，大姐打扮漂亮点儿，也是给府里长脸。给我送到侯府吧，我还要去看看首饰。二妹，一起吧。不用了，我还要看衣裳呢，不陪大姐逛了，大姐随意。那好吧，我先走了。夏小姐，告辞。萧小姐慢走。切，什么人嘛，肤浅虚荣，心性狭窄，这种人到了宫里被人坑死都不知道，真是扫兴。摊上这样一个嫡姐，真够你受的了。别气啊，我本来就没有看中那一身。虽说红衣白马是耀眼，但是要有睥睨孤傲的气度，才能压得住这份艳丽，否则就是小孩子耍大刀，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想要压我一头，也得问我答不答应。啊，你又想出什么好点子来？取支笔来，按照我画的样式来做。绣花不需要太多，旗装而已，没必要弄得花里胡哨的。小姐大才，民妇经营此道一辈子，小姐一出手，绝对是个中高手。您能不能把这个款式卖给咱们铺子？这种旗装面试肯定大受欢迎，肥水不流外人田，沈家亏待不了小姐呢。这也是沈家的铺子吗？沈家到底开了多少铺子啊？这个小姐得问大小姐了。据民妇所知，这洛城一半的裁缝铺子都有咱们沈家的股份，剩下的一半也是和沈家有生意来往。掌柜的客气了，您看着有用拿去就是了，提什么钱啊，都是一家人，能帮外祖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好，民妇就收下。听大掌柜说，老爷一直念叨小小姐呢，要是看到您这么有才华，老爷肯定高兴。两人心情大好，继续逛街，还需要去选一些搭配的首饰。突然人群之中一阵骚乱，几个小厮腰间扎着红绸，稀稀拉拉吹着唢呐喇叭，像是娶亲。这是娶亲啊，瞧着不大热闹。穷人家这么办婚礼的吗？什么娶亲呢，纳妾而已，还是不入流的妾，一顶小轿抬进府里。娶亲都会有新郎官的，代表对女方的重视。哦，这样啊。师妹，你不能嫁。等等，你听我说，做妾没有出路的。快点走，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这可是长公主府里的，能被贺少爷看上，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呢。师妹，贺少不是良人。师兄，这是我自愿的。贺少还没有娶妻，我进府不用伺候奶奶，守着规矩，只要伺候好她，生下一儿半女，余生都有盼头了。咱们做戏子的，能进了大户人家的后宅，已经是不错的归宿了。高门大院是那么好进的，都怪我没本事，保护不了你。我都懂，你是怕我脾气暴躁，平白丢了性命。姓贺的在后台都能玷污了你，能有几分真心啊？你能过得好才怪，我怎么能不担心？都是命，咱得认。现在这样也挺好，我该走了。师兄好好的，别让我担心。萧天爱看着都心酸了，又听说是贺思远做的孽，心里的火气突突的往上冒，
真正是冤家路窄了，又碰上这个渣子。这不是吉秀楼的商凤鸣吗？淮南老郡王很喜欢听他的戏，我去郡主府做客，听过几折子，唱的是真的好。可惜了，碰到姓贺的，太倒霉了。商凤鸣，名字倒是好听，人也好看。商凤鸣，给你脸不要脸，现在追上来想干嘛？老子今儿可以做主，问你一句，到底愿不愿从了贺少？你师妹都比你识时务，有贺少罩着你，你的吉秀楼准能成为将来的第一戏班，还需要看人脸色，辛苦求生吗？哈，贺思远真够恶心的，男女通吃的嘛！可闭嘴吧，走吧，别脏了耳朵。呸！给你脸不要脸的东西，细胳膊想跟大腿斗，反了天了你！来人，给老子带走！还就不信了，收拾不了你一个戏子，进了长公主府，看你还怎么嚣张！哈，看不出来啊，还有两把刷子呢。这个戏子挺有个性的。好一个商凤鸣，敢跟老子动手，老子玩死你！现在乖乖跟我走，伺候的贺少高兴了，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不答应，后果你自己掂量。贺思远根本不是人，是畜生，禽兽不如。打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放过自己。哎呦，演的是哪一出啊？当街抢人啊？你家主子好像被关禁闭的吧？要是告到京兆府或者督察院，你一个狗奴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谁呀？知道我家主子是谁吗？大姑娘家的，不待在府里绣花抚琴，少管闲事儿。来人，张嘴！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你个狗奴才，信不信本小姐弄死你？你主子也不会为你出头。好好的，又惹长公主干嘛呀？敢问小姐是哪家贵人啊？小的不敢啊，改日让我们贺少亲自登门赔罪。哼，是上门找茬吧？也不怕告诉你，我是萧家二小姐。以前那贺思远不把本小姐放在眼里，现在我大姐可是太子妃，她敢动我一下试试？原来是二小姐呀。小的再也不敢了，您大人大量，别和小的一个奴才一般见识啊。那个戏子一起给我送回来，今儿个这事儿本小姐管定了。商凤鸣感激地看着他，现在这个世道能遇到肯为陌生人出头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小的真没办法，少爷点名要的人，您要是真想要他，劳驾您去府里走一趟。滚吧，做人收敛些，助纣为虐也就罢了，还敢仗势欺人，为虎作伥，小心遭了报应。第一个拿你开刀。谢小姐教诲，小的记下了。萧小姐，多谢救命之恩，商凤鸣铭记于心，感激不尽。路见不平而已，商老板无需客气。只可惜我人微言轻，令师妹没能救下来。不敢当小姐这么喊，凤鸣一个小班主而已，今日之事是我莽撞了。师妹被那畜生玷污，除了跟着他，也没有第二条路能走啊！我不该追着他，没那个本事救他，反而惹得他伤心。要是进了长公主府，还被那个畜生厌恶，日子怕是更难过啊！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还能怎样？日子还得继续过。以后萧小姐需要我们吉秀楼唱堂会，商凤鸣随叫随到，我也只能有这点用处了。告辞，萧小姐。以后遇到难处可以来侯府找我，商老板这么重情义的人也是不多了呢。谢谢小姐好意，凤鸣敏感妩内，感恩不尽。人都走远了，别看了。我说哎，你干嘛为一个戏子出头啊？这下好了，彻底得罪惨了长公主府。哎，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娇娇软软的小姑娘，总是做些惊天动地的事儿。我就是看不惯，这世道总得有人在绝望之时能被人拉一把就能熬下去了。反正长公主府我也得罪了，不差这一次。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有个好姐夫撑腰呢，怕他干啥？顺便给他添点堵，气死他。走吧，天色不早，该回府了。改天听听商凤鸣唱戏，
不给他钱，好歹受点好处啊。小姐，行行好，赏口饭吃吧。去一边去，死乞丐脏死了！别碰小姐的衣裳，滚开了！怪可怜的，买些包子给他吃吧，不值几个钱，就当做善事了，没必要发火，火气大对身体不好。是，奴婢这就去。萧小姐教训的对，奴婢知错了，无需如此，没有教训你的意思。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也没错，毕竟这样的乞丐冲撞了主子，也是你的失职，你也是为你主子好的。你，活着就好，要是实在要不到东西吃，就去云海侯府外面的街道，我遇到了给你点吃的，好歹饿不死。谢谢，谢谢姑娘。要谢就谢我家小姐吧，是我家小姐心善。东林站起来，追着萧天爱跑去。乞丐这才抬起头，看向他们的背影，满是复杂。突然，萧天爱猛然回头，和乞丐的眼神看了个对眼，心里明亮，吓得乞丐连忙低头，心跳急速。这个乞丐不简单呢。参见老大。钱是男人的胆，有了萧天爱的支持，他们用抢来的本金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笼络不少闲汉，收集情报，打探消息，隐隐的有了帮派的雏形了。老大，你让我们收集的情报都收集好了，我说给你听。方大勇咳嗽一声，开始讲述，居然是随国公府的消息，还有长公主府，甚至还有太子楚王的。不了解这些人的背后的关系，所以想要调查清楚，这样心里有点数。经历了长公主府的那件事，萧天爱觉得自己想要做个安分千金小姐的愿望不大好实现，实在是靠山不够硬，所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虽然方大勇打听的都是一些大众都知道的消息，但是萧天爱还是从里面看到了一丝蛛丝马迹。比如景佑帝对长公主的宠爱，看似恩宠，其实是借她来给燕王添堵呢。方大勇讲完这些，说起最近发生的事儿。虎头帮那边约咱们讲述呢。老大，你看他们约在什么时间？地点定在哪儿啊？虎头帮，咱们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倒是不死心。怎么个讲法啊？你打探清楚了吗？讲述就是划地盘，收保护费，比如马场的贩子，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走江湖摆摊的下九流，甚至那些青楼赌场，都得给咱们孝敬。咱们用这些钱养活兄弟们，伤了死了的都需要抚恤，需要花的钱海了去了。明天这个时辰吧，地方你来定，我来会会这个所谓的帮主有多厉害。还有件事，帮我找一些可靠忠诚的护卫，我有用，武艺要高，人要讲义气，银子不是问题，30-50个就行了。方大勇是知道他的身份的，那次萧天洛被揍，府里的护卫没人护着主子，任由主子被欺辱，这样的护卫要来何用？30-50个难找，武艺高的心气儿傲，不肯屈居人下，一般身手的忠诚度不够，属下会尽量找的，这个急不得。宁缺毋滥。对了，城里的乞丐很多吗？他们是不是自成帮派？乞丐自然是多的，每年都有遭了灾的难民来城里讨生活，岂不知天子脚下更难生存，所以乞丐很多。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帮派，就是一个资历老的乞丐压榨新来的。别以为同是沦落人就能互帮互助，恰恰相反，欺负同类最狠的还是同类人。遇到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吧，好歹是条性命，就当是做善事了。你们写字练得怎么样？总不能每次都让我来听你回话吧？要是传递个消息你都写不出来，画给我看呀。这个已经在学了，那么多字儿不是1-2天就能学会的，老大别着急呀。那就收容几个落魄秀才，账房先生也是需要的。想要长久发展，就要有严格的管理，账目必须清楚。今天先这样吧，我先走了，抓紧时间去办。长公主府的事儿重点监督。贺思远新纳了个戏子小妾，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尽量关照一二。是，属下记下了。
老大慢走。萧天爱第二天想赖床，却没能如愿，一大早接到了淮南郡王府的帖子，铁夷郡主邀请他过府听戏呢。你真够磨蹭的，都快50了，早知道我该去你府里接你了呢。出门遇到点事儿耽搁了，你要是来接我，咱俩都得迟到呢。果然攀上太子府，架子就是大了呢。萧儿，你大姐没来吗？话里满是酸意，一听就是老阴阳家了，一股子阴阳怪气儿，是颜玉娆竞争太子妃的落败者。我大姐学规矩呢，皇后娘娘派了4个教养嬷嬷呢，整天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所以一切宴请玩乐都给停了。没办法，太子妃可是未来的皇后娘娘，母仪天下，一言一行万人瞩目呢，可不敢粗心大意。哪像严小姐，侧妃就没那么严苛了，还能出来玩，真好呀。萧儿，你少得意，你大姐做的太子妃，你就不想想，你能找到什么好的夫君？有这么一个尊贵的姐姐压着一头，你的日子怕是要辛苦了。萧天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冷不丁想起燕王那张俊朗冷清的脸，说是嫁给他就是太子的婶婶了，是他长辈，算不算压着他一头呢？不过还是别做美梦了，人家燕王能看上自己一个小丫头片子？多谢严小姐关心，我不在意的，大姐嫁得好才能庇护我们这些妹妹，高兴还来不及呢。以后看谁敢欺负我，太子可是我姐夫呢，落城不说横着走，谁都要给我几分面子。谁要是敢不开眼的找茬，我就找太子姐夫告状去。平白得了这么大一靠山，我为什么要和姐姐攀比争抢呢？躺着就能赢，干嘛要自己奋斗？燕小姐，难道你们府里的姐妹都见不到姐妹嫁得好的吗？燕小姐脸色不大好呢，是哪里不舒服吗？可要好好调理身子，将来进了府，整天病蔫蔫的，怎么伺候主母呀？哼，萧儿，别装得满不在乎的，我就不信你一点都不在意。萧天蓝可不是什么大度之人，姐妹情深的，不用跟我们演，谁还不懂姐妹之间那点事儿啊？我发誓，真的不在意。姐姐嫁给太子妃，我是10000分的高兴。我们府里真的是姐妹情深，难不成你们府里的姐妹跟仇人似的？颜玉娆差点吐血。闲聊天而已，你他妈的发什么誓啊？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天爱，你才来，我都问你几次了，快来看看我的新衣裳，漂亮吗？很漂亮呀，也就是郡主能驾驭这么贵气的衣裳，我是不敢穿的，气场撑不住。郡主，我和疏影做了2件新式的骑马装，参加秋猎穿，你要不要看看？真的吗？赶紧跟我说说什么样式的。你这丫头，说起女红，你在这些小姐里面可是拔尖的呢，书法和诗词也很好呢，可是个大才女呢。是大才女。疏影，本宫还没有跟你算账呢，你都不如爱贴心，她有了稀罕衣裳都想着本宫，亏得本宫对你那么好。我这不是没来得及跟你说吗？可冤枉死我了，这个罪名我可是不认的。疏影，一起来啊！你给参谋一下绣花的样子，我觉得郡主这一身就很好，颜色绣样都别变，直接做成旗装，然后戴青冠垂流苏。哎呀，我都迫不及待想看看郡主穿着该有多惊艳了呢。确实不错，咱俩都被比下去了呢。哎呀，她穿旗装更添几分英武贵气，自然更惊艳。呀，你们倒是快点给我说说什么样式呢？想急死我呀！你这小脑袋瓜怎么想的？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灭了他。好呀，谢谢郡主啦，我可真的要抬出你的名号了呀！有郡主撑腰，我也是街上最霸气的仔仔啦，不用怕那些侯世子、公府世子，他们可讨厌了，总想欺负我呢。就这么说定了，本宫罩着你。啊，不能叫好的吗？我听隔壁都喝彩呢，以前没关心这些，不大懂。没有这个规矩，
不过小姐们要矜持稳重，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啊？这样啊，没坏了规矩就行了呗。看戏跟哑巴似的，多没劲儿啊！对了，老郡王不是很喜欢吉秀楼的吗？为什么不养在府里，做你们郡王府的私人戏班子？吉秀楼是老班主一手创下的，立志打造洛城第一戏班。商凤鸣让他看到了希望，只是没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留下遗嘱，希望商凤鸣能把吉秀楼发扬光大。所以我祖父也不好勉强人家进入郡主府呢。老郡王仁义，只可惜了商老板的师妹，被贺思远给糟蹋了，好可怜呢。你怎么会这么想？难道不是吗？贺思远的小妾能有什么好下场？那女戏子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别被她给骗了。戏班子的规矩，很少有女子唱名角的，偏生这个彩云是个例外，在吉秀楼里也算是二把手了，可见他的手段。要是仅此一项也就罢了，他借着进府的机会，没少勾搭我大哥，不是个安分的。贺思远那个人荤素不忌，稍有点姿色的就走不动道，最好上手。天知道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想起那天小师妹含泪连连、依依不舍的可怜样，合着是朵小白莲加绿茶呀，真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腔感情。商老板知道吗？哎呀，你对商老板关心过头了吧？我可提醒你，这些戏子连人多个闷子打发时间也就是了，走得太近了，对你的名声可不好。谢谢郡主提醒，我也是刚认识，跟贺思远沾上关系，才多问几句呢。我当然知道你是有主意的，只是怕那些心眼不干净的往你身上泼脏水。闺阁小姐看似娇贵，其实规矩多着呢，我都得小心，何况是你。谢郡主，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呢。别嘴上说谢，改天替我画几套衣服的样子，算是回报吧。启禀郡主，针线房那边有几个细节看不懂，可不可以请萧小姐过去指点一二？哎，到了你表示感谢的时候了，劳驾你走一趟。好说，小事而已，不过午膳记得给我留着，不许抠抠我的肉肉。知道了，贪吃鬼。针线房的管事嬷嬷亲自迎出来，几个老资历的绣娘正在研究他的话，问了几个细节，萧天爱也没私藏，毫无保留地指点一番，绣娘们才茅塞顿开，夸了一车的彩虹屁，萧天爱才脱身离开，偶尔逗逗蝴蝶，撩撩蜜蜂，像只活泼的小兔子。哼，惊扰了小姐，小姐无怪，你继续，在下只是路过。倒是让公子见笑了，是小女子失仪了，抱歉。公子随意，小女子告辞了。暗骂自己丢人，老阿姨了，居然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女生似的，蓝颜祸水呀！小姐稍等，不知道你是哪家府里的小姐，可否告知姓名，相逢即是有缘呀？不知道你是哪家府里的小姐，可否告知姓名，相逢即是有缘呀？哦吼，被人问名字，这是对自己有意思啊？矜持，必须要矜持，不能把祸水吓跑了。不敢当公子询问，只是私相授受不大合适吧？是在下唐突了，小姐勿怪，小姐慢走。哎呀，这一出公子小姐的，跟戏本子上演的才子佳人一般，好欢喜，好羞涩呀！且慢，那边是往前院去的路，小姐迷路了吗？是吗？那我送送小姐，你是来赴宴的吧？随我来。小姐，小姐，我在这儿呢。谢公子引路，告辞。那位公子是哪家的少爷啊？我哪知道？萧天爱回答的理所当然，像是撩拨了少女情怀，转头忘在脑后的渣男似的。你跟人家走半天，居然连是谁都不知道，你们不总是教我矜持含蓄的吗？哪家大家小姐直接问人名字的？所以我就没问。他要是问我了，我也没回答。我聪明吧？东陵仰头望天，
不想说话，只能说小姐还没开窍，不会被外面的狼崽子勾走了，也是好事儿。哎，你脸怎么红了？容光焕发呀！哎呦，老祖宗规定的食不言的规矩很有道理，免得被呛着。遇到什么好事了，还容光焕发？能和郡主玩，高兴呗。很红吗？我没觉得呀，走路热的吧？那你多吃点儿，辛苦了。这个好，谢郡主。商老板演完了？演得真不错。谁要是觉得好，可以打赏一道菜，人家戏子也要吃午膳呢。哎，你关心他，也可以赏一道菜啊。算了吧，想必郡王府不会亏待了他，我就不赏了。我是关心他，却还没有到舍得把嘴里的饭食送他的地步。我又不是戏曲发烧友，没那捧戏子的爱好。他还拎得起轻重，没对那个戏子动心，一盘菜都舍不得，能有多喜欢？长公主殿下到。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了，不请自来，品仪勿怪啊。殿下能来，蓬荜生辉呢，这不是不敢打扰您安宁，没敢给您下帖子吗？倒是我疏忽了，是疏忽还是不敢请啊？怕皇上不喜。殿下说笑了，没有的事儿。殿下开玩笑的，郡主勿怪。今日出门办事儿，听说郡主家里热闹，来瞧一瞧，没别的意思，大家随意，继续用膳吧。殿下，您也饿了，让厨房做点可口的，您用一些。品仪亲自去安排厨房重新做了饭菜，其他人哪儿还敢吃？不过其中不包括萧天爱。萧二小姐叫什么来着？回禀殿下，萧天爱，您喊我萧二就好。你倒是胃口好呀，凉了就不好吃了，确实对胃不好。殿下也要注意养生，别吃生冷的食物，小心拉肚子。可他的样子像是在诅咒自己拉肚子似的，笑得真是欠扁。瞧着心里火气就一拱一拱的往上冒。不知殿下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哎呦，这不是送自己回来的蓝洋祸水吗？是锦南呀，许久不见，越发俊朗了。族叔身体可好？待会儿我给他请个安去。祖父很好，吃得好，睡得好，白天听听戏，逛逛园子，万事顺遂。听闻殿下光临，特意吩咐我好好招呼殿下呢。萧天爱终于从夏淑莹口中知道，这位蓝洋祸水赫然是郡王府的世孙赵锦南。那就好，长辈安康是你们小辈的福气呢。殿下所言极是，您喝茶。晚辈毕竟是男子，留在此地也不合适，冒犯了诸位贵女们了。你呀，就是爱讲究。这么多人在呢，大大方方的聊聊天，说说话，谁能传出什么闲话来？留下来陪陪我家君百。今日他谋了个6品的编修差事，庆祝一番。他堂堂郡王府的世孙，和一个戏子出身的面首道贺，他也受得起。恭喜荣公子了，不敢当，有机会向世孙请教一二，世孙的学问也是1等1的好。几位大儒多有赞扬。好说好说。萧天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极为下饭。怪不得长公主喜欢养面首呢，换做她能无视礼法教条，也想养了。别改日了，今日就讨教一番。来的时候路过百宝阁，淘换了几样好物件。君百，让锦南帮你长长眼，他在文玩古董方面研究颇深呢。还请世孙指教，在下在文玩一项确实不足，先谢过了。好说，略懂一二。献丑了。汉白玉的质地，雕工细腻，是扬州雕工，大气中透着婉约，不错，最少值500两银子。还真是的呢，君百眼光不错，瞧着好看就买下来了。萧天爱坐的位置恰好看清楚，不自觉地撇撇嘴。这位小姐可是有话要说？唰的一下，众人的目光再次齐刷刷看向他。我不大懂，你们继续啊！让你说你就说，畏畏缩缩，一副小家子气的样子。好歹有个首富的外祖家，不该没见过好东西啊。那我随便一说，哪里说错了？
长公主别生气啊，玉是好玉，雕工也是上乘，但是雕刻着3条鱼呢，双鱼相对，中间还挤着一条小的，它不挤得慌吗？这不就是说多余吗？寓意不好，像是哪个正室夫人埋汰小妾，暗示她多余呢。图案都讲究吉祥，图个好彩头，是在下疏忽了，小姐说的对极了。敢问小姐名讳？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小女子云海侯府2房嫡女，萧氏天爱，见过师孙。萧小姐好，赵锦南，受教了，多谢小姐解惑。继续下一个，锦南，若是瞧得上眼，送给你祖父戴吧，这可真的是件古物呢。谢过长公主了，祖父肯定喜欢。慢着，他近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蛇娘子留下的那部毒经，对各种毒药有所了解，甚至尝试过自己配制2样，闻多了毒药的味道，佛珠的檀香之中藏着一丝毒味。萧小姐，哪里不对吗？萧天爱拿起佛珠放在鼻子下，仔细闻了闻，突然一用力，咔嚓一声，一颗佛珠居然给捏碎了。萧天爱，你大胆！知道这串佛珠价值多少吗？居然故意损坏，你眼里可有我这个长公主？殿下，稍安勿躁。碎裂的佛珠里赫然滚出一粒粒褐色的小圆珠，像是药丸子。勾纹草加上五毒粉，常年佩戴把玩，人的身体渐渐衰弱，不出2年准保归西。怎么可能？我知道殿下不会害祖父的，殿下自然不会蠢到亲自送来有毒的礼物，一查便知。殿下肯定也是被蒙蔽的。来人啊，去查查这串佛珠的来历。这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误会而已，都别等着本宫继续赏玩。萧儿，你也一起来，本宫瞧着你懂得挺多的嘛。看来这才女的名声并非浪得虚名。不敢当，看些杂书随便说说而已，长公主不怪罪，天爱感激不尽。檀香珠子里藏着东西，你都能闻出来，倒是多才多艺呢。我呢，没别的爱好，独独爱吃，对味道很敏锐，一点不对味都能闻出来。那镯子味道不对，想着小心无大错，才试一试呢。幸亏我鼻子灵通，要是郡王爷因为手串出点什么事儿，长公主也是沾了一身骚，没得让2家子生了嫌隙。殿下无怪我多管闲事才是。这么说，本宫还得赏你了。谢过殿下赏赐了，那块多余的白玉瞧着就不错，不如赏给我吧。成，赏你了。谢殿下。这是一对白象，祥瑞之兆，一整块羊脂白玉雕出来的，可遇不可求，难得是一对儿。诸位开开眼，怎么样？这样宝贝没买亏吧？确实难得，殿下好眼光，留着压箱底最好了。小儿，你说呢？我要是说了，殿下别生气哈。你说，本宫不是那小心眼的人，玉是上等玉，雕工也是名匠，无可挑剔。但是呢，你说，痛快说完，本宫恕你无罪。谢殿下，只是呢，这象它没牙呀。那又怎样？没牙就没牙呗。没牙那是死象牙，谁家会养2只死象，多不吉利呀。哦，这样啊，还真是呢。这还是一对儿更有意思了，妥妥的死对象嘛，情侣都不能留了。当然，要是怨侣就送给他，死对象嘛，对象死了好找下家呀。哎，你可真逗，一套一套的，可乐死我了。傻妹子还笑呢，没看长公主那脸色，黑的都没法看了。还没完呢，女人撒娇的时候不总是说抢你的死相，估摸着就是打这儿来的。这一次不只是品仪郡主，很多贵女都忍不住，满屋子笑声。好，好得很，萧小姐博学多才呢。下一个物件，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来。哎呦喂，殿下哟，这可不敢摆，金蝉那是土钱的，您这金蝉它没钱呀。这一下没人敢笑了，用尽全身力气强忍着。
此时要是再笑，就是笑话长公主没见识呢，买了一堆的废物。长公主气得胸膛一鼓一鼓的，却不知道该怎么撒着火气。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还是为自己好呢。殿下，舍了吧，您这一堆稀碎呀！你闭嘴吧你！好吧，您说了不怪罪，不生气的嘛。不想看他那张讨厌的脸，一甩袖子就要离开。殿下，什么事儿？这些死相没钱的金蝉，您不要了吧？赏给我呗，我帮您解惑，总有点辛苦费吧。也很好，萧天爱是吧？本宫记住你了，赏你了。这点子东西，本宫还没放在心上。也很好，萧天爱是吧？本宫记住你了，赏你了。这点子东西，本宫还没放在心上。谢殿下，我大姐是太子妃，太子是我亲姐夫，咱们梁府也算是亲戚呢。殿下记着我也是应该的。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好，您找我那太子姐夫去。不知道是谁起的头，满殿的小姐们笑得花枝乱颤，久久停不下来，钗环都凌乱了。诸位小姐，我有话说，你们的钗环乱了，妆也花了。哎呦，真的呢，这可怎么办呀？金灵儿，快扶小姐我去补妆。净房在哪里啊？赶紧给小姐我梳妆。一眨眼的功夫，满殿的小姐都不见了，只剩下凌乱的茶几，只剩下赵家兄妹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说的是实话，一片好心呢。算我求你了，闭嘴吧。好了，准备送客人走了。瞧你做的好事，饭也吃了，曲也听了，今日谢谢郡主款待，告辞。我送萧小姐。妹妹，你留下来还得招呼客人呢。萧小姐见多识广，在下佩服，不知改日可以邀请小姐出门切磋探讨一番。这个不大好呢，师孙。小姐喊我的名字就好，无需客气。锦南，锦绣南山，挺好听的啊。会不会唐突了？不会，锦绣是我妹妹的名字，我叫锦南。我怀疑是祖父懒得动脑筋，直接让妹妹取名锦绣。也很好听啊，你对郡主真好，我也想有个哥哥宠我呢，可惜啊，只有不争气的糟心弟弟。萧小姐是锦绣的朋友，也是我妹妹了，我也会护着你的。东陵一颗心紧张的直跳，小姐的芳心不会动了吧？这可怎么办？得赶紧和太太说去，郡王府的门槛有些高呀，这婚事儿不知道能不能成。萧小姐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可有什么来处？天爱，没什么来处，就是我娘亲觉得我好，上天都忍不住宠我，父母眼里都希望自己孩子得到最好的宠爱，所以就这么喊啦。很好啊，上天都宠你，更别说人了。萧小姐肯定会幸福的。谢谢你的祝福，赵锦南，我喊你的名字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的荣幸。听了20年的名字从他嘴里喊出来，软软绵绵的，别有一番韵味。哎呦，稀罕了，你们俩怎么搅和在一起了？不会说话就闭嘴。什么叫搅和在一起？听听，这是人话吗？参见燕王、楚王，您二位怎么会来？小女子告辞，不打扰你们的谈事了。别急着走啊，就是为你而来呢。为我而来？我什么都没做呀。楚王爷，您开玩笑的吧？找个地方慢慢说吧。燕王开口说道，他没法子，只好嘟着嘴跟在后面。很快到了凉亭坐下，茶水点心瓜果摆好，像是茶话会似的。只是萧天爱一个女孩子和他们坐在一起，有些不自在。楚殿下，你们还没说为何事过来呢？今儿你们府里这么热闹，外面都传遍了，那串檀香佛珠的事儿查出来了。一家殷实商户的祖传之物，老夫人刚过世，刚50来岁，不算高寿，儿孙正好需要钱，就把佛珠给卖了。哪知道其中还有这样的内情呢？那家人才想起来，好像家里的老人没有活过60的，原以为是命，想不到是这串东西惹的祸根呢。萧天爱，你这次
也算是做了好事呢。哎，你那鼻子莫不是狗鼻子，够灵的呀？当然灵了，楚王可得小心了，别给我闻出不该有的东西来呢。哎，你倒是说说，我能有什么出格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你说出来，也有赏。您先赏，万一和长公主一样输不起，不认账怎么办？提起长公主，赵锦南眼底闪过担心。他倒是痛快了嘴，天知道长公主记恨你，将来的日子可就难过了。给你，也是那小肚鸡肠的妇人吗？你说长公主小肚鸡肠，她可是你姑姑呢。下次她找我算账，我就把你推出去顶缸啊！咱有难同当。你倒是会钻空子，有福呢。有福当然我自己想了，你是皇子呢，福气多的用不完。你让我说，我可说了呀。今天早上是从哪个姑娘的香闺里爬出来的？哪家青楼的红牌姑娘吧？还不是一个呢，最少2个，一个茉莉香粉味儿，一个桂花香粉。哼，楚王爷，我说的对不对啊？能耐的你，这都知道。说清楚了啊，爷可是洗了澡的，你都能闻出来啊？您是洗了澡，内衣也换了，但是外衫没换，所以我才说您歇在青楼里。要是在府里的妾室床上，肯定会准备有衣裳的。青楼没有啊。服了，你厉害。只可惜自己的人设是乖乖女，规格千金，否则还能和她开车，调侃一下腿软不软，推销一些壮阳药什么的。这车能给她开到天上去。怎么瞧着不太高兴了呢？没有不高兴，只是不想说话。喝茶，刚才说太多话，渴了。不用担心长公主找你算账，我会帮你的。谢谢燕王殿下，您可记着了啊？对了，上次说送您一样东西呢，您挑一样。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寓意都不好吗？长公主都被气得够呛，都是长公主的东西啊。你就不懂了吧？东西要看在谁手上，本小姐就有本事化腐朽为神奇。就说这个玉佩，中间的玉换成一道门，就会变成双鱼跃龙门，谁能说不好？这个金茶嘴给它划拉开，塞进钱不就行了吗？至于这对白象嘛，有些不太好办，只能改造成彼此交融、死也要同穴的恩爱白象。动物比人痴情多了，一生方死，另一方不会独活，这个你就别选了。哎，金蝉送给你呗，我让人重新雕刻了。我要那一对白象，我喜欢忠诚，忠于伴侣也是一种忠诚。他或许不会爱一个人，但是绝对会尽到自己的职责，做一个合格的丈夫、父亲。恰恰是责任，是男人最难做到的。好吧，我让人重新雕刻，做好了给您送府里去。您将来的王妃有福气呢，王爷这样忠诚负责的夫君可不好找。我等着，我的王妃嘛，哪知道在哪儿呢？有人肯嫁给我就满足了，没谁会觉得有福气。毕竟我这个瞎子，给不了他幸福。想着他的遭遇，萧天爱莫名的有些心疼。燕王殿下，喝茶。萧小姐，你不是说我只是眼睛看不见，并不是废了吗？今儿怎么突发恻隐之心，同情我的吗？今儿怎么突发恻隐之心，同情我的吗？自然是同情。王爷本该是翱翔天空的雄鹰，振臂一呼万人紧从的大英雄，困在这里挺让人心痛的呢。您要是年老了也算一回，卸甲归田，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可您还这么年轻呢，换做谁都会叹一声惋惜呢。不过我相信王爷会坚强的，英雄永远都是英雄，并不会因为挫折而消沉颓废。楚王下巴都要惊掉了，这姑娘胆儿真大，什么都敢说呢。赵锦南则是欣赏的眼神看着他，他说的太有道理了，才女的名声绝非是浪得虚名。多谢萧小姐开解，冲着你这份信任，我也不能消沉颓废呢。对了，前几日说要给你一匹白马呢，今天遇到了，不如去我的马场，你挑一匹。你还有马场呢？好呀。
哎，你别忘了要叫我骑马呢，咱们喊上夏姐姐和郡主一起吧，人多热闹。此时的客人还没走完，看到萧天爱居然和2位王爷、1位郡王世孙坐在一起，还聊得那么开心，顿时打翻了醋坛子，随便一个都是梦寐以求的金龟婿，还一下子网罗了3个，他也不怕撑着了。参见楚王殿下、燕王殿下、世孙。燕王低头喝茶，楚王看向远处，只留下赵锦南来应付这些桃花们。你说，要是皇上整天面对着佳丽3000、争宠妖媚的，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啊？不准妄自付费金上，你胆子倒是不小。说说嘛，闲聊呗，皇上又听不到。好吧，不可跟别人这么说，肯定很开心了。男人最大的梦想就是美女环绕，大权在握。错了，皇上肯定在想，哎，这是哪个妃子来着？瞧着面熟，那个是谁家女儿来着？好烦呐，认不清了怎么办？脸长得咋都一样呢，衣裳也差不多，太难为我老人家了。萧二小姐居然对皇叔比自己好，她怎么想的？哎呀，皇叔都被她给逗乐了。小姑娘厉害了，能让万年寒冰脸的皇叔不顾形象的笑出来，她都做不到。走吧，晚了夜里就赶不回来了。世孙，郡主说了，出城不易，还是明天一早比较好。今晚准备一下衣裳吃食，哪能说走就走呀？原来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看来不成了，那就明天了。郡主说的有理，我骑马装都没带，确实骑不得马。燕王、楚王、赵锦南，告辞了。你干嘛喊我们俩王爷，喊他名字？萧小姐，跟我们俩这么见外的吗？你不觉得世孙这个称呼很别扭的吗？只是个称呼，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明天见，萧小姐。气死本宫了！一个小小的侯府小姐也敢跟本宫叫板，如此戏耍本宫，我要弄死她！萧小姐说的没错，都挺在理。人家还帮咱们挑出了那串有毒的佛珠，也是帮了忙的。公主气什么呀？别砸了，都是御赐之物，万一哪天皇上问起来没法交代，气大伤身，就当破财免灾了。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是心疼那点银子吗？我是在乎她在众人面前不给我面子。死丫头坏得很，肯定是故意的。贺少打了人家弟弟，两家本就不和睦，萧小姐才华出众，自有傲骨，自然不可能巴结讨好于你，情理之中啊。哼，都说文人都是惺惺相惜的，君白，你莫不是看上他了？干嘛一直为他说话？别忘了你是谁的人。长公主居然这么看我，我是不善曲意逢迎，殿下一直知道我的性格，我只是实话实说，你如此污蔑我，君子重诺，打我踏进这座府邸，就对殿下忠心不二。殿下若是想找那些油嘴滑舌、小意奉承之人，另请高明吧，容某做不来。若是看我不顺眼，大可撵我出府去，我绝无怨言。殿下冷静一下，好好想想吧。哎呀，看你，人家就是随口一说，真生气了。人家心肝脾肺肾挨着个疼，你帮我揉揉，我就不气了。第二天，燕王已经吩咐好了马场那边，仔细准备好了，很重视这次出行。只是侯府的下人派人传话来，居然取消了这次出行，理由更是奇葩，骑马服没做好呢，没合适的衣裳，不能骑马。问问针线房做好靴子了没有，给萧小姐送过去，可别等她衣裳做好了又没鞋子穿，还是没法出门。属下亲自走一趟，一定把话带到，顺便送给她一些上好的皮子，万一做的不合心意，让她府里的绣娘重新做。王爷，您让选的那些贵族公子哥们还要不要见啊？只是不知道萧小姐喜欢什么类型的，咱也没办法帮她选呀。要不您抽空问问？知道了，再见她我会问的。你也调查清楚，
就按我的要求来选，他值得更好的。好嘞，属下祖宗18代都给他查清楚了，万不能委屈了萧小姐。她人真不错，温柔大方，多才多艺，最重要的心地善良，对下人好得很呐。本王待你不好吗？要不要送你去伺候他呀？您要是真的送，属下也乐意服从命令。萧小姐手下4个大丫鬟呢，属下还没有娶媳妇儿呢。萧小姐手下4个大丫鬟呢，属下还没有娶媳妇儿呢。老子都没娶媳妇儿呢，你着什么急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去青楼喝花酒，那点俸禄花光了，看你拿什么娶媳妇儿。属下那是去应酬，从未过夜的。那更怂了，万花丛中趟出来，居然片叶未沾，人家姑娘该笑话你不是男人了呢。说的好像您沾过似的，还好意思笑话属下。大哥莫笑二哥，属下跟着您快10年了，您身边木蚊子都没一只，说出去都没人信呢。与此同时，关于他和3位金龟婿们暧昧不清的流言也传遍了洛城。云海侯也听到传闻，和侯夫人心中盘算起了小算盘。哎呀，几日不见，越发漂亮了呢。啊，大伯娘夸奖了，难道我以前不漂亮的吗？漂亮，从小到大都漂亮。大嫂有话直说，一家人不必弄那些虚头巴脑的。既然这样，我也开门见山了。天爱也不小了，翻过年就及笄了，这婚事儿也该定下了。天爱也争气，看上的都不错，不过也要早早定下来，免得被人说勾三搭四，行为不检点，好说不好听啊。大嫂，有你这么说自己的侄女的吗？传出去了，府里的小姐们都受影响。你不为侯府，也要为你的宝贝女儿想想呀。还有，我家爱爱怎么就勾三搭四了？你倒是说清楚，勾搭谁了？好了，老大家的不会说话，沈氏你别生气。外面都在传，天爱和燕王、楚王、郡王世孙一起喝茶聊天，关系莫逆。这3个人都是炙手可热的夫婿人选，趁着这个势头定下一门好亲，也是好事儿。不过呢，燕王就算了，伤了眼睛，算是残废人了，将来难有成就。就在楚王和郡王世孙中间选一个吧。心中呵呵哒，脸上笑眯眯的。祖母说的对，那燕王瞎子一个，残疾废物，但凡是有点家世的人家，谁乐意把小姐嫁给他的呀？不过呢，就算是残废，那也是战功赫赫的王爷，也是皇家人，好像轮不到咱们挑三拣四的吧。这话要是传到金上耳朵了，他会怎么想？一个大不敬的罪过安在侯府头上，也不算冤枉。孙女只是偶遇几位贵人陪着喝盏茶，外面的人瞎传的，祖母可不能糊涂，坏了孙女名声不打紧，可要是连累大姐嫁不进太子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解一下。那么哎，你说该怎么办？凉拌呗，人家都是皇族子弟，轮到我一个小小侯府小姐挑拣的吗？再说了，咱也甭跟这儿自作多情了，人家谁都没那个意思，咱们这儿上蹿下跳的，到最后一个都嫁不成，脸不疼的嘛。都退下吧，老大媳妇儿，你出门应酬也解释一下，就是说话瞎传的，都让底下的管事也安分点儿，谁问起来就说没影的事儿。去把老爷找回来，最近少出门，没看家里老婆孩子都被人算计的吗？亲爹娘还活着的，还轮不到他们来管我女儿的婚事。娘亲，为他们那些眼皮子浅的生气犯不着，咱们不点头，谁还敢按着我家人不成的吗？你要是知道避嫌，还能闹出这种事儿来，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子的呀。唉，眨眼间我女儿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早点定下亲事，早安心些。娘亲，女儿不嫁人，就陪着您和爹爹。傻孩子，哪有女儿家不嫁人的？女大不中留，
流来流去，流成仇。你跟娘亲说实话，真的和他们没什么。要是有中意的，娘亲豁出这张脸跟你求了来。谁也不喜欢。哎呀，别想了，人家对我都没那个意思呢。身子骨弱，性子软，没主见，不是当家主母的料。真是个傻孩子呀。那个女的那么抢手的吗？爷的眼光不错了，肯定是个绝色美人，只可惜那日没把她弄到手，否则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虽说是流言，但是能和三位爷坐在一起喝茶，这说明萧二小姐不是简单的。爷不是还没有正妻吗？干脆娶回来好了。他们都没提亲呢，爷先下手，算不算得了他们的美人儿？嘿呦，这个主意好啊！爷没发现你脑子挺活泛的吗？爷这就去找母亲，跟她商议一下。长公主下意识就想拒绝，很快改变主意，冷笑着道：哼，虽说我瞧着那个丫头就来气，但她要是做了我的儿媳妇儿，还不得任我搓扁揉圆的吗？燕王居然也动了心，他想要的东西，我偏生要抢回来。就这么办了，母亲找媒人去。母亲高见，只是他要是不乐意怎么办呀？哼，一个侯府小姐，本宫看上她是她的福气，敢不答应？放心，有母亲在呢，保管让你抱得美人归。哎，锦南，坐下，母亲跟你商议件事儿。母亲有话只管吩咐，跟儿子商议。莫非这事与儿子有关？自然是与你有关。母亲问你，你和萧家二小姐是怎么回事啊？只见过一次面，能有什么事儿啊？母亲别听外面瞎传，对萧小姐多不好呀。别急嘛，听母亲跟你说，萧小姐素有才名，她姐姐又选了太子妃，家世人品都算得上是般配。这门亲事，母亲觉得行，就看你有没有意了。真的吗？那可太好了。只是萧小姐会答应吗？你可是郡王世孙，娶她一个侯府小姐是她的福气呢，她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儿什么时候就这么不自信了？改天母亲见见这位萧小姐到底有多好，让我儿这么看重。全凭母亲做主。萧小姐温柔娇憨，善良聪慧，品仪也很喜欢她，母亲也一定会喜欢的。那就好，母亲这就安排人去提亲了。谢母亲，儿子先退下了，您别太辛苦了。在下傲山虎头帮帮主，这位小兄弟，你就是方大勇背后那个人，长得这么嫩，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这帮主莫非是靠嘴炮打下来的？小爷年纪大小无所谓，能打得你跪下喊爹就是本事。你牙尖嘴利，希望你的本事能和你的嘴皮子一样厉害。既然你这么着急送人头，老子成全你。老规矩，3局2胜，怎么样？就依你说的。傲山，咱们自己窝里斗，怎么样都成。你找了杀手来对付咱们，可是坏了规矩的。今儿咱们连本带利，跟你好好算算。第一局当然不会老大直接出手，宋金刚打头阵。两人大吼一声，没有什么花哨的招数，扑上去就纠缠在一起，也没用兵器，纯粹肉搏，拳拳到位，砰砰作响。只是宋金刚空有着一把力气，却比不上人家经验丰富，几十招下来渐渐不敌，硬撑着不肯认输。我们认输，点到为止。老大，对不起啊，我没用。知耻后勇，输了没什么，不能输了志气。等我找了拳术师傅好的来教导你，相信你会成为咱们的金牌打手。下一场我出场，咱们得胜一场才行，否则士气低迷，咱可就彻底输了。行啊，还懂士气呢。行吧，你上。你要是输了，咱们直接滚蛋。3局2输，还打个屁呀！萧天爱突然看向火把找不到的阴暗处，那里似乎站着一个人，只是太黑了，看不大清楚。
看来这个鳌山还有后手呢。请。好说，方大勇，你是个人才，老子倒是挺欣赏你的。你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的。果然，方大勇稳扎稳打，愣是将鳌山力气耗尽，最后不得已认输，1胜1负。接下来一场就是决胜性的一场了，藏头露尾。鳌山，你尽找些见不得光的人，难道你这帮主的位置坐不稳？咱做的本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勾当，藏头露尾才正常。小子，老子怎么做事儿还用不着你来教。还有我这暴脾气，等着，等爷收拾了他，抽掉你满嘴的牙，让你嘴硬。兄台，怎么称呼呀？你呢？在下手下没有无名之辈，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先报名字。好，够狂，够傲，我喜欢。在下花满楼，花满心时意满楼。萧天爱很喜欢的一个武侠人物，莫名想起了燕王。他也是瞎子，希望他会像花满楼一样热爱生命，热爱鲜花。老大，老大，咱这儿决斗呢，这姑奶奶想什么呢？那就开始吧，你也甭报名字了，我也记不住。来吧。这一次两人同时出手，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偶尔收不住手，打在废弃的木箱上，顿时4分5裂，碎屑满天飞。萧天爱越打越心惊，真是人外有人，自己银皮境界都和他不分伯仲。黑袍男子心中也是惊讶难当，江湖上何时出了这么年轻的高手呢？萧天爱也想早点结束，心中一急，下手更猛。黑衣男闪避之间飞到了仓库的阴暗之处，像是没有看到身边的杂物似的，被阻拦一下。萧天爱趁此机会砰砰砰2掌印在他胸前，眼看就要得手，窗外突然跳进来2个黑衣人，齐齐出手，趁萧天爱躲闪之时救走了黑衣男。敖帮主，人跑了，你们输了。怎么是跑了呢？是不想跟你们计较，我们的人多着呢，要是都出来，吓不死你。要么投降，要么把你们都给杀了。群龙无首，虎头帮照样是老子的。有本事你把人喊出来，换老子给你跪下。输就输了，出来混的，玩不起就别玩。姓花的，做事留一线，你不怕他们回来为我报仇？降不降的说句痛快话，再敢逼逼，老子先送你去见阎王，跟阎王爷逼逼去吧。我降。早说不就完了吗？死鸭子嘴硬，有意思吗？那些黑衣人什么来路啊？不是不告诉你，我确实不知道，花钱雇来的和洛城三怪一样，这个价钱更高。他们都属于一个很隐秘的杀手组织，叫逍遥阁的，只认银子不认人。哼，逃了最好，要是敢回来报复，老子端了他的老巢。参见新帮主。起来吧。方大勇和鳌山都是副帮主，方大勇居左，鳌山居右，以左为尊，帮中事务都听方大勇的。其他人的人事任命你们商量着办，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明天我起草一个新的帮规，成立稽查组和执法堂，不遵帮规者重罚不饶。别给老娘逮着你，忒给你打折了。看来功夫还不够硬，等我到了金皮境界，能打你3个。真他娘的疼啊！一身的青紫自然不能让丫鬟伺候，不知情的还以为他跟哪个男的鬼混了一夜呢，痕迹有些暧昧。小姐，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不好了？东林啊，你一直很稳的，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慢慢说。哎呦，我的小姐，这事高个顶不着啊！你听了你也得着急，长公主府和淮南郡王府双双来侯府提亲了，要娶小姐你呢。一大早说什么胡话？他们2家能相中我？你家小姐虽然容貌如花，温柔贤淑，善良多才，但是一个坏的流脓的纨绔，一个郡王府的世孙，同时来提亲，画本子都不能这么写。是真的，小姐，你去前院看看就知道了，人就在老夫人院子里呢，等着咱们答复呢。我去，真的呀？玩呢？
小姐，你这怎么弄的？小姐，你这怎么弄的？做噩梦被小鬼掐的，小拉一看就成这样了。改天咱们去寺里烧烧香，驱驱邪气。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自火更夜，我看上去了。娘亲别慌，不就是提亲吗？又不一定非要答应，看看再说吧。关心则乱，是娘心急了。咱们一起过去。淮南郡王府倒是好说，长公主府想干嘛？恶心谁呢？那种糟烂之地，寻常人家姑娘都不嫁。想娶我女儿，亏她想得出来。娘亲慎言，好歹是皇家人，被人听到总是不好。长公主估摸着想娶我进门，慢慢搓磨我呢。这一下碰到赵锦南也来求婚，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啊。你觉得郡王府怎么样？既然来提亲，可见是有诚意的，是一门好亲事啊。只见过一面啊，人是长得好看，性格才学都很好，但是嫁人得看他的家族，而不是单看他一个人。毕竟不是两个人关起门来过日子，王府内部什么情况，可来娶我一个门第不高的小姐，其中莫不是有什么隐情？寻常女儿家早羞涩的头都抬不起来，只凭父母做主。他能想得这么周到，说出这样的话来，将来到了婆家就吃不了亏。好，娘亲派人好好打听打听，这事儿不着急定下来，好事多磨，这才刚开始呢。对赵锦南的好感一落千丈，就算他真心喜欢自己，招呼都不打就上门提亲，可见他骨子里对自己的轻视。或许在人家看来，肯娶自己是天大的福气呢。两位的来意我们也都清楚了，事情来得突然，容我们商议一番，这点辛苦钱两位拿去吃茶，帮忙美言几句是不凑巧了，辛苦辛苦。哎呀，好说好说，咱做的就是跑腿的活，今日得见二小姐一面，已然是不虚此行了。二太太养的好女儿呀，以后且有的福气享了呢。不求女儿大富大贵，夫妻和睦，相敬如宾就好。这就把媒人打发走了。母亲，谁家的亲事都要相看一番，抬头嫁女不急的呀。两位慢走，管家好生送送他们。老夫人客气了，我等先告辞了，静候二小姐的好消息。弟妹呀，郡王府呢，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亲事，爱好福气呢，先恭喜你了。比得上太子府吗？自然比不上，不过也是顶好的亲事。你这孩子，大伯娘也是为你高兴呢。喜从何来？就是因为是郡王府，就是好亲事。其大非偶，郡王府招呼都没打，人也没相看，就来提亲，这是吃定我们了吗？婶婶，你什么打算？莫非还不满意郡王府？母亲不是不满意，而是要再看看。郡王府是不错，但是咱们侯府也不差，不是有大小姐这个太子妃呢吗？咱们总得矜持些。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骤然上门提亲，媳妇儿心里不大踏实。爱爱还没及笄呢，不着急。女儿家不比男人，一步错可就是终身呢。那就再看看。二丫头，最近别出门了，外面不定怎么传呢。消停些的好。祖母说的对，孙女记下了。二姐姐这边。二姐姐，那个贺少真坏，之前那么多姐姐，现在还好意思舔着脸来求亲，欺负人呢嘛。还是郡王世孙好，世孙才名在外，是洛城有名的君子呢，多少千金小姐想嫁给他呢。要我说，二姐姐可得抓紧了，以免节外生枝。小小年纪懂得倒是不少，听谁乱嚼舌根子呢？长得好，家世好，学问好是不错，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那什么才是重要呢？尊重是重要，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真心尊重你在意你的人，比家世才学都重要。妹妹们记住了，上赶着不是买卖，别人轻视咱们，咱自己可不能轻贱自个儿。既然遇上了，就一起去上课。他好久没去上课了呢。
新来的夫子吗？好有气质啊！夫子肯定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瞧这夫子都是一种享受。您的课肯定很受欢迎，二小姐对吧？我的课既然受欢迎，你可是一节都没上。夫子我无权无势的，你无需拍我马屁，一来就不安生。这里是宫里的女官，皇后娘娘特意派来的，掌管后宫女旨，乃是女官之首，休得放肆。夫子勿怪，学生无礼了。没关系，小事而已，犯不着道歉。久闻二小姐才名远播，那你来说说这篇文章你的看法。萧天爱拿起书本，是《诗经》里的一篇大雅。前世的9年义务教育不是白读的，连蒙带猜的，大概能说得通。很好，二小姐果然才学不菲，名副其实。你要是男子，苦读几年，科举考试，一个进士的功名跑不了。读书也要看悟性，并不是闭门死读就能成功的。二小姐是我见过悟性最高的人。真的呀？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厉害呢。戒骄戒躁，天资聪颖，也需要后天努力。二小姐不得偷懒了，我的课你都要上。现在我重新讲一遍这篇大雅。你们都是贵族小姐，这些诗词都需要认真学会，将来与人交谈，不至于被人笑话。是，尊夫子教诲。这个太子妃心胸不够宽大，自家妹妹都容不下，到了宫里有她的苦头吃呢。哎呀，二少爷，您倒是安心读书呀，老是瞅着奴婢做什么？奴婢做针线都分心了，好几次扎着手指头了呢。他还是个孩子呢，刚过14岁，黑心黑肺的小蹄子，你也下得去手？扎着手指头就去抹点药膏，我让你回自己房间做针线，你非要在这儿打扰我读书，我都没怪你，你还倒打一耙，忒不讲理了。走走走，该干嘛干嘛去。云秀也真是的，留你在这儿干嘛呢？叽叽喳喳的，爷那只鹦鹉都比你安静讨喜。二爷，你就是喊二大爷也不行。萧天爱忍着笑意走进来，还真别说，挺标致的嘛。姐，你可来了，自己出去玩都不管我在家里多闷得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门啊？我没看出来你怎么闷啊，这么标致的丫鬟伺候着，温声软语，红袖添香，你侬我侬的，神仙一般的日子呢。你下去吧，没一点眼力劲儿。没见我和姐姐正说话呢吗？大伯娘也真是的，非要让云秀领这么个人回来，我院子里又不缺人，整天来烦我，一点丫鬟的自觉都没有，没调教好就派来伺候，大伯娘管家可不太行啊。哼，大伯娘的人？是啊，让云秀帮着带几天，云秀推不过，只好让她留下，可她呢，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哪是个丫鬟呀，这就是个祖宗。姐，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大伯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这么烂的招都能使出来。云秀呢？她管你的院子，伺候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偌大的院子见不到几个人。东梁，吩咐下去，1刻钟我要看到所有的下人，没来的以后也不用来了。去把娘亲父亲找来，今儿个咱就彻底和大伯一家掰扯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姐，不就是一个丫鬟，至于吗？那是你蠢，但凡心思多点可就上了大伯娘的套。这是要绝了咱们二房的后呢，这仇结大了。他是大伯娘派来杀我的，这也忒狠了点儿。哼，是啊，不过不是杀你，是杀你的万子千孙，杀你一个没啥用。你叫什么名字？小姐，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之后的处罚，不管是挨板子还是发卖，我都保你一命，送你一份丰厚的嫁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办。要是忠心耿耿，我也成全你一片忠心。奴婢明月也是逼不得已，求二小姐给奴婢一条生路。奴婢知道二小姐是好人，可是啊，好人都是用来背锅的，不偿命的。我呀，可不是对谁都好的，想害我的人，我会让他悔不当初。爹爹，娘亲，坐，咱们说说我的好伯娘。几天没敲打，手又痒了，这次祸害到弟弟身上，
爹爹，你还打算息事宁人，任凭他欺负我们姐弟的吗？爹爹是那样的人吗？谁敢欺负你们姐弟，哪怕天王老子，爹爹拼了命也会保护你们的。你先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的个妈呀，居然冲着我的清白之身来的，太残忍了！我的个妈呀，居然冲着我的清白之身来的，太残忍了！带着人，咱们去老夫人院子里，让她评评理去。我近几日一直忙着爱爱的婚事，没顾上天落。大嫂倒是心眼好，替我关心上了。以前也没见您多关心啊，心里都是姐姐。现在看到了吧，男孩子更危险。姐姐精得跟猴似的，我才是需要关心的那个。娘啊，您确定不生了？就生我一个儿子吗？你都这么蠢，老娘再生，准备气死我的吗？讨债鬼，老娘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阿言，别生气啊，回头我教训他。还没说你呢，都是随你，一肚子草包，满脑子浆糊，蠢死算了。爹啊，你留下，伤还没好呢，这事儿交给娘和姐姐。祖母要是拿不出章程来，以后咱们二房就能公诸分出来。爹爹也别打理侯府的产业，只管娘的嫁妆就行了。累死累活的养肥了他们，为的是坑害我们更方便的吗？就依爱爱说的办，是大嫂不仁义在先，咱们没什么好顾虑的。祖母啊，您可要为孙女儿做主啊！你好好说，谁欺负你了？在这府里还有人敢对主子不敬？是大伯娘，您是不知道，他往弟弟屋子里塞人。今儿个我要是去晚了一刻，我弟弟的清白可就葬在卑贱的丫鬟手里了。可怜弟弟才14岁，他还是个孩子，大伯娘怎么下得去手啊？爱爱说的可是真的，你真的插手二房的事儿了？哪有，我忙着天兰的婚事呢，哪有闲心管侄儿房里的事儿？天爱，大姑娘家的可不敢胡说呀。谅你也不会做出这种糊涂的事儿。二丫头许是误会了，你大伯娘管了一家子钟馗，又要张罗天兰的婚事，许是有不到之处，可没你想的那么坏。是啊，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一笔糊涂烂账。那我斗胆问问大伯娘，府里是没钱买人手了，还是缺少教养嬷嬷了，以至于把没有调教好的丫鬟让云秀带着，还经常使唤弟弟院子里的人？弟弟可是还养伤呢，偌大的院子人影都没有一个。大伯娘既然忙着大姐出嫁的事儿，那我们二房就不劳烦大伯娘费心了，免得累着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想分家的吗？万万不可，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你怎么敢有？大伯娘，你听到了吗？这是大逆不道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你说不让我管二房的事儿的吗？这不是分家是什么？我只是为大伯娘分忧，可没说分家。祖母，孙女的意思是，二房的人手分配我们自己管，采买饮食也都自己来，这样大伯娘也轻松些。像今天这样人手不够，今儿个调做二弟的奴才，明儿个是不是要我院子里和娘亲院子里的人了？父亲管的是府中庶务，咱们侯府不至于连采买人手的钱都没了吧？那大伯娘管的账目可要查查，那么多的银子长翅膀飞了不成？死丫头一招比一招狠，从分家说到账目，哪一样都是她的软肋，经不住细查。你这是忤逆长辈。二弟弟妹，你们就这样看着他胡闹？二弟弟妹，你们就这样看着他胡闹？爱的话就是我们夫妻的意思，宫中的支出我不知道，但是每年进的账目我是清楚的。别说侯府几房人，就是亲王郡王府都能养得起。不能怪我们有意见，是大嫂你做的太过分了。哎，你甭管这些，娘亲跟你大伯娘说，女孩子家的该操心些胭脂水粉、衣裳首饰的，是娘亲无能，还要女儿来护着娘亲，护着弟弟。是我的错，阿言，你别伤心，
我不出门了，哪儿都不去，就在府里守着你们母女。好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好好的运道都要哭没了。方氏，人手不够就去采买，府里的小姐哥儿都到了说亲的年纪，应酬也多，不能短了人手。沈氏，天禄那边也没事儿，家和万事兴，别斤斤计较，没得让人看笑话。都散了吧，还是偏袒着大伯母呢。我们要是计较就是小气，是坏了家里和睦，作恶的人反而是应该的。老夫人最是势利虚荣，天兰可是太子妃，只要不是杀人放火，这个家还是自己的天下。以往都是如此，大嫂掌管中馈，屡有不公，母亲都让自己不要斤斤计较，她是没什么，可受委屈的还是妻女。母亲，祖母，若是我有证据，大伯娘处心积虑谋害我们姐弟，祖母还要我们忍吗？家和万事兴是有兄弟恭，母慈子孝，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由着某些人站着嫡长压着全家人来供奉他那一房人。冰儿，你怎么说？非是儿子不孝，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不管爱爱做什么，当父亲的都会支持他，我怎样都行，可妻女是我的命，我不会容忍任何人欺负他们，尤其是来自亲人的不公，儿子更不能忍。二弟，你非要忤逆母亲，搅得家宅不宁吗？我和你兄长就算偶尔做的不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呀。晚辈顺从长辈，方是孝道。天爱年纪小，你也不懂事的嘛。大伯娘，听您这话的意思，年纪长的就有理了哈。那乌鬼王八活得还长呢，也没见他们做啥贡献呢。你，萧天爱，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伯娘的吗？非要搅得家宅不宁才满意的吗？你自己说说，这才几个月，你惹出多少事儿？有那闲心思，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儿。谁家小姐跟你一样，两家人来求亲，脸都给你丢尽了。大嫂，我家爱爱规规矩矩，清清白白，怎么就丢人了？你不说你极度小气，心胸狭隘，有话你摆在明面上说，老在背地里搞些小动作，你真当我二房好欺负呀？一家有女百家求，人家来求亲，说明本小姐优秀，这是荣耀，哪里丢人了？爱爱说得对，我女儿这么好，琴棋书画，德容颜功，样样出色，这才2家提亲，还少呢。怎么着也得10家8家的，咱好好挑挑。爹爹说的对，谁来提亲，说明他眼光好，把人带上来，好叫大伯娘心服口服。大嫂，你真舍得下功夫呢，找这样的丫鬟，没少费心思吧？我替我家天洛可谢谢你了。奴婢明玉拜见老夫人、侯爷、夫人，求夫人救我，二爷一心向学，我实在没招，您别把我卖进青楼，奴婢当牛做马都行，求您发发慈悲。侯爷，我没有，他血口喷人，是二房收买了他，我什么都没做。小蹄子，你胆真肥，污蔑主母，拖出去乱棍打死。大伯娘，这就是急着杀人灭口了吗？污名污蔑你，查查不就清楚了？凡事讲究个理字。你说我们收买他，这人是我们跟你要的吗？天禄性子豁达，脾气好，下人伺候的好不好，从不放在心上。有时候自己洗漱穿衣，我娘亲没留着他娇惯的毛病。大伯娘就是把院子里的奴才都弄走，他都不会在意的。这样狐媚的丫鬟，是祸非福，找人牙子发卖了吧。二房分出去单过，一应开销自理，交给宫中的钱减2成，算是你那一房的开销。2成？这怎么可以啊？母亲，2成的收益，你知道有多少钱的吗？二房怎么能花销那么多钱？你给天兰操办婚礼，动用了宫中1年的钱，我说什么了吗？他们一房4个主子，天爱和天洛的嫁娶不需要钱的吗？你要是有意见，给你2成钱，这个家让沈氏来管，我瞧着他能做得更好。谢母亲，您最疼我，儿子一直是知道的。知道就好，管好你那妻女，别来气我，我就高兴了。祖母，
母最是公正，孙女成婚定省，一定好好孝顺祖母。这么好的祖母，孙女才舍不得弃您呐。等回吧，我也乏了，一天天的不让人安生。宋祖母，你慢点啊！搞定了大房，萧天爱发愁自己的婚事，因为赵锦南托人给他递了帖子，约他出去游玩。萧天爱头疼，去还是不去，是个难题。小姐还是不要去的好，现在风声正紧，你要是去了，就是认定了他，非他不嫁了，有失矜持。东陵不愧是小姐的贤内助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说赵锦南来这一手，是不是也打着这个主意啊？赵锦南满怀欢喜的等着和萧天爱见面，却没想到等到的却是拒绝。我家小姐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定下婚事，不宜和师孙见面。师孙要是真为小姐考虑，就不该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侯府是比不上郡王府尊贵，但是抬头嫁女，也希望世孙多想想小姐的处境。僭越之处，世孙勿怪，奴婢告辞。赵锦南有心解释，他只是太想她了，哪怕说2句话见一面，心里都是踏实的。侯府没有答应求婚，反而对这个女子更加好奇了。她的丫鬟都这么的特别，有其主必有其仆。萧天爱，我娶定你了。姐，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读书都这么厉害，这水平要是在我们书院妥妥前3，你要是身为男子，起码也能考个秀才。错了，夫子说我能考个进士，不过我觉得我要是科举，状元不敢说，探花榜眼还是敢试试的。弟呀，你说我替你去科举怎么样？姐，万一被发现了是要杀头的，再说咱俩自己不一样，很容易穿帮的。我的亲姐，你太会搞事情了，我这小心脏实在受不住。刺激，小意思。萧天爱看了看他写的字儿，拿起笔写几下，一篇文章没写完，萧天乐自己都分不出来哪个是自己写的了。姐，女子太有才也不是好事儿，哪个男人能娶你啊？不知道是福是祸呢。不过科举的事儿，这不成，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还想多活几年呢。萧天爱就那么一说，这让他苦读科举，肯定得撂挑子。宫里来人，给萧家2位小姐都下了帖子。二丫头，进宫可得收敛你的性子，万万不可惹祸。陈贵妃的父亲是西北云州布政使的嫡女，一方要员，深受皇上器重。他本人你也见过，倾国倾城都不为过，皇上更是疼爱有加，皇后都得让他3分。陈贵妃娇持傲慢，也就对皇上皇后尊重一些，其余的嫔妃都不放在眼里，可不敢惹她呢。孙女晓得了，祖母放心，孙女不是没有分寸的人，最最老实温顺呢。这还不是有大姐陪着呢吗？祖母无需担心，孙女会看着二妹，不让她乱跑，祖母放心。王爷还疼呢，要不要请陈院守来看看，可别逞强哈。你调查的怎么样了？那人什么来路？说来也奇怪，没听说有哪个门派有这样的高手，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人的踪迹，好像是突然出现在洛城里的呢。莫不会是城州哪个家族的子弟？偌大的洛城，上百万人口，有几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也难说。那就是没有了。你的办事能力可差了许多，10天之内，我要这个人的所有资料，查不到，你自己看着办吧。是，属下遵命。淮南王府这门亲事，你们怎么看？论门第，二小姐是高攀了，可是这内里并不见得好过。累世大族想活得好，没有七巧玲珑心，骨头渣子都能让人碾碎了。二小姐那么单纯善良，郡王府太复杂了，属下以为不是良配。可是萧家的意思是属意郡王府的，估摸着这次生辰宴之后就会有好事传来。这样啊。很快到了生辰宴这天，大家好，可以走了吗？进宫之后老实点，谨言慎行，别丢了侯府的脸。晓得嘞，
又不是第一次进宫，就是陪着姐姐打酱油的，没人会看我，姐姐放心。参见陈贵妃娘娘，恭祝娘娘生辰快乐，容颜永驻，岁岁有今朝。是未来太子妃呀，赐座吧。谢娘娘。萧儿，这位是淮南世子妃，你该认识一下呢。赵体南的母亲，就是拜见也是他们一起，自己一个人好像上赶着巴结郡王府似的。见过世子妃，这是舍妹天爱，年幼无知，世子妃多包涵。二小姐怎么不说话呀？我大姐不让我多说话，怕得罪了贵人。我胆小无知，说错了怕惹祸，不敢说。没主见，懦弱，小家子气，身子骨也单薄，将来生养怕是艰难。这样的女子，自己儿子娶了，太委屈她了呢。可想起郡王府的现状，只能硬着头皮露出和蔼笑意。没关系的，你年纪还小，即便错了，也没人会责备。本宫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喜欢，这副镯子赏你了。萧天爱眼眉不动。世子妃夫人看似对自己很欣赏，可脸上笑容僵硬，眼底的遗憾隐忍，分明不大看得上自己，让他很是好奇，明明看不上，干嘛非要娶自己呢？燕王到，楚王到，淮南郡王世孙到。惊动几位给本宫贺寿，本宫可受不起呢。都是自己人，无需见外。咱们去花厅用午膳吧。午膳之后，本宫请了吉秀楼，商凤鸣的戏曲唱得真不错，大家一起听听。娘娘，还有一人没来呢。哎呀，瞧我这气性，可不是还有一位难得一见的贵女呢。咱们稍等一下，莲蓉，你去催一下。谁呀？劳驾娘娘你等，可是不一般呢。人来了。世子妃就知道了，肯定会是惊喜呢。济南，收敛一下，人家小姑娘胆儿小，被你看得不好意思了。等娶回家，想怎么看都成。还别说，你眼光不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可得好好招待人家。那是自然，只是萧小姐还没答应呢，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太安稳。待会儿还有劳堂兄给我找个机会，让我们说几句话。弟弟先谢过了。好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女孩子都矜持，怎么也要求上一求，别太矜持了。这追女孩子要舍得下脸，甜言蜜语的不能少。我的老天爷，怎么把这位给弄来了？谁啊？这是哪位啊？纯贵妃闹哪样？玩的有些过火了，人家都出家当道姑了，还不放过人，过分了啊！贵妃娘娘寿辰，贫道愿为娘娘诵经祈福，消灾解厄，祝愿娘娘青春永驻，福寿安康，早得贵子。多谢宣瑶师傅，来呀，搬一把椅子，让宣瑶师傅坐在本宫身边，本宫跟师傅有好多话要说呢。谢娘娘恩典。参见太子殿下。这事儿闹的，皇叔，咱们去外面转转吧，实在没法看了。都起来吧，孤今日也来为贵妃祝寿，不请自来，贵妃勿怪啊。哪里，太子能来，臣妾的荣幸呢。哦，楚王他们也都在，太子正好坐一起，让楚王替臣妾好好招呼殿下。好，陈贵妃啊，你忙，无需管顾。哼，费尽心机做个太子妃，岂不知在别人眼中就是个笑话呢？看你会不会后悔。姐夫好呀，您这贵人是忙，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太子妃也在，怎么不来和姑说话呢？这是你妹妹，真可爱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无需和姑见外。赵倩，把姑前儿得的那些好物件待会儿送给太子妃。你也很不错，回去吧，得空了姑找你说话。谢太子赏，小妹无状，殿下勿怪她无礼。无需多礼，舍妹很好啊，姑怎么会怪呢？你们好好玩，
萧天爱对这个堂姐也是无语了，帮她还不如帮条狗呢，不贬低自己一下，她就不输她呀。这还没完，太子之后，皇后和兰贵妃联袂而来，又是一番见礼。陈贵妃笑容更甚，一个妃子过生辰，满宫的大佬都来了，面子不可谓不大。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除了没有皇后的名分，她在后宫才是最大的那个。长公主殿下到。这宴席跟唱戏似的，一折一折的，主角登完，配角登场，真是不一般的热闹呢。抱歉，本宫来晚了，都是为了我家那个孽障，沾陈贵妃的喜气儿。皇兄开恩，让他来给贵妃磕个头，祝寿。贺思远眼神暗暗转动，看到萧天爱的时候，露出邪肆的笑意。别怕，这么多人在呢，他不敢对你怎么样，就算怎么样也没关系，跳梁小丑而已，不用担心。长公主客气了，当时我考虑不周，没给你下帖子呢，不敢劳烦贺少跟我拜寿。我年纪轻，按说不该这么隆重，姐妹们摆上几桌说说话，热闹热闹就是了。皇上非要大办，唉，皇上厚爱，我只能愧受了呢。陈贵妃花儿一样的人儿，那是皇兄疼你，受得起，绝对受得起。20也是整寿，理应大办。咱们去御花园赏花听戏吧，3步消消食，请了商凤鸣来唱呢，还有杂耍班子，热闹热闹。睡莲开得好，咱们过去看看吧。也就是宫里，外面的莲花早败了呢。好啊，咱们也看看宫里的莲花。为什么宫里败得晚呢？大姐，你要不要一起？啊，瞧我，你习惯午休，累了吧？秋完，伺候小姐去偏殿歇一会儿。不用，你自己去玩吧，别惹事儿。我听会儿戏，你早点回来。是啊，大姐把心放在肚子里，有郡主在呢，与其担心我惹事儿，不如想想你自己吧。湖边凉风习习，无边荷花开放，端的是美轮美奂，让人心魄神怡。真的呢，外面的荷花早已凋零，宫里的花匠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萧天爱伸手摸了摸湖里的水，触手温暖，湖水的温度决定荷花的开放期，若是温度适宜，即便是冬天也能培养出茂盛的荷花。不信你们摸摸看，湖水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高呀？真的吗？哎，你懂得可真多，我摸摸看。啊，还真的挺暖和的，冬天要是能开的话，肯定会被奉为神迹，祥瑞之兆。萧小姐果然博学多才，不愧才女之称啊。相请不如偶遇，一起去水榭喝茶赏花可好？赵济南心中着急，他还有一肚子话想和萧小姐说，这么多人怎么说呢？频频给楚王使眼色。哎呦，父皇赏赐我2斤好茶，在我母后宫里。济南，你和萧小姐替我去取一趟吧。萧小姐，可以吗？萧天爱觉得有些话还是说开了好。瞧这架势，咱们快有喜酒吃了，两人挺般配的，肯定会恩爱幸福。皇叔，咱可要准备好大礼，祝贺他们呢。天爱还没我大，我都要喊他嫂子，怪别扭的。楚王和燕王差不多大，不是喊他皇叔，辈分在那摆着呢，别扭什么呀？人家那些娶了续弦，儿子比母亲还大的，该喊母亲还是得喊，这才尴尬呢。萧小姐，你这话说的在理。小时候我可追在皇叔屁股后面叫了好几年哥哥呢，那时候小，总是不乐意喊皇叔，没少挨母亲教训。我还是个孩子呢，而且这可是古代，可不像现代，离婚跟喝水似的，结了婚基本就是一辈子了，即便能和离，也是伤筋动骨，不死也会脱层皮。小姐，有件事我觉得奇怪，心里有些猜测，得说给小姐听。嬷嬷说吧，关于郡王府的，对不对？小姐聪明，刚才世子妃赏给小姐的镯子，我收起来的时候觉得分量不对，仔细一看，空心的呢。
外表看着好看，实则内里空虚，小姐可要慎重。哦，我想我明白了，看来又是冲着自己那位首富外公去的呢。果然，男神还是远远看着，放在心里仰慕才最长久。这下跌落神坛，瞧着他那张脸，顿时不喜欢了。也就那样，还没燕王好看呢。萧小姐，最近还好吗？师尊觉得我过得好不好呢？是我给你造成困扰了吗？换做世孙突然给你定下一门亲事，不管这个人是谁，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对不住啊，此事是我考虑不周，对你来说有些突然，但是我是真的心悦小姐。世孙的心悦就是把你的意志强加给我，世孙的心悦真够霸道的。当然，或许在世孙眼里，肯娶我已经是极大恩赐了，我该感激涕零，迫不及待地扑进您怀里，惊喜万分地准备做你的夫人。世孙这是吃定我了，所以才没有问过我的想法，因为我的想法根本不重要。不是的，我是想着咱们多相处，以后再说婚事儿。难得母亲同意我娶你，父母之命，我也心悦于你，水到渠成的好事儿啊！你不知道，我这些天多想见你一面。你看，你也觉得我配不上你，世子妃能答应是格外开恩了。不过，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萧天爱虽然比不上郡王府的门第高，但是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接受人家的施舍。还有，世孙最好还是问问世子妃，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愿意屈尊降贵，娶我一个商户女呢？你这样的身份，大房嫡女方能配得上，我这个二房次女高攀不起。对不起，提亲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向你道歉。但是我的心是真的，将来一起生活的是咱们两个，我母亲怎么样不重要的。成婚定型，侍奉婆母，立规矩，伺候碗筷，哪一样能绕开你母亲？你跟我说不重要，该说世孙你天真呢，还是觉得我好骗？母亲温柔和善，断不会为难于你的，你担心的事情不会有的。那是对你，亲儿子自然温柔了，对我这个家世人品样样比不上世孙的女人，能和善就见鬼了。现在人家就觉得娶我这么一个女的，世孙受了大委屈，将来能好？别说你护着我的话，你越是护着，世子妃就越是看不顺眼，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又添一层不满。所以这门婚事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还是算了吧。和他想的琴瑟和鸣，你读书我作画，夫唱妇随，花田月下，诗情画意，根本不一样。想为自己辩解都想不出理由来。我不陪着世孙走这一遭了，瓜田李下容易遭人画饼。世孙是男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一闺阁小姐，名声比天大，不能不顾虑的。告辞，祝世孙重新找到合适你的那个人。他说的是合适，而不是喜欢，他要的是喜欢的呀，为什么不行呢？小姐，你跟世孙摊牌了？是啊，早说清楚对谁都好，我喜欢简单快乐的日子。郡王府那趟浑水，留着给有本事的人去淌吧。小姐也无需太悲观了，你聪慧机智，世子妃又依靠沈家，不会太为难你的。难得的是世孙对小姐有情，其实小姐可以再考虑一下的。哼，有情？这世上最不可相信的就是男人的情了。痴情的女子最终能有几个好下场的？我是不惧世子妃，阴谋阳谋她未必玩得过我，只是身处那样的环境，整天阴谋算计，虚伪应付的，渐渐的会没了自我。她奈何不得我，却有法子来恶心我，给世孙纳几个妾，抬举妾室，生一堆庶子女给我养，我还能掐死不成啊？那样的日子想想都可怕，谁家都是这样过的，有什么办法？嬷嬷不用为我担心，我还小呢，还不想嫁人呢，守着爹娘过几年快活日子，找个门第低一些，人老实些的，总能过下去呢。唉，除
出嫁从夫，夫家门第太低，小姐也抬不起头来呀。大小姐还不见一次嘲讽咱一次，处处被人嘲笑讽刺，还不能反抗，那份憋屈，小姐可别小瞧了。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彼时发愁，不是自寻烦恼吗？不说这个了。二小姐好，终于找到你了。邵老板，你不用登台唱戏的吗？找我有事吗？我是压轴，最后登场，是我师妹想见见你，感谢那次你的仗义相助。哎，她在长公主府过得也不好，我这个做师兄的只恨自己无能，没办法救她出苦海。萧天爱眼睛闪了闪，这个师妹倒是把她拿捏得死死的呢。她想见自己，动机怕是不简单啊。那好吧，我就见见她，劝劝她，都是女孩子，有些话好说一些。谢谢你，萧小姐，你真是个好人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这人这么单纯，怎么在西园子里那种糟粕地活下来的？哎，到了，这是宫女换衣裳休息的地方。彩云求了贺思远才得来的机会，陪她进宫来呢。闲杂人等不能进去，能让小姐进，奴才已经担了天大的干系了呢。欺负我们没见识少呀！这种地方除了你们这些奴才，贵人是不会来的，怎么就不能进了？骗谁呢？小姐，咱们不去了，为了个戏子冒险，犯不着。嬷嬷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家小姐都没说话，你做人奴才的要守本分。好的奴才，时时刻刻为主子操劳。小姐年纪小，我老婆子眼里可不容沙子。你非要小姐只身犯险，是何居心？老婆子不是看不起戏子，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别觉得我家小姐好脾气，蹬鼻子上脸。到底是谁不懂本分？好了，别吵了，在宫里呢，闹大了咱们兜不住。嬷嬷，等我一炷香时间，我要是不出来，你就进去寻我。这是在宫里，能出什么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啦，嬷嬷。彩云，萧小姐来了，你出来吧。走进内室，墙角的黄铜雕刻，仙鹤延年的香炉，散发着袅袅香气，一股子甜腥吸入鼻端。脑子一沉，萧天爱赶紧捂着鼻子。彩云怎么没在？怎么会这样？今儿何该爷艳福来了，萧小姐，爷的正室夫人非你莫属了。你想嫁给赵锦南那个小白脸儿，也得问问爷答不答应。商凤鸣，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拿师妹搪塞爷，也干脆收了你们师兄妹，也是一桩美事啊。商凤鸣呲牙剧烈，可惜浑身酸软，除了眼珠子能转动，哪里都动不了。他那么疼爱信任的师妹，居然利用他，也背叛了他。为什么？师兄，你是不是想不明白？事情到了此时，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咱们做戏子的，总要为自己谋个出路。你自己不想攀高枝儿，还总想绝了我的路，这就不能怪师妹心狠了。难得贺少看得上你，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抓着，为了一个破戏班子，让所有人都受苦受累，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也不怕你知道，戏班子里起码一半人想要离开，只可惜卖身契在你手里，只能吃着这碗下九流的饭。你知道多少人在恨你吗？他被贺思远糟蹋了无所谓，可是连丽萧小姐也被毁了，万死都难赎她的罪孽。焦急悔恨煎熬她的心，硬生生吐出一口血来。哎呦，怎么吐血了？小美人儿，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呢。你放心，入了我的院子，我肯定会疼你的。只可惜啊，荣军柏是母亲的禁鸾，我吃不到，找你来代替，也算了了一桩心愿。今儿我不碰你，没那时间。最重要的是伺候咱们的萧二小姐，我明媒正娶的正室妻子。管她是谁，爷捷足先登，就是爷的人了。二小姐也会很温柔的，委屈你在这简陋的地方破了身子呢。啪！你敢打我？啪！又是一巴掌，打你怎样？打你都是轻的呢。过来啊，姐姐我等着你来伺候呢。就这，还是萧天爱收了力道，仅用了1分力，否则脑袋能给他扇掉了。你怎么没事？
不应该啊！要不是他本身不怕蒙汗药，要不就是提前服了解药。贺思远越想越恐怖，一张脸麻木的都没知觉，这是一般女孩子能有的力道吗？萧小姐，误会，都是误会，我错了，我鬼迷心窍，只怪你太美了，我日思夜想，都想着你。既然你不愿意嫁我，就当我自作多情，再也不会骚扰你的。待会儿回府，我备了重礼，亲自和小姐赔罪道歉，你饶了我这一次吧。萧小姐，乖一点，否则我的剪刀可是不长眼的。大家小姐又怎样，还不是和我一样伺候同一个男人？等你在他胯下婉转成花，我看你还怎么傲气。贺少，赶紧的，他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多好的机会，你愿意错过吗？贺少，你难道没有遇到宁死不从的良家女子吗？女子的名节重于性命，你以为我会怕的吗？来啊，照着我的脖子扎下去，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萧家小姐。你老实点儿，我真是敢下手的。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姐，有命活着不比什么都重要啊！都照你这么说，那些贞节牌坊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人若是没了廉耻，只知道吃喝拉撒，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别把你的下贱来衡量别人。你这种人不配商凤鸣这么好的师兄，对你还不如对一条狗好呢。黑心烂肺的玩意儿，挖出来喂狗，都是对狗的羞辱。萧小姐，你非得刺激他干嘛？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彩云感觉剪刀像是刺中铁皮一般，居然扎不下去，贺人的脸都变白了。妖怪，你不是人！贺少，他不是人！咱们来说说该怎么对付你们好呢？剪刀啊，是个好东西。贺思远，你不就是仗着多长2两肉，肆意侮辱我们女子吗？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毁了你的祸根，让你进宫伺候你的皇帝舅舅，好不好呀？不，我不要，有话好好说。萧小姐，姑奶奶，祖宗，我发誓再也不敢欺负女人了，你不要剪啊！你恶心我啊！真是不想要了呀！不是的，我控制不住。姑奶奶高抬贵手，给我留着吧，我贺家可就我这一根独苗苗啊，不能绝了后啊！绝后就绝后呗，就凭你做的那些断子绝孙的事儿，留下后人继续祸害无数百姓的吗？趁早绝了干净。嗨，让你走了吗？正好，姑奶奶嫌脏手，你来剪，不是想害人吗？给你一个机会，不剪我就杀了你。你不是为了活命，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都能做的吗？在你的命和他的祸根之间，你选一个。你尽管下手，就算长公主要你的命，我也有办法偷梁换柱，把你救下来，从此离开洛城，找个庄稼汉子，老老实实过日子吧。你这个贱人，也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爷对不起谁？也从未对不起你啊！你居然下得去手！身不为己，天诛地灭。贺少，你为我花钱，我小意伺候，各取所需，别谈感情，咱们都没有那种东西，别天真了。我下手很快的，曾经杀过鸡，杀过狗，看着他们的血液慢慢流干，一点一点的失去生机，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不过贺少，你是不会死的，宫里的御医会救你的。和命比起来，这2两祸根算得了什么？能剪下贺少的祸根子，我怎么这么高兴呢？疯子，你就是个疯子！救命啊！谁来救我？我不要做太监啊！商凤鸣则闭上眼睛，不忍心接受这个事实。他一直以为善良温顺的师妹，居然是一只披着白兔皮的豺狼。我去，这么小啊！贺少，你确定发育完全了？我看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跟这个差不多呢。你这不是祸害人吗？弄那么多小妾，结果就跟人家玩这个，你亏心不亏心啊？哼，银枪蜡枪头，老娘每次跟你上床都装得很享受的样子，不知道多累呢。
小也就罢了，时间还短，这边没感觉你就完事儿了，吊着人不上不下的玩呢，早想给你剪掉，除了撒撒尿屁又没有。我的天，这些女人太可怕了，我要找妈妈。你可快点吧，脏不脏啊？小姐，你在哪儿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可惜他的喊声更让彩云下手不留情，锋利的剪刀闪着寒光，咔嚓一下狠狠合上。萧天爱已经跳起来躲在角落里，装作害怕的样子。哗啦啦，大门猛然被撞开，居然涌进来一群人。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都是死人嘛，还不快看看少爷，找御医啊！是谁害的你？母亲诛他9族！母亲，快救我！这个女人她疯了，她居然剪掉了我的宝贝，咱们贺家要绝后了呀！什么？也顾不上隐私不隐私的，撩起他衣摆，当场就要查看。哎呀，还在呢，儿啊，没事呢，好好的儿啊。萧儿，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陈贵妃对他好像很有敌意，他没招惹他的呀。见过诸位娘娘，事情是这样的，贺少垂涎商老板的美色，图谋已久，设计引诱他来霸占。商老板的师妹不忍师兄遭此羞辱，愤而反抗，拿着剪刀就要剪了贺少。那啥，这不，贺少拼命反抗，师妹誓死也要剪了他。幸好你们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呢。太可怕了，吓死人了都。萧二小姐，您这编瞎话的本事真是张嘴就来。彩云姑娘为了维护师兄，之前就不惜己身，舍身为妾，住了长公主府。现在得知师兄有难，也是豁出命了。如此兄妹情深，真正是让人感动呢。彩云想要辩解的话，只能咽下去了。贺少，我说的对不对呢？对，非常对，就是这样的。萧天爱的心思诡谲多变，手段更是出神入化的。他才知道自己这点手段人家根本不在乎，此时已经考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求他放过自己。萧小姐，你没事吧？什么人嘛，跟你说了他们不合适，不会嫁给他的。这个时候做出这副样子，不是让人误会的吗？没事，多谢师孙关心。锦南，回来。萧天爱瞧着无助又可怜，正需要他的安慰，可是母亲的话又不能不听，纠结不已。母亲，回来。萧小姐，你别怕，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你等我啊。男人，哼，就不该对他抱有一丝幻想，果然靠不住。燕王的气场强大，独自站在最里边，反而离得萧天爱最近。燕王殿下好呀，几日不见，您风采依旧呢。小妮子倒是识时务，知道谁能靠得住。她是怎么回事？萧小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启禀皇后娘娘，臣女很喜欢商老板的戏，之前就认识，遇到了说几句话，正好宫女来请，就一起来看看。结果商老板不行，中了暗算，今儿的戏都唱不成了。至于我嘛，原本我在外面等着，毕竟人家师兄妹说话，我在场也不方便。后来听着动静不对，进来一看，就是这个样子了，也就比大家早进来那么一丢丢的时间。贺少还得感激我呢，要不是我拦了彩云一下，您现在可能真的要横着出去，下半辈子留在宫里给皇上尽孝吧。贺思源想了想，确实有东西打落剪刀，剪刀掉在地上，当时心慌意乱的，还以为真的被剪掉了呢。多谢萧小姐援手，之前多有得罪，萧小姐海涵，明儿我亲自备了礼物登门道歉。要不是把你淹了，长公主得发疯，后果太严重，你当我想救你啊？不敢，只求贺少别打我的主意，我就谢天谢地了。不敢不敢，萧小姐温柔贤淑，人美心善，我自己几斤几两心中清楚，给小姐提鞋都不配。挺识趣的嘛，什么纨绔子弟，都是毒打挨得少了，落在自己手里都得乖乖变成绵羊。永安，你怎么看？贱婢敢害主，拖出去杖毙！彩云惊恐抬头，
看向萧天爱，他说会救自己的，这要是直接打死了还怎么救啊？萧天爱仰头望天，都是千年的狐狸，他居然真相信自己会救他。不知道漂亮女子的话最不能相信的吗？皇后娘娘，贵妃娘娘，奴婢也是被逼无奈，求娘娘开恩啊！你还有脸求饶？没将你千刀万剐可知足吧？皇后，咱们走，一个贱婢不值当咱们费心。唉，陈妹妹生辰不宜见血，赐一杯毒酒给她一个痛快吧。永安，思远进宫还夹带私货的吗？还不给那个戏子解了药性？皇上是宠着你，可你也要懂规矩，别给皇上添乱不是。是本宫教导无方，皇后娘娘说的对，以后会约束好这个逆子的。如此最好，皇上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咱们都该懂点事儿。都回吧，挤在这里也不嫌闷得慌。我没事儿，你们看，全虚全尾，头发都没有少一根呢。走吧，也不知道商老板能不能唱戏了，我等着看他呢。你倒是心大，这时候还惦记着听戏呢。有燕王殿下在，什么魑魅魍魉都得靠边站。待会儿我离您近一些，压压惊。把本王当门神了？您可不就是大燕的门神吗？战神，守护神，有您在，诸邪退散，大吉大利。呵呵，你倒是敢说，这么看得起本王，今儿这门神不当也得当了呢。谢谢王爷，我亲自伺候您，端茶倒水，领路当拐杖，随便你使唤。你说这爱爱吧，有时候胆子小得很，人家一瞪眼都吓一跳，可是对着燕王倒是胆儿大，我躲都来不及呢。站在他身边，大气儿都不敢喘，话都不敢说，他怎么就不怕呢？可是燕王对他的时候是很和气的，总觉得和对咱们不一样呢，所以爱爱不怕他了。妹妹啊，这次你可得好好帮帮大哥，帮大哥在萧小姐面前美言几句，大哥的终身幸福可就靠你了。母亲不是答应你上门提亲的吗？你还担心什么？需要我怎么美言？是萧小姐，她不愿意嫁给我，刚才我又没站在她身旁，我总觉得她生气了，你帮我道个歉，求求情啊。不是，你说什么？她还不大答应，她居然不愿意。品一之前是想都没有想过的。夏淑莹脸色微冷，爱爱性子软，胆子小，心思单纯，许是觉得君王府人口复杂，不愿意高攀呢。他既然拒绝，肯定有他的想法。师尊还是算了，重新挑选高门大户的小姐，反正想嫁给你的贵女多的是。可我喜欢她，就想娶她，她肯定有什么误会，哪里不满意，我可以改啊。夏小姐，你也帮我说说好话，拜托了。你想娶她？刚才那么好的表现机会，为什么不站他身边？他处理这件事可不大高明，平白让燕王得了机会。皇叔，行啊，能让萧小姐亲自伺候，我都羡慕了呢。少贫嘴，女孩子脸皮薄，别吓着了她。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脸比城墙厚啊？她有些吓着了，待在这儿缓一缓。贺思远这小子真该打断他的腿才肯安分。我瞧着他也吓得够呛呢，差点被人给淹了，肯定受了教训，应该会收敛一些。活该。燕王殿下，那位师道姑在看你呢。小姑娘别那么大的好奇心，我和宣瑶不过是年少之时有过一点交往，并不像世人传的那个样子。她是个傻的，其实嫁给太子也不错，起码太子对她是有几分真心的。切，王爷，您说这话就有点渣了。太子骨子里就是自私凉薄之人，与其说他喜欢施飞轩，倒不如说他不甘心，求而不得，丢了他的脸，这让他得手，宠2年，遇到新鲜美人，又给忘到脑后了。小小年纪，懂得倒是不少。要是像你说的，谁对我倾心，我就得真心回报，那我的心得分成多少份啊？他倾心他的，我也有我的选择，两情相悦才是长久，剃头挑子一头热，也非良缘啊。
王爷哟，恕我直言，您太自恋了点儿，好像除了这个出了家的师道姑，没姑娘喜欢你，为你要死要活，咣咣撞大墙的哈。这姑娘咋净说大实话呢？王爷哟，您保家卫国是好手，这追女孩子，招女孩子喜欢，委实不咋地。本王，你这丫头，哪根筋不对啊？你冲我这儿撒气呢？变着法来气我呀？聊什么呢？让我也听听呗。我说啊，兰贵妃娘娘啊，该减肥了。小姑娘的嘴忽悠人的鬼。哎呀，王爷您别动，放着我来，我给您擦擦。要不要我伺候您换身衣裳啊？萧小姐，差不多得了，皇叔的衣裳都被你擦烂了，你是擦衣裳呢，还是搓皮呢？还有，脏的是下摆，你老是在皇兄胸口上擦，是什么操作啊？你不会觊觎我皇兄的美色吧？偷偷占便宜？手滑啊！楚王殿下，看破不说破，您给我留点面子，把我说哭了，可是很难哄的呢。你还会哭的吗？怎么个难哄法啊？我倒是想领教一番，你哭一个给爷瞅瞅。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我的眼泪可是金豆豆，一滴泪一颗金瓜子，拿来我就哭给你看。你要是这么聊天，我可要跟我母妃说，你说她胖，8个太监抬不动，然后……楚王殿下，我错了，您可不能告状，会出人命的。我给您倒茶赔罪，胖点多好呀，皇上抱着不会硌手，冬天还能当暖炉。兰贵妃有您这么好的儿子，心情舒畅才会发福，好事呢。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瞧着温顺老实，手段倒是高，左右逢源，2个王爷都被他吸引了。女孩子要矜持端庄，她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哪怕没什么出格的举动，可她陪酒伺候，就不是贵哥小姐该做的事儿。死乞白赖扒着燕王，天知道打着什么心思。残废的闲散王爷有什么好讨好的？张凤鸣不愧是名角，举手投足妩媚妖娆，一颦一笑都是戏。你不赏点什么？听说啊，你也是张凤鸣的戏迷呢，还帮过他。戏迷算不上，倒是挺欣赏他这个人的，难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打赏就免了。他也不知道哪个是我赏的，等见了面我亲自赏他啦。哎，说实在的，这种咿咿呀呀的戏曲我实在听不下去，拖得太长了，听得肠子都打卷了。不前不后来这么一褶子，根本看不懂前因后果。我敢打赌，这些小姐们没几个听得懂的，都是在馋商老板的脸。太子，你送萧家姐妹俩回去，必须送到府里啊！要是出了岔子，母后绝饶不了你。太子妃，走吧，姑送你。谢殿下。等一下，萧二小姐可曾许配了人家？承蒙娘娘关心，未曾。哦，这是为何呢？本宫可听说长公主很满意你呢，这桩婚事可是不错，不如本宫出面求皇上给你们赐个婚，给个体面。萧天爱越发肯定，他对自己的敌意是因为燕王。多谢贵妃娘娘厚爱，婚姻之事一向是父母做主，臣女可不敢做不孝之人。贺少一时心血来潮，说不定他已经改变主意了呢。当然，贵妃娘娘若是屈尊降贵来保这个媒，贺少没意见，我们侯府也会拜谢大恩，感谢娘娘的恩情。您都肯舍下脸做那下九流的事情，我们全家不得谢谢您8辈祖宗啊！大胆放肆！贵妃娘娘，臣女哪里说错了吗？是您主动要跟我保媒的，我谢谢您8辈祖宗还不够的吗？要不我给您打个板子，1日3炷香，给您供起来。你住口！陈贵妃抓着手里的盘子就砸向他。贵妃娘娘，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我哪里说错了？你说出来，我改还不行吗？哎呀，我头好晕，东陵，快扶着我！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倒下去了。小姐，小姐你怎么了？你别下毒病，你这身子本来就不好，又挨一下，
命都要去了大半了。皇后娘娘，求求您找陈元首给我家小姐看看吧，小姐身子刚好一些，可不敢大意呢。求求皇后娘娘，奴婢给您磕头了。这姑娘也是嘴巴损的，句句不带脏字儿，礼数上更挑不出毛病来，态度更是尊敬，可每句话都戳在陈贵妃的心窝子。去看看陈元首在不在，先让太医院派个太医过来给萧小姐看看。陈妃呀，不是本宫说你，你这脾气也太差了点儿，人家小姑娘又没怎么着你，你发这么大火气干嘛？她还是太子的小姨子呢，你这么做将太子置于何地呀？哎，他装的，本宫就没有多大力气。来人啊，给我泼冷水，我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够了，陈妃，你太过分了。谁不知道夏二小姐身体弱，你砸人家脑袋上本就错在先，还想怎么样？云海侯可是朝廷股肱大臣，你如此羞辱他，这是不把皇上的臣子放在眼里了。你若不服，本宫就赔你面圣，咱们请皇上制裁。这是怎么了？我去，萧二小姐，刚还好好的，怎么晕了？在哪里？请御医了吗？地上呢，你脚前3步远。殿下，求您救救我家小姐，她昨儿就身体不大舒服，还吃着药，哪挨得住娘娘一盘子砸脑袋呀？盘子都碎得不像样子，好人都禁不住，别说小姐了。先找御医来，救人要紧。你放心，本王一定会帮你家小姐讨个说法。陈贵妃，萧小姐可是朝中贵女，由不得你喊打喊杀的，请你想想怎么和云海侯交代才好。萧天爱心中松了一口气，还是燕王靠谱，那么多人就干看着姑奶奶躺在冷冰冰的地上，一个比一个心肠黑，更加坚定了要抱紧燕王大腿的念头，缩在柔软的被子里干脆睡一觉。老御医颤颤巍巍整了半天，觉得没什么大碍，就是气血虚了点儿，但是这人总晕着也不是个事儿。他到底怎么样了？这都昏半天了，别落下后遗症来。气血有些亏损，开些药慢慢养着，这个急不了。至于人为什么不醒嘛，如果不着急，等他休息好了自然会醒。要是着急的话，需要外界刺激，比如掐人中。开药去吧，多开点。萧小姐身子一向不好，多补补总没坏处。反正是宫里的药，又不需要他出钱。人参、鹿茸、灵芝、天麻，直接开了1个月的量，慢慢补着吧。她那么娇滴滴一小姑娘，肯定怕疼，下不去手啊。没等她纠结出结果来，秦嬷嬷已经下手，时间不早了，再不走，真在宫里过夜不成。谁掐我？小姐的脸皮子，瞧着细细嫩嫩的，咋跟牛皮似的，费老鼻子劲儿才掐下去呢。哎，嬷嬷，我头疼。楚王和燕王等在屏风外面，里面有动静了，估计快出来了。你是哪儿当差的？懂不懂规矩？小的是淮南郡主世孙的小厮，我家世孙担心萧小姐，让小的过来看看。嘿，景南这小子动真格了，这么上心啊？哼，这就算有心了。他要是真担心，为什么自己不来，派个下人问一句，就是有心。世孙不是伺候我家世子妃脱不开身吗？萧小姐宽宏大量，善解人意，肯定能理解我家世孙的难处。呵呵，赵济南选的小厮倒是不错，伶牙俐齿的很呢。郡王府是奴才不够使唤了，还是品仪郡主不孝顺，需要他做儿子的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晚上是不是还得留下吃口奶才睡得着啊？皇叔注意形象，堂堂燕王，嘴巴别太损了。嘴巴损总比做事损要好吧？赵济南分明是不敢忤逆世子妃，堂堂男儿长于妇人之手，能成什么气候？别拿孝顺说事儿，全国的男儿都跟他似的，非得跟着娘屁股后面转才算孝顺，早他妈忘过了。我更看不上他的没担当，屁事儿没做，夸赞人家小姐2句善解人意，人家就得接受他。
合着人家若是不接受，就是不够善解人意了。里外都是他做好人，学问做得多好啊！这样的男人也不是良配。皇叔啊，行啊你，头次听你说这么多的话，侄儿甘拜下风。不过呢，人家感情的事儿咱都别管，谁家日子不是这么过的呢？女子贤良淑德，侍奉相公婆婆乃是天经地义。锦南这么想也没错，哼，是没错。但是他祸害别人家的小姐我不管，想着把萧小姐弄到他内宅那么搓磨，我就不能坐视不理。那小姑娘善良温软，又信任本王，本王有义务为她找一门好的亲事。赵锦南出局了。不是，皇叔啊，你又不是人家亲爹，还管人家的亲事啊，手伸太长了。这家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这个金大腿太靠谱了。楚王一看，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来。燕王眼睛转动，想着自己是个瞎子，不能笑，扭过头，下颌线绷紧，忍着很辛苦。小厮更是目瞪口呆，下巴久久没合上，实在是他的造型太雷人了。楚王是亲眼看着他抱进来的，皮儿都没破，你包成这个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伤得厉害呀，也不怕穿帮了。萧小姐，我家世孙忧心小姐，特派小的来看望小姐，小姐可遭罪了，世孙不定怎么心疼呢。你倒是个忠心的，回去跟你家世孙讲，小姐我还剩半口气儿呢，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这样的心疼我可受不起，非亲非故的，不敢劳他费心，还是伺候好他的好娘亲吧。好胳膊好腿的都离不开儿子，这要是磕着碰着，更是片刻不离身呢。燕王说的对极了，可不敢断了奶呢。小的先告退了，萧小姐多注意身体啊。哼，本小姐还没那么惨，需要你一个奴才来关心我。我这人最讨厌空口白话的，你骗鬼还得收点纸呢。哦，说几句好听的话就指望我感恩戴德，是他赵锦南太高傲呢，还是我萧天爱太廉价？滚吧，跟你一个奴才我犯不上，一字一句的说给你家世孙听。就说我萧天爱高攀不起，求他别来打扰我。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你是非要气死陈贵妃才甘心的吗？他都要我的命了，我不能气气他。放心了，祸害1000年，那么容易就气死，他也坐不稳这个位置。咱们出去吧，谢谢两位王爷仗义援手，我还撑得住。赵锦南不是良配，你也看清楚了，不管是谁逼着你，你都不能嫁给他。有件事儿我得让你知道，他后院的一个通房怀孕了。什么？皇叔啊，你连这种事儿都打探清楚了，真够费心的。萧小姐啊，刚我还说我皇叔都快成你亲爹了，萧二爷都没他操心的多。那感情好呀，要不我喊你一声爸爸，不枉你为我操心一场。他还真敢说。燕王爸爸，谢谢你罩着我，亲爹不敢喊，我爹得吃醋，要不喊二爹，仅次于亲爹呢。为了抱紧爸爸的大腿，他也是豁出去了。你可闭嘴吧，老子才20来岁，你还真喊我爸爸呀？我可无福消受你这么大的闺女。小姐，咱留点节操行吗？小姐发起疯来，天上下红雨都不算稀罕事儿。走了，外面都等着呢，早点回府，免得府里担心。二爹，我的天哪，他怎么想出这个词儿来的？恭喜皇叔，你喜当爹了，虽然是个二爹。哎呦，我不行了，太可乐了，他怎么能这么可爱啊？皇后娘娘，是我不好，怪我不够皮糙肉厚，经不住陈妃娘娘轻轻一下子。我没事的，一点小伤，只怪我身子太弱，跟贵妃娘娘没有一点关系的。你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呢？敢砸姑奶奶？哼，有你受的呢。你是个好孩子，本宫晓得你的委屈，回府好好养着，本宫会为你做主的。
这丫头不进宫里来宫斗都屈才了，随便给一个机会都能利用彻底，人才呀，满载而归呀，皇宫真的是福地呢。下次有机会再来。天蓝，你抽空多去青云观走走，拜祭道祖，听听道经，捐些香火钱，别老闷在家里学那些老石子规矩，没什么大用。等你嫁进太子府，除了父皇母后，姑和太后，需要你行礼的人没几个，趁着在闺中还自在一些，多玩玩，散散心。他这是何意？他是要借自己的手和施宣瑶再续前缘的吗？他又把自己这个太子妃放在何地，让原配妻子帮你追小妾，这操作够骚吧？太子姐夫，我姐信佛不信道的啊。二小姐，姑看你们姐妹关系挺好的呀，不如效仿娥皇女英，一起进宫来享福。都说小姨子的半拉屁股是姐夫的，姑也尝尝这种滋味。小丫头骗子，敢坏姑的好事，沈家的钱财，姑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正好把你也收了。哼，真是不要脸！太子，爱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交代的事情亲身自我去做，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哎，还不和太子道个歉？还没嫁呢，骨头都这么软，将来还不是被这个男人吃得死死的？哎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将来他怎么惨都是他一手作出来的。停下，回去！太子刚才说的话说我才疏学浅，实在不大明白，想来皇后娘娘应该知道的，我问问去。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遇到不明白的事儿，晚上会睡不着的。大姐、姐夫，你们先走，不用管我。宫门要是关了，我就到皇后宫里叨扰一宿，想必不缺我睡觉的地方。太子脸色大变，萧天蓝傻眼了。哦，忘了，你们不是我的奴才，我手环不动，没有只让马儿跑的道理。一人100两银子，1刻钟之内见到皇后，再加100两，腿脚那叫一个麻利，转身就往回跑。有钱能使鬼推磨，干嘛不爱钱呢？死丫头够狠呐，一言不合就这么害姑。都愣着干嘛？赶紧追啊！追不上，姑要你们的脑袋！萧大小姐，咱们要不要追啊？追吧，不能看着他惹祸。停下，快停下！萧天爱，姑命令你停下来！停下，停下！楚王要啊，问你们一件事哈，你们说说，小姨子的半拉那啥是姐夫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啥是啥？你这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哎呀，人家不好意思说的嘛，就是启禀楚王，是屁股。放肆！这种混账话也能跟小姐说的吗？污了小姐的耳朵，杀了你们都不为过。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太子刚才跟我说我不大明白，所以想着去问问皇后娘娘。皇后要是也不知道，那我只能去问问皇上了，或者去翰林院，那么多大儒，想必能为我解惑的啊。太子也是闲的，没事你惹他干啥？没看陈贵妃都要气死了，贺思远差点进宫做大总管，这位乔枕人畜无害，小白兔似的，祸害大着呢。你很不错，挺机灵的，本小姐看好你哦，下次进宫也还抬着本小姐。那赏你们的，辛苦啦，赶紧跑吧，要是太子追究起来，少不了挨板子呢。上次同僚打点一下，别舍不得银子，有命才有钱花呢。你倒是心善，2个奴才都为他们想得周到，还是先想想你怎么交差吧。喏，太子追来了。二爹，你可得救我，我才不要见他呢，惦记我半个屁屁，什么时候啊？没了半个屁屁，人还能活的吗？宫里的人太可怕了，惦记人家小屁屁，再也不要进宫了呢。你不喊这个什么爹的，咱们还能商量，我不想听到这个称呼。好吧，燕王爸爸。心累，不想说话。见过太子，请太子安。免礼。小二，跟姑走，宫里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呢？
母后事务繁忙，你休要去打扰她安宁。开玩笑呀，我就说呢，堂堂一国太子，国之储君，怎么会惦记人家姑娘的屁屁？倒是贺思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呵呵，谁说不是呢？你太金斗了，没得让人笑话。太子妃还等着呢，姑送你们回府。好的呀，我心里总是不大踏实，我这个人爱较真儿。太子这么说，真的吓到我了呢。要不太子给我点保证，我安心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想让姑怎么给你保证啊？发个毒誓吧，要是对我心怀不轨，让你今生登不上皇位，身败名裂，不得好死。大胆！好你个萧二，敢让姑发这种毒誓，你以为你是谁啊？太子既然是开玩笑的，对我没有一丝觊觎，为什么不敢发誓呢？觉得我年纪小，好骗呀。是啊，我年纪小，但是上面有长辈，太子不能保证啊，那我就跟皇后娘娘说道说道，实在不成还有皇上呢。太子不敢发誓，是不是想早早坐上那个位置呢？你住口！再胡言乱语，姑撕了你的嘴！哎呀，被说穿心事，恼羞成怒啊！太子也成年了啊，皇上春秋鼎盛，怎么着也得长命百岁。太子想继位，总得有个30-50年要等的吧？等不及也是情理之中。自己振臂一呼，万民臣服，哪愿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住口！姑从未这么想过，姑对父皇至忠至孝，日月可见，岂容你屡次肆意污蔑？那是嘴吗？简直是刀子，句句割着自己的心呢。你可真是姑奶奶祖宗，句句戳着太子的心窝子，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惹谁也不能惹他，做他的敌人太难受了。太子生命无状，妾身替他赔罪，求太子宽恕他冒犯之罪，妾身回府一定好好教导于他。太子居然当众殴打太子妃，萧天爱更是一股怒气直冲天灵。他是讨厌萧天蓝，看不惯他虚荣毒辣，那是他的事儿，可是当着自己的面打他可就不行了。攥着拳头就要上前，燕王却握着他的手，微微摇了摇头。萧天爱的理智回笼几分，太子殿下好大的威风，您这哪是打太子妃呀，分明是打我们云海侯府的脸呢。人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糟践，就算我们身为臣子，就没有尊严的吗？皇后我也不见了，咱们直接面圣。哼，谁看到姑打人了？分明是和太子妃开个玩笑而已，我们未婚夫妻玩闹不行的吗？倒是你小小年纪，喧扰宫廷，顶撞本宫，姑还没有治你大不敬之罪呢。二妹，你闹够了没有？还嫌不够丢人的吗？殿下，妾身告退，您息怒。大姐教训的对，妹妹知错了，咱这就走了。太子姐夫，祝你和大姐恩爱幸福，生生世世永不分离。想打我呀，你打呀，要是不大敢，你就是懦夫软蛋，还想登基做皇帝，想屁吃呢。你真当姑不敢打你的吗？要的就是你打，姑奶奶豁出去了，陪你好好玩玩。太子息怒，可使不得啊！燕王面无表情，毕竟他看不到，只是双手握拳，显露出他心里的紧张。皇后的贴身宦官秦良走出来，阻止了太子挥下去的巴掌。皇后娘娘有令，请殿下您站在原地反省，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离开。皇后娘娘，我们姐妹差点见不到您了呢，您可要为臣女做主啊！太子要杀臣女，他太可怕了！你先别哭，太子跟你开玩笑呢，哪能杀你呀？你呀，就是胆小，小题大做了。来人，扶二小姐起来，都是自家人，有话好说。儿啊，怎么弄的这事儿？那个孽障作死呢，这么好的人，他可下得去手？你放心，母后定会重重责罚他。身上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母后宣御医啊？
要是小轩早宣来了，用得着问吗？不用劳烦太医，没大碍的，就是摔了一跤，母后无需担心。是的呢，是姐姐身子骨弱，不抗揍。萧二小姐真是会开玩笑。是的呢，太子也爱开玩笑，说什么小姨子的半个屁屁是姐夫的。皇后娘娘学识渊博，六宫表率，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你可闭嘴吧，都说是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这里是宫里，不是家里，由不得你胡闹。娘娘，二妹口无遮拦，您别跟她一般见识。是的呢，开玩笑呢，是我小题大做，经不住斗了啊。不说这个了，也不知道哪个奴才碎嘴教太子这些混话。太子妃衣服脏了，本宫年轻时有不少衣裳没上身呢，你去挑一件来换上。还有，本宫那套点翠翡翠头面给太子妃戴上。遵旨。太子妃，请随奴婢来吧。姐姐，我也来帮忙吧。萧二小姐活泼可爱，赏那套珍珠篦子给她，小姑娘戴着最好看。谢皇后娘娘赏赐。二妹，我说过多少次，别惹事儿，别惹事儿！你非要顶撞太子，皇后你都不放在眼里，你非得把侯府连累了才甘心的吗？大姐不是怕侯府被连累，是怕你这个太子妃当不了吧？太子妃而已，有那么好吗？哪怕太子心心念念记挂着别的女人，正眼都不看你，你也愿意顺从讨好他？瞧瞧这座坤宁宫，冰冷枯寂，哪怕你做了皇后，能得到的也是这样的境地。这就足够了，别的女人再得宠，最终只能是妃子，都得恭恭敬敬的给皇后行礼。男人能给你名分还不够的吗？奢求爱情。二妹，你还小，色痴爱衰，谁能保证一辈子受宠？大姐高见，小妹佩服。今日之后，大姐还是别太顺从了，毕竟还没过门就不把你当人看，过了门你岂不是连奴才都不如？男人都是贱骨头，轻易得来的东西都是不珍惜的。夫为妻纲，合格的妻子是要为丈夫解决好一切后患。夫妻俩之间偶有争吵，算不得大事。哪家女人不在外面光鲜，在内伺候丈夫？天爱，你要是这样的想法，将来被夫君厌弃，休你回家，看你怎么哭。呵呵，当我什么都没说。驴唇对马嘴，这是代沟问题，跨越千年的难题。是我的错啊，我不该对你抱有奢望。我要是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池子里的王八。岂可如此粗俗？注意你的教养礼数。今日你已经大错特错了，还是想想怎么和祖母交代吧。这一天闹腾的有点累了，只想泡个澡，安生睡个好觉。二妹留步，我有些话想和你说。你们都后退一些，我和二妹说些体体话。你说。实则心思全在床上，只想他说完废话，好放了自己回去睡觉。二妹，我想了一路，要是太子实在对你有意，咱们姐妹一起进了太子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以前是姐姐太狭隘了，有些极度自私，今日之事让我觉得咱们姐妹互相帮衬。停，打住 ！What？ 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我幻听了？你居然让我给那个渣太子做小妾！萧天来，是不是我给你2分颜色，你就觉得自己能开染房了？你想作践自己，我不管。敢把主意打在我身上，我会让你知道后悔的滋味。二妹，你就不想想，今日你已经把太子得罪了，若是不让他满意，整个侯府都会被他迁怒，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你自己犯的错，我想办法帮你弥补，你还矫情傲气了。不如咱们去找祖母评评理，听听祖母怎么说。只要祖母点头，你嫁也得嫁。你敢打我？现在确定了，就是打你了。妹妹，我好心给你一个对称。反了，反了！你敢打我，我找祖母告你去！你眼里还有长幼尊卑没有？除了告状，你还有点别的吗？要不要找你娘吃点奶去啊？打你是让你长记性，少算计我。你自己乐意犯贱，别拉上我。
你不会忘了吧？没有我帮你弹琴，皇后能选中你，让我嫁给太子也行，不过我只会是正妃。你想做小妾，都得看我高不高兴呢。你不是答应我不往外说的吗？那是我高兴，乐意看你踏进那个泥坑里，看你苦苦挣扎，绝望痛苦。当年我被人掳走的事儿，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真当我忘了吗？360行你不练，非要练下贱，我只能提醒你记一下了。居然是你害了小姐，你怎么能这么狠毒？我废什么话，撕了他们！反了，小天爱，我要告诉祖母，你死定了！你想干什么？放心，不打你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你要是死了，太子会害谁去啊？君子报仇，并不一定非要害命，诛心为上。祖母那边怎么说，用不着我提醒你吧？要不然我这巴掌，他不受我控制，我也没办法呀。多么娇嫩漂亮的小脸，肿成了猪头，可就不漂亮了呢。你当的好家，下人都敢打群架，赶明儿是不是要打主子啊？这个家你要是管得了就管，管不了老实让老二家媳妇儿管，免得哪天被人害死都不知道。母亲息怒，媳妇儿马上去看看，平日里都很守规矩的，突然闹这一场，肯定事出有因，媳妇儿一定会给母亲一个交代。等你交代，黄花菜都凉了，把人都带进来吧。天哪，兰儿，你这是怎么了？伤着哪儿了？谁打的？母亲剥了他的皮。太子动的手，大伯娘赶紧的剥了太子的皮哈。什么？太子为何打你？是不是你忤逆了太子，惹他生气了？平日怎么教导你的？恭顺贤良，宽容忍让，都学哪儿去了？祖母还要我怎么忍？太子要我接近施宣瑶，他都出家了，还勾着太子的心。他还看上二妹，让我们姐妹共侍一夫。二妹不从，他就拿我撒气，我能怎么办？你们知道这个太子妃多难做的吗？都来怨我，我做错了什么了我？共侍一夫又不是多稀罕的事儿，你做主不就是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能惦记施宣瑶多久？就算他答应，皇后也不会答应。你做好你的分内事儿，能有多难？谁让我女儿做妾，我就一把火点了这个家。大家一起玩玩，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攀荣富贵。你们爱怎么折腾随意，可谁要是敢打我二房的主意，大家都甭想有好日子过。母亲身子不好，媳妇儿给你找大夫去，告辞了。哎，咱们走。打女人的太子连个男人都算不上，白送给咱都不要。他们不疼女儿，娘亲疼你。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作践人。别说太子，皇帝咱也不稀罕。娘亲威武啊！女儿就知道娘亲最疼我了。您放心，女儿才不稀罕那什么劳神子的太子呢。娘亲，你今日发火是痛快了，可顶撞祖母、大伯母要是抓着不放，咱们也不好办呢。秦嬷嬷，你今天做得很好，也不是外人，有话就说吧。谢太太，那我就说了。太太以前不想管府中之事也不算错，可该笼络的下人也要笼络，不能让侯夫人一手遮天。就算为了二小姐，太太在府里也得有自己的人手。不管是老夫人院子还是侯爷院子，消息灵通些，不至于被动。二小姐今日不比往昔，谁都算计着她的婚事呢。一群黑心烂肺的家伙，居然让自己女儿做妾，亏他们能说得出口。秦嬷嬷说得对，继续说。今日太太摔了茶盏，侯夫人在煽风点火，说您气倒了老夫人，太太就被动了。不如您和二小姐自罚入祠堂，剩下的就看二老爷的了。这个主意好。来人，多准备厚衣裳，
炭盆暖炉也都准备着。哎，好好吃一顿，咱们今晚就住在祠堂了。好啊，我想吃烩三鲜、人参炖鸡，还有烤羊排。都有，皇家还能不管饭？瞧你饿的。是管饭，可惜太少了，一碟子2筷子就没了，就是摆着好看，根本不是给人吃的。那些皇家人住在里面也怪可怜的。这大小姐怎的伤得如此之重啊？老夫开1剂药，今晚吃吃看，若是不退烧，侯夫人还是另请高明吧，老夫无能为力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大夫，哪有那么严重啊？心脉都伤着了，这是内伤，你说严重不严重？恕老夫直言，大小姐身子本就不好，又伤成这样，扛不过去，香消玉殒都不意外。老夫没让侯夫人准备后事已经不错了，您有心思搁这儿伤心，不如进宫求求御医，若是陈院守出手，或许能保住性命。告辞，侯夫人早做准备吧。我苦命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啊？夫人，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夫说了，得请陈院守出面，小姐还有救呢。您还是赶紧找侯爷出面，进宫求皇上恩典吧。云海侯回到府中，有些傻眼儿，早起出门好端端的，1天时间，老娘女儿都躺下，难不成他出门是1年，不是1天？侯爷呀，大夫让天蓝准备后事，可怎么办才好啊？天蓝早起出门还好好的，咋就要准备后事了呢？他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哭有什么用啊？亏你是一家主母，你都乱了心思，这个家不是都乱套了吗？大夫怎么说的？天蓝进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查清楚了吗？老子摊上你这么个愚蠢妇人，造了什么孽呀？宫里，对了，天爱说是太子打的天蓝，侯爷，您看着。来人，去把天爱请来，本侯仔细问清楚。回禀侯爷，二太太说她顶撞了祖母，罪孽深重，和二小姐自罚去祠堂了，为老夫人祈福，为他们赎罪。什么？乱了，全乱了！谁伺候的小姐？把她找来！还有，派人去找二老爷，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跑哪里去了？还真是太子打的。还有萧天爱的大胆，听得他们心都要从肚子里蹦出来了。下次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宫了，差点把天捅个窟窿。小姐脸上的巴掌是怎么回事？是二小姐打的，不知道大小姐跟她说了什么，二小姐很生气。她居然敢打我的女儿，不行，我找她算账去。你给我回来，还嫌不够乱的吗？现在最要紧的是天蓝的伤，大夫既然说了去找陈院守，这才是当务之急呀。姐妹们拌嘴打闹，什么时候不能解决呀？陈院守在宫里呢，这么晚了，宫里也都落锁了，咱们能请得动吗？派人去打探一下，陈院守今天当不当差？不必了，我已经问清楚了，他今夜当值，在宫里呢。二弟，你说该怎么办呀？大哥还是先跟我说说，谁让我家爱爱给太子做妾的？有这回事吗？刚你怎么不说？怕是没脸说吧？侯府到了咱们这一代，富贵不缺，满城勋贵重臣，也算是数得上的人家，谁见了也都要客气几分。大哥犯不着巴结宫里，妄想更进一层。老话常说，过犹不及，富贵有定数，强求只能招来灾祸。今天我看在天蓝是大哥嫡亲的女儿，帮你一次，可谁要是害我女儿，别怪我不顾骨肉亲情。太子选中了我家天蓝，这是我们的福气，怎么就是强行夺取了？二弟，你要是找来陈院守，才是真的帮我女儿，否则别来说这些风凉话。大嫂，你说这话心不亏，
难道你为了争夺太子妃什么都没做的吗？要我跟你较真，彻查清楚。人还没嫁过去呢，他就喊打喊杀的，这样的男人，别说太子，皇上老子都不嫁。我帮你查到陈元首的行踪，不是帮忙的吗？大嫂，别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大哥自己掂量着办，咱们各自成了家，你管你的妻女，我管我的，各自凭本事吧。你不张嘴会死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摆那臭架子？女儿要是有事儿，你也滚回娘家，老子休了你这个蠢妇。备马车，进宫。皇上能见咱们吗？哎呀，总得去试试。天蓝要是真有个意外，太子担上一个杀妻的名声，皇上也得掂量掂量。哎呀，我可怜的爱，你可遭老罪了，爹来救你了，别怕啊！吓死老娘了！正在听鬼母姥姥来找小倩呢，你来这么一嗓子，瘆不瘆人呢？什么小倩呀？太太，我可没找小姑娘啊！我对太太的真心，天地可见，敢对日月起誓。好啦，阿爹，换点新鲜说词儿，我都听腻了。比如，哎呀，娘子，今日漂亮如仙女呢，可有想念为夫啊？切，打去你爹娘！好没良心的小丫头！爹爹救我！娘亲要大义灭亲了！哎呀，你们没事就好，害我担心一路啊！这样温馨幸福的家，才是他心灵最大的归处。外面怎么样了？天蓝病重，大夫都治不了了，得求陈院守出面。我查清楚，陈院守今夜当值，剩下的我就不管了。谁的女儿谁心疼，帮把手可以，指望我出人出力还不落好，你爹不是冤大头。哎呀，你放心，爹爹拼了命啊，也不会让你给人做妾的。谢谢爹爹，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爱你哦。爹爹也爱你，只爱你啊。爹爹，那我呢？我是捡来的吗？您不爱我这唯一的儿子了吗？女儿不愧是小棉袄，真会哄人。你来干嘛？我听说母亲和姐姐被罚，心里担心，来看看你们啊。现在看来好像不用了。你从哪儿听来的？那是你娘自请处罚，可不是你祖母罚我。回去吧，没你的事儿，你来也帮不上忙呢。我这是被排挤在小家庭之外了吗？啊，来了就别走了。好弟弟，知道惦记姐姐呢，父王姐姐疼你，零花钱给你加100两。今天啊，咱们一家团聚，就吃暖锅子吧。在这儿，不太合适吧？安啦，祖宗不会怪罪的，他们老吃香辣，早吃腻了，说不定想换换口味呢。暖锅子人人喜欢，祖宗也是人呢。不信爹爹等着，祖宗说不定给你托梦，让你烧一个暖锅子给他们呢。暖锅子到底弄来了，去了偏殿吃，没在祖宗眼皮子底下。萧斌也是怕祖宗夜里找他谈话呢。让张院守去给萧天蓝看病，从内库取些补品带过去，同时传朕的话，那个孽障，朕会好好管教。萧爱卿受委屈了，你亲自去，好好安抚一番。虽说人家是臣子，但是咱们做人得讲究，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啊，老奴会好好安抚侯爷的，陛下放心。顺便把那个孽障给朕喊来，让他跪在殿外，没有朕的吩咐，不准他起来。王爷，宫里有动静了，陈院守去给萧大小姐看病，太子罚跪，可有的苦头吃了呢。二小姐呢？她怎么样？家里人有没有责怪她呀？责怪是肯定的，二太太还顶撞了老夫人，说是谁让她女儿做妾，就点了一家子同归于尽呢。二太太这脾气怪火爆的呢，难得生出二小姐这样温顺可爱的姑娘来。哦，萧二爷也护着二小姐呢，王爷不必担心。不过老夫人被气晕了，二太太和二小姐去祠堂罚跪了呢，多少得吃点苦头。罚跪了？哼，云海侯要是萧斌来做，
侯府也不至于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你再去探探，二小姐现在怎么样了？祠堂阴森恐怖，她一个姑娘家的怎么受得住啊？不是有二太太陪着吗？我就是去看了，又能怎么样？总不能给他们送些吃食被褥吧？夜闯侯府就为了送这些啊？有何不可？东西不再贵重，有用就行。夜闯侯府就为了送这些啊？有何不可？东西不再贵重，有用就行。好吧，那我送了。说什么？王爷很关心二小姐，二太太会怎么想啊？算了，别折腾了，帮这些小忙治标不治本，帮他找个靠谱的夫婿才是最要紧的。这次的事情闹出来，他虽无辜，但是那些趋吉避害的势力家族肯定不会娶她的。多好的姑娘啊，可惜命运多舛。那么关心人家，干脆您娶了好了，咱们王府也有了王妃放在身边，不是更放心啊？放肆！不可胡言，咱们不能连累了他。更何况他把我当作长辈，并未有情爱之心啊，我岂能有如此禽兽不如的念头？这个话题休要再提。原以为那小姑娘乖顺听话，想不到性子这么野，脸皮还厚。谁家小姑娘遇到这种事儿，恨不得谁都不知道。她倒好，直接捅出来，这是嫌丢人不够大的吗？小斌很宠这个女儿呢，从小教养长大，人又年轻单纯，什么都不懂，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娶回来你慢慢教导就是了嘛。有你这样的好婆婆，还愁她能翻了天？世子妃，世子，世孙求见。哼，瞧见了没？肯定是为那个丫头来的，还没进门就一心扑到人家身上，哪儿还有我这个当娘的位置了？少年夫妻总要黏糊几年，儿子总要长大的。难得有喜欢的女子，她一向听话孝顺，和儿媳妇儿一起孝顺你，不是更好啊？想当年咱们不也一样这样过来的？我母妃可没觉得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多了呢。你呀，少操点心，多享享清福吧。你呀，少操点心，多享享清福吧。你呀，这张嘴最会哄人了。我不操心家里，你们一个个哪来的舒心日子过啊？是夫人辛苦。父亲母亲，没打扰你们吧？已经打扰了，别说风凉话了。说吧，为什么来的？母亲那么聪明，自然能猜到。萧二小姐真的很好，有勇有谋，进退得体。您都看到了，她对陈贵妃、对太子都毫不妥协。儿子就需要这样的贤内助，您说是吗？可他也得罪了贵妃和太子，咱还得帮他收尾，算什么事儿啊？夫人放心，只要父亲还在，别说一个贵妃，就是皇后，只要咱站着理，皇上都不会为难咱们的。咱们郡王府可是正儿八经的皇族勋贵，咱是不惹事儿，可不代表咱们怕事儿。谢父亲，其实萧二小姐并不愿意嫁进来，这次事情闹得不小，儿子好好求求她，应该有希望的。什么？她还不乐意了？能看上她一个嫡次女，是她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只有咱们挑她的道理，有她拒绝的余地吗？母亲，二小姐看似温顺，骨子里很有主见，就是因为您这样强势，她怕进门婆媳不好相处才拒绝的。儿子求您了，您就为了儿子稍稍收敛一下好不好啊？挥手让他退下去，这事儿他还要好好想想。世子妃，老奴回来才发现赏给二小姐的镯子是空心那只，她不愿意，是不是猜到了什么？怎么不小心点儿？这下有些被动了，小丫鬟拿错了，一模一样的镯子分不清也难免，也怪老奴疏忽，没有仔细检查。行了，是棘手些，不过不算多大事儿，容我想想，先歇了吧。太子足足跪到3更天，景佑帝批阅完所有的奏章，才让人喊他进来。才跪这么一会儿就撑不住了。
你当这个国家是那么好管理的吗？朕一夜一夜的，哪天3更天之前安置过，5更天又要上朝，你是好日子过多了，有些飘了啊！知道错哪儿了吗？不该说那些混账话，不该打人。还有呢？是宣瑶，儿臣不该心存妄想。知道就好，你要是真敢存了这样的心思，朕3尺白绫赐他一个了断。你真当他是什么好人，不敬皇家，踩着你的名声为他博清明，到了现在还勾得你朝思暮想的，这样的女子就是祸国之兆，朕绝不容她。父皇这么说肯定能做得出，他差点害死了施宣瑶，那个清冷高洁如明月的女子。明日你亲自去侯府探望太子妃，人是你选的，不管喜不喜欢，该有的体面必须得给。动手打女人，把你能耐的，你是生怕那些御史抓不住你的小辫子的吗？儿臣知错了，当时怒火攻心，失了分寸，只怪那个死丫头太气人了，儿臣一句玩笑，她要死要活的。你先撂的人家，还不许人家发脾气了？小姑娘家的，有什么说什么，趁早歇了这个心思。寻常人家纳妾还得正妻进门3年呢，你让太子妃的脸往哪儿放啊？就是白给，儿臣都不要她，怕忍不住掐死她。第二天一早，太子拖着疼痛的双腿亲自登门看望萧天蓝。参见太子殿下。不敢当您拜姑，应当姑给您行礼才对。太子仁厚，但是礼不可废，先君臣后论亲，自古如此。太子请进。好，老夫人您先请。天蓝怎么样了？姑特意来赔罪的。昨儿是姑太生气了，失了分寸，万不该动手的。姑一夜懊悔，要不是宫中封门，早来探望她了。侯爷、侯夫人，姑跟你们赔罪，天蓝受委屈了，姑保证日后绝不动他一根手指头的。啊，不敢当太子如此大礼，小女已经无碍，早上退了烧，还要感谢皇上派了陈院守来给他治病，都是误会。那就好，姑也放心了。来人啊，把姑的礼物送到太子妃房中，待会儿姑去看她。侯夫人看得眼睛直闪光，太子还是很重视天蓝的呢。怎么没看到二小姐呀？啊，别提那个不听话的侄女儿了，惹怒殿下，目无尊卑，臣罚她去祠堂反省了。太子心中痛快，嘴上却道：无需如此，二小姐年纪小，心直口快，是姑无礼在先，怪不得她呢。罚跪什么的就免了吧。最好跪3天3夜，跪死你算了。二小姐年纪小，心直口快，是姑无礼在先，怪不得她呢。罚跪什么的就免了吧。谢过太子殿下开恩了，臣女还想着拜见了殿下，回去接着跪呢。无需客气，姑没有怪罪你。大伯、伯母，你们都听到了，太子说了不怪罪了，你们不能罚我了呀。祖母，您说呢？太子宅心仁厚，你也好自为之，恪守规矩，不可莽撞行事。祖母教训的对，孙女儿记下了。姑去看看天蓝，你们随意吧。恭送太子殿下。啊，太子，您腿脚不太麻利，这是受伤了吗？哎呀，那可不能忍着，陈院守还没走呢，要不请他帮您看看？不用了，姑没事儿，谢谢你关心了啊。咱们也回院子休息吧，昨晚上没睡好，祠堂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姓贺的都敢找上门来了，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姐，你别怕啊，他要是敢放肆，我就抽死他。真是姐姐的好弟弟啊。不过呢，贺思雅不敢欺负姐，说不定是来给姐姐赔礼道歉的呢。太阳没打西边出来呀。这么着，咱打赌，他要是来赔罪的，你每个月的零花钱给我一半，要不是我的零花钱都给你。成交，就这么说定了。娘亲，你做见证啊。这儿子
不能要了。你姐有过零花钱吗？从来都是看什么买什么，都是老娘付钱，根本不存在零花钱这么一说，还觉得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就是赢了，你1两银子都拿不到啊！肖兄好啊，晚辈贺思远给二爷二太太请安。二小姐好啊，我给您送补品来了，都是上好的人参燕窝、鱼翅鲍鱼，我家库房都快搬空了呢。二小姐您先吃着，不够了您说话，我进宫找我皇帝舅舅要去。二小姐您先吃着，不够了您说话，我进宫找我皇帝舅舅要去。贺思远没吃错药吧？瞧这样子，把他姐当亲娘孝顺呢。那些鱼翅鲍鱼的就不用了，都是食材，我要的是补气血的珍贵药材，这些多多益善。今天先这样吧。你今儿来干嘛呢？不会还想提亲娶我吧？贺思远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活腻了，弄这么一个祖宗回家？不敢，我什么人自己知道，哪儿配得上二小姐？您说这话埋汰我呢。以后您把我当小弟使唤，指东我不敢打西，保您满意。没事儿，我先告辞了，您留步。二老爷二太太，晚辈告辞。肖兄啊，改天喝酒我请客啊。弟呀，零花钱的一半哦，记得给姐姐送来。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逛街去了。那些补品药材搬到我库房，其他的搬到娘亲那儿，让小厨房做了吃了。好巧啊，郡主也在，我来取其装。快到秋猎了嘛，也该做好了呢。这位是我的庶妹，叫做锦珠，带出来玩玩。锦珠，户部尚书夏小姐，云海侯府二小姐，来见过2位小姐。都是姐妹，无需多礼。头次见锦珠妹妹，拿起玩吧。夏疏影给了一串手串，红玛瑙做的珠子，她很喜欢的一样首饰。只是品仪郡主既然带着庶妹出来交际，就是很看重这个妹妹，礼轻了不好，忍痛给了她。萧天爱的更贵重，直接摘下头上的攒珠蝴蝶紫翡翠头面。哎，太贵重了，见面礼而已，无需这般。紫翡翠有价无市，向来难找，谁家有一件都压箱底当传家宝呢？既然是见面礼，就得贵重，妹妹留着玩。他就当是还了世子妃送自己的金丝红宝石手镯，更贵重几分，不占他郡王府的便宜。郡主姐姐，人家萧小姐最不缺这些首饰了呢。沈家的外孙女呢，从小还不得在金玉屋子里长大呢。沈家是沈家，我姓萧，又不姓沈。赵小姐这话说的有时妥当了呢。退一步说，沈家的钱也都是一代代辛苦赚来的，又不是大风刮来的。难不成郡王府缺钱，小姐们都盯着人家的财产吗？装天真给谁看呢？才不惯你这毛病呢！郡主姐姐，萧小姐这是看不起我的吗？到底是庶女，眼皮子浅，一股子小家子气。哎，舍妹年纪小，不大懂事儿，无心之言，你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姑娘家拌嘴而已，污蔑我郡王府，有些过了吧？都怪这个小庶女，都是她挑事儿，他们从未红过脸呢。郡主说的对极了，姐妹们玩乐，确实不该揭人短处。不过呢，您这位妹妹还是教好了再带出来的好，好像是她先说的我外祖家。我呢，向来喜欢以牙还牙，所以呢，谁也别装着委屈可怜，都是千年的狐狸，一样的路数，耍这些小手段，对着男人或许有用，对着咱们玩这招，班门弄斧了呀。萧天爱说的都有道理，只是未免太不给自己留面子了。哎，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今天火气有点大呢。真没误会，就事论事而已。我一向欣赏郡主的爽利骄傲，今儿个倒是有些放不下了。品仪说自己不给他留面子，萧天爱就说他知错不改，死撑面子，这可怎么办呀？爱这脾气哦，外柔内刚的，你好歹给人郡主一个台阶下吧。若是没有赵锦南的事儿，萧天爱肯定会给品仪这个面子，但是现在却不行，他已经明确拒绝了这桩婚事。此时若是外人还以为自己想扒着郡王府，还想嫁给世孙呢。萧二小姐，你这样咄咄逼人，
是要跟我们郡王府作对的吗？外人都说你才艺无双，人静温顺，依我看，都是你自己造势的吧？就你这样，还想嫁进我们郡王府，门都没有，趁早死了这条心吧。赵小姐说的对极了，所以我萧天爱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登你郡王府的门。你大可放心，我可没这福气，销售你这么蠢的妹子，就算是两家结不了亲，可也不能成为仇家呀。心中后悔不迭，不该看他哀求的可怜带他出门的，真不是一般的蠢。天哪，世尊，你怎么来了？大哥，我……来人，送三小姐回府，今日之事交由母亲发落。大哥，不要啊！我错了，我不该胡言乱语，求大哥不要告诉嫡母好不好？萧小姐，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对，我一个庶女没有资格为府里的事情做主，胡言乱语的冒犯了小姐，小姐原谅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萧天爱一闪身避开他的大礼，面带讥讽却没有说话。你起来，多大点事儿就给人下跪，你自己丢脸不要紧，别连累郡王府成不成？大哥，你说句话呀，这算什么事儿啊？萧小姐，是我管教妹妹无方，言语无状，得罪了小姐，我亲自给你道歉。刚才的话希望咱们的都能收回，气话而已，当不得真的。以前觉得赵锦南风光奇越，才情容色都是极好的，现在怎么瞧着他也就那样，俗人一个。到底是你妹妹，就算有错也该维护一二。赵世孙，本只是小姐们拌嘴，没有多大事儿，您这一露面，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您还是安抚好贵妇小姐吧，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倒是显得我们小姐咄咄逼人，不够大度了呢。小姐，咱们回府吧。赵锦南却不死心，他本就是听说妹妹和萧小姐在这里，专门来见她。母亲已经答应他们的婚事了，他迫不及待地告诉萧天爱这个好消息呢。萧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瓜田李下，男女授受不亲，世孙是男子，可以不顾名声，我们小姐可不能不管，还请世子自重。小姐，老奴护着您走。你说说你，以前那么圆滑，今天怎么闹成这样呢？以后可怎么见品仪君主啊？你呀，不用跟着我，我不想嫁给赵锦南，自然不想忍耐他们的无礼。赵锦珠阴阳怪气的，未尝不是觉得我想嫁进他们府里，想着我伏低做小，讨好小姑子。都是大宅门里长大的姑娘，有几个是真的傻的？无非是想给我下马威而已。看不出来啊，你这脑袋瓜子想得倒挺深。赵锦南人不错呢，你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我哪有喜欢，不过是看他长得不错，学识风度都很好，顶多算是欣赏。我跟你讲，人和人还是保持距离，还能做朋友。真的了解透彻，有点好感，全得泡汤。哎，你觉得他好，干嘛不嫁给他呀？赵世孙是很容易让女孩子喜欢的，我自然也动心过，可是我母亲不答应。也不瞒着你，之前郡王世子妃试探过我母亲的口风，母亲婉拒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看来淮南郡王府中馈空虚，在高层圈子里也不是秘密。小姐，燕王的护卫求见。属下一看是侯府的马车，就想着是不是二小姐呢？几日不见，二小姐更漂亮了呢。我们王爷在百味居吃饭，属下厚着脸皮请二小姐一起过去吃。是你家王爷请我，还是你自作主张呢？都一样，我是王爷的贴身护卫，没人比我更了解王爷了。他自己吃饭多孤单呢，二小姐能陪着，肯定多吃一碗饭呢。没人比我更了解王爷了，他自己吃饭多孤单呢，二小姐能陪着，肯定多吃一碗饭呢。我就不去了，我和闺蜜一起呢，改天我请你家王爷啊。这样啊，二小姐慢走，我替王爷应下了，你可要记得啊。哎，要不你去吧，我自己回家就好了。你刚才得罪了郡王府，又惹了太子，燕王待你一向不错，你多求他帮你说说话。
也好，正好蹭顿饭，我请客还得自己花钱呢。好姐妹，省了银子，我给你买东西吃。你还要省钱？没看到赵锦珠嫉妒的眼珠子都绿了呢。说着，夏疏影像是发现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赵锦珠好歹是郡王府的小姐，不该这么眼皮子浅呢。此时想想，她的衣裳好像还是去年的款式，料子也是过了时的。难道……萧天爱看他醒悟，一摊手道：“就是你想的那样，郡王世子妃哪会看上我？无非是看上我外祖家的钱了呢，娶我回去给他们郡王府当摇钱树呢。要不然满洛城那么多贵女，他会看上我一个嫡次女？人家心里不定觉得多委屈儿子呢，娶我这半个商户女。你想，我要是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吗？哈，看着挺不错一家子，算计这么深。哎，你做的对，就不该给他们留面子。听阿娘的话，果然没错。当初我还不服气，赵锦南那么好的人，阿娘不让我嫁，没少夜里自己生闷气。后来赵锦南对我没想法，我也要脸皮，做不成倒贴的事儿，日子久了也就过去了。恭喜你躲过一劫，但凡赵锦南主动点儿，你估摸着得栽。可得谢谢人家手下留情，好婚不怕晚，好事多磨，咱们都会找到更好的夫君呢。嘿，借你吉言，你快去吧，燕王要是走了，你的饭可蹭不成了。哎呦，可不是嘛。那你路上慢点啊，我去也。萧二小姐，好巧啊。不是你要请我吃饭的吗？怎么是巧呢？燕王心中叹气，知道是俩属下做的好事儿。不过听着他的声音，心情都觉得开朗几分。看看合不合你口味啊？喜欢什么让他们去做，不必拘束。王爷，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你继续。他这样的信任和依赖，总是直冲冲撞着他那颗沉稳无波的心，面对他总是难以平静。昨天的事儿你做得很好，无需委屈了自己。回到家，长辈可有责罚于你啊？我祖母那个老糊涂都给气晕了，他居然也有让我给太子做小的心思，我就不明白了。好歹是侯府，又不是小门小户的，怎么就一点傲气都没有？趋炎附势，也不怕人家笑话。3代富贵，方能养成大族气度。大燕开国数百年，云海侯不过承袭2代人，你家曾祖父是从马夫做起来的，深得圣祖皇帝信任，得了个侯爵，所以后辈人眼界不够开阔，也是难免。你今天能出门，可见你祖母气消了。哦，昨儿我自请去祠堂罚跪，趁着太子来访刷刷脸，太子总不能怪我，还得跟我赔不是，祖母自然不能罚我了。他呀，看到皇家人那副谄媚样，我是没眼看的呢。哎呀，不说了，逛个街都遇到恶心的人，烦死了。说是不说，还是把霓裳阁的事说了。女人嘛，心底最不能藏着事儿，说出来就轻松了。赵锦南居然还不死心。啊，对了，你不是说赵锦南的丫鬟怀孕了吗？怎么处置的？我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呢。严峰，进来。王爷有何吩咐啊？赵锦南的丫鬟是你跟进的，现在怎么样了？淮南世子妃也是狠的，那丫鬟偷偷换了避子汤，想借此上位，世子妃自然容不得，一碗堕胎药给打了，人也发卖了。赵锦南的？嗨，毕竟是他的孩子，就没做点什么啊？世孙没反对，也没暗地里帮他。好歹伺候他一场，给人安排一个好的归宿也行啊。哼，看来赵锦南骨子里就不是个重情义的人，幸亏我只馋他的脸，没走心。看人不能只看外表，男人要的是人品才学，脸好看有什么用？你挑夫婿不能这么选。赵锦南你别惦记了，不是良配。我给你说几个不错的世家子弟，你可以考虑一下。等会儿，王爷，您刚说什么？您帮我选了夫婿，给我挑？您真打算抢了我爹的差事啊？你是我救回来的，
我自然是希望你能过得好。你放心，我不会害了你的。家世人品都是千挑万选，数百人里才选出这么几个。对了，这次秋猎你跟着我，我让你见见人。那个王爷呀，我要是出嫁，让你跟我爹坐一起成吗？就凭您为我操的这份心，就不枉我喊您一声爸爸呢。燕王想起他穿着嫁衣，俊朗的新郎官笑得傻兮兮的牵着红绸和他一起跪别父母，那画面怎么想着就想揍人呢？算了吧。燕王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有种老父亲的心酸。怪不得那么多世家子都看不上呢，这几个还是矮子里挑将军，勉强入眼。以后再说，现在想这些还早。啊，对了，你马术练得怎么样了？啊，糟了，我还没学呢。吃饭吧，待会儿我要带你去我的马场，下午教你骑马。幸好今日遇上了，要是秋猎那天你还不会骑，可真麻烦了。哎，没关系的，我想好了，让我弟弟帮我控马，我俩共同骑一匹马，有弟弟使唤不怕。还是我教你骑马吧，别祸害你弟弟了。萧天爱突然伸出手，在燕王眼前挥舞几下，吓得燕王不自觉的后退。你干嘛呢？王爷，你看得到啊？本王习武多年，哪怕瞎了，感官还在呢。别说你一个小姑娘，就是来几个杀手，想杀本王都难。你在我眼前挥手，我能感觉得到的好不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真是装的，你这样揭穿我，不怕我杀人灭口吗？你姑娘家的，洁身自好，动手动脚，成何体统？你送上门来的，我不动一下，对不起您这张英俊的脸。咱不是去骑马的吗？天色不早，晚了就回不了城了。走吧，都怪你，幺蛾子一出一出的，打乱我的思绪。马场管事是个高大威猛的汉子，骑着一匹大黑马隆隆赶来。啊，好帅的马术啊！属下鲁莽，参见殿下。起来吧，这位是萧二小姐，你选一匹温顺的母马，找2个女子，教她学骑马。啊，我以为您亲自教我呢。男女授受不亲，再说了，我一个瞎子怎么能教你？这里的人是我以前征战西北收拢的一个小部族的人，看他们可怜，留在我身边为我效力。他们族中之人不管男女，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教你完全没有问题。王爷铁骨铮铮的汉子，怎么找这么点的小姑娘？能生娃吗？能管得了家吗？镇得住属下吗？乌兰云朵，你们来教这位小姐骑马，学不会没关系，摔着了小心老子抽你们。好可爱啊，我都舍不得骑了呢。小姐一看就是善良的人，她很喜欢你呢。这是游春马，四蹄的经脉从小被破坏，所以跑不快，就是给贵族小姐游春骑的呢。啊，这么残忍！人类其实很自私，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让动物们遭罪。以后别这么做了，动物都是有灵性的，残害他们的身体，天理不容。小姐，奴婢扶您上马，这个缰绳您拿好，双腿放松些，教导他一些骑马的动作要领。牵着游春马走几圈，萧天爱一开始紧张，慢慢放松，尝到了骑马的乐趣，一会儿就能自己跑几圈了。萧小姐，累了就歇一会儿，骑马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需要多练习。初次骑马容易磨破大腿内侧的皮肤，尤其是这样的娇小姐，几圈下来肯定会痛的。不用，我还行，我再跑几圈。王爷，您不用担心，萧小姐骑得很好，正好有一匹游春马，萧小姐天分不错，已经跑了几圈了。不过恕属下之言啊，萧小姐长得是漂亮，可是性子软，娇滴滴的，做您的王妃不大般配呢。谁说我要娶她了？当小辈照顾呢，别多想，让人家小姐听到了会不好意思的。小辈啊，那就好。我说呢，王爷娶妻也不能是这号的。这号怎么了？挺好的呀，活泼可爱，机智善良。
谁要娶了她，才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呢？胡莽，看人不能看表面，小丫头胆儿大着呢，你要是小瞧她，早晚得吃亏。王爷不大对呀，不说是小辈吗？干嘛这么护着？不能说他一句不好，几个意思啊？哎呀，渴死我了！不行，下次带着木梨来，都给我晒黑了呢。王爷，你这么好的地方，开个赛马场呗，肯定赚大钱。养这么多人和马，肯定要不少钱呢。这要是开了赛马场，这些马也有用武之地，还能赚钱，一举两得呢。赛马场能赚什么钱呀？我就是自己养着玩的，没想过赚钱。那个燕王爸爸，这个王爷呀，这不大合适，您养女儿自己生啊。萧二小姐都快及笄了，不是白给人家未来夫婿养的吗？咱多亏啊。大叔，您太老土了吧？此爸爸非彼爸爸。那不都一样，都是爹呀。金主爸爸能给我带来好处的，比你厉害，让你能抱大腿的，都是爸爸。反正你是不可能有人喊你爸爸的，大叔倒是可能。大叔，您歇着去吧，我和金主爸爸有事要谈的，你别来打岔，我可谢谢您嘞。那个，我今天请客，百味居、樊楼、东来顺，你们随便点，酒菜管够的。哎，这个不错，属下不客气了，小姐真大方，老子好久没痛快吃肉喝酒了呢。燕王，你不喊爸爸，我们还能聊下去。我有一个赚钱大计，你有马场，有人手，我有点子，咱们把这儿打造成吃喝玩乐、赌嫖一体化的大型娱乐场所，保管赚大钱。把那个嫖去了，咱们还有的聊。装什么正经人啊，说的好像您不喝花酒，不去青楼找姐玩似的。噌的一下站起来，就要打算走了。别，爸爸，你别走啊！我错了，我不说还不行吗？您洁身自好，清风明月，高山白雪，那些庸脂俗粉，你哪看得上啊？不开青楼，这个话题咱们接过去，就说赛马场的事儿。有话说话，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回头我写一份计划书，把这里做个规划。要是有温泉更好了，还能加上洗浴泡澡，更完美了。咱们说说这个利润，55分成，您觉得怎么样？萧天爱大致讲了一下对马场的安排，燕王沉思许久，只是手指无规则的敲着桌面，久久没有说话。燕王，您觉得可以吗？82分，我8，你2。不是，燕王爸爸，咱俩这关系你也砍得太狠了点吧？64也成啊，直接82，我连汤都喝不上，费那么大力气，我冤不冤啊？喊爹也没用，在商言商，你费什么劲儿了？地方是我的，人手是我的，钱也是我的，你就出了个点子，给你汤喝已经不错了。而且你已经把底牌都讲给我听了，我觉得你好像没啥用了。燕王，我那么信任你，掏心掏肺的对你，你拿走我的点子，良心不会痛的吗？不是给你2成了吗？对得起你的点子了，就这么说定了，交给你来规划，要钱要人，我都满足你。做人要知足，真的办好了，2成的利润，养活你侯府满门都足够了。将来出嫁，算是你的嫁妆，在夫家也能横着走。别嫁，您不能这么对我。73也好啊，82真的是太狠了，您不去经商都屈才了呢。萧天爱追着他起来，绞尽脑汁的想要多1成份子，否则不是白给他打工了吗？燕王笑眯眯的，却坚决不改主意，气得萧天爱都想挠他了。我算是看错你了，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燕王。照这个架势，您真的舍得把萧小姐嫁给别人？他们也不说，只等王爷什么时候被打脸吧。2成就2成吧，燕王说的对，他什么都没有付出，都是人家的，肯给2成已经是不错了呢。
谁惹咱们品仪生气了？哼，你问他，郡主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以后休想我带他们出门了。郡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惹了萧小姐的。我没想到她居然一点都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丝毫不留情面。谁家小姐们拌嘴会一言不合就翻脸的，翻书都没这么快的。萧天爱，好好的，你们跟他掐什么呀？品仪，你和他不是相处的不错吗？你的面子他都不给。谁知道他这次抽了什么风？锦珠是不对，嫉妒人家出手阔绰，阴阳怪气了一句，他却直接翻了脸，我能干看着吗？大哥正好也来了，锦珠也不争气，居然给人跪下了，好歹是郡主府的小姐，跪他一个侯府小姐，气死了都。你大哥说什么了？能说什么？人家都没给大哥说话的机会。他萧天爱算什么东西？我大哥这样的人都看不上，他还想嫁什么样的人家？进宫做娘娘不成啊？品仪，慎言。他萧天爱算什么东西？我大哥这样的人都看不上，他还想嫁什么样的人家？进宫做娘娘不成啊？品仪，慎言。说起这个来，母亲也摸不透，贺思远那一出还不定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居然亲自登门赔罪，能让那个混世魔王低头，可见他有多不简单。太子的面子都敢撅，别说一句玩笑话，就是真的相中他，许他一个侧妃，也是极大的恩典。他是半分都看不上。哼，这么说来，拒绝了咱们郡王府也不算稀罕事儿。瞧着娇娇怯怯、斯文秀气的，做的事儿倒是胆子大。母亲，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大哥呢？不是说碰到你们了吗？不知道，萧天爱走了，他也走了呢。唉，冤孽呀！世孙回来，让他来见我，不管多晚。世孙慢点喝，奴家还想和世孙吟诗作赋呢。您喝醉了，奴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连您一幅墨宝都没有求到，奴家多亏啊。爷啊，您还没说要不要赏奴家呢，以后您来，奴家都会伺候您的，分文不取。赏，自然要赏，算你识货，知道爷的墨宝难得。可惜啊，有的人他却不识货。他拒绝了自己，却跟那个男人走了，到底是为什么？自己还比不上一个残废。哎呦，锦南，这么巧啊，我还以为妈妈说错了，你可不大来这种地方呢，还抢走了我的紫燕，眼光真不错呀。紫燕的诗文在世子圈里可是赫赫有名呢。啊，原来是楚王爷，倒是我夺人所爱了。玩笑话，喊什么王爷呀，身份了，喊声堂哥就是了，出门在外无需那么多讲究。看你心事重重的，谁能惹得我们堂堂世孙不高兴啊？没有谁，是我自己看不破一个情字而已。不怕堂兄笑话，我真不明白，我差哪儿了？他为什么越发的厌恶我？明明之前很好的呀。来，先碰一个。你说萧家小姐啊，死心吧，别指望了。为什么？就算让我死，也要给我一个理由啊！是不是燕王他从中作梗？我未曾得罪他，甚至敬重有加，他为何毁我姻缘？哎，你可错怪皇叔了。皇叔是对萧小姐不错，但那是晚辈对小辈的疼爱。不瞒你说，他正帮萧小姐挑夫婿呢，你也在其中，不过刷掉了。燕王还会做这样的事儿，跟媒婆似的。关键是他还把自己给刷掉了。凭什么呀？就是啊，世孙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多少少女的理想夫婿呢？这个萧小姐是天仙不成，居然连世孙都看不上。去，没你的事儿，下去吧。我们兄弟聊点事儿，这得问你呀。为什么怪我？我做错什么了？你那个通房怀孕了吧？他知道了，可我已经处理好了。那个贱人耍了手段，府里留不得他，已经发卖了。既然做了就要承担，就算是丫鬟耍手段，
可毕竟是他的孩子，他就一点都没有觉得惋惜心痛。处理一条生命还妄想隐瞒，看来皇叔不看好赵锦南也是有原因的。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啊？已经过去的事儿了，说来有何意义？得，楚王觉得自己的一番苦心白费了，人家根本不觉得这算什么事儿，倒是他矫情了。没什么，来喝酒，一醉解千愁。紫燕，去把福香、绿蕊、闲着的花魁都给爷喊来，爷今天玩个痛快。萧天爱沉迷赛马场大计，拿出前世高考的劲头，头悬梁锥刺股的。书房被他挂满了图纸，她也是个坏心眼的姑娘，暗戳戳地买下附近村子的几百亩荒地。她还是没放弃开青楼的打算，就算自己不开，也可以租给别人开呀，做个包租婆，美滋滋。姐，你没事吧？躲屋里孵蛋呢。你才孵蛋呢，跟谁学的不正经？姐姐我给你赚钱娶媳妇儿呢。说吧，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后天就是秋猎了，咱明天就得启程了。你要骑哪匹马？这么快啊？我都没准备呢。还不行，我看看我的骑马装，挑一匹颜色相配的马来。春玲，快找小姐的衣裳来。早给小姐准备好了，奴婢做事儿，小姐尽管放心。哎，这个好，我也想要呢。和你这个一比，我的骑马装都没法看了。姐，亲姐，你真没给我准备吗？你说呢？姐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早让人送到你院子里去了，还是白色的呢。鲜衣怒马，白衣少年郎，多少女子都会看上你，哭着喊着嫁给你呢。得了吧，我可无福消受，伺候你一个就够累心的，再来一个我还能活吗？我回去了，明天早点起，还要出城呢，猎场在山上，离着几十里地呢。哎呀，也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做我弟媳妇儿。小姐说话太逗了，不该有福气嫁给少爷的吗？合着人家是为了做你的弟媳妇儿才嫁给少爷的？要不还是算了吧，大嫂留下得力的嬷嬷，有母亲照看着，最多半个月而已，不耽误府里运转。看弟妹说的，哪里的事儿，这不是怕弟妹累着吗？这么大的府邸，可不能没了主事的人，我自然是信得过弟妹的。天爱和天落你也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只求大嫂别插手，我就谢天谢地了。燕王殿下好呀，您大帐在哪里啊？我得了空过去做客呀。这姑娘不管什么时候都毫不避嫌的和自己相处，这种信任依赖让她止不住的暖心。别乱跑，姑娘家的稳重些，老往别人帐子里跑，让人看到了像什么话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督察院少督主的小公子少廷，年方20，和你年纪相近，你们可以多接触一下。见过萧小姐。少公子我知道啊，跟着武安侯家的屈从云一起欺负我们姐弟来着，我记得真的。还有这样的事儿？两人有矛盾，可不大妙啊。萧小姐，都是误会，我和屈从云就是一般朋友，偶尔一起玩玩，那次的事儿我一直拦着他呢，可不赞同他欺负人。那倒也是，不过屈从云实在不是东西，你以后甭跟他玩了，近墨者黑。瞧你也是个单纯孩子，别被他给带歪了。你都没我年纪大，这副教训的口吻怎么听怎么别扭。哎，萧小姐，你今年贵庚啊？我15了，正月生辰，翻过年就要及笄了。燕王，您呢？您贵庚啊？本王是在问你年纪吗？你还未及笄，哪来的资格说人家是孩子？你自己才是孩子好不好？成了，你回去吧。少家家风清正，掌管全国督察，刚正不阿。少廷人也不错，你们多玩玩。这人居然是燕王给自己介绍的未来夫婿，心中好笑，他还真是说到做到呀。不过他心里年龄可是老阿姨了，对少廷这样的单纯小弟弟实在是无感。好的吧，您还没说您贵庚呢，干嘛指问我呢？好叫小姐知道，
我们王爷年方24了呢，12月初8生辰，到时候欢迎小姐来府里做客呀。那么老成，稳如老狗的性子，怎么可能只有24？许志安，你这狗奴才，忘了你是谁的人了，领30鞭子去。生气了吗？心眼真小。去吧，我晓得了。我和他差1个月，我是正月初8，这么算起来，他比我也没大几岁呢。萧小姐，少什么来着？你找我弟弟玩去吧，明儿个咱们一起狩猎，多照顾我弟啊。好的，一定会的。留步，回见了。怎么样，姑娘们，有没有迷失在本少的盛世美颜之中啊？小姐，您是男女通吃，小姐们和少爷们的风头都给您抢走了呢。咱收一收，这风流俊俏的劲儿，万一哪家小姐哭着喊着要嫁给您，乐子可就大了。就是呢，看来小姐什么赵锦南、楚王爷、洛城3少都那样了，比不上小姐1分之1呢。嘿，小姐这一亮相，肯定万众瞩目，一举成名，满朝的勋贵少年谁都会记着小姐的。咱们2房的门槛还不得被媒人踏平了呀？嘴巴真甜，不愧是小姐我的丫鬟。走着，可惜了，少了一把武器，要是再备一把长弓或者拎着长枪，更添英姿。萧兄啊，那是令姐吗？瞧着像又不太像呢，你还有别的姐姐吗？我的天哪，亲姐，你这也太妖孽了吧！怎么样，姐漂亮吧？漂亮，就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想让你出门了。姐，你诚心的吧？没看大堂姐牙都要咬碎了呢，恨不得给你扒下来穿她身上。哼，平时装的温顺乖巧，骨子里还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能勾搭那么多男人？别说了，出门在外就是一家人，不能被人看笑话。咱们过去吧。二妹这身奇装倒是别致呢，我怎么没见过呀？可不敢让大姐见到了，否则还能穿在我身上吗？哦，天哪！哎，你这个妆是怎么画的？不行，我也要！我偷偷画样子好好看，你怎么弄的呀？简单，你不说我也给你画。好啦，咱们姐妹一起出场，肯定是全场最漂亮的仔仔，那必须的。哎，你越来越厉害了，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呢？跟着你，姐可沾光了。以后姐鞍前马后，你指哪儿咱打哪儿。见外了，以前你总是照顾我呢，咱们分什么彼此啊？天爱，你正经的大姐在这儿呢，还不帮你大姐也画一画？待会儿见了太子，他更喜欢不是？但我是你家使唤丫鬟呢，你要是好好说，我也不吝啬这点功夫。可你这么聊天的话，我这小暴脾气还真不伺候了呢。可别，太子喜欢端庄稳重的，我们小姑娘闹着玩的，可不敢亵渎未来太子妃呢。退一步讲，他喜不喜欢的关我什么事啊？他心眼黑着呢，万一不死心，想让我做他小妾，大伯娘是不是还要劝着我主动送上门给他糟践啊？算了，轻浮放荡，白给我都看不上。咱们走，父亲还等着呢。切，德行，只是个太子妃，尾巴都翘天上去了。要是做了皇后，还不得飞起来？地球都容不下她。爹，姐的马呢？这儿呢，还是姐你帮我买的那匹大青马，威猛高大，真正的神骏啊！我都舍不得骑，让姐姐你骑呢。要不，姐，你踩着我爬上去，弟弟给你当马凳。在家里怎么都成，在外面可不能踩着弟弟的面子。他是男人，将来要顶门立户的，不能被人看笑话。一个小矮子还妄想骑你马大爷，傻眼了吧？先爬上来再说吧。小样儿，当姐拿你没法子吗？趴下来，等我上去了，你再站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算了，亏你想得出来，你跟马较什么劲儿呢？找个奴才来当马凳，实在不行搬椅子来都成。不是马大爷太弱，实在是对手太强大。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没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咱们走吧。堂姐，要一起走吗？不用，你们先走，咱们也不顺路。咱们走吧，人家可是皇家儿媳妇儿，咱们这些小臣子家的姑娘
哪配跟人家走在一起呢？那可是户部尚书的女儿，真正的二品大员，可不敢惹。夏小姐言重了，天蓝莓那个意思，玩得开心点儿，有空来我这儿吃点心。侯夫人也言重了，我这人有口无心的，您别介意哈。他们就是帝国的下一代，有他们在，帝国方能绵延万代，长盛不衰啊。皇兄所言极是，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们崇尚弓马阵法，喜欢上阵杀敌，举国少年都受感染，投身军伍，报效国家为荣耀，大焉必能海晏和亲，四海升平。哈哈哈！九弟所言极是啊，你可是年轻一代的骄傲。提起燕王，谁家少年郎不是崇拜敬佩啊？少年只知你燕王，不知有皇帝，这种捧杀不可谓不重。皇兄言重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臣弟一介莽夫而已，往日荣耀不敢再提。崇拜臣弟的少年虽不少，但更多的书香门第更热衷科举报国，为皇兄效命。学的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不管文武，都是为了皇兄的赏识器重，什么崇拜敬佩的都是面子功夫，不值一提。这番话回答的多得体啊，捧了皇上还不落自己的面子啊！谁说九弟寡言少语，不善言辞的？听听说的多好啊，那些御史都没有这个口才好呢。皇上，您老说些朝政的事儿，多出来玩还不忘这些，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臣妾都等不及了呢。今天臣妾也要下场，给皇上亲自打猎物，让皇上见识见识臣妾的本事。好，爱妃有心了，朕等着爱妃的猎物，那就开始吧。稍等啊，皇上，那是谁啊？打扮得好漂亮啊，臣妾都心动了。这是城里最新流行的衣裳和妆容吗？臣妾问问啊，皇上给臣妾1刻钟，马上就好。女人呐，见了漂亮衣服就走不动，你的衣裳都装满2个屋子了，还不够吗？哎呀，皇上，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裳。臣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是为皇上看着养眼啊。成，你有理。来人，去把那位小姑娘喊来，朕看看是谁家丫头这么有才啊，贵妃都惦记了。小姐是哪家的？陛下有请。喊我的吗？啊，是的，就是你，赶紧的，陛下和贵妃娘娘还等着呢。又是这个死女人。臣女云海豪嫡次女萧天爱参见陛下，祝愿陛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不错，萧爱卿家的姑娘都很好呢。太子妃的妹妹，说来咱们还是一家子呢。你这衣裳挺稀罕的，贵妃都瞧上了呢。啊，是吗？臣女自己做的呢。大家都说漂亮英气，出来骑马就要利索爽利，方便打猎嘛。皇上，您贵庚了？他们都说您到了知命之年，臣女瞧着能有30吗？哎呦，小姑娘有意思，朕今年可是40有5了，可不快到知命之年了吗？真有那么年轻吗？绝对有，白头发都没得一根呢。说您是太子兄长都有人信。好你一个小妖精，真是会哄人，皇帝都被他哄住了。好你一个小妖精，真是会哄人，皇帝都被他哄住了。萧二小姐这嘴皮子一如既往的厉害呀。你这什么衣裳？不男不女的，有失体统。还有额头上画着什么玩意儿？哗众取宠，女孩子还是要端庄贤淑，你这妆太过艳俗了。贵妃娘娘教训的对，是臣女的错，这就擦掉了，您别罚我。皇上，臣女碍着您眼睛了，能退下吗？秋猎大事，臣女不敢耽误。是你说人家衣裳好看，还来了一顿痛斥。女人呢，真是多变，人家小姑娘多无辜呀。你看你这么严厉干嘛？朕看着挺好的，待字闺中的少女就该活泼俏丽，出阁了端庄也不迟。好了，别哭了，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下去吧，今晚狩猎完了，
来朕这里，朕赏你些好东西。谢皇上，臣女也要去打猎，给您打个大猎物回来，不能白要了您的赏。哎呦，今儿真是好日子，朕的爱妃和晚辈都要给朕送猎物呢，朕就等着看你们谁打的猎物更厉害。好的呀，臣女肯定能赢。既然这么有信心，咱们就来点彩头。娘娘头上的流苏簪子，臣女很喜欢，配上我的白玉冠更好看呢。不如娘娘就拿这个当彩头吧。好得很，你输了呢，拿什么做彩头？燕王殿下，借点彩头呗。这是我祖父在世亲手雕刻的松柏长青玉佩，分量足够了。你要是输了的话，扣你1成份子。啊，别呀，燕王大大，您这也太狠了。那就算了，女人打赌，本王才不想掺和呢。一言为定，我一定能赢的。笑话，到了我的手里，能给你还回去吗？小姑娘，你跟九弟很熟吗？熟啊，他救过臣女的命，跟我爹似的爱操心，脾气还不好，心眼小。哎，皇上，你有这样的弟弟，肯定不省心啊。哎，皇上，你有这样的弟弟，肯定不省心啊。你呀，除了你，没人敢说堂堂燕王了。朕这个弟弟还真没让朕操心过呢。怎么会？就算他是王爷又怎么样，那也是您弟弟啊。都说您像是燕王的父亲一样，从小看他长大，都没有娶妻生子，您不操心谁操心啊？不过比起我弟弟来，燕王算好的了。我弟老惹祸，我都想揍他了呢。燕王要是不听话，你也揍他，该管教的时候就得管。小姑娘自来熟得很，都跟朕讨论怎么教导弟弟了。天生一副过来人的语气，咱们有共同的话题，还让他觉得真是这么回事儿。该说他心大还是傻呀？好有手段的死丫头，是个劲敌。从现在起，倒是要花心思好好的对付他了呢。皇兄，时辰不早了，秋猎该开始了。啊，许久没人跟朕聊得这么开心了，朕晓得了。弟弟跟半个儿子一样，该揍就得揍。你先下去吧，朕回头得空啊再找你聊。啊，许久没人跟朕聊得这么开心了，朕回头得空啊再找你聊。好的，臣女告退。您等着臣女的大猎物，我尽量抓活的呀。糟了，忘了问我弟有没有给我带弓箭了。哼，给你弓箭，你拉得开吗？我弟弟能拉开就是了呗。有事弟弟扶其劳。陈贵妃，你是嫉妒我知道的，不会跟您计较。皇上，他老是挤兑我，你帮我说句话呀。哼，你还不是有事找皇上？咱们半斤八两都一样，你靠皇上，我靠弟弟，谁也别说谁。好了，他还只是个孩子，性子单纯，你是长辈，别跟他计较。来人啊，取朕的弓箭来，赏给小姑娘。啊，对了，你叫什么来着呀？臣女萧天爱，父母希望臣女一生顺遂，上天都会宠爱我，所以叫天爱。你喊我爱爱就行了。哦，好名字，天爱，爱爱，确实不错。你父母疼孩子，难怪能养出你单纯活泼的性子来，还受不得一点委屈。这把弓箭赏你了，丑话说在前头，猎不到猎物，你可得还给朕啊。您放心，赏给我的就不能给他还回去。不打扰你们了，我真的走了呀。陛下，等我的好消息啊。可算走了，朕看他呀，就是来讹朕的长弓呢，不到手不肯走。还不是觉得皇上脾气好，得寸进尺，我都不是你最喜欢的小可爱了。朕库房什么东西没让你挑啊？看他跟女儿一样，又是太子七妹，那是晚辈，赏点东西也应该。好了，传朕旨意，秋猎开始，朕的龙渊剑作为彩头，前3名赏五军都督经历司经历一职。经历是5品官职，手握实权，在家族之中的地位立马不一样了。朕就喜欢看他们这股子英勇无畏的劲儿，
九弟，你看呢？陈帝赞同，朝廷的未来少不得他们，希望多出几个冠军侯，为皇兄分忧。九弟说的对，朕的冠军侯真的非常不错呢。上次上舌子还想打入北戎老巢呢，让朕给压了下来。北戎老巢天高地远的，是那么好打的吗？少年人呐，就这点不好，太激进了。少年人呐，就这点不好，太激进了。不是还有皇兄把关吗？不怕的，敢想是好事，怕的是想都不敢想。哎呦，九弟这话说到朕的心坎上了，确实如此啊。多出几个冠军侯，朕就敢平了北戎的王庭，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呀。这样咱们赵家的子孙日后就不用担心北戎入侵了。朕100年之后面对祖宗也能直起腰杆了。皇兄大才，一定会实现的。不过臣弟听说西北的饷银拖了3个月了吧？皇兄督促一下尚书们，苦哈哈的将士们指望这点微薄的饷银养家呢。朝廷总不能让人家拼着命还欠着钱，这就不太地道了。那些文臣勋贵可是到点就发了，一刻都不拖欠呢。朕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回去就吩咐下去。兵部户部2位尚书都在呢，回去就发了吧。皇兄日理万机的，又是他最喜欢的冠军侯在打仗，可不敢欠着西北的饷银粮草。国库空虚，哪来的银子发饷银呢？药王也真是胆大，都退下来了，还管这些事儿，也不怕皇上忌惮他心怀不轨。臣别说国库没银子，上次陈贵妃申陈花了3万两，皇上修园子20万两，各部的福利比往常高了30%，青楼的生意都好了很多呢。九弟对朝中之事倒是关心的紧呐。皇兄言重了，明面上的事朝廷底报上都有，臣弟眼瞎了，心可没瞎。臣弟在西北多年，那里的艰辛不是诸位大人能够想象得到的。臣弟不图别的，只求将士们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皇兄要是怀疑臣弟有不轨之心，就白做了这么多年皇位了。朝廷该发的饷银，将士们只会感激皇兄体恤他们，跟臣弟可没有一点关系。夏爱卿，不管你想什么办法，饷银给发下去。咱们燕王都关心将士，没道理朕不闻不问的。臣遵旨。萧小姐，衣服不错呀，是你去换还是本宫换呀？只听说陈贵妃脾气不好，谁都不放在眼里，可真的被她刁难，才知道她有多么的蛮横不讲理。燕兰，你就去换了呗，别惹得陈贵妃不高兴。这满皇宫谁不知道父皇最宠陈贵妃呢？太子还没进门呢，夫君就帮着别的女人，尤其是太子看着陈贵妃那张绝美的脸，熠熠生辉，更让他心中泛酸。愣着干什么？不就是一身衣裳吗？摆这副脸色给谁看呢？待在帐子里就算了，一点都不懂事儿。好吧，臣妾去换。太子你别生气。慢着，上次害得自己被父皇罚跪半夜，膝盖差点废了，他还敢在姑的面前晃。参见太子，贵妃娘娘好呀。有心了，没你的事儿了，退下吧。堂姐，这是要去哪儿啊？未婚夫妻多好的培养感情的机会呢，堂姐可不能放弃啊。无需你管，你玩你的去吧。哼，你当我想管的吗？除了会窝里横，堂姐还有别的本事吗？你不嫌丢人，侯府还有脸呢。谁都知道你和太子一起呢，还没开始打猎，灰溜溜回去了，人家怎么看咱们侯府啊？要不是为了侯府，欺负死他算了。小二，姑的家事你也要管吗？哎呀，太子姐夫别生气啊，咱们可是一家人呢，你家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刚才我都看到了，这衣裳是得换，不过不是我堂姐去换，而是陈贵妃，你应该去换才是。哼，凭什么呀？你算什么东西，也管得着本宫头上？别得寸进尺，真当本宫好脾气，奈何不了你的吗？哎呀，我好怕呀！贵妃娘娘，
不要这么凶嘛，女人要温柔才讨喜呢。就凭你是个妾，而我姐是堂堂太子妃，你就得换。正红色可是只有正室夫人才能穿的，妾室穿红色就是坏了规矩，是大不敬。陛下宠你，你怎么穿没人计较，可既然撞衫了，那作为妾室不该避让的吗？太子姐夫都是夫妻一体，妻子被人欺负，你不维护妻子，反而维护外人，难不成太子觉得你爹小妾的半拉屁股也是你的吗？我的爱爱姑奶奶，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萧天爱，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污蔑姑！姑何时有过这样的念头？你休想拿屎盆子往姑头上扣！啊，没有吗？谁家丈夫让妻子给姨娘避让的？能觊觎小姨子的人，未尝不能觊觎老弟的姨娘，这是人品问题，有前科的呀。要不咱们找大家伙来评评理？也不知道皇后娘娘知道了自己的儿子纵着姨娘穿正红色，心里是什么滋味？疯子，姑错了，惹不起，姑躲得起。太子妃，咱们走，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这个妹妹。谁家小姐有她这样的，牙尖嘴利，无理扰三分，搬弄是非，姑倒要看看谁敢娶她。好女不愁嫁，多谢太子关心。对了，堂姐，以后就穿正红色，谁也不用避讳。皇后娘娘现在喜欢紫红，更端庄。只要你穿，整个大宴的夫人们谁都得避让着，看谁敢跟你撞衫。陈贵妃也不占理，恶狠狠地瞪他一眼，一鞭子拍在马臀上，眼不见心不烦。萧天蓝心中说不出的复杂，二妹帮他维护了脸面，狠狠撅了陈贵妃的面子，出了一口恶气，可因此也把太子给得罪狠了。太子要是因此迁怒自己，可怎么办才好呢？萧天爱瞧他这副不争气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么多都是对牛弹琴了，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走啦，晚了猎物都被人抢光了，我可是和陈贵妃打了赌呢。再看到某人犯贱的样子，我怕会吐出来呢。你堂姐怎么这样啊？以前看着挺好的，知书达理，落落大方，怎么选了太子妃反而畏畏缩缩，满是小家子气啊？哼，他那点本事全都用在了对付我身上，对着外人怂得跟鹌鹑似的。要不是一笔写不出2个萧字来，我管他丢不丢脸呢。哎呀，不说这俩糟心玩意儿了，咱们打猎去。哎，对了，你会拉弓吗？你家侍卫本事怎么样？你不会拉弓没带护卫，话说那么满，跟你是弓箭高手似的，还跟人家打赌啊？输人不输阵，气势不能输。再说，不是还有你吗？哎呀，希望运气好吧。这种秋猎也就装装样子，凶猛有危险的猎物都给清理了，只剩下一些獐子、兔子、野鸡什么的，打着热闹。想胜东南，没关系，就算输了，皇上还能真把弓箭给要回去啊。这可是御赐的弓箭，装逼的利器，只这一样我就不亏。哦，妹妹，我突然发现你有点不要脸。脸有什么用啊？能有弓箭香吗？得，当他什么都没说，夏疏影甘拜下风。天爱，疏影，是你们呀？有收获吗？参见郡主。免礼。天爱，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我很珍惜你们2个朋友，不希望我哥的事儿影响我们的交情。郡主这么说，我要是没点表示，倒是我小气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和世孙无缘，但是也没想过和贵府结仇，做朋友挺好的。就是嘛，甭搭理我哥，他空长那么多岁，其实幼稚小气，什么都听母亲的，还爱告状，烦死他了都。品姨，你说这话非常对，你哥还没断奶呢，将来你找夫婿可不能找这样的人，气死你还没有地方说理呢。3个人有着共同八卦的人，品姨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赵锦南从小到大的囧事和2个人说了一遍，比如爬树下不来，跟人打架输了回去告状，逗得2人合不拢嘴。赵锦南要是知道被妹妹给卖得彻底，估计得哭晕在厕所里。啊，好的这么快，好像是一只狐狸呢。天哪，白狐哎！
谁要是抓到了，肯定是头彩。咱们快点儿，本宫要那只白狐，要活的，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给本宫活捉了他。你们自己玩，我抓白狐去了。别这样啊，山高林子密的，可不能冲动。那白狐岂是那么好抓的？虽然秋猎没有多大危险，但是每年摔下马断了脖子的世家子弟们明争暗斗下黑手的事儿可不稀罕，总有伤亡。没关系的，我会找天洛来帮我，他带的家将多，放心啦，我有分寸。你们也小心点儿，等我的好消息。你们俩跟着过去，听从萧小姐吩咐。疏影啊，你对天爱可真好，他性子那么软，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反击，我不护着他怎么行啊？怼得太子都要自闭了，还不敢反击的吗？二愣子呀，咱们这是跑哪儿了？都说老马识途，你把我弄这儿来，可得把我带回去，否则晚上我扒了你的皮，烤马肉吃。你控制缰绳迷路了，怪我马大爷？马肉是酸的，一点都不好吃，你不知道的吗？不远处传来一阵虎啸声，哎呀妈呀，老虎呀！马大爷扛不住啊，马溜跑吧！快，老虎啊！大家伙，遇到了就是缘分呐，可不能让他跑了，冲上去！你让我一匹马去挑衅老虎，嫌马命太长了吗？赶后退，扒了皮做诱饵，喂老虎！哼，早屎晚屎都是屎。马大爷咬着牙，顺着声音跑过去。早屎晚屎都是屎。马大爷咬着牙，顺着声音跑过去。很快看到了死伤的护卫和马匹，脖子上鲜血淋漓，一击致命。这衣裳看着有些眼熟啊！糟了，是天洛！救命啊！不要吃我！满天菩萨神佛，谁来救救我呀？我不要被老虎吃！姐，救我！还不错，知道喊姐姐救命。还是不要了，姐来了也是为老虎的命，吃我一个好了。爹娘，孩儿不能给你们尽孝了。比起那些熊孩子，他家弟弟简直是稀世宝藏了呢。爹啊，坚持住，姐来救你了！嗷呜一声，血盆大口展开。姐，快跑！这可是老虎啊！老虎才没有心情看他们姐弟情深呢，一个虎扑就过去了。萧天洛觉得今天是自己过得最玄幻的一天。孽畜，敢伤我弟，找死呢！这是他姐吗？我在哪儿？虎大爷的猎物呢？谁敢打我虎大爷？哎呀，活着就好，臭小子，算你命大！老虎嘶吼一声，萧天爱猛然回头，小乖乖，胆儿挺肥呀，伤了我的护卫，害我弟弟，你说扒皮熬骨也没冤枉了你吧？哼，想跑，问过你姑奶奶了吗？萧天爱动作更快，一跃而起，直接扒到了老虎的背上，一拳拳砸在虎头上，砸得老虎哀嚎连连。姐，小心啊！哼，看虎大爷压不死你！可是紧跟着，他觉得两边的树木不断升高，不是做梦吧？他姐居然一只手把500斤的老虎硬生生给举了起来。扑通！萧天爱才不惯他毛病呢，小拳头虎虎生威，一拳拳砸的老虎凄惨嚎叫，怎是一个惨字能形容的？哼，敢害我弟弟，敢不敢啦？老娘扒了你的虎皮当褥子，虎骨泡脚，虎鞭送老爹补身子，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弟弟了？敢不敢啦？啊！姐，这是一只老虎，你让它开口说话，强虎所难了，差不多了吧？再真打，给打死了。哼，打死了正好，不打死了留着害你啊！带刀子没？姐扒了他的皮，虎胆给你吃，补补胆子。啊别，我不吃，真弄死啊！不弄死留着过年吗？虎大爷也是求生欲极强，希望这个女暴龙能饶他虎命。姐，你看他还会求饶呢，成精了吧？太好玩了。老虎这东西其实就是大猫，智力挺高，能养熟的。姐，他能听懂咱的话，肯定能养，活着多好玩啊，多有面子啊，咱就留下了呗。养是能养，但是呢，万一伤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啊，有办法了，牙给它拔了，就算咬人也死不了啊。犬牙给拔了，老虎全靠犬牙撕咬东西，喂的时候肉切成小块，饿不死的。张开嘴，我看看。它不想拔牙的呀。臭死了！这么尖的牙，拔了怪可惜的。拿矬子磨平吧。啊，不是说秋猎的时候大猎物都被清理掉了吗？怎么还能有老虎？弟弟啊，姐要是来晚一步，你的小命可就没了呀。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多护卫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我也不知道，追着一只麋鹿，渐渐和大家失散了。护卫领的路之后就遇到了老虎，那是我命好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谢谢姐。可是你不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以前可是走路都喘呢，要不是模样没变，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姐了。好吧，我摊牌了，咱娘当年生了双胞胎，我是你二姐肖小爱，从小被送到山上习武，一程下山专门保护你和爹娘的。姐姐我10年练剑，受老大罪了，你可要孝顺姐姐啊，比亲娘都要孝顺。说人话，弟弟我不傻。得了一门功法，我一直偷偷练，吃那么多补品都是为了练功，正常人谁能那么补啊？早流鼻血流死了。我能练吗？我也想像姐姐这么厉害呢。成啊，改天教你，学点功夫保护自己也不错，不过消耗太大，穷文富武，补品成车吃。正好姐我找了一门赚钱的买卖，等姐赚了钱，足够你练功用的了。什么买卖呀？不是我瞧不起你，逛街买衣裳、胭脂水粉、首饰吃食，你是行家，赚钱吗？你长这么大，给家里赚过一个铜板吗？你赚过。二少爷，属下来救你了，你可要顶住啊！是护卫找咱们来了。哼，来给你收尸吗？扯了扯萧天洛，2个人躲在灌木丛里，摆摆手，让虎大爷也藏起来。二少爷遇到老虎还能活着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咱们这样回去没办法跟二太太交差啊。二老爷心善，只要咱们没错，不会随便打杀人的。哼，他们倒是摸透了爹的脾气，这人呢，果然不能太善良，这不都敢欺上瞒下了。你们可不能把我卖了，我留下来也是给老虎加餐，还不如去求救，好歹能找到尸首，咱们统一口径。我跟你们一块儿的，谁也不能卖我，否则我就说你们玩忽职守，只顾着猎物，不管二少爷。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掉啊！心里一阵阵发凉，一些细微的变化悄悄改变着。好吧，不管怎么样，二少爷也活不了了，没必要多搭上一条性命。咱们共事多年，我们不会做蠢事的。是谁？你是人是鬼啊？你说呢？我是人是鬼？我只说，你希望我是人是鬼，我家待你不薄，丢下我自己逃命，还找人帮你一起撒谎，你对得起我吗？二少爷，明知送死的事儿，属下还有家小养活呢，自然舍不得给你陪葬。既然你没死，你待如何？那就让你再死一次。你待如何？那就让你再死一次。老兄，你干什么呀？你疯了！二少爷没死，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能杀了他呀？有他姐在呢，肯定是伤不着的。突然飞来一颗石子儿，力道极大，一下子砸到他的钢刀脱手而出。是谁？一开始你逃走情有可原，人都是怕死的吗？可现在你看我弟弟没死，不想着求饶，反而要杀他，看来这次危险是你一手策划的。说吧，谁指使你的？你一个侍卫，没点好处，犯不着做这种丧良心的事儿。原来是二小姐呀！二小姐藏得挺深的，居然身怀武艺，瞒得大家伙好苦呢。不错，我就是要让二爷死。良心能有荣华富贵重要吗？我要是二小姐就不该出来，不过是多添一条人命。杀了这姐弟，每人1000两银子，老虎是真的有，只要制造成意外，咱们都会没事的。拿着这笔钱，从此做个小地主，安安稳稳过着富家翁的日子，不是被逼无奈，谁乐意做着伺候人的活计啊？
说的好听点是护卫，其实也是奴才，刀口舔血，朝不保夕。你们想过这样的日子吗？可就落在这姐弟俩身上了。你能拿出这么多钱？骗我们的吧？这是1万两，这次的报酬，原本我自己得的，现在兄弟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杀了他们，只要杀了他们，全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行的，少他娘的放狗屁！兄弟们，别听他胡说，这钱沾着血，你们拿着不烫手吗？就算子孙出息了，问起你们，老祖宗发家的银子哪儿来的？你们怎么说？杀了主子，背叛来的吗？老子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男子汉大丈夫，行得正坐得端，能睡个安稳觉，无愧于天地，才是真男人。把他拿下，二太太不会赏咱们钱吗？这样的钱拿着才踏实。说得好，你叫什么名字？很不错啊。他说的那些跟着我们萧家一样能得到。我娘亲不是小气的人。手下燕无忌见过二小姐。杀了他吧，跟之前2个护卫都说成是意外。他不仁，小姐我不能不义。抚恤金够你妻子养育孩子了，还给你留下忠心护主的好名声呢。你们！说完掉头就跑，拦着他！我靠，老虎，保护少爷，保护小姐！这些人以后就是保护弟弟的班底了，忠心没问题了。都别怕，他不会吃你们的，但是他就难说了。小姐，我错了，我什么都说，您饶了我吧。先说说，是谁指使你害我弟弟的？小的也不知道，那人蒙着脸，声音也变了，找了小的几次，出手阔绰。小的之前欠了不少赌债，没办法才答应他的。不知道啊，这么说留着你也没用了。没用的人是没有资格活着的。仔细想想啊，实在想不出来，那就对不起了。你想让我弟弟被老虎吃，报应不爽，轮到你被老虎吃了呢。别介，小姐手上留情啊！我想到了，那个人身上有。直接命中邢俊辉的心脏，吓到了吧？别看了，准备回去了。看来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呢。你最近一直在家里养伤，也没得罪谁啊，只能是之前有过节的，必须要查清楚，哪有千里防贼的道理啊？现在该怎么办啊？自然是实话实说了。有人想害太子的七弟，这事儿可不能善了，怎么大怎么闹。你不是不喜欢太子吗？是不喜欢啊，但是不耽误我拿他的名义来用啊。你当我让萧天兰嫁给他是为什么？为的就是这种时候，毕竟渣渣太子的身份还是很唬人的呢。咱没仗着他的势力为祸乡里，作威作福，他该偷着乐了。不愧是他姐，总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这边刚商议好，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蹄声，同僚传回消息，林中居然出现老虎。皇上大惊，派出禁卫军，务必保护好诸位少爷们的安全。二少爷，二小姐，你们还好吗？萧天爱眼珠子转了转，白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姐，你挺住啊！快找御医！萧二小姐晕倒了，这里有情况！萧二小姐晕倒了，这里有情况！话音刚落，感觉一阵风擦身而过。发生什么事了？你姐还好吗？有血腥味儿。天哪，是战神燕王，他最崇拜的大将军呢！说话！我姐胆儿小，被死人吓晕了。给我。哦。怀里的人儿轻飘飘的，怎么这么瘦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腌制味道，只有淡淡的清香，说不出来的味道，却很好闻。这个弟弟不能要了，就这样把亲姐交给别的男人，不怕他占你姐的便宜吗？许志安，你留下来善后，调查清楚。严峰，你去把御医背来，给二小姐诊治。搭个棚子，二小姐总不能被这么多人看着吧？是，卑职马上去做。太有压力了，燕王爸爸不用对我这么好的吧？别怕，我在呢。哎呦，好撩啊！爸爸，你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不轨之心吧？怎么办？我是接受呢，还是接受呢？有钱有颜有权，好心动啊！王爷，是人为的，有人收买护卫，暗害二少爷，事情败露了，
被灭口了，彻查。无非是今日一起来狩猎的世家子。二少爷怎么说？可有怀疑人选？没有，二少爷还小，平日只读书玩乐，从不与人结怨。还有件事好叫王爷知晓，属下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事儿？二少爷把那老虎给收服了，还说要带回家养呢。他能有那本事？属下刚开始也是不信的，可那老虎就在二少爷脚边，还摇尾巴，乖得跟猫似的，属下摸着都不咬人，挺好玩的。那是他的事儿，看来是个有福气的，多派护卫照料，万不可伤着人。属下遵命。二小姐怎么样了？还没醒，肯定吓坏了。雨衣呢？还没来。这里离这营地好远呢，就算骑马，来回也得大半个时辰呢。二小姐呢？我听说她也在场，她还好吗？安静点儿，吓嚎什么？萧天洛可以呀，以前没啥存在感，一闹就是大动静呢。多谢关心，我姐还好，只是胆儿小，晕了，已经去请御医了。敢问帐内可是燕王殿下？在下少廷，二小姐可好？睡着呢，不方便打扰。你和二少爷玩去吧。在下担心二小姐，女孩子本就胆子小，就在这儿等她醒来。少廷暗暗感激燕王搭线，他清楚知道自己心动了，所以此时他遇险，少廷希望自己能陪着他，第一时间看到他醒来，最好他第一个看到的也是自己。晕了，你不会掐人中吗？犯得着把我弄过来？燕王爷，老夫求求你了，我好歹堂堂太医院院守，这点小毛病你能别折腾我吗？这丫头气血旺盛，壮得跟牛犊子似的，比老夫都健康，掐几下就能醒了。你多大岁数了？半截身子入土了，他还年轻，自然比你健康，这个没法比。他被吓着了，你开些安神的方子来。女孩胆子小，跟身体无关。再说了，哪有晕了就掐人中的，很疼的，他能受得了吗？掐他2下就受不了了，老头子我起码半个时辰就能受得了，又不是你闺女，瞧你那心疼样，不掐也行，扎针啊，不疼能醒吗？糟老头子坏得很，居然对这么可爱的我下这么狠的手，我就不行，看你怎么办。他看到了什么？这姑娘的脸皮莫不是牛皮做的？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直接取出一把小刀来。你要干什么？天哪，莫非想要杀我？燕王，你在我身边可太好了，爸爸救我！糟老头子拿着刀子，他要害我！他的一世英名就这么丢了，真正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呢。陈院守，您这是想干嘛呢？给他扎人中啊！不愧是院守大人，您扎人中都用刀子的，这一刀下去，嘴皮子可能都拉开了。老夫老夫认栽，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以后这姑娘列入老夫拒绝看的客人之中，老夫伺候不起。燕王，陈院守这是生气了，可我什么都没做呀。糟老头子，让你拿针扎我，那么粗，那鞋底子都够用了。不用理他，上年纪了，脾气古怪。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结实的肱二头肌，跟铁似的，不愧是习武之人，身子就是结实。以前只缠他的脸，现在好像有点缠他的身子了呢。头次被姑娘挨得这么近，心跳如鼓，陌生的情绪从心底滋生。二小姐，你怎么样了？还好的吗？没大碍的，脚有点软，歇息一会儿就好了。少公子，容我整理一下衣裳。对不住，是我思虑不周。王爷，您是不是也……燕王不用，他看不见的。燕王刚抬起的脚又放下来，合着眼睛看不到，还有这样的好处呢？这孩子没点眼力劲儿，难成大器。他也是关心你，一片好心。好心也分人，分场合。我跟他还没熟到那个份上呢。走啦，出去吧，我好了。都没事了。今日狩猎到此结束，回去等皇上旨意。参见王爷，卑职石鹏飞，此次修猎是我负责，卑职有失职之罪。知道失职就要彻查，你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吧。
有人放冷箭，暗害太子七弟，其心可诛。秋猎结束，本王希望你能揪出这个人，将功赎罪。卑职一定尽力。听说你们遇到老虎了，可有猎回来？本宫瞧你这都走不稳的样子，估摸着也是没戏。没胆子就坐在大帐里绣花玩，少出来丢人现眼的，还连累别人受累救你们，累赘一窝。对不起啊，是我们不好，娘娘教训的对。敢问娘娘，您累到什么宝贝啊？虽说我们姐弟怂得很，也知道愿赌服输，您让我们开开眼，我们也输得心服口服呀。哼，本宫满足你的要求。来人，给他们开开眼，又不是自己猎的，有什么好得意的？我姐一根手指灭杀你们全部，她姐这么厉害，谁娶了该多倒霉呀？一辈子还不得压得死死的？未来姐夫好惨呢，让娘多陪送点嫁妆吧，这么坑人的事儿，有点不落忍呢。小儿，你的呢？哎呀，娘娘也知道遇到了意外，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猎到东西啊？不过活的倒是抓了一只，勉勉强强拿得出手。活的哪儿呢？本宫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抓到什么猎物。要是兔子、松鼠这类小玩意儿，就别取出来现眼了。哪能呢？我又不傻。弟啊，弄出来呗。来了来了，娘娘长长眼。虎大爷威武的身姿极具震撼力。燕王，拉本宫一把。对不住，男女授受不亲，本王也看不到，娘娘带着护卫呢，本王不好越俎代庖了。可以走了吗？二小姐受惊了，等着休息呢。可以走了吗？二小姐受惊了，等着休息呢。等一下，因为燕王这一脚若是踩下去，就要踩在陈贵妃的尊臀上了。好啦，可以走了，有诈物，小心绊着脚。娘娘，你慢慢起，我们先走一步哈。至于胜负，我没放在心上的，你也别在意哈，放宽心。女人生气多了容易老呢。护主不利，每个人领我是板子去。卑职遵旨，娘娘恕罪。吓死我了！燕王，你快把他拿开呀！好残忍啊！你杀就杀，活捉就活捉，这么样子折磨人家，是人做的事儿吗？那就给他一个痛快。陈贵妃，给本王一个面子，这小东西本王要了。哼，你要本宫就要给的吗？我的东西，我乐意看他生不如死。少来这假惺惺做好人，你不吃肉的吗？冬天不穿裘皮的吗？虚伪做作，恶心的本宫想吐了。少来这假惺惺做好人，你不吃肉的吗？冬天不穿裘皮的吗？虚伪做作，恶心的本宫想吐了。我没这么说，娘娘的东西自然随便你处置了，舍命保护你的护卫都责罚出气，何况一个小畜生呢？这位大人，你要长教训呢。虽说忠心护主是没错，可做事痛快些。万一这将来娘娘看畜生生不如死不满意，想折磨人取乐子呢，你们可就惨了。可怜的小东西，冤有头债有主，你死了找杀你的人去吧，下辈子投胎别做狐狸了，一身毛就是原罪。陈贵妃，不管是皇兄的妃子，还是作为一个女人，都应该善良。如此狠辣，小心遭报应。跟你直说吧，你怎样才肯放过这只狐狸？燕王都这么说了，本宫还能说什么？送你了，就当本宫赏你的。萧天爱，今日之事本宫记下了，来日方长，希望你永远都这么好运。深深看了燕王一眼，翻身上马，先一步离开。快帮他治伤啊，再这么流血真的会死的。可怜的小东西，遇到姐姐是你的福气。你不是要弄死他的吗？笨死了算了，我要一开始说救他，信不信陈贵妃当场就掐死他了？遇事多动脑子，跟姐学着点儿。上好的金创药给他敷上。燕王爸爸最好了，谢谢你。姐，咱带回府养着他呗。不行的，
陈贵妃知道了，就明白了我在耍她呢。还是放生吧，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这个小东西机灵了呢。哦，我懂了，那就不养了。好了，走吧，小东西跑远点儿，下次就没这么好命了，遇到我们救你了。咱们也回吧。娘娘，谁惹您生这么大气啊？喝点水，衣裳都乱了。奴婢给您准备水，您先洗洗。哼，萧天爱好得很，处处跟本宫作对，不收拾他，本宫咽不下这口气。又是萧二小姐，瞧着乖巧温顺的小姑娘，胆子倒是肥。萧家和太子结亲，咱们想动她也不合适呢。娘娘，您说说她都做了什么？奴婢帮您出出主意。听完之后思索片刻，很快有了主意。娘娘，咱们不能动手，但是可以从别的地方做文章。那只老虎，哼，这个主意好。本宫妆台上喜欢什么，任挑一样。就这么办，我看他萧天爱怎么死。皇上出来玩还惦记着朝政，累不累呀？臣妾打了一头鹿，放了鹿血，您喝点补身子。待在帐子里多闷呐，臣妾准备了篝火，皇上的少年英才也都该回来了，皇上看看他们的收获。好，就依爱妃，正好烤上你的鹿肉，谁的收获多，让他们吃肉，大口肉，大口酒，最是豪迈。朕今日也年轻一回。萧天爱他们回来的最晚，看着这么多人都吓了一跳。萧天洛激动不已，人越多越好，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家老虎。从此之后，谁不知道他打虎少年萧天洛呀？可身后突然被大力撞了一下，一下子飞出去老远，狗啃泥的姿势栽倒在地上。老虎来了，快护驾！皇上别怕，臣等誓死保护皇上。虎大爷痛苦低吼一声：“你受伤了？”二小姐别动，放着我来。居然是铁钉子，难怪他这么暴躁。老虎不同于人，就算通人性，本能占上风。万一痛得没法忍受，发起疯来，要是咬死了人，事情可就闹大了。更别说惊扰了圣驾，皇上怪罪，万一怀疑你是自驾，九族都得株连。真的是意外抓到虎子的吗？还是有人故意算计？哼，好歹毒的计策呀！哼，萧天爱，看你怎么死！啊！肃驾！老虎是被驯服了的，不咬人。倒是你们四处乱跑，毫无章法，没人真正站出来抵御老虎，看似忠心护驾，实则都是在添乱而已。皇上，臣女的弟弟驯服了一只老虎，想给您惊喜的，哪知道成了惊吓，你们吓着吧。臣女思虑不周，惊扰了圣驾，你处罚我吧。你一个女孩子家都没吓着，朕堂堂帝王能被一只大虫给吓着了？你太小瞧朕了。臣女看您沉着冷静，坦然无畏，运筹帷幄，就知道您没吓着。这不是先请罪认错，想着您能宽容几分，罚得轻一点儿。都让开了，让皇上瞧瞧萧家送给皇上的礼物，一个个的胆子还没有我一个女孩子大呢。老虎怎么了？你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刀都能变成肉泥，慌什么慌呀？请皇上责罚臣女惊扰了圣驾。你弟弟怎么驯服的他呀？让他上前，朕看看怎样的少年英才能驯得了猛虎啊！小子萧天洛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说说吧，这老虎真是你驯服的？看来身手不错嘛，给朕说说，怕不怕呀？是他姐训的，可没法说呀，这个锅只能自己来背了。是我的侍卫和我一起驯服的，并非我一人之功，侍卫都殉职2人，小子情愿不要这份荣耀。不错，赤子之心，体恤下属，是个好孩子。朕看着这次修炼没人比得过你了，这次冠军非你莫属啊，只是年纪小了点儿。平时都有读什么书啊？四书五经都通读一遍，
在博雅书院就学，学子之中排中等吧。博雅书院多出人才，好好学，朕记住你了。先去督军府挂个副职，学业有成，朕再用你。臣谢主隆恩，定不负皇上厚爱。小蹄子命真硬啊！皇上原本想让胡宝给您表演个节目呢，可是回到营地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缺德没腰的家伙乱扔钉子，扎到我家胡宝的小脚脚了，流了好多血呢。臣女都心疼坏了。原本小事一件，不值当跟你说的，可是又怕万一别的地方还有，扎到马匹猎物冲撞了皇上，那可就不好了。有这等事儿？虎大爷也是戏精，前爪子举得老高，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这就是老虎吗？老虎都会撒娇卖萌装可怜啦。可怜的虎宝儿，那么长的钉子，硬是忍住没发疯，就怕冲撞了皇上呢。臣女没见过这么通人心的老虎呢。皇上，我家虎宝儿肯定很乖的，你千万不要让人害了他，臣女保证他绝对不会伤人的。虎宝？皇上，您别看虎宝儿长得大，其实还是个宝宝呢。既然如此，朕就准你养着他的，但是如有伤人命，必须处死。谢皇上，臣女就知道您是历代历朝最英明、最仁慈的皇帝了呢。皇上，既然大家都回来了，咱们早点开席吧。臣妾的鹿肉鹿血都准备好了呢，且让你得意一会儿。死女人不服气呢。皇上啊，臣女和贵妃娘娘打赌，臣女带回了虎宝，算不算赢了呢？那么贵妃娘娘的金簪子，老虎不是你弟弟猎来的吗？皇上都赏了，你还有脸继续讨要？应该是你还了皇帝御赐的弓箭才对，你可是空着手呢。皇上，小姑娘心太贪了，您甭理她，大家都等着呢，她已经耽误了太长时间了。起身吧，贵妃说的有理。皇兄稍等，二小姐的猎物在这儿呢，既然有赌注，还是愿赌服输的好。他为了这个小蹄子，居然亲自出面帮他，不愧是燕王爸爸，果然靠谱。九弟，你对这个小丫头倒是有心了，朕可从未见过你对哪个女孩子这么好呢。小丫头挺乖巧的，又懂事儿，嘴甜。臣弟好歹有过几面之缘，不忍看她被人欺负，举手之劳哄她高兴，算不得什么。她不高兴，我就开心了。都说古代女子恪守妇道，她倒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一定要保护好燕王爸爸，不能被他霍霍了。皇上，爱妃别晃了，朕都被你晃散架了，不给他咱不给他，不过欺负人家小姑娘也不合适啊。这样，江公公取朕那块灰砚来，赠给小姑娘吧。朕记得小姑娘才华不错，诗书双绝呢。今日咱们君臣同乐，不醉不归。你呀，还是外柔内刚的，皇后都忌惮陈贵妃3分呢。你惹得她狠了，以后哪有好日子过呢？我若是跟她服软，她会放过我吗？狠狠整辱一番是必须的，看她心情好坏了，那不就结了吗？不管我怎么做，她都不会喜欢我，那我干嘛要委屈自己啊？只要我不犯错，她就不能拿我怎么样。贵妃也要讲道理啊，好歹我也是太子的小姨子，本身就是皇后这边的人，注定跟她不是一条路。干脆啊，抱紧皇后大腿，再怎么蛮横跋扈也是个妃子啊。让陈贵妃吃瘪，皇后就高兴了，肯定会护着她的。她以前实在是小觑了这个萧二了，没能做自己嫂子，实在是可惜了。经此一事，品姨明白了，不是她配不上自家哥哥，是大哥高攀了人家。萧儿，本宫赏你的，你今个一天也怪辛苦的了。果然女人都是小心眼的，还是不肯放过萧二小姐呢。想给老娘添堵，是教训的不够，还是不死心呢？谢娘娘赏赐，娘娘有心了。怎么，萧儿，本宫赏你的
你不想吃的吗？不得不说，陈贵妃这个女人还是有2把刷子的。可惜碰到的是你爱爱姑奶奶，有自己在，她注定讨不着好来。谢贵妃娘娘赏赐，臣女哪有不从的道理？可是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臣女一想到她雪白的皮毛，红红的眼睛，只吃草，胆小无害，心中就悲痛难耐，怎么下得去口啊？让你吃你就吃，哪来那么多事儿？弱肉强食，兔子这种无用的东西，能让人填饱肚子，也算是它物有所值了。臣女遵旨。娘娘呀，臣女看着他，忍不住想起他的父母、姐妹、亲人被杀了吃肉，他们会是怎么样的悲痛欲绝，却又无力反抗？难道弱者就有罪，就该被人肆意欺负，食其肉，剥其皮，丢其骨，尸骨无存？老天何其残忍！算了，不吃就不吃。小姑娘心思多，胆子小，没得让人觉得朕欺负下辈。撤回来。谢皇上，臣女就知道您是最最善良、最最宽厚、最最英明的皇上了。臣女祝您福寿延年，心想事成。甭拍马屁了，你不哭，朕就满意了。让皇上见笑了，臣女从小就这样，受不得一点委屈，花落了都能哭一场，您别介意啊。小姑娘狡猾得很呐，陈贵妃那莽撞的性子只会吃亏呢。不仅莽撞，还很愚蠢，更添恶毒。冯仑养出这样的女儿也是本事。萧天爱回到自家帐子里，洗漱干净，换了衣裳，慵懒的斜倚在榻上。天知道，那么喷香的烤肉，看着不能吃，该有多煎熬啊！看好门啊，我回来给你带骨头吃。前面有火光一闪而过，萧天爱好奇心大作，有阴谋，这是要搞事情啊！你在这儿干什么？燕王爸爸，吓死我了呢！可算遇到活人了，我迷路了。哼，大半夜的，你跑这儿来，不怕被野狼吃掉吗？回去吧，我送你。不要啦，既然出来了，咱们聊聊天呗。在这儿？你确定？这里很好啊。啊，你的护卫呢？抓些野味来，咱们烤着吃，边吃边聊嘛。您是不知道，我睡了一觉，肚子饿，又内急，那种滋味实在是太痛苦了。内急好解决，可一泡尿撒完就更饿了。幸好遇到您，您真的是我的福星呢。萧小姐，说话文雅点儿，这样子怎么嫁得出去啊？你想娶我吗？这不可胡言乱语。本王眼瞎了，非人一个，没想过娶谁家姑娘跟着我遭罪。那不就结了？你没打算娶我，我也没想着嫁给你，咱们跟朋友一样。我心里更是把您当半个长辈，说话自然要随意一些了。难不成私底下相处还斯文客气、斟词酌句的，累不累啊？原来他不是这个意思，心中涌现出淡淡的失落。烤兔子啊，二小姐吃不吃啊？吃，怎么不吃？麻溜的，饿死了都。先声明，兔脑壳留给你，本小姐要吃兔子腿儿。女人果然是善变的，谁之前哭着喊着不要吃兔兔的？可以吃了，二小姐小心烫。二小姐啊，你吃着兔兔不怕他的父母兄弟会伤心的吗？良心能安？不会啊，你可以把他们全家都抓来，让他们一家团聚，这样就不会伤心了。一锅端，还不用担心余孽报仇诅咒咱们，多完美啊！二小姐说的太对了，我竟无言以对。您吃着，我端了他们全家去。叶王，你也吃啊？我不饿，别撑着了，小心积食。积食？在我这儿不存在，你放心好了。谢谢你今天帮我那块砚台，我送你好不好？好吧，估摸着你也用不上了。啊，王爷，瞧不起人呢！我读书很厉害呢，夫子都教不了我，含羞辞职了呢。
换了宫里的楚辞女官来教呢，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确定不是夫子被你气走的吗？既然这么有自信，本王考考你。王爷，你好厉害啊，简直是上马能管兵，下马能管民呢。您这么好的才华，当个闲散王爷，真正是可惜了。哎呀，身份高贵，能文能武，长得还好看，真不知道谁家姑娘能有福气嫁给您呢。真不知道谁家姑娘能有福气嫁给您呢。一个残废而已，再多的本事有什么用啊？别这样说，眼睛看不到有看不到的好处呀，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不用见到漂亮女人就抬不动脚，你家王妃也不怕年老色衰，反正你也看不到，在你心里她永远18岁呢。哼，你倒是会安慰人，承你吉言，希望本王能找到不嫌弃我的那个人。那我也祝你早日如愿，儿孙满堂。萧小姐是没开窍，小姑娘性子，王爷是不想拖累人家，两人这么熟了，还说些你婚我嫁的话，他们看着都着急。远处突然传来几声凄厉的夜宵鸣叫的声音。萧小姐，让严风送你回去，待在大帐里别出来。好的，你们也小心一些啊，今晚上不太平。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燕王三人脸色都变了，心中直打鼓。不知道啊，咱们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至于我怎么会知道？这是直觉，不要小瞧女人的直觉，灵得很呢。大伯母，一大早的有什么事儿啊？还早呢，都快50了。哎，出门不比家里，你这样懒散没规矩。大伯母，还是多操心大堂姐吧。我的规矩教养有我娘在呢，不劳您费心。您省点口水吧。二妹，你还有心思睡觉啊？外面都快翻了天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沈贵妃掉粪坑了吗？不是，是太子他……哎呀，别说了，太子是你未婚夫，他出事你守着，来跟我说什么？我可不敢沾你俩的事儿，万一让人误会我对太子有什么心思，你又该恨我了。秦嬷嬷，送客。侯夫人，大小姐，请吧。我们小姐还未用早膳呢，不招待你们了。哎，你别这样，你也是侯府的姑娘，侯府出事你也脱不了干系，你怎么能跟没事人一样啊？大伯母，我这人呢，只看人对我好不好，别拿亲情家族绑架我。太子怎么对我的，你和堂姐又是怎么对我的？要我现在跟你挨个说清楚的吗？咱们走，本来就没指望他能帮什么忙。萧天爱，记得你今天的话，总有你求我的时候。堂姐慢走，不送啊，你慢慢等啊。最讨厌这种窝里横的，本事儿都用在自己人身上了，什么玩意儿啊！昨个晚上太子临幸的那个舞女，本来也没什么，能被太子看中是舞女的福分。关键是一早起来，那舞女哭着闹着，要死要活的，说是太子强迫她的呢，非要个说法，直接闹到圣前，皇上可就不高兴了呢。哼，堂堂太子跟强奸犯一样，有失体统，这么多勋贵大臣在，更是行事失当，皇上自然要不满他了。这个舞女也是个烈性子，太子都不鸟，来头不小吧？小姐猜对了呢，这个女子不是咱们大燕人，是半个异族人，听说还是某个王族遗落在外的私生女呢，性子可没有咱们大燕女子这么温顺。哼，温顺有什么好的？由着男人欺负的吗？那对母子来找我，几个意思啊？难不成我还能管着太子是女人的事儿？许是见皇上待小姐和气，想让小姐帮着求求情，也可能是想让小姐帮着打探点消息。燕王和楚王都和小姐走得近呢，除了这两样，还能有什么呀？丫鬟禀告夏疏影来找他，赶紧把人请进来。
夏疏影一脸八卦，坐在他面前就开始扒他，许多细节都讲得清楚。隔壁楚王愣是一晚上没睡，可见动静之大呀。闹什么呢？太子府又不是养不起女人，纳了就是了呗。就知道吃，什么都不关心。要是寻常女子，那就纳了。可这个女子有异族血统，要做侧妃，皇上能答应？侧妃呀，确实挺棘手的呢。随后抛在脑后了，关自己什么事儿啊？她一个闺阁小姐，还操心不到皇家的家事之中呢。人呢？二丫头呢？让你们去请人，你俩干啥去了？找她有什么用啊？本事不大，架子倒是不小，我才不要求她呢。就是呢，不等我们说出来，就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一点不把我这个侯夫人放在眼里。这二房越来越不像话了。所以呢，你们和他吵了一架，然后就回来了。头发长见识短，你那点面子值几个钱呀？我看你们才是干啥啥不行，摆架子第一名。都不想想现在什么局势啊？是怄气的时候吗？早晚被你们给气死了。父亲结识那么多朝中官员，找谁帮忙不行啊？他能有什么本事？一个异族贱人而已，死了更好。女儿啊，你要做太子妃，眼睛不能只看着府里的3分地，外面的朝局也得了解。她是异族女子，但是背后是塔奇部。她是俘虏不错，但是塔奇部休生养息，日渐壮大。要是他们的公主被太子欺辱而死，就有借口宣战了。燕王瞎了眼睛，冠军侯毕竟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贸然开启大的战争，皇上都不得不慎重呢。太子不该呀，什么女人不能临幸，非要招惹这样一个大麻烦。那找二妹来，她能帮什么忙啊？二丫头是帮不了什么忙，但是燕王可以呀。这个女子是燕王带回来的，只要燕王肯出面劝着点儿，或者为太子求情，这事儿就能不了了之。可燕王要是执意让太子娶了做侧妃，你希望府里多这么一个劲敌吗？萧天蓝的脑袋瓜子也就瓜子仁一般大，实在想不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燕王为什么要帮那个女子啊？第一，燕王和太子因为石宣瑶几乎反目。第二，塔奇部都是燕王打败的，人也是燕王带回来的，等于是燕王的功勋。燕王可以不在乎那个女子，但是太子这么做就会打他的脸呐。燕王就算没了军权，威望在那儿摆着呢，能由着太子打脸？那我再去找一下二妹，跟她服个软。算了，二丫头不傻，精着呢。你们要还是拿着这副轻慢的心思，迟早吃大亏的。我和曲先生商议一下，想想别的办法，你们自己回帐子等消息吧。萧二小姐，你大姐怎么没来呀？是不是忙着给太子纳小妾呢？你这个当妹妹的也不帮着点儿，还有心情游山玩水的吗？给妍姐姐添个姐妹，太子府更热闹呢。妍姐姐都有心情玩，我更有心情了呢。哎呀，做人正是夫人，就这点不好。男人偷嘴啊，还得替他们收拾妖艳贱货，忙着呢。还是妍姐姐好，万事不管，只管过自己的舒心日子。萧二小姐倒是生了一张利嘴呢，以前是藏拙了吧？怎么会呢？我以前也这样啊，只是妍姐姐眼界高，从没有在乎我呢。我的利嘴是看人的，可不是逮谁怼谁。妍姐姐下次好好跟我说话，你就会发现我嘴很甜的呢，很会哄人的。你的嘴巴甜吗？本王可没觉得。不错呀，你们姐弟居然驯服这么个大老虎，本王初次见到。宫里的驯兽师都是从小养，早没了野性，哪有这个威猛啊？和本王说说怎么做到的？萧天洛下意识看他姐，能说是被他打服的吗？靠我弟弟的无上魅力，用他高尚的人格打动了他，甘愿给我弟弟当坐骑呢。你能再给我驯服一只，我就信了你的鬼话。没啦，楚王不知道，
老虎是独居动物嘛，方圆数百里只它一只，休想找到第二只。老话怎么说的来着？一山不容二虎。你读书肯定没认真听，学渣一个。燕王殿下，你说对不对啊？皇叔，你不再是我最敬爱的皇叔了，都快变成他的人了。书上也没写这个呀。本王才名远播，谁不夸本王学问好？也就你敢说本王学渣。咱们靠事实说话。你说一座山怎么才能容得下2只老虎呢？不是说一山不容二虎吗？哪里还能有第2只？这可是你说的，自己打脸。自然是能有的，还有后面一句，除非一公一母，老虎也要找媳妇儿的嘛。啊，忘了，您还没娶媳妇儿呢，怪不得不懂呢。都什么歪理呀，算你厉害。楚王爷，那边怎么解决的？跟我们说说呗。还能怎样？纳了呗。太子好艳福啊，沐天席地的，别有一番滋味。少混说，都是女孩子家的，注意点影响。是啊，我错了，皇叔下手轻点，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那个干坐着多没意思啊，咱们射箭吧，谁射得好，本王有赏。好啊，谢楚王。去取来本王的方天戟案，添个彩头。天洛、坤白，加油啊！谁能得了第一，二姐那套皇上赏赐的弓箭也给你们用，外加1000两银子的零花钱。赛马场也可以加入射箭比赛，这个好呀，不占地方，世家子弟都能亲自下场比赛，亲自参与。你还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可以跟我讲，我都添进去。你看着办吧，我相信你。你看着办吧，我相信你。说是相信，其实是看不上我弄这些。你是大战神，可不敢使唤你。哼，走着瞧，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嗖嗖嗖，燕王，坤白很厉害呢，你跟着他接你的班，说不定就是下一个战神呢。战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刀剑无眼，环境更是你想象不到的困难。聂家人丁不旺，嫡系更是只有他一根独苗苗了，可不敢让他去冒险。可我觉得坤白很喜欢上战场，他拿着弓箭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拿着书本的时候是低沉的。本是将军的胚子，愣是让他走文臣的路子，压抑孩子的天性，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问问他的意见。年纪不大，懂得倒是多，过2年再说吧。要是真的喜欢，可以试试。这就对嘛，你要是教导坤白，顺带连我弟弟一块教了，这么好的师傅，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合着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弟弟啊，拐着本王给你弟弟做师傅，哼，也就你敢这么做了。您就说答不答应吧。萧天爱，你可想清楚了，你弟弟真的让我教，别人可就把你们家当成我的人了。我和太子合不来，你不怕太子排挤你们吗？你是姑娘家，朝中的弯弯绕绕你不懂，你跟我没大没小也就算了，别拉着你弟弟站在我这边，对你们2房没好处的。虽然他很贪恋萧天爱给他的温柔，多少勋贵重臣对他避之不及，生怕被太子记恨，只有这丫头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依赖他。这份信任让他冰冷枯寂的心每次都会泛起阵阵暖流。燕王啊，您是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呢。恕我直言，太子这号人真的登上那个位置，可是大应的灾难呢。老皇帝春秋鼎盛，太子正是热血年少，一腔抱负，父强子强，绝非好事。权力的诱惑足以让父子反目，未来怎么样也有的看了。你还懂这个？我倒是小瞧你了。你以为我只知道吃喝玩乐吗？我很聪明的，你可别小瞧我了。弟弟，加油！实力不如人呢，再加油也没得用啊。第一箭居然脱靶了，引来一阵哄笑，尤其是屈从云等人笑得更是前仰后合。天洛更加羞窘，虎宝，去把贺寿给我请来，就是那个最边上那个穿白衣服的，黑心烂肺的家伙，有脸穿白色衣裳，没得玷污了这身衣裳。
二小姐，有事儿您言语一声，别吓我呀，我胆小，经不住吓的。哼，我怎么觉得你胆大得很呢？刚才不是笑得挺欢实的吗？继续笑啊！待会儿你也上场，我倒要看看你比我弟弟强多少。好说，我当时陪着肖兄弟玩了，其实我很少摸弓箭的，累死个人，哪有看我这张嘴秃噜起来没个把门的。您放心，谁敢笑肖兄弟，就是跟我贺思远过不去。没有大姑娘小媳妇好玩是不是？我警告你，别让我听到你祸害人，后果你自己想。啊，不对啊，是不是你心里恨着我呢？活宝是你买通了人，故意放进来害我弟弟的，你的嫌疑很大呀，差点漏了你呢。你的嫌疑很大呀，差点漏了你呢。没，我对天发誓，绝没有这个心思，否则让我天打雷劈。你早该天打雷劈了，活着都是浪费粮食。你没做，说不定找人做了呢。没有，姑奶奶，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啊？贺思远想哭，躲还来不及呢，哪敢害他呀？这姑奶奶太邪性了，百毒不侵，刀枪不入呢，都不是正常人范畴了。所以他直接歇了报复的心思，实在是惹不起。这个人就在这次秋猎之中，你人缘广，有什么线索记得跟我说，别想瞒着我，被我发现我扒了你的皮。一定，这帮孙子都是一肚子坏水，没一个好的，都会怂恿着我背黑锅。真让我发现谁害我肖兄弟，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合着你知道啊，我瞧你们玩的挺好的嘛。酒肉兄弟，狐朋狗友而已。对了，二小姐，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屈从云的护卫经常和他嘀嘀咕咕的，像是有事儿，会不会是他吗？哎呀，没关系，知耻后有，姐给你找个好的师傅，好好练，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啊，师傅？姐，谁啊？你可真厉害，哪儿又弄出一师傅来啊？那不是吗？现成的，燕王都答应了，他是有真才实学的，文韬武略都很厉害呢。石头脸，二小姐好，是为令弟的事情来的吗？在下正竭力追查，不敢懈怠。统领客气了，我没说你怠慢，也不是来查岗的，就是想起一个人有些嫌疑，给你提供一些线索。啊，如此最好。二小姐怀疑谁？说不上怀疑，只是以前有些过节，觉得对方有动机，算是给统领一个调查的方向。武安侯家的六公子之前和我弟弟闹得不愉快，这次我看他都觉得心里发怵呢，那眼神跟狼似的，可凶了。啊，谢过二小姐，在下会彻查的。谢谢统领了，如果有需要，我家胡宝儿可以帮忙的。他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能闻到接触过他的人。当然，这个也不能当做证据，就看统领大人如何操作了。不打扰大人当差，告辞了。少公子，有事吗？没啥事儿。这孩子可不行啊，见了女孩子话都说不利索。也有点事儿。我记得令弟出事之前，曲六曾说起过那边有紫貂出没，说者无意。令弟或许是听到这个消息才去那边的，那个位置已经超出安全范围，一般人不会去冒险的。幸好令弟平安，否则我没阻止他，心里会过意不去的。多谢少公子告知，这个线索很重要。只是你和曲六少不是朋友吗？这么帮我，不怕曲六少责怪你的吗？也不算太熟，我不大看得惯他仗势欺人。父亲教导我们，生来高贵，更应该敬畏，更不能嚣张傲慢，折了这份福气。你父亲是个通透之人，他说的很对，谢谢你了，告辞。萧小姐慢走。皇上赏了侯府世子一个国子监监生的名额，那可是朝廷后备官员的培养之地，等于一只脚踏进朝堂了呢。这么算起来，侯府还是赚了呢。萧小姐，本宫敬你一杯，祝贺你添了个妹妹。贺朱娜不懂咱们大宴的规矩，还要你多费心教导呢。谢过娘娘关爱，天兰记下了。萧儿，你不为自家姐姐高兴的吗？来，如此喜事，咱们干一杯。这位贺小姐性子刚烈，不拘俗礼，活泼爱动，说不定你们更能玩得来呢。不搭理你，你非要上赶着找怼呢。
说起活泼爱玩，谁能比得上陈贵妃娘娘您呢？不过这玩归玩，也不能只顾着玩，没事儿多读点书。萧儿，看在太子的面子上，本宫才跟你说说话呢。你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本宫做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教训。陈贵妃，我也是一番好意啊，咱们自己人倒是不介意的，不过把脸丢到外邦，就是丢了朝廷的脸了。你问问人家贺珠娜姓什么叫什么？臣妾姓贺珠，单名一个娜字。哼，一个贱婢而已，谁管她姓什么？确实不用管，毕竟陈贵妃只顾着伺候皇上，从未主理过六宫之事，也不关心宫中的规矩礼数。贺珠娜既然封了太子侧妃，就该交给管事嬷嬷教导规矩，而不是留在太子身边。毕竟太子妃还在学规矩，未曾进府呢。她一个侧妃，又不是通房丫鬟，跟在太子身边像什么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太子迫不及待的要宠妾灭妻了呢。这人呐，什么身份就要有什么格局。毕竟您是贵妃，让您操着皇后的心，确实为难您了。好犀利的口才啊，一个脏字不带，损得陈贵妃下不来台。陈贵妃也真是的，一点记性都不长，几次在他手下吃亏，还非要来挑衅，真正是越挫越勇，越败越战，勇气可嘉呀。皇上，好了，跟小辈计较什么呀？吃菜，出来玩呢，没那么多规矩讲究的。皇上，臣女说错了吗？贵妃娘娘，我年纪小，有口无心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有冒犯，还请您海涵，别跟我一般见识啊。蒋公公，明日一早送贺珠娜回宫，交给皇后好生教导。萧家丫头说的对呢，正妃没进门，她一个侧妃留在太子身边确实不合适。皇上英明，不愧是千古一帝，一代明君。小姑娘不错呀，还挺博学。听说你诗书双绝，果然有点真本事。你怎么知道外族的那些讲究呢？臣女喜欢读些游历本子，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常识而已啊。异族人姓名和咱们不一样，大多是复姓，还有的名字在前，姓氏在后，规矩礼仪也多有不同。臣女也就知道一些肤浅的常识，更深层次的东西就不懂了，那是鸿胪寺的大人们研究的东西了。连鸿胪寺的职责你都懂？要是男子，朕都培养你做朕的鸿胪寺卿了。还是女子好，读书是消遣，真让我寒窗苦读，就是遭罪了。我现在多好呀，吃吃玩玩，闲了读些感兴趣的书，听听戏，逛逛街，多自在啊。皇上你就别夸我了，国子监那么多监生等着为皇上效力，你哪会缺人才呀？小嘴儿真会说。赏，从朕内库挑些女孩子家喜欢的料子首饰，挑好看的赏给她。臣女谢皇上赏。自家女儿要是有侄女一半的八面玲珑，她就不用愁了。母亲知道了，肯定悔得肠子都青了。没娶你进我们家门，是郡主府最大的损失。可别啊，真进了你家，你这个小姑子不定跟我怎么作对呢。咱们做闺蜜不是更好的吗？也是啊，是我大哥没福气，为何二妹总能想出办法来，几句话就把人打发走了？而他除了暗自隐忍，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什么法子都没有。请让你得意几天，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姐，石统领调查四方猛兽进围场的事儿呢，你猜怎么着？屈从云一帮人都被喊去问话，看来要动真格的了。二小姐，统领有请二位，劳烦二位带上您家老虎，统领有用。好说，虎宝儿来，吃那么多肉，该干点活了。父皇有旨，派本王旁听。统领继续，能抓出歹人，也了了父皇一桩心事啊。本官调查了所有的护卫，事发当时都能说清楚行踪，也有人证作证，只有诸位的护卫行迹最可疑，今日只好得罪了。若是说不清楚，不好意思，刑部大牢等着你们呢。此时若是坦白，
本官自会求皇上从轻发落，可要是等我查出来，那就是牵连你们的家族，不只是少年之间的义气之争了。石统领已经认定是我们做的，还请找出证据来，别说这些吓唬人的话，咱也不是被吓大的。好叫屈公子知道，动物的鼻子可是很灵的，只要是接触过它们，气味是瞒不住的。这老虎既然被驯服了，自然能认出那个人的气味来，挨个一闻，这人可是藏不住的。石统领，你也说了，老虎是被萧二少驯服的，万一受他指使，故意栽赃于我呢？屈公子，我都没说是你做的，在场这么多少爷呢，怎么就只会逮着你栽赃呢？再说了，萧二少怕是连自己的护卫都认不全，更别说是你家的护卫了。这里有40-50号人呢，他怎么就知道谁是你家的护卫？屈公子，雁过留痕，你这事儿做得并不高明，本官就让你心服口服。萧二少，请吧。胡宝，去闻闻，你认识谁的味道，就把人扯出来，待会儿奖励你酱肘子吃。别给他吃太多盐，会掉毛的。而且猛兽吃多了熟食，捕猎的本领就会退化，最终只能变成空架子。你别瞎养，好好的猛虎让你养废了。没了野性更好呀，我当大猫养，废了就废了呗，养着玩呢。男人和女人想的天差地别，他想着保留野性，能发挥他最大的价值，人家却当玩具玩。算了，他也是白操心，只有真正和老虎接触过，才察觉到他的厉害。大嘴巴张开，脑袋都不够塞的。最后3个护卫气势格外冷冽，眼神平静，好像没有人的感情似的，不带一点慌乱。还好胡宝甩甩脑袋，没有把人扯出来。我都说了，我没做过。石统领，我们可以离开了吗？行李都没收拾呢，没时间跟你磨叽。来人，把他们几个统统带走，彻查祖宗18代。石鹏飞，你这是何意啊？徐六少，你不觉得你家护卫太过镇定了吗？什么人才能面对猛虎面不改色呢？只有死士。六少爷，跟本官走一趟，有什么话跟皇上解释吧。统领大人，我全都招了，我承认是我想害萧天洛的，他害我关禁闭，害我表妹伤心，我心中不忿，一时糊涂，才想要了他的命呢。我真的没想过对皇上不利，求大人明鉴呀。他的表妹是哪位呀？这里面的水怪深的呀。这些话六少爷留着和皇上说吧，本官只负责调查。楚王爷，您还有什么交代的吗？你表妹是哪位啊？是严大学士之女严玉娆，钦定的太子侧妃。咦，秀儿小姐，口下积德，我只是为表妹不值，她才华人品，凭什么屈居于侧妃啊？你萧家那位是什么品行啊？你不比我更清楚的吗？我什么都没说啊，屈六少，你可不能冤枉人呐！我堂姐很好呀，皇后娘娘亲自选的人，你不服大可找皇后理论，迁怒于我们姐弟是何道理？带走。在外还习惯吗？母亲放心，都很好，带了很多好吃的给您呢。林子里可好玩了，下次有机会咱们一家子都去。山林里能有什么好吃的？有这份心就行了。快进家来好好洗洗。突然觉得好像忘了些什么事儿，一时间没想起来，干脆不想了，什么都没有宝贝女儿重要。算了，我已经是大人了，岂可拘泥于形式上的关心？男子汉要坚强。去看看二小姐和二少爷回来了吗？怎么不来请安？我看着孩子们灰头土脸的，让他们洗洗再过去。母亲体恤孙辈，想必能理解的。你先回吧，拾掇好了就过去。侯夫人趁机上眼药，把萧天爱的所作所为编排一遍。大伯娘还真是干啥啥不行，告状第一名啊！请安祖母，我和天洛打了一些猎物，特意带回来给祖母尝鲜，还采了一些菌菇，煲汤喝着最是美味呢。你们有心了，
大伯娘，那个什么那的，你也多打听一下。虽说太子是天家，可抬头嫁女，咱们也不能太软弱了，失了骨气。祖母，您是不知道，我们在山上居然遇到老虎了呢。后来怎么样了？天落没吓着吧？祖母的心肝儿有。下次这么危险的事儿，咱们不去了啊。祖母，您别担心，那老虎不吃人的，一点都不可怕，可听话了，我们都给带回来了。待会儿您看看去，很好玩的呢。可不能大意，那可是百兽之王，哪能不可怕呀？老大，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听你跟我说呀？你当大伯的，就让他单独跑，没派人护着他。祖母，你别怪大伯，是武安侯府家的屈从云报复弟弟呢，故意放出了老虎进来，还收买了府里的护卫，把人调走。得亏那老虎通人性，否则您就看不到弟弟了。我当时一听说，脑子都炸了，坐马就冲上去。老虎要吃就吃我，说什么也不能吃我弟弟。都是菩萨保佑，你们姐弟感情好，不离不弃的，菩萨都不忍心。送来一只好老虎，明儿去白塔寺烧香还愿，多添香火钱。明明是姐姐打趴的老虎，关菩萨什么事儿？菩萨那么忙，哪会管自己一个小人物呢？祖母放心，明儿一早我们就去。我跟您说后头的事儿可多着呢。您知不知道那个侧妃颜玉娆，她呀居然和这么一聊，马上忘了找二房的麻烦，还赏了不少东西，将他们带走。方氏，你是当家主母，眼皮子不能太浅，只盯着自己那一亩3分地儿。天爱和天洛说的那些事，你为何一件都不讲，就会嚼舌根子，想着我这个糊涂老太太给你当枪使呢？我帮你做的恶人还少吗？你是太不知足了。母亲，我这不是还来不及跟您说吗？万幸一切都好好的，您别生气，媳妇儿知错了。还有件喜事儿，好叫母亲知道，皇上赏了天傲国子监监生的名额，这可是半只脚踏进朝廷里了呢。媳妇儿已经给天傲写了信，最多半月就能回，是该回来了。侯府世子没有一直在外飘着的道理，你们2个可得好好管教他。侯府是要交到他手上的，可不能任性妄为。是，媳妇儿记下了。都回吧，早早歇着。我看着天爱这孩子真正是机灵懂事，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2个消字来。以后少打那些小算盘，再有下次绝不轻饶。大小姐越发不懂事了，奴婢瞧着还不如二小姐贴心懂事。这要是到了太子府，能管得好一家子吗？唉，路已经给他铺好了，怎么走就看他自己的了。天爱这孩子比起以前活泼许多，倒是机灵。他的婚事儿可得好好盘算盘算。儿子以为可否求云海侯出面，他若是原谅了小六，肯为侯府说和，皇上说不定会网开一面。父亲，到了此时可不能意气用事啊，面子有满门的性命重要吗？罢了，老夫设下这张脸，连夜走一走。儿女都是债呀，上辈子欠你们的。小姐，今儿一早大房收了好几辆马车的礼物呢，都进了大房的司库。啊？谁送的？大伯做了什么，让人送了这么重的礼啊？你肯定猜不到，是武安侯府那个管家，奴婢见过。上次给二少爷送礼的时候，就是他来的呢。武安侯府好端端的，干嘛给大房送礼啊？自然是请侯爷帮着求情的。咱们二少是苦主，苦主不计较了，侯府也不是真的谋逆，武安侯就能度过这次危机。看来侯爷和武安侯做成了交易。哼，拿我弟弟谋好处，言语一声都没有。大伯这是把我们二房置于何地啊？弟弟命悬一线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你们做交易我不管，但是想踩着二房吃独食，也不问问我答不答应。
小姐别生气，长兄如父，侯爷是大家长，他确实没有必要问咱们的意见，人家肯定会说都是为了侯府好。二老爷要是讨要，就是不顾大局，不敬兄长，从来都是他坑人的，没有谁能占着他的便宜。来人，去请二少爷来。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弟呀，大伯把你卖了，正数银子数得开心呢，咱们却一点好处都没有看到，帮着数钱都没有资格，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你能咽下这口气啊？必须不能啊！虽然他对这件事没有多少感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姐对钱财格外在乎，看到银子珠宝，眼睛都闪着绿光。很好，从这儿回去呢，你就病着，卧床不起，我去给你请大夫去。病了？我这刚好，还打算去书院呢，卧床不太好吧？不会耽误你太久，喝了这杯茶你就回吧。总觉得他说的不大靠谱。听话喝了茶，还没走到自己院子，感觉手脚发软，脸颊发烫。二少爷，您发烧了呢？发烧了，真病了，请大夫吧。女儿的嫁妆不用愁了，那小崽子还是有点用处的。很严重吗？昨儿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了呀？都怪我，我要是不跟弟弟说那些话，他就不会气怒攻心，一下子病倒了，都吐了2口血，吓死人了。好好的怎么会吐血呀？哎，你和天罗说什么了？别怕，有父亲在呢，父亲为你们做主。这不大好吧？为了些小事让父亲难做，就是女儿都不孝了。你但说无妨，你们姐弟比父亲的命都重要，多难做，父亲都会做。以他的了解，女儿这是给他爹挖坑呢。武安侯府给大伯送了好几车的礼品，都放进大房司库里了。弟弟虽说在猎场没有受伤，那老虎通人性，弟弟拿猎物哄住了，可惊吓总是有的。他长这么大，哪儿经过那么惊险的事情啊？大伯他们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还用着弟弟为他们谋的好处。他们可曾把我们二房放在眼里？这算什么？把弟弟卖了，钱都不让数，直接进了他家腰包，还美名其曰为了侯府好，咱们说理都没有地方说去。弟弟急怒攻心，这不病倒了，都是命啊，不忍不行啊。阿言，你看着孩子需要什么药尽管用，我去找母亲。爹，您别和祖母吵，都是为了家族，咱们做些牺牲，受些委屈都是应该的。为了身外之物闹得兄弟失和，都是咱们的错了。为了身外之物闹得兄弟失和，都是咱们的错了。爹心中有数，爱就是太懂事了，爹知道，放心，爹知道该怎么做，照顾好你弟弟啊。老爹挺靠得住呢。娘亲，你别担心，弟弟不会有事的。你呀，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算计的劲儿跟你外祖父有一拼。不算计，哪来天下首富的名号？外祖父很有本事呢，我最佩服外祖父了呢。正好啊，你外祖母写信来，有2年没回去看他们了，外祖父想你了，你带母亲回去尽尽孝心，小住几个月，可好？行啊，我也该去外祖家看看了。那好，3天后出发，娘亲帮你准备好东西，你也收拾一下，3天时间足够了。这么快？快吗？你有什么事儿啊？没有，那就听娘亲的。太太，小姐，二少爷说没大碍，喝几副药退了烧就好了。啊，不严重的吗？怎么会？都吐血了。大夫，您可不能大意啊，必须严重。吐血了，那是心脉受损，急怒攻心，必须好好调养，否则会伤及根本，药石难医呀。气血失和，万不可受刺激，平心静气，好好补养。老大夫真乃神医，看啥？娘亲，姐姐，我没事的，你们别听大夫瞎说。我知道啊，不让大夫说的严重些，咱爹怎么会帮你讨回公道？这儿有一颗药，事情完了你自己吃下去，
烧就退了。姐，你说实话，我突然发烧，总感觉和你有关呀。是的呀。还真是啊，不是，姐，你怎么做到的？不怕把我脑袋烧坏了？真舍得。没那么严重，你姐的本事你放心。你忘了你走的时候给你喝的那杯茶，稍微下了那么一点点，这是解药，吃了就没事了。姐，你给我下毒药，是亲姐吗？哎，不对，你哪来的毒药啊？你什么时候懂医术了？我不懂医术啊，从书上学了点制毒解毒的方法，效果还不错呢。姐会认真学的，以后看谁不顺眼直接毒死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哎，姐，咱商量一下，你下次给我吃药能打声招呼吗？不能，打了招呼你还会吃吗？毒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哎，你可得小心些。我晓得啦，娘亲，下次我找人实验好了再给弟弟用。冰儿，你这是怎么了？别吓娘啊，娘年纪大经不住吓。母亲，我没事儿，就是心里憋得慌，跟母亲诉诉苦。大哥是侯爷，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好，我一直不懂，不管他做什么我都支持。父亲走了，大哥就跟父亲一般，我愿意为了这个家付出所有，但是不忍心让我的孩子也跟着受委屈。母亲，我这心是真的凉啊。你慢慢说，老大就算是侯爷，做事儿也要公平。老娘还活着呢，这个家还轮不到他一手遮天。肖斌大概讲完，老夫人已经面沉如水。去把侯爷夫人请来，查一下武安侯所谓何事，送了多少礼。母亲，您找我啊？你忙着收礼呢，眼里还有我这个婆母吗？收礼收得很开心呢。哎，母亲何出此言啊？儿媳不懂。哼，不懂，那就跪着，跪到你想明白为止。母亲，儿子先告退了，天落高烧不退，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儿子去看看。你快去吧，母亲会秉公处理的，让天落好好养身子。这孩子遭了大罪了，刚养好没多久，又遇到这么一出。儿子告退。侯夫人也真是蠢，那么多的礼你留一半，孝敬婆婆一些也算一回。吃独食这事儿，谁看了心里能乐意啊？云海侯早朝为武安侯刚求过情，这边苦主就病了，还很严重。传出去，他一个不顾侄儿性命、胳膊肘往外拐的名声可是少不了。失望到了一定程度，训斥的话都懒得说，直接把东西冲入宫中，让老夫人来分配。老大，你可算来了，小的都快愁死了都。怎么了？有人敢跟咱抢地盘？抄家伙，削死他！倒是不至于，是逍遥阁那边下了战书，要挑战您呢。明儿就是约定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您，这不正着急着呢吗？他挑战，我就得答应的吗？还是要打？哼，也好，正好报了上次的仇，疼了姑奶奶好些天。接过来还有件事要跟你说，你找的什么人呢？居然能被人收买，背叛主家，失职之过该怎么罚？什么？是谁？属下弄死他全家。罪不及家人，关人家全家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先说说你的责任？差点害了我弟的命，这是我最没有办法忍的。好在只有一个姓邢的，剩下的都是好的，否则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故意找的人，想害了我自己篡位呢。老大，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你救了我们兄弟，恩同再造，愿为老大当牛做马，此生绝不背叛，否则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发誓这种事儿在我这儿没用，我只看你怎么做。你自己有这个心思，并不代表别人都像你一样。这次的事儿理应吸取教训。作为领导，尤其是咱们做着见不得光的买卖，轻信人可是大忌。老大教训的对，我知错了。姓邢的身手不错，祖宗发誓信誓旦旦，我就信了他，日后断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要无忌还行，以后你有急事找我，就给他送信。我要出门几个月，帮中事务就交给你了。
啊，还有，最近给我盯着太子府，城中大小事务都要上点心，也可以做些贩卖消息的活计，并不一定要用钱，可以用同样隐蔽的消息来换。很多时候，消息比钱更重要。老大说的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些管事们，谁没点主子的隐私，用隐私来换，总比自己掏钱要划算。那个，属下多嘴问一句，老大要这么多消息，是想做什么呀？我还没想好，只是不想有超出我掌控的东西，总有用得着的时候吧。明天老地方，老大别迟到了。主子，明儿看我俩给你报仇，抓了那个什么花满楼的，给你磕头赔罪。哼，自信是好事，自大就是自掘坟墓了。难道你觉得你主子我比不上你的吗？属下没那个意思，您这不是眼睛不方便的吗？实力顶多发挥出来5成，这要是搁以前，一只手都能灭了他。话里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走各路不好吗？非要来找茬，这次是受人之托，还是想找场子啊？自然是找场子了。打赢了我们，以后逍遥阁从此让路，你们虎头帮的生意我们不接。好，爽快，是一个一个来呢，还是一起上啊？算了，一起上吧。大半夜的，本少还有美人等着临信呢，哪有时间在你们身上浪费啊？这少年的功力好像比上次精进许多，如此人才流落在这等小帮派，可惜了呀。可以认输了，不过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总得有些表示。1万两银子算是本帮主的出场费。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怎么不去抢啊？输了就输了，事先可没说赌注讹人呢。你以为我现在在干嘛呢？别说你们这么大组织，1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瞧这2位身材还不错啊，扒了扔进御换法，什么时候赚够了钱，什么时候放你们走。玉官方是做什么的？咱能赚那么多钱？闭嘴吧，那是南风馆，让你卖身呢。什么？太狠了，士可杀不可辱，跟他们拼了。够了，输了就是输了。花帮主，就按照你说的，1万两银子随后奉上。今日属下多有得罪，本阁主代他们赔罪了。好说啊，江湖走马，何其为贵嘛。贵属下也很厉害啊，只可惜遇到本帮主，是他们倒霉了。帮主大义，本阁不多留了，告辞。慢走，不送。你家帮主厉害吧？1万两银子就到手了，抽空去逍遥阁催一下，早点实现诺言。老大，你知道逍遥阁在哪儿的吗？你们不知道的吗？逍遥阁历来神秘，只有一个堂口接任务，无人知道他们的门派所在，也无人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嘿，这么说，只有他们找咱们，没有咱们找人家的份儿啊！万一他们赖账不给，咱又找不到门儿。难说，1万两银子呢，不是个小数目。这年月守信的人可不多。鳌山，你去他们堂口盯着他们，想赖账，上天入地，休想逃得掉。是，属下这就去。大意了，太丢人了！他英勇强悍的帮主形象哟，一下子崩了。回去睡吧，不算什么大事儿，就当是跟人切磋，败了就败了，用不着哭丧着脸。1万两银子呢，卖了属下也不够啊。我有说过要给吗？传令下去，堂口撤了。主子，您这是打算赖账啊？主子，您这是打算赖账啊？这是其一，还要让那少年晓得，武力并不代表一切，还得靠脑子，叫他长点教训。一看就是单纯的孩子，被家里的人保护得太好了，哪里知道世道的险恶呀？本王这是做好人好事呢。二妹，路上小心点儿，不年不节的，怎么突然想去外祖家了？去外祖家还用挑时候的吗？外祖父想我了呗？还是大堂姐好呀，外祖家离得近，去一趟不用这么麻烦。不过我记得堂姐好像很久没去看你的外祖一家了吧？做了太子妃啊，就是不一样，外祖家都少走动，
不知道的还以为堂姐心气儿高，看不上外祖家了呢。侯夫人娘家原本是四品工部主事，可惜后来犯事儿了，就罢了官，沦为普通平民。家族子弟也不争气，没有撑得起门楣的人物，都靠侯夫人接济。萧天爱，你太过分了！萧天爱，你太过分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实话不让人说，别委委屈屈、抽抽搭搭的样子，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怎么堂姐了呢。当家主母要大度端庄，哭哭啼啼博人同情，是小妾做派。未来太子妃呢，可不能这么点度量。诸位妹妹，不用送了，等我回来给你们带礼物。听说金陵城比洛城还繁华，很多舶来货呢，稀罕物件最多。二姐一路顺风，先谢过二姐了。好说，自家姐妹不需客套。马车晃悠悠的出了城，萧天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1万两银子虽说肉疼，可他不是钻牛角尖的人，心大得很。怼完萧天蓝，闷气出了，开始犯困。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给忘了呢。燕王府的马车出现在了侯府巷子口，萧天爱写好的赛马场的策划书，有些地方属下看不懂。燕王邀请他出门吃饭，顺便问一下，见了萧二小姐不能夸他，他这个人容易骄傲，经不住夸，尾巴还不得翘天上去，得打压着来。王爷，二小姐有事不能出府？不是的，二小姐不在府中，出远门了，去了金陵外祖家，估计得几个月，说不定到年前了。哦，知道了，回府吧。二小姐也真是的，出了门招呼都不打，亏得咱们王爷待她那么好，真正是没良心。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又不是至亲，什么关系都算不上，人家凭啥跟咱们打招呼啊？哎，怎么没关系了？他都喊咱们王爷爸爸呢，合着用不上爸爸就丢一边了呗？你才看出来啊，二小姐那个人小孩子性子，有事儿喊爸爸，没事儿喊燕王，闹着玩的，你也信啊？不过冷不丁的走了，心里有些空落落的，每次遇到他都有新鲜事儿，好玩的很呢。你俩很闲吗？这么爱八卦，要不要送你们去楼子里做龟公，让你们说个够？爷，这是生气了？属下失职，小姐受累了。没事儿，不怪你，天要留人，谁也没法子。早点安顿好，你们也歇着吧。进入破庙，天空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鸟鸣声，吓了东林一跳，差点摔在地上。哼，好一个变毛畜生，正好打下来，今晚加餐。燕无忌，带着弓箭没？射下来。算你跑得快。热茶奉上，刚喝了一口，外面一阵马蹄声响起，一行数人走进来。为首的男子高大挺拔，头戴玉冠，贵气天成。燕王，怎么是你啊？你这是……他突然看到许知安给他狂使眼色，心中奇怪，什么意思啊？别离那么远，给燕王也倒茶。哎，您这是要干嘛去啊？不用了，这位小姐，咱们不熟，不好喝你的茶。萍水相逢，各过各的，挺好的。男女授受不亲，还请小姐自重。不是，什么鬼啊？他这是生气了？自家主子玩得高，是谁突然发疯，一大早带着人来追，现在找到了，又冷嘲热讽的，真让人猜不透啊。燕王啊，谁惹了您了？气性这么大？小姐，请自重，本王和你认识吗？哎呦，有意思啦！排除掉电视剧里演的狗血剧情，就算他失忆了，俩属下总不会也失忆了吧？那就只能是生自己的气了。可他没做什么呀，秋烈回来面都没顾上见，怎么惹着他了？小姐，饭菜好了，可以吃了。好，给燕王他们也送一些，让人多做一些来。不必，本王还吃得起饭，无需小姐施舍。嗟来之食，不吃也罢。啊，你这人阴阳怪气的，装什么阴阳家呀？有事说事，跟女人似的，小气巴拉，耍什么小性子啊？是不是男人啊？本王是不是男人，好像跟小姐没关系的吧？
热脸贴了冷屁股，萧天爱也有火气，冷哼一声，回自己位置了。王爷，您吃一点。小姐，先喝碗鸡汤垫垫，待会儿还有烤羊排、素炒三鲜、清炖乳鸽、红烧肉。您吃米饭还是馒头呀？还有点蟹肉，要不给您包了蟹黄包子吃吧？萧小姐真会享受，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酒楼里呢。吃米饭吧，蟹黄包子和粥，明天早上当早餐吃，让大家都好好吃，不用减少。大冷天的，吃顿热乎饭才是人过的日子呢。哎，不是还有酒吗？每个人喝3两，驱寒气。别贪杯了，醉了没办法当差了。不错，乳鸽软辣，红烧肉更是香呢。汤汁就在米饭上，太好吃了。小姐，我能吃3碗。哈，小羊排烤好了吗？多放孜然胡椒，味道更好。吃好喝足，真舒服。待会儿炖一锅肉汤给对面送过去，谁没失忆认得本小姐的都有份儿。至于那失忆不认识本小姐的，咱也别讨人喜爱，人家有骨气，咱也别去诱惑人家，让人堕落。萧小姐够义气，认识我们小姐吗？天知道王爷想要干什么呢。这一趟出来匆忙，也不说什么任务，只顾着闷头赶路，合着是追着女孩子来了。萧小姐一片好意，他们要是再不领情，和王爷就真的闹掰了。萧府二小姐自然是认识的。装饰请用，还有刚出锅的烙饼，要不要来2张？你这饼子硬得跟石头似的，能吃吗？谢谢姑娘了。那个酒能给2两吗？好的，稍等片刻。王府缺你们的酒喝了吗？一个个没出息的样子，本王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男人呐，还真是不能惯着，越惯越来劲儿。本小姐赏的，谁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们王府的酒现在喝得着吗？有我的好喝吗？甭搭理你们主子，还抽风呢，抽完了就没事了。萧天爱，本王的人还用不着你来管。啊，你喊我呢？敢问你哪位啊？咱们可不熟，这么连名带姓的喊人，很不礼貌呢。男女授受不亲，这位爷请自重啊。哼，好男不跟女斗，本王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男人，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之前的屡次帮助，包容他的一切小脾气，这次突然的生气，真的有种男人心海底针的感觉。天知道他这几天有多纠结，想着他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真把自己当抹布了，用过就丢啊。有事喊爸爸，没事喊燕王，怕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吧。亏他为他操心劳力那么多天，真是比他爹都操心。合着他一点都没把自己放在心上，甚至连朋友都不算。可不干之后，开始担心起来。这一路上山高水远的，侯府就放心他一个闺阁小姐自己出门的吗？小姐咋哭了呢？哪里不舒服吗？我的心好难过，我都这么累，还挨雨淋，吃不好睡不下的，他还凶我。我强撑着想对他好，可人家不领情，我的心啊，给伤得千疮百孔，痛得难以呼吸了。哼，不让你主动来赔不是，哄着姑奶奶，姑奶奶白穿一场了。有好戏看了呢。燕王果然睁开眼，虽然看不到，却能听到他娇软悲伤的哭诉声，一颗心顿时揪起来，好像是他小心眼了呢。不就是没打招呼吗？许是忙得没顾上，出远门可不是说说而已。东陵，你别管我就是心里难受，哭一场就好了。谁让我想着尽孝心独自出门呢？没人疼没人爱的，还让人戳着心窝子，活着可太难了。主子上啊，萧小姐哭得老伤心了，您伤的人您不得哄吗？好了，
是本王的错，不该凶你，别哭了。哄女孩子，她觉得比打仗都累。咱们都歇了啊，分一队人出去巡逻。越是这样的天气，越不能大意。你想怎样？我都道歉了呢，你不辞而别，我都不能生气的吗？再说，我也没凶你啊。我去，合着是为这个？燕王，你这么爱计较呀？怪不得他出城觉得少了点什么呢，原来是忘记和小伙伴们打招呼了。主要是被逍遥阁赖账给气的，忘了这一茬了。都是逍遥阁的锅，你说不认识我，比凶我都伤人。就算我不对，你骂我2句就是了，干嘛说不认识？好吧，如你所愿，咱们划清界限。你是高高在上的燕王，哪里会在乎我一个小丫头？好吧，我道歉，别哭了。我都不追究你让他们喝酒吃肉，不管我呢，就算扯平了吧。哼，你别说我可没你那么没良心。东陵，端过来，不哭就好了。哎，别说你吃饱了吃不下啊，塞也要塞进去。我一开始就准备了2份，想和你一起吃的。你吃冷饼子都不肯和我一起吃，在你眼里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吗？你出门都带着厨娘食材的吗？亏我还担心你了，合着你准备的倒是周全。都是娘亲准备的，我倒是没操心。燕王，你这是干嘛去啊？皇上给你派了差事，眼睛不方便还使唤你，他的心得多黑呀！一点私事，皇兄巴不得我闲着呢。我一出城，他今晚都睡不着了呢。咱俩缘分还真不浅，上次你救我的命，现在又偶遇在破庙，好巧呀！不是巧合，是我追着你过来的，知道你出远门，怕路上不安全，顺道来看看你。燕王爸爸简直太好了，这么关心他，更好奇他怎么找到自己的。他们好像没联系吧？燕王心中说不出的酸涩，这算什么啊？自己希望他过得好，嫁个好人家，现在这么冒冒失失的追来，说一些不知所谓的话，又不能给他幸福的人生，何苦拉他一起痛苦啊？哼，真是个孩子呢。不告诉你，估计今晚上睡不着了。原本想明天跟你说的。取出一只鼓哨子，吹了几声，也没听见什么声音。天哪，这只扁毛畜生是你的！我之前还想让人打下来烤了吃肉呢。哟，你还凶我，毛给你扒光了信不信？叫的难听死了，跟鸭子似的，丢鹰的脸。好了，别斗嘴，以后指望他传递消息呢。他可是好宝贝，我从小养大的，很通人性呢。在战场是最好的斥候呢，立下无数功劳。东陵，取些小羊肉来，要最嫩的啊。好嘞，马上啊。啊，老鹰能长这么大的吗？啊，这翅膀都快有我胳膊长了呢。这是塞外的一种，不算老鹰，应该说是雕。那里的人称呼它为海东青。哦，雕啊，真厉害！有名字吗？我给取一个。燕王可千万别呀！大青马给他取名二愣子，天知道能给你取个什么名字来。你取吧。瞳孔是金色的，叫小金好了。不好听吗？小黑。名字就是个称呼，就叫小金好了。太好玩了，它比我家二花还好玩呢。二花？就是那只老虎啊，大青马叫二愣子，都这么往下排，就叫二花了。要不它叫二金？你这起名的风格怪稀罕的，将来你孩子估计是要倒霉了，天晓得你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大伴儿，听说燕王出城去了，可有来报备去哪儿了？景佑帝说的是燕王，而不是九弟，说明他对燕王不满了。没有报备，不过奴才知道王爷去哪儿了，
说来挺稀罕的，追姑娘去了呢。谁呀？九弟有喜欢的女孩子了，这可是好事儿啊。他成家了，朕也好跟父皇交代呢。皇上也见过的，太子妃的堂妹萧家二小姐，这俩人吧，你说有那么点意思吧，却也不太像。燕王还给人家小姐挑夫君呢，可要说什么都没有吧，燕王对人家的好有点出格了。哼哼，朕这个九弟从小就聪明，只可惜早早去了战场，小10年都没见过几个女人，哪能明白男女那点事儿嘛？只是萧家已经出了太子妃，再出一个燕王妃，未免太高调了。你抽空把这件事儿让太后知道，看看她怎么安排吧。诺，奴才明白了。陛下，夜深了，早些安置了吧。睡吧。让哪位娘娘侍寝呢？没兴致，免了。禀宸妃娘娘，乾元殿安置了，陛下谁也没有召见，独自睡的。皇上真是上年纪了，夜里都不招人侍寝，得让太医开个方子，好好补补了呢。既然没找那些妖艳贱货，本宫也就放心了。安置吧，还有什么事啊？一并禀告了吧。奴才偶然得知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关于燕王的，不晓得当不当讲，娘娘恕罪。燕王，他怎么了？赶紧说呀！燕王出城了，萧二小姐去金陵城外祖家探亲，燕王好像去追她了。那个狐妹子，手段真是高啊！燕王都勾到手了。去，仔细查查，燕王真的是追她的吗？两个人是不是有一腿？都查清楚了，不能有丝毫的遗漏。诺，奴才马上去查。娘娘息怒，您这么大张旗鼓的打探燕王的消息，别的娘娘知道了，怕是要说三道四呢。本宫会怕他们？谁敢说？撕烂他们的嘴。您是不怕，但是总要皇上要是误会了，您该怎么解释呢？只要是男人，对这种事情都是极为在乎的。您今日的恩宠都来自皇上，皇上要是误会了您，所有的一切可都前功尽弃了。本宫明白了，你退下吧，本宫自己静静。诺，娘娘别多想了，走下安置吧。陈贵妃走到窗前，看着天上的明月，忍不住落下泪来。我连和你站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到底值不值得呀？或许有燕王在，哪怕露宿郊外，心里充满了安全感。燕王早啊。早。昨晚上你睡觉打呼了？不可能，本仙女睡觉最安稳了，打呼磨牙放屁这种不雅观的事儿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为了保持形象，愣是没去如厕，就怕有声音传出来破坏她仙女的形象。你睡着了又不知道怎么不会打呼啊？幸好没……不许说，燕王爸爸，你这样跟女孩子聊天很容易孤独终老的。燕王顿时浑身僵硬，从未如此近距离和女子接触过，放在唇边，温热的触感，香甜的味道，让他没忍住伸出舌头尝了一下。你怎么能这样呢？天哪，这么轻浮无状的动作是他做出来的吗？太冒犯人家小姐了。王爷，你脸咋这么红呢？不会发烧了吧？不应该的呀，西北那么恶劣的天气都没见您生病呢，除了受伤。本王想吃烤鸭，你去弄来。主子，您开玩笑的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属下哪儿给你弄烤鸭去啊？你觉得呢？别介呀，主子，主子，您把人家小姐臊走了呀，不该去追的呀。女孩子脸皮薄，您不好好哄，小心萧小姐不理您了啊。虽说追女孩得不要脸，但是吧，这是您自己的脸不要，得维护人家小姐的脸。就算人家真打呼噜，你也得装着不知道啊，还得遮掩起来。哪有您这样的？直接问人家小姐，换作是我也得跑。许瞻匆忙把话说完，撒丫子跑出去。许护卫啊，
你刚才说谁打呼呢？是我打呼噜，都没人跟我睡一个屋子，将来难找媳妇儿。那个我弄烤鸭去，也送您一只啊。您先吃早饭，等着我的烤鸭啊。荒山野岭的哪儿弄烤鸭去？别听你们王爷折腾人，还是萧小姐贴心，最知道体恤他们了。把这个扁毛小东西烤了吧，味道一样的。瞧他这么大块，肯定能吃饱。亏他能说得出口，他敢把那只鹰给烤了，王爷能把他给烤了。燕王，你不是不吃嗟来之食吗？我可不敢侮辱您呢。撤了吧。我错了，你没打呼，我骗你的，磨牙也没有，甚至都没翻身，睡相最老实了。待会儿我就要走了，咱别怄气，行吗？燕王吃得快，却不显粗糙，动作优雅从容。不吃饭，看我干嘛？谁看你了？我是心疼我家饭菜，被你吃这么多，都没给银子呢。以前求我的时候，可没说给我银子。说起银子，赛马场的一些问题，底下人不明白，让我问问你。早点开业，早点赚钱啊。哼，不忙，过了年再开吧。寒冬腊月的，可未免冻冰棍的嘛。我才赚多少啊？您是大股东呢。好吧，我再给你1成份子，算我的早饭钱。啊，真的吗？真分给我1成啊？哎呀，爸爸就是好。您吃够吗？再给您添点儿，可不能饿着咱爸爸。咱们上元节开业，正好举办灯展，让所有的勋贵子弟们都知道咱们的马场。开春赛2场，热热身，不出1个月，声势起来了，正好3月踏青，银子还不是像流水似的泼进来。用完早饭，2个人都有些沉默，因为他们都知道离别在即，谁都不舍得说分开。你我给你留下10个亲卫，都是战场上杀出来的好手，你的人还差不少，否则也不会把你搁在野外。他们只听你的话，你放心用。这是我的令牌，可以驻当地驿站，更安全。有事去官府，也会给你面子，你收好了。有事让小金传消息给我，半天就能到，很方便呢。这只鼓哨子送给你，一吹它就能感应到。这是什么骨头做的？挺漂亮的。鹰骨，以前养过一对儿，雌鹰被敌人射杀了，雄鹰撞地自杀殉情了，我就用他们的骨头做了一对鼓哨子，送你一只。后来我养海东青，只养1只。鹰这种动物最是忠诚，不忍心看他们殉情的场面。很多时候动物比人痴情，选择了伴侣都是一生一世。现在下聘，男方都会送1对大雁，因为大雁也是生死相依，一方离开绝不独活的动物，代表了忠诚。可惜啊，真正能白头偕老的能有几人？想想也挺讽刺的。啊，想起一首诗，念给你听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也妒，未信鱼。莺儿燕儿俱黄土，千秋万古，未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唉，小金太可怜了，就因为你怕自己伤心，剥夺了人家找媳妇儿的权利。东陵啊，给小金准备最好的羔羊肉，快安慰一下人家。小金是雌鹰，不找媳妇儿。那更不好了，自己养的女儿万一被野男人拐走了，岂不是更难过？嫁女儿可比娶媳妇儿更难受呢。你非要往我心口上戳刀子的吗？你的心肯定是黑的，黑的透透的。好啦，你真不惊动，咱们小金拐个上门女婿回来，不嫁人。时候不早，我走了，再留一会儿怕被你气死。燕王，路上慢点啊，不行就让小宋带着你，别逞强啊。我年前回来给你带礼物啊。小天爱，你可以不喊我燕王，喊我名字吧，听着别扭。他软软的喊自己名字，肯定很好听。你叫什么呀？好像没告诉我呢。我不知道啊，老早就想喊了，没好意思问你。你，又生气了。燕王吃错药了吧？怎么总生气呢？果然，
男人心海底针，不可捉摸，太难伺候了。小姐，燕王名唤赵无疆，众所周知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啊？人家爸爸来看你，又送护卫又关心的，闹了半天，你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换我也生气啊。这么一说，还真的是我的错。赵无疆，万寿无疆，好名字，先皇肯定很疼他。说完又想起了一个词儿来，大爱无疆，他们名字都般配。哎呀，怎么会这么想呢？好羞涩呢。天字1号房，小姐您请。慢着，小姐请上楼，这里小的来应付。萧天爱点点头，他也不想招惹是非。站住！本小姐跟你要上房，你说没有，现在他一来就住天字1号房，你不是没有的吗？你糊弄本小姐呢？你给我让出来，本小姐要住，看谁敢拦着！我让你站住，你没听到的吗？大哥，你让人拦着他呀！小小的一城都敢欺负我，他也不听我的话，给我砸了这家店！大妹，不许任性。驿站是朝廷所属，你想连累父亲，抄家丢官，到时候你就不是千金小姐了，是要被卖到教坊司的，狱卒都比你高贵。我不管，我就是要住上房，我的房间连单独的净房都没有，都没法泡澡，我受不了这个委屈。大哥，我求你了，你不喜欢我了？我不是你最爱的小可爱、心肝小肉肉了吗？文静优雅的小姐说这样的话这么顺溜，可见在家里也是受宠的，没少撒娇。哈，是你啊！你不该谢谢我的吗？我可是帮你说了你想说的话哟，不用客气的。我先上楼，你慢慢发脾气哈。你在嘲笑我？怎么是嘲笑呢？是消遣你。想要上房啊？可以啊，喊我一声爸爸，我让你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怎么说话跟纨绔子弟似的？我呸！你做梦！来人，给我拿下！我要杀了他！不是你爸爸，为什么要让着你啊？小姐姐，好叫你知道，除了你爹娘，没人惯着你的臭脾气。当然，你命好，还有个大哥呢。大哥哥啊，想好怎么跟你的好妹子擦屁屁了吗？严兄啊，他想杀了本小姐啊，你说怎么办？刷！属下先弄死他。小姐放心，别说在这小破店，就是在洛城，咱都横着走，杀几个不开眼的东西，陛下都不会怪罪。好的呢，谁敢动手，脑袋都给他剁了，好让这位小姐姐小哥哥见见血，洗洗进水的脑子。做了你爱吃的玉带虾仁、糟肘石鱼、蟹粉狮子头，还有入炉羊肉，多吃点儿。谢母后了，在边关这些年，做梦都想吃着狮子头呢，想不到您还记着我爱这一口啊。可怜的孩子可受罪了，金娇玉贵的皇子，在那苦地方一待数十年，真是苦了你了。明儿个母后把御厨给你送去，想吃什么就跟母后说，母后别的做不到，照顾你起居还是可以的。可不敢让母后割爱，那是您用惯了的厨子，我想吃就来看看您，还能多个借口呢。都说你冷言寡语的，这样的话就该让他们听听。江儿那是不屑说，心是好的，母后这心呐，暖洋洋的。那么多皇子皇孙，属你最贴心。今儿个喊你来啊，是商议你的婚事呢。听说你追人家萧二小姐出城了，心里属意她了。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要说属意还谈不上，有事顺路，对她是多照看几分。不过是看她可爱乖巧，当晚辈疼呢。她年纪还小，单纯得很，理应找个儒雅俊秀的少年郎，郎才女貌，方是良配，而不是我这个废人。即使如此，母后也不提这件事了。可你的婚事真的拖不动。寻常人家的孩子，到你这个年纪，孩子都满地跑了。偌大的燕王府，没个女主子也不像话。
母后帮你选几个相貌俱佳的闺阁小姐，你抽空。原本想说看看的，又想起他的眼睛，遗憾的叹口气。他选王妃，相貌倒是最不重要的。母后做主吧，您觉得好就行了，只是别委屈了人家小姐，得让人家自愿，门第差一些也无所谓。唉，好，母后一定好好看看，谁嫁给江儿是福气才对，哪会有委屈啊？谢过母后了，时辰不早，儿臣告退了。在下孟浩，字长庚，金陵知府嫡长子，这位是舍妹孟怡宝，之前多有得罪，还请小姐见谅，在下代舍妹赔不是了。怡宝，如珠似宝，难怪这么刁蛮。不碍事，本小姐也不是小气之人。我叫萧天爱，云海侯府二房嫡女。我娘亲说我生来有福，上天都要宠爱呢。小宝儿，你觉得咱俩谁更胜一筹？天爱呀，记住了，遇到我躲着点儿，老天让他们来保护是有道理的。萧小姐这么嚣张，遇到性子暴的直接会被打死的。大哥，你看他，我都气死了，你得帮我出气。父亲都得礼让3分，你知道他外祖是谁吗？哼，谁啊？还能比咱们府里的官大？无官无职，但人家是大燕首富沈家。萧小姐这次估计是去外祖家探亲呢，随便哪一样咱都得礼让3分。妹妹啊，出门在外，你这性子得收敛些，碰到他还算脾气好的，有那刁蛮的郡主公主杀了咱们，父亲都没地方说了一句。父亲，您说表妹不年不节的突然来金陵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走动啊？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你大姑最疼这个女儿，你祖父也很喜欢，她能来，你祖父祖母不知道多高兴。谁敢惹你表妹不高兴，老子第一个抽死他。父亲，这话您说了不下180遍了，我都恨不得把表妹打个板供起来才好呢。没人敢惹她，您就放120个心吧。只是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迎她一个小辈，弟妹们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是嫉妒，还没进门就这么大阵仗，到了家还不得捧上天啊？要是能捧上天，你祖父和我肯定乐意捧，谁敢有意见啊？没人有意见，您高兴就成。天爱可不是一般的小姑娘，聪慧机智，不骄不躁，大富大贵的命额，你跟她交好，将来的好处多着呢。这不是沈大老爷大少爷吗？能惊动您2位，这是迎接哪位大神呢？原来是李管家。不瞒你说，外甥女儿来看望家父，自然要迎一下。李管家又是来接谁呢？可是云海侯府的2小姐，那必须得迎啊。2小姐可是真正的勋贵小姐呢，贵府姑奶奶，是个有福的。小的来接我们大少爷大小姐，或许2人路上碰到，结伴同行了呢。这个说不好，或许吧。天爱见过大舅大表哥，辛苦你们来接我。不辛苦，倒是爱爱，你这一路奔波才是辛苦呢。你外祖母外祖父一早就等着你来呢，院子也都收拾好了，咱们进城吧。好，我也想他们了呢，大舅先行。爱爱见过外祖父，见过外祖母，您2老身体可好呀？母亲一直惦记着你们呢，只是府中事多，走不开，我就替母亲走一遭，来看看2老。你们别嫌弃我聒噪呀。好孩子，快扶起来，哪用得着行这么大的礼呀？你们过得好，外祖母就放心了，用不着麻烦你跑这么远，路上肯定很辛苦啊。爱爱都这么大了，大姑娘了，真好。头几年见你，你还是个小丫头呢。爱能来是好事儿，别掉猫尿，让孩子跟着难过。哎呦，你母亲也真是的，咋就让你自己出门呢？路上可顺利？你爹忙什么呢？咋不让他送你啊？外祖父，我是大人了，丫鬟婆子护卫一大堆，
父亲忙着呢。再说他跟着也没啥用，还得伺候他，添乱呢。我这次趟趟路，以后每年我都来看您，带着弟弟来。您不知道，他被皇上封了官了呢，4品，还是5品来着？哎呦，我给忘了。等他长大一些，就能去任职。你有事就使唤他，保证随叫随到。好，都是好孩子，有出息了呢。外祖父等着啊。老太爷，大太太，楚家七少爷来了。他怎么会来？这孩子招呼都不打，总是这么突然。可是那位15岁就考中举人名头的七少爷，楚介元、楚燕。正是，这孩子天资聪颖，从小被我祖父亲自教导，只是学问足够，人情练达尚且不足。祖父让他多出门历练，不忙着入关为朝。你祖父太谦虚了，有这样出众的子弟，他该偷着乐呢，还不快请进来。今儿啊，真是好日子，来看祖父。楚家谢元也来做客，吩咐厨房酒菜准备最好的，老夫好好招待2位贵客。外祖父，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都是晚辈算不得贵客，都会孝敬您，给您长脸。好，几年不见，爱嘴巴变甜了呢，跟你母亲一样，贵精灵一个。外祖母，我知道他祖父为何不让他接着考进士了，为何呀？怕他被公主赏了驸马，或者被权贵抢走做女婿呢。满城的小姐们为他打破头。不许瞎说，这位楚介元才名在外，多少人想见一面都不得而至。你多跟他接触一下，都是年轻人，能聊得来。看情况吧。萧天爱直觉这位楚介元可不是好相处的人。楚燕见过老太爷老太太，冒昧打扰，请海涵。不打扰，老夫巴不得楚介元登门，也好沾沾你的文气呢。今儿啊，巧了，我的外孙女儿也刚进府。这位是3年前的介元公，也是大燕历史上最年轻的介元公呢。次年是他没下场，否则就是最年轻的状元公了呢。3元及第，100年不出一个呀。老太爷抬爱了，惭愧。小姐好。诸位，有个问题在下一直没想清楚，还请大家一起参谋一下。能把楚介元都难住的问题，咱们哪儿行啊？不是书本上的，闲谈而已。什么东西早起4只脚，中午2只脚，晚上3只脚呢？猜一动物，猜中了，我这块玉佩算是奖励。这个楚燕真的很有意思，分明是觉得聒噪，故意出问题，让他们安静呢。多多，你想不想做最聪明的那个人呢？想啊，我也想和楚燕堂叔叔那样做介元老爷。好，那你照我说的做，保管你堂叔叔赏你东西，听明白了吗？不用说话，照着做就是了。明白，表姨，真得了好东西，嘟嘟分你一半。这一招对付那些竞走奉承的人屡试不爽。嘟嘟，有事吗？嘟嘟点点头，没说话。楚燕神色渐渐认真，嘟嘟做完动作，跑到了他身边，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来。介元公，你怎么给他了呀？因为他说出答案了，自然要给啊。什么？我们怎么不知道啊？答案是什么呀？慢慢想，5岁孩子都知道呢。表姨，你说的真准，堂叔给我的，我分你一半啊。笑笑姐，你很聪明，我记住你了。啊？难道学霸都是这个调调，跟霸道总裁似的？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楚建远，我一直都知道我聪明，不用你说。谢谢你记着我，我也记着你了。不过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你这张脸，毕竟这么标致的美人儿可不多见呢。哼，装的倒是像。女人嘛，人前一张脸，人后一副面孔，最会骗人。亚眸升了升，笑容多了几丝玩味。
萧天爱在一丛粉色蔷薇之前停下来，探出身子想要摘几朵玩。突然萧天爱哎呀一声，身子就要栽倒下去。小心！哎呀，楚介远，地上多脏呀，可惜了一身好衣裳了。劳驾，帮我摘几朵蔷薇花，谢谢啦。哼，想得美，爷一时大意，中了你的计。女人都是祸害，就不能心软。能使唤爷的女子，还没生出来呢。楚介远，身手不错啊，还想跟着我吗？谁稀罕跟着你？爷高兴逗你玩呢，别自作多情，以为爷对你有意思。长得还没爷好看，爷能看上你？还想让爷为你摘花，想得美。行，正好，本小姐还嫌你男生女相，招蜂引蝶呢，让你摘花是看你就那么点用处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路。你若是想领教本小姐的厉害，尽管放马过来，本小姐很乐意跟你好好玩玩。文的武的，本小姐虐得你跪下喊爹爹。这女人真会演呐，在饭厅里装柔弱无辜，小白花似的，现在跟女土匪一般。侯府怎么教养出这样的小姐来？姐，说哪反了，还在生气呢。萧小姐太坏了，咱以后离她远着点。你懂什么？爷从未遇到过这样独特的女子。你说说，爷要是娶她回来做七少奶奶，能行吗？七爷，她那么野蛮，一肚子鬼主意，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沈家上到老下到小都被她哄得团团转。这样的女人，七爷您真的喜欢啊？说明她厉害啊。女子本弱，若是没点本事保护自己，整天跟爷哭哭啼啼，烦都烦死了。虽然长得一般，比不上爷，勉强还凑合。完了完了，老太爷想让七少爷娶个大家闺秀，端庄温柔的，萧小姐怎么看都不是那样的人呐。你要是敢跟祖父说，以后不用跟着爷了。萧小姐比我都傲，能不能成还是两回事呢。做不成夫妻，我会跟她做朋友的。这么有趣的人做夫妻反而可惜了。喜欢的人不应该做夫妻的吗？咋就可惜了？夫妻之间日夜相处，上敬长辈，下养子女，日子久了，感情多深的人也会麻木。要是家庭和睦还好，若是不和，难免争吵，感情变淡，甚至成为怨侣，还不如朋友好。没有这些俗世羁绊，谈天说地，方能成为一辈子的知己。萧小姐要是嫁人了，您跟她做知己，人家夫君能乐意啊？萧小姐那脾气，能被她看上还肯嫁的人，肯定不是肤浅之辈。要是她夫君连这个都容不下，也配不上萧小姐。这幅画给萧小姐送过去吧。不太合适吧？送人家姑娘肖像画，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的。不太合适吧？送人家姑娘肖像画，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的。哼，那就误会喽。总要接触一番，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才能决定如何跟他相处。哎呀，楚介元什么意思啊？给小姐画肖像，要是被人看到了，肯定说你们私相授受呢。嬷嬷担心什么呀？楚介元大名在外，应该是我占了便宜才对呢。多少小姐们求他一个字儿都求不来呢。收下，放起来吧。啊，不过嬷嬷还真是想多了。楚燕不是一般的傲气，她就是有那个意思，也要看看我配不配得上她的才华横溢啊。研墨，取颜料来。许久没作画，手生了呢。东林啊，让你看看你家小姐的本事，瞪大眼睛，别眨眼睛啊。天哪，这是一只老虎，还能这么画，小姐你可太厉害了。那是，你家小姐我才名远播，你当是噱头吹出来的吗？是有真本事的，不过小姐我低调，不屑扬名而已。我要是想，分分钟给你弄一个第一才女的名头回来，就跟施宣瑶一样，她没做道姑之前可是洛城第一才女呢，虽然不是天下第一，已经很不容易了呢。萧天爱莫名的不喜欢施宣瑶这个人，觉得她有些做作。
哪怕出了个家，都能让人记着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去，吹干墨镜送给楚燕，来而不往非礼也。小姐要是男子，肯定有无数小姐为你痴狂。你才知道的嘛，你家小姐男女通吃。去，送给她楚燕，好叫她知道，跟小姐我比，别看她是贱人，小姐我也不怂。打开看看，希望萧小姐不会让我失望。天哪，吓死小的了！好，太好了，萧小姐真乃奇女子也。是够奇的，谁家小姐喜欢这个呀？不该画些花草的吗？不过是她画的吗？不会是拿了哪个大家的作品来糊弄少爷呢？墨汁的味道还没散开，是他画的。哎呦，小祖宗哟，这可都是银子呀，可不敢这么砸。你祖父祖母知道了，又该对你不满了。哼，不满又怎么样？反正他萧天爱一来，我这个亲孙女都要靠边站，说什么最疼我，都是骗人的。哎呀，他就是来走亲戚，能住几天，你忍他几天，跟他计较，赢了脸面也不光彩。你可是主人家，就当尽地主之谊了。远香近臭，老太太久不见外孙女，肯定是偏疼几分。现在可不是你使性子的时候，进来吧。可是那边有什么动静？动静大了呢。楚介元送了一幅画给表小姐，2个时辰之后，表小姐还回来一幅更大的。楚介元笑得很大声，老远都能听到呢。只是奴婢不敢离得太近，不知道他们送的是什么样的画。母亲，你看看，他们分明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呢。楚燕肯定被他勾引了，女儿可怎么办呀？就算表小姐不勾引，凭着侯府小姐的身份，楚介元也会选她的呀。所有人都看透的事情，偏生神浅待，自视甚高，一点都看不破。稍安勿躁，母亲自然会让我的女儿得偿所愿。小姐，早啊。萧天爱抬起手，还没回话，楚燕已经大步离开，留给他一个孤傲狂肆的背影。哼，楚燕她是什么意思啊？跟我玩高冷的吗？奴婢听府里的丫鬟说过，楚介元出了名的高冷，除了极亲近的家人，很少把人放在眼里呢。哼，好得很，姑奶奶记着你了，你给我等着。表姑姑，你还没嘟嘟起得早，睡懒觉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哟。没事儿，又不是泥捏的，睡一下坏不了。表嫂，别打了。嘟嘟，知道错了吗？你也太弱了，不经撞。合着你撞了人，还要怪人家身子弱，今儿个我非要揍你不可。来人，扒了衣裳，拿凳子来。表姑，我错了，下次不敢了，我不想被打屁屁。好，表姑原谅你。但是啊，嘟嘟啊，表姑姑摔一跤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换成太奶奶呢，她年纪大了，可经不住你这么一撞。更严重的是，你撞的人万一肚子里有小宝宝呢，可是会害了一条小生命呢，后果就不是挨打的事儿了。表姑知道你喜欢表姑，跟表姑玩呢，但是要注意方法，可以让表姑看你喜欢的玩具，陪你一起逛街做游戏啊。表姑，我懂了，下次不会了。乖了哈，改了就好。爱倒是会教导孩子，嘟嘟这小霸王从不认错道歉，已经跟他认了2次错了呢。谦哥媳妇儿，我看这孩子让爱多带着他，磨一下他那小霸王的性子。祖母说的对，爱教导孩子比我都厉害呢，不打不骂，就让他道歉认错。不愧是侯府教养的姑娘，就是聪慧。表嫂可别夸我了，我也是一时新鲜，能耐着性子哄他。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会跟表嫂一样，一天揍8回，揍到他改。小崽子一个，还能让他翻了天去。侯府教养的好，萧小姐也是难得的聪明之人，更有女子少有的坦诚率真。嘟嘟跟她玩，长不歪。干嘛这么看着我？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只是你骤然这么夸我，我有些不大适应。毕竟刚才在路上，
你可是爱答不理呢。刚才有遇到吗？估计我没认清楚。萧天爱心中奇怪，这人不大对劲儿呢。两人你瞄我一眼，我瞪你一下，眼神厮杀的一片刀光血影。外人却看不懂他们的眼神，只好奇贾介元对萧小姐另眼相看呢。看他们彼此也有意，应该撮合一下，说不定女儿交代的事情就能完成了呢。启禀老太太，孟知府派人送来帖子，府中大小姐、大少爷回府，特开家宴，宴请府中小姐少爷们前去赴宴。那得去，原本老身还想让你们去城中游玩逛逛呢，明儿个再去吧。楚介远，你也跟着一起去凑凑热闹。孟家大少也是难得的少年英才，听说也考了秀才功名，你们年轻人正好一起玩。孟知府也给楚谢远下了帖子呢。那就一起吧。老太太，您喊我从后就好，祖父给起的名字，无需和我客气。好，老身就喊你从后了。我家爱爱，你也多照顾着点儿。祖母还有孙女呢，你有了外孙女，不想要亲孙女了吗？哪有，祖母都疼，哪个都是宝贝儿。你表姐难得来一趟，你作为主人，可要招呼好你表姐啊。好的呢，我会的。孟家我也常去，表姐跟着我就好了。楚介远，你祖父起的字真好听，我能喊你的字吗？从后哪里好听了？说他脸皮子厚吗？还是不要了，我的字长辈喊的，朋友喊的，沈小姐不熟，没到那个地步。楚燕这厮又是在现代，妥妥的钢铁直。表姐，你也笑话我的吗？祖母，谢介元他就是这么看不上孙女的吗？丢死人了，我没法活了。表妹，你别这么说，我真的冤枉，真不是笑话你，是想起楚介元的字从后，莫不是小脸皮子厚一些？你看啊，两个人的后呢。是你想多了，真没有笑话你。我还想帮你和楚介元理论，他怎么能这么说表妹呢？毫无风度，堂堂介元欺负女孩子，心眼太小。若是惹得表妹要死要活的，我可没脸待下去了。我还是走吧。是我的错，我不该这么说沈小姐的。一个名字而已，沈小姐想喊就喊吧。只是楚某也把话说清楚，沈小姐离我远点，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直来直去，从不看男女，只看脾气秉性。沈小姐要是还这样子，日后得罪的地方怕是更多。沈小姐有几条命都不够死的。再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动辄寻死，乃是大不孝。父母辛苦养育多年，就是让你如此轻贱自己的性命的吗？别哭了，马上要出门赴宴，哭肿了眼睛多难看呀。人家楚介元也是为你好，以后要改改这个毛病，可不能寻死觅活了，只会让长辈痛心。还不谢过楚介元教诲，他也是为你好。楚介元，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姑娘，娇宠了点儿，哪里做的不对，你尽管说，他会听的。有点道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表妹都要及笄成人了，现在教迟了点儿。就是嘛，萧小姐和沈小姐年纪相仿，琴棋书画、女红针绣，样样精通。沈小姐应该多和萧小姐学着点儿。沈小姐应该多和萧小姐学着点儿。萧天还瞪他，真会给自己拉仇恨。你自己的桃花自己掐，少拉扯我。天爱自然是极好的，以后你表妹还劳你多教导。有道是会叫的狗不咬人，这种不会叫还处处摇尾巴陪笑脸的才是真的狠。二舅妈言重了，好说，只要表妹不嫌弃，我愿意倾囊相授。
府中从小请了女夫子，针线师傅，勤益大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看我是女子，每天的功课可都是排得满满的，也就是转过年幼及笄了，才能出门走亲戚。我们楚家也一样，堂姐从小和我们一起上课，还要学女红厨艺、算账管家，比男子更辛苦。谁的学问不是说说就能有的？人人都看到我们人前显贵，谁又看到人后受罪啊？受教了，沈家的孩子缺的就是各种教导。我带浅带回去收拾一下，时辰不早，该准备赴宴了。表姐，楚介元，都是我不好，谢谢你们肯教我。表姐，咱们一辆马车好不好？我想和表姐说说话，多亲近亲近呢。好啊，那就一辆车，咱们亲表姐妹，无需外道。表姐，你是非要和我争的吗？表妹这话从何说起啊？我跟你争什么了？少装样子。楚介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就私相授受了呢，还侯府小姐呢，真不要脸。这么说，表妹是在监视我们了？我是不是要去问问外祖父，客人在家里还要受人监视？你少打岔，你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儿，怕别人监视的吗？楚介元不知道，我可很清楚，你是在洛城惹了祸，来金陵避难来的呢。姑母都让祖母帮你选夫婿，说不定你这次出来不用回去了呢。那正好呀，长这么大没出过城，第一次出门就遇到楚介元这样的青年才俊，人中龙凤。哼，我们还真是太有缘了。你不要脸，楚介元是我的，他脸上刻着你的名字啦。你说他是你的，你喊一声看他答不答应。切，我哪里不要脸了？男未婚女未嫁，志趣相投，门第相当。哎，这么一说，楚介元还真是上天赐给我的好郎君呐。哼，跟我斗，一指头都能戳死你，太没挑战性了。我打死你！啊，我的手！小天儿，你害我！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自作自受。下次跟人呲牙的时候，先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重。现在闭嘴，再聒噪，下巴给你卸下来，让你流一肚子口水，看你怎么见人。表妹，来，我扶你啊。沈浅淡下意识想摇头，可看到萧天爱眸子一沉，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下意识伸出手让他扶着。楚大哥，表姐她要害我，你可要帮帮我呀。人家楚燕就差直接说你滚远点了，还死气白赖的往上贴。这表妹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也不对，一半水一半面，一晃的全他娘的成浆糊了，不是一般的糊涂。楚燕厌恶蹙眉，一闪身躲开3丈远，深浅带直接扑到了地上，摔了个狗啃泥。楚燕还真是可爱呢。表妹，你怎么样了？都愣着干嘛？快扶着小姐啊！一个个的没点眼力劲啊！楚介元，你这么做可不大地道呢，怜香惜玉，不懂的吗？对不住了，楚燕活这么大，只有自己人和外人，没有男人女人，还真不懂。你看热闹不是挺来劲儿的吗？如果是你，我倒是乐意连上一连。就怕楚介元这小身板架不住我一扑，只有本小姐怜惜美人的份儿，没有让美人受累的道理。楚介元，你别被他骗了，他心肠最是恶毒，我的手都被他折断了呢。哼，沈小姐自己蠢，别算上我，我怕沾染你的蠢气儿。萧小姐，沈小姐到。哎呀，不愧是侯府的小姐，仙女儿一般，气度更是好。夫人太客气了，我外祖一家承蒙知府大人多照料良多呢。我年纪小，您把我当晚辈就是了。表妹，来给夫人见礼，以后请夫人多关照。见过孟夫人。好，沈小姐也经常见，快入座吧。表姐妹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呢，沈老太太好福气哟。这是姐姐膝下的嫡女，叫怡宝。怡宝，你多照顾萧小姐啊，你们年纪相仿，能说到一块儿去。萧姐姐好呀，
还请你多指教我呢。好说，都是好姐妹，一块玩吧，我们坐一起。萧小姐，洛城好玩吗？你见过皇上没有啊？没有呢，我一直待在闺中，很少出门。这样啊，岂不是很无趣？你们平日有什么消遣呢？怎么会无趣？女红读书、抚琴、画画，功课很多的。想要做大家主母，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家里管教很严，学的功课不好是要挨骂的。女子无才方是德，又不需要科举，学那么辛苦干嘛？身在高门大户也不是多好的事情，哪像我们逛逛街、踏青郊游，逍遥自在，多开心啊！你说的对啊，你这衣裳的料子很好看呐，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绸缎，谁送来的呢？忘了呀。小宝儿要是喜欢，改天我送你2匹啊。我堂姐选了太子妃，有宫里赏下来的，我对这些不大感兴趣。肯定是贡品，好东西呢。我先谢过了。真是丧母长女，真不懂规矩，人家送你还真好意思要呢。这也是孟怡宝的痛处，母亲早逝，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她，一下子被伤得鲜血淋漓。还未请教，这位妹妹是哪个府上的？嫡母外家，钱家的庶出小姐，闺名碧琪，府中没有嫡女，她养在外祖母膝下，当嫡女教养。啊，庶女呀，刚才忘了问了，你嫡母可曾向朝廷请封诰命？前世是继室，有的夫家会让继室继承前妻的诰命，有的缅怀前妻会留着诰命，让死者享受哀荣。不曾。既然不曾啊，那我倒是坏了规矩了，不该喊孟夫人的，应该喊孟太太才对呢。果然不是正经的原配诰命，办的事儿不大懂规矩呢。虽说是在金陵城，规矩礼数不太计较，可庶出就是庶出，和嫡出小姐安排在一起，这是贬低嫡出呢，还是无视规矩礼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萧小姐，你是侯府小姐不错，可是来主人家做客，不该客随主便的吗？你这样指责主人家，就是你侯府小姐的规矩教养的吗？秦嬷嬷，小姐安坐，交给老奴来办。你要干什么？狗奴才，你敢跟本小姐动手？啪啪！怎么了？天哪，碧琪，你谁呀？怎么敢打我的侄女儿？姑母，你要为我做主啊！我的脸。孟太太不曾进封诰命夫人，有些规矩太太不知道，老身就给夫人说道说道。老身大半生待在皇宫，伺候过皇妃，此时在萧小姐身边当差。孟太太嫡庶不分，也就在这金陵城，换作在洛城，御史的折子能有1箩筐。钱小姐刚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老身好心告诉你一句，那是上不得台面的阿扎货色。真正的贵族小姐无才真的是会死人的。越俎代庖，多有得罪，孟太太恕罪则个。奴才一样的东西也敢在我们小姐面前叫嚣，打你都是轻的，要是在宫里直接杖毙了。辛苦嬷嬷了，是我思虑不周，我和萧小姐道个歉。不必了，我家小姐和孟小姐一见如故，孟太太知道就好，毕竟你年长，小姐没有怪你，聒噪东西打发了就是了。孟怡宝简直太佩服了，萧小姐自己厉害，手下的奴才都这么霸气，好羡慕，好崇拜呢。萧小姐，你腿上还缺挂件吗？收下小妹吧，我鞍前马后把你当亲姐姐伺候。小菜一碟，你就把自己给卖了呀？那个什么碧池的，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庶女，该打打该骂骂，你可是正经的嫡出大小姐，被她给骑在头上拉屎，这么点出息，本小姐不稀罕你这个挂件呢，太蠢了，挂不出来，丢脸。那你还帮我出气呢，求你了，你就收下我吧，不管大小，我都给你做妹妹。好歹是我欺负顺手的，要欺负也只能是我欺负。一个碧池小蹄子也敢欺负你，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好啦，
甭跟我撒娇，我又不是绝世美男子，这招没用。他叫钱碧琪，你老喊什么碧池的，谁知道你说的是谁？我耳朵没聋，知道呢。碧池是骂人的词儿，蠢货、贱婢的统称，以后就喊他钱碧池了，挺应景的。哦，这样啊，萧姐姐骂人的话都这么厉害，一个脏字不带，骂得她狗血淋头，好厉害呀！会骂人就算厉害了吗？萧小姐，你可别带坏人家小姑娘了呢。楚燕，天哪，谁呀？好帅呀！楚燕，楚从后，江南楚家嫡出7少爷，真正的金龟婿呢。小姐们，谁要是嫁给他，真正是钓到金龟婿了呢。机会就在眼前，就看你们抓不抓得住了。萧天爱，逗你玩呢。我是觉得这样的宴席无聊虚伪，你们怕是不知道南客这边缺了几块砖，你们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呢。我是为你好。哼，我可谢谢你呢。来，今儿个我好好报答你，让你享受一下坠入温柔乡是什么滋味。小姐们，快接着点儿，说着咱们楚建元该心疼了。楚建元，你别慌，我来救你。还有我，楚建元，奴家周雨诺，周家大小姐。楚建元，别忘了我呀。别，萧天爱，我错了，你不能这么狠，咱们可是亲戚啊，手下留情，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了，真的会死人的。我就想让你和小姐姐们亲香亲香，想不到吧？你楚建元也会有今天呢。手上用力，楚燕头朝下栽下墙头。楚建元，天哪，活的楚建元，我摸到了，太开心了。嘿，这么点出息，亲呀，盖上谁的章，他楚建元就是谁的金龟婿。小天爱，过分了啊，我跟你没完。哼，没完是吧？裤子给他扒了，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正事做不成，做个妾也是好的呀。是啊，僧多肉少，不扒肉可得没得吃了。扒。松手，快松手啊，爷的清白之躯啊。哎呀，可乐死我了，这种热闹可不多见呢。千古奇闻，旷世绝唱，小姐姐请收下小妹的膝盖。小意思啦，小宝儿，你喜不喜欢楚建元啊？要不要姐姐帮你保管你喜的家婿？我可不要，我还小，不着急嫁人。姐姐可不敢乱点鸳鸯谱。哎，姐姐跟楚建元这么熟悉，干嘛不自己留着呀？楚燕这个人自视甚高，脾气刚烈，嘴巴还损。要说做夫婿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怕哪一天一个没忍住把他给拍死了。他瞧着人模人样的，其实还是个大男孩，读书行，人情世故就不擅长了，就跟没长大的孩子似的。想要调教到外圆内方，圆滑老道，可得费老鼻子劲了呢。我是想找夫君，能照顾我疼我的人，可不是找儿子，还是个逆子，没那精力跟他玩。小姐姐，你是故意逗我笑的吗？哎呦，不行，我肚子抽了。你笑点太低了，你当我是开玩笑的吗？这是至理名言，好的婚姻等于找了个爹，把你宠成任性的女儿家；坏的婚姻等于找了个儿子，懂事的还好，相敬如宾，遇到这样的逆子，迟早得气死。小姐姐，我求求你闭嘴吧，你再这么说下去，我都没办法找夫君了，不是想着爹就是儿子的，太可怕了。小天爱，你好得很，此仇不报也就不是楚燕。楚建元，你不要这么凶嘛，人家好怕怕，是你先不守规矩的，哪有爬墙头看女孩子的？这官司就是打到孟知府面前，本小姐也说得过去。好了啦，别生气啦，不叫楚燕，还可以叫楚从后、楚建元、楚七爷。赶紧去换换衣裳，这副样子，你玉树临风的翩翩家公子形象呢。萧小姐，你看这事闹的，传出去多不好听啊！有什么不好听的？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又没有私相授受，就当是少爷小姐们玩游戏了。这要是传出去不好听，知府家的内宅小姐们赴宴，还能让男客看到，是故意的还是巧合呀？孟太太，不用我说的太明白了吧？好歹是4品大员的太太，学着楼子里的老鸨，还帮人拉客的吗？楚燕这个人最见不得这等阴私事儿，直接就给戳穿了。没有的事儿，许是年久失修，巧合而已，我这就让人去修好。怡宝，你陪着萧小姐，母亲去忙了哈。接着此事儿，你跟你父亲说，把内宅掌家权要在手里，名分上你不能拿前世怎么样，就要有自己的权利。前世拿捏你，无非是内宅吃穿用度还有婚事儿，内宅握在手里，就不怕他作妖。能出门应酬，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找个好的夫婿还不容易的吗？父亲能答应的吗？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本事啊，让你父亲对你刮目相看了。前世这次的错处不可谓不大，你父亲既然没有给他请诰命，说明前世在他心中位置也有限。主意给你出了，能不能做到就看你的了。反正我是不喜欢自己的命运前途捏在别人手里，这只是第一步。前世若是不安分，你可以把你祖母接来，还弄不住他一个续弦。傻姑娘，办法总比困难多，不只为你自己，还有你大哥。你敢保证前世不敢对你大哥下手？他还有2个儿子呢。谢谢你啊，小姐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我一辈子的恩人，楚介元。哎，明儿个等着看吧，不知道有多少人家会来你们家找他负责呢。今儿个可是和很多小姐们亲密接触了呢。你是不了解楚燕，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呢。给你看个好玩的。楚燕目不斜视，一如既往的冷傲拽酷。楚介元，小女子倾慕介元已久，可否给提一副墨宝，让小女子日夜缅怀？仰慕本少爷的人多了，都题字，也不得累死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长得丑就算了，还出来吓唬人，脸是个好东西，别往外随便丢。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楚燕，睁大你的大眼珠瞧瞧，姑奶奶是谁？你还是想着怎么讨好我吧，后果你自己想。你，萧天爱，你玩什么呢？你早起出门，梳的不是这个发型啊？哼，说你傻你还不承认？你都说了是早上了，我回府不能换的吗？你拿发型认人，亏你好意思吹自己多聪明。男人都一样发型，你怎么认啊？男人都一样发型，你怎么认啊？簪子不一样啊，谁跟你们的女子似的，一天换几个发型啊？那个，我还有事儿，告辞。萧天爱，别乱说啊，否则我跟你没完。楚介元他怎么回事啊？哼，没多大事儿，脸盲症而已，就是记不住人的长相。这么大把柄落我手上，看我怎么收拾他。还有这种病啊？所以他的孤傲不搭理人并不是傲慢，而是根本不认识。也不对啊，他可以让自己的小厮提点一下，完全可以避免的。哼，你觉得楚燕的自尊会让人知道他有这种罕见的病症吗？怕是他小厮都不知道，毕竟楚介元有足够的资本傲气。楚燕气得抬脚踹路边的大树，那个该死的女人要不要这么聪明啊？才见几面，他藏了10多年的秘密就被他发现了，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医书上都不曾记载，他从哪儿知道的？这事儿不准说出去，更不能和我堂姐说，嘴巴严实点儿，小心爷发卖了你们。不敢，少爷放心，老太爷我们都不说，烂在肚子里。不过也应该担心萧小姐才对吧？她可不是好说话的主啊，爷自有法子对付她，管好你们自己就是了。主子，金陵府最新的消息，属下念给您听一听。念啊，发什么愣啊？那丫头估计不会想他。金陵繁华富庶，人杰地灵，估摸着玩疯了。楚燕，楚介元，什么来头？属下马上派人查，楚家祖宗18代给他查清楚了。不过信上说楚介元才华横溢，人中龙凤，
和萧小姐也谈得来，不少人私下议论楚介远和萧小姐很般配。般配？不是说这个楚眼眼高于顶，傲慢刻薄的吗？没看在萧小姐手里也得吃亏的吗？她傲慢，萧小姐能比她更傲慢，两人棋逢对手，也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喜讯就要传出来了。也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喜讯就要传出来了。夜深了，你们下去歇着吧。哦，属下告退。爷，您真不打算追萧小姐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个什么侍郎家的于小姐比她差远了。说什么混话？爷什么时候说过对萧小姐有意思了？差不差得远，对爷不都一样吗？文，明天一早我要看到楚眼的全部资料。母后，谁惹得您生气啊？你和儿子讲，儿子重重罚他，可不能跟自己的身子骨过不去呀。哀家命苦，这一生都没自己的儿子，临了都得看人脸色，硬气不起来。哀家别的不求，只盼着吴家能有个完整的家，九泉之下见着姐姐也能交代了。皇后，你有什么话可说的？母后，都是儿媳思虑不周，儿媳也想给九弟选个高门大户的王妃，可是人家不乐意呀。您是不知道，但凡家世不菲的适龄女子都在急着找婆家呢，就是怕。所以你就挑些歪瓜裂枣塞给我儿。那个什么金兆府的外甥女儿，胖成那样子，你都能带进来，给谁看呢？秦小姐的身子骨最适合生养啊，腚大个子高，相貌是差了点儿，但是九弟不也看不到吗？给她配个天仙也白瞎。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江儿看不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吗？燕王妃若是让这样的人做了，你一个刻薄弟弟的名声也休想逃得过。我可怜的江儿，为了这个国家，先帝驾崩都没能回来，他现在成了废人，你们就忘了他流了多少血，立下多少功劳。我老婆子还活着，你们就这么欺负她？我要是哪天走了，你们是不是把她撵出城去啊？那不能够，母后多虑了，九弟可是朕的亲弟弟啊。皇后，你连夜再去选人，朕的亲弟弟看上谁家姑娘是他们的福气，谁敢嫌弃，朕亲自登门说媒去。臣妾马上去，母后息怒，下次臣妾先让您过目，再给九弟看。老乞婆怎么还不死？实在是受够了他的气，明明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一口一个老婆子，寒碜谁呢？娘娘，您受委屈了，夹在皇上太后之间太难做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除非那老太婆死了，本宫的日子才好过。本宫乃是一国之后，凭什么受他的阿扎气？他夜里换上男装，化名方天洛，青楼楚馆、酒店戏楼逛了一个遍，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呢。花了些银子，孟知府的太太替人拉线搭桥，堂堂知府太太做着劳保的勾当，在市井之中流传开来。肯定是萧家那个小贱人做的好事儿。我说最近怎么没人请我赴宴了呢？慎言，那可是侯府小姐，好好的惹她干嘛呢？哼，还不是你家碧琪惹出来的祸，人可是她先挑衅的。哎呀，别提那个不争气的东西，那种名声传出去，还能说什么好人家，远远嫁了干净。眼下的事儿才是最打紧的。太太，老爷有请，请您马上去前院。我知道了，这里有客人呢，完事就去。老爷找我何事呀？我且问你，帮人拉线搭桥的事儿，你可做过呀？后宅院墙那些取了的砖头，可是你的手笔。
老爷，妾身怎么会做那等糊涂之事？就算帮人牵线，也是未婚男女说和，哪有外面传言的那般不堪？这是有人故意坏了妾身名声啊！分明是冲着咱们孟府来的，其心可诛啊！帮人拉线说媒，彼此相看，内宅夫人也是常有的事儿。可要见面，大可去寺庙上香，正大光明的看。你以为老爷我不懂内宅之中的那些规矩吗？自家府里闹出这等事儿，出门应酬谁都揶揄自己，要来府中做客，为的是见识一下那面能看清楚女眷的院墙。天知道孟知府费了多大的毅力，才按捺住直接动了前世的心思。老爷，妾身知错了，求老爷饶我这一回吧。我想饶你，满城的流言蜚语可饶不了我呀。从今日起，内宅就交给怡宝来管，你待在院子里，哪儿都别去了。嫡母放心，祖母有教过我，我能做好的。实在不成，还有祖母在呢，只能辛苦他老人家来府中常住了。可是大小姐很快要及笄了，总要嫁人的。没关系的，大哥也要娶媳妇儿的，大嫂进门，更无需嫡母操劳。就这么定了，你下去吧。说吧，谁给你出的主意啊？没人给女儿出主意啊。父亲你说什么呢？能和侯府小姐交好，对她利大于弊，何不请楚建元来问问？只要他点头，楚家主母还能不认的吗？我们也不求正妻之位，给个妾室的名分也是好的。万万不可，他最了解楚燕的脾气，他一出面，不知道得得罪多少人呢。楚燕也听说了，没有让堂姐为难的道理，不请自来。萧天爱两人偷听的时候，正是最精彩的部分。你们让小爷负责？负什么责？爷还没找你们要赔偿呢。哦，当爷好糊弄呀，亏你们好意思说是大家教出来的女儿家，看到男人花痴似的扑上来，院子里的姐儿拉客呢，他们乐意，爷还不乐意呢。这种人给我们楚家当丫鬟都嫌不够稳重，还想给爷做妾，爷的妾就这么不值钱？就知道他这张嘴不把人的脸皮彻底扒拉下来，他就不是楚燕。你闭嘴！你不怕人墙头看人家小姐们，人家够得着你吗？做错了事儿还强词夺理，你当我不敢教训你的吗？等我送走诸位太太，看我怎么抽你！实在不好意思，诸位太太见谅，不是我不想点头，实在是不忍心委屈了诸位小姐们。自家人了解自家人，这孩子读书是好的，但是脾气实在是……不用多说，他们也都看到了，纷纷告辞。原来他是这样的楚介元啊！楚燕揉着耳朵出来，眯起眼睛看着萧天爱。萧天爱不吭声，反正你脸盲，走你的吧。萧天爱，看我热闹，很开心嘛，笑得跟下了蛋的小母鸡似的，好意思说自己是侯府小姐。哈，你找揍是吧？住手！你也想占爷便宜，给爷做小妾啊？楚燕，接狗非让你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死啊你！敢这么跟我讲话！最终楚燕承诺，他们逛街的银子他负责，萧天爱才肯罢休，拿他当小厮使唤，专门给自己拎包。这瓶玫瑰香露是最新到的货，小姐试一下，味道很好呢。玫瑰香露太过浓郁，小姐气质雅淡，更适合茉莉香，还有百合香也不错。这位少爷，素昧平生，请自重。是小生冒昧了，在下吴坤白，家中几代盐商，一见小姐惊为天人，情不自禁，还请小姐见谅啊。吴家盐商，沈家二房太太可是你们吴家的姑奶奶啊？正是，小姐认识我姑母啊，太好了，咱们真是有缘啊。不认识，要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身份，都要被他骗过去了呢。这他该怎么继续啊？敢问小姐，你们这么高端的店铺，还有这种骚扰客人的登徒子吗？以后谁家小姐还敢来你家，
你干嘛？还想打我呀？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你别太嚣张了，本小姐不怕你。小姐，我又不是坏人，只是想和小姐交个朋友。你住口！你当我是什么人？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搭讪的吗？走开，否则我喊人了。胡少高抬贵手，小店东家和你们家主关系莫逆，您想找乐子，百花楼随意，来这儿的都是大家小姐，还请吴少自重。滚！爷做事有你瞎逼逼的份儿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管爷的事儿？你还不服？打你打轻了！啊！救命啊！打人了！小娘皮，也好好跟你好话说尽，你一点不识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肌肤之亲，坏了你的名节。你不嫁也得嫁。原本家里是想着让他和萧天爱好好相处，让他爱上吴坤白，心甘情愿的下嫁吴家。可惜事与愿违，人模狗样的，居然是个人渣。小娘皮，你敢打老子？知道老子是谁吗？今儿谁都别想走，老子就在这儿办了你们。小姐姐，你先走，我来对付他。哎呦，爷就喜欢这个调调，跑啊，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嘿嘿嘿，美人儿别跑啊，越跑也越高兴。阿条，我爹是金莲知府，你敢碰我，让我爹抄了你吴家。嘿呦，知府是咱爹呀，今儿我艳福这么好呢，小娘子也一样疼你。楚天元，这人敢欺负我们，揍死他！呵呵，狗屁的谢元，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乖乖从了爷，也一定会疼你们。子路、子瞻，杀了他，给爷杀了他！管你是谁，坏了爷的好事儿就得死。让你欺负姑奶奶，想杀人家，你先去死吧！住手！你们少爷现在可是在我们手上呢，谁敢动一下，现在就剁了他！爷就喜欢这个调调，辣得好啊！愣着干嘛？爷就不信他真的敢杀了爷。小娘子杀过鸡没有啊？一刀划下去，那血哗啦啦的流啊，一时半刻断不了气儿，还能扑棱翅膀满院子飞呢。至于杀人，讲究更多了，有一刀割喉，血扑哧一下喷满脸，热乎乎的，那个味道你闻过吗？小脸白的，吓着了吧？也疼你啊！看来吴坤白手上人命不少，甚至是个杀人取乐的变态。姑奶奶是吓大的，姑奶奶杀鸡宰羊的时候多了去了，三言两语就想吓唬我，瞧不起谁呢？还有力气说话，揍得你轻了。算了，跟一只疯狗计较，丢了咱们的身价。今个这事儿，吴家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告到御前。我那便宜姐夫可是堂堂太子呢，这时候不用，留着他过年啊！呸！脏了姑奶奶的手！我萧姐姐宫里有人，你吴家算个屁呀！滚！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我见一次打你一次！萧小姐，算起来咱们也算表兄妹呢。我吴家别的没有，就是银子多。这女子嫁人，无非就是求个随心所欲。你来金陵低价，不就是想活得自在顺心吗？我吴坤白是混账，但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进了我家门，整个吴家都让你做主，逍遥自在。也睡过的女子不计其数，看到你才知道那些都是庸脂俗粉。大户人家养出来的小姐就是细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大的脸！小姐姐，咱们走，多瞧一眼都嫌脏。哈，你撒手！楚燕眸子中杀气闪现，萧天爱已经先他一步，下意识抬脚就踹。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呢。哼，活该，让你手欠。小姐姐别怕，下次咱们出门，我带把刀子来，狗爪子给他剁了。还以为他今儿个吃错药了，一味的示弱，合着搁这儿等着呢。这个样子可比杀了他还惨了。不会是蛋碎了吧？什么蛋？吴坤白身上还藏着鸡蛋呢，
你们都看到了，是他先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才还手的，不能怪我。楚燕，你让人送医保回府，我找外祖父评理去。他吴家虽说是姻亲，却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吴坤白满心的惊恐，不甘心伸手，还想拽萧天爱的衣裳，吓得他惊恐大叫，双脚无意识乱踩，细微的咯巴声响起。吴坤白不知道断了几个骨头，白眼一翻，晕了过去。你故意的吧？什么呀，我好惨，出门逛街都遇到这样的变态，好怕怕呀。楚燕，都是你的责任，你要是寸步不离的保护我，我能受到这场惊吓吗？哎呀，我心口疼，我头疼，你快给我找大夫去啊。吴坤白下半辈子要做太监了吧？你二舅妈肯定会怨恨你的。哼，他做初一，别怪我做15。这么恶心的人，留着那2两肉祸害姑娘的吗？让他死了倒是便宜他了，不死不活做个活死人才是最好的报应呢。死了确实便宜他了。哼，原本我还对你有那么点意思，毕竟能和我势均力敌的女人可不多见。可今儿见你这么收拾吴坤白，我觉得还是离你远点的好。那句女人是老虎，以前听着嗤之以鼻，现在觉得很有道理。我面前就有一个老虎一样的女人。合着你楚从后也有怕的时候呀？不可能啊，坤白这孩子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来？你敢说你没有和你娘家人说起过爱爱的事儿？老生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让我儿娶了你这么一个愚蠢又恶毒的女人。爱爱要是有个好歹，你也滚回吴家去。吴坤白想对爱爱动手动脚，爱爱失手踹了他一脚，怕是不太好了。二太太若是担心娘家侄儿，就该去看看，也顺便问问这事儿他们吴家打算怎么交代。这么说，是沈家的外孙女废了我孙儿。老大，召集人手找他沈家去，那个小贱人敢废了我孙儿，就得伺候我孙儿一辈子。既然坤白看上他，咱就娶了他，让他伺候坤白一辈子，受一辈子活管。万万使不得呀，那萧小姐可是侯府千金，更是太子外家，咱们可得罪不起啊。这事儿本是想着结亲去的，让坤白和人家小姐好好处处，谁让这混账动手动脚了？那是咱能惹得起的人物吗？合着你的意思，坤白就这么废了，这个仇咱就这么忍了吗？坤白怎么样了？那小贱人回府就病倒了，我们家那老不死的还想找茬休了我呢。母亲，这可怎么办呢？他敢！够了，你们别添乱了，这事儿是咱们理亏在先，就算打死坤白，咱们不也得认啊？我跟你回去赔礼道歉。无论如何，侯府不能得罪啊，更别说侯府背后的太子了。我可怜的大孙子哟，奶奶的病哟！你劝劝母亲，都是你们惹下的好事儿，结亲不成，反结仇了。这个亏咱就吃定了吗？妹子，你是不懂，你大哥服软的时候多了，可最终有几个能笑着的？吴老爷这是要出门吗？我们老爷请您过府，有要事想问，还请您跟老奴先走一趟。今儿孟小姐陪着萧小姐一起的，怕是准备厚礼，先去孟家。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听说萧小姐受到惊吓，卧床不起。会咬的狗不叫。你别看吴长兴此时卑微的跟条狗似的，心底不定打着什么恶毒的主意呢。这老狗最喜欢背地里阴人，你和怡宝最近多小心些。为父也要早做打算，吴家背后是当朝宰辅韩阁老，是阁老最大的钱袋子。韩阁老是占太子一系的，当然皇子们没有谁越过太子，板上钉钉的储君，也就萧家是太子岳家，否则今天这事儿就是咱们吃亏了。韩宰辅就由得吴家这样嚣张，那可是堂堂宰辅，
百官之首啊。宰府就不爱银子了吗？韩宰府这个人看似谦和，实则最是霸道，不容一己，城府深沉。被他阴死的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过韩宰府势力过大，圣上多有不满，只怕要对他动手呢，差的只是一个契机，也是为父能否更进一步再登一步的契机。见过老太爷，晚辈家教无方，惊扰了萧小姐，特来赔罪，千错万错，都是我那逆子的错，晚辈愿亲自给萧小姐赔罪，还请老太爷给我这个机会啊。不必了，爱爱病得厉害，养在闺中，娇花一般的人儿被你那孟浪儿子吓得发高烧，说胡话，更别说女儿家的名节了。你们吴家打的什么主意？别以为老夫不知道。小心太贪，撑破了肚子。你那儿子什么德行，你不清楚啊？给我家爱爱提鞋都不配，你们倒是敢想。是，那是自然，都是被我母亲惯的。此事我确实不知情，妇道人家见识短，一厢情愿。那个逆子，我只当他死人一个。只要萧小姐无碍，吴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些是大夫开的补品，我们沈家不是吃不起，可是你吴家做的孽，没有我们破费的道理啊。你就当做医药费，先吃吃看吧。值100年份的人参就要10根，血莲灵芝这些可遇不可求，搁谁家都留着保命的东西，萧小姐一个女儿家吃得了这么多吗？哎，这孩子打小身子骨就弱，补品里泡大的，这些只是第一批，先吃着看，不好的话再请大夫来开。你若信不过老夫，可以自己找大夫来。心神失调，气血两虚，何该这么补才行？你越是犹豫，说明这事儿很不寻常。念吧，等爷把你踹出去，重找人来念，还是你打量爷看不见，想着瞒过去？没有的事儿，王爷息怒，属下只是太意外了，这就念。护卫不能随行伺候，才会出了差错。不过事后严修没能及时救人，也有失职之过，每人领10鞭子，再有下次，直接滚回西北去。吴家什么情况？查清楚了吗？自古盐商巨富，背后牵连复杂，他背后靠的是谁？卑职自然查清楚了，是韩宰府。韩嗣同那个老匹夫吗？倒是个好机会。备马车，爷要出门。给母亲请安，世子何时回来的？在外辛苦了。二叔风采依旧，昨儿刚回，比不上二叔打理庶务奔波劳累的辛苦。二弟弟妹呀，听说爱爱在金陵又惹祸了呢。你说啊，以前多温顺老实的姑娘，最近怎么总是掐尖冒墙的？那儿要是有她，就安分不下来了呢。弟妹，你可得多管教管教，毕竟是侯府的小姐，人家说起来，侯府脸上也没光彩呀。是啊，确实丢了侯府的脸，被人欺负病了，都没人敢帮忙出头。说什么太子岳家，也就自己觉得是个人物。瞧瞧外面那些人，谁会把咱们放在眼里呀？二婶儿，你也不用担心，二妹那边我会留意。母亲的意思只是女孩子还是少出门，自身端庄守礼，自然不会有那么多是非。看看我大姐，从未有这种事情传出来，要不然也不会选上太子妃。二婶儿，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世子说的对，不过不需要世子费心了，我的女儿我自己能养好，一家人和和气气才是最重要的。灵儿，你可是世子，爱的事儿也是萧家的事儿，该管你还得管管。祖母多虑了，孙儿自然会管，不过二妹也到了说亲的时候，还是早些定下来稳妥一些。这是我家小姐亲自绣的，仰慕王爷威名，还请王爷收下。啊，
我家小姐是王侍郎中的二小姐，闺名王以涵，王爷应该知道的。思乡授受之名，本王不敢连累小姐，回去告诉你家小姐，她的心意，本王知道了。小姐成了，王爷说他知道了，担心小姐名声，没有收荷包呢。恭喜小姐喜得金龟婿。小魂说没有正式订婚，一切都是未可知，传出去你家小姐我还要不要做人了？可是他为什么不收下呢？走了，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想萧小姐？不是，爷你别误会，我在想您要和王小姐成亲，她会嫁给谁啊？楚仙元吗？两人同住一府，近水楼台，萧小姐又病着，一来二去，说不定就成好事了呢。从此男婚女嫁，各自两安，萧小姐也不能喊你爸爸，撒娇卖萌讨好你了。皇叔，你去哪儿啊？也不说约我一起，真是的，你一点都没把我放在心里。打住，说人话。就知道你不关心我。最近看的什么话本子，听的什么戏啊？明儿我要进宫跟皇兄说道，你该做点正经差事了，晃荡下去人都要废了。得，我不说了还不行吗？萧二小姐病了，我还没出去玩过呢，咱们要不要探望她去啊？你什么时候对她这么感兴趣了？你没听说吗？这姑娘太虎了，一脚把人的蛋给踹碎了。你说她是不是故意的呀？吴家也够倒霉的，惹谁不好，偏偏惹她。听说还找人给韩宰府递话，还不死心呢。萧小姐好歹和咱们玩得不错，咱们看看她，给她撑腰啊。不枉她老喊你什么二爹呢，你这当爹的总得有点表示呀。帮人也要看怎么帮，这事儿说不定就得落在你身上呢。最近你可有上朝？上朝？我脑子有病，天不亮爬起来去那儿当木头桩子，早忘了这茬事儿了呢。明儿起上朝去。别呀，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我从来都把敌人彻底消灭，斩草除根。吴家这事儿还没完，且有的闹，你看着吧。这事儿办成了，咱们直接去沈家邀功，让萧小姐请客，好好招待咱们。你现在去探望人病着有什么用啊？好吧，都听你的，谁让你是叔叔呢？不过萧小姐病了，你就一点都不担心？病了而已，又不是快死了，她病的时候还少吗？也是，之前也老是病着，走了那么远，水土不服，又受了惊吓，病一场也不意外。成吧，我先走了，明儿我就上朝去，有事儿侄儿扶其劳。哎，皇叔啊，我对你可比亲爹都好，你可不能负了我哦。明天进宫跟兰贵妃请安，挑一些合用的礼物，重上一些。爷就是高，让兰贵妃收拾他。楚王这嘴花花的毛病最近有些严重呢，是不是去教坊司多了，给带坏了？你也想和他一样吗？话多的人都吃亏在这张嘴上。没有，属下马上去办。各方势力忙着安排，陈院守被燕王急匆匆地从宫里叫出来了。哪里不好了吗？这么急着找我来？又一个被他家爷坑得可怜的老爷子。都挺好。老爷子，你在洛城待的时间也不少了，不想去逛逛吗？比如去金陵，那里的海鲜还有名呢，各种物资比洛城都齐全，说不定还能淘到稀罕药草呢。嘿嘿，听说萧二小姐病了，人在金陵外家呢。王爷是不是连落脚地都给老夫安排好了，就安顿在沈家了啊？沈家可是首富，铁定亏待不了你。你这神医的名头，谁不是奉为座上宾啊？我派人护送你，保证安全。皇兄那边你请个假，太医院又不是没人了，哪能可着你一个人使唤呀？我可谢谢你吧，不怕我这把老骨头给颠簸散了吗？王爷哟，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承认那丫头会是未来的王妃，老夫受累走一趟也无妨。可你要没这个心思，做这么多有意思吗？轮到燕王沉默了，许久才说道：
老爷子，我不能太自私了。咱们走的什么路，何苦把她拽进来？她那样一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我只想着她能过得好一些。燕王妃的位置太难了，我不忍心啊。得，算我什么都没说，我去还不行吗？上辈子老夫欠你的。哎呀，早知道当年我就不该随军做什么军医啊，被你坑得死死的，可怜我的老骨头哟。感谢的话不多说，萧小姐那边您多费心，需要什么药材尽管从库房里取。自然找你要，难不成还要老夫赔药材不成啊？那姑娘身子跟无底洞似的，吃下去多少补品仍然气血亏损，老夫行医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体质啊。亲家母，咱们两府可是嫡亲的亲家呢，你孙儿伤着，我外孙女儿还病着呢，是非对错众人皆知，你们吴家也赔礼认错了，现在又来闹，到底想怎样啊？呸！你不可理喻！呸！当老娘是死人呐，敢欺负我家老头子，死不要脸的老乞婆，老娘撕了你！吴老婆子，你就说今儿个欺负到我沈家门口，到底要怎么样？养出这么个畜生一般的玩意儿来，也好意思拉出来丢人？要不是看着我家二小子的面子，老娘还要让你给个说法呢。没弄死他，都是我们沈家仁慈了。你家小姐要是本本分分的，能惹得男人迷了心，我不管，她废了我孙儿，就要伺候我孙儿一辈子。嫁到我们吴家来，生是吴家的人，死了也是吴家的鬼。要不我跑他们侯府要说法去，别以为我不知道，洛城做下了丑事儿，待不下去了，跑我们金陵城祸害人了。哪是大家小姐呀，分明是那勾搭人的狐妹子。吴老婆子，你也不怕死了落个拔舌地狱，红口白牙？你如此污蔑我外孙女的名声，老娘今儿个要是轻饶了你，老娘跟你姓。这种缺德冒烟的主意你也能说得出来，不怕遭了报应，断子绝孙的吗？你敢撞我家，这人我要定了，哪怕他剩一口气，也得葬在我家祖坟里。祸害我孙儿，这事儿没完。去喊二太太来，让她来处理。若是真的一丝情面也不留，这门亲事就此了断，咱们两家老死不相往来。我说你别躺着了，人家都说了，剩一口气儿都得给你抬吴家去，死了也得做人家的鬼。吴家这一招够恶心够损，真是一点脸都不给沈家留了，说什么姻亲，仇人都不带这么干的。他也没想到吴家会这样下作，给沈家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你说做个女儿家多难啊，死都不得清白。我后悔了，怎么没一脚踹死他算了。弄死人更加撇不清了。吴家有些不大正常，这是往死里结仇呢，他就不怕侯府的报复？说明他们找的能对付侯府的人有恃无恐，才敢这么打沈家的脸。楚燕，你有什么法子没？我读书还行，过目不忘，长这么大就读书了，对朝政局势不太懂，你问我还真想不出招来。所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要是我燕王爸爸在就好了，10个吴家都得下尾了。什么尾了？你跟燕王很熟吗？爸爸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怂的意思。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了。爸爸就是爹的意思，有的地方会这么喊，各地风俗不同嘛。沈小姐来看望小姐呢。不见，不是说进组的吗？想来看我的热闹吗？这个时候聪明了。表姐啊，你这倒是清静，外面都会打成狗脑袋了。把我们沈家祸害成这样，你的良心就不会痛的吗？楚介远，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哼，探病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来落井下石吗？我没有，我……闭嘴吧！
我有耳朵，自己能听得到。那可是你亲表姐，她都病成那样了，你还来说这些戳心窝的话。沈，那什么，你那种女人也都不屑知道你的名字，你问她良心会不会痛，怎么不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良心啊？真不愧是沾着吴家人的血脉，心思都一样的恶毒恶心。楚介元，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明明是他做的。滚，回你自己院子里哭去。爷这儿都被你吴家烦得不行了，你还来添堵，刚有点主意都被你哭没了。我不活了。要死死远点，跟我说得着吗？啊，你倒是骂痛快了，我可麻烦了。等着瞧吧，他肯定把账算在我头上。你们读书人不是骂人不带脏字吗？引经据典的吗？怎么到你这儿骂得跟市井混混似的？我倒是想斯文，关键是他也得听得懂啊，跟什么人就要说什么话，不说那个扫兴玩意儿。说说你跟燕王呗，说不定可以借着燕王的势力来对付吴家背后的人呢。你能想得到，我都想到了。这是燕王的令牌，你拿着，去外面把吴家人给打发了。燕王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给你了，看来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啊。你说说，燕王会不会对你有意思呀？楚介元，你一男的怎么这么八卦呀？我倒是想有什么，也得人家看得上啊。也是，你这样的燕王那样的大英雄，真入不了人家的眼。趁早些了，妄想只会让自己难过。滚！萧小姐人呢？让她出来！小爷为了她人都废了，她还想躲到哪里去？祖母，您是没见过，不愧是侯府小姐，小脸那小手。住口！侯府小姐是你能污蔑的吗？你们吴家真的要不死不休的吗？老子都成这样了，死也要拉着他做垫背，不让我说，我还偏要说。孙儿，反了！你们敢下此毒手，老婆子跟你们拼了！本将动的手，一介商贾也敢肆意污蔑堂堂侯府千金，眼里可有勋贵朝廷？你是什么人？来人居然是严修，燕王派给萧天爱的护卫首领。凭你也配问本将的名字？带着你这些垃圾，跟老子滚！你不能不讲理！胆敢污蔑我家小姐，没一刀剁了你，都是老子脾气好。你确定要继续挑衅我的耐心？小小的吴家也敢老虎头上撒野，谁给你的胆子？这是金陵城，你们不能无故杀人。侯府也要讲道理，他害得我儿这么惨，不该给我们吴府一个交代的吗？交代？吴家男人都死绝了吗？让女人出面撒泼，可惜呀，这招对老子没用。你儿子是什么货色，你自己不清楚？你该庆幸当时老子没在场，他还能有命在，就该求神拜佛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还敢找死，老子成全你们！哼，什么玩意儿？给你们脸了还？也不问问谁罩着的地方，敢来这儿撒野？还有谁不服的？杀人了！侯府要杀人了！王法何在？天理何在？现在想起王法天理了？你们污蔑我们小姐，真不想后果？老子数3个数，谁还敢留在这儿？别怪老子刀下无眼！父亲，求您看在媳妇儿的面子上，别杀我家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为我沈家生儿育女多年辛苦，老夫不会因为吴家欺人太甚迁怒于你。不过从此你只是沈家的媳妇儿，与吴家断了关系。你若是执意要为吴家出头，老夫也成全你。你继续回吴家，看看吴家容不容得下你这个贵家的姑奶奶。父亲，您要休了儿媳。合理吧？我孙子孙女儿有个被休弃的母亲，
传出去也不好听，也别说我们沈家欺负你。老太爷，万万使不得呀，都怪我没有约束好家眷，有话好好说，你我两家多少年的关系，哪能说断就断呢？老夫还没老眼昏花呢，你爹在世的时候，我们相交莫逆，可换作你吴长兴啊，你自己什么样的自己不清楚的吗？做人别太贪太霸道，终究会自取灭亡的。晚辈受教，不过论起霸道，好像谁都比不上您这位外孙女儿，一言不合就要人命啊，以后谁还敢得罪沈家呀？那就不劳你费心了，我沈家做事向来无愧于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别拿侯府说事儿，本将乃是燕王府亲卫，有什么冲着燕王府来，与萧家无关。你不可能，燕王怎么会管侯府的事儿啊？需要跟你交代吗？不敢，多有得罪，将军勿怪啊。滚！萧小姐有一点不好的流言传出去，想想你们吴家有多少颗脑袋够本将军砍的。还没走呢，一阵马蹄声传来。陈元首，您怎么来了？赵武将这个兔崽子，老夫要是再信他的话，名字倒过来写，一把老骨头，非要赶路，都快散架了。你也是的，才退下来几天就提不动刀了，小姑娘都被人欺负病了，还得折腾老夫来，一个个的都见不得老夫好过。是，卑职有罪，劳您受累了。这位就是沈老爷子，老太太。老爷子啊，这位是太医院院守陈大人，特意给萧小姐看病的。之前萧小姐一直由老爷子调理身子，刚有起色，又出了这种事儿，老爷子生气了呢。麻烦陈院守了，快家里坐。厨师啊，安顿诸位将士休息去，招待好客人。老爷子客气，分内之事都是自己人，无需客气。吴老太一听他是院守，动了心思，厚着脸皮扑上来。发慈悲，那你得去庙里找菩萨，别找老夫啊！真当老夫是那坐堂的大夫，阿猫阿狗都给看的吗？那置皇上和各宫娘娘于何地呀？小修子，这人谁呀？堵在人家家门口干嘛呢？怎么着也是云海侯府的亲家，谁敢在这儿闹事儿啊？萧小姐的病就是他孙子给吓出来的。金尊玉贵的千金小姐，是他这么个玩意儿能冒犯的吗？要不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属下早剁了他呢。脸真够啊，你不怕我一副药结果了他？御医都派来了，还有亲卫。燕王对萧天爱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不应该呀，你这丫头除了气血虚，哪儿都强，甚至比一般人都强，奇了怪了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的身体更是有无数变化，谁也不能说完全精通。没事就好，气血虚就补呗。劳驾您老人家跑一趟，怪不好意思啊。我还好，您休息去吧。算你有点良心，不过这人情算不到你头上，自然有人会还的。你这皮肤感觉不太对劲儿呢。我皮厚，天生的哈。老夫怎么觉得你有些紧张呢？之前胆子不是挺大的呀，太子都敢怼，皇上都不怵，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没有，都是他们欺负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天地良心，日月可见。行了，不跟你啰嗦，老夫开个温补的方子，你觉得上火流鼻涕就停下来，没事儿就慢慢吃着。谢谢院守大人，顺便帮我外祖父外祖母也给瞧瞧，放着您这大院守不用多可惜啊。合着不使唤老夫就可惜了。这不是让您发挥您的专长吗？燕王就没什么话让您交代的，大老远跑一趟就为我看看病。你希望他能交代什么呀？前些日子
太后给燕王安排了几家闺秀，门第虽说不高，人品模样都还过得去。王侍郎家的王小姐希望最大，说不定等你回去，喜事儿就定下来了。什么？燕王要成婚了？这是可能，还未可知。不过迟早的事儿，皇上和太后都惦记得紧，燕王不成家立业，没办法跟先皇交代啊。吴家这位家主倒是个妙人儿，跟市井无赖似的，那张脸跟抹布似的，说抹下就抹下了。吴家又不是什么高门大户，充其量也就是个暴发户而已。为了利益，舍下脸算什么？良心都能不要了，脸有什么用啊？也是啊，这吴家人忒不要脸了。前面做下那等欺负人的事儿，这边又来一出负荆请罪，真是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这也就罢了，二太太居然跪在小姐院子外面，哭哭啼啼的来求小姐。你说说，这不是逼着咱们给那畜生治病的吗？要是不给他治，就显得沈家太冷血了。也不想想小姐还病着呢，做人不能这么自私的吧？让小爷来，倒要看看他脸皮子能有多厚。不必了，既然是来求老夫的，老夫出面打发了就是。反正老夫做恶人也习惯了，不差这一回。哎呀，我都说我没事了，让您老早点回去，不没有这档子事了吗？陈院守，太医院很闲吗？您不怕离开太久，院守的职务被人给顶了？切，谁喜欢谁做，要不是陈家世代都是院守，你当老夫稀罕做这个老石子院守的吗？游历天下，研究疑难杂症，不比待在宫里有意思。出家小子，你是聪慧，不过少年人过刚易折，别以为世上就你一个聪明人。老爷子教导的是，不如咱们一起。不过一个妇道人家出动咱们俩大佛，是不是太给他脸了？你倒是一点不谦虚，跟老夫论一般大，你懂不懂得尊老啊？那你去，老头子陪小丫头说会儿话。好了，别吵了，他想让治就去治呗，反正再怎么治他也不能恢复原状。陈老也赚点外快，吴家不是最不缺钱的吗？咱们可穷着呢，您还嫌钱烫手啊？嘿嘿嘿，小丫头蔫儿坏，沈家也落了个宽厚大度的名声，咱也打捞了一笔，就这么定了。出家小子，走吧，跟老夫打下手。不是，您老有药童，干嘛使唤我呀？我堂堂解元，凭啥听你使唤呀？成，有种你这辈子别来求老夫。算你狠。哎，我怎么觉得老头防我防贼似的？他不会是想让你做他儿媳妇儿，怕你看上我了吧？你觉得我到了人见人爱的地步了吗？想多了吧你，滚啦！毕竟是亲侄儿，吴氏也是急昏了头，陈院守反正也没走，求他救一救也没什么吧？糊涂！陈院守那是什么人？吴家逼的是陈院守吗？分明是逼着咱们沈家，人凭什么给咱面子？这个人情需要谁来还？吴长兴简直太无耻下作了，他是把我们沈家架在火上烤啊！你总说我不让你管事儿，就你肚子里那点活，多少买卖都得被你霍霍光喽。跟老夫玩这招，今儿老夫把话撂这儿，他就是客死在大门外，老夫都不管。父亲息怒，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二弟也是没法子，毕竟是他大舅哥打断骨头连着筋呐。反正这事儿说破大天来，咱们也占着理，由他跪着吧。可爱爱心里肯定不舒服，老二妻贤夫祸少，这等祸事都是他惹出来的，休妻吧。全凭母亲做主了，让老夫出手也成，50万两真金。太高了吧？能不能少点啊？你以为老夫的手是谁都会碰的吗？
你儿子有皇上一根头发金贵没有，何况是那等污秽之处，50万两都少了呢。能恢复原样，传宗接代吗？老太太还求菩萨吧，那是神仙做的事儿。病了更要通风换气，好人都能给闷坏了。这不是怕伤风着凉吗？吃的都是什么呀？才几天就成这样了。丫鬟抱了一串的菜，陈元首那个无语呀。这是你亲生的吗？你想让他死得快一点，也不用浪费好东西啊。宫里的太监净了身3个月才敢沾荤腥啊，头半个月都用米汤吊着。你想啊，吃得多排得多，污秽不净，他能好得了吗？那怎么办呀？陈大人，您肯定有办法的吧？原本还能留着伴儿站着撒尿，现在只能蹲着撒尿了，彻底净干净了，好歹能保住命，你拿主意吧。做，有命在就行。成吧，老夫先开些药，有洗的有吃的，3天后净身。这算不算是自作孽不可活呀？我往洛城写信，萧家丫头，你找那头鹰传回去。你找燕王有事儿，治病还要他帮忙吗？当然得找他，净身这种活儿自然是太监最擅长了。你让我堂堂御医做那种辣眼睛的活吗？不是，合着你找太监去给吴坤白净身，然后你收了人家50万两银子，自己什么都不做？您这钱赚的也太快了吧？不然呢？早知道我也学医了，当官都没你做大夫的滋润。现在学也不晚，老夫还缺一个关门弟子呢，考虑一下。我怎么觉得你没安好心呢？随口一说，老太太又休了二太太，二太太哭着喊着求饶呢，那边闹的动静可大了，就连书院读书的二少爷也回来了，跪在老太太院子外面求情，二太太还骂小姐你呢，骂得可难听了。咱们看看去。休了也应该。你去干嘛呀？我陪你去。楚燕，你一个介元，怎么老爱掺和内宅这些事儿啊？他是休了活该，可不能因为这件事被休，传出去，外祖母和我都会被人说闲话的。出门找你同窗喝酒玩去吧，我没事的，不用留在我这儿。传出去，人家还以为咱俩有什么呢。切，美的你，女孩子要矜持，小爷能看上你这样的？外祖母，哎呀，你身子还没好呢，怎么出来了？都怪这个混蛋玩意儿，害你遭了这些罪，我真是剐了他的心都有啊。我已经好多了，没大碍，不怪二舅母的，只怪我自己身子不争气。这个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可不能休妻啊，否则传出去，我害得您家宅不和，我可没脸待在您这儿了，还是回家去吧。原本想多陪你二老几日，想替母亲尽孝的。好孩子，你和你母亲一样，最是孝顺了。可你看看，他可有半点悔改之心？为他求情，他不配你这份心呐。舅母怎么看我都行，我只是为了舅舅和表弟。说起来，都是吴家人做的孽，咱要是牵连舅母，会让人说您是恶婆婆呢。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看在表弟的面子上，毕竟为咱们沈家生下男丁了呢。别让他和吴家联系，单独辟出一方院子，让他待着就是了，也显得咱们沈家仁义。小天爱，你好狠的心，你这是要把我软禁起来呀？杀人不见血呀！你害了我娘家还不够，还要害了我，我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么害我？无事，你太不知好歹了。明明是你想做侯府女婿，算计我外孙女，也不看看吗？吴坤白什么德行，给我爱爱提鞋都不配。亏得爱爱把你当长辈看，你配得上他帮你求情吗？来人呐，把二太太关起来，
没我的命令，不准他出来，对外就成重病了。来人呐，把二太太关起来，没我的命令，不准他出来，对外就成重病了。萧天爱心里也不舒服，如果可以，他真不想闹成这个样子呢。毕竟是亲戚，间接惹得沈家也不安宁。别想太多，真的不怪你。我没事儿，您别担心。现在您满意了？别管他，管得没个样子，早点找婆家嫁了省心。你也想开点儿，本来就不关你的事儿，是他们贪心，自作孽。谢表嫂，我真不想让你们家宅不宁的。不管怎么样，都是因为我的到来，打扰了你们原本的生活。哎呀，怎么能这么想呢？前代任性自私，吴家人本就为富不仁，这些事情本就存在，迟早要惹出事儿。不是你，也会是别的人。表嫂，你真好。咱要怎么办啊？一个吴家跟癞蛤蟆似的，害不了人，却能饿死人。那就让这个癞蛤蟆消失好了。通知楚王，明天开始吧。得嘞，属下马上起。只是爷，您做这么多，萧小姐她知道吗？本王需要她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本王是为她才做的？我赵家的江山，由得了他们这样子祸害吗？官商勾结，受苦的只能是百姓们。您就自个儿忽悠自个儿吧，也就您自己相信。儿臣有本奏，弹劾金陵盐商吴家贩卖私盐，为祸乡里，藐视朝廷，求父皇明察。承安，不错呀，都知道帮朕分忧了呢。既然这样，就交给你调查。督察院派一名巡查御史随行，此事若是属实，你们督察院是不是该给朕一个交代啊？怪不得朕的国库总是没钱，都被那些蛀虫给弄进自己口袋了。二弟，你不是对朝政不感兴趣的吗？要不要当哥哥的给你安排个差事做做呀？可别，弟弟我就是借着机会去金陵玩玩，吴家不开眼，惹着我了，可不敢麻烦皇兄啊。我吟诗作赋还行，朝政上的事儿是一窍不通，就算有了差事，也是占着位置当摆设。太子觉得这个摆设说的怎么就是他自己呢？随便你吧，别说当兄长的不照顾你。我说什么了？怎么就生气了？真是的，翻脸比翻书还快。楚王殿下，韩宰辅，您找我呀？没大事儿，只是很欣慰，楚王也能为圣上分忧了。老臣还记得，当年还为皇子讲过书呢，一眨眼，楚王都长成男子汉了呢。多少年的老黄历了，难为他还能翻出来。自然是记得的，阁老的学问自然是一等一的好，本王现在也很仰慕。不敢当，殿下琴棋书画都有不菲的造诣，老臣被朝政缠身，比不得殿下了呢。有空来老臣府里坐坐，老臣得了几本孤本，与殿下共赏啊。那感情好，阁老别嫌我烦呀，定会去叨扰一二。老臣恭候大驾，告辞。阁老慢走啊。跟这样的老狐狸打交道真累心，生怕一不留神掉进他的套里面去。不是，燕王殿下也要去啊，可有圣上的旨意啊？怎么，皇兄有下旨本王不能出城的吗？本王跟着楚王去散散心，还需要请皇兄下旨不成？皇御史这口气，好像本王做下十恶不赦的大事儿给软禁了呢。没有，下官没有那个意思，燕王勿怪啊，下官一时口误，殿下恕罪啊。还不走吗？还是说皇御史要进宫去禀告皇兄啊？不敢，这就走。不过一天的时间，吴家从天堂沦入到地狱。哟，你这是不看少年郎，喜欢美娇娘啦？不要这样子看人家啦，人家会害羞的啦。萧姐姐，你认识燕王？认识啊？怎么了？
吴家怎么回事？你知道什么内幕？给我讲讲呗。还真知道，因为燕王就在我们府上。不是，你说什么？燕王在你府上？没开玩笑。不仅是燕王，还有楚王也在，我爹都要吓死了。楚王啊，不用怕，他俩人都很好呢，不是太子就行，太子才是真的坏呢。我爹让我来求你帮帮忙，那么2尊佛，我家真的容不下。除了他俩，还有谁来？奉旨还是私刑啊？还有朝廷一个御史，楚王是奉旨调查吴家贩卖私盐的事儿，燕王陪着，不知道他来干嘛。不过御史和楚王都是以他马首是瞻的。爹还说燕王调动卫所的兵，没用知府衙门的。回去跟你爹说，没事儿。之所以不用衙门的兵，一来战力不足，吓唬老百姓还成；抄家抓人还是当兵的擅长。二来吴家盘踞多年，谁知道府衙内有没有内应啊？万一走漏了风声，转移了证据，他们的差事就难办了。听你一说，我就没那么担心了。不陪你聊了，我赶紧回家告诉我爹去，他都要急死了呢。我也不留你了，让令尊别担心，实在不行你就提我的名字，燕王总会给我几分薄面的。你和燕王什么关系啊？其实啊，我是燕王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真的呀？老天，他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心里的震撼了。不过也算是好事儿，凭着这层关系，孟家不会有事儿的。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父亲别担心，萧姐姐答应我会帮咱们求情的。萧小姐不过是一闺阁女子，能有这么大面子？萧姐姐是燕王的私生女，说话肯定管用啦。偷听人家讲话，小人行径，谁这么不要脸？参见贵人，小女无礼了。本王今年20有4，萧天爱年方15，你去问问他，本王怎么生出她这么大的女儿来？孟小姐脑子不大灵光，这么明显的谎话你也信？我说哪里不对呢？萧姐姐真是的，她说的一板一眼的，我就信了。对不起王爷，你别怪萧姐姐，她开玩笑的。没事儿，反正萧小姐喊皇叔二爹爸爸也不是1次2次了，不过这次上升到亲爹了，萧府二老爷知道了肯定心痛，这个女儿白养了。爹这一查咋就越不过去了？他有那么老的吗？小女子告退。这是令千金，挺有意思的。说正事儿，吴家贩卖私盐，数目之大，骇人听闻。更加严重的是，还走私到了北戎，已经不是简单的贩私盐了，而是通敌卖国。孟大人，你是一府主官，一个失察的罪过就逃不过。不过本王今日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了。谢王爷，下官全凭王爷吩咐。你又不是大夫，要人家医术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被陈大夫给气的。这东西是大夫就想要，看他以后还怎么威胁我。小爷我平时最烦的就是人家威胁。随你高兴了。吴家的事儿你听说了吗？怎么看的？皇帝想对韩宰府开刀了呗，借此机会敲打韩宰府呢。做皇帝的容得下臣子贪，但是容不下臣子通敌，对咱们是好事儿啊。你萧小姐现在在金陵城能横着走，谁都得巴结讨好你。我是螃蟹嘛，稀罕横着走啊。那你烦些什么呢？萧天爱不理他，他能怎么说？燕王来了，两人待在同一座城里，却面都不见，算什么事儿？燕王到底来干嘛呀？也不来见自己，难不成自己姑娘家家的主动去见他？本就是众人瞩目的时候，他去见燕王，不定传出什么话来呢。真的是金盔要掠吗？快让老夫看看。想看呀，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哎呀，你说你年纪不大，这么爱记仇啊！以后只要你开口，老夫都会出手。这种行了吧？好说，
咱也享受御医随传随到的待遇。不枉小爷和那老和尚辩了3天3夜，差点被他忽悠的剃了度。啊，真的吗？就是他了。楚燕，你做了件正经事儿啊。司礼还有没有别的古本啊？你能不能多忽悠几本啊？也有什么好处啊？行，老夫亲自去。小小姐，你要不要一起出门呀？法华寺很有名的，出门散散心也不错。好吧，喊上小宝还有表嫂嘟嘟，大家一起去。我护送你们去。寺里的摘菜味道不错，上千年的银杏树，风景不错。后山还有一种白羽鸡，吃着松子长大的，味道最是鲜美。这么好玩的地方，你只顾着自己去玩，太没义气了。我是为了医书去的，又不是玩。明天就去，我去找表姐。孟小姐，你这地主一点都不好客，自己出门玩不管客人了。我们都是女眷，楚王殿下，你跟着不合适，所以就没邀请你。啊，对了，我大哥在呢，让他陪着你们。开玩笑的，我们俩大男人还能要人陪啊？正好今天我们也去寺里玩玩，路上结伴也好有个照应啊。就这么定了啊，我们先走一步，你跟上来啊。你说楚王也随行，搞什么鬼？燕王呢？燕王没见着，不知道跟没跟着。不愧是战神，我连正眼都不敢瞧他呢，一颗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了。不怒自威，对，就是这个词，不怒自威。我爹出了一头一头的汗，太吓人了，谁家姑娘敢嫁给他呀？要不要雇几台滑竿？女子力弱，爬上去得累瘫了。好，那就雇吧，我不用人抬，我自己走。小宝，你呢？我也不用啊，我可不是娇小姐，爬山而已，上树都行。你还会上树呢？爬一个给爷看看。楚王殿下好啊，我就那么一说，您别当真。你笑话人家小姑娘算什么本事？我跟你讲，小宝儿是我罩着的，你敢欺负他，小心我找人收拾你。你找谁呀？我皇叔吗？还不是，你和皇叔什么关系啊？使唤起皇叔来倒是顺手。赶明儿回去，我摆顿酒，正式认他做干爹，行吧？你可别逗了，我皇叔就是想要闺女，也不会要你这么大的。你又不够软萌可爱，除了会惹事儿，你还会点啥？要你管，说不定你皇叔他愿意呢。我哪里不软萌，哪里不可爱了？你要是跟女孩子这么聊天的话，小心打光棍。我不愿意，你死了心吧。你还跟人家说你是皇叔私生女，小天爱，你这脑子怎么想的呀？冒充皇亲国戚是要杀头的呀。他怎么知道的？小宝儿，你害我，咋不说他也来了呢？我跟我爹说话，恰好被他们听到了，燕王就没有过好脸色。这个我是真不知道，他坐在马车里不露面，我总不能掀开帘子瞧一瞧吧？嫌命长了吗？啊，走吧，不会真生气了吧？哎呀，男人有时候很小气的，得想法子好好哄哄。你当哄孩子呢？啊，道理是一样的，忘了以前跟你说过的。可那是说夫君，能一样吗？也是，哎，走一步看一步啊。不是孩子，那就是狗儿、狼狗、奶狗、忠犬、二哈，找准定位，照样给他驯服了。小天爱，你过来，扶着本王上山。啊，马上来！令妹体力真好，有练过吗？没有，我们从小娘亲走得早，祖母亲自带大，她喜欢农庄，就带着怡宝每天去田里巡查，希望她能有个好身体。没有娘亲依靠的孩子，起码要有个好身体，自己能保护自己。你家祖母是有大智慧的，才能养出怡宝这样的好姑娘来。谢楚王夸奖。我孟家小门小户，只求妹妹能找个一般人家，不求大富大贵，对她好就行。什么意思？怕我把你妹妹拐跑啊？本王的王妃那得端庄贤惠，世家大族出身，她跟毛小子似的，给我当妾都不要。那就好，我就放心了。本王就那么不堪呀？多少人哭着喊着给我塞女人呢？一个侧妃都能抢破头，就你不稀罕？没有的事，是舍妹福伯，
不敢高攀。燕王，你要是再敢喊我什么爸爸、爹之类的，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这么大反应干嘛？我这不是想拍你马屁，抱你大腿，求您照着我这可怜无辜的小可怜嘛。不喜欢那就不喊了呗。燕王殿下，心情不好，因为什么呀？你说给我听听，我帮您出出主意。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心情不好？本王好得很。好，你好得很，是我不好，求您关心我一下呗。吴家的事儿是不是你帮忙？谢谢你啊。不是我，你也不用谢。你不是挺能的吗？一个吴家就把你拿住了，还病一场，出息。吴家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处理好了。下三滥的玩意儿也敢蹦出来恶心人，死有余辜。赵吴家，谢谢你啊。已经谢过了，不用每次见我都谢。可我又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你看，你帮我这么多次，要不我以身相许报答你好不好？要不我以身相许报答你好不好？他这是什么意思？跟他表白的吗？胡闹！本王救你，职责所在，换做任何一个大燕子民，本王都会救的。若是每一个人都以身相许，本王后院养得起那么多的人吗？您后院不是没人吗？就添我一个，肯定养得起，而且我能赚钱的。要不我养你吧？他说什么？自己堂堂燕王，要他一个女孩子来养？我养你了，你就不能找别的女人，只能养我一个。我能妩媚，能可爱，能温柔，能御姐，能文能武，一个顶10个，一定不会让你感到厌烦的。反正你也看不到，对容貌也没要求，虽然我也很漂亮，不会给你丢脸的。不过我身材很好啊，该鼓的鼓，该翘的翘，保证你会满意的。娶我保证你不亏。你还小，别想这些有的没的，找个年龄相当的少年郎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我就当你今天什么都没说。我不喜欢年纪小的，太幼稚了，就喜欢你这样的大叔款。赵无疆，除非你一点都不喜欢我，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不喜欢你，从未喜欢过，是你误会了。天色晚了，回去休息吧。赵无疆，你好样的，给老娘等着！真稀罕了，被人拒绝的滋味不好受吧？你这样是不行的，男人都喜欢含蓄矜持的，把人吓跑了吧？要你管，偷听人讲话，楚建元，要点脸！你都不要脸主动追男人了，我脸皮子要是薄了，还不被你欺负死啊？你能活这么大，真是挺不容易的，咋没被人打死呢？我失恋了，你不安慰我，反而笑话我。你这样毒舌，别说媳妇儿了，朋友都不会有。你觉得我需要那些东西吗？只要我本事够大，多的是人求着跟我做朋友。至于媳妇儿，多的是女人哭着喊着要嫁给我，我嫌烦，才不想多个人妨碍我的清静日子呢。哼，我看你是怕记不住妻子的脸吧。我现在有了新招，只记着一个人的眼睛，还别说，挺有用的，还有趣。人的眼睛能最大程度表现他的内心，看久了，我都能从眼睛看出这个人的性格秉性。这个缺点已经被我克服了，完美的楚燕，无人能打败我。哈，不错呀，这个法子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情能骗人，眼睛却骗不了。虽然你这个人臭屁得很，却是真的聪明。你终于说了句正确的话，我自然是聪明的。别难过了，没人娶你，大不了我牺牲一下，我娶你好了。虽然我觉得夫妻日日相对，日子久了没了新鲜感，因为孩子、家族呀，甚至会变成怨侣，没有朋友长久。但是看你这么可怜，我勉为其难收了你吧。我可谢谢你啊，不过我萧天爱还没可怜到要你收留的地步，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嫁给你怕要给你气死了，省省你的同情心吧。不识好人心，我都牺牲我自己了。女人呐，口是心非，等你知道男人没几个好东西，你就会知道我的好。
也等着你求着嫁给我，奠定我一家之主的位置。也等着你求着嫁给我，奠定我一家之主的位置。你都老光棍了，难得人家小姑娘主动，你还拿瞧了，太过分了啊！更让他不平衡的是，自己玉树临风，儒雅幽默，怎么没有女孩子跟自己表白呢？哼，你说你躲什么躲呀？弄得好像我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怪我，现在他们走了，咱们可以说说话了。谁要跟你说话？你们黄家人没一个好东西。第二天一早看到萧天爱的时候，格外的心疼她。萧姐姐，你没事吧？我很好啊。你这莫名其妙的来的哪一出啊？他是真没放在心上，喜欢就要去争取，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放弃，不能为了感情伤得面目全非。争取之后没有遗憾就行了呗，他没有伤心难过就好。皇叔，有事说事儿，突然蹦出来，不怕我控制不住揍你啊？我看你心都在人家身上呢，你就真的不后悔啊？要是有女孩子跟我表白，我肯定从了。你偷听我们讲话？没有啊，无意路过听了一嗓子，真不是故意的。你可真是亲爹，哪有送自己女儿为自己谋前途的？您这是卖女求荣。你当爹愿意的吗？你是不知道吴家的事儿牵连有多大，爹这个官儿能不能当下去都难说，甚至还会被抄家流放。你看，爹愁的头发都白了，但凡有法子，爹也不会出此下策呀。哎呀，罢了，当爹什么都没有说，明儿啊，给你说个人家，把亲事定下来，万一出事儿了，罪不及出嫁女，也算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母亲了。哎呀，只希望遇到厚道人家，不会因为孟家落魄迁怒于你，这样的人家可不好找啊。楚王，他说话能管用吗？不是说燕王做主吗？燕王是做主，可他没弱点，说句不好听的，爹把你送给人家，人家还看不上呢。只求楚王能帮着求求情，能留下咱们全家的命，安稳回老家，爹就谢天谢地啦。我试试吧。哎呀，爹对不住你呀。小宝儿，我准备了一些饭菜给王爷送来。你陪我一起用吗？小宝儿，你有心事吗？谁欺负你了？本王帮你出气。没有，王爷，我服侍你歇下吧。哎呀，男女授受不亲，你能陪我吃饭，我已经很高兴了。天色晚了，你回去吧。喝多了，不送你了啊。来人啊！不用，我今晚留下来。留下来干嘛？小宝，你到底怎么了？自荐枕席啊！楚王殿下，你不会真看不出来吧？我家牵扯到这么大的案子，为了家族，我愿意伺候你。现在你懂了吗？这个大可不必。你不说，我也不可能看你家落入险地。你过得不好，我也担心呢。可是那啥，真不用了。我要是这个时候留你，岂不成了趁人之危的小人了吗？小宝，我等你心甘情愿嫁给我，风风光光娶你做王妃，而不是无美苟合，那是对你的亵渎。是你不要我的，不是我家没有贿赂你。我家要是出事了，我一定不会原谅你的。那是自然，本王怎么舍得让家人伤心呢？不过来都来了，陪我说会儿话呗。萧小姐求见。这么晚了，他有说什么事儿吗？不管什么事儿，先把人请进来再说呗。王爷，您怎么了？难不成想把人家拒之门外不成啊？请进来吧，属下亲自去迎一迎。王爷那嘴跟河蚌似的，想撬点秘密出来，难如登天。萧小姐就好说话多了。你们王爷忙什么呢？没忙什么呀，萧小姐，你跟我们王爷吵架了，王爷心事也不大好，脸上就没有笑模样。我都没生气呢，他还心情不好了。不该你问的别打听。对了，太后给你们王爷说的亲事，他答应了吗？那家小姐漂亮吗？
别提了，都是些歪瓜裂枣，我都替我们王爷不值。皇后分明是欺负人呢，也就王侍郎家的小姐还能看得过去。不过我们王爷也没表态，愁死个人了。这么晚了，有事儿吗？还是大事儿，我二舅舅有些把柄落在吴家手里，我来求王爷手下留情，别牵连到我外祖家。当然，我求人也不是白求的，金银珠宝，甚至是美人，王爷开口都会满足王爷的。本王知道了，若是沈家真的无辜，不会牵连他们。可沈家要是不无辜呢？王爷是不是要公事公办了？公事公办，天色深了，你该回去吧，被人看到了不好。哪里不好？怕我名声有损？萧二小姐深更半夜夜宿燕王住处，玷污了您燕王刚正不阿的名声。萧小姐，请自重。赵无疆铁了心的拒绝自己，他也不能没脸没皮的死贴着呀。这又不是后世，男子对女子很宽容，太过主动的女子只会被男人看不起，觉得放荡轻浮不是好女子。心中有些后悔，不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们还能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不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们还能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好吧。说正事儿，吴氏挪用沈家的钱，参与吴家走私，我外祖父并不知情，求你帮帮忙，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还是那句话，沈家若是无辜，不用求我，我也会秉公办理，一切以事实说话。哼，行，当我没来。你又不是主办方，楚王好像才是呢，我找他去。燕王殿下，失礼之处，请勿怪罪。王爷，您这是何苦呢？萧小姐真的生气了，谁家女孩子被您这么无情对待，心不得凉透了呀？您说您图什么呢？本王做事需要向你交代吗？有这个功夫，赶紧去查查沈家的事儿，账本在御史手里呢，事先打个招呼。当面说的铁面无私的，背地里帮人家，你故意气萧小姐呢？3天之后，事情查得差不多了，沈家只是被吴氏连累，之前并不知情，只罚了一些钱，训诫几句，事情过去了。萧天爱也要回京了，随行的还有楚燕和孟长庚兄妹，他们要参加来年的秋闱，提前进京准备。娘亲，我没在家这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要说也不算大事儿，世子不是回来了吗？他这个人一向霸道，做事也不大讲究，有一次还说要杀了胡宝，给老夫人补身子，还说看上天漏的丫鬟云秀，想要纳做妾，我都没答应。看来这个世子趁着咱们不在家，估计没少搞事情呢。先看看再说，我倒是要领教一下咱们这位好世子的手段。太太，你们可算回来了。慢慢说，天还没塌下来，只要没死人都不叫事儿。是，老奴也是被气着了。太太刚走，世子就带着人想要弄死胡宝。太太刚走，世子就带着人想要弄死胡宝。幸亏胡宝单独关在院子里，没有关笼子。胡宝挣脱猎网跑走了。因为这事儿，侯爷还被御史弹劾，惊扰了百姓。世子越发有话说了，就该弄死才是。哦，跑了就跑了，有机会再抓回来。还有别的没有啊？是云秀出事儿了。上次世子和太太讨要云秀，太太没答应，他居然怎么样？他劫了云秀，弄到自己房里，给糟蹋了。更过分的是，他还说是云秀主动勾引他的，往云秀身上泼脏水。侯夫人还指桑骂槐，帮着他羞辱云秀，害得他几次自杀未遂。老奴派人时刻盯着呢。欺人太甚，我找他去。坐下，还有没有了？大伯他们既然想搞事情，不可能只羞辱一个丫鬟。虽然还有，侯夫人说大小姐需要几样陪嫁，想去夫人库房里找，带了好些人，看那架势是要撬了咱们库房的门，直接搬空了呢。是燕护卫挡着不让进，刀子都抽出来了。那些婆子小厮不是对手，被打回去了。
老爷，你怎么说？你大哥是逼着咱们走呢，侯府都没有咱们立足之地了。咱们现在就去找老夫人，容不下咱们还不屑呆了呢。好，他们不把我当亲人，我也没必要顾忌什么，干脆撕破脸。我倒要看看大哥到底想干嘛。稍安勿躁，侯府可不是大伯一个人的，凭什么他让咱们走，咱们就得走啊？哎，你说咱们该怎么办？今儿个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大伯他们就等着咱们发飙呢。咱们毕竟没丢了东西，一个丫鬟而已，在人家眼里根本不算事儿。祖母一向偏心，说不定还怪咱们小题大做。我去看看云秀，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事儿得从长计议，不出手则已，出手就要让敌人万劫不复。龙有逆鳞，这次让他们尝尝触动逆鳞的后果。二小姐，手下冒犯了侯夫人，伤了几个人，侯夫人降罪，您把属下交出去吧。不，你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我对你的信任。你是我的护卫，守护的是我的家。我不是凉薄的主子，没有放弃自己属下的道理。安心当差，东陵，赏验护卫500两，其他当差的每人100两。咱们院子里的下人没有吃里扒外尽心当差的，长侍赏50两，大丫鬟赏20两，其他人每人10两。二叔啊，干嘛这么看着我？见到我不高兴吗？我可是一直很担心二妹呢。二妹平安回来，我不知道多高兴呢。谢大哥关心了，我很好呀。见过祖母、大伯、大伯娘，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呢。这是我从亲邻带回来的特产，外祖父问祖母安呢，还有给您的补品。亲家有心了，你多孝顺他们。孙女记下了。哎，你是不知道，你养的那畜生发狂伤人，为这事儿，你大伯还被皇上好一顿训呢。是我考虑不周了，不该养那么危险的东西，大伯受累了。天洛呀，你也听说了，你的丫鬟不检点，趁早发卖了。这种野心大的丫鬟，带累着主子，不能安心读书，可是祸家的根源呐。我的丫鬟什么品行，我最清楚，断不是那种人。敢做不敢认，也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啊？圣人教诲都读到狗身上了吧？你是在质疑本世子的吗？萧天洛，念你年纪小，这次不跟你计较，再有下次，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孝道，什么是恭顺。这是侯府，还由不得你撒野。还要谢世子大度呢，侯爷最大，世子次之。萧家族人都要遵守侯爷的管束，家族方能长盛不衰，繁荣昌盛。过去的都不提了，无非是一个丫鬟，计较太多伤了和气。我们刚归家也累了，先行告退，日子还长着呢。你们好好歇着吧，明天不用来请安，都是一家人，劲儿往一块使。世子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呀。祖母说的对，我们先回了。他是世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吗？是的呀，长子长孙就是有这个特权，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都怪爹没用，害你们受委屈了。我找大哥去，他不能纵容天林如此不讲道理呀。去吧，跟弟弟一样，受一肚子气回来。与其仰人鼻息，不如自己取而代之。求人不如求己啊！大房一窝子都坏透了，侯府落在他们手里，迟早得玩完。既然他们作死，那咱也尝尝做侯爷世子的滋味。这怎么可能啊？既然他们作死，那咱也尝尝做侯爷世子的滋味。这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有德者居之。我觉得老爷你就很好，起码宅心仁厚。娘亲说的对，都歇着去吧，这事你们不用管，等着好消息吧。老大脸色不太好啊，谁惹你了？欺人太甚，骑到老娘脖子上拉屎撒尿，不弄死他，老娘就不是萧天爱。谁呀？老大您说话，属下剁了他。哼，杀人不一定要剁了他，诛心才是王道。我要让他活着，
看着曾经属于他的一切一点点夺取，踩入泥地里，让他生不如死。你亲自去查，我们府上的世子爷这样残忍毒辣的人，手底下的案子肯定不少，全部调查清楚。3天时间够不够？必须够，我这吩咐下去，老大您瞧好吧。可是夏二小姐，奴婢是王侍郎府上的，我家小姐想请小姐一叙，还望小姐赏脸。王小姐，哪位啊？为何不递帖子，半路拦着我，不大礼貌呢？递了帖子，只是一直没回应，我都不冒犯了。关于燕王的，我们小姐和燕王要定亲的，我与你家小姐素未平生，她想见我就来聚仙楼吧。不是说夏二小姐温婉贤淑，最是好脾气的吗？怎么会如此傲慢？说不定她也爱慕燕王，心情不好呢。毕竟小姐您才是未来的燕王妃，对您有敌意呀。休得胡言，未曾下聘，传出去，小姐我怎么做人？咱就去聚仙楼会会这位萧小姐。谁惹着你萧大小姐了？一张脸黑的，还有你奈何不了的人吗？看我不开心也很高兴的吗？我可不是大小姐，是二小姐，话都不会说，就你这情商能找到媳妇儿才怪。没有遇到比我好看比我聪明的人，我是不会找的。你虽然比我聪明，但没我好看，怕你自卑，也就不霍霍你了。你虽然比我聪明，但没我好看，怕你自卑，也就不霍霍你了。给你看样稀罕东西，洛城果然人才济济。这位大儒改变了断句难的千古难题，用这种方式书写，能让无数学子少走弯路啊。这不是他当初书写的格式吗？一句一数行，简洁明了，一句一句各不干扰。好啊，居然被人剽窃了，给自己谋利。哪位大儒啊？难得你楚燕都服气的人，肯定是有大才华的。改天我见见去。你闺阁女子哪懂这个呀？这位程老夫子虽然只是秀才功名，也快60了，穷尽一生能研究出这种法子来，称得上一声大儒。这都能称大儒，那大儒也太不值钱了。我也能当大儒。不得胡闹，被人听到了，一口一个唾沫都能喷死你。自古以来，开创前人不曾有的功勋，都可称之为半圣呢。楚燕，想不想扬名立万，超越这位程大儒啊？但是你要帮我做成一件事儿。哦，你说说看，帮你做事儿，我什么时候退缩过？都快成你的奴才了呢。哪有那么夸张？嗨，你看啊，这么写是简单明了，断句清晰，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缺点，它费纸啊。一点纸张跟学问比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能省下来不是更完美？嗨，你看呀，这里加个逗号，这里一句写完了，加个句号，还有这里感叹号增加气势，一问号就加问号，几个简单的符号，是不是就解决了？行啊你，萧天爱，不愧是我认可的朋友，就是不一般，确实比原先更好。有了他，我楚燕也能被人称为楚大儒了，名垂千古。别笑了，至于这么夸张吗？这耗子要了。你是女子，要这个虚名也没用，我就不客气了。但是我楚燕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只要你有事，万死不辞。回家偷着乐去吧，没有这个，我要你做事你也得听。哈，我就奇了怪了，咱俩认识不久，怎么就跟多年的朋友似的？我会信任你，也懂你的脾气，却不会喜欢你，想要你做夫君。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情，你说说怎么回事啊？萧天爱，你跟我说这些话，不怕你未来夫君吃醋吗？只能说咱们俩都太优秀了，骨子里其实是一类人，同样的骄傲。不过你很聪明，掩饰在女子的柔弱里，不露锋芒，这样也挺好啊。为什么非要做夫妻啊？难得你说了一句人话，来干杯，为咱们的友谊。说起爱情，我觉得挺失败的。不说了，都在酒里。萧小姐，王小姐说您约了她，您看，你去屏风后躲一躲，我见个客人。萧二小姐，冒昧打扰，请恕罪。无妨，不知王小姐见我所为何事啊？慕名而来，
想和小姐说说话，不知萧小姐对燕王是什么心思？初次见面啊，问这么私密的话题，不大合适吧？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和燕王不出意外会结为夫妻的。我未来夫君为了萧小姐2次出城寻找，我想我问问，不过分吧？宣誓主权，明白？我也不是善妒之人，以后王爷若是有意，等我进门会求王爷纳你为侧妃的。咱们都是为了燕王府好，不是仇人。萧小姐无需这般仇视于我。哼，侧妃，王小姐好大的口气啊！如果燕王对我有情，我为什么不做正妃，指望你施舍我一个侧妃？你脑子有问题，也别来恶心别人。我还告诉你，这个燕王妃你做不成，趁早别做美梦了，慢走不送。你怎么知道的？太后属意于我，父母之命，燕王安能不答应？哼，太后愿意，你嫁给太后去啊，跟燕王有什么关系？你觉得燕王会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吗？不知所谓，自视甚高。你这种人，给燕王提鞋都不配。来人，送客。咱们走着瞧，我好心跟你求和，你如此待我，总会有你后悔那天。想不到燕王还是香饽饽呢，跟这种人争，你也不嫌掉价，还是放弃吧，找个门第差一点的，人老实的，方便你拿捏。合着我只是为了嫁人而嫁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拿不下他赵无疆，你等着，这个燕王妃我坐定了。不知哪个包厢被人砸了桌子，乒铃乓啷摔了一地，打断了他们的话。终于安静下来，萧天爱说起自己的计划。行啊，你够狠，不过我喜欢。萧天灵的名字我也听过，才学还不错，出手大方，又有着太子救兄的名分，很多人都巴结他，很有风光。太子妃，做美梦去吧，且让他得意几天。我还听说萧天林最近盯上了国子监的一个寒门书生，人家不从，不知道会使什么手段逼迫人家就范呢。我也进国子监，帮你盯着。书生啊，难得他一下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南风而已，很寻常啊。那些少爷们谁没尝过鲜啊？男人有男人的妙处，你不懂。男人有男人的妙处，你不懂。楚燕，你不会也喜欢男人吧？所以不把我当女人看，你是弯的。胡说什么呢？女人我都不稀罕，我会稀罕男人啊？我只是说说时下风俗如此，是你孤陋寡闻了。不过读书人大多不会屈居人下，有辱斯文。不愿意做小受，愿意做上面那个。国子监也不管管，读书圣地弄得乌烟瘴气，成何体统啊？你情我愿，谁会管啊？走了，等着看我楚大儒的风光，这次的状元非我莫属了。嬷嬷，你说天洛会不会也染上这种毛病啊？哎呀，不行，他敢，我打断他的腿。什么事儿啊？燕王常年在军中，他拒绝了我，会不会也是喜欢男人啊？他的2个护卫长得都不错，尤其是姓许的那个，一副小受模样。哎呀，不行了，苍天啊，什么事的，让不让人活了？隔壁又是一阵乒铃乓啷的声音，谁又在砸桌子啊？小姐，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都喜好南风，谁来传宗接代呀？就是那些纨绔子做的事儿，正经人家断不会容忍的，皇家更没有。您别自己吓自己，皇族最乱了。越想越觉得赵无疆怕是真的有那个去向，看来他不能找他做夫君，只能做兄弟了。四婶，有事您直说，我这儿还有事儿呢。哎，四婶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这次大房做的事儿确实委屈你们了，世子跋扈不是1天2天了。你知道当初他为什么离开出门求学吗？四婶但说无妨，我保你4房安稳，想必你们在府中的日子也不好过吧？何止不好过呀，简直苦不堪言。有一次天笑顽皮冲撞了他，一脚就把孩子踹出去老远，险些没了命。
世子他就没把我们当亲人看，最近还听说想让天青嫁给国子监祭酒当田房，那个祭酒都40多了，这不是糟蹋人吗？说正事儿，他为何离开侯府？侯夫人身边有个丫鬟叫紫渊的，是家生子，甚是美貌。世子就说在房中做了通房丫鬟，要说也没什么。等世子夫人进门抬了妾室或者打发了都好，可是紫渊心大，偷偷换了婢子汤，有了身孕，想凭着孩子多一层保障。庶长子在哪家都是大气，紫渊又是自作主张，世子一怒之下，不知怎么的把人给掐死了。紫渊家里人来闹，都给打发回去了，原本赔些钱压下去就了了。只是紫渊有个哥哥和妹子感情很好，去京兆府喊冤，侯夫人花了大价钱，人给弄死在牢里了。生下老两口，儿子女儿都没了，也吊死在家里。侯爷恼恨他下手残忍，又担心御史知道了弹劾，让他出去避避风头。谢谢四婶，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对我很有用。我跟你说这些，是让你该忍耐就要忍一下。世子残暴，他容不下任何人忤逆他。大小姐之前吃亏，世子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趁早找个人嫁，早嫁了，离开侯府。四婶放心，我心里有数，他嚣张不了多久的。快去看看，状元楼有新鲜事儿啊！楚介远对断句有了新的发现，说不定又是一次变革呢。程老的断句是好，但是费纸啊，一本书写下来足足厚了1倍呢。哎，谁说不是呢？虽然学问比起纸更珍贵，但是能省下纸，对谁都方便呀。楚介远，你这是公然剽窃老夫的创意，是盗贼行径。老夫不否认你的方法很好，但是你也不能否认是踩在老夫的创意上才有了创新。达者为先，你应当尊我为师。诸位来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程老先生是吧？来，上前来，咱们好好探讨一下。程老夫子以为他服软了，摆了一派高人风范，走上高台。我呸！庶子耳敢，有辱斯文，枉为读书人。你还有脸说你创造出来的？从哪儿来的？你心里没点数吗？提醒你一句，云海侯府二小姐跟我家有姻亲关系，最近1个月我可是和二小姐一直在一起呢。原本我也很敬佩你创造的断句，可惜呀，偷来的藏不住，到底谁是窃贼还用我说吗？程老夫子脸色顿时惨白，遗忘的记忆再次浮现在脑海里。诸位，程老夫子之前在侯府做先生，教导过侯府小姐们，这个断句其实是萧二小姐萧天爱创造的，只是她那闺阁小姐对此事不大上心，不知道此举的重要性，就被这老匹夫安到自己头上。你们说，我啐他一脸，可曾冤枉了他？老贼，楚介远说的可是事实。萧二小姐也是老夫的学生，她的也就是老夫的，怎么有盗贼之说呀？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为何之前你不曾说过自己收过这个女学生呢？未曾行拜师礼，根本不算。就算是有师徒名分，也没有做师傅的剽窃徒弟创意的道理。如此人品，枉为人师啊，不配做读书人。滚出去！楚介远，此话当真？萧二小姐真有如此大才？我和二小姐谈论此事，她也是无意之间发现的，原本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并未放在心上。若不是前些天我说起，她都忘了呢。所以这个功劳，楚燕不敢居功，理应有二小姐一半的功劳。萧二小姐素有才名，妙手偶得之，殊为难得，只可惜是个女子。楚介远高风亮节，没有据为己有，更让人佩服啊！此事我和诸位山长商议之后再做决定。谢过山长。萧二小姐不在乎浮名，是楚燕不忍她的才华被埋没。楚介远好帅啊，好厉害啊！哎，
你得介绍给我认识。我娘每天在我耳根子念叨，让我选夫君，我都愁死了。别呀，你别只看脸，你不了解他，他那脾气不是一般的狂傲，能气死你。不信你问小宝儿，他先认识的，让他嫁给楚燕，你看他愿不愿意？啊，可拉倒吧，我看着楚燕就想逃，太打击人了。怎么样，我给你找回场子了吧？从今儿起，你萧天爱的大名无人不知。我可谢谢你啊，楚燕，你做事能不能问问我这个当事人的意愿啊？我又不是青楼里的花魁，需要财迷来烘托身家。你觉得这种出名对我一个侯府小姐大家闺秀是好事吗？谁愿意娶我这种无人不知的女子为妻啊？要是多些仰慕者，我还活不活啦？这是实打实的才名，做个才女不好吗？你未来夫婿要是介意啊，他也不值得你嫁。这位是户部尚书家的小姐夏淑颖，夏小姐，你别唐突了。夏小姐好。之后多一眼都不再看他，只和萧天爱说话。你找你朋友去吧，我们女孩子玩，留你在这不合适。你们都穿男装，哪里不合适啊？是怕我抢了你们的光芒？哪怕男装也比不上我好看呀。是你好看，楚建元天下第一美人，可以走了吧？你看到了吗？自恋狂傲，除了一张脸，我都找不出他的优点了。脸好看已经足够了嘛，每天睁开眼看到这么一张脸，心情都能变好。我喜欢他，你得帮我。一见钟情，钟的是脸，等你看腻了这张脸，日子怎么过？傻姑娘，你醒醒吧，楚燕不是你的菜，我真是为你好，我一辈子都不会看腻的。你要是说你想留给自己，我立马放弃。朋友妻不可欺，这个我懂。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帮你制造机会，成不成的我就不管了。夏姐姐，楚建元嘴巴毒，人也傲慢，你喜欢他会很辛苦的。爱情就应该是有苦有甜的，先苦后甜更珍贵。谁啊，把你们俩吓成这个样子？没谁，喝茶，让小儿上饭菜，咱们吃了回家吧。客官，你们点的饭菜好了，小的能上菜吗？我说看着像你呀，还真是的，几天不见，萧小姐风采依旧啊。小宝，怎么不去找我玩啊？非得我下帖子请你吗？萧小姐，楚燕说的那个标点符号是你发明的，真的假的？那时候偷懒而已，心上念的，我这样写，看得更清楚。真没想那么多，读书人都爱夸大其词，其实没什么的。你写的诗都很厉害，书法也自成一格，很不俗，无愧才女称号，无需妄自菲薄。燕王夸奖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并不想有才名。你不用怕，谁要是刁难你，有我在呢。萧天爱心中蓦地升起一股怒气，当初施宣瑶可是第一才女的称号，还不是被逼着出家了？怎么没见燕王殿下帮他撑腰呢？作死啊！跟燕王提什么施宣瑶？皇叔别生气，萧小姐无心之言，没别的意思啊。他既然对自己没感觉，又何必来撩自己呢？他萧天爱也不是离开他燕王就活不下去了。你们吃吧，我累了，告辞。萧天爱以前不这样的，今儿吃错药了吗？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想的，不想接受就断个干净，藕断丝连的，搁谁都会生气。两位王爷，我也告辞了，你们慢慢吃吧。大哥好。二妹啊，听说那个标点符号是你想出来的，正好碰上，哥哥的同窗们都很好奇，陪大家聊聊呗。还能和二小姐讨论学问，三生有幸啊！久闻大名，今日一见，二小姐清雅脱俗，无愧才女之名。就是呢，二小姐无需客气，都是自己人，我等定当奉为上宾。世子，小姐乃是金枝玉叶，尊贵无比，岂可同你们诸多外男吃酒？传出去，二小姐名声有损。萧天林眸子冷光一闪，抬脚就要踢。萧天爱及时转了秦嬷嬷一下，自己挡在前面。小姐，小姐，你怎么样？老奴皮糙肉厚，安一向无妨。小姐千金之躯，
怎么受得住啊？嬷嬷，你是为我好，我又不是青楼楚馆的花魁，大哥就算贵为世子，也不能如此糟践自家妹妹。我没事儿。小姐，快来人呐，快去请御医，送小姐回府。如此残暴，人都不配做，更别说世子了。这事儿我楚燕跟你没完。我没用多大力气，他装的。侯府世子好大的威风，打了人还怪人家身子骨不够结实的吗？身为兄长，不知有爱弟妹，逼着妹妹抛头露面，共同窗嬉笑，品行败坏，举止荒唐。明日早朝，本王定要参你一本。燕王，这是我们侯府的家事，您未免管得太宽了，是吗？本王倒是多管闲事了。萧世子好大的威风啊！没等萧天林得意，燕王抬起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本王没用几分力气啊，萧世子装的吧？想讹本王吗？没关系，尽管来讹。下次本王一脚踹死你，去阎王爷那儿告状吧。哼，不就仗着自己妹妹嫁给了太子了吗？跟我们在这儿嚣张呢，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吧？皇叔消消气呀，明儿侄儿上朝，问问太子，他不管教舅兄，自有人替他管教。你为何要打你妹妹？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等着看吧，不出半天，你虐待弟妹的名声能传遍整个洛城。侯爷，先别说这个，天林吐血了，快去请御医来吧。大哥，爱吐血，求你进宫，请御医来吧。我马上去，有什么事啊？等我回来再说。此时萧斌还不知道女儿的伤是被萧天林打伤的。世子受伤了？谁这么大个胆子，敢打世子啊？那个，一点意外，二叔还是去看看天爱吧，这里有我。还没出门就看到自家太太双眸血红，犹如暴怒的雌狮子似的，冲进来就照萧天林脸上啪啪啪几个大嘴巴子扇在了他脸上。贱人，你敢打我？世子呀，她可是你神母，是长辈，就算打了你也是训导，你这么骂她可是忤逆长辈，是大不孝啊。反了，都闹什么呢？老娘还没死呢，你们就这样打闹，可曾把我放在眼里？母亲，您问问世子他做了什么，让爱爱陪同窗喝酒，堂堂侯府小姐，外人都不能这么作践，他当大哥的怎么说得出来？爱爱不答应，他居然把爱爱打吐血，现在还昏迷不醒。您来评评理，有这么做世子做大哥的吗？谁敢动我女儿，我跟他拼命，打他打错了吗？萧天林，这是真的吗？你让我女儿给人陪酒？都是自己同窗，我没那个意思，二叔想多了，是他小题大做了。成啊，明天我请同僚来府中做客，大哥请大小姐出面作陪，你们也别多想，也别小题大做啊。母亲，我知道大哥是长子，理应继承侯府，我从未想过跟大哥争什么，但是他不能因为自己是侯爷就不把兄弟们当人看呀。您来评评理，世子他做的是人事吗？阿言，起来，咱们没做错，你不打我都要打他，别以为他是世子就不用把我这个亲叔叔放在眼里了。陈元首啊，还是先去看看世子，他吐了几次血，人也晕了呢。侯爷以为老夫是来给你们家世子看病的吗？别自大了，老夫是来看二小姐的，世子是顺带。侯爷还是想想明天御史弹劾世子殴打亲人、残暴无状的事儿吧。什么？我们自家的事儿，御史管得也太宽了吧？侯爷没上过朝吗？御史都是干什么的？专门盯着你们这些勋贵重臣，尤其你家还是太子岳家，更是盯得紧。你以为你家是乡野小地主，关起门来为所欲为？你说你这丫头咋这么多灾多难呢？
真可怜呀，又被人打了，赶紧找个有本事的夫君护着吧，这样下去迟早小命得玩完。他不会是药王派来的说客吧？之后就去看萧天林，开的药又臭又苦，喝了一碗吐一半，肚子更疼了。去，准备好钉板，看看哪个不开眼的，扰人清静。看到击鼓的穿着生源服，起码也算是个秀才，就收了钉板，让府尹温大人升堂。堂下所战何人啊？有何冤屈，速速讲来。学生邵阳见过府尹大人，实在是有辱斯文，难以启齿。可学生实在没招，只能求助府尹大人帮学生做主啊。邵生源，尽管道来，本官身后还有朝廷呢，断不会让你们读书人也受了委屈。是云海侯府世子，他逼着学生以身伺候，学生饱读圣贤书，岂能被他如此羞辱？幸亏他受伤，最近没来国子监，学生方才保住清白之身。可是他明天就要回来了，他曾扬言归来之时就是学生委身于他的日子，学生万不得已，只好求大人帮学生做主啊。你可有证人呀？学生有几位同窗，愿为学生作证，世子几次骚扰学生，还给学生写过验词，还望大人明鉴。本官知道了，回去侯府帮你说和，警告萧世子，只凭着几句证词无法顶嘴，退堂吧。大人，你都不缉拿萧世子来问罪，他报复学生怎么办呀？哎呀，不会，国子监的山长，本官会打招呼的，无需多言。退堂。慢着，大人这是明显的敷衍，莫非想着借此去巴结侯府？今日你草草退堂，来日邵生若是遭了萧世子毒手，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是何人，胆敢咆哮公堂？学生楚燕也是国子监生源，不忍同窗遇害，自愿为邵生辩护。去云海侯府，请世子来一趟。你们就说楚世子若是还想被人弹劾，大可别来。萧天林听到邵阳吃了豹子胆，居然敢去京兆府告自己，气得想打人，自然不肯去。楚世子若是不想被弹劾，还是走一趟的好。楚建元出面，外面围着不少读书人，邵世子还是去澄清一下比较好啊。楚燕，他要跟本世子过不去吗？无奈跟着衙役去了，谁都没料到萧天林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世子欺负弱小，很有成就感的吗？楚燕，你非要跟本世子对着干的吗？别以为你萧家有点虚名，本世子就会怕了你了。趁早滚开，本世子饶你这一次。哼，久闻世子嚣张跋扈，今日一见，果然是非比寻常啊。萧世子，你可有逼迫邵生委身于你？启禀大人，不曾，我堂堂男人岂会逼迫他一个穷书生？多少花魁小姐投怀送抱，本世子会看上他？这里有你写的验词，还有人同床作证，你对邵生几次骚扰，事实俱在，你怎么说？这是本世子写给百花楼紫燕姑娘的，不知怎的遗落，被他捡到了。至于骚扰，不过是同窗之间的关爱，如果邵生觉得被冒犯了，本世子改了就是了。证据不足，邵生啊，萧世子也认错了，此时到此为止吧。这个官司就像后世的性骚扰，没有实质证据很难定性的，也是最难告的，大多只能忍了。大人明鉴，不过邵生只是其中的受害者，萧世子所犯罪行罄竹难书，足足数十条人命，其中有侯府丫鬟，一家4口皆被他所害，丫鬟表兄委托学生为他申冤，还有他游走路上抢占民女，性质恶劣，为了掩人耳目，动辄灭人满门，苦主就在门外，请大人恕完并审。楚燕，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到底想要做什么？为所有无辜的百姓抱不平，为世间铲除你这等毫无人性的恶魔，为朝廷铲除你这等为非作歹的纨绔子弟。好，楚建元说得好啊！青天大老爷，我女儿死得好惨呀！这个畜生，他骗我说收了女儿做妾室，却把她给害了，尸骨都扔进乱葬岗，被野狗啃噬，
只剩2根骨头，你要为我女儿做主啊！萧天林，紫苑不就是怀了你的孩子吗？你不想要庶长子，把他杀了还不够，还害了姨父一家，你怎么这么狠毒啊？邱老汉好心收留你借宿，你看中人家媳妇儿长得漂亮，糟蹋了人家媳妇儿，还谎称盗贼袭击，害了邱老汉全家，连人家襁褓里的婴儿都不放过，简直是禽兽不如。我虽然是邻居，却也不能看着你这等恶魔危害人间呀！带苦主到堂上来。大人，平民告状是要滚钉板的，既然如此，就在外面审吧，也好让百姓们都看看温大人的刚正不阿。大人要是觉得还不够，咱就去菜市口喊冤去，让朝廷来说说，人家都这么惨了，还滚钉板，朝中诸公可曾把百姓苦难放在眼里？上堂，不用滚钉板。上堂，不用滚钉板。你血口喷人，污蔑本世子，有证据吗？没有证据，都给本世子闭嘴！大人，其他案子都是世子游历各地犯下的，但是丫鬟紫渊的案子是在侯府发生的，大人可先查丫鬟的案子。我这里有侯府几位老资历的嬷嬷可以作证，紫渊死在侯夫人手里，他的父母兄长也是侯夫人打通关系，害死在牢里。侯夫人乃是同谋，理应一起拘押。紫渊乃是家生子，他们一家都是奴才，就算是我害的又怎么样？奴才不是良民，主子有打杀的权利。好叫世子知道，紫渊父母兄长可不是奴才，自赎了身份已经是良民了。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好母亲。大人，学生请求证人上堂，都是当年被侯夫人发卖的当事人，天理昭昭，被学生找到几人，大人一问便知。他准备的这么充分，不弄死萧世子誓不罢休啊！本世子跟你有什么仇怨？你要这么害我？我不是害你，而是不忍这么多无辜之人被你残害。萧天林，你害人的时候就该想到，报应总会来的，做的孽总是要还的，今日就是你伏诛之日。都是些贱民而已，我可是侯府世子，是太子舅兄，他们忤逆我，我杀了就杀了，我就不信谁府里不死人，想踩着我做圣人，门儿都没有。这么说，萧世子是认罪了？温大人，签字画押吧。我不签，不认罪。区区4品府尹也想定我侯府世子的罪，你还不够格。既然这样，府尹大人，先收监吧。这些证人就由学生保护，不劳大人费心。改名儿有大理寺、刑部、督察院3司会审，足以配得上世子的身份了。还有，侯夫人伙同杀人，也应当一起关押，这些人命里也有他的份儿。本官会向皇上提交奏章，请下旨意。辛苦楚介元了。不敢，分内之事。另外，楚某还想代百姓请愿，废除告状滚钉板这一制度，多少冤案就因为这一制度难以沉冤昭雪，平添无辜罪孽。这是学生写的陈情表，还请温大人代为呈交皇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办，学生张贴在贡院之外的白墙上，请天下学子评评理，这一制度到底合不合理？都想着明哲保身，挖空心思往上爬，没有几个低下头为百姓做点好事的。没人做，他楚燕来做。多谢楚介元，楚介元是好人呐。为天下昌生，楚燕万死不辞。会堂，萧世子押入大牢，择后再审。云海侯在门外求见。不见，他还有脸来？孤都要被他害死了，还是得见。毕竟那是您岳父，不孝的名声，太子不能担着，无非是为了世子的事儿。请进来吧。求太子救救犬子，臣可就这么一个嫡子啊！侯爷慢慢说，我们也正商议此事呢。这其中有个关键人物楚燕、楚介元，你们怎么惹到他了？他若是放手，世子的事儿也不叫事儿，可他代表了读书人的态度，他不依不饶，世子难逃此劫呀。楚燕，
他好像和我二弟媳妇那娘家那边有些关系，我回府问一下。萧斌虽然恼恨萧天林打了自家女儿，却也没有想过要害他。关系不是很近，阿言外甥媳妇那边倒是来府里拜访一次，很俊朗博学的年轻人。我不是问你他是什么人，是让你找到他。现在是他咬着柿子不放，我可就这么一个嫡子，他要是出事儿啊，我也饶不了那个什么楚什么燕的。世子草菅人命，总不是楚燕让他做的吧？大哥，你到了此时还执迷不悟，骄纵世子吗？我怎么做事儿不用你教。明天我要见到这个楚燕，你赶紧找人去。爹爹，喝杯参茶，别气坏了身子。大伯还不知道他们错在哪儿了呢。侯府有这样的世子，对萧家是祸非福。他再来，您就说找不着，他还能打您不成？还是我家爱爱贴心懂事儿，可到底是世子，他出事儿啊，咱们侯府也受牵连呀。玉娆，难得你孝顺，总来看本宫，比太子妃强。萧大小姐是准妃，需要学的规矩多，自然不得闲。臣女在闺中闲来无事，能陪皇后解解闷儿，臣女心中也跟着高兴。真会说话，本宫知道你是个好的。今个来见本宫，不只是解闷儿这么简单吧？说吧，别在本宫面前耍花招，本宫眼里不容沙子。臣女斗胆，萧世子一案板上钉钉，萧世子在劫难逃，只是太子怕是要被他连累。臣女想着，不如皇后出面退了萧家这门亲事，大义灭亲，保全太子名声。本宫也想过，可世人怕是会说太子怯懦，明哲保身，两难呐。娘娘，世子犯的罪孽乃是在萧小姐选妃之前，并非在之后，所以只是侯府自身管教不当，且有欺瞒之罪，更别说萧世子多少倚仗太子势力欺压同窗，已然是犯了众怒。皇后此举乃是止损，而非落井下石。您若是不想自己出面，还有一个人更合适插手此事，谁呀？太后娘娘。容本宫想想，你先退下吧。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忍不住想起昨天见过的那个人。谁都以为萧世子遭此劫难是楚燕不为权贵，为百姓除恶，却不知道背后居然是萧天爱在策划。扳倒了侯府大房，你得了太子妃的位置，我得侯府大小姐的位置，机会就在眼前。严小姐若是不敢，我可以去找另一位侧妃，相信顾小姐会感兴趣的。你真的舍得害了自己堂兄？如此残暴的堂兄，他在府里，我们二房永远没有好日子过。与其被人欺压，何不取而代之？我萧天爱从来不是逆来顺受之人。萧天林，他出了我的逆鳞，不能给我保护，只能给我伤害的家人，死就死了。何况他自己要是不这么嚣张残暴，我想害他也没处下手。还是他自己作死，怎能怪我？慈宁宫里，燕王难得陪太后用早膳，太后笑容不断，多进了半碗粥。皇家小姐，你觉得怎么样？那姑娘几次来看哀家，端庄温婉，大方聪慧，哀家很是喜欢。母后只看到表面，自然都是好的。儿臣派人查过，这个王小姐心胸狭隘，古板刻薄，虚荣心强，冲的只是儿臣的燕王妃名头，而不是儿臣这个人。所以王小姐，儿臣不相去。这样子啊，没关系，母后给你再挑就是了，总要让你满意。辛苦母后了。儿臣今日来看您，还有一事。太子舅兄杀人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与太子名声不利，母后不管管吗？你何时在乎过太子的名声了？母后，儿臣和太子又不是不死不休，不过是性格不合。儿臣也是赵家子孙，自然要为皇家考虑。
这一任云海侯不堪大用，应该换人了。换谁？太后隐约有些猜测，却要燕王自己说出来。云海侯只一个嫡子，他兄弟倒是嫡出，自然是要二房老爷接任。母后觉得呢？萧家大小姐是皇后选中的，哀家就说那个大小姐一股子小家子气，担不起未来皇后的担子。她一意孤行，哀家这次乐得狠狠打她的脸。云海侯犯了这等大罪，怕是要削爵。二房老爷继承的只怕是伯府，而不是侯府。二房能当家做主就好，随后立了功劳还能升。好吧，哀家就多事儿，管上一管。谢母后。太后遗旨，云海侯夫妻教子无方，侯夫人欺压下人，害人性命，灭人满门，令人发指。侯府世子更是有辱斯文，品行不端，此等门第不足以匹配太子。太后做主，收回婚约，萧天灵3次会审，按律处置。萧天灵3次会审，按律处置。皇上，请您三思啊！哼，你是在责怪朕的吗？朕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呢。作为太子岳家，理应谨言慎行，辅佐太子。可你看看，你家孩子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啊？朕器重他，何止让他进了国子监，就是为了方便他谢完同床的吗？他把朕的未来栋梁当成什么人了？传旨，剥夺云海侯侯府爵位，贬为平民。父皇，云海侯个人行为不代表整个侯府。侯爷膝下只一嫡子，还犯了大罪，按照规矩，是不是该由二老爷萧斌接任侯爷爵位呢？萧斌，此人才学如何？能担得起侯爵吗？萧斌乃沈家的女婿，别的不敢说，盘账算账的本事不输户部诸位。父皇，您识人善用，让他来户部试试呗。从未见你举荐什么人，这个萧斌跟你什么关系啊？儿臣冤枉呀，就事论事，什么关系都没有呢。不过他的儿子父皇倒是知道，秋烈打了老虎那个。哦，是个不错的孩子，年少有为。如此，朕就破例让他去户部任个主事，先坐着看。侯府犯了如此大错，只惩罚云海侯是不够的，萧爵成为锦中伯吧。萧斌接任伯爷，户部上任。父皇英明。是你，肯定是你搞的鬼！萧天爱，你好毒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切肯定是你做的。你从一开始就想夺了我的太子妃。哼，是我让世子和侯夫人灭人满门的吗？是我让世子欺压同窗，罔顾阴阳人伦的吗？别以为谁跟你似的，稀罕做个太子妃。若不是父亲奔走，咱们全家都得被牵连。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住在这个家里吗？不会的，太子不会放弃我的，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呀，他怎么可以退婚？我要去找太子，来人，备马车，我要去见太子。我可怜的天籁，将来可怎么办？被太子退婚，谁还敢娶？别闹了，自古皇家无情，太子对你本就没有几分情意，去了也是自取其辱。祖母还在呢，你还是府里的大小姐。祖母，我不甘心，我明明有大好的前程呢，我要当太子妃，我要当皇后呢。哎，皇上还给父亲赐了个户部的差事，你看。好事啊，父亲要做官了，还是实权呢。恭喜父亲了，又是伯爵又要当官，父亲是大器晚成。二小姐，楚王殿下求见，快请进来吧。父亲，天洛，咱们去见客。母亲，你安抚好叔叔们。怎么样，对这个结果还满意吗？先挂着伯爵，等风声过了，我再想办法给你父亲弄回侯爵，你还是侯府小姐。你做了什么？
我父亲的差事也是你帮忙举荐的吗？那当然，感动吧？本王为了你舌战群臣，亲自出面求的父皇，户部主事，从六品，是小了点儿，但是油水大，先坐着，之后慢慢升。谢过王爷，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小二，你还应该感谢一个人，皇叔亲自去求了太后，太后出面退的婚，还有王小姐那边，她也给推了呢，没影的事儿。楚王此次来，还想帮着自家皇叔消除误会。从金陵回来，他俩就不对，像是在冷战呢。我知道了，替我谢过燕王殿下。结果很好啊，你父亲成了伯爷，又有了差事，萧天林伏诛，你还不高兴吗？高兴啊，辛苦你了。不过再怎么说，大伯一家倒霉，我们二房得了好处，此事不宜高调，免得被人抓住了画柄。没事，你可以走了。废除板丁酷刑的事儿，能让你声望更高。读书人之中，没有人比得过你啊。好好备考吧，我们要闭门谢客了，低调一段日子。哦，好吧，以后我来，走后门吧。你查查燕王和王小姐的婚事到底怎么回事？之前不是说好的，怎么突然又退了？你到底还是惦记着燕王呢？他有什么好啊？冷漠傲慢，硬邦邦，冷冰冰的，一点情趣都没有。实在不行，我勉为其难收了你，咱俩搭伙过日子呗。什么？你们俩？正所谓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抛开楚燕的性格，无论相貌、才学、家世，楚燕都是金龟婿的上上人选，更别说他和女儿这么熟了。娘亲，别听他瞎说，他这狗脾气，我要真嫁给他，怕他狗命难保。小天爱，我哪里狗了？咱不带人身攻击的啊！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你这么说我很伤心的呢。萧天爱指了指门外，行吧，我滚。这么一看，真没点夫妻的样子，倒是跟天洛似的，像个弟弟。3天之后，判决下来了，萧天林罪大恶极，判处斩立决。侯夫人方氏作为帮凶，贬为庶民，流放边关。祖母，您对大伯占着主院的事儿怎么看？天爱，那可是你亲大伯，他什么都没了，就这么点要求，你就不能迁就一些吗？祖母，这不是迁就不迁就的事儿，是规矩如此。大伯害得萧家被消绝，已经是萧家的罪人，我们看在亲情，没有追究。可是大伯非要不识趣，祖母也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你要怎么个不讲情面法？把你大伯撵出去吗？母亲，儿子太难了，侄女儿都能欺负儿子，儿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反正他现在也不是侯爷了，那就好好享受好日子，让二弟供养他。长兄如父，他敢不管自己，就去衙门告他不孝。瞧你把你大伯逼成什么样了，想让他搬，老身也跟着一起搬。这个家让给你们好了，我和我儿相依为命，好让满朝文武看看，你父亲一朝得势，亲娘长兄都不要了。大伯母被流放，您就没去送送？好歹这么多年夫妻啊，边关苦寒，一路又多有磨难，这一走怕是永别了。最后一面，大伯也不想见的吗？那个毒妇都是他害了我儿，还想让我去送他，多看一眼我都嫌脏。世人都说子不教父之过，可没说过母亲的过错。大伯这么说就让人寒心了。希望大伯这些年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否则大伯母心一冷，想着一路寂寞，想让大伯陪着，或许会说些什么呢？既然祖母这么想，那当我没说。看着你们母子这么情深，真是让人感动啊。只可怜我爹爹，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待遇差别这么多，想想都替他委屈的慌。希望祖母能一辈子对大伯这么好。孙女告退了。她一天天等着女儿丈夫来看她，问问外面的情况，吃顿饱饭。可是等来的是一天天的失望。最后还是她娘家哥哥
送来一些东西。大哥，我好后悔呀！我要跟萧元和离。你拿着我的嫁妆单子去把我的嫁妆要回来，补贴家用。他们一个个靠不住，幸好还有大哥你记着我。你那双儿女看不上我们落魄，你从未嫌弃过娘家，这些年没少帮衬我们，是大哥没用啊，没有建功立业，护不住你。和离就算了，嫁妆留给天蓝，她名声坏了，有嫁妆傍身，日子也能过下去。不能便宜了那个狗东西，我不好过，他也休想好过。大哥，你听着，萧元曾经奸了下属的妻子，又害怕人家报复，找了个借口让人灭了口。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家人的儿子还活着呢，只要闹出来，他也得落个流放。这不好吧？他们不仁，别怪我不义。说话间，远处跑来一辆马车，萧元从车上下来，我还以为老爷忘了妾身这个结发妻子了呢。见老爷一面，可真不容易呀。哎呀，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还想怎么样？你不知道二弟当家，我的日子也很难。二叔一向宽厚，老爷当妾身好骗的吗？回去之后给我兄长2万两银子，否则我把你做的好事儿都给抖落出去。我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呀？你疯了吗？哼，老爷从宫中贪了多少银子，当我不知道？你这些年最少攒下10万两，二叔累死累活，自家没花多少，都肥了咱们大房，跟我装糊涂可没意思了。还有你那2房外室，生下的儿子能认祖归宗的吗？萧家，你现在说了可不算呢。一日夫妻百日恩，夫人说给我给就是了。九兄，回去就跟我回府去拿，就当我接济岳家了。这里有500两，你留着路上花用，也算全了咱们夫妻一场情分。路上以后也花不着，不如多准备些吃食衣服，大哥随后给我送来。我不孝，你照顾好爹娘，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九兄啊，夫人她还有说什么吗？你说呢？哼，这是他们的对话。大老爷果然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小姐算无一策。他这样不要脸的人能做什么好事儿？我原本不想赶尽杀绝的，偏偏总有人来挑战我的底线。哼，那么多条路不肯走，非要往死路上走，自作孽不可活。回吧，等着看好戏吧。还是咱们府里好啊，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萧小姐可真难啊，要不属下做了她那个什么狗屁大伯？用你出手吗？爱不会亲手沾上新人的血，只会让他们狗咬狗，自相残杀。以前我觉得她是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没想到小姑娘的牙口这么厉害。小觑她了呀。您还亲手把人推开，萧小姐现在不定多恨您呢。以前有事儿撒娇讨好的求您帮助，现在人家自己解决了。王爷，您心里什么感受啊？看你家主子的笑话呢。滚！心里想的却是自豪，他的小姑娘比他想的更好。或许他们真的可以一起去走那条经济之路，胜了共享无上荣光，败了有他陪着，人生也不孤单。女孩子生气要怎么哄呢？回城进宫找太后。哼，看来王爷想通了。天爱啊，来大伯这儿有事儿啊？大伯应该知道我为了什么事儿。做人要惜福，别把最后那点福气给作没了。真要是自作孽，侄女也没法子了。你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你就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大伯知道为什么有钱都找不到接您买卖的人吗？你怎么会知道？您不需要知道，能养出这么很多的儿子来，骨子里大伯也不是什么好人呢。大伯母虽然是帮凶，但是你这个一家之主不点头，他怎么敢做？
所以说，真正该死的人应该是谁呢？侯夫人也够可悲的，坏事自己做了，男人躲在背后当好人。古代的女人活得真是太难了。3天时间，我希望大伯让我满意，好吃好喝养老不好吗？犯了罪的人能善终，已经是几世积攒的福气了。做人要知足，以后服侍大老爷的人全部灌了绝育汤。萧家不需要那么多孽数出生，大人作孽没得让孩子受罪。住手！他怎么敢呀？哪有侄女插手大伯院子里的事儿啊？我要找母亲去主持公道，他欺人太甚。大老爷，您贵庚啊？除了会找娘，您来点新鲜的招呗。二小姐也不是残忍不通情达理之人，若是愿意离开，卖身契还给你们，还给50两银子，从此离开伯府，不要让二小姐看到你们。我们愿意离开，求嬷嬷成全。当天夜里就去找萧斌，他愿意搬。小姐，严小姐下帖子，后日是她生辰宴，请您参加。严玉柔没安好心，来我这秀存在感，就去会会她。他还给大小姐送了请帖呢，落井下石来了，也不知道大小姐会不会去。自然会去啊，大姐才不甘心就此沉寂，总要寻找新的目标。就算退了婚，她也还是伯府大小姐，这是她唯一的优越感了。等着看吧，严玉饶想踩着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小姐心肠坏得很，让他们狗咬狗去。我让春林帮小姐准备衣裳首饰去啊。小姐作为伯府嫡女，第一次露脸呢。老夫人有令，大小姐后天要赴宴，请太太准备些衣裳首饰给大小姐穿戴。太太，奴婢还等着回话呢，您倒是说句话呀。嬷嬷比我这个当家主母都要忙的吗？府里有规矩，4季衣裳每人2套，针线房没准备，让大小姐自己去外面买吧。那太太给钱吧，老奴好跟老夫人交代。没有，额外支出都是花自己的月例。嬷嬷是老人了，还用我来说的吗？二小姐也要赴宴，宫中也没给准备。我也不是故意刁难谁，都是按照大嫂之前留下的规矩办。我这儿还有事儿，不留嬷嬷说话了。好，奴才一定如实禀告老夫人。告退。陈嬷嬷，你2个儿子都在家里的铺子做事儿吧？还是个小掌柜，将来不想升大掌柜的吗？哪里不明白沈氏的意思？老夫人发作，她的2个儿子休想好过。她可不是侯夫人，二老爷管着家里的庶务，收拾自己2个儿子，一句话的事儿。太太，您说的对，老奴会劝着老夫人的。老夫人年纪大了，行事容易偏激，你们这些老人该劝就劝着点儿。我心里不舒坦了，大家都别想舒坦。我的话，嬷嬷也传给其他人听。大小姐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几斤几两，你们不妨提点她一下，别老怂恿老夫人出头。她要是不想好好在家里住，我不介意给她找个好地方去。老奴晓得了，太太息怒。下去吧，记住你们的本分。眨眼间到了宴会这天，大姐啊，你确定要穿成这样去严小姐的生日宴？不知道的还以为去奔丧呢。咱们分开走吧，我怕严小姐把我们撵出来，省得被人笑话我们伯府不懂规矩。一家子姐妹哪有分开的道理，让外人怎么看？跟我一起就去换了衣裳，这是基本的尊重。不管大姐打的什么主意，可别连累伯府。娘亲可不曾苛刻你半分，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呢？我可是白脸祖宗，能让他得逞？等你一刻钟，爱来不来？他反了，眼里还有我这个祖母吗？祖母别生气，都是我考虑不周，我这就去换衣裳去。小二小姐好，
我们小姐派人来问呢，就等着小姐呢。只不过老奴没准备这么多轿子，您的几位妹妹稍等片刻，可好？啊，这可不行，我做姐姐的怎么也要照顾好妹妹们。既然是老府的轿子不宽裕，那我们就走过去吧。正好坐马车，腿麻了，活动一下。嬷嬷忙去吧，不用管我们。嬷嬷有些急了，要是被人看到，该说严家待客不周了。没等他想好怎么圆场，楚王、燕王还有太子居然一起从正门进来。参见太子、燕王殿下、楚王殿下。楚王觉得萧天爱变了一个人似的。平身吧，女眷不是要坐轿子的吗？你们怎么自己走？走走更健康。告辞了，诸位殿下。这是萧二吗？感觉变了个人呢。以前笑眯眯的蔫坏，像是狐狸似的，今天感觉知书达理，像个大家闺秀了啊。她本来就是大家闺秀啊。走了，不过萧家姐妹几个长得都挺不错的呀。萧二小姐，谢谢你能来。这是府里的妹妹们，哎呦，一个再一个的好看呢。嘿，天来，你也来了，气色瞧着不大好呢。哎呀，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被退了婚，心情不好。别丧气了，我帮你留意好了儿郎，咱们可是差点成了姐妹呢，不是一般的情分。谢过严姐姐了，快入座吧，都是自家姐妹，咱们说说话，听听戏。我可是请了商老板来唱戏呢。哎，这边，你们闭门不出，我可担心了呢。其实也没什么，伯爵、侯爵差不了多少，都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不过你父亲是伯爵，你就是伯爵嫡小姐了，身价更高，对你来说这样更好。身份什么的都是虚的，我没在意。哦，对了，楚介元呐，好些日子没见他了，他忙着会友，还有读书等着科举，我都好久没见他了。他这人狂傲散漫，又不够温柔，那些花魁都受不了他呢。收他的过夜钱，记得他跟我借钱呢，我都没脸说他。小天爱，太子殿下也来为我祝贺，我想着都不是外人，都安排在花园里隔着屏风，不好意思啊，还来不及和大家说。冒昧打扰诸位小姐，请见谅。萧二小姐，请出来，楚某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虽然你是我表嫂的堂弟，咱俩也算是亲戚，但是你的为人我不敢苟同，以后不要来找我，你的那些红颜知己我不感兴趣。他多洁身自好的一个人，被他红口白牙这么的污蔑，给我等着，你能奈我何？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呀？你们这么熟，家里没有撮合的意思啊？熟悉就应该在一起吗？朋友不好吗？楚王，别太肤浅了，男女之间不一定非得是夫妻啊。开玩笑，不是夫妻就该保持距离。你这样考虑过萧小姐未来夫君的感受吗？楚燕啊，你这样可不行，会害了她的。燕王殿下好。哎，你……燕王殿下，您这么唤我不合规矩，咱们的关系没那么亲密，被人听到了，这女孩怎么嫁人呢？你别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别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对不起，我觉得咱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之前是我莽撞，多有不敬，殿下大人大量，别跟我计较。告辞。曾经我捧出一颗心给你，你不知道珍惜，现在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呢？萧天爱，你真是好本事啊！燕王那么冷傲的人，都被你勾走了心。你谁啊？有什么资格来说我？等你哪天成了燕王妃，再来跟我说话吧。现在请你离开。原以为燕王一个瞎子，她肯嫁给燕王，足以配得上他。想不到燕王还不愿意，无非是被他给勾搭的。哼，我要是不让呢？王雨涵眼中闪过恶毒的光，推他下去。这么冷的天，淹不死他，也得冻死他。救命啊！一只手拽住他，自己跌下去，也把他拉下水。谁坏我好事儿？
一口气没憋住，松懈下来，抱着他直直落入湖中。啊！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燕王殿下，你松手，我送爱回屋，照顾好她。我的爷，您看不到，又不会水，还救人，没把自己也搭进去。聒噪，本王就那么没用的吗？哎呀，快请御医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他脑子抽了，居然在水底吻着燕王，这下可怎么收场啊？老天爷，下一道雷劈死他算了，以后哪来的脸去见燕王啊？没听说你们有矛盾呀，他发什么疯？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要帮你讨个公道。谁知道呢，或许是看我好欺负呢。谢谢你啊，严小姐。不好意思啊，搅得你的生辰宴，改天我请你吃饭赔罪。不用，也不是你的错，应该是我的疏忽。我让人送你回家吧。好，麻烦找一下我的妹妹们。大小姐，萧大小姐她怎么了？和太子在一起？什么？他们怎么敢？严小姐不用担忧，无美苟合，萧天蓝是自绝死路，交给我来吧。我既然说了，太子妃的位置能助你得到，就会说到做到。怎么了？这是要去哪儿啊？抓奸。有事儿吩咐我去做，别着凉了。我去坏了太子的好事儿，你敢吗？姑奶奶，我楚燕这辈子没服过谁，就服你。走着，我给你打下手。怎么办？踹啊！你有更好的主意吗？好吧，听你的。滚出去！谁敢坏姑的好事儿？啊！你出去！哼，既然敢做，就别怕丢人。你都不要脸了，还指望谁给你留脸啊？萧天爱，你放肆！哎呀，太子，你强行了我姐姐，是不是该给我萧家一个说法呢？是他主动勾引姑的，怎么能是姑强迫他？滚！都给姑滚出去！姑要灭你们九族！我们又没有犯罪，哪怕你是太子，也不能随便杀人。这个世道还是要讲道理的。我姐姐知书达理，被皇后宫中女官教导多日，难不成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知道的吗？分明是你强行了她，还无栽在了她身上。太子啊，做人不能太无耻了。二妹，你住口！做下这等丑事，你还有脸让我住口？你住口才是！你不想嫁人，萧家这么多妹妹，还想找个好人家呢。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要你承认强行了我姐姐，就这么简单。好，姑承认，你可以走了。口说无凭，签字为证。你秋后算账，我们小门小户的，能怎么办啊？哼，太子这一身肉养得够细够白呀，可惜了，干巴巴的，白斩鸡似的，没看头。姐姐，你这么直勾勾盯着男人的裸体看，将来谁敢娶你啊？算你狠！求求你，你能转过去吗？你这么看着，我写不出来。不要嘛，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都赶紧的，不看白不看。太子哎，机会难得哈。这下你满意了吧？还成吧。啊，那个太子殿下，你们继续，我们就不打扰了。我满不满意的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姐满意，你的妃子们满意才行啊。可惜了，没得比较，不满意估计他们也不敢说。回头让陈院守给你开点补药吃吃，补补肾。萧二小姐，你这么得罪太子，不大好的吧？哼，这才哪儿跟哪儿呀！秦嬷嬷，咱们进宫去。麻烦严小姐，我大姐在你府里待几个时辰，妹妹们你也多照顾。没有我的话，她们哪儿都不能去。楚燕，你看好她，丢了我唯你是问。真把我当你下属了？知道了，进宫干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燕王落水，身体不太舒服，喝了药有些萎靡，靠在枕头上回味那个吻。他怎么样？有喝药吗？精神的很呐，王爷啊，
咱要不换个王妃吧？萧二小姐她太虎了，我怕您受不住。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少卖关子。您是没看见太子那可怜样，跟盘子里的白条鸡似的。萧小姐还嘲笑他身材不好，让他补补肾。荒唐！他人呢？本王我看看他。进宫去了。备马，我也进宫。王爷，您的身体，本王还没虚弱到那个地步，让你备马你就去。他什么事儿啊？说是关于太子和萧大小姐的事儿。不见儿女婚事儿，还轮不到他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管呢。麻烦内侍再跑一趟，帮我求见太后，说是太子失德，皇后娘娘偏袒，萧家有冤要诉。啊，好说，您稍等。不必了，本王陪你去见太后。谢叶王殿下。不用客气，去准备2台轿子来。臣女实在没法子，才监督太后您的。太子他居然强陷了民女的姐姐，是他退婚的，此时又这么做，分明是欺负人嘛！求您给我们侯府做主啊！居然还有这种事儿，你慢慢说，哀家绝对饶不了他。臣女有太子的认罪书，就在半个时辰前，严小姐的生日宴上，所有的宾客都亲眼所见，太后一问便知。咱们去见皇后，问问她怎么教导的太子。母后有事您吩咐一声，哪敢劳您亲自走一趟呢？你可是6宫之主，哀家哪敢劳驾你呀？这孩子刚才求见你，你都没见，哀家只好亲自来了。太子做的好事儿，你知不知道啊？天爱，给他看看。萧儿，不会是误会吧？能被太子临幸是他的福气，哪来强行一说呢？皇后娘娘说的对，太子尊贵无比，多少女子以嫁给太子为福气呢？可是我萧家好歹也是勋贵世家，礼义廉耻还是懂的。我家堂姐更是前太子妃，被皇后娘娘您的女官教导多事，难不成您的女官教的就是让她无媒苟合，怎么爬上人家床？不知道的还以为调教青楼里的姐儿呢。你放肆！臣女不敢，更别说今日可是在严家，太子在臣子家临幸女子，这个是我堂姐，下次是不是兴致来了就是臣妻了呢？天爱说的不对吗？来人，去请皇上来，哀家问问，谁教太子做出这等事情？皇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去把太子给本宫请回来。太子，您不要妾身了吗？妾身已经是你的人，求太子为我做主，我不求太子妃，做个妾也是愿意的。等姑的消息，姑和母后说说。妾身等太子，半路就碰到皇后派来的人。他还有脸告状？小天爱，姑上辈子杀你父母了，还是刨你家祖坟了？你要这么害我？父皇，你还有一点太子的体面没有？满朝文武怎么看你？禁足3个月，好好反省吧。小二啊，朕知道此事啊是太子不对，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萧家承蒙皇上厚爱，位列勋贵，享受朝廷供养，感恩不尽。萧家女子也是知书达理，恪守规矩，堂姐之事对萧家名誉来说是致命的伤害，以后世人都会说萧家女子毫无礼义廉耻，无媒苟合，谁还敢娶萧家女儿？所以臣女只有一个要求，此事乃萧天来一人所为，赐他出家忏悔。这一下萧家名声也保住了，世人还会敬萧家有风骨，不贪慕权贵。好，朕准了。谢皇上，您是最英明的皇帝，还请您给个恩典，直接送到皇家庵中，臣女感激不尽。在庙里禁足，防守极为严格，进去就休想再出来了。您是最英明的皇帝，还请您给个恩典，直接送到皇家庵中。燕王简直太意外了，他这招堪称完美。好，朕就如你所愿。江大办，你去办这个事儿，送萧家大小姐入皇安。老奴遵旨。萧二小姐真是聪慧过人，本宫瞧着就喜欢。
之前太子和萧家一亲，可惜云海侯无德，现在萧家二房袭爵，皇上，你看这门婚事是不是可以重新议一下了？他好歹毒啊，居然想让爱爱嫁给太子。景佑帝也捋着胡须，像是在考虑这件事儿。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么快就算计回来了。他对皇上太了解了，若是自己表现出对爱爱极大的在乎，他更不会把爱爱许配给自己了。小二，你的意思呢？太谢谢皇后娘娘了，能嫁给太子是每个女子的梦想，臣女自然是求之不得呢。太子，你也愿意娶我的对吗？咱们双宿双栖，做一对恩爱夫妻吧。太子，太子，你也愿意娶我的对吗？咱们双宿双栖，做一对恩爱夫妻吧。太子，不要啊，母后，我不要娶她。您让我娶她，我立马去死。您是不知道，她就不是个女人啊，不对，她连人都不是。太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臣女呢？我可是对你爱慕已久呢。您说我不是人，是不是夸我漂亮，有狐狸精的潜质？您被我迷住了吗？谁迷住你了？你就是貌若天仙，姑都不会看你一眼。小天爱，算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我错了，以后见着你，姑绕着走。今儿真是萧天蓝主动的，姑才是受害者呢。你们萧家的女儿都是魔鬼，母后，打死我都不娶她。能把太子逼成这个样子，他都自愧不如啊。太子，别这么说嘛，只要打不死，你还是会娶的，对吧？皇后娘娘，您可别听他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臣女多谢您的赏识啊。婚期就定到年底吧，来年让您抱大胖孙子啊。婚期就定到年底吧，来年让您抱大胖孙子。婚姻大事不可儿戏，本宫就是有这个念头，以后再说啊。哎呀，再说了，萧儿，你还没及笄呢，是本宫考虑不周了。那皇后娘娘，您第一个考虑我呀。太子殿下，您这样对人家的小心脏可受伤了呢。好了，小二和太子不合适，严学是嫡女就很好，早点下旨把这事定下来。朕还有事呢，不陪母后说话了。小九啊，你陪母后用膳，母后经常念叨你呢。臣弟遵旨。怎么了？身子不好啊？今日在严家，王小姐推萧二落水，臣弟去救，一起落了水，有些着凉，不碍事的。王小姐？哪位啊？居然推人落水，这么冷的天，这是要害人性命，心肠怎能如此歹毒啊？是皇嫂给臣弟选的王妃，不过臣弟听闻她心肠狭隘，跋扈刁蛮，给拒绝了。皇上，臣妾也没有想到这个王小姐是这样的品行，是臣妾眼拙了。您交给臣妾来办，臣妾定会严惩的。皇后以后遇事啊，多和母后商议，看看你选的人，萧大小姐父母兄长连她自己没一个好的，这个王小姐更是歹毒。小九的婚事儿你还是别管了，全由母后做主吧。臣妾遵旨。皇上，些许小事儿，哀家还能动弹，帮你分忧。辛苦母后了，朕走了。去吧，注意身体。姑累了，也告退了。你对太子做了什么？他见了你就跟见了鬼似的。皇后娘娘明鉴，臣女手无缚鸡之力，想做什么也没那个本事啊。臣女还很委屈呢。太子为什么不喜欢臣女呢？算了，你退下吧。臣女告退。母后，皇嫂，我也告退，还要喝药呢，改日进宫请安。去吧，让太医好好瞧瞧，可别落下病根儿。落水不是小事儿。儿子记下了。萧天爱，你等一下。萧天爱像是没察觉似的，脚下生风，眨眼间走出去老远。我喊你一起做教撵，你跑那么快干嘛？活动一下手脚，多谢您好意了，臣女不敢。刚才谁送你进宫的？用完就扔。萧天爱，你当本王是什么？是长辈，是战神，是恩人，日后定会厚报。告辞。
你们要做什么？太子呢？我要见太子！皇上有旨，萧氏天蓝不守妇道，淫荡轻浮，玷污太子，行事恶劣，念其祖先之功劳，送入皇安修行，终身不得出安。不可能，太子不会这么对我的，我不要出家，我要见皇上。捆了，送走，咱家还得回宫交差呢。是你害我，你害了我大哥母亲，还要害我。你错了，是你自己选的路。我不过是为了萧家女儿们的名声，忍痛放弃你。到了庙里，好好忏悔，伺候菩萨。每月的米粮灯油，我会派人送过去的。正好给你大哥诵经祈福。那些他害死的百姓们，到了底下，可不会因为他是世子就放过他的。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世道一直都是公平的。老夫人又病了，还砸了熬好的药盏，媳妇儿们都得侍疾，重新熬了药来。二嫂，你去歇息一会儿，我来服侍母亲吧。算了，母亲让我来，弟妹好意，我心领了。不用了，母亲去管家，祖母这里交给我了。我做孙女儿的，也要尽尽孝道，也好帮您分忧啊。娘亲，没事的，我能行的，您就去吧。府里上上下下哪能离开您呢？我肯定好好伺候祖母，要不你就问问祖母，她肯定愿意让我伺候的。让二丫头留下，你们都回吧，吵得老身头疼。顺着你祖母，多小心些。放心，我知道的。祖母该喝药的，不喝药病怎么能好的呀？扶我起来。孙女儿为您，小心烫。知道烫，你不能等凉了再喂。是不是想烫死我老太婆？这个府里就由着你们家，不用碍你们的眼了。小小年纪，心肠咋那么歹毒呢？你送你大姐姐进安堂，是人做的事儿吗？原来祖母都知道呢。事实如何，我也不说了，浪费口水。您既然知道我想在这个府里当家做主，就该让我顺心如意。大姐姐就是不识时务，非要攀高枝儿，妄想踩着我呢。所以您看，她现在去做尼姑了，京东古佛多清静啊。你还有理了，是不是要把我老婆子也弄死啊？您觉得呢？不过您可不能死，您死了，父亲得丁忧。我明年要及笄了，守孝没法说亲事，我可舍不得您死。您看，大姐姐我也没让她死，不是？一根白绫更干脆。可我这个人呢，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会让他一世不痛快。咱们家有钱有人，伺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太太，不是多难的事儿。你敢？孙女什么都没做呀，什么敢不敢的？祖母放宽心，我不会给您下药，让您瘫痪在床的。虽然那些更能博得孝顺的名声，您活多久，我能让人伺候您多久。且放心，您安分了，我真不是那么心狠的人呢。来，喝药，凉了药效差，这一服药上百两银子呢，有钱也不是这么糟践的。我不喝，你拿走。祖母乖了，不喝药身体怎么会好呀？这就对了嘛。来，吃颗蜜饯甜甜嘴，人老了安享儿孙福，不好吗？都是您生养的，谁孝顺不是孝顺？您要是一直惦记大伯和大姐姐，我可以满足您的。皇安里也有不少老太妃呢，肯定喜欢多个伴儿，希望大姐姐能伺候的您满意。我不要。您不是最疼她的吗？怎么能不要呢？祖母，我总说做人要惜福，您看大伯多识时务啊，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人的福气是有限的，作没了可真就没了呀。人的福气是有限的，作没了可真就没了呀。我不作了，我听话，你别对付我。这就对了嘛，要乖啊。人都说了，老人和孩子一样，熊孩子什么的
打一顿就乖了。我不会打您的，但是别的吧，我可不敢保证了呢。我会乖的，真的。这就好。现在病好了吗？好了，我下地走走。哎，你忙你的去吧，我真的好了。不用急，慢慢养，我乐意伺候祖母呀。我去花园里透透气，散散步，一直躺着对身体也不好。嗨呀，祖母还懂这个呢。陈嬷嬷，你是祖母身边的老人了，伺候好祖母，如有差池，后果你懂的。这一次我就很不开心。陈嬷嬷，你也不乖哦。老奴知错了，求二小姐再给老奴一次机会吧。嬷嬷无需如此，我很好说话的，那就再给你一次。不过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了哟。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的。嬷嬷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哈。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的。嬷嬷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哈。不是的，老奴记着，老夫人年纪大，糊涂的时候老奴得劝着点儿。对的嘛，希望你没老糊涂，可别晚节不保，不得善终呢。祖母，您去散步，哪里不舒服记得跟我说，孙女儿真的很想孝顺您呢。你去忙吧，祖母记着你的好。那就好，母慈子孝，阖家和睦，这样多好呀。您且等着享福就是了。一个个的非得逼她发飙，她只想安静的做个白莲花一般的女子，怎么就那么难呢？小姐刚才的样子好可怕呢。哪里可怕了？我明明很和气的和祖母讲道理呢，声音都不敢高一下，已经够克制了呢。感觉很可怕，小姐以后别这个样子了。小姐也不想啊，总有人不省心，逼着你家小姐黑化呢。哎呀，黑莲花更难做呢，活着真是很难呢。太后派人请她西北送来一些好皮子，特意给她留了一些。冻坏了吧？赶紧暖和暖和。谢谢安姑姑，这是最新送来的面霜，姑姑留着用吧。冬天皮肤干燥，这种面霜正适合。看你们年轻人涂涂抹抹的，哀家真觉得老了。等安姑姑用得好，太后您再用，之后宫里的娘娘们都可以用，臣女可不敢贸然给诸位贵人们用呢。太后您春秋鼎盛，一点都不老，咱要是出门逛街，说是我姐姐，外人都能信呢。嘿，哪有这么夸张，老太婆了呢。您要是老太婆，满宫的娘娘们都没葫芦了。臣女瞧着皇后娘娘都没您气色好呢，早想来看您了，只是臣女不懂宫中礼数，不敢来打扰，还让您请我来，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哪有那么多礼数？哀家看着小姑娘花一般的脸，心里就高兴。安姑姑把哀家的牌子给她一个，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天寒地冻的，哀家在宫里也闷得慌，就喜欢看你们小姑娘。谢太后，臣女就打扰了。江儿刚送来一些好皮子，哀家觉得颜色太艳丽了，想着你穿正好，你快看看喜不喜欢。太后，这太贵重了，臣女无功不受禄，受之有愧啊。江儿送的，你要谢就谢他吧。哀家记得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呀，最近怎么不来往了？燕王送来慈宁宫这些皮毛，太后一看就知道他打什么主意了，也乐意撮合他们。燕王乃是尊贵的王爷，臣女之前天真妄为，经历这么多，也知道和他的距离，自然不敢放肆了。燕王不怪我没规矩，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哪敢去打扰他呢？没事儿，他那么闷的人，肯定喜欢活泼小姑娘，你不嫌弃他就行。热脸贴他冷屁股的事儿做一次就够了，以后和燕王形同路人，再无瓜葛。姑姑，我哪里不对吗？有话您直说，我会感激姑姑的指点。指点说不上，只是觉得你这个样子有几分师姑娘的影子，知书达理，聪慧懂事儿。燕王殿下面冷心热，你可要把握机会呀。
出家那个是宣瑶吗？是我失言了。燕王从小受师太夫教导，感情自然不一般。不过都是过去的事儿，只能怪施小姐没福气。我也没福气，没想着高攀。安姑姑一番好意，心领了。姑姑年纪也不小了，不是说宫女20岁就可以出宫的吗？你们有家人吗？怎么没出宫呀？我13岁进宫，习惯了宫里的生活，出宫不一定能有现在过得好。家里人都很好，我也放心了。那是自然，在宫里你是太后的女官，谁不给你3分面子？回了家，谁还把你当个人物呀？换做我也不出宫。不过姑姑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女人嘛，总要嫁个好丈夫，生了孩子才算圆满。姑姑喜欢燕王？不是，我没有。燕王是大英雄，喜欢他也没错呀。姑姑近水楼台，不管是皇上还是燕王，傍上一个总比伺候太后有前途。能做主子，谁乐意做奴才呀？我看好姑姑呀，加油，给我这儿添堵，我让你更多。不信她没野心。萧小姐好口才，只是我对太后忠心一片，从我而心。做奴才挺好，我娘家平庸，就算得了宠幸也难长久。哎呦，这是谁呀？萧小姐，好巧呀，你这是去见谁了呀？参见陈贵妃娘娘，娘娘万安。跪下，你就是这么敷衍本宫的吗？娘娘，这不大好，萧小姐是太后的客人，本宫可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她一个臣女不该跪的吗？本宫还舍不得她跪一跪了。说到皇上那边，本宫都站礼，跪下，别装得可怜兮兮的，若风拂柳的。本宫可不是男人，不吃你那一套。娘娘，臣女应该跪，不过天寒地冻的，臣女怕着凉。不如这样，我告诉娘娘一个秘密，娘娘开恩，日后都免了臣女行礼，可好？哼，少忽悠本宫，你能知道什么秘密啊？娘娘附耳过来，听过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饶恕臣女。萧天爱低声说了一句话，陈贵妃神色大变，臣女告辞，谢娘娘开恩。啊，好漂亮啊！太后赏的吗？真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呢。压箱底儿吧，太打眼了。可是萧小姐啊，本王在樊楼订了餐，请你吃饭吧。多谢主王好意，我还有事儿不去了，改天我请你吧。那好吧，还想和你说说话呢。天降瑞雪，不如去梅花庵赏梅吧。抽你的时间，梅花庵的梅林可是一绝呀。殿下，你有事吗？还是对我有意，想追我？这么献殷勤，很容易让人误会呢。小二，你还是个女孩子吗？这种话能随便说的吗？女孩子要矜持。我更喜欢坦荡磊落，是你先让我误会的。男未婚，女未嫁，想想咱俩也不是不可能啊。告辞，当我什么都没说。这姑娘太可怕了，她扛不住。萧天爱冷笑，抬眸看了一眼茶馆2楼，像是能看穿里面的人。回府，一个个的都来打老娘的主意，当我好骗的吗？哼！皇叔啊，那姑娘猴精的，你想约人自己去，我是不掺和了，吓死我了。我这不是约不到人才让你去的吗？亏你总说自己流连花丛，阅女无数，人都约不到，牛皮吹破了吧？他可不是一般人啊。皇叔，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问我是不是追求他。听听，这是女孩子说出的话吗？也是啊，万一你也喜欢他，大义灭亲这种事我也不想做，以后不要单独见他了。大义灭亲这种事我也不想做，以后不要单独见他了。不是，皇叔啊，我可是你亲侄儿啊，为了个女子，8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大义灭亲了？我就这么轻易被你放弃了？不然呢？是我考虑不周了。爱那么好，谁都会爱上他的，我该防范于未然才行。
我真对他没意思啊。哎，得，我算看出来，您现在脑子跟正常人不一样。追媳妇儿这种事儿吧，你自己来吧，我自己的媳妇儿还没着落呢。我找我家小宝去了，回京还没跟他玩呢。让孟怡宝约他出来，我来个偶遇，交给你了，必须把人约出来。王爷，宫里传来的消息，陈贵妃碰到萧小姐，还让她下跪，安姑姑也没拦着，萧小姐委屈大了。什么？他敢？什么？他敢？敢不敢的，人家也做了，不稀罕。萧二以前得罪过他，依着他的脾气，把人弄死都有可能。我说他脸色怎么不太好呢？合着是受了陈贵妃的气哟，好可怜呀！皇叔，正好需要你去安慰人家，刷刷好感。后来呢？给他跪下了。也是奇怪，萧小姐不知道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陈贵妃就放过他了。王爷，我觉得萧小姐没了您，好像也能混得开啊。宫里传来懿旨，这一次是兰贵妃，楚王的生母，邀请她进宫赏梅。你们慢慢走，我先去找我母妃了。燕王殿下好。无需多礼，陈贵妃为难你了。没有啊，殿下听错了，陈妃娘娘很宽厚的。上次的事儿。上次什么事儿？臣女早就忘记了。殿下也忘了吧？以前是我年少无知，多有冒犯，还没请您海涵呢。以后不会了，殿下放心吧。到底是他辜负了他的一腔真心。参见兰贵妃娘娘。哎呀，快起来！本宫以前没发现萧小姐这么漂亮，小模样真是惹人爱。我记得你说我胖，8个宦官都抬不动，有这回事吗？果然是宫里的女人，前一刻还夸你跟花似的，下一句就兴师问罪。母妃，这事儿就是个误会。我们女人讲话，你少插嘴，信不信我撵你出去？您是亲娘吗？不是，捡的。萧小姐，咱们就说咱们的，我真有那么的胖吗？我记着，兰贵妃身材苗条，称不上胖。那是10年前。说呀，你今儿个要是不说出口花来，就得告诉我，你对那个贱人说了什么，吓得他不敢为难你了。母妃好狡猾，合着是想问这件事儿啊？绕这么大圈子。臣女开玩笑呢，娘娘是鹅蛋脸，胖点更富态，燕瘦还肥嘛，同样是大美人。而且你有别的嫔妃谁都比不上的优势。别夸我，我不上当，我都觉得自己摆在庙里能当菩萨了，能有什么优势啊？凶啊，谁能有您的大啊？你跟你皇叔去偏殿喝茶，我们女人聊聊天。娘娘，我给您设计一件礼衣和衣服，您穿上肯定好看，说不定还能给楚王添个弟弟妹妹呢，开个第二春。哎呀，姑娘家家的，羞不羞啊？也没外人呀，你有这个资本。要是像皇后似的，背上贴2粒葡萄干，都分不清前胸后背了，皇上摸她都不如摸自个儿呢。你要笑死本宫的吗？您的遗产都留给我，我可以让您笑到100岁。成，本宫留给你，你常进宫来陪本宫说说话，开心果似的，太好玩了你。臣女不好玩，皇上才好玩呢。您待我好，我保证您这第二春比第一春都来得猛烈。陈贵妃就是个渣渣，让她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魅惑，什么才是君王不早朝。好，本宫等着。你若让本宫满意，夜后这宫里，本宫保你横着走。娘娘爽快，咱们合作愉快。皇叔，萧二跟母妃说什么了？逗得母妃这么开心，咱们偷偷听一下呗。女人的私密话，你不怕尴尬就去听。嗨，叹什么气呀？皇叔也有发愁的时候吗？本王发愁的事儿多了，像你似的没心没肺。你跟陈贵妃说了什么了？满宫的人都在猜呢，你等着看吧。待会儿你出宫，肯定偶遇无数人，都想知道。也没什么，就是问她知不知道自己为何不会怀孕，剩下的都是她自己猜，
我就是瞎蒙的。这样啊，说实话，我也好奇，他承宠最多，人也年轻，却一次不曾有孕，太医都没法子，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午膳就在华章宫用了。母妃，还以为她是您女儿呢，您对我都没有这么好。嘿，这个主意好，我收你做义女吧，好歹我也是个贵妃，你做我义女，以后谁欺负你就是欺负我。很好啊，可以拜。好啊，那以后我就是您的侄女儿了，也能喊您皇叔的，是不是呀？少无腔，不带这么欺负人的，非要撇得这么清楚，怕自己不死心的吗？燕王挖坑自己跳，只想着楚王，忘了他自己了。还是算了吧，皇家不能随便认亲，麻烦得很，这样就挺好。燕王终于开窍了，呵呵。陈贵妃娘娘到，参见陈贵妃。起吧，姐姐好。等一下，妹妹你这礼行的可不对啊，是看不起本宫的吗？再行一遍，我瞧瞧。陈贵妃咬着牙，满心的怨毒，眼神有意无意地瞄向燕王。萧天爱看得清楚，他还真和燕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呢？怎么，本宫教导你，你不服的吗？没有，参见兰姐姐。咱们可是众妃之首，一言一行都要做得好。皇上宠你，你更要谨言慎行，万不可恃宠而骄。臣妾记下了。起来吧。萧小姐进宫挺勤快呀，待会儿去本宫的长夏宫坐坐，本宫很喜欢萧小姐呢。多谢娘娘厚爱，只是臣女身子弱，跪了久了，小命怕丢了。娘娘您宫里规矩大，臣女受不住。萧小姐没空，她是我宫里的座上宾，陈妹妹喜欢的话，就来我宫里说话吧。哎，我送你回府吧，坐我的马车吧。不用，不敢劳烦王爷，我自家有马车。告辞。燕王殿下，你不要太过分。上车吧，外面冷。哎，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咱们之间没必要闹成这个样子。好啊，那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跟陈贵妃见面了？燕王殿下，私会皇帝嫔妃，你的嫂子，胆子可真大。我是见她了，不过是骂她一顿，让她不要欺负你。大可不必，没有你燕王，我萧天爱照样活得很好。请你离我远点，我就感激不尽了。好吧，赛马场那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去看看？咱们不是说好元宵节开业的吗？我惹你生气了，再让你一成份子，算是赔罪。切，要是真有诚意，就该都给我，一成一成的。你以为我会放在眼里吗？好，那就都给你。说好了啊，不生气了。赵无疆，你什么意思？是你拒绝我，现在又巴巴贴上来，耍我玩呢？对不起，之前我有太多顾虑，怕不能给你幸福，不能保护你周全，所以才拒绝你的。不是不喜欢，而是太在乎了。我只希望你过得好，跟我在一起会连累你的。现在呢？现在不怕连累我了吗？你都眼瞎了，闲散王爷一个，能怎么连累我呀？很多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不想骗你，但是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真的想保护你，不会害你的，你可以相信我。苦功不受禄，既然你有苦衷，我也没兴趣知道太多，只想过安稳日子，各走各路不是更好？你又跟我说这些，对我特殊对待，不是更连累我的吗？燕王殿下，自相矛盾了。对不起，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道歉。我试着把你推开，划清界限的，可是我做不到。你能告诉我你的秘密造成最坏的后果吗？成则无上荣光，败则万劫不复。造反啊！搞事情呀！他喜欢，果然是他喜欢的小姑娘，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操自己家的反吗？想什么呢？那就是谋逆了。为什么？因为皇上夺了你的兵权，
你都眼瞎了，他还不放过你，非要让你死的吗？要不那样，咱先剁了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带这么欺负人的。算是吧，未雨绸缪。你做的对，就该防着点儿，皇家没好人的。我也是皇家人啊。你不算，你没有在那个权力中心，没有泯灭良知，不会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行吧，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么说，你是原谅我了吗？咱们的婚事……停！殿下，你这也太快了吧，八字没一撇呢，怎么就上升到婚事了呢？我可没想这么早嫁人，我还没谈恋爱呢，就要结婚，而且你也太草率了，没有追我，没有求婚，我不要面子的吗？可是没有定下婚事，我想做什么都不方便。婚礼流程也要1年半载，足够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那也不成，这样我不是很吃亏？可是没有定下婚事，我想做什么都不方便。那也不成，这样我不是很吃亏？如果我遇到更喜欢的人，还可以改变心意呢。我还这么年轻，才不想早早困在后宅，相夫教子，很无聊的。你觉得被我看上，还有人敢打你的主意吗？你忘了，皇后还想让我做太子妃呢，怎么没人敢？哎，提起这个，你的白月光是怎么回事呢？我可听人说了，我跟施宣瑶有点像，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他的影子了？不是的，我都没有见过你长什么样，怎么会当他的影子啊？我从未喜欢过他，只是年少时被施太傅教导，比较熟悉。太子那时候和我们一起授课，其实太子也和他挺熟悉的，甚至比我更熟悉。后来怎么发展成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出家之前是给我写了信，表明心迹，我拒绝了。真的吗？真的，我发誓，跟他从未有过私情。要说特殊，最多看在太傅的面子，当妹妹照顾。哼，求妹妹吧，照顾着照顾着就成燕王妃了。你怎么会这么想？他都出家了，不可能跟我有什么的。出家又不是死了，人不在，他的传说可是无处不在。我就是这么恶毒残忍，我的男人从身子到心里都只能属于我。嫉妒、刻薄、自私、虚荣才是我的本性。殿下还是另寻他人吧，我不会是个好妻子的。有事儿？谁把你气成这样子？告诉我，我帮你出气。太子、陈贵妃、燕王。就算我没说，你还是继续生气吧。你就不能说几句好听话哄我开心啊？女孩子要的其实很简单，并不一定要你做到什么，只希望你能站在他身边，就很满足了。做不到的事干嘛要说啊？这不是骗人吗？不管是朋友还是夫妻，欺骗都是不对的，我不能骗你。那你可以滚了，没心情招待你。唉，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乐意来洛城吗？皇亲国戚忒多，是个人都能压我一头，憋屈死了。你可以当驸马，成了皇亲国戚，比你苦读科举升迁更快。我是为了权力出卖色相的人吗？驸马给入赘有什么区别啊？打死爷都不干。哼，这种话传出去，你先被人打死。行了，我的事自己能解决，没指望你，你还得指望我帮你呢。说你来什么事儿吧？还是那些皇亲国戚。长公主，你不是知道吗？他看上国子监一个学生了，也不强迫，经常送他一些吃的用的，他不乐意呀，却没办法拒绝，都没心思读书了。这种状态，明年春闱肯定要遭。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还有心情帮同窗出头？你可以牺牲自己把他解救出来呀。跟燕王聊崩了？你找死啊！行吧，我来的时候不对，改天请你吃饭啊，咱们再聊。留在这儿也是被你怼。萧天爱，你一个人逛街稀罕了，没找人陪着你吗？不可以吗？国子监很闲，放你出来逛啊。你前几天的气性到现在还没消啊？不存我，你不会说话的吗？恶心人太多了，我能心情好的吗？算了，不跟你见识。樊楼我请客，看你读书那么辛苦，犒劳犒劳你吧。哎呦，好帅的少年啊！楚燕，你看，你站人家身边就是根草，如此美少年，看着都养眼。喜欢吧？
我让他陪咱们喝酒，让你大饱眼福。这个可以有。当街抢美男，楚燕，你也有纨绔的潜质啊！想什么呢？秦兄啊，这边，这是秦西红，我的同窗，你明白的。西红啊，萧天爱，我跟你提过的伯府萧小姐都是自己人，无需客气。自己人好啊，西红，好名字，人美名字也好听。走，姐请你们吃饭，樊楼随便点。以后有事找姐，姐宫里有人。这可是你说的，我前几天跟你说的就是他。什么？长公主居然有脸玷污如此美人，呸她一脸！包在姐身上，她敢碰你一根手指头，姐剁她儿子一只手。谢谢萧小姐了，你帮我第2次了，萧天林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哦，缘分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呐？哪里人士啊？萧姐姐，我是孤儿，母亲是戏子，不过我遇到贵人，帮我改了身份，又供我读书。我遇到好多善心人，楚燕大哥是我的贵人，你也是。以楚燕的高傲，怎么会和他这种截然相反的人成为朋友呢？难不成他也看中了人家的美色？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处理掉。是他死乞白赖的跟着我，甩都甩不掉。楚大哥心最好，他不会害我，我相信他。说说长公主那边怎么办吧，不知道谁使坏，嫉妒她长得好，用这种法子毁了她。哎，想不出办法，也不用跟这条鱼过不去啊。你不吃啊，我们还要吃呢。谁说我没法子的？现在就给你解决。吃饭，吃饱了咱就走。真的吗？哎，西红，赶紧吃。他说有办法，可不是吹牛啊，论才智也就比我差一点点，我欠缺的只是对洛城局势不了解。给我3年时间，洛城我也能横着走。给殿下请安，您先请。你们先走，本王还有事，稍等一会儿。萧小姐，好巧呀，你这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谢谢你救了我。不用谢，是我不小心，差点害你受伤，你小心点。我还有事儿，告辞啦。许真，你长点心，照顾好你家主子。对不起。没关系，少公子长点心吧，咱们不熟，求你再见到我自动忽略，谢谢了啊。丢死人了，出囧出大发了。都怪少廷，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烦死了。你怎么不怪你自己招惹的桃花债啊？那个少公子明显对你有意呢，你真以为燕王没发现你的吗？咱们这位战神王爷，没你想的那么脆弱没用。好狡诈的燕王，总是能不动声色的给自己下套，他还一踩一个准儿，被他算计的死死的。我知道了，以后我不出门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吗？萧小姐不知私底下拜见外男礼数不合的吗？闺阁小姐请注意形象。荣大人不愧是做官的人，教训人一套一套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请你喝茶，还请赏脸。好，随我来。说吧，有什么事儿能找我这个闲散小官帮忙的？是为了长公主。你不住公主府了吗？他看上西红了。对一个才华横溢的国子监学子来说，并不需要靠谄媚卖身来谋出路，这是要毁了他。确实，鲜嫩水灵，一张脸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都是麻烦吧。他母亲是戏子出身，有现在的成就不容易，我们也是不忍心看见他毁了。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你倒是热心，什么人都想管，怎么不见你管一下真正该管的人呢？算你欠我一个人情，以后我想起来再找你要，我会帮你们解决的。你们可以走了。你还舍得回来，算你有点良心。
说吧，是不是有事儿要求本公主啊？想公主了，来看看你。心肝儿，你从不对本宫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大事儿。先让我心里有个底，我才好跟心肝儿好好温存温存。我是为了公主好。听说你看上国子监一个监生？是啊，你吃醋了吗？算是吧。监生你不能碰，我收到消息，有御史想要弹劾你。国子监乃是朝廷培养人才的地方，都是天子门生，真的较真，你是跟皇上抢人呐。那个秦熙红名声在外，你忘了云海侯世子怎么死的了吗？就是因为他。还是你心疼我，你留下来，我就不想他了，成吗？我会常回来看。这家糖炒栗子不错，爱爱啊，你尝尝。谢谢表哥，我减肥，你吃吧。那好吧，女孩子健康就好。你喜欢什么别客气，我给你买。小甜爱，这里。表哥，你带表妹们逛，我遇到故人，过去说说话，照顾好他们。你逛庙会也不说找我，那男的谁啊？都没爷2成好看，怎么找这么一男的呀？你还好意思说，浪的人影都摸不着，去哪儿找你去啊？让你住我家你不住，怕我赖着你啊？你这话说的可冤枉人了，你一声吩咐，天大的事儿也没你重要啊。得，心情又不好，走，跟我说说，谁碍你的眼了？我帮你除了他。施宣瑶这个白月光，他的秘密，他的眼睛，将来的妾室，都是一座座移不开的大山，挡在2人中间。看到没，这就是个祖宗。长公主那边不是解决了吗？你老带着他，莫不是不喜欢女子后龙阳了？萧小姐可不敢开玩笑啊！秦某不敢亵渎楚介元，秦某不敢亵渎楚介元。人家胆儿小，别吓唬他啊！他没家人，我那儿也就我自己，干脆过年带着他一起。刚才那男的谁呀？你真的放弃燕王了？表哥而已，别瞎猜。大过年的，别扫兴成吗？不想提他。你要是真无意，就会大大方方地说他，而不是提都不能提。其实燕王也不错，嫁给他一步登天，皇族中人都得尊敬你3分。楚燕，你也这么庸俗？难道我嫁人只看家世的吗？我是那么虚荣的人吗？不然呢？婚姻嘛，投入太多感情，最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爱情是世上最不靠谱的东西了，还是权势来的实在啊。楚燕，你将来会只爱你妻子一个，不纳妾，不找通房，忠诚你的妻子吗？我不知道，人这一辈子遇到太多人和事儿，真正做到承诺的都是圣人了。算了，跟你谈这些纯粹是自寻烦恼。燕王殿下，请让开。陪我喝杯茶。不去，我走还不行吗？燕王殿下，你到底想做什么？逗我很好玩的吗？是吧？我知道你喜欢吃，那个什么表哥的配不上你，你做得很好。哈，你跟踪我？燕王殿下，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卑鄙了吗？那也比你受骗好。我查过他了，他和花颜楼的兰秀姑娘交情匪浅，只等娶了妻子就会帮他赎身的。而且那个花魁怀孕了，是他的。你告诉我这些有意思吗？哪个男人没有妾室通房的？外室红颜更是少不了，这也不算什么。作为祥辉的妻子，应该大度才对。我不在乎。如果你肯嫁给我，我发誓，除了你，不会有别的女人。我是将士，最看重的就是忠诚。我会忠诚婚姻，忠诚于你。你这算什么？表白吗？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的誓言又能维持几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皇家太复杂，我不想嫁进皇家，咱们之间不可能在一起的。就像飞鱼和鸟不属于一个世界，咱们不合适。咱们可以去封地啊，远离皇家，
我的封地很富庶，足够养活咱们的苏阳杭三州，都是我的封地。真的吗？苏杭熟天下足，真是好地方呢。丝绸织造更是发达，如此富庶的地方，居然是你的封地，可以啊。是父皇在世的时候就封的，我立下那么多战功，父皇恨不得把天下分给我一半。不过我没要那些赋税，都捐给皇兄充实国库了。你做的对，树大招风嘛。听说藩王要留下质子在皇宫呢，没有诏书不能进京，还是不好，孩子多可怜呢。可以找别的孩子代替呀，总会有办法的。苏杭风景最美，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比洛城住的舒服。你觉得好，我就开始建造燕王府，咱们常住那里。我没说好啊，你爱建是你的事儿，不用问我。随后再说吧，赛马场准备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看，哪里不合适让他们改一下，元宵节之后就可以开业了。这是地契，说了送给你的，你拿着吧。不要，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可不是贪财的人。贪财有道，没什么不对，那我请你去指导一下，总可以吧？请萧小姐帮忙了。好吧，我帮你看看，明天你来接我。好，说好了。什么味道？好香呢，你饿不饿啊？我请你吃啊。2碗馄饨，谢谢。你丈夫真宠你，肯陪你吃馄饨。我们老两口摆了大半辈子摊子，肯陪妻子吃馄饨的可不多见。他不是我丈夫，婆婆看错了。不是啊。哎呀，不管谁肯宠着小姐，就是小姐的福气呢。快吃吧，馄饨汤很鲜，是鸡汤熬的呢。别小瞧这些小摊子，味道很好呢。是不错，你喜欢咱们常来吃。是稀罕，你吃这么快呀？习惯了，打起仗来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再来2碗，好吃就是好吃啊，有点少了。没零钱，用这个付账吧。算我们请你们吃了，不值几个钱，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敢收啊。没零钱，用这个付账吧。算我们请你们吃了，不值几个钱，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敢收啊。我来付吧，算我请你好了。不要，说了我请客的。2碗馄饨就把我打发了，我还等着你请我吃大餐呢，下次你再请。之后逛街，燕王最喜欢听他说话，叽叽喳喳，心情马上感觉欢快许多。能照他的样子捏一个吗？可以啊，不过要加钱。钱好说，捏吧。真不错啊，你总爱蹙眉，川字纹都给你捏出来了呢。小姐，给您也捏一个吧，瞧瞧你俩多般配啊，正好配成对儿。呵呵，这个好，赶紧捏，少不了你的赏钱。哪是一对儿？你看错了，这是我。你闭嘴，别瞎喊了，我不想听。好了，二位啊，您拿好了。不错呀，下次还找你，这个钱赏你。时辰不早了，谢谢王爷陪我逛街，就此别过吧。初8还有大庙会，元宵节也有灯会，我可以陪你继续逛。好啊，咱就约好了。不行，我送你回家吧，你的护卫都跑哪儿去了？一点都不敬业。我很敬业的好不好？好，麻烦你了。不麻烦，咱俩谁跟谁呀？主子，你就这么让萧小姐走了？不然呢？就没送她回府？她送我回府，我再送她回府，送来送去的，都别回家了。享受的就是中间的过程啊，您不想多和她待在一起吗？还有啊，您可是男人，哪有让女孩送男人回家的？您不该保护她的吗？不该趁机表达您的关心和体贴的吗？好好的，干嘛打人呀？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早干嘛去了？被你害死了，我哪儿想到这些呀？小姐，奴婢觉得燕王殿下有点傻气啊，哪有让女孩子送回家还觉得理所当然的？
没关系啊，以后你家小姐嫁给他，肯定听话。小姐，你真打算嫁给他了呀？萧天爱这才恍然，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未解决呢，怎么突然就和好了呢？还没想好，等等再说吧。小姐，燕王等在府外呢，说是跟你约好了，你可快点吧。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他约好了？也用不到这么早吧？大冬天的都不让人睡个好觉。赵无疆，怎么不进来等？冷不冷啊？没有正式拜访，不好进府的。你吃早膳了没有啊？没有呢，找家早点铺子，咱们吃了再走。你来太早了，等着着急了吧？还好，等你，多久都不着急。是吗？张无疆，一夜没见，嘴巴变甜了呀。不过我喜欢。你喜欢就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继续保持啊！啊，你昨天是不是给我挖坑来着？好像没有交代清楚你的问题呢。想不到你转移话题的本事挺厉害的嘛。我以为我都说清楚了，你没问，我也不知道你还想知道什么。不过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聊。有也没关系，你肯花心思骗我，我也乐意被你骗。对女人来讲，事实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肯哄我开心，我就足够了。天色渐渐晚了，燕王依依不舍送他回府。马车跟在身后，他们漫步在街头，看着陆续赶回家的百姓们，燕王恨不得现在就娶了萧天爱回府，这样他们就不用面对离别了。怎么了？石宣瑶，他在前面。他不是在青云观吗？怎么会在这儿啊？无疆哥哥，萧小姐，贫道进城访友，马车半路坏了，车夫去换马车，贫道等候片刻。无疆哥哥，关中师傅有擅长医术的，你可以上山，请师傅帮你看看眼睛。那太好了，先谢过仙姑了，改天一定叨扰。大冷天的，你在这儿等也不是事儿啊，让我家马车送你吧。不敢劳烦萧小姐，贫道等一下就好。那哪行啊，仙姑衣裳单薄，冻病了可不好了呢。燕王送我回府，正好我家马车闲着呢，请吧。萧小姐，我们仙姑和燕王可是多年好友，理应燕王送我们仙姑才对。好歹也是闺阁小姐，缠着外男，懂不懂羞耻？要不要名声了？童儿，住口！萧小姐，仙姑无需道歉，你家丫鬟说的对，是我不知羞了。燕王殿下，不敢打扰你了，我先走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人家会说我不知检点，与我的归誉有损。哎，不是这样的，是宣瑶，管好你的人。这次本王不追究你的过失，再有下次，别怪本王不顾情面。哎，你听我解释。哎，你听我解释。那可是你师父的女儿，你总不能不管人家。你去送她吧，不用管我。传出去，外人会说我没有容人之量，不会处事。她有丫鬟车夫，又在城中，太傅府会管她的，用不着我送。你才是我未来的王妃，我只关心你，在乎你，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儿，外人怎么说我也不在乎。你是不在乎，我还要做人呢，人家分明对你余情未了，都是我不懂事，强出头了。我很高兴你出头，未来的王妃自然要负责本王的一切，包括打发那些居心叵测的女人。过了15，我就请太后为我们赐婚。燕王府需要你这样的女主人呢。谁稀罕啊，我才不嫁呢。我说错了，此事无需跟你多说，回头我拜访简忠伯，还有华阳夫人，岳父岳母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你休想，我爹娘可是会听我的。那么，萧天爱小姐，你可愿意嫁给我赵无疆呢？不好吧，我要是答应你，岂不成了私相授受了？那我该怎么做呀？哎呀，你教我，我是真的不懂啊。要看王爷有几分真心了，我一个女孩子家哪里懂这个。好吧，我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你不生气了？谁说我不生气的？无疆哥哥喊得真亲热。
小时候没有封号，他年纪最小，一直这么喊的。下次我不会让他这么喊了。还想有下次？你是不是还盼着见到他吧？他出家，我看都是策略，哪有道姑随便跑的？你吃醋了吗？你也可以喊我哥哥的，我想听。我才不要！你当我弟弟还差不多。你要想听，我喊你二爹，你喊我二姐。什么乱七八糟的辈分啊！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喊一声试试呗，我都喊你那么多次了，你喊一次而已，不吃亏。他这是什么爱好啊？可这么羞耻的称呼，打死他都不可能喊的。小姐，到家了。啊，这就到了呀？元宵节早点出来，咱们玩1天1夜，我带你赏灯。好啊，我等你。你诚心不想让我好过的吧？哪里有？赵胡椒，这可是在我家门口，你敢放肆？小姐，到家了，请下马车。再见了，亲爱的。参见燕王殿下，一大早的来找楚某人，有何贵干呀？爱呢？昨晚他来你府里，彻夜未归，本王来接他。殿下，你是他什么人啊？好像没资格接他呢。我们是亲戚，在亲戚家住几天，到哪儿都说得过去啊。他也没说要回去，所以燕王怕是要白跑一趟喽。亲戚，拐着多少弯的亲戚？楚介远好像还做不了他的主呢。做什么好吃的啦？挺香的，饿死了。赵无疆，你怎么会来？我的未婚妻馋人家的早膳，我能坐得住吗？饿不饿？一起吃呗。昨晚上我表妹失踪了，二姑姑半夜来找我，帮着找人来着，太累了就在这儿歇一会儿。你别误会，楚燕跟我哥哥一样，我们真的没什么的。出息，还没嫁人呢就低三下四的，丢人不？你个单身狗懂什么？恋人之间最怕的就是误会。吴江来找我，说明他在乎我啊，我哄哄他也是应该的呢。这可不叫低三下四，是情绪，对不对啊，吴江？你不生气了是不是啊？我不是生气你住在别人家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女孩子，你要是真看上他，早看上了。我是生气你家里出事儿，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没用吗？哎，燕王殿下，这话扎心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不上你？明摆的事儿，你哪里比得上我？走走走，回你们家腻歪去。小天爱，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你俩还没定亲呢，注意影响，女孩子要矜持，上赶着不是买卖。待会儿我就进宫找太后、皇兄，请他们赐婚，咱把亲事先定下来，省得某些人说酸话。这个会不会太快了点儿？你不愿意嫁给我的吗？没有，是我爹娘都不知道，你这样子太突然了，还是等他们同意再赐婚，这是尊重。你说的有道理，是我考虑不周。许志安，你现在就去备了重礼，往伯府地拜帖。待会儿我拜访萧伯爷。是，属下马上去。他家王爷终于硬气一回，做了回爷们儿该做的事儿，要不要这么着急啊？手心怎么出汗了？不舒服吗？要不要去看御医？不要，有点紧张，真没事儿。那个，我能先回府吗？不是说饿了吗？用了早膳，我送你。我这儿粗茶淡饭的，不留你们了，慢走不送啊。告辞，叨扰楚介远了。以后有事儿可以来燕王府，咱们马上要成一家人了，无需客气。谁跟你一家人啊？爱的亲戚就是本王的亲戚，以后多走动。你在担心什么？你可以告诉我的。你不是说恋人之间最怕的就是误会吗？我怕的很多，怕你纳妾，怕你移心别恋，怕不能相守到老，未来的变数太多了，我心里虚得慌。我也不说那些虚无的誓言，未来的日子你看我的表现。我活了20多年，第一次喜欢一个女孩子，从那时候起，一颗心都被她占得满满的，没有别人的空隙了。赵无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说说嘛，我想听。
记不住了，你喊我二爹、爸爸。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么信任我、崇拜我，我怎么着也要护着她呀。护着护着，就不想她受一点委屈，想听她的笑声，听她在我耳边说着话，慢慢的就不舍得放手了。原来那时候你就打我的主意了，我把你当爹爹崇拜，你居然想睡我，赵无疆，你好意思吗？没有想，那什么，只是想保护你，不舍得看你被别人欺负。那时候真的当晚辈看的，你别误会。赵无疆，你好可爱啊！那你现在想不想睡我了？没有，未曾成婚，我不会亵渎你的。哎，你等着我，我会给你最隆重的婚礼，比公主都隆重。禀王爷，伯府到了。我先回去了，再见。你在府里乖乖的，有事记得找我，找别人我会生气的。好，找你，走啦。怎么才回来呀？你表妹找到了，真不让人省心。在楚燕那儿待了会儿，太晚了，不想来回跑。国公府不管吗？老来咱们府里算什么事儿呢？你不懂，你二姑好面子，上面几个妯娌怕人家看她笑话，能瞒就瞒着了。再怎么说也是家里的姑奶奶，咱们不帮她，谁帮她呀？当你嫁了人，就知道其中的难处。所以娘在忍着她，都是女人，晓得她不易，靠谁也不如靠自己。倚着娘亲你通情达理，混作大伯娘以前掌家，早拿话堵着二姑，看她还有脸回来没有？再一再二，娘亲也不是好欺负的，她要过分了，娘亲自会收拾她。你不用露面，娘亲能打发他们的。娘亲啊，我给您找了个好女婿，单独开府住，进门就能当家做主，地位尊贵，您肯定满意。自己这个女儿最近主意大得很呢，背地里做的事儿她都知道，不过没说穿罢了。谁呀？这么好的人家，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也知道的，就是夫人，伯爷在前厅，请您马上过去，有要事商议。您先去，遇事要淡定，不要慌。夫人好。不敢当，理应臣妾给殿下行礼才是。您是长辈，自然当的。今日冒昧打扰，还请见谅。殿下能登门，蓬荜生辉啊！不知您这次来所为何事啊？不瞒二位，本王爱慕令千金已久，恳请二位将爱爱嫁与我为妻。原本我想直接请皇兄赐婚，却担心二位心中不安，特意登门表白心迹，还请成全。求婚啊？这个我们得问问爱爱的意思。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要问问她的意见，不能委屈了她。爱爱已经答应我了，你放心，我向二位保证，不纳妾，没有通房，此生只有爱爱一人。岳父是我的榜样，还请岳父多多教诲。啊，那可太好了，好说好说，只要你对爱爱好啊，我们没意见的。既然来了，午膳就在家里用，让家里人也见见王爷，以后就是自家人了。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不觉得太草率了吗？多谢岳父，您喊我名字就好，赵无疆，王爷什么的太生分了。好歹是一王爷，岳父喊得这么溜。好，无疆啊，那我不客气了啊。一点心意，请岳母笑纳。太贵重了，可使不得。不贵重，怎么能显示出我的诚意？爱爱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这些身外之物比不上它万分之一。王府别的没有，就这些俗物多，您帮着用一下，免得放在库房落灰啊。多少勋贵得不到的好东西，都在人家库房占地方呢。萧斌带着他去了书房聊天，沈氏匆匆忙忙去了后宅，找萧天爱兴师问罪。娘亲，你觉得这门婚事能成吗？我都听您的，你都答应人家了，岳父岳母喊得那么亲热，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什么？他真的喊了？我该过去听一下，换以前他那么严肃的人喊不出来呢。矜持，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真是不错，挑不出毛病来。
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家要不是眼睛看不见，咱们这样的门第沾不上人家的边儿。就是门第太高了，娘亲担心将来你受了委屈，家里护不住你。他现在是说不纳妾，只有你一个人，可形势真走到那一步，由不得你不要。当年你祖母还往你父亲的房里塞人呢，还不止一次，你父亲都给打发了，为此没少惹你祖母生气呢。您放心，我能处理好。男人嘛，他要是真的想找你严防死守，他也能找得到。他心里有你，就是剥光了美女送到床上，他都不稀罕。女孩子家家的，好意思说这些话？你愿意，爹娘能有什么办法？你爹中午留他吃饭，可不敢乱说，让人笑话。知道女儿有分寸，什么时候让您操过心啊？岳父大人请回吧，我这就进宫。赐婚的旨意随后就到，我不会委屈了爱爱，婚礼一切仪式一定用最好的。好，那些俗礼无所谓，你能对爱爱好，我就满足了。夫人呀，你说燕王他有权有势的，将来要是欺负了爱爱，我奈何不得他，可怎么办呀？你才想到这个吗？我瞧你跟那卖女求荣的渣爹一样，使劲巴结女婿呢。我哪儿有啊，他可是燕王，你不在朝中，不知道他的势力有多大，满朝武将一半是他提拔的，皇上扶持了冠军侯，代替了燕王，打了不少胜仗，还是无法撼动燕王的位置啊。哎呀，我敢不对他客气吗？别看他现在和和气气的，真正是杀人如麻的主，跟洛城那些闲散王族都不一样的。爹爹，燕王杀的都是敌人，他的刀子不会对准自己同胞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你也无需怕他，敢对您不敬，女儿有办法收拾他的。我出门了，晚上不用等我。你老出门忙什么呢？都是要嫁人的小姐了，少往外面跑。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嘿，早跟你说了，萧家小姐挺好的，你不答应，兜兜转转不还是她吗？儿臣觉得自己年长她许多，眼睛又看不到，怕委屈了她。经过几次相处，深感她是个好姑娘，儿臣这辈子不会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了，也就自私了一些，委屈她陪我这个瞎子了。江儿啊，你为了赵家江山受了太多苦，既然你喜欢，哀家也不会委屈了她。这门婚事定要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谢过太后，儿臣知道您对我最好了。真是开了窍，要娶媳妇儿的人了，嘴巴都变甜了呢。儿臣还要去跟皇兄禀明此事，不打扰太后了，还请您多费心，礼部那边催得紧一些。礼部忙着筹备太子的婚事，燕王您的婚事怎么着也要等太子大婚，少说也得2年时间才够呢。安姑姑对礼部挺了解的呀。就算如此，本王可是太子的叔叔，长辈为先，我就是先他一步成婚，礼部也得给我置办出来。奴婢多嘴了，王爷请责罚。爱是本王所爱之人，谁敢怠慢他，就是怠慢本王。姑姑在宫中多年，更应该懂得尊卑分寸，希望下次不要再犯了。儿臣告退。起来吧，燕王眼里不揉沙子，也别想搞什么小动作。他喜欢萧小姐，咱们就是不喜欢也得喜欢才是。哎，好事儿啊！九弟，你娶妻成家，有人照顾，朕对父皇也有了交代了。前些天朕还跟太后说起呢，了了朕的一桩心事儿。萧家还是伯爵，传旨升为侯爵吧。锦中侯能力还是有的，官职随后也升一升。不过呀，只有一位正妃，太空虚了点儿。朕让太后再找2户漂亮小姐封为侧妃，这才像话嘛。不，皇兄，臣弟答应萧小姐不纳妾，只娶她一人。臣弟喜欢清静，后院人多，嫌吵得慌，有她一人足矣。
求皇兄成全，臣弟真不想要侧妃，甚至没打算娶亲的。我也是半个废人，不忍心耽误人家小姐。好吧，此事随后再说吧。萧家小姐进门，由她做主。谢皇兄成全。搞定了宫里的事儿，燕王出宫径直去了伯府，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可惜他还没回来，略有些失望。来者何人？止步！臣女曹国公府的小姐有几句话想和燕王讲，还请大人行个方便。曹国公，你见本王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王爷可否找个僻静之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曹小姐不知道避嫌，本王还忌讳呢。有话快说。是关于萧天爱的，燕王不想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她是王妃表妹，今天午膳还出席了呢，咱给她见面礼了，按礼数她得喊您表姐夫呢。不过属下看她眼神飘忽不定，不像是本分小姐。王爷要娶她，对她事情了解多少？她经常出门，和诸多男子不清不楚，王爷还是查清楚，别被她单纯的外表给骗了。诸多男子都有谁呢？你是她表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楚介元跟她同进同出，两人关系肯定不一般，整日不着家，天知道去哪儿鬼混了。我是她表妹，却也不忍心王爷被蒙在鼓里，大义灭亲，都是为了王爷好。本王知道了，你可以走了。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没有啊？贵族少爷们都往城外跑，稀罕赛马场，城里的青楼赌场生意都淡了3分呢。还有多了些卖女儿的，青楼里价钱压得很低，八大胡同整天哭声不断，惨的我都不忍心看呀。没栽没劳的干嘛卖女儿啊？没栽没劳的干嘛卖女儿啊？还不是上次被拐走的女孩子，家里嫌丢人，有的送进庙里出家做姑子，家里穷的就卖了呗。你去都买下来，找个院子安置下来，我有用。还有马场附近的地都是咱们的，你跟那些青楼赌场、酒楼茶馆联系一下，让他们去那里开分店，第1年租金减半，不过房子要他们自己盖，咱们只负责租地皮。老大，空手套白狼啊，还是你心眼黑，想出这招来。夸我还是骂我呢？靠你养着帮里的那些人，早喝西北风去了。回到府里已经很晚了，小厨房做了些吃的，有一口没一口吃着。窗外被人轻轻敲了几下，丫鬟们吓了一跳，打开看看是谁。你怎么来了？白天刚走，有事不能明天说啊？明天赐婚旨意会到，皇兄还想给我纳侧妃，被我拒绝了。以后谁逼你给我纳妾，你就往我身上推，我来解决。以后谁逼你给我纳妾，你就往我身上推，我来解决。你打算怎么解决啊？硬刚啊！皇上给你赐美人可是恩典，谁敢不要？我就说我身体不好，宠信不了小妾，伺候王妃一人就够了，非要给我塞小妾，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干脆说你不行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榨干了吗？你别多想，我不是不正经的人，瞎说的。表里不一的小东西，从哪里听的这些东西啊？画本子上看的呀，还有听人说书，也有说这个的。哎呀，好啦，这个话题不说了，羞死人了。还有件事啊，小心你那个表妹，曹国公家的女儿，今天跟我说你坏话呢，说你跟楚燕不清不楚，换做别人肯定会误会你。什么？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这种事儿也做得出来？我削死他！当老娘好脾气呢，早知道。不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当，我信你就是了。你真的不吃醋吗？哎，自然是吃的，不过我不能冲你发火，谁让我不顺心，我找谁去？我会迁怒于你。那是没本事的男人才做的事，那是没本事的男人才做的事。你的意思是你要对付楚燕？厉害，把情敌消灭掉，一劳永逸啊！赵无疆是哄好了，那是他对自己足够了解。可要是换个男人，心里铁定有疙瘩，他的婚事铁定得黄。萧天爱见心里狠狠记了曹慕瑶一笔。要我帮你收拾他吗？啊，不用，哪能用你啊，大材小用了。不怕人家说你欺负女孩子吗？我自己能解决的。
我当然不会欺负他的。找他家大人说道，子不教父之过，没了曹国公的皮，看他还有心思使坏吗？可别，国公府再怎么也是我家姻亲，就事论事，女孩子家的矛盾让我处理就好了。好吧，需要我尽管开口，跟我客气就是没把我当夫君看。没感觉你是我夫君啊，让我感受一下呗。这个不好吧？等成婚之后，现在不可以的。你半夜闯入人家闺房就可以吗？赵无疆，不要这么古板嘛！赵无疆，不要这么古板嘛！今天例外，我该走了，你早点休息。我送你出去。王爷，不错哎，有进步啊！闭嘴，走了，别被人发现了。该换个嘴巴牢靠一点的护卫了。这家伙口无遮拦的，什么都敢说。没事儿，从角门走，有人看到了也不怕。在这个府里，没人敢嚼舌头，自家都没有点自由，我白当这个伯府小姐了。我没那么没用的，不好给你添麻烦，快回去吧，外面冷。出来吧，躲着脚不麻的吗？是爹非要拉着我偷听的。姐，你真要嫁给燕王了？行啊，不愧是我姐，嫁的人都这么牛掰，以后我可是战神小舅子了，想想都威风。是丢人吧？燕王要是欺负你姐，你都打不过人家，怎么给你姐出气呀？也是啊，可要是找个弱鸡，也配不上我貌美无双、聪慧厉害的姐姐呀。我觉得我姐不欺负燕王都是好的，燕王想欺负她有点难。弟弟，进来坐，外面冷。在朝中做事还顺利吗？不进去了，你娘亲还等着我回去呢。都挺好的，爹也不冒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们也奈何不得我。那就好，晚安。奉天承运，皇上诏曰。第一个是给萧彬升爵位的圣旨，伯府再次成为侯府。之后是另外一波宦官宣读的是太后懿旨，夸赞了萧天爱一番，赐婚燕王，择日完婚。原本是应该送来教养嬷嬷的，燕王说了，小姐德容言功都是极好的，无需教导，只等成婚前几天给王妃说一下成婚的礼仪就行了。咱们王爷对小姐真正是放在心尖上的呢。王爷一直很好的，到时候还请公公多帮忙啊。准妃太客气了，咱家尽量帮忙，给您派个最好的嬷嬷来。明日要进宫谢恩的，太后娘娘很高兴，听说准太子妃也会去看望皇后娘娘呢。这样啊，有严小姐作伴挺好的。咱家告退了，准妃留步啊。这不是燕王妃吗？士别3日，刮目相看啊。严小姐客气了，你也不是鸟枪换炮，该称呼你一声太子妃吗？让人听到了，该说咱们没脸没皮，不懂规矩了。还没进门呢，就迫不及待喊封号了。嗨呀，算起来，将来严小姐还得称我一声皇婶呢，怪不好意思呢。她使劲扒着皇后的臭脚，萧天爱则靠着太后，注定不能和睦相处。到了慈宁宫，太后拉着她的手，怎么看怎么都喜欢，叮嘱一番，赏赐了一堆礼品，让她去各宫串串门。参见皇后娘娘，娘娘万安。萧小姐平身吧。想不到你和燕王最终还是走到一起了。当初我也想过撮合你们的，只是燕王拒绝了，原以为你们没有缘分了呢。过了这么久，居然还能走到一起，真是挺难得的呢。谁让人家萧小姐有本事呢？咱们可比不了。都说好事多磨，说明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说起本事来，严小姐更胜一筹啊，毕竟当初的太子妃可是我大姐呀。好了，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了，太子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才是头等大事儿。蓝妹妹、陈妹妹，你们受累，多帮着本宫把婚事办得圆圆满满。萧小姐，你和王爷的婚期定下来了吗？刚撕下懿旨，正在合八字，婚期也得钦天监算过了才能定下来。
啊，还没合八字呀，万一八字不合呢？就是啊，应该先合了八字才是，万一不合再退亲，对女孩子伤害很大呢。不会的，燕王说他提前找高人算过了，天作之合，现在不过是走走过场，多谢陈贵妃娘娘、皇后娘娘关心。天作之合，你好福气，恭喜你了，谢娘娘。燕王殿下到。见过皇嫂，臣弟来接未婚妻，没打扰你们说话吧？没有，萧小姐端庄文雅，燕王眼光不错。皇嫂夸奖的对，她确实很好。没事的话，我带她走了。有事跟她商议。礼部那边，皇嫂催一下，臣弟府中等着女主人入住呢。小两口真恩爱，我都没见过燕王对谁这么上心呢。臣女告退，改天再来看诸位娘娘。好，下次早点儿，咱们打麻将。对了，你那个面霜还有没有？我用着很好用，几位妹妹都找着我要呢。马上到春季了，气候干燥，更少不得面霜。明天我就给您送过来。还别说，兰贵妃皮肤好的让人羡慕，瞧着都年轻几岁呢。是你的面霜好用，我自己都觉得皮肤好了呢。燕王等着急了呢，不留你说话，有空就进宫来啊。贵妃娘娘喜欢爱爱是她的福气，改天我陪她一起去看您。不用，你这么大块，打扰我们说话。燕王别顾着自己，楚王那个臭小子年纪也不小，什么时候也给我带回一个可心的媳妇儿呢？你抽空催催他，帮他把把关。一定，贵妃娘娘放心，告辞。你们俩真的是很般配呢，燕王眼光真好。你怎么来接我呀？都没有跟我提，吓我一跳。我怕你被他们刁难，宫中的女人心肠毒得很，以后你进宫，我都会陪着你。啊，郑无疆，你这么体贴，我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不用这么护着我，我能应付。哼，你能应付是你聪明，我想保护你，是我的心意。我既然娶了你，就要让你平安喜乐，而不是殚精竭虑、战战兢兢应付无聊的人。你对我真好，真害怕将来你把这些温柔给了别的女人，我会受不了的。不会，我只会对爱爱好，除了你，任何女人都只是人而已。萧天爱说起了合八字的事儿，燕王脸颊抖了抖。自然是天作之合，你说的对啊。你放心，甄贵妃我警告她了，她敢刁难你，我饶不了她。真的呀？郑无疆，你太好了，这么宠我，我会变成废人的。堂堂燕王插手女人的恩怨，被人知道了，对你的名声会不会不好啊？管他男人女人，我眼里只有自己人和仇人。他敢针对你，我就敢收拾他。爱谁说谁说，让王妃受委屈才是我最大的耻辱。天哪，郑无疆，你太撩了，我好喜欢。这么霸气的话，果然有你的风格。奖励一个。这边也要。你好可爱啊。明天请你去赛马场玩，生意很好，也很热闹。你这个东家该去看看。好啊，我等你，拜拜，回府早点休息啊。我等你进去再走。走吧。属下扶您。你在干什么啊？我扶您上马车呀，我看准妃就是这么扶您的，你肯定喜欢这样子。以前总说我伺候不周，我跟准妃学总没错吧？许志安，你觉得自己能跟准妃比吗？咱们王爷可不好这口啊，拍马屁拍错地方了。你们在干嘛？滚！爷做了什么孽？找你做护卫。你回府喂马去吧，迟早给你气死了。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这狗奴才啊，他学你服我，你说说，得有多傻才做得出来啊？属下错了，王爷，您看在我伺候您这么多年，别让我去喂马，我离不开王爷您呐。王爷，
您看在我伺候您这么多年，别让我去喂马，我离不开王爷您呐。许真，你不要说话了，我肚子疼。再说下去，我怕你家王爷当场劈了你。老子现在就想劈了他。好了，别罚他喂马了，给他找个媳妇儿，缠他媳妇儿，让媳妇儿收拾他。王妃太好了，属下的终身大事就拜托您了。属下要求也不高，您身边的姐姐赏给属下一个就满足了。呸，你倒是敢说，我的大丫鬟可是要配好人家的，不得纳妾，一心对她好，也得她自己喜欢，我不会逼他们嫁人的。属下也可以不纳妾的，您考虑一下呗。进了王府，我们还能一起当差，多好的事儿啊！你看上我身边哪个丫鬟了？您身边不是只有这一个丫鬟吗？闭嘴吧，谁稀罕嫁给你啊？听到了吗？想娶人家就要拿出诚意来。先喝杯茶，暖暖身子。得亏你嫁给了我，换做别人家，每天早起给长辈请安，你都做不到。也就我不嫌你懒，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约你出门可太难了。大冷天的早起多不人道啊！我给你讲个笑话啊，一对夫妻，男子白手起家，妻子不离不弃，创下偌大家业。亲戚多夸妻子眼光好，一直说丈夫会有大出息，坚信不疑。丈夫还真的成功了，亲戚们就好奇了，你怎么看出他能有出息的？求问秘诀。你猜妻子怎么说？丈夫勤快？不是。聪明肯吃苦？也不是啊。我猜不出来，告诉我答案吧。新婚第一天，寒冬腊月，天色未亮，雄鸡一打鸣，丈夫唰的一下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苦读书。妻子从那一天就知道，能对自己这么狠的人，肯定能出人头地啊。我怕是要失宠了，也就萧小姐能逗得爷这么开心，爷更加想不起我来了。王爷开心不好吗？当然好了，我这不是心里酸吗？有了准备，爷哪还会稀罕我呀？嘿，说的好像爷稀罕过似的，少自作多情了，肉麻死了。你赖床还有理了，换做我肯定起不来。那个丈夫肯定不够爱他的妻子，新婚燕尔谁舍得起床啊？我恨不得7天7夜不下床呢。王爷，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在调戏我呀？没有的，你想多了。是你想多了吧？你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调戏的呀。咱们已经定亲了，亲密一些也是应该的。还是你不想和我亲近？不是的，发乎情，止乎礼。我会等到成亲那天。怎么感觉他一点都不渴望和自己做羞羞的事情？难不成是自己魅力不够吗？不说话，生气了？算了，这种事情得看气氛。王爷，准妃啊，到了。在这里打架，骨头松了，本王帮你们松一松。舅舅，不要脸的狐妹子，你也配嫁给燕王？他是我姐姐的人。住口！石风雨啊，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再敢出言不逊，我饶不了你。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姐才不要脸呢！我舅舅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了？无名无分，都出家的人了，你还好意思说呀？不怕道祖降罪，玷污了人家道观？不学无术，你懂什么呀？道门不进婚嫁，才不会降罪呢。所以是月瑶去做了道姑，而不是剃光了头做尼姑，是给自己留着后路呢。你闭嘴！不许你污蔑我姐，她是最纯洁最好的人了，你给她提鞋都不配。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贱！来人！啪！你敢打我？哼！你都指着我的鼻子骂了，不打你，听你骂我骂得开心吗？我是堂堂侯府千金，大家小姐，你算什么东西？当众辱骂，羞辱于我。都说施太傅乃是一代大儒，教出来的孩子粗鄙野蛮，与市井混混有何区别？小爷一人做事一人当，与施家无关，不许你污蔑我大伯父。哼，你不姓施的吗？怎么跟施家无关了？你这个恶毒的贱女人，狠毒跋扈，动手打人！王爷，你别被他骗了，他根本配不上你。够了，石风雨，你太让我失望了。本王的家务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来人呐，送回施家，请老太傅好好管教。是，七少爷，
请吧。慢着，小崽子，你还没有跟我道歉呢，当众骂了我，就这么算了吗？让我道歉，门都没有！你打我一巴掌，老子还没跟你算账呢，给老子等着！哼，好得很，我就喜欢你这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来人呐，去晋兆府击鼓鸣冤。他不道歉，施家满门总不会死绝了吧？总该有人能做主，就让施家来道歉。侮辱谩骂于我，当我锦州侯府好欺负的吗？舅妈做得对，施家人都死绝了吗？由得你这个孙子出来蹦跶，告他！舅妈做得对啊，就该这么收拾他。我支持你。你倒是识时务，这时候机灵了。我谁都不服，就服你，能嫁给我舅舅，不是一般人啊！你敢？还请诸位少爷们做个证人。萧天爱先谢过了，把人绑了，进城。赵无将，你说我做的对不对啊？对，他该受点教训。我陪你去。早膳放在马车里，边走边吃。下次打人别自己下手，一来你没多少力气，二来仔细手疼啊。不管施宣瑶打什么主意，敢骂他就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老爷，大事不好了，快升堂吧！什么事儿啊？杀人放火了吗？比那个都可怕，施家的七少爷被人绑了，就在衙门门口，只等着正主来就要击鼓呢。我打听清楚了，他辱骂萧小姐，萧小姐不可罢休，状告施家，让他赔礼道歉呢。哎呀，我的妈呀！萧小姐牛，跟施家杠上了。施宣瑶和燕王那点不得不说的事儿，洛城百姓都知道。现在萧天爱和燕王订了婚，施宣瑶还有什么盼头？现在看来，从一开始施家都是中意燕王，不想和太子扯上关系。不管施宣瑶是背后挑唆，还是这个傻缺小子自己不服蹦出来挑衅自己，他都要借着这次机会昭告天下，燕王是他名正言顺的夫君。什么前女友心机婊的都死心吧。见过燕王殿下。萧小姐，给大人添麻烦了，还请大人秉公处理，还小女子公道。堂下何人啊？报上名来，你可知罪？施家是文官世家，施风雨却是其中的另类，从小酷爱习武，读书反而不感兴趣。燕王在他小时候教导他一套拳法，对燕王的感情如同师傅一般，现在把他当犯人审问，施风雨心中委屈又愤怒。小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施风雨，我没罪，他还打我呢，脸都肿了，我还要告他呢。跪下！你当谁的爷呢？公堂之上，岂容你放肆？你无故辱骂萧小姐，你可认错呀？我没错，他就是不要脸，不知廉耻，勾引男人。以后我见一次，我骂他一次，别以为用这种法子就让我屈服，做梦去吧。温大人，证据确凿，犯人死不悔改，诋毁我王妃，按律该怎么判？监禁3月，罚银若干，赔礼道歉，拒不认错，加倍责罚。那就判吧，想必6个月牢狱会让他想清楚的。不就是6个月牢狱吗？小爷不怕。你们，九哥，你不配我大姐姐对你的好，我恨你。我这个正牌王妃被你骂都没哭呢。王爷，我的心好痛啊！太后赐下的婚事3媒6聘，礼部主持的婚事，我自然不曾有一丝错处，为何逼他指着鼻子骂？我清清白白的姑娘家做错了什么？来人，给我取白绫来！我吊死在施家门口也是我的清白。石风雨，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就算过去你堂姐和王爷有什么，现在明媒正娶的是人家萧小姐，你骂人家就不讲理了。堂堂男子汉欺负人家弱女子，算什么本事啊？心胸狭窄，以后啊，咱都不跟他玩了，丢不起这个人，休以与他为伍啊！谁敢欺负我女儿啊？当我萧家没人了吗？嗨，你还好吗？别怕，娘亲给你撑腰。娘亲，我没法活了。我和燕王3媒6聘定下的婚事，为何要被他如此羞辱？我长这么大，从未被人这么骂过，我没脸见人了。不是咱的错，咱不哭。疯狗狂吠，
你还能跟狗一般计较的吗？你骂谁疯狗呢？谁满嘴喷粪乱咬人，谁就是疯狗。亏得施家还是太子太傅呢，就教出你这种不懂礼数是非不分之人，愧对无数读书人对施家的尊敬。你说我就说我，与施家何干呀？我就是看不惯他，我就是要骂他，装的可怜兮兮的，当我看不出来吗？别拦着我，让我一头撞死算了。还偷偷冲着施风雨做鬼脸，我就是装的，你能怎么样？敢骂我，气不死你！让所有人都知道，施宣瑶才是不要脸，破坏自己感情的小三。以后提起燕王，再不会有人把他跟施宣瑶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想起来的，只能是他萧天爱。这就是他这次铁了心闹大的目的。施宣瑶敢恶心自己，自己不还他一份大礼，就不是萧天爱了。你这个奸诈可恶的贱人，我不会让九哥被你骗的。你还敢动手？大胆！公堂之上，你太放肆了！来人，快把他拉开！咆哮公堂，杖责30，扒了裤子，给本官打！住手！何至于此呀？犬子给大人添麻烦了，求温大人开开恩，暂停刑罚。在下管教无方，是在下的错。先退下。石大人呀，不是本官不给你面子，是令郎太过嚣张，辱骂人家萧小姐，诋毁人家清誉，还想动手。你说说，本官能不打他吗？这么多人可都看着呢，他就差把我这京兆府给掀了。施家也是书香门第，令郎如此跋扈，真的让本官很是意外啊！都是在下教子无方，给诸位赔罪了，还请诸位饶恕则个。改日压着这个孽障，亲自登门赔罪。不敢当，赔罪不必了，我们萧家受不起，只求令郎放尊重些。谁家姑娘被他指着鼻子骂，还怎么做人啊？我萧家虽然比不上你们施家显赫，却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小兄恕罪，都是在下的错，求小兄看在犬子年幼不懂事儿，原谅这次。我代表施家亲自登门赔罪，绝无欺辱萧家之意，都是这小子自作主张，不知天高地厚。施少爷是对太后的赐婚不满意呢，您这是冲我来，天知道心里怨恨谁呢？施大人好，你家公子可说了，我抢了施宣瑶的婚姻，不知道你家和燕王有定下婚约的吗？如果其中有什么内情，我马上退出，绝不做横刀夺爱之人。没有的事儿，哎呀，你千万别误会。施庸看燕王的样子，就知道家族的盘算，怕是要泡汤了。绝无此事，萧小姐请放心。那就好，我萧家最看重礼义廉耻，可不会做那些伤风败俗之事。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施家不顾礼义廉耻，伤风败俗了。抱歉呀，都是我家的错，萧小姐大度，放小儿一马，日后在下重礼酬谢，登门道歉。大人懂事儿，我们也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还请施大人好好管教，再有下次可说不过去啊。多谢，在下告辞。温大人打扰了，改日请你喝酒赔罪呀。你瞪什么瞪啊？不服来找我，欺负女孩子算什么本事啊？打就打，小爷怕你。够了，混账东西，还嫌惹祸不够吗？实在见谅啊，本官会好好管教他的，不会有下一次了。都是我的错，让岳父岳母担心了。施家的事还没完，我会亲自登门说清楚这件事，不能让爱爱为了一些流言受了委屈。算了吧，已经说清楚了，施家的门还是不要登了，外人知道了不定怎么传呢。我相信王爷比什么都重要，咱们将来要携手一生的，一点小意外不算什么。谢谢你相信我，你说不去我就不去了。天色不早，我做东，请岳父岳母天落吃顿便饭。去酒楼吧，本来今天要去赛马场的，不如继续，咱们去喝羊汤，吃羊肉锅子，烤羊肉串吃。那里的全羊宴堪称一绝。爹娘亲，今天咱们大吃一顿。行啊，就去吃全羊宴，
你娘亲还没有尝过呢，为父心里一直惦记着呢。那就走着，下午看赛马、打马球，玩够了再回家。对不起，是我没处理好这件事。风雨这孩子，小时候总爱黏着我跑，我对他跟弟弟一样。那2年，其实玩得挺开心的。没想到，他现在如此莽撞、大放厥词、冲动无理，我真的很失望。10年时间，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还好我遇到你，谢谢你，嫁给我。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华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心体温柔都是你，目光所至只有你。哎，有你真好，我也是。往后余生，只有你。咱们说定了。疼，轻点儿。王爷、王妃，到了。这么快就到了吗？你看看我的簪子歪了没有？没关系的，下次车里准备镜子，我自己看看。咱们下车吧，别让大家等咱们。好。哎，等我找到名医，好好医治眼睛。以前瞎了，我觉得没什么，现在却想看看我的爱有多漂亮。好，我也帮你找，咱们一起努力。哎，来娘亲这儿来。娘亲，下次咱别带弟弟，他影响你和爹爹说话了，让他自己玩去。姐啊，你是有了姐夫不要弟弟了吗？真是亲姐，太狠心了。天洛别吃醋啊，姐夫疼你。你没听过吗？父母是真爱，孩子是意外，何况姐姐姐夫，你能活着就该知足了。实在不服，也找个媳妇儿去，让媳妇儿疼你。哈哈哈，哎，说得对，多大人了还让人哄，当初要你姐姐一个就够了，要不是需要儿子堵住流言，老子都不想生你。你娘亲生你一场很辛苦的。不是，爹，这是真的吗？我好惨啊。别听你爹瞎说，娘亲疼你。大哥，这次是风雨擅自惹祸，我已经罚他跪祠堂，四书读不完，不准他出府。只是不管怎么罚他，造成的恶劣影响也难以挽回了，对宣瑶怕是不大好啊。武将什么态度啊？我看着燕王很在乎萧小姐，不曾问起宣瑶啊。无妨，此时娶亲对燕王也有好处，宣瑶那边我自有盘算，耐心等着吧。是，这次风雨固然有错，可我审问过了，宣瑶派了丫鬟跟他见过面，宣瑶对燕王还不曾放下呢。无需放下，你无需多管，瑶儿那边我会警告他的。风雨这暴躁易怒的脾气也得改改，骂人这种事儿非要自己上场的吗？莽夫之举，你好好教导他。我记下了，大哥没事儿我就告辞了。小姐，萧家和施家闹得这么凶，萧天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您不该高兴的吗？哼，高兴什么呀？是谈资，这也成功让大家记住了，他萧天爱才是正经的燕王妃，是燕王真正放在心上的人，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打消了大家对施宣瑶的同情，他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哼，好手段呐！换做我是做不出来的，也没那个勇气跟施家撕破脸。哼，好一个萧天爱，难怪能让燕王如此宠爱。小姐，计划失败了。我知道了。好一个萧天爱，我不在城中几年，冒出这么好人物来，小瞧他了。现在该怎么办呀？再等机会吧，是我操之过急。可是他们已经订婚了，小姐等了这么多年，被他夺走燕王妃的宝座，将来咱们怎么办呢？不会的，只是订婚，成婚怎么也得1-2年筹备，机会多的是。萧天爱以为他占了多大便宜，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无知者无畏呀。哼，有他后悔的时候。后不后悔萧天爱不知道，反正这一场他完胜。
又看清赵无疆不是那种优柔寡断、见了前女友就拎不清的人，对两位的未来有了信心。小姐，再过几天是太后的寿辰，您这个准媳妇儿可要好好准备礼物啊。太后寿辰，这个挺重要的。太后作为后宫最成功的女人，什么都不缺，这个礼物确实不好送。小姐，燕王殿下送来的礼物，底下送的贡品，他给您送来一些，让您看着玩。什么东西啊？哇，好漂亮的琉璃杯子啊！这一对可难得的呢，在铺子里能卖到1000两银子呢。物以稀为贵，若是能烧制出玻璃来，可是挣钱的暴利买卖。可惜啊，他数理化学的一塌糊涂，劳心劳力去做实验研究，他可没那个耐心。反正也不差钱，还是算了吧。他怕是史上最懒的穿越者了。收到库房去吧。小姐，这2匹缎子是最新花样的软烟罗，每年也就20-30匹的产出，只供宫里的娘娘们做衣裳。你看看这些东西，像是燕王从太后那儿讨来的，别放进库房了，送到针线房做成春装，太后寿宴穿肯定亮眼。太后的东西啊，她可真会给我拉仇恨，还没进门就还了婆婆的东西，太后能高兴吗？不会的，又不是亲生婆婆，太后也没指望您这个媳妇儿孝顺。秦嬷嬷，你可真会说大实话。算了，我也不能偷懒了，给太后准备礼物去，不能让太后对我有意见啊。您就是送根草，太后也会喜欢的，不喜欢也得装着喜欢，她不敢给您脸色看。嬷嬷，你今天怪怪的，你不喜欢太后？不是，我多嘴了，要去哪儿我让人备马。她才16岁啊，恋爱都没谈够，就要学着怎么做人家媳妇儿，怎么感觉不大对呢？刚出来的时候，她还想游历天下，自由自在的玩乐，还不到1年，居然要嫁人了，这个画风不对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小姐，马车备好了，咱们先去哪儿啊？哦，万宝阁吧，随便逛逛，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礼物。小姐好，小的早盼着小姐光临呢，可算等着您了。需要什么，您尽管吩咐，给小的一个孝敬的机会。你叫什么呀？挺会说话的。我随便逛逛，太后寿辰选件礼物，你帮我长长眼吧。小的汪权最近还真进来一批货，就是为太后寿辰准备的，您先选。不错，回头我在外公那儿帮你美言几句。谢小姐，咱们楼上雅间请，小的取来，您一一过目。萧小姐，请留步。你是？初次见面，冒昧打扰了。我是冠军侯的妻子，也是当今公主赵月薇。大胆，见了公主还不跪下！见过公主殿下，不识公主真容，请恕罪。无妨，等你嫁给皇叔，就是我的婶婶了呢。咱们还是一家人呢。公主宽厚，谢公主。不知公主喊我所谓何事？自然是想结了萧小姐的心爱之物了。本宫也得准备皇祖母的寿辰礼物。萧小姐，不介意本宫一起挑一挑吧？公主言重了，你先挑。礼物只是心意，各有千秋，算不上千户。好，都说萧小姐聪慧过人，懂事乖巧，温顺漂亮，皇叔选你就对了，比施宣瑶那个眼高于顶的货色强多了。本宫就不客气了，合着在他眼里，自己和施宣瑶都是一种货色，无非是成色好坏。要不要截留几件最好的？没必要因为一件礼物和公主结怨。萧小姐会选哪一件呢？虽然珍贵，也就那样，不算多稀奇。我也是刚来，看着哪件都好，不如越俎代庖。公主觉得哪件好，就选哪件吧。万宝阁不过如此，没几样拿得出手的好东西，本公主都没看上。掌柜的，你说怎么办呢？铺子里倒是还有几件珍品，小的都取来，希望能让公主满意。公主，小店的镇店之物可都在这儿了，您要是再看不上，小店也无能为力了。就这套祖母绿头面吧，
这个名字好，多少钱？给公主最低价，要个本钱吧。看不起本公主呢，该多少就多少，本宫还能差你的钱？小店儿标价10万两，给您算9万两。公主意下如何呀？给他10万两。萧小姐留步，告辞。公主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小姐，这钱咱能收吗？收？为什么不收啊？他想用钱砸咱们，咱们怎么着也得配合才行啊，还能嫌钱烫手呀？不过咱们也不占他便宜，给他搭赠1万块钱的赠品，宝石金器随便什么，好换成钱的就行。还是小姐有主意，小的就这么办。不过小姐您要选什么礼物呀？小的跟你讲啊，冠军侯和燕王可是死对头，公主这次来就是冲您来的。你跟我说说这个冠军侯，他和燕王哪来的仇啊？来者不善，萧天爱自己要知己知彼才行。无非是老将和新的首领之间的权力对决，注定不能和睦。秦佑帝将独女下嫁给冠军侯，就是打着扶持他和燕王打擂台的念头。哼，最是无情帝王家，卸磨杀驴呢。既然如此，那我还非要跟公主好好争个高下，不能丢咱们王爷的脸。燕王为了这个国家鞠躬尽瘁，流血残疾，还想折辱于他。哼，老皇帝太不够意思了。要不小姐送这挂珍珠帘子，同样贵重。不，帘子留着卖钱，我不怕占外公便宜。外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去找几个做首饰的师傅来，我有一个主意，保证压他一头。等我呀。逛街开心吗？挺开心的呀。我跟你讲，你不要从太后那里要东西送给我，太后肯定会想，人家都是儿子孝顺自己，到了他这儿，儿子从自己手里要东西给媳妇儿，该吃醋了。没事儿，我又不是他亲生的，这个醋吃不着。怎么跟秦嬷嬷说的一样啊？那也不行，该孝顺的还得孝顺，人家太后也不容易。你吃饭了吗？一起吃吧。可以吗？我看上次岳母就不大乐意我跟你来往，按说成婚前咱们不应该见面的。那你还来见我？行吧，咱就不见面了。燕王殿下，请回吧。为了你，我什么规矩都不在乎了。要我这么久不见你，我是做不到的。这样啊，晚上你留下来吧。啊，这个不太好吧？脑子里想着无数不和谐的画面，心中雀跃，却又忐忑。想什么呢？可以去天乐院子里休息啊，府里也有客房，还住不下你燕王殿下。我没多想，怕岳母不高兴，都听你的。行了，逗你呢，在我院子里吃完饭，吃完早点走，别让娘亲知道就行了呗。今天碰到公主了，她有为难你吗？也不算为难，不过也不亲近。公主嘛，傲慢些也应该，人家有那个资本，我有分寸，能应付。哎，总有一天，你不用跟任何人低头，我会让你成为最尊贵的那个人，我会让你成为最尊贵的那个人。尊贵这个定义是要看你怎么想，在我眼里，哪怕你是叫花子，也是最伟岸、最尊贵的那一个。世间事7、8分满则已，强求10分，老天都看不过去。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错了，真的到了那个位置，也不见得幸福啊。你看太后、皇上，尊贵无比的身份之下，照样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站得越高，责任越大，需要妥协的事情也更多。称孤道寡，不见得有寻常农夫感觉幸福。你不觉得大逆不道吗？规矩是人定的，我只在乎本心，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不害人，却不会容忍谁来害我。我相信你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既然做了，肯定有不得已的理由，所以你无需在乎我的看法。既然我决定嫁给你，就会跟你站在一起，共同承担一切风雨，不会拖你的后腿。谢谢你，我一直以为我会孤独走完一生，没有人真的爱我，我也不会去爱谁，直到我遇到了你。我管不着自己的心，
我才感到生活的快乐。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失败。有句诗念得很好，会教夫婿蜜封喉，女人在意的只是夫君的一颗真心，哪怕吃糠咽菜也甘之如饴。绫罗加身，丈夫却形同陌路，相敬如宾。我更愿意我的夫婿平凡一些，能陪着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小心眼儿的丫头，敲打我呢。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等咱们老了，儿孙长大了，我陪你走遍天下，享受闲云野鹤的日子。好啊，我可记住了，咱们一起行侠仗义，劫富济贫，锄强扶弱，快意江湖。合着我家爱爱骨子里居然是个侠女呢，幸好你夫君身手不错，若是文弱书生，可不敢跟你出门，被恶霸抢走了，上哪儿哭去啊？去看看，燕王还没走吗？侯爷1刻钟回禀一次，小姐陪着燕王殿下在花园散步呢。哎呀，我说夫人呢，你也不管管，要不我出面请燕王来咱们这儿坐坐。你呀，稍安勿躁，要相信自家闺女。燕王不是孟浪之人，你严防死守，下次他们不来家里了，去外面私会，你怎么办？什么？燕王他敢？他不敢，你的宝贝女儿不敢吗？那怎么办呀？该干嘛干嘛，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年轻的时候不黏糊，等老成菜帮子再黏糊啊。哎呀，不管多老，该黏糊还是得黏糊。哎，夫人，咱们歇了吧。滚！账本还没看完呢，要歇你自己歇。明儿再看呗，仔细眼睛，我给夫人打洗脚水啊，泡泡脚，睡得舒服。参见皇祖母，祝愿皇祖母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好，快给太子赐座。朝中之事做得还顺利吗？还好，有诸位辅臣帮衬，不算什么难事儿。皇祖母放心，这是孙儿托人从南边带回来的孔雀羽扇，希望皇祖母喜欢。确实不错，太子有心了。可不是嘛，太子对您的孝心那是没得说，儿媳都没有孝敬，一心想着您呢。太子仁孝，哀家心里都明白。你这个做母亲的也有功劳，教导有方。等哀家100年之后，太子的孝心都是你的，不用吃哀家的醋。燕王殿下到。陈妹妹，你看看，燕王和萧小姐多般配呀，天生一对儿，神仙眷侣，看着都觉得舒坦。这大概是戏台子上演的爱情吧。哼，兰姐姐，我可不这么看。萧天爱看着娇弱单纯，心肠黑着呢，更是诡计多端。你也不想想，好人家的女儿会懂得那么多狐媚手段吗？陈妹妹说话要讲证据，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家狐媚谁了？施宣瑶可是前车之鉴，谁想污蔑她，也要问问燕王答不答应呢？臣女参见太后，祝愿太后长命百岁，青春不老。老了还青春不老呢，不怕人家笑掉大牙。肯定是爱爱你想的鬼点子。江儿最是老实，可没这么多花花心思。太后英明，女人最懂女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啊。我就不愿意过寿辰，恨不得永远16岁呢。瞧这小嘴甜的，哀家也不愿意过这个寿辰。没办法，皇上太子他们非要孝敬哀家，哀家不忍心驳了他们的好意。今天没请外人，都是自己家这些后辈，热闹一番就好。劳民伤财的事儿，哀家可不愿意做。那是您的福气，也是您仁慈万民之福。玉薇公主到，参见皇祖母，祝福皇祖母寿辰快乐。快起来吧，听说驸马要回来了，你们夫妻又能团聚了。还有半个月呢，谢皇祖母惦记。孙女儿的小小心意，希望皇祖母能喜欢。孙女儿亲自从万宝阁挑选，还要多谢萧小姐割爱，让孙女尽一份孝心。算不上割爱，
寿礼只是一份心意，尽到了就好，无关物品。公主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我可不能沾这个功劳。玉薇有心了，哀家很喜欢。韩果果，待会儿去库房取来哀家那对血玉镯子，赐给公主。谢皇祖母赏赐。萧小姐，你这个准儿媳妇儿，不知道送给皇祖母什么样的寿礼呢？我说了，礼物只是一份心意，最重要的是这份心。我比不上公主财大气粗，亲自设计了一款头面，太后别嫌粗鄙。这东珠居然没有钻孔，像是长在凤凰嘴里似的，不会掉下来吗？不会，我拽一下，您看看。这个好，以前的东珠都会用金丝缠绕，谁也做不成这种样式的。东珠难得，谁也不舍得钻孔，好好的东珠就给毁了。收起来，改天哀家戴上。臣女现在就给您戴上吧，您戴这个更显年轻。好，来给哀家戴上。太后，您看看，我跟你站在一起，大家会说你是我姐姐呢，哪像是做太后的人啊？哼，皮猴，哀家都做祖母的人了，打扮这么年轻，老脸都挂不住了。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嘛。对女子来讲，打扮得漂亮，心情就会好。您开心了，我们这些晚辈也会跟着高兴。太后，瞧瞧您这个媳妇儿，多会说话的，燕王眼光真好。将来进了门，天天来陪着您，您心情舒畅，铁定长命百岁。哀家等着呢。江儿，这么好的媳妇儿，让礼部抓点紧，早日娶进门，哀家也能天天见着她。儿臣遵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老远朕就听到太后笑了。参见皇上。平身。今日是家宴，无需多礼。太后啊，今日的簪子很别致啊，内务府新采购的吗？是江儿王妃送的，哀家觉得不够端庄，怕小辈们笑话。哎，不能够，朕看着很好啊，燕王妃有心了。赏。小婶婶，你就惦记着吃呢，我见过的女子也不少，属你能吃啊。我吃的太多了吗？没关系，本王养得起，能吃是福。爱想吃多少，本王管够。闻着挺香的，可惜本宫吃不下，不用放下了，送给燕王那一桌吧。本宫看萧小姐胃口好，给她好了。这道菜不用吃了，送她面前吧。本宫都没碰，就让你问一下，她不吃你端下去就是了。本宫也是一番好意，还能害了她不成啊？萧小姐，陈贵妃娘娘让把剩下的御膳都送给您，您看，放下吧。她不吃咱们吃，敢送我还不敢吃了吗？敢送我还不敢吃了吗？拿起筷子是面前的狮子头，他没注意到陈贵妃的手不自觉间握紧，神色紧张。小姐，这菜太油腻了，还是不要吃了。可是味道很好啊，嬷嬷不用担心，我不会胖的。这是陈贵妃送来的，我怕。你怕她下毒啊？不能够吧？她找死不成？找一根银针来试一下。我这里有。银针没有变色。萧天爱也觉得陈贵妃没那么大胆子，公然下毒害自己。皇上，臣妾好心送萧小姐几道菜，她居然怀疑臣妾下毒，用银针试探。臣妾性子直爽，以前和萧小姐有些误会，臣妾还想主动低个头服个软，跟她和好。她这样怀疑臣妾，臣妾太伤心了。小儿，你这就不对了，宫里的宴席，谁能害了你呀？是臣女多心了，在这儿给陈贵妃赔罪，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可好？本宫是真的想和萧小姐和好呢，以前那点不愉快，怎么就此接过去？以后进宫来我宫里玩啊！好啊，贵妃娘娘大人大量，改天进宫定会去叨扰娘娘。那就好，宫里这么多娘娘都很喜欢你，那些麻将、鸡毛毽子都很好玩，本宫看着心痒，你记得也给本宫带一些来。这些菜你放心吃，我都没动筷子，不比你们年轻小姑娘怎么吃都不胖。
这就对了，各自宽容些，和睦为主。陈贵妃有长进了呢，朕很欣慰。都回去吧，以后不许吵了啊。臣女遵旨。这女的肯定憋着坏呢，以后你多一眼都不准看她，听到没有？我也看不到。那就不许说话，更不许单独相处。好，本来我也没见过她，你吃醋了吗？当然，你有意见？没有，只是怕你气坏了身子。小姐，我年纪大了，禁不住饿，这道菜赏给我吧。好吧，是我疏忽。你先吃着，待会儿上菜我再给你。跟着小姐我可不能饿着了。嬷嬷是我最倚重的人，可要仔细身体啊。谢小姐，小姐宅心仁厚，是最好的主子，能伺候小姐是我的福气呢。小姐，夫人传话让您回来，先去见她。你去吧，若是有事，让严修去王府递个话，我再过来。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内宅琐事应该没大事儿。娘亲，找我什么事儿啊？不找你，你都忘了我这个娘亲了。又想留燕王去你院子里的吗？注意些影响，差点没把你爹爹给急死。我知道了，下不为例。明天你表嫂就要来了，咱们出城接一下。是吗？那个太好了，嘟嘟也会来吗？怪想他的。自然要跟着，没有你表嫂教导，他还不翻了天了。你表嫂这次来，是为了楚燕出围的事儿，他不放心。行吧，咱们明天一起去接表嫂，我让人给楚燕也传个信儿，喊上她一起。最近她挺安分的，没闹幺蛾子，也怕考砸了丢人。今天进宫顺利吗？有燕王陪着，太后也喜欢我，挺顺利的。就是公主想作妖，被我给压下去了。冠军侯和燕王不和，他针对你也在意料之中，躲着点就是了。毕竟人家是正经公主，皇帝亲闺女。晓得了，娘亲放心，我回去洗漱换衣服啦。进宫挺累人的，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进宫。快去吧，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了，多泡一会儿。你楚介远还头悬梁锥刺股的苦毒，哼，谁说状元是他囊中之物来着？牛皮吹出去了，更要努力，打脸的滋味又不好受。傲归傲，我可从未小瞧天下英才。哼，终于说句人话，看好你哦！只要中了会员，状元不在话下。凭你的名气，皇上不点你做状元，都是他没眼光。那是，准备好礼物，等我3元及第归来。好说，提前恭喜楚状元啦！你跟燕王最近怎么样了？瞧你的气色还不错呀。燕王那个人还行吧？人家赫赫战神，大雁的守护神，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在你嘴里也就还行。哼，传出去，人家该骂我不自量力了。不过燕王真的很好，我很喜欢他，目前没挑出毛病来。你也不差，施宣瑶都被你搞臭了，你俩凑一对儿还挺合适啊。一个腹黑，一个狡诈，没毛病。一个腹黑，一个狡诈，没毛病。人家哪里腹黑了？我看你是嫉妒，后悔没追我。不是本小姐自恋，你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比本小姐更好的女孩子了。小姐啊，就凭你这不要脸的劲儿，我都不敢追呀。女人呢，还是单纯点儿比较可爱啊。再过几天桃李花开，又到了踏青放风筝的日子了。咱们可以去赛马场，我记得那儿有个山坡，草丛丰厚，适合踏青。可以在赛马场举行一个踏青节，让各府的小姐们也来玩啊。3句话不忘你的生意。我记得南方有个习俗，3月3是花神节，这一天女孩子都可以出门，其实就是年轻男女相亲的节日。这个可以借鉴，风俗需要引领。回头你仔细说一说，花神节都有什么习俗，咱们搞起来。表姑，我想死你了。表姑也想你了，小嘴真甜。长高了，也壮实了。读书怎么样啊？表姑回家考考你，读得好有奖励哦。尽管考，先生都夸我有进步了呢。堂姐，一路辛苦。还好。你功课怎样？有把握吗？
你就爱瞎操心，我能考不中？要谦虚，自大过头就是自负了。哎，不是说你能力不行，而是科举运气也占很大一部分呢。我的运气一直不差，堂姐不用担心我，考过就知道了。走了，进城我给你接风。等一下，还有件事要说。姑姑，对不住啊，怕是要给你添麻烦了。有什么事尽管说，姑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撑得住。我也不想的，可祖母她坚持让我带人来，我也没办法拒绝，你自己看吧。姑姑好，表姐好，以前的事儿都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错了，求姑姑表姐原谅我，我一定会改的。你哪来的脸让我原谅你？母亲真是糊涂啊，狗能改得了吃屎吗？姑姑，我也是被吴坤白逼的，我也不想害表姐，后爷来见姑姑就是想赎罪的。姑姑要是心里不痛快，我也没法活了。一根白绫自我了断来的干净，没脸活下去了。表嫂，为了祖母心软了，还是有别的原因，是谢家上门提亲，家里没办法拒绝，只能让姑姑出面应付了。谢家很厉害吗？谢家只是工部四品主事，但是谢老爷是韩宰府的七弟，有韩宰府撑腰，能看上沈家一介商贾，谢家真够屈尊降贵的。韩宰府，吴家背后的人就是韩宰府。说起来，自己跟韩家还有仇呢。先扶表小姐去马车上。在下谢志平，韩宰府是我姑父，特意来看我未婚妻的。沈小姐可在？可曾有婚约？你怎么说我表妹是你的未婚妻？三媒六聘下了吗？姓谢的，你想逼婚不成？我认识你，萧二小姐，未来的燕王妃嘛，咱们以后可是一家人呐。我亲自来接人，就代表了家里的诚意。这么好的亲事，沈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萧二小姐还是少管为妙。滚！萧二，给你脸了还？你敢让我滚？今天本小姐心情不好，别惹我，后果你自己掂量。今天本小姐心情不好，别惹我，后果你自己掂量。少爷可不敢惹他，太子都让着3分，石风雨差点坐牢呢，好男不跟女斗。行，爷今儿不跟你一般见识，来日方长。沈小姐，我先走了，改天请你看赛马。回府。原本送了小姐去乡下庄子里养着，派了不少人看守，她这辈子休想走出山庄了，留她一命都是祖母不忍，毕竟是亲孙女，娇养了10多年。可是谢家突然来提亲，指名道姓，又搬出韩宰府来，祖父无奈，让我先带她来洛城，请姑姑帮着拿个主意。正好楚燕科举，我一来照顾她，二来跟你们商量对策，真是烫手山芋，怎么做都不合适啊。表嫂别担心，我问清楚再说。韩宰府势力再大，他谢家还能逼婚不成？约了燕王午膳在樊楼吃，我请客。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了，受宠若惊啊。一顿饭就让你受宠若惊了，你也太容易满足了。我的饭可不是白吃的，真有事儿。韩宰府的外甥要跟沈家结亲，这其中要说没阴谋，我是不相信的。韩老贼把手伸到我头上来了，胆儿肥了。韩家一直是太子的死忠，对皇上更是忠心耿耿。上次吴家的事儿，老贼没占着便宜，现在终于反击了。怎么办？沈家要是不答应，是不是就得罪了韩宰府？可要是答应了，就是第2个吴家，对不对？我家王妃真聪明啊，说得对极了。先拖着，我和幕僚商议一下对策，肯定不能把沈家往火坑里推。先谢谢我家夫君了。没奖励的吗？你真的每次都是你怂，还非要挑衅我。我给你奖励，你敢要吗？燕王殿下。嘿呦，老大，大白天的来找我，什么急事啊？去查一下谢志平这个人，包括谢家还有韩宰府，尽量查得仔细些。您稍等，这些都是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家，咱们一直有收集他们的信息，我去给你取来。谢家大老爷这个人交友广泛，豪爽仗义，3教9流都有接触，
很多韩宰府不方便做的事儿都交给他去做。这个儿子也是五毒俱全，比贺思远还玩的野，直接拒绝可就撕破脸了。萧家还没那个底气跟人家堂堂宰府斗，还得想别的招。方大勇，你给我出出主意，怎么办才好啊？好办呢，咱不能拒绝，就得从对方身上下功夫。谢志平这样的纨绔子弟，随便一抓都是把柄，只要他不敢娶沈小姐，事情不就解决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从谢志平下手，你多派人手留意韩家。韩老贼是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找不痛快呢。哼，正好让姐练练手，走了，算你立了一功。老大，你就是这么赏我的，老命都要没了。身手这么弱，多练练，别把精力都浪费在女人的肚皮上，还好意思诉苦？不是，老大，你真的是女孩子吗？谁家女孩子如此生猛？燕王殿下他知道吗？要你管。我赢了，红红，我太喜欢你了，赏，给红红加餐，黑豆牛奶随便喂，明儿再战，我就不信你那狗屁的红红能一直赢。贺少，这边来。你让爷去爷就去啊，你算哪颗葱啊？爷不要面子的吗？萧天爱心里那个气，手指掰得嘎巴嘎巴响。我的乖乖，不会是那位姑奶奶吧？你是？如你所想，别跟你舅舅说，后果你自己想。我问你，想不想赢了谢志平？啊，想啊，做梦都想。舅妈，你有办法啊？你照我说的办，我保证，以后谢志平永远是你的手下败将。舅妈尽管吩咐。谢志平这家伙，仗着有个宰府的姑父，比小爷都嚣张，早想杀杀他的锐气了。谢志平，老子今儿把家当全带来了，不信赢不了你，你敢不敢跟老子再赌一场啊？一早给爷送银子来了，真有孝心，比就比，手下败将，爷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贺思远啊，你是要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吗？我建议你换一匹马，别说我不给你这个机会啊。你说对了，就是这样，开始吧。红红就是争气，老子恨不得搂着她睡呢。姑奶奶，我最近很乖的，没上街欺男霸女，你可别坑我呀，好歹我喊你一声舅妈呢。耶，老子赢了，太棒了，老子终于赢了。侥幸而已，再来。行啊，3决2胜，爷今儿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过筹码可不能这么算啊，最低5万两，你敢不敢？5万两对谁家也不是小数目，更别说谢家不是他当家，每个月的月例银子都是有数的。怎么怂了？不敢了吗？以后见着老子绕着走，叫我一声贺大哥，咱还是好兄弟嘛。赌就赌，不就是5万两吗？老子不差钱。行，我带的足够了，你的呢？谁出门带那么多钱呀？老子是赖账的人吗？口说无凭，立下字据来，诸位做个见证，如何啊？第2场枣红马胜，第3场尤为关键，最后又是大黑马险胜。完了，我爹肯定会打断我的腿。谢志平啊，愿赌服输，什么时候给银子呀？这个，贺兄啊，通融几天，我想想办法啊。放心，肯定不会赖账的，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给点面子。谢志平，你也有跟我服软的一天，这个感觉爽。5万两呢，可不是小数目，你爹能给你啊？都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谁不知道你那点底子呀？这个钱我不可以不要，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别给我下套，对谢家不利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那不能够啊，哥哥也不是那种人啊，不会伤害到谢家。听说你想娶沈家小姐？你怎么知道的？想干嘛？实话跟你讲，我对沈小姐一见倾心，还请谢兄割爱啊。只要你想办法拒绝了沈家的婚事，这个钱我就不要了。那行吧，说话算话啊，君子成人之美，我豁出去了，等我的好消息。谢志平眼神闪烁，很快有了主意，自己觉得完全行得通。
顶多挨顿揍，换个5万两的赌债，值了。表姐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看我了？你是府里的客人，我作为主人，关心一下不是应该的吗？哼，这里没有外人，你也不用装什么姐妹情深的，有话直说吧。那好，我也不绕弯子。今天上午，谢志平在谢主事下了早朝回家之后，在路上堵着他，请求他爹接受他的新娘子，一时间满城轰动，谢志平差点没给他爹打死了。萧天爱，你就见不得我好过？我上辈子杀了你父母，还是抢了你的男人，你要这么对我？表妹这话怎么说的？自始至终都是你害的我，我可有主动害你？自己心胸狭隘，只会怪别人。你这样，就是给你个皇后当，也是个悲剧。好好一手牌给你打得稀烂，哼，我瞧着都觉得可惜。好，顺便跟你说一声，谢志平想娶的人是个男的，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女子，是个断袖。你就是想要偷偷去找他，打什么生米煮成熟饭的主意，怕是不行了。贺思远这家伙真够损的，彻底绝了谢家娶沈浅黛的路子。谢志平也是个奇葩，闹得全城皆知，以后谁肯把女儿嫁给他啊？你！沈浅黛差点没气得晕过去，他好大的本事，居然能让谢志平做到这个地步。表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害你了，从今天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这就对了嘛，都是一家人，非要弄得你死我活，有意思吗？外祖父外祖母疼你这么多年，就是养条狗也知道感恩呢。你既然知道悔改还不算晚，收拾一下，去跟娘亲道个歉。他这些天因为你的事儿，吃不好睡不着呢。好，劳烦表姐稍等。小姐，老奴瞧着表小姐是在敷衍您呐，您可别上当啊。那么依嬷嬷看该怎么办呢？那就要看小姐狠不狠得下心来。这种不守本分的小姐送到庙里陪伴佛祖，过几年没人记着她，病故也是寻常的。赖嬷嬷好手段，看来这种事儿没少做呀。老奴不敢当，大部分家族都是这么做的，老奴只是以事论事。好大的胆子！你当我不知道你们慢待表小姐的事吗？是不是看我年纪轻，耳根子软，好忽悠啊？哼，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忘了奴才的本分。主子怎么决定，你们怎么做，需要你来教吗？当我不知道你撺掇满院子奴才慢待表小姐的事儿吗？她再不好也是我表妹，我能欺负，何时轮到你一个老刁奴来欺负了？何时轮到你一个老刁奴来欺负了？小姐冤枉，老奴哪敢呢？老奴一辈子在府里当差，恪守本分，不曾有过二心，老奴真是为小姐好。真是天大的笑话，倚老卖老呢？我何时需要你一个不曾谋面的奴才来为我做主了？我父母双亲俱在，祖母长辈不缺，轮得到你来为我好？东陵，去跟娘亲要来她的卖身契，包括这几日慢待表小姐的奴才一并发卖了。是，小姐不能够啊，老奴知错了，老奴一把年纪，你卖了老奴，让老奴怎么活呀？老奴的儿子媳妇儿孙子孙女可都在府里当差呢，小姐这么狠，不怕寒了下人们的心吗？哼，你的意思我发卖了你，你这一家子人都会恨我，对不对？简单啊，一并卖了吧。萧天爱发作这个赖嬷嬷也不是毫无缘由，赖嬷嬷是老夫人的人，对沈氏阳奉阴违，没少暗地里使绊子。沈氏初次掌管侯府，不好对付这种老资历的嬷嬷下手，也是老夫人护着，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这个赖嬷嬷的儿子千不该万不该出卖府里的消息，以此赚钱，吃里扒外的下人顿不能留下。赖嬷嬷好巧不巧献出这种恶毒的主意来，萧天爱可不傻，真的把亲表姐送进庙里，加上前面一个萧天兰，外人会怎么看她？最少也会落下毒辣的名声来。
真当自己是不谙世事的单纯小姐呢？王爷，事情自己解决了，您怎么不大高兴啊？哼，也就你这脑袋瓜子，才会觉得谢志平真的喜欢男人，为此忤逆父亲。肯定是爱出手了，他还是不曾真正依赖我这个做夫君的，怎么跟别家小姐这么不一样呢？他还是不曾真正依赖我这个做夫君的，怎么跟别家小姐这么不一样呢？您的意思是萧小姐从中做了什么呀？不然呢？去找曲中辉、吴启山几位幕僚去书房议事，之前的计划需要改变一下。既然爱解决了一大半，剩下的我要给他做圆满了，让他瞧瞧我这个夫君不比他差。和沈家的婚事刚掀起一点浪花，就给扑下去了。知道日子辛苦大嫂了，一家人不用客气。你不好了，沈家也会受连累。当务之急还是给表妹找一门好的亲事，还得请表嫂做主。我有个人选，是外地的行商，家中遇到意外，只剩他一个人。不说招赘做女婿，嫁给他也得依附沈家。表嫂和娘亲改天见一面，若是没意见，就先定下来。爱爱从哪里认识的？可靠吗？燕王介绍的，肯定可靠，祖宗18辈都清楚。燕王介绍的，肯定可靠，祖宗18辈都清楚。不过人都没了，孤家寡人一个，不怕他作妖。那就好，王爷介绍的人肯定差不了。楚氏从嫁进沈家，就没少这个小姑子的气。现在看他彻底怂了，浑身那个舒坦。一个神潜带而已，萧天爱收拾他跟捏死一只臭虫似的。只是以前不好越俎代庖，早送到他身边，早老实了，有什么稀罕的？你不觉得可惜吗？难道人活着非要娶妻生子啊？就没有别的追求了？萧天爱是很好，起码我见过的女子没有比她更好的了。就是真为她好，我才不想让她毁在我手里，毁在楚家。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用她的话来讲，我们就是蓝颜知己，最可靠最默契的朋友。唉，还是觉得可惜。多好的孩子，便宜了外人。哼，谁娶了她不见得就好过，且看着吧。燕王若是一如既往地对她好，两人会是恩爱夫妻。可是一辈子那么长，燕王真的能一辈子对她好吗？但凡燕王做错一步，萧天爱能做出什么事儿来，我都不敢想。你还有心思看热闹，赶紧看书吧。考不了状元，多少人等着看你的热闹呢？该死的科举，让我错过了多少热闹。堂姐，你说萧天爱怎么让谢志平松口的，甚至自黑，脸都不要了？我哪知道啊。唉，你怎么就料定是他做的呢？万一是别人呢？后面的事儿是燕王做的，从朝中入手，只有女人才会想出那种损招，从男人下手。你厉害，考完了你慢慢问他吧。好些天没见你，忙什么呢？咱们去夫子庙吧，求个护身符来，保证楚燕高中状元。夏大小姐，别晃了，没看我拿着汤勺吗？你想送给他，他也得领情啊。你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做点实际的。看到我在做什么吗？科举3天，吃住都在后房里，考下来人都要废了。我研究一道菜，能让楚燕吃上热乎的饭菜，保证体力，状元更有把握了。就这个嘛，我尝一下。别，小心烫，可不敢喝这一层机油，舌头给你烫秃噜皮了。这是大米做的米线，这是花生碎，新鲜的青菜，你看看啊，尝一下。太好吃了，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呢。这是什么呀？大米做的叫米线吧？我试过了，鸡汤能保持1整天的温度，还不容易坏。米线做出来干的，凉水先泡一会儿，软了浇油酱汁鸡汤，方便又美味。我打听过，号房可以带点炭火烧开水喝，但是炭不可以带太多，之后2天加热一下就可以继续用。让楚燕吃上3天热乎饭菜，完全没问题。好姐妹，你教教我吧，我们要是成了，你可是红娘啊。
萧天爱不觉得楚燕会喜欢他，但是实话很伤人，也容易让夏疏影误会，不如由着他去。行吧，你开口了，我哪有不答应的。这个厨娘你带走吧，我指挥都是他在做。明天我去楚家，你准备好了一起去。太谢谢你了，我回家准备去了。堂姐，你觉得这么多东西我能带进去吗？我是去考试，不是去郊游啊。3天呢，吃住都在里面，缺哪一样都不行啊。夫子说了，少吃少喝水，这样才能少去厕所，保持体力，饿不死就行了。那怎么行啊？3场考下来，人不得废了。堂姐以为呢？读书苦，除了苦读圣贤书，还要有一副好身体。弟弟我习武3天而已，撑得住，不用担心我。你不去看看嘟嘟吗？萧天爱那个不靠谱的性子，别把你儿子给带坏了。跟着爱爱能坏到哪里去啊？也就他能治得了那个孩子的脾劲儿，我也清静2天。这能行吗？干饼子就开水，能顶得住吗？3天3夜就吃这么点儿，好人也得饿坏了。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堂姐啊，真没事儿，3天不吃饭我也扛得住，谁考试都这么过的。我问过先生了，都这样。夏小姐，夏小姐来了。哎呀，快请进来，让爱爱想想办法。切，他能有什么办法？能替我考，还是能给我送吃的呀？夏疏影对楚燕说话都结巴，可跟楚氏没有一点障碍。哎呀，这个好，能吃饱，味道好，还不占地方，咱们就带着它了。从后你说行不行啊？不错，那就带着吧。哎呀，太谢谢夏小姐了。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愁的觉都睡不好呢，你可帮了大忙了。从后要是中了状元，有你的一份功劳。不敢当，姐姐太客气了，能尽点力我就高兴了。夏小姐，真的是你的主意，不是萧天爱的点子？坏了，这家伙又要作妖了。当然是疏影做的，我在一本厨经上看到的，送给他研究。他可是半个月不眠不休，试验了好几次才做出来呢。楚燕，你别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对女孩子家要温柔。哈，瞪着一双眼睛，显摆你眼睛大的吗？你猜的不错，是爱爱的点子，我给抢过来了。我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想为你做点事儿，是我错了，我一直这么没有，不敢奢望你楚大才子的。就你聪明，人家一片真心，你非要揭穿，还有成就感吗？感情的事儿哪能较真啊？睁只眼闭只眼不行吗？可我不喜欢他，就不会接受他的好心，给他无谓的奢望，这还是你说的，不喜欢就别耽搁人家。我还说过不爱也别伤害，你怎么不记得？夏疏影哪里不好，对你是真的喜欢，你错过了他一定会后悔的。难不成你真的想孤独终老吗？有何不可？你行，我不管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哎呀，祖宗哎，你到底想怎么样嘛？不怎么，起码不想娶妻。小的派了护卫跟上去，小姐别担心。那就好。萧天爱担心夏疏影会因此记恨自己，多少闺蜜就是因为男人反目成仇的。她很珍惜这个朋友，不想失去他。她很珍惜这个朋友，不想失去他。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开心吗？气着了，陪我吃好吃的吧。不开心怎么不来找我？你自己算算，有多少天没见我了？我都没生气呢，你要再这样，什么都自己扛，我可真的生气了。好吧，我错了，下次不管遇到什么都去找你，你不许嫌我烦。我只怕你不来麻烦我。作为夫君，本该为妻子分忧解难，你家夫君我赫赫战神，堂堂燕王，不就是为了给你撑腰的吗？赵无疆，你膨胀了，自卖自夸呢，脸皮真厚。走吧，请你吃烧鸡，陶家铺子的烧鸡很好吃呢，还没请你吃过呢。你说楚燕到底怎么想的？夏疏影那么好，没人都踏破门槛了，主动追她，她就是铁石心肠，也该感动啊。错过疏影，她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姑娘，后悔去吧。真打算孤独终老，一个人过一辈子啊？有何不可？
真打算孤独终老，一个人过一辈子啊？有何不可？你说什么？那你还娶我？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女人对于我来说，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曾经有高僧说我杀孽太重，没有哪个女子能洗脱我的杀孽。要是有良心，就不要祸害人家姑娘。所以我只希望大燕国海晏河清，四海平定，没有战乱，百姓安康。我这辈子就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而活着。那你现在为什么娶我？不怕害了我吗？又说胡话，我是那种人吗？我找人算过你的八字，福气绵长，还足够硬，不怕我的杀孽，我才放心求娶你的。也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了，朝中也发生不少事情，我想继续走下去，只能回来。娶你是我的私心，感受过快乐的滋味，我嫉妒任何一个能陪着你的男人，想要永远留住这份快乐。哎，你现在知道我的命并不好，后悔了，我可以放你离开的。哎，你现在知道我的命并不好，后悔了，我可以放你离开的。有点后悔，万一你克我，我命不够硬，岂不是死得很惨？可是退婚的话，对我也不好，谁还敢娶我？哼，好纠结啊！你让我想想。你还真想啊？不是你让我想的吗？你后悔了？小妖精，故意的吧？我的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壁咚，太浪漫了，好刺激啊！不许你后悔，没良心的小东西，我随口说的。你居然真的考虑退婚？皮痒了吗？痒了又怎么样？你要如何？这家伙真的是开窍了，原来接吻的感觉这么美好啊！秦嬷嬷病了好些天了，一直不好，您看能不能请个好点的大夫啊？怎么不早点来禀告？我去看看。之前秦嬷嬷告假，她没在意，请了大夫来看，以为快好了，居然还没好。嬷嬷不让，不想打扰小姐，是奴婢看不下去，才和小姐说的。嬷嬷怎么病得这么重，也不告诉我呀？东陵，拿着我的牌子去燕王府，让他请张院守来。不用了，小姐，使不得，我贱命一条，活到现在知足了。嬷嬷说哪里的话，你才多大年纪，我还等着你做我的陪嫁嬷嬷，到了王府封个女官，帮我管内宅呢，怕是没那个福气。小姐，你真的要嫁给燕王，不好吗？嬷嬷是不是知道什么？今日我说的话，小姐听一听，万不可传出去，否则会有杀身之祸。嬷嬷请说。我知道了。早些年宫中有传闻，燕王的母后并非自愿殉葬，当初伺候先皇后的奴才全部殉葬，看似忠心，其实很不对劲儿。太祖皇帝早废除了殉葬制度，大燕几代皇帝从未有如此多的下人殉葬。当然只是传闻，真相如何没人敢说。可是燕王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皇上心里没有忌惮。小姐，你嫁给他极为凶险，是拿性命在赌呢。我心里有数，嬷嬷不用担心，你家小姐我不是无能之辈，会有办法的。小姐嬷嬷，你跟我说实话，你不是生病，是中毒，对不对？小姐果然聪慧，是中毒，不过是慢性毒，慢慢消耗人的生机，看似重病而亡。谁做的？好大的胆子，我饶不了他。嬷嬷冲出，我帮你要解药去。来不及了，小姐能来看我，我死也瞑目了。肯定有办法的。嬷嬷，你真的舍得离我而去吗？你告诉我，我帮你报仇。
不用报仇，小姐忘了陈贵妃送你吃的菜了吗？小姐忘了陈贵妃送你吃的菜了吗？居然是他，当时不是验过毒了吗？嬷嬷明明知道有毒，为什么还要吃啊？宫中多的是害人的法子，无声无息弄死一个人，我都知道好多种办法，查都查不出来。当时我只是怀疑，并不能肯定，不敢让小姐冒险，所以自己以身试毒了。嬷嬷，你怎么这么傻啊？小姐，你待在燕王身边，还会有无数的明枪暗箭，下毒只是其中一样。你太善良，太单纯，能经住几次，远离是非才是上策。小姐珍重，我不能伺候小姐了，求小姐照顾我的家人。陈贵妃，人呢？都怎么伺候小姐的？小姐，没事了，嬷嬷去了，厚葬了吧？张元首，不好意思，害得你白跑一趟。来人，去拿500两银票来。不用，老夫没看病，不收你的钱。丫头啊，你还好吗？我也没病没灾的，哪里不好了？唉，谁能料到秦嬷嬷走得这么突然，咱们待她不薄，别太难过了。厚葬了，善待她的家人，不枉她跟你一场。我知道了，没事儿，娘亲你去忙吧，我陪她3天就好了。节哀，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陈贵妃喜欢你，你知道吗？知道，其实当年她未出嫁，我就见过她。她那时候很任性，跟我表白，但是她的八字和我不符合，我拒绝了。后来她就进宫了，我以为她已经断了念想，想不到她还执迷不悟。我不是有意瞒你的，从未跟她有什么，是她自己钻牛角尖儿，我也没法子。哦，这样子啊，我知道了，怪不得她上次问我八字的事儿，原来还有这一出呢。看来我嫁给你还沾了八字的光呢。说明咱们有缘，是天作之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不过万一陈贵妃死了，你会不会伤心啊？逗你呢，陈贵妃可是皇贵妃，仅次于皇后，年轻貌美，哪那么容易死啊？雏燕第1场该考完了，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咱们一起去看看她吧。好。怎么样，饿不饿啊？家里准备好了饭菜，好好吃一顿。萧天爱想的办法真好用啊！你是不知道，我一吃饭，整条街都是吸溜口水的声音，考官都轮番来看我，对我的米线很感兴趣。这么多年能在考场吃上热乎饭菜的，咱是独一份。你别只顾着夸爱爱呀，这是人家夏小姐做的，你呀，若是害得人家小姐妹生了嫌隙，爱爱该怪你了。夏疏影要是因为这个怪罪天爱，也不配做他的朋友。燕王殿下好啊，你很闲吗？无官无职，闲散王爷，人生也走到顶峰了，没什么值得我追求的，自然闲了。饭菜已经好了，边吃边谈吧。大奶奶，外面好几户人家求见少爷，说是想买什么米线。萧天爱啊，你的米线一举成名了，赶紧想想怎么卖钱吧。鸡汤谁都会熬，只卖米线吧。原材料掌控比自己去辛苦经营店铺更赚钱。表嫂，你操心这件事吧，我没兴致。好吧，你们吃饭，我去应酬。什么米线？是吃的吗？无上美味，改天请燕王殿下尝尝。我连着吃了3天，再好吃也有点腻了。燕王殿下，我和爱爱单独说2句话，你不会吃醋吧？不用激将，本王相信爱，只有你才会小人之心。爱，我在车上等你。你又闹哪样啊？你很悲伤，发生什么事儿了？萧天爱怔住了，他居然看出来了，
他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燕王都没怀疑。秦嬷嬷死了，我当然悲伤了。你安心考试吧，我没事的。悲伤是一时的，过几天就好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去了呢？他身体一直不错呀，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萧天爱啊，你别瞒着我，我虽然比不上燕王的权力，但是我会全心帮你的。是我疏忽了，以为是寻常的病，等请到太医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很自责。算你有良心，说了句人话。走啦，安抚我家醋坛子去。他不是没吃醋吗？这么小心眼儿，换一个得了。换谁啊？你吗？你更闹心。他还算好哄，要是真的不吃醋，我就该考虑考虑他是不是爱我了。吃醋是好事儿啊，你这个单身狗，不想找媳妇儿的家伙懂什么呀？哎，单身怎么就成狗了？你这话说的太毒了。萧天爱不想让他掺和进来，隐瞒了真相。有这份关心他的心已经足够了。你偷袭我？不可以吗？奖励你的，刚才很有风度，谢谢你信任我。小妖精，你还知道你是有夫君的人呐？这个楚燕太讨厌了。你要想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我可以跟你说，你就当楚燕是我家亲戚。他那个人傲慢自大，却很坦荡，不会觊觎人家媳妇儿的。我知道，所以才让他说话。换做别的男人，腿给他打断了。催催礼部，婚礼的事儿筹备的怎么样了？还有，去寻几个稳重可靠的嬷嬷来，让爱爱挑2个。他的嬷嬷走了，他肯定很难过。王爷，太子的婚事还没办呢，您别着急呀。让你去就去，废什么话？好吧，您是爷，您说了算。王爷，宫中有变。谁出了岔子？陈贵妃娘娘。你说什么？她做了什么？她动用了甲等毒物，属下该死，等死了人才察觉，请王爷责罚。她害了谁？萧小姐身边的嬷嬷，或许是想害了萧小姐的，被她的嬷嬷挡下了。好大的胆子！传令下去，废了这步棋。传令下去，废了这步棋。可要留下她的性命，看他父亲的面子。是，属下该死，请王爷让属下将功折罪。关于萧小姐的安危，不容一点疏忽。这次事了，你亲自去守护小姐，她有一点不好，你也不用回来了。属下遵命。萧小姐啊，难得呀，你居然舍得来本宫的地方，还送这么多礼物，本宫怎么觉得你没安好心呢？娘娘这么说，我可伤心了。上次宴席您送我那么多菜，我可是记得您的好呢。礼尚往来，之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儿，都有得罪，借此给娘娘道个歉。现在想想，娘娘是皇上宠妃，我呢会嫁给燕王，咱们也是亲戚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犯不着斗得你死我活的。所以来给娘娘服个软，过往的矛盾就算过去了。来给娘娘服个软，过往的矛盾就算过去了。你能这么好？娘娘对我的误会太深了，我一直是很好的呀。整个皇宫的人，你打听一下，有谁不喜欢我的？哦，除了娘娘您。所以啊，我想做个人见人爱的小可爱，以后进宫还请多关照。既然萧小姐说到这个份上，本宫若是不依不饶，倒显得本宫小家子气了。来人，去本宫那串碧玺手串送给萧小姐。多谢娘娘，就知道娘娘大度，我这一趟也不算白来的。春日正好，咱们逛逛园子吧。都说娘娘的园子是宫里最好的景致，我也见识一下。好啊，请吧，本宫陪着你。好漂亮的芍药花，我还是头次见到这么大的芍药花。娘娘好眼福啊！本宫最喜欢芍药，皇上特地派了花匠专门给我栽种的。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芍药。我家在西北，哪怕锦衣玉食，这些花儿草儿的也不多见。是燕王送给我一盆芍药，我才知道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花。从那个时候起就爱上了它。萧天爱，你好福气啊，
能嫁给他。芍药虽好，可不属于你的就是不属于你。奉着大好的日子不过，非要作死，真的是挺遗憾的。你贪婪皇上的恩宠，又放不下对燕王的爱意，你可曾想过，这么做害死的不仅是你，还有他。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有什么办法？哼，确实挺感人的，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害人性命。娘娘，血债血偿，杀人偿命，你不会不懂的吧？我最器重的嬷嬷死了，我很难过。娘娘可要早点准备好，我的嬷嬷等着你过去陪她呢。我的嬷嬷等着你过去陪她呢。哼，一个奴才而已，这么喜欢做烂好人，怎么当好燕王妃呀？赵大哥真是糊涂，娶你这个废物。皇宫戒备森严，你想杀我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命留下，顺便连累你满门。谋杀宫妃是什么罪名？不用我提醒你的吧？那就不劳娘娘担心了，咱们拭目以待。听说芍药这种花喜欢吃肉的，开得这么艳丽，不知道底下埋了多少尸骨。午夜梦回，娘娘可曾睡得安稳？活人本宫都不怕，还会怕死人吗？鬼也怕恶人，娘娘坏得磊落，可惜了，心肠歹毒的人注定没好下场。告辞了，谢娘娘款待。不到一天，陈贵妃和萧天爱和好的消息传遍了后宫。怎么来这儿接我？怕我吃亏啊？宫中诡谲，你要小心。我能不担心吗？下次记得让我陪着。才不要呢！我们女人说话打麻将，你一个大男人陪着，说话都不尽兴。有太后护着，你家王妃又厉害，他们都讨好我，才不会害我呢。有这么夸自己的吗？我说的不对吗？对，非常对。王妃说什么都对。什么味道啊？好香啊！你簪花了？不是不喜欢这些吗？鼻子真灵。去了陈贵妃宫中，芍药开得漂亮，就簪了2朵。还别说，谁见了都夸我呢。陈贵妃，你跟她不是不对付吗？冤家宜解不宜结，谁都知道我们不对付，我才刚要解开这个梁子呢。以后进宫多了，抬头不见低头见，老这么僵着也不好。女人的事儿你不用管。你不需要看谁的面子，没必要委屈自己。你不需要看谁的面子，没必要委屈自己。不委屈啊，陈贵妃已经跟我和好了，几句话的事儿。好了，不说她了，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吧。萧天爱说的越是轻松，燕王心里越是担心，同时也拿不准儿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送他回府，燕王吩咐下去，加快进度，尽快让皇上厌弃了他，打入冷宫，或者送入皇家安堂。他不能再留了。小姐出来了，楚介元不愧是介元，再次夺冠，以后要称呼他为楚慧元呢。这家伙终于靠谱一回，表嫂该放心了。去跟他说，赛马场给他包场3天，宴请宾客，钱我出。楚慧元好福气呢，您和大姑奶奶都为他操碎了心，他知道了肯定乐坏了。奴婢这就去说。谁说不是呢？我自己亲弟弟，我没这么操心，跟老母亲似的。我学给他听啊，都能想到楚慧元的脸色有多精彩了。萧天爱又进宫了，这是他这段时间第4次进宫，算得上是频繁。照例陪太后说了外面的趣事儿，逗得他眉开眼笑。这次用了午膳，太后午休了才出宫去了。累了，在这儿歇歇脚，去跟兰贵妃说，我请他们来紫竹林打麻将，老在屋子里打多闷啊。是，奴婢去请，只是小姐，你自己留在这儿能行吗？没关系的，在宫里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放心，请了小太监来我这儿伺候着。那位小公公去给我端点茶水来，麻烦你了。萧天爱在这条小道上徘徊了几遍，随手掰断了一根竹子，拍拍手进了亭子，耐心等着他们来。你倒是会选地方，春风明媚，冷热适宜，
心情都舒畅几分。心情舒畅，气色就好，娘娘更显年轻了。那些年轻嫔妃们都该埋怨娘娘不给人家留活路了。小嘴儿真甜，都老成这样了，再怎么也比不上年轻小姑娘。近日看你经常进宫，可是有心事啊？没有啊，不是想多陪陪太后，尽点孝心，也是科举，街上都是人，逛街也麻烦，就进宫来了。说起来，楚王学问很好呢，若不是皇子，也能下场试试呢。可别提他了，正经学问没有，都是些风花雪月的。天下才子这么多，可不敢去丢人。你们小夫妻的，也不说一块儿来。爱爱刚走，你又来了，是不是闹矛盾了？多哄哄，爱爱性子好，温柔细心。你呀，别端着架子。太后多虑了，是爱爱让我来接她，想着多日不见太后，来给您请安。前几天底下进贡的春笋，您还有吗？你看看，哀家就说肯定惦记哀家的东西呢，果然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呢。还有一筐呢，都给你去哄媳妇儿吧。难得你开窍，只要你们过得好，哀家就对得起你母后，将来也能放心去见她了。太后还年轻呢，说这些还尚早呢。低头喝茶，掩饰住嘴角冰冷的笑意。萧小姐说在紫竹林陪娘娘们打麻将呢，燕王殿下多陪太后说说话，不着急。萧小姐还说老是让太后赏赐东西，心里过意不去，让殿下替她补偿一二，妻债夫偿嘛。听听，多会说话，这丫头太对哀家的心意了。江儿，你可是找了个好王妃呢。燕王殿下，请留步。陈贵妃娘娘找本王有事儿，长话短说，孤男寡女，请娘娘自重，莫要误人误己。误人误己。万一被人看到了，皇上能饶了王爷才怪。陈贵妃疯了不成？好，长话短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可曾爱过我？我的老天，娘娘活腻了，是要给皇上戴绿帽子吗？他现在离开还晚不晚？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可曾爱过我？陈贵妃，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没别的事儿，本王告辞了。你敢走，我就把你的事儿全部告诉皇上。你想死，本王成全你就是了。能死在你的手里，我也无憾。周无疆，你动手啊！你想死可以，就不想想你冯家满门。早知你如此任性妄为，本王也不会让你进宫。别来挑战本王的底线，后果你承担不起。是啊，我嫁给一个比我父亲还要大的老头子，看似宠爱无限，谁知道我心里的苦楚。我脏了，你连碰一下都嫌弃。可是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谁？我只恨我太天真，早该知道男人绝情起来能有多狠。早在我进宫之前，你就给我喂了绝子汤，对不对？所以我这些年才不会有孩子。你怕我会变心，站在皇上那边，对不对？你到底想怎么样？当初进宫做内应是你自愿的，现在又来纠缠于我，生怕咱们死得不够惨的吗？那是因为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儿。可是现在有人告诉我，我做的一切牺牲无非是自我感动，你根本不会在乎，甚至会在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掉。原来我不相信，你答应过我，大事成功会有我一席之地，妥善安置。可是你刚才对我动了杀心，你想要我死。本王承诺过的自然会做到，可前提是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你动用我给你的东西，想杀我的王妃，我杀不得你吗？这次是他的嬷嬷替他挡了一劫，我不会容许有下一次的。我看出来了，你爱上萧天爱了，所以我才嫉妒，因为我以为你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你的心里有更重要的东西，我得不到的东西，他凭什么轻易就能得到？只可惜赵无疆，你被他骗了，你真当他是单纯无害的小白兔吗？哼，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本王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你好自为之。若是想冯家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你大可以继续封。萧天爱什么都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他知道我爱你，知道我是你安排的内应，更知道你给我下了药，害我无子，甚至知道他的嬷嬷是我害死的。他还跟我说他会杀了我，亲手报仇。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能杀得了我。所以赵无疆，你应该感谢我才是。看看我发现了你心爱之人的真面目，算不算大功一件呢？我们的事儿无需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吧。娘娘，咱们还是回去吧，被人看到了不好。我已经这样了，我的人生全毁了，再不好又能差到哪里去？奴婢给您整理一下，您多走走散散心吧。萧小姐真大方，谁去伺候打赏最低10两银子，我月例才2两呢。哎，谁说不是嘛？不愧是首富的外孙女儿，格局就是不一样啊。燕王殿下娶了她可不亏啊，两人强强联手，天作之合呢。哎，赶紧跟大家伙交代一声，嘴巴甜点儿，萧小姐一高兴都是50两的打赏呢。她人还好，又温柔又漂亮，一点也不傲慢，从不会瞧不起咱们这些阉人。你们说什么呢？萧天爱在哪里？启禀陈贵妃娘娘，萧小姐在紫竹林和几位娘娘打牌呢，说是宫门落了锁才会出宫。哼，她倒是不见外，真的把皇宫当她家了，还没嫁进门呢，就以燕王妃自居，忒不要脸了。去紫竹林，本宫倒要看看她有多猖狂。紫竹林那边已经吸引了好几位嫔妃过来凑热闹。王爷先回避，等我半个时辰，我再打4圈，咱们就走啊。哎呀，萧小姐，你如此痴迷麻将，不怕王爷嫌弃你？这是娶回家一个麻将王妃呀。没关系，爱爱高兴就好，我等你，你慢慢玩。银子够不够啊？我带了一些。还真不多了，给我吧。萧小姐，真羡慕你，燕王对你多好呀，跟咱们说说你怎么哄的燕王如此服服帖帖，英雄情长，真让咱们佩服呀。姐姐们取笑了，不用哄，燕王喜欢我做什么都是好的，他若是不喜欢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挑出毛病来，呼吸都是错，我只是福气好被燕王喜欢而已。哼，好一个福气好，萧小姐还真是大言不惭呢。3殿陈贵妃娘娘，起来吧，本宫打扰诸位了，继续玩，不用管我。陈贵妃一起玩吧，难得这么好的春日，不享受春光，错过了可就没有了。春日年年有，都那样，有什么好享受的？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文人那股子伤春悲秋了，也不嫌矫情。娘娘说的是，我俗人一个，哪有娘娘您高雅尊贵？矫情就矫情吧，女人呐，谁还没有矫情的时候呀？哎呀，娘娘仔细脚下，这里的路不平，小心摔倒了。话音一落，宫女惊呼一声，突然摔倒，陈贵妃冷不防也摔倒在路边。好巧不巧，一根拇指粗细的紫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折断，陈贵妃恰好摔在紫竹上，上半身直直的倒在上面，惊呼一声，随即戛然而止。哎呀，快把人扶起来呀！一个个愣着干嘛呀？天哪，快去找御医，陈贵妃她不好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快请御医啊！都别动，去，请皇后、皇上，出大事了！萧天爱站得比较远，眼底冰冷，随即惊恐喊了一声，软趴趴晕倒在地上。小姐，快来人啊！我家小姐晕倒了！怕是被吓着了，奴婢看了一眼，险些晕过去。小姐娇滴滴的人儿，哪见过这么可怕的一幕？晕倒了也好，不会被吓着。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如此慌张？陈贵妃娘娘她怕是不好了，紫竹扎在脖子上，凶多吉少。燕王松口气，不是爱爱就好。你忙你的吧，我看看我家王妃。萧小姐离得近，吓得昏倒了。王爷，小姐吓晕了，怎么办啊？取本王的披风，别让她着凉。咱们暂时不能走，等皇兄来，他睡一会儿也好。贵妃娘娘没救了，这样的伤势神仙难救，竹子戳中气管，致命伤。看来是意外啊，只能怪她倒霉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快叫人呐，不计一切代价！皇后娘娘，臣等无能，陈贵妃已经薨逝了，娘娘节哀。什么？一点希望都没有吗？你们都没救过，怎么知道救不活了？呼吸都没了，神仙难救啊！不关我们的事儿，是他自己摔倒的，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谁都可以作证。皇后娘娘，确实如此，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陈妹妹可惜了，一切由皇上定夺，本宫也做不了主，此事干系太大。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谁来告诉朕，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朕的爱妃惨死在后宫之中，必须给朕一个交代。事已至此，皇上节哀，让人仔细查查。皇后，你来负责此事。臣妾问过了，像是意外，众目睽睽，不可能是谋杀。最高明的暗杀就是制造意外，凶手就可能逍遥法外。着督察院、刑部、大理寺仔细调查审问。今日爱妃能意外死亡，明日是不是轮到朕了呢？所有人都不得离开，接受审讯。九弟，你怎么也在啊？皇兄，臣弟是来接王妃的，当时并不在场，不知道发生什么。爱被吓着了，昏过去了，恕臣弟无礼了。请萧小姐告诉卑职，当时你站在何处？就在亭子底下，就是那里。陈贵妃斜对面，离有3-4米远，任谁都不会联想到她。吓死个人了！我刚和陈贵妃和好，还邀请她一起打麻将呢。娘娘，你死得好惨啊！邵大人，要是真的被人害了，你可一定要查出凶手，为娘娘昭雪。分内之事，萧小姐节哀。你是娘娘的身边人，娘娘生平跟谁有仇？可会常来紫竹林？平日里的习惯都事无巨细，一一交代。带她去屋里，我亲自审问。华章宫别的奴才也都审一遍。刚才娘娘和燕王说的那些话，他听得清清楚楚。朝廷的手段他很清楚，一样样的刑罚能让你祖宗18代都交代清楚。他怕自己扛不住，迷糊之间把燕王也给牵扯进来。娘娘，奴婢该死，害了娘娘，奴婢累陪你了。娘娘，奴婢该死，害了娘娘，奴婢累陪你了。怎么不看好他呀？他知道的最多，这可怎么破案啊？倒是个忠心的，可惜了，他只是想杀了陈贵妃，给秦嬷嬷报仇，没想过连累别人。这个宫女算不算是他害的？哎，你怎么了？他为什么要死啊？护主不立，本就免不了一死。别说是他，天子一怒，血流嫖虏真的牵连起来，在场所有的奴才都得死。现在死了，还能落个全尸，留个忠心的名声，家里人不受牵连。哎，你是不是吓着了？我带你走吧。好，怎么走？
我好怕。现在不用演，她都是柔弱又无助的小白莲。王妃肯定吓着了，本王要带她走，邵大人可否行个方便？你们可以走，但是没有结案之前，不得离开洛城。本王明白，告辞。你的身子骨能生病？不会是心病吧？不管什么病，一只烧鸡吃下去都能好一半，唯有美食美酒最能解忧。酒呢？有肉无酒，你可真小气。我来看病人，带着2坛子酒，侯夫人不把我打出去才怪啊！你府里就没有酒吗？去我爹库房找出他珍藏的好酒来，让天落天方来陪楚会员，先罚3杯。为什么呀？2月15你去哪儿了？但我不知道啊。亲姐，我喝还不行吗？他跟朋友乔乔去花楼开眼，不过没留宿，就是见识一下。他姐居然知道了。楚燕陪着喝了几碗，2个倒霉弟弟歪在地上睡了过去。说说吧，什么事能难住你啊？你家燕王都不管用了？如果因为我的原因死了一条无辜的性命，换作是你该怎么办？陈贵妃是你杀的？他害死了秦嬷嬷，我杀他报仇，念头通畅。只是我只想要他死，没有让别人也死啊。你太善良了，那个宫女就算她不自尽，之后也会死的，跟你无关。他之后怎么死我不关心，可是他死在我的面前，那么决绝，我就过意不去了，总感觉是我害了他。你呀，怎么会这么想呢？钻牛角尖了不是？我说什么你自己想不开也没用啊。事已至此，不如多补偿他的家人，总比闷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要强吧。我也不只是较劲儿，督察院正调查呢，低调些没坏处，无缘无故补偿他的家人，万一被人怀疑怎么办？你不是跟陈贵妃和好了吗？感念宫女训主也是缅怀陈贵妃，照顾她的家人，更显得你心软善良，谁敢怀疑你啊？也是啊，看不出来你劝人还挺有一套的。就这么办，外面对陈贵妃的死都是什么看法呀？能怎么看呀？后宫的嫔妃而已，死就死了，又不牵扯朝政，不是刺杀谋杀的意外而已。不过听说云州布政使陈贵妃的父亲会亲自来见女儿最后一面，皇上震怒，也是怕寒了冯仑的心，不好交代。冯仑为官多年，封疆大吏，他会相信自己的女儿真的是死于意外吗？他要是不闹事儿，这件事儿就过去了，非要揪出一个凶手来，皇上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啊。他要是不闹事儿，这件事儿就过去了，非要揪出一个凶手来，皇上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啊。这样啊，这个冯仑很厉害吗？比韩宰府尚书都厉害？很厉害，武将出身，弃武从文，应试科举考试，一步步走到了布政使司的位置。今年刚刚43岁，文臣武将都吃得开，你说厉不厉害？云州紧挨西北，荒凉落后，他接手之后，开拓良田，训练士兵，自己解决了1/3的粮草，训练出了无数精兵强将，对朝廷贡献巨大。若不是燕王受伤，冠军侯威望不够，需要老臣坐镇，兵部尚书的位置，皇上早给他留好了。难怪陈贵妃这么受宠，合着是因为他爹牛掰呀。不过萧天爱不后悔弄死了他。你也不用怕，有燕王在，他不敢对你怎么样。本来也不关我的事，他凭什么针对我？没道理啊，不能因为他死了女儿就乱咬人吧。防患于未然，证据不代表一切。他若是觉得你有嫌疑，想弄死你，不需要理由的。站在他这个位置，很多时候不需要讲道理。我晓得，躲着他们家就是了。真该让燕王看看你此时的样子，能给人吓跑了。所以眼睛看不到还是有点好处的，起码我不用随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啊。陈贵妃的死最终被定义为意外，停灵14天，按照皇贵妃的规格葬入皇陵。所有的命妇都需要去吊唁，萧天爱也不再称病，和沈氏一起进宫吊唁。萧小姐也来吊唁啊，听说你病了，
好点了吗？谢公主关心，好些了，受了些惊吓，喝了安神的汤药，休息几天，没大碍了。哦，受了惊吓，萧小姐这么胆小的吗？不会是做了亏心事，良心不安吧？她有病啊，非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吗？公主这话是何意？我眼睁睁看着陈贵妃死在面前，换作是谁都要吓得够呛。难不成公主心硬如铁，视人命如草芥？熟悉的人死了，能跟没事人一样吗？或许是我太脆弱了，我做不到。既然公主不喜欢我，我也不留下人讨人嫌了。娘亲，咱们去跟皇后娘娘告辞，回府了。原本想多陪陈贵妃一程的，只能作罢。哎，可别哭了，仔细眼睛，这些天夜里都会从噩梦中惊醒。我可怜的女儿，长这么大一点血都没见过，陡然看到那么可怕的事情，刚刚才好一些。别放在心里，不知感恩的东西。当年若不是燕王力排众议，她都要去和亲了呢，哪能嫁给冠军侯这样的少年英雄？还有这种事儿，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娘亲不用担心，我只当疯狗乱吠，能跟他对着骂呀。看来燕王这个女婿您挺满意啊？自然满意了，就是怕他太强势，你这么娇弱，怎么受得住啊？燕王殿下好啊。见过岳母，爱身体好些了吗？好多了，有劳燕王惦记了。原本想多留一会儿，只是玉薇公主不大待见我们，这不，早点回府。殿下忙你的吧，我们先走了。娘亲，公主也是无心，别拿这点小事跟她说。燕王，你别跟公主过不去，我没事的，以和为贵，传出去都显得我小家子气了。爱不用管，我有分寸的，不会影响到你。岳母慢走，先得了些绸缎料子，您给爱爱做几件春装，改日我再过府探望。库房里料子多着呢，不用老是送，明年都穿不完。我们走了，你慢着点儿。走，咱们也吊唁陈贵妃去。许知安默默为公主点蜡，惹谁不好，非要惹自家王妃。满洛城谁不知道，王妃是自家王爷的心尖肉。他本想留着陈贵妃一命的，可惜呀，他居然以这种方式死了。他也调查过现场，没有发现，但是直觉跟萧天爱有关。不过那又怎么样？他能无声无息弄死陈贵妃，是他的本事。他越是厉害，能自保，燕王更加放心，以后谁想害他也不会轻易得手。见过皇叔，您找我来有何吩咐？雨薇，你对我的王妃有意见？皇叔，是不是萧小姐说什么了？哪轮到我有意见？只是意见不合，争执几句而已，犯得上您亲自为她出头吗？你错了，她是我的王妃，我的妻子，不管因为什么不和，你对她不敬，就是对我不敬。不说她是你的长辈，她性格最好，从不与人结怨。她对你的意见从哪儿来的？跟我说实话，我问你就是帮你，你若是不肯说，别怪我不顾念叔侄情分。您真被他骗了，他分明是虚伪狡诈，最会演戏了，装的人畜无害，其实满肚子坏水。我就是看不惯他。皇叔，您的王妃应该是端庄贤淑，大方尊贵，她也配。店里的菩萨够端庄，我娶回来镇宅的吗？别只看表面，爱是有小心思，却不代表他是坏人。你看不惯，不跟他玩就是了，针对他就是你的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去吧，都嫁人了，别跟小姑娘一般任性，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好吧，那我告退了。想不到皇叔喜欢这样的，太奇怪了。燕王哭笑不得，合着大家都以为自己娶个古板寡言的才合适吗？两个人整天对着相顾无言，当雕塑的吗？那种人生想想都可怕。还是爱爱好，想起他，燕王的心就满是温馨，烦恼都去了一半。夫人节哀。
贵妃娘娘发生这样的意外，满朝悲痛，孤也很意外。父皇甚至停朝5日，缅怀贵妃，真乃汉室，红颜薄命啊！皇恩浩荡，臣惶恐小女能得皇上如此厚爱，死而无憾了。臣能去先看看贵妃吗？自然可以，灵堂安置在华章宫，夫人先请，保重身体。贵妃在天之灵，也不愿看到您如此悲痛。女儿啊，你让娘可怎么活呀？福伦也是眼眶通红，不过到底是男人，还能忍得住。问起陈贵妃的死因，皇上让刑部、大理寺、督察院都调查了一遍，确实是意外，只能说太巧了。冯大人若是还有疑惑，可以再查一遍。多谢皇后娘娘，臣没齿难忘。无妨，都是为人父母，本宫也理解。需要什么去找太子，他会帮你的。老夫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一县之主，断过不少案子。这个案子邵大人有何看法呀？就当是闲暇探讨，老夫没有怀疑邵大人的意思。冯大人太客气了，莫取后进，不敢当。在下是真的没查出什么人为的痕迹，当然在下也有疏忽之处，让那个宫女自尽，她肯定知道什么，否则不会那么干脆赴死的。冯大人要是想继续查下去，在下乐意奉陪。我女儿死了，谁是受益者？没有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后宫格局已定，陈贵妃虽然前些日子被皇上冷落一些，却也没有到了失宠的地步。兰贵妃有楚王傍身，温和大度，地位一直在她之上，所以陈贵妃的存在没有威胁任何人。他们说我女儿最近心情不好，可知道是因为何事吗？女人嘛，心情不好很寻常，只有贵妃娘娘自己知道吧。还请邵大人如实告知。冯大人，在下以为还是不要继续查下去的好。贵妃娘娘什么性子您应该清楚，只有她欺负人的份儿，没有谁给她弃手。这些年在后宫也是享尽荣宠，皇后都让着3分。不过呢，皇上毕竟年迈，国事繁重，比不上寻常人家的丈夫体贴关爱，或许娘娘想要的更多，失了分寸，对您家并非好事儿。多谢邵大人了，后生可畏啊，老夫欠你一个人情。大人客气，节哀顺变。华章宫的奴才是交代出一些东西来，陈贵妃居然对燕王有着不一般的感情。自从燕王定了亲，她就没有高兴过，每次见了燕王妃都要摔了东西责罚下人，不是嫉妒是什么？可这样的话不能说出去，皇上脸面往哪放？甚至有侍卫看到过出事之前陈贵妃见过燕王。这里面的事情就大了，宫中没有秘密，这一出景佑帝或许也是知道的，只是没说破。自己的妃子和兄弟有暧昧，堪称皇家丑闻了。查出什么没有？女儿眼看就要发丧了，就让她不明不白的走了吗？不能再查了，当初就不该送她进宫。原本以为凭着咱家的地位，皇上不会冷落了她，这些年也确实如此，只是咱们忽略了她想要的并不是这些，险些酿出大祸来。就此发丧，到此为止了。老爷，你倒是跟我说，他到底是做了什么？死了都不能提。我相信女儿不会那么糊涂，他都走了，还不能清清白白的。老爷，你忍心吗？有人见过，出事前他和燕王刚见过面，之后去找了燕王妃，刚见面就出了意外。你说咱们怎么查呀？现在所有人闭口不提，就是给皇上面子，一旦揭开这张遮羞布，女儿的名声还要不要了？燕王，当年他就喜欢人家，没想到到了现在还没有放下。老爷，你说燕王妃知道吗？他会不会为了保住燕王，除掉这个隐患？不能够吧？都说燕王妃娇柔温和，
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啊。哼，老爷不了解女人，不管多温柔的女人，面对情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咱们查查这个燕王妃，我直觉她很可疑。好吧，丧事继续，我派人去查查。燕王那边就不要去拜访了，免得牵连咱们家。咱们这位皇上对燕王的忌惮已经刻入骨髓，别出逆鳞的好。燕王多好的人呐，当年若是能嫁给他，该多好啊！哎呀，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燕王是好，却不是玉容能消受的。这么一讲，我倒挺好奇，这个燕王妃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得了燕王的眼呀？赶明儿我会会他，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狐妹子。萧天爱不知道冯仑夫妻俩脑回路这么奇葩，这都能绕到自己身上来。原本平静下来的局面又要起波澜，人死如灯灭，一切恩怨消。葬礼极为隆重，仅次于皇后的规格，满城的命妇勋贵都要来送一程。九弟啊，你说朕哪天驾崩了，会不会也是这样？躺在一方棺材里，送入皇陵，一身功过由后人评说。陈贵妃是宫中死的位分最高的一个，皇宫许久没有过大丧了，让朕想起了父皇。皇兄多虑了，陈贵妃有此恩宠，不枉此生。您春秋正盛，百年还早，无需伤感。皇兄英明神武，大燕国力强盛，四海升平，后人肯定一片赞誉，不输先皇。不愧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儿子，谁都不知道景佑帝心底对他除了忌惮，还有深深的嫉妒。没有人知道他为了坐稳皇位付出多少，到了现在还有朝臣质疑他的能力，私底下说他比不上燕王，他心里怎么会痛快呢？回吧，你帮朕招待冯爱卿，发生这样的事他心里不好受，多开解他一下。朕记得当年他还和你并肩作战，交情匪浅。还是在皇兄继位之前，有8年了呢。皇兄不说，臣弟都忘了。因为跟我并肩作战的人太多了，打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需要举国之力，还有信任的袍泽，缺一不可。冯大人的能力更多是治理地方，军事才能是有，不过比起真正的将领，缺少了一股子悍勇之气，更适合做谋臣。皇兄知人善用，他做布政使，主管一州，做的就很好啊。哎呀，九弟呀，你眼光也不差，跟朕所想啊不谋而合。为帝王者最大的本事就是识人善用，平衡之道。皇兄高见，臣弟佩服。萧天爱那边送走了陈贵妃，去和冯夫人告辞，打道回府。夫人节哀，理应是臣妾给夫人行礼的，侯夫人亲自来看臣妾，失礼之处请见谅。冯夫人无需这般，都是为人父母，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割心剜肉一般，夫人也要保重身体。贵妃娘娘在天之灵，才能安心啊。你说的对，我会注意。我能跟萧小姐单独说几句话吗？萧小姐，坐吧。我听奴才说了，贵妃生前对你多有得罪，我这当母亲的没有教导好她，给你道个歉。夫人说哪里的话，算不得得罪，女人之间拌拌嘴。贵妃意外走了，我也很难过，还大病了一场。如果可以，我想跟她道歉，是我年纪小，爱出风头，做事不够圆滑，惹得娘娘不快。我这心里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呢。是我年纪小，爱出风头，做事不够圆滑，惹得娘娘不快。我这心里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呢。是吗？萧小姐可否说说，跟我女儿怎么个不对付？夫人想听我就说说了。我家外祖父沈家总有些稀罕首饰料子新鲜玩意儿，以前年纪小
不懂避讳，冲撞了贵妃娘娘，还不肯服软，一来二去的就有了些不快。我要知道娘娘红颜薄命，说什么也会低个头，心里也好受些。还未恭喜萧小姐嫁个好夫君，燕王可是战神大英雄呢，多少女孩子想要嫁给他呢。萧小姐好福气。萧天爱礼貌一笑，不接这个话题。夫人好好休息，不打扰了，告辞。送送萧小姐，慢走。老爷夫人，有人送到门房，放下就走，说是里面有老爷想要的东西。打开验下，我看看。是。好大的胆子，差点被他骗了。被谁骗了？谁写来的？我说那个小妖精手段高，心机沉，果然如此。肯定是他收买了宫女，是他害了我的玉容，要不然他凭什么给他家人那么多钱？不行，我找他去，我的玉容不能白死了。你别去啊，交给我来办，一定让他血债血偿，为咱们女儿偿命。萧小姐好，我们老爷请小姐一叙，还请小姐赏脸。你是谁家的人？冯家的，陈贵妃的娘家人，云州布政使冯大人。带路吧。哼，他真的敢在天子脚下害了自己一个侯府嫡女，未来的燕王妃吗？东梁，你在外面等我。小姐，没事儿，别担心。冯大人一方封疆大使，不会跟我一介闺中小姐过不去的。我说的对不对啊，冯大人？萧小姐请坐，有些事情跟小姐求证一番，怎么敢对小姐不利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萧小姐莫不是心虚了？大人想要问什么？小女子知无不言，无需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人，未免有些以大欺小，有损你的风度。伶牙俐齿，我就想知道我女儿到底怎么死的。意外而死，多少人调查过了，冯大人不信可以继续查，犯不着来问我，难不成你在怀疑我？真是好笑，我跟你女儿不对付，可也没有到生死仇敌的地步，犯不着杀她，为自己树立大敌。因为你知道玉容喜欢燕王，而你是未来的燕王妃，为了自己的夫君除掉这个隐患，你有足够的动机。为了自己的夫君除掉这个隐患，你有足够的动机。冯大人，要点脸！出嫁的女儿惦记自家小叔子，你好意思说，我还不好意思听呢。今日的话，我看在陈贵妃一个死人的份上，不跟你计较。再有下次，你想想后果，传出去是你冯家倒霉，还是燕王府倒霉？皇上会不会把他从皇陵里挖出来，扔到乱葬岗喂了野狗？放肆！原本我还有一丝怀疑，不信你一个小姑娘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现在看来还真没冤枉你。玉容的死肯定是你做的。哼，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说话要讲证据。没证据，冯大人，你动我一根头发试试。我萧家好歹是侯爵，由不得你来欺辱。证据？好啊，我就给你证据。你送给死去的宫女一大笔安家费，当我查不出来吗？分明是你收买了她，她才畏罪自杀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冯大人是以己夺人了，我要说是做善事，估计你是不信的吧？你当老夫是傻子吗？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说真话总是没人信。你说我收买他，为何不在之前给钱，而在事情发生之后才给他家钱呢？你们不把下人当人看，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我却不忍心看他无辜惨死。他自尽为的是保护谁？陈贵妃暗恋燕王，从他嘴里说出来，陈贵妃死了也得被皇上鞭尸，他自己也不好过，所以才会决绝赴死。更别说我亲眼看到他死。我这个人心软，见不得惨事，
感念他的忠心，才想着帮他嫁人，只是感念他的忠义。冯大人看什么都习惯性的阴谋论，你若是不信，我也没办法。萧天爱目光坦荡，冯仑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真的是这样吗？该说的我都说了，冯大人不信，我也没办法。话不投机半句多，告辞了。慢着，冯大人还有何指教？传闻萧小姐娇弱温柔，娇滑一般，这副样子可没有一点娇滑的样子呀。既然小姐心善，不如好人做到底，保住那一家人。我要知道我女儿到底怎么死的，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那家人的忌日。我从不信什么巧合，越是巧合的事儿，越是精心策划。我的直觉告诉我，肯定跟你有关。萧小姐，这几条人命可就在你一念之间了。冯大人啊，真不知道你这布政使是怎么当的。你杀的人，我为什么会在乎啊？何况还是你们家的奴才，如此忠心，落得灭门的下场，毁的只是你们自家根基，跟我何干？哼，你以为我一时不忍补偿那个宫女，就会剩不到为他一家子人负责的吗？你可高看我了，我没那么伟大。你可高看我了，我没那么伟大。这就像是别的地方遭了灾害，死了多少人，我听听就算了，同情一番。但是让我当做自己的责任，还要人家皇帝干什么呀？有本事你把人抓来，亲自弄死在我面前，或许我还有几分恻隐。这么不痛不痒的几句话，哼，我只是同情那个可怜的宫女，一腔忠心最终是错付了。当然，我能理解冯大人一片慈父心，不管自家孩子多差劲儿，在爹娘眼里都是最好的。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萧家也不是你冯大人随便欺负的。人死如灯灭，看在你痛失爱女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再有下一次，别怪我不客气。刚要离开，门被打开了，燕王陈肃冷凝的脸出现在门外。参见燕王殿下。哎，你没事吗？让你这个老梆子吓唬我，老娘靠山来了，坑不死你。王爷，我好怕啊！幸好你来了，否则今天我都走不出这个门。这位冯大人强行把我带来，非要逼着我承认我害了陈贵妃，我都吓死了。王爷，你可要帮我做主啊！哼，女人呐，最会演戏了。冯大人，你怎么说？误会，都是误会。下官只是有点事儿，问问萧小姐，冒昧请来，多有打扰，给萧小姐赔罪了，还请小姐见谅。冯大人说的轻巧，我待字闺中，哪怕定了亲，也不能随便约见外男。你在大街上把我请来，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王爷要是误会我举止不检点，我上哪儿哭去？死都说不清啊！哎呀，怎么会啊？老夫一大把年纪了。皇上比你年纪还大，不是娶了你的女儿吗？一树梨花压海棠，在你们这些当官的老头子眼里，不是雅事儿吗？冯大人忠心皇上，这是欺负我们王爷没了兵权，瞎了眼睛，成了没牙的老虎了吗？王爷，我嫁给你，咱们就是休戚与共，他如此轻视我，就是看不起王爷你呢。咱们进宫找皇上要个说法，让世人评评理，你为了大业牺牲多少？他们都把你当废物来欺负了吗？你能忍下这口气，我还忍不下呢。萧小姐，万万使不得，老夫可以发誓，真没有冒犯小姐的意思。哼，我也可以发誓，真的没害你女儿，你会信吗？也不知道谁嚼舌头，我和陈贵妃已经冰释前嫌了，人命关天都能把我扯上，这要是传出去，皇上误会了我岂不是百口莫辩？燕王明鉴，你家王妃胡闹，殿下肯定是明理的，不会由着她。王爷，你说不闹我就忍了，我受点委屈没什么，怕的是别人小瞧了你，欺负了你。别人不心疼你吃的苦，我心疼。是啊，谁曾心疼过他？冯大人，我不管你为什么会怀疑我的王妃，今日之事
是你太过分了。我虽然瞎了眼，还是能护着自家王妃，由不得谁说怀疑就能来欺负她。咱们进宫面圣吧，咱们进宫面圣吧。冯荣伦难以置信地看着燕王，让萧天爱很是意外。难不成他还以为燕王会站在他那边，不管自己这个未婚妻的吗？他女儿觊觎自家夫君也就算了，难不成他也把自己当燕王老丈人了？联想到当年燕王还和陈贵妃合过八字，心中多了些明悟。冯大人，请吧。你有疑惑，大可来找本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打扰我的王妃，你可懂？下官知错，求燕王妃宽恕啊！冯大人请起，不敢当如此大礼。念你痛失爱女，我不跟你计较。不过我要知道，你从哪儿知道我补偿宫女的家人？请如实告知。你补偿他家人？为什么？他如此忠烈，惨死在我面前，我心中不忍，总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事的。他死了，只能补偿他家人，让他死也瞑目，求个心安。冯大人却怀疑我事先收买了他，让他害死了陈贵妃。不说我跟陈贵妃没有生死仇怨，犯不着害死他，就说他是陈贵妃最忠心的人，想收买也得收买得了啊！哎，老话说的不假，好人难当，好心没好报啊！哎，老话说的不假，好人难当，好心没好报啊！是下官小人之心了，萧小姐见谅。昨晚上有人送到我家门房，下官并不清楚是谁送来的。冯大人也是做了多年布政使的人，如此简单的挑唆都能上当，太让我失望了。陈贵妃的死到此为止，若是让我知道你再有一点异动，别怪本王翻脸。王妃被你打扰，受了惊吓，你亲自登门送了厚礼赔罪吧。我不想听到任何非议王妃的言辞。下官明白，谢王爷宽容。走吧，想去哪儿？我陪你去吧。我闲逛的，在家里闷了。你不忙了吗？我闲散王爷一个，有什么忙的呀？不管什么时候，你逛街我都陪你。不过有人陪也不错，干脆出城去了赛马场。时春光明媚，芳草茵茵，正适合骑马踏青。你不好奇陈贵妃跟我说了什么吗？她蠢，王爷可不蠢，我相信王爷。其实想想，陈贵妃也挺可怜的，那么骄傲金贵的女子，换做谁也不愿陪着一个老头子蹉跎青春，尤其是心里还有喜欢的人，宫中的日子就更难熬了。这世上最幸福的事儿，莫不过能和喜欢的人长相厮守，再苦都不怕。还是爱你想的透彻，我都没你看得明白。真的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你。都说你嫁给我是高攀了，我心里却明白，是我占了大便宜。我家爱旺夫宜家，谁娶了都是兴家旺族之兆。王爷真会说话，我可不信什么福气不福气的，只靠一个女子就能兴旺家族，哪有那么玄乎啊？不过呢，你能这么想，我也挺高兴的。不管因为什么，你在乎我就够了。查查看，谁往冯府递的消息？谁在暗地里害王妃？把这个人找出来。是，属下马上去查。自己去领30鞭子，以后随时保护王妃。如果谁对她不利，你们可以现身，贴身保护。遵命。娘亲，想什么呢？谁惹你生气了？还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惹祸精，谁能让为娘的如此忧虑？你说又做了什么事儿？冯家送来这么厚的礼物，咱们跟他家素无来往，你爹说冯大人亲自拜见，态度那叫一个客气，把你爹好一顿夸，他都懵了。没事儿，放心说吧，就当是女儿的嫁妆了。那老东西污蔑我害他女儿，想找我麻烦，燕王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他怕燕王找他算账，才赔礼道歉的。这样啊，好呀，你的嫁妆108台都装不下，可惜不能超过郡主公主，只能装88台，否则娘亲给你准备10里红妆。
不能堕了你外公的名头，不是吗？既然这样，娘亲就放心了。你去洗漱休息，娘亲帮你安排好。谢谢娘亲，娘亲真好，我去了。楚燕这家伙牛皮吹爆了，肯定气死了。我是喜欢他，也想让他喜欢我，并且为之努力。可惜他不懂风情，又心硬如铁。我试过了，没能感动他，只能放弃了。哎，你不用顾忌我的心情，我不是是非不分的人，知道你们之间只是亲戚交情，不会怪你的。舒莹，你真好，楚燕失去你是他的损失。狂妄自大的家伙，咱们不稀罕他呢。你觉得状元怎么样？给你抓来做夫婿吧，压着他一头，气死他，让他有眼无珠。算了，像我嫁不出去似的，没意思。快，状元郎来了！哎呀，不说别的，楚燕这张脸真是百看不厌。我要是公主，就养在身边，每天看一眼，心情都能变好了。可惜啊，美人不张嘴还好，一张嘴什么美感都没了，真想一巴掌呼他脸上，白瞎了这么好看的脸。要是温柔点儿，嘴巴甜点儿，只靠着脸就能吃遍天下，有什么才华呀？只靠着脸就能吃遍天下，有什么才华呀？你都有燕王了，还对着男人流口水，小心你家燕王吃醋啊！哎呀，他越是爱答不理的，我越喜欢的不行，控制不住啊。说不定那一刻真的伤透了，也就走出来了。爱情说白了就是犯贱的过程，谁先爱上了谁吃亏。喏，给你解解气，没有这张脸诱惑你，说不定你就不喜欢了。别，可不敢砸，姐姐手下留情，他可是你家亲戚，你可真下得去手。为了姐妹，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你别怕，他不知道是我砸的，砸了咱就撤。谁拿仙人球砸人啊？这是人做的事儿吗？简直是飞来横祸！哎呀，作死啊！差点被发现。楚大人，你没事吧？这个给小的，小的帮你找出这个人来，肯定是嫉妒您的如花美貌呢。这位差爷，你当官差都屈才了，该去青楼当龟公，口才是不错。楚大人真会说笑啊。品仪郡主看着他们闹，心事重重，目光盯着状元张玉泽看。张玉泽察觉到似的，抬头看向他的方向，两人四目相对。这是谁家的小姐？钗环华贵，衣衫华美，肯定是高门大户家里的。若是能娶了高门贵女，她的前途就不用愁了。是你们拿仙人球砸的楚探花，好狠的心，想偷跑门都没有。怎么办呀？你们知道我是谁呀？管你是谁，想害楚探花就是不行。哎呀，年纪不大，脾气不要这么暴躁嘛。我跟你们讲，楚探花是我的远房表哥，我跟他闹着玩的。你们没看到他接住了吗？他文武全才，别说仙人球了，铁球都伤不了他。你们想不想知道楚探花的个人爱好？喜欢吃的菜，爱看的书，喜欢的颜色，喜欢什么样的小姐呀？于是兴师问罪，成了座上宾。萧天爱更是把楚燕卖了个彻底。咱们楚探花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说反话。他说离我远点儿，其实就是害羞，等着你主动靠近他呢。他说我不喜欢你，其实就是傲娇矫情，对你很有好感。他说你长得难看，那是他审美疲劳，想看漂亮的。对着镜子看自己不是更好呀？就是啊，楚探花貌美如花，谁站在他身边都会自惭形秽的。姐姐说的太对了。最后被他们千恩万谢的送出大门，亲热的跟自家姐妹一般。对了，这位姐姐是哪个府上的？你们谁知道呀？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知道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哪里会知道呀？糟了，被他骗了。小姐们好可爱啊，可惜我不是男人，3妻4妾，绝美环绕，日子在神仙啊。你可以为你家燕王纳妾啊，按照规制，燕王府还能有2位侧妃，收为妾室呢，满足你绝美环绕的日子。
那可不行，燕王说了，只娶我一个人。他敢纳妾，我立马休了他。想让我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想什么呢？真的吗？燕王对你这么好，太羡慕了。为你做到这个份上，可太难得了。不过你也很好啊，你们俩一定会幸福的。你也会遇到真心爱你的那个人，也祝你幸福。紧接着迎来太子大婚，婚前几天带了礼物，约了品仪郡主夏疏影一起去给颜玉娆添妆。多谢你们能来，出嫁那天早点来帮忙呀。一定，颜姐姐气色真好，以后再见咱们都要称呼太子妃了，可不敢放肆，还请太子妃多多照拂呢。萧二小姐，不知你堂姐现在可好呀？颜小姐真是念旧之人啊，难为你还记得我堂姐。说实话，我自己都不愿意提，对不起那个人。颜小姐没有忘了她是怎么进的尼姑庵吧？你要真的是惦记，等你进了东宫成了太子妃，下一道懿旨接她进东宫呗，让她做个妾伺候你这个竹魔。只要皇后太后没意见，我们萧家不会反对的，也好让大家看看太子妃的大度宽容，前情敌都容得下。萧小姐说笑了，我就随口一问，出了家就是方外之人，我哪敢打扰她伺候佛祖呢？原来颜小姐都知道了，没关系，你喊我一声二小姐就好，我不介意的。时候不早了，小姐们去花厅用饭吧，午后赏赏花，春光正好，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好啊，颜小姐带路吧，咱们欣赏一下颜家的花园子。小姐不好了，太子被人给打了。什么？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太子动手？高人呐，敢打太子？是长公主家的贺少贺思远。备马车，我要去看看太子。别耽误时间了，坐我们的马车去吧。走了，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都是好姐妹，谁跟谁呀？颜小姐，不要跟我们客气，你的事儿就是咱们大家的事儿。哎呀，贺思远这个天杀的太不懂事了，居然敢打太子，胆肥了他。就是，万一打得严重，耽误了婚期，杀了他都不够。贺思远好得很，居然敢打姑，这次不让他脱层皮，姑饶不了他。哎呀，你轻点儿。臣下手重，要不让东宫的宫女来上药吧？皮外伤没大碍，擦几天药就好了。滚吧！太子妃来探望殿下，您要见吗？他来干嘛呀？看姑的笑话？不见。太子妃见谅啊，太子正在养伤呢，不方便见客。您看，要是这样，更应该见一面了。太子妃担心太子一片情深，你们做奴才的不该成全吗？下去吧，没你们的事儿。太子怪罪下来，太子妃帮你们求情，咱们这样闯进去不好吧？怎么不好？你不担心太子吗？皇后知道了也会夸你对太子一片真心呢。太子，你怎么样了？谁让你进来的？太子殿下，别活这么大火气嘛。太子妃担心你，不该来看看的吗？3日之后可是大婚之日，要是被人打得下不了床，可怎么是好呢？废话，姑能让人打得下不了床，皮外伤而已。贺思远被揍得更狠，放心，不会耽误婚事的。放心，不会耽误婚事的。那就好，只是你们表兄弟为何打架的呀？闹着玩呢，不为什么？姑用得着跟你说吗？不是，小天爱，谁让你进来的呀？你管得真宽。倒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太子殿下还能骂人呢，估计是没大碍了。咱们走吧。滚吧。你呀，小孩子似的，非要撩拨太子发火，瞧把人给气的。世界如此美好，他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萧天爱，你就一点不怕太子吗？那可是太子，未来的皇帝，大燕唯二尊贵的人。等我嫁给燕王，他还要喊我一声婶婶呢。我这是关爱晚辈，有什么好怕的？他唯二，我家燕王就是唯3，
加上辈分，勉勉强强平起平坐了。燕小姐，我要是你，就巴结我一些，万一将来太子给你气手，我摆出婶婶的谱给你出气。太子不怕皇后，对上他却总是吃瘪，说不定还真行呢。萧小姐，以前我有得罪的地方，还请见谅。咱们以后也是一家人呢，提前喊你一声婶婶，是我以前糊涂了。好说好说，侄媳妇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了皇宫门口，贺思远光着膀子，背着金条，跪在宫门口负荆请罪。贺思远，你干嘛跟太子打架？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跟我说，我让燕王给你求情。哎呀，还没进门呢，就想当家做主呢。萧小姐，好歹是侯府千金，要点脸。论起不要脸，哪儿比得上长公主您呢？你小贱人，敢跟本宫顶嘴，反了你了！真当我不敢动你的吗？别以为傍上那个瞎子就把自己当盘菜了，想教训本宫还轮不到你呢。够了，母亲，你怎么能这么说舅舅啊？他可是你亲弟弟啊，一母同胞，多大仇你这么对他呀？人家孩子没了父亲，还有舅舅叔伯疼爱呢，我呢，我有什么？你非要把儿子逼得没有一个亲人才满意吗？你非要把儿子逼得没有一个亲人才满意吗？你居然这么想母亲？皇上不是咱们的亲人吗？有他还不够，你还想要谁？没有皇上护着咱们母子，指望那个瞎子能有这么多年好日子过？皇上是很好，可你也不能为了讨好他跟舅舅作对啊。你懂什么？你是在忤逆母亲吗？当年就他不同意我嫁给你爹，听他的话，没有你出生，老娘辛辛苦苦养大你，你就这么回报老娘的吗？是的呢，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大，多不容易啊！就是，小舅妈，你故意的吧？可恶，别介意啊，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懂就好。啊，不对啊，被你们带到沟里去了。你还没说为什么要打太子啊？他看赛马就看自己选的马，输了就不服气，拿鞭子抽马撒气。那些马每一匹都是我亲自伺候，比亲娘都上心，他怎么舍得下手啊？打我行，打我的马就不行。做得好。不过呢，下次找没人的地方套了麻袋打，被人抓现行的，又没有好爹撑腰，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好，受教了。你少教坏我儿子，还嫌惹的祸不够大吗？表兄弟打打闹闹算不得什么，皇上还能跟他一般见识。不信你看看，最多打几板子还能怎么着啊？贺思远行为不端，有失体统，廷杖5板子，让他长长记性。犬子莽撞，谢皇兄宽容。诸位辛苦，拿着喝茶，狠狠打，千万别留情，让他敢对太子不敬，打得不狠不长教训。萧小姐客气，奴才们不敢放水啊。裤子扒了，行行。哎呀，咱们走吧。别呀，打板子呢，多难得，看完再走呗。不要，就这么打吧，不能扒我裤子啊。呀，看什么看呀？传出去像什么话啊？这是咱外甥，不是外人，谁敢说闲话？滚开！有点廉耻心没有啊？你好意思跟我提廉耻心？把他们给本宫轰走，轰走！哼，皇宫是你家，你让我们走，我们就得走的吗？长公主，你可嫁人了，不是皇家中人了。我们这儿呢，一个燕王妃，一个太子妃，我看谁敢撵你。王爷，你可要帮我做主啊！长公主骂我小贱人，还要撵我走，没法活了。哼哼，我能说不认识她的吗？长公主，我的王妃不劳你教诲，正好有事找你。这是母后的嫁妆单子，说好了一半给你做陪嫁，一半给儿媳妇的。当年我没在洛城，东西都被你拿走了，现在我娶媳妇儿，这些东西请你一样不少的还回来吧。赵无疆，你什么意思？跟我要钱？你叶王府穷的都要打母后的嫁妆了。母后弥留之时说了，都留给我，
没你的份儿。你不是说母后走的时候你不在身边的吗？怎么又说弥留？没你的份儿。你不是说母后走的时候你不在身边的吗？怎么又说弥留？是之前病重的时候，就那么意思，你少挑刺儿。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有母后的嫁妆单子，有太后做主，由不得你霸道。真以为做了长公主就高枕无忧了？你骂我可以，我的王妃由不得你欺负。这次只是假装，下次本王敢踏平你的公主府，我倒要看看皇上能不能护着你。你敢？你就继续嚣张，看我敢不敢。哎呀，咱们走，谁欺负你，本王让他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不怕死的就来试试。表现不错，我很满意，奖励你的。哎呀，她毕竟是我姐，我也没办法，我们都不能动手真的打她。表现不错，我很满意，奖励你的。哎呀，她毕竟是我姐，我也没办法，我们都不能动手真的打她，所以只能要些财物让她肉疼。换做别的皇族敢冒犯你，尽管下手抽他们，哪怕太子打了就打了，我都能护着你。让他肉疼比打他一顿更解气。看你说的好像我多暴力似的，我最温柔了呢。是啊，没说你不温柔啊。下人动手你吩咐下去，哪家主子也没有自己动手的道理啊。这个可以有，那玉薇公主要是对我不敬，我也能打她。你是长辈，不是太过分，教训几句就行了，犯不着动手。当然了，她太过分，该打就打。上次我已经警告她了，应该不敢针对你了。我就那么一说，我是长辈，哪能跟她一般见识？真的搬走了呀？活该了吧，让他看不上这个弟弟，人家拳头硬着呢，不跟你计较，他真当自己多厉害呢。做得好，就该给他点教训，享受着先皇后的余泽，还欺负先皇后的儿子，脸咋那么大呢？这个也算是送给楚探花。小姐，你都快把花房搬到楚家了，夫人都有意见了，好多花都是她亲自打理，有钱买不到呢。我这不是怕她得了探花，心中抑郁想不开吗？为了她啊，我可是操碎了心，她娘都没有我这么尽心的。可是跟送花有什么关系？我要让她知道，不管什么花，只要开得漂亮，就能为春天增色，更有特色。不要拘泥状元榜眼的，能开花的就是好花。哦，小姐的意思是考中了就是好事儿，不管什么花都是好花，对的吗？探花很好呀，风秀于林不是好事儿。我可谢谢你了，姑奶奶，我可谢谢你了，姑奶奶，求你别送了，我承你的情，我家院子都装不下了，你表嫂闻着花粉都打喷嚏，你安慰人的方法实在是消受不起呀。你不喜欢吗？我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呢。喜欢，非常喜欢，咱到此为止，别祸害花了，成吗？好吧，大家小姐有插花这一项，对各种花也要了解一下。她补充这方面的知识，顺带安慰楚燕。楚探花，你最近忙什么呢？翰林院熬着修史书，给皇子们讲课，混日子呗。有件事儿，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什么事儿？跟我有关？不是，跟夏淑莹有关。他家里相中了状元张玉泽，不过品仪郡主也相中了他，两家争一个男人呢。什么？我的天哪！品仪郡主竟然也喜欢他，那他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还没选好，春风得意，要是有尾巴都要翘上天了。不过我看他的意思更倾向于夏淑颖，毕竟淮南郡主府空有一个郡王府的架子，哪有实权的户部尚书有前途呢？可是夏淑颖喜欢你呀，并不喜欢他。谁办的事儿？乱点鸳鸯谱呢。家中不算显赫，却也是耕读世家，父母俱全，祖父母身子骨也结实，人丁兴旺，祖上也出过几任小官，
到了他这一代，终于出了个状元，光宗耀祖了。家世清白，人也长得好，状元才华也算不错。你要是愿意，娘亲就让人给他递个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不愿意，就此打住。娘亲，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就去查呀？哎呀，这样都不喜欢，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豪门子弟，你嫌弃人家不上进，只会靠祖上吃喝玩乐，绣花枕头。寒门子弟总会上进吧？你进门就是祖宗，他家敢对你不好，都要及笄了，再不定下亲事，婚事就要被耽误了。娘亲都是为你好啊！哎呀，反正这个不行，我不喜欢。哎呀，反正这个不行，我不喜欢。现在还有你挑选的余地，等过2年成了老姑娘，只能人家挑你了。这孩子越大越不让人省心。萧小姐来了，正好让萧小姐评评理，人家状元哪里不合适了？你要是有萧小姐那般的能耐，也嫁个王爷当王妃去。夫人，您可别这么说，我和燕王是特例，之前有他救我一命，才结下缘分的。您这么疼疏影，想让他称心如意，慈母心他都懂。不过婚事嘛，要的是两厢情愿，方能幸福。合适的并不一定喜欢，不喜欢千好万好，心里也堵得慌。哎，你劝劝他，我都愁死了呢。好，交给我。不过这个张玉泽怕是真的不行。您知不知道，淮南郡王府也在打听他的，传出去好像二女争夫似的，多不好听啊！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品仪郡主也看上他了？我不行，我跟品仪说清楚，我没想嫁他。稍安勿躁，此事已经传开了，还是想想怎么消除影响吧。人家状元现在可得意了，2家大家小姐抢着要嫁他呢。当然，他更属于你，毕竟淮南郡王府失宠，对他前途来讲，尚书府更有帮助。哼，势利小人，想的倒是美。啊，糟了，万一品仪误会我，可怎么办呢？不怕，说开了就好了。现在咱们就去郡王府，都是误会。品仪不是小性子的人。就是，快去吧，闹不好会出大事的。品仪郡主和淮南世子妃，再说这门婚事，品仪郡主不比夏疏影，她还是挺满意的。别人爱看到您尴尬，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她都嫁人了，哥哥也放下了。现在都挺好的，你可别糊涂，说些不该说的。母亲是那么糊涂的人吗？哎呀，只可惜你哥哥一走这么些天，去那种地方吃苦，能说到什么好亲事？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母亲的肠子都悔青了。见过世子妃，萧小姐，许久不见，更漂亮了。没事儿，多来府里走动走动。难为你们不离不弃，还和以往一样跟品仪玩。他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我这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世子妃言重了，你也想开些，事情没那么糟糕。你说的对，你们女孩子说话我不打扰了，中午留下吃饭啊。好，谢世子妃。你们怎么来了？进去说。现在能说吧？你们这样子我也跟着紧张了。什么事儿啊？郡主，你看中金科状元了吗？想要嫁给他了吗？我这种情况你们也知道，勋贵重臣家的子弟不会娶我的，嫁个状元是最好的选择了。说是郡主，可不受宠的郡主也就名头好听些。我也不瞒你们，确有此意，嫁个状元是最好的选择了。说是郡主，可不受宠的郡主也就名头好听些。我也不瞒你们，确有此意。惨了，我娘亲也有这个意思，找人去打听，现在外面都传咱们俩争一个夫君呢。你看可怎么办才好呢？真的吗？你不是喜欢楚探花的吗？你家里不知道？哪敢说呢，我爹知道了，肯定逼着楚燕娶我。楚燕的脾气，我俩还能愉快的相处吗？不得恨死我呀！哎，你说怎么办啊？能怎么办？
你俩不打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外人怎么看，没必要太在乎。明天是太子的大婚，咱们去太子府中赴宴，亲亲热热的，谣言不攻自破。不过，郡主，你真的打算嫁给张玉泽吗？是的，目前来看，他是最好的选择。我已等不起再一个3年了。都是我娘亲自作主张，我对她一点想法都没有。第二天早早起床，打扮好，参加太子的婚宴。随国公老夫人请萧小姐进屋一见。这位老夫人可是燕王的外祖母，先皇后的母亲，比太后都长一辈，真正的老祖宗。早想见见你了，一直没机会。今日一见，比老婆子想的更好的，这模样真水灵。参见老夫人，有劳您惦记。好，闲了来国公府陪老身说说话。府里小辈不多，人老了就想着热热闹闹的。老身盼着你早点嫁进来呢。这个给你，带着玩吧。谢老祖宗，您给我带上呗，沾沾您的福气儿。好，给你带上。难怪能拿下我那外孙，这份胆识就让人稀罕。儿臣去接太子妃了。好，今日你大婚，以后就是大人了，可不能像以前那样毛躁了，稳重些。去吧，好好接了太子妃，母后等着你。待会儿你父皇处理完政务也会来的。是，谢母后。你是哪里当差的？鬼鬼祟祟，成何体统？带进来，有何事要禀告？母后，没事儿，儿臣能处理，不用劳烦您。您操持婚事已经很辛苦了。进来说吧，你今日大婚，有什么事儿，皇后帮你办了，心无旁骛的去接亲吧。你在哪里当差？有何要事？启禀娘娘，奴才在东宫外院行走，奴才不敢说。恕你无罪，不说实话，拉下去关起来，择日杖毙了。东宫没有这么不守规矩的奴才。你说吧，姑没有什么不可见人的。是皇安那边传来的消息。皇安怎么了？萧大小姐传出消息，有了喜脉，已经3个月了。你说什么？萧大小姐萧天兰，她怀孕了？谁的？小宦官偷偷瞄着太子，不言而喻，还能是谁的？太子的呗。太子好大的胆子，居然还和萧家大小姐藕断丝连，甚至珠胎暗结。太子的日子过得太顺了，给自己找刺激玩呢。你再说一遍。是萧大小姐怀孕了，刚好3个月。得知今日太子大婚，深感罪孽，打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成全太子妃。派奴才来只是说一声，好让太子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只是他来的不是时候，愿他福薄，不能来到这个世上。此时已经熬好了堕胎药，53克就会结束了这条小生命。53克就会结束了这条小生命。太子睡了皇安的尼姑，不少人面带不屑。萧大小姐真会玩，早不说晚不说，非要挑着太子大婚的时候说。萧天爱更是沉着脸，掐死人太子的心都有。萧天兰使出浑身解数，死扒着太子，自己费尽心机把他弄进皇安里，原以为高枕无忧了，这对狗男女居然捣鼓出孩子来。他错了，错在心慈手软，低估了萧天兰的脸皮之后，当初就该一根白绫把他结果了，方能一了百了。骨子里还是现代人的思维，尊重生命，哪怕身怀绝技，从没有残害无辜，同情弱者。上次宫女的事儿就是他心软埋下的隐患，现在又来一出，不能堕胎，这可是皇孙，哪由得他做主？来人呐，快去请皇上来。太子，该启程了，否则会误了吉时的。萧儿，那是你堂姐，你能不能去劝劝？
皇后娘娘，开什么玩笑呢？萧家没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当初送她进皇安，就当家族之中没了这个人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进了皇安都能给人苟且，怀了孩子，谁做的孽谁收场。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姐，可不敢沾这样的脏事儿。那好，就去请晋中侯夫人来，身为臣子，为皇家分忧解难，不是应该的吗？等太子大婚之后，咱们再商议，总会给侯府一个交代的。不好意思，今早出门的时候，家母身体不适，怕是不能为皇家分忧了。我家把大小姐送进皇安，就是信任皇安。现在出了事儿，不该有皇家负责的吗？皇后娘娘这是干嘛？想甩锅给我家的吗？做人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啊！你们慢慢商量，臣女还有事儿，告退。萧小姐傍上燕王，脾气见长啊，跟皇后都敢硬刚，就差撕破脸了。你去前厅找到侯爷，跟他说，让他抓紧时间回府，找来全族的族老们，把萧天蓝逐出家门，从族谱上去掉。啊，为什么呀？啊，大小姐怎么敢？去吧，越快越好。她爱怎么做咱们管不着，不能让她连累的萧家别的女儿没法嫁人了。当初就该早早的把她逐出萧家，是老夫人拦着不让，现在尝到苦头了吧？她就是太心软了，让自己一次次的被动。怎么了？哎，别提了，我现在想杀人，真是倒大霉了，都把她弄到皇安里了，还能跟太子勾搭上。你们说说，太子他又不缺女人，怎么就一次次的掉进他的坑里呢？还在菩萨面前，他居然还能硬起来，这样的人都能做太子，母猪都能上树了？不会吧？哼，天塌下来个子高顶着，看热闹好了。你这是怎么了？我瞅着不大对啊。天塌了，安心等着吧。皇上驾到！父皇都来了，皇婶婶到底怎么了？品一郡主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皇婶说的对啊，真是天塌了。我跟皇叔说一声，这可怎么收场呀？太子也真是的，怎么能这么做呀？我去就来。哎，这孩子从小就黏我，王爷多担待啊。岳父您忙，有事儿需要我效劳，您千万别客气。皇叔，你听说了吗？不知道父皇会怎么处置这事啊？严小姐怪可怜的，大婚之日闹出这种事儿来，简直是无妄之灾啊！太子牛了掰了，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也不怕父皇打断他的腿。哎呀，你说他会不会因为施宣瑶出家，对出家人有什么怨念啊？今天敢对萧天蓝下手，下次会不会对施宣瑶下手呢？皇叔，你派几个人保护他吧，我觉得难说。你说这些话，有想过传到我家王妃耳朵里，会是什么后果吗？看我这张嘴，口误。施宣瑶啊，跟皇叔一点关系都没有，施家人会照顾他的，哪用您操心啊？你跟孟小姐怎么样了？整天摸不着影子，有进展没有啊？要不要皇叔帮你出出主意？每次约她出来，倒也能说上话，可总觉得少了点感觉。皇叔啊，你能有什么办法呀？孟小姐有我家爱难搞的吗？你说皇叔有没有办法？皇叔啊，还请赐教，要是能娶到孟小姐，你就是侄儿的大恩人。孟知府的官职可不高，你父皇难说会同意这门婚事。咱们这些皇族中人，婚礼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觉得你应该先搞定你父皇。孟小姐对你不冷不热，未尝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对你们的未来没有希望。是这样吗？除非让她做侧妃，可是她能愿意？你舍得她跟正妃伏低做小？怎么会啊，我对怡宝是真心的，怎么舍得让她做侧妃呢？哎，皇叔啊，你可要帮帮侄儿啊，求你了。我能束手不管的吗？但是你也要做好放弃一些东西的准备，比如离开洛城，去你的封地，永远不再回来。去你的封地，永远不再回来。离开洛城倒也没什么，只是舍不得母妃，舍不得您和这么多朋友。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
因为这个离开心里空落落的。兰贵妃可以等皇兄100年之后去和你们团圆，将来你们有了嫡长子，按照规矩需要送回洛城的王府作为质子，有兰贵妃在，也有人照料，说起来不算坏事儿。考虑这些为时尚早，你回去慢慢想。你刚才在后宅，爱心情如何？有没有被这件事影响到？毕竟是他的堂姐。皇叔，我的终身大事您多上点心。小皇婶心大得很，顶多气一下，恨不得掐死他那个皇姐，后悔当初没弄死他，能有什么影响呀？他就是心太软了，才会留下后患，还不喜欢求助别人，什么都想自己担着，坚强的让人心疼。皇叔啊，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吗？这些话你跟皇婶说去，跟我表白，他也听不到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应该学着点儿。女孩子都需要哄着夸着，她能感觉到你的真心，才愿意跟你同甘共苦。你说怎么跟她勾搭上的？都是谁在中间为你们牵线？整个黄安那么多人，都是死人吗？没有谁搭线，儿臣年前去黄安后山赏梅，无意间碰到萧小姐，现在的法号叫静安，她过得很苦，变了一个人似的。儿臣一时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临幸了她，就那一次，也没有在安堂里。父皇明鉴。朕明鉴个屁！所有伺候太子的奴才，统统杖毙了，知情不报，都该死。蒋大班，你去黄安，让安主把人安顿起来，孩子有个好歹，朕唯他是问。至于萧家大小姐，皇后说该怎么办才好啊？找晋忠侯夫人来商议一下。臣妾刚才问过萧儿，她撇得一干二净，说什么太子自己做的孽自己担着，从萧大小姐出了家，萧家就当没她这个人了。臣妾的意思，虽然萧大小姐行为有些不端正，该受的惩罚也受了，不如纳了做侧妃好了。万一肚子里是个男孩，可是皇长孙呐，他好歹也是勋贵出身，长孙的生母，咱们要是去母留子，万一那孩子怨恨也不好啊。一来抬举了萧天蓝，有了太子侧妃的名声，恶心萧家人，怎么着也是萧家的女儿，他们能舍得太子侧妃这么大的荣耀。二来也是念在长孙，从景佑帝到太子，子嗣都不丰厚，太子从成年到现在，小妾宫女宠幸了不少，可一个有孕的都没有。既然是在佛祖的地盘上有了的，这孩子就沾了佛性，断不能委屈了他。这可是太子的第一个孩子，又是在佛祖之地诞生，或许不符合礼数教条，但是他沾了佛性，有佛祖保佑，仅凭这一点，这个孩子必须得留下，生母也不能草率对待了。太子失德，传出丑闻，对皇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皇后能找出这么好的借口来洗白这个孩子，皆大欢喜。就按照皇后说的办，只是委屈了严爱卿啊。太子，待会儿你去接亲，亲自给严爱卿夫妇磕3个头，带着朕的旨意，即日起严大学士入内阁，成为第5位阁老。太子大喜，原以为必死无疑，想不到柳暗花明，居然成了大好事儿。大学士也就名头好听，哪有阁老手掌大权，对他的帮助更大。儿臣谢父皇恩典。滚！再有下次，朕打断你的腿。天佑大宴，太子多年无子，没想到阴差阳错应在这儿了。这孩子沾了佛性，是佛祖赐下的，有大福气呢。萧大小姐和太子兜兜转转，注定是要做夫妻的。皇上特旨赐为侧妃，今日东宫啊是双喜临门呐。果然，皇家是世上最肮脏的地方了，黑的能说成白的。赵无疆，你在等我吗？担心你心情不好，
知道你会离开，我想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我陪着你。赵无疆，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都能猜到，我是真的生气了。不过你这么好，我马上就不生气了。谢谢你来陪我。咱们之间需要说谢的吗？上车吧，咱们去跑马怎么样？哎呀，那个座位足够大，你可以坐在榻上的。可我想坐在这儿嘛，软和嘛。难道你觉得我重，撑不住吗？不重，还没有我的长枪重，坐多久都撑得住。千军万马面不改色的战神此时额头冒汗，屏心静气，生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吓着怀里的小姑娘。萧天爱撩一下就好，没想到真的动真格，否则吃亏的就是自己了。你说太子也真是的，多少女人不找，离了他萧天蓝不行吗？一次次栽进他的坑里，真是贱男渣女凑一对儿，扎一块儿了。真是贱男渣女凑一对儿，扎一块儿了。你打算怎么办？想不到皇兄会封了他做侧妃，注定不想让太子沾上丑闻，这口气只能忍下来，随后想办法报了。真的做了侧妃，侯府也能沾光，萧家就不能逐他出族了。世间之人，大多看重利益，更胜廉耻。报仇不隔夜，我萧天爱的人生中就没有忍让妥协的说法。你不用管，我自有法子恶心他们。这次哪怕他做了皇后娘娘，生出皇帝出来，也休想再踏进萧家。现在我爹是侯爷，可不是大伯当侯爷那时候，谁不服通通逐出去。皇家我管不了，自家还管不好的吗？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事不宜迟，咱们不忙着去跑马，先去侯府把事情办妥了。趁着消息还没有传开，速战速决。那可是皇嗣太子的长子呢，皇家就能舍得？老身不同意把他逐出族，母凭子贵，咱们更应该把他接回来，让他还俗。一个巴掌拍不响，太子不能不负责任，必须给咱们家一个交代，起码给个侧妃当的。咱们萧家也是太子外家，这是好事儿啊。也是啊，子嗣皇上不能不要吧？不行，哪怕皇上留下他，萧家也容不下如此心思诡谲，为了攀荣华富贵不择手段、不知廉耻之人。家族要想繁荣昌盛，靠的是子弟出众，文能造福百姓，武能保家卫国，而不是靠着女子。萧家女儿没有跟人做妾的道理，侧妃也是妾，萧家丢不起这个脸。我就知道你见不得老大一家子好，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就一点亲情都不顾。我不管，你想把她逐出家门，连我这老婆子一起逐出去吧。我不管，你想把她逐出家门，连我这老婆子一起逐出去吧。这可是祖母亲口说的，诸位祖宗见证，由不得祖母信口雌黄。死丫头，老身做事儿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这是祠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滚出去！你让谁滚出去？参见燕王殿下。本王以萧家女婿的身份，不知这祠堂进不进得？燕王殿下能来是萧家的荣幸，快请进啊！只是此地毕竟是我萧家祠堂，不好请殿下做主位，委屈殿下做客位。礼不可废，本王明白。王妃先请进，我们夫妻一体，族老没意见吧？没有，二小姐也进来吧。见过诸位族老，爱冲正诸位先赔罪了。二小姐请起，族中义士算不得冲撞。我也是太生气了，听祖母如此不讲理，一时没忍住，才冒犯了祖母的。族老们不知道，我在东宫后院听到这个消息，那些小姐夫人们看我的眼神满是嘲弄鄙夷，臊得我满脸通红，地上要是有刀缝，我都想钻进去。
实在是没脸见人。萧家也是世家大族，数代传承，不说簪缨世家，这也是名声赫赫，玄鬼圈子里也有一席之地。子女们的婚嫁都能由着心意挑选好的门第。可是堂姐这事传出去，谁家会娶萧家的女儿？心机深沉不知廉耻的标签可就打在所有姐妹的身上了，就连出嫁的姑奶奶都被夫家瞧不起。我想起来心痛难当啊！他萧天蓝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择手段，佛祖清净之地都能做下丑事来，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有这样的堂姐，我秀一做萧家女儿。想必家族的姐妹们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祖母疼爱堂姐，却也不能拿所有萧家女儿的名声来成全她一个人，请族老们明鉴，诛她出族，势在必行。二小姐说的有理，上次她自甘堕落，私通太子，就让萧家丢了大脸，多少人笑话咱们呢？那时候的修炯，大家没忘吧？就是那段时间，老夫都没脸出门呢，不知悔改。这种人啊，断然不能留在萧家族谱，必须逐出去。既然如此，请族谱萧氏天蓝，从此不再是萧家女儿，从此荣辱皆与萧家无关。族老们主持了仪式，划了萧天蓝的名字，告慰祖宗。萧天蓝就此从萧家除名了，早该如此了。祖母好呀，给您请安了。我看您院子里的奴才伺候得很好呢，祖母的身子骨越发硬了，回头可要好好赏他们呢。陈嬷嬷，传我的话，每人赏20两银子，从我院子里拿，是我孝敬祖母的。谢小姐赏，老奴定会尽心伺候好老夫人。那就好。还是有心事啊。族老们这么好说话，完全是看在燕王的面子上，并不是看他。他萧天爱只是燕王的附属品，没有燕王，他连祠堂都进不去。没了侯府、燕王，他都没法在古代生存下去。不能怪他矫情，这个认知让他很没有安全感。没什么，有点累了，你陪我睡一会儿吧。王妃，不要考验本王的定力好不好？去他的闺房，睡他的床，闻他身上的味道。只是想想燕王的呼吸都乱了。王爷，你想什么呢？我院子里空房间很多啊，你不习惯午休吗？小妖精，给我等着。太子的婚事办完了，该咱们了。我问过司天监，8月16的日子就很好，咱们就定在那一天，好不好啊？这个你跟我父母商议，我都好。不过呢，王爷，我听人说女孩子太早嫁人，生孩子容易难产呢，万一……咱就晚点生孩子，别太早要，让陈太医亲自帮你调理身体，他说可以，咱们再生。那好吧，麻烦王爷睡书房，咱们做几年名分上的夫妻。你这么疼我，肯定愿意等几年的哈。他好像掉进他的坑里了。我的个乖乖，他催着礼部结婚，为的是什么？还要等几年？守着小娇妻还能活吗？玉娆，等累了吧？咱们喝了交杯酒，让下人伺候你用膳。新婚之夜，新娘子饿着肚子怎么能行啊？太子不许取笑臣妾。喝了这杯合卺酒，咱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太子，侧妃那里刚来禀报，侧妃肚子疼，请太子快去瞧瞧。什么？怎么会肚子疼呢？会不会动了胎气？传御医啊！太子今日不是只娶了臣妾一人吗？哪来的侧妃啊？我这个太子妃为什么不知道啊？是谁？太子你告诉我，还怀了身孕。太子，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对不起啊，玉娆，是我一时糊涂，这件事儿咱们改天再说。我可以跟你保证，太子妃的位置只有你能做，你是孩子的嫡母，也有责任照顾好这个孩子的呀。姑一直没孩子，父皇都有意见了，这个孩子对咱们都很重要，你不可以嫉妒，毁了姑的前程啊。
太子，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姑去看看侧妃，孩子不容有事。小姐，皇上让老爷入了内阁，夫人说了，这是命，您得忍了。哼，命啊！太子妃还真不是好做的，我早该想到了。看来母亲也知道了，或许满洛城的勋贵都知道了，独独我不知道。侧妃是谁啊？哪个妖精这么大本事，能还了太子的长子？小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个人出乎您的意料，他不是一般人。哼，走不过洛城里的这些贵女们，有谁是我不认识的？是邱家大小姐萧天兰。什么？好得很，萧天兰，真是小瞧你了。出家做了尼姑，都能做出这种事来，厉害，太厉害了！服了，我是真的服了，输得不冤。凌月，伺候小姐卸妆，咱歇下。既然是萧天兰，今晚上太子怕是回不来了。累了一天了，我都撑不住了。这个孽障，他是要气死本宫吗？秦公公，你亲自去把太子押回来，问问他，非要皇上打断他的腿，他才甘心的吗？奴才这就去，娘娘仔细身子，别气着了。气死了更好，一了百了。往后可不敢这么说，太子是孝顺您的，只是昨晚上侧妃动了胎气，太子为了孩子才耽误了时辰，累了一天一夜，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太子肯定不是故意的。本宫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那个萧天兰，你放心，翻不起浪来。孩子生下来，本宫就让他禁足，皇长孙不能长在这种人手里。偏偏母后做主，皇后十分满意，赏赐无数好东西，安抚于他。啊，终于写完了。想起小时候被老师罚抄作业，累死我了。小姐熬了一夜能不累吗？累坏了身子，嫁进东宫那位不定怎么高兴呢。哼，他以为这样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吗？早上准备好了吗？我吃了要出门。老大，接着找我来，有何吩咐啊？小姐，我被人摆了一道，咽不下这口气。你放下手里的事儿，先把这件事给我办了。谁这么大胆子，敢惹您生气啊？甭管了，您说躲他哪儿，我马上给您办妥了。坐下，打打杀杀的，本小姐是那种人吗？一直跟你说要低调，真正的大佬靠的是谋略，不能盲干。对付一个人，诛心比剁了他更能解气。我要把他的希望都给掐断了，让他一步一步的彻底绝望。跟我斗，我玩不死你。您说怎么做，我给您麻溜办好了。这个是一出戏剧本子，最快时间内我要整个洛城都演这出戏。唱词我写了一些，剩下的找人补齐了，做的隐蔽些，别怕花银子，万不可被人抓住把柄，否则我也保不住你。行啊，怪不得你老说贵圈乱呢。这位少爷行啊，尼姑都敢睡啊，亏他能硬得起来。这唱词儿写得好啊，听着都心痒痒。小尼姑年方28，正青春被家人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前烧香换水，偶遇了我那个冤家，他把眼瞧着咱，咱把眼逆着他，他于咱，咱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成就了姻缘，在那菩萨的眼皮之下。得，我知道了，您可别唱了。这种戏本子肯定受那些纨绔少爷们的喜欢，肯定能火。不过之后怕是被禁，官府肯定不能让这种淫词艳曲在市井流传的，亵渎佛祖嘛，和尚们能乐意啊？就是要让和尚知道事出在尼姑庵里，别想这么算了。3天够不够？我要看到结果。啊，够，肯定够。故事不是多复杂，也就2出戏，那帮戏子看几眼就会了。行吧，您等我的好消息。走到偏僻处，方大勇脸色沉重，
有人跟踪，还是高手，以后跟老大见面更要警惕了。哎，不是跟你说逛街让我一起的吗？不想让我陪你啊？我随便逛逛，哪能次次都麻烦你啊？你今天不用进宫的吗？太子妃见家长，你可是皇叔，不用给见面礼吗？要给也是你这个燕王妃给啊！我去你家找你，让你跟我一起进宫，哪知道你又出门了，让我白跑一趟。那咱们现在进宫也不晚，走着。我怎么每次出门都能碰到你啊？你是不是派人监视我了？燕王殿下，这可不行，我还没嫁给你，你就这么不尊重我，我可是会生气的哟。你可以认为是我比较闲，喜欢围着媳妇儿转，一刻都不舍得你离开，所以每天一睁眼就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尤其是你家出了这种事儿，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怎么能不担心啊？嘴巴这么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看，你还是以前那个高冷的燕王殿下吗？是不是被人换了脸了？在你心中，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形容呢？跟庙里的佛祖似的，摆在那儿，所有人都得跟你烧香磕头。你呢？藐视众生，任你们拜，我自怡然不动，尊贵威严，却没有多少人气儿。形容的还真贴切呀。那你怎么会喜欢我？因为我独具慧眼，看出佛祖心中有颗慈悲心肠，舍不得伤害弱小的我，把你拉下神坛，多有成就感啊！你看，现在是不是所有的高门贵女都佩服羡慕我呢？谁都仰慕的高岭之花属于我了，我都佩服我自己呢。是你厉害，本王也佩服你，狡猾厚脸皮的小狐狸，本王都栽在你手里了。你不乐意吗？乐意，100个乐意。我家王妃挖的坑，闭着眼我也得跳，还要摆好姿势让王妃满意。太子妃就你自己吗？太子呢？昨晚侧妃动了胎气，太子留下照顾，我不忍母后太后久等，先来请安了。哼，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两人比着再作死呢。皇后这么糊涂，好好的太子给养得不像话。咱们去坤宁宫，哀家倒要看看太子是不是为了狐妹子，规矩礼数都不要了。先忍他几天，他没好几天好日子过。我父亲昨天已经逐他出了家族，无根的浮萍只靠肚子里那块肉，看他能嚣张到几时。真的吗？自然是真的，萧家不需要靠着女子攀荣富贵。你真幸运，有这么好的父亲。皇上封了我父亲做阁老，家里人都乐坏了，谁还会在乎我的感受？太后驾到！哎呀，老乞婆，她来作甚？肯定没安好心。母后说你不听，等她来训你，谁也护不住你。母后，有事您吩咐一声，哪能劳您大驾啊？哀家的话也得有人听啊。皇后啊，今日太子妃独自进宫请安，新婚之夜独守空房，你怎么看？虽然咱们是皇家，可她也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娇贵小姐，换在谁家里也没这么做事儿的，这是瞧不起人，欺负人呢。太子不懂事，你当母亲的也不懂事吗？母后说的对，臣妾正教训他呢，之前也赏了玉娆，太子知错了。是的，祖母，孙儿真的知错了，昨天实在是事出有因，不是故意怠慢玉娆呢。知错就好。太子，皇叔以前教过你拳脚功夫，作为储君，文武全才是必须的。走，咱们出去，我检验一下你的功夫，可不能荒废了。习武强身健体，可不能丢了。不，皇叔啊，不敢劳驾您的，您眼睛不方便。不，皇叔啊，不敢劳驾您的，您眼睛不方便。太子是觉得本王瞎子，不配指导你吗？不是。那就走。皇叔眼瞎了，手脚可没断，你无需顾忌，尽管放手。
打坏了皇叔也不会怪你。他们叔侄闹着玩呢，皇后有意见啊？没意见，咱们也去看看吧。太子英明神武，我还没见过太子的神勇，万一燕王败了，我好安慰他。陛下，喝碗参汤提提神。有事儿啊？也不算大事儿。他说太子昨晚的事儿，还有燕王拉着跟他切磋。要不要老奴去看看？燕王拳脚重，别打坏了。不必了，九弟有分寸，太子也该受点教训了。九弟不打他，朕都想揍他了。皇后啊，太溺爱太子了，难成大器。九弟不打他，朕都想揍他了。皇后啊，太溺爱太子了，难成大器。楚王最近忙什么呀？最近倒是没有棉花素柳，看上一位小姐追女孩子呢。她倒是清闲，朕都要累死了，也不知道帮朕分忧。传旨，让楚王去督察院历练，用心当差，做不出成绩来，罚3年的月例银子。看他拿什么追女孩子，奴才去传旨。太子那边不管吗？不管，羽翼也不要派，死不了就行。九弟不爱管闲事儿，今天怎么跟太子动手了？燕王妃一起进宫，他和太子妃在闺中就玩得不错，或许是因为燕王妃呢？哦，这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朕这个战神弟弟也躲不过呀。见过姐姐，妹妹身体不适，不能行权礼，姐姐勿怪。既然身体不适，就在院子里好好待着，别瞎蹦跶。来人，让侧妃回去，没我的吩咐，不得出来。姐姐，你是要软禁我吗？我做错了什么？我要见太子，请太子为我做主。哼，萧天蓝，你自称什么？侧妃也是妾，要自称婢妾。本宫提醒你一次，下次再犯，定不饶你。还有，你侧妃的封赏还没下来呢，现在就是个有名无分的奴才而已，别急着姐姐妹妹的喊得热乎。你不配。太子妃，你确定要这么对我吗？婢妾，记住了，婢妾见过太子妃。行了，太子因为你挨了太后训斥，燕王教导，此时心情正不好呢。你想去随便你，请吧。那好吧，婢妾突然觉得身子不适，就不去了。婢妾告退。还有一事，想请太子妃恩准。婢妾出了皇安，还未曾回娘家看看，还请太子妃恩准。婢妾回侯府一趟。你不知道吗？侯府已经把你逐出家门了，你哪来的娘家？不过你晓得你的心思，翻身打了胜仗，回去显摆显摆。我懂，你想回就回吧，我跟二小姐关系不错，就当给她面子，希望你别后悔。什么？他们怎么敢？我可是太子侧妃呢！等你错了本宫这个正妃的位置，再去显摆吧。哼，他还真是这么的蠢，迫不及待来找虐呢。安排着呢，好歹是侧妃呢，要不给他点面子，万一将来他得势，对付咱们可怎么是好呢？那就不让他得势啊。母亲放心，等着看好戏吧。大姐姐不是出家做尼姑了吗？会不会是光头呀？不会呢，有假发戴呢，怎么能光头呢？侧妃不要面子的吗？怎么能光头呢？侧妃不要面子的吗？这样啊，我还没有见过尼姑什么样子呢。等安分点儿，她怀着孕，那可是皇嗣，谁惊着她，咱们侯府可担待不起。我可怜的天蓝终于回来了，遭了多少罪呢？小脸白的，快跟祖母回家，祖母让人给你炖补品，好好补补身子。祖母，你说错了，这是太子侧妃，不是咱们家人，咱也不能占人家便宜，族谱都划了呢，东西更不能乱吃了，人家怀着皇嗣，万一出点意外，侯府满门都不够赔的。你非要把他逼死才甘心吗？他什么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有好日子过，又不会跟你抢，你看祖母的面子
让她好好省个亲，不行的吗？最终还是嫁给了太子。天爱啊，毕竟血浓于水，大伯求你了，让我们父女团聚啊！先进去再说吧。侧妃请。慢着，奴婢是带慈宁宫当差，太后得知侧妃出门，怕出意外，特意让奴婢们伺候着。侧妃，你怀着皇嗣贸然出宫本就不对，太后有懿旨，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婢妾遵旨，谢太后关心。嬷嬷辛苦，太后慈悲，还记着她，是她的福气。老夫人误会了，太后是不想让燕王妃难做，要不是看王妃面子，一个侧妃还不值得太后惦记。嬷嬷辛苦，天爱谢过太后，快请进府吧。燕王妃客气了，奴婢们应当做的。之后喝茶吃点心，嬷嬷们都尝过，才让她入口，等于是她吃他们的口水。萧天蓝那个气，一口茶都不想喝。吃饭的时候更是一道道菜仔细查看，大家都吃了一半才让他吃，理由是毒素有发作时间，必须过了1个时辰才能用。侧妃难得来一趟，准备了戏曲，侧妃听着解解闷，还请一部后花园。好啊，堂妹有心了。侧妃可别高攀我，我可是燕王妃，占我便宜呢。萧家族谱里已经没你这号人了，侧妃还是接受现实的好。燕王妃又怎样，照样是臣子。太子可是储君，未来的皇帝，不比你一个燕王妃重要的吗？这么说，太子着急继位做皇上呢？皇上今年刚过50，百年换早呢，太子等不及了吗？侧妃慎言。哼，算你狠。侧妃客气了，这才哪儿跟哪儿呢，我狠的地方还多着呢，你慢慢享受吧。戏台上，光着头的戏子娇柔婉转地唱着，和穿着绸缎衣衫的贵公子眉眼传情，没羞没臊。供奉的佛祖只露个背，被他们给恶心的看不下去。萧天爱，我到底哪里对不住你？你非要害死我才罢休。你害我还少吗？要我跟你一一清算吗？你害我还少吗？要我跟你一一清算吗？原本想留你一条生路，安生待在皇安里，吃喝不愁，不行的吗？你非要搞事情，自己丢脸不算，连累的满府的姐妹们怎么嫁人？你还有脸说我害了你？怎么不说你害了多少人？好得很，你给我等着，太子不会饶了你。苏菲这话从何说起？我只是看这出戏有意思，好心请你看，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出3天，整个洛城，甚至全大雁的州府都会上演这出戏，希望太子能压得住。皇上不会不管的。那又怎样？做过的事儿总会留下痕迹。人呢，骨子里都爱八卦，越是禁止，越想看看到底什么事儿让皇家都下了禁令。恭喜侧妃，未来的史书上总会有你的一席之地，你也算是流传千古呀。兰贵妃宫里紧闭宫门，底下的小宦官们惟妙惟肖地唱着戏曲。退下吧，约束好宫里的人，谁都不许唱，被皇后逮着了，少不得迁怒，直接杖毙了。奴才晓得，底下人都在偷偷传，都知道轻重，没人敢在明面上唱。不过外面百姓怎么唱，可就没人能管得住了。那是太后和太子需要发愁的事儿，跟咱们无关。不看笑话，已经是对他们最后的尊重了。最近都少出门，省得被迁怒。你信不信，能这么坑萧天蓝的，只能是天爱那个机灵鬼。他以为勾搭了太子，怀了皇嗣，就能翻身，以此来报复侯府，还是吃亏没吃够啊。天爱那丫头，随便一个点子都让她永不超生。咱们等着看好戏吧。是啊，萧小姐是我见过最聪慧的人，关键是她心地最善良，对谁都笑眯眯的，没一点架子。可谁要是觉得她好欺负，那就大错特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谁说不是呢？太子，侧妃派人传话，身体不大好了，是不是请御医来啊？不是说女子过了3个月，胎相就会稳固吗？
怎么一天天的总不舒服呀？姑看他就是借着肚子来争宠呢。我去，大半夜的请什么御医啊？御医不休息的吗？甭搭理他。这新婚之夜就是说肚子不舒服，陪他一整夜，结果屁事没有，害得他被所有人骂，甚至挨了皇叔一顿揍，现在还疼得走不了路，还来这招。跟你们主子说，别想着用这种办法来争宠，太子英明不上当，有事儿明天再说吧。尽折腾的满宫人休息不好。岂不知萧天蓝这次是真的肚子疼，白天省亲，又看了那出戏，对未来满是恐慌，回来越想越害怕，肚子就不舒服了。侧妃，太子让您好好休息，御医也要休息，有事明天再说。你没说我肚子疼，孩子不好吗？前天您也说孩子不好，太子丢下新婚的太子妃陪您一夜，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太子都怀疑您拿肚子里的孩子争宠呢，奴婢差点挨骂。怎么会这样？我是真的肚子疼。萧天蓝熬到半夜，实在撑不住了，肚子疼得翻江倒海似的。来人，快来人呐！不得已只能自己爬下床，想要出去喊人。咚的一声，重重摔下来，终于把宫女惊醒了。一大早的你怎么来了？没吃饭吧？陪我一起吃吧。好，正好饿了，先吃饭，吃了再说。说吧，什么事儿？太子侧妃昨夜流产了。不会吧？跟我可没关系，那可是皇嗣，见我10个胆子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再说大人恩怨犯不着迁怒一个孩子呀。没说跟你有关，不过昨天他省亲，今天孩子就没了，还是进宫看看，别让某些人往你身上扣屎盆子。好，我换身衣裳，马上就走。说说吧，到底怎么没的？昨天他回侯府省亲，回来不久就说肚子不舒服，不想着他前些天也说肚子不舒服，可找来太医没什么事儿，以为他借着孩子争宠，跟姑诉苦告状，就没搭理他。哪知道半夜的时候，底下人来禀报，姑和太子妃赶过去，人已经昏迷了，满地的血。御医赶到，落下一个男胎，大人是保住了。晨曦不知道侧妃身体不适，不曾有人来禀告，也是晨曦疏忽，没有多派人伺候，母后责罚晨曦吧。跟你没关系，你刚进门，东宫的事都没捋顺呢。回侯府省亲，莫非都是谁伺候的？仔细审过没有？御医怎么说？为何落的胎？即便身体不适，已经3个月了，胎相稳固，没道理这么轻易就流产了。御医没查出什么来，没吃坏什么东西，许是劳累过度，又耽误了治疗，都怪他一次次的拿孩子说事儿。姑以为他闹脾气，借着孩子争宠，就没当回事儿啊。姑以为他闹脾气，借着孩子争宠，就没当回事儿啊。去传晋中侯夫人，本宫亲自问问，毕竟昨天侧妃是从他家回来，才没了孩子的。不必了，我们来了。参见太后。燕王你也真是的，什么事儿咱们不能自己解决，一大早的劳烦太后，给他老人家添堵呢。哼，你是巴不得我死了，整个后宫就让你们一手遮天，好好的皇孙就这么没了。去请皇帝来，这事儿必须查清楚。萧天蓝怀着身孕，本就应该静养，谁准他性侵的？要不是昨天哀家派了2个嬷嬷随时伺候着，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个黑锅让人家侯府背了呀？皇后，你的公平公正呢？晨曦没有，只是传侯夫人来问问话，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别以为人家都是傻的。老子被御史喷得一脸唾沫，刚给你摆平了，你倒好，大孙子又没了，不带这么坑爹的，多少坑都给他填不起来。所有伺候的奴才都抓起来仔细审问。江大办，你亲自去，事无巨细，必须查清楚。母后，你能担保侯府与此事无关吗？本就不该让他出宫，风口浪尖还不嫌乱的吗？燕王都怕他出事儿，特意求了哀家，幸亏哀家派人过去，
所有的吃食用具挨个检查，就怕他出意外。他从侯府离开是晌午过后的1个时辰，流产是午夜，御医也没有从吃食之中查出对胎儿不好的药物，所以哀家敢担保，此事跟侯府无关。皇后，你有什么说的？臣妾无话可说。皇后事儿忙，无暇顾及东宫，朕也理解。这样吧，让兰贵妃协助你掌管后宫事务，你先把东宫一摊子事儿给处理好吧。太子妃刚进门，什么都不懂，你多教导她。这样吧，让兰贵妃协助你掌管后宫事务，你先把东宫一摊子事儿给处理好吧。启禀陛下，侧妃已经醒了，奴才都问清楚了。昨天入夜，她肚子不舒服，请太子宣御医，太子拒绝了。半夜时分，疼痛难忍，没有人伺候，只能自己起身，不小心摔下床，这才造成皇孙流产，确实与侯府无关呀。孤以为他借着孩子争宠，新婚那天就说不舒服，什么事都没有。孤以为这次也没事儿，就没当回事儿啊。此后的下人统统杖毙，为皇孙陪葬。侧妃怎么办？小二，你怎么说？皇上明鉴，萧天蓝已经被逐出萧家，他的一切与侯府无关，一切单凭皇上做主。臣女没什么想说的。让他进门本就是看在皇嗣的份上，现在皇嗣没了，他也没有什么价值。念他辛苦孕育一场，留他一命，送回皇安吧。他自作孽，与你无关，别往心里去。我没往心里去，只是有些空落落的。你说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权力富贵有那么重要吗？人活一世，总有执念，权力可以让人活得更肆意，可以把人玩弄在股掌之间。要想不被人左右命运，就要站在最高的位置。兄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每个男人的毕生追求。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古来如此。人活一世，总要轰轰烈烈。都夸王妃才华斐然，诗书双绝，今日为夫领教了。这句话说得非常贴切，直中要点。不过对我来说，我只想靠在你的膝盖上，只要你一个美人儿。不用时时刻刻嘴巴那么甜，急着表忠心，你这样会让我怀疑你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人前人后落差太多了，别崩人设。我还不是怕你担心啊，不惜一切来哄哄你的嘛。什么是人设？哪儿冒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词儿啊？人设就是你给人的印象，一直冷漠的人突然热情，不就崩了吗？就像你，一直很温顺，很娇弱，宽厚大度，其实坚强霸道，不肯吃一点亏。你的人设崩没崩啊？赵无疆，你这样就不可爱了，扎心了呀！我多想做个娇柔可爱的小可怜，可见人那么多，逼着我崩人设，我还郁闷呢。你呀，你负责做你的小可爱，貌美如花，我负责收拾那些贱人，你总乐意自己上。我做夫君的很没成就感，我才郁闷呢。王妃啊，下次给为夫一个表现的机会，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下次我一定记得。不过燕王殿下，你这夫君还没正式上岗呢，别急着喊，让人听了笑话。哎呀，你是催着我娶你吗？哪有，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还没成婚，不该这么频繁见面，同进同出，人家背地里不定怎么骂我呢。谁敢骂你，本王撕了他的嘴。以德服人，不要这么霸道嘛。太子的婚事办完了，燕王府的婚事也加快了进度。燕王还请他抽空来王府参观一下，按照他喜好来装修王府。来者何人？燕王府重地，不许逗留。我家小姐可是你们未来王妃，据通传一声，小姐来访。原来是王妃大驾呀，您快请进，属下马上禀告王爷去。我能直接去见王爷吗？想给他一个惊喜。别人或许不行，王妃您肯定行的，属下给王妃带路。
王爷此时会在书房议事，请随我来。哎，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啊。我想给你惊喜，看看你在家里都做些什么，不可以吗？可以，只是有些意外，怕底下人不知轻重，怠慢了你。燕王唇角笑意不减，对他的突然袭击很是欢喜，亲自带他参观王府。走吧，前面是王府的库房，你要不要去看看？有喜欢的拿回家里玩。那我可要见识见识啊！赵无疆，这就是你家的库房。当年我每次打胜仗，父皇都会赏赐我许多东西，早早赐给我王府，就是为了放这些东西。这么多年，慢慢攒下这么多，我还有封地的收入，那里另外有库房。这些年的战利品都没有运回洛城，一部分置办了产业，让钱生钱。很多珍稀物品也有10几个库房，都是西北各国的特产。具体我也不清楚攒了多少，等你嫁进来慢慢清算一下，咱们的家业都交给你打理。还不算长公主探默母后的嫁妆，王府没地方，直接送到你府上吧。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母后留给儿媳妇的。先帝不会把国库搬空了吧？一国的赋税是分开的，一部分是皇上的私库，一部分进入国库。父皇赏我的都是私库里的东西，包括每年各地进贡都赏给我了。皇兄每次看我都不舒服，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是因为父皇的私库都留给我。他怕是历任最穷的皇帝了，就是因为父皇的私库都留给我。他怕是历任最穷的皇帝了。怀璧其罪啊！皇上会不会打你银子的主意啊？哼，怎么不会？他想要，又不想落下谋害弟弟的坏名声，现在还知道要脸。等他哪天忍不住了，脸都不要了，我的日子就难过了。哎，以前我不想娶亲，狠心拒绝你，也是有这个担忧。你知道这些，后悔了吗？怎么会？谁会嫌钱多呀？咱们正大光明得来的，敢动一个铜板，掀了他的乾清宫，让全天下人看看他是什么嘴脸。赵无疆，你放心，我会和你一起守护咱们的钱，谁动咱们弄死他全家。小财迷，去看看吗？算了吧，等咱们成婚我慢慢清点，现在保留惊喜吧。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咱们有一生的时间要一起过，哪怕翻了这天，我也要保护好你。好，我相信你，咱们天下人都不理你，哪怕天下人都不理解你，我会永远的站在你身边。谢谢你，得其如此，夫复何求？你的内宅不种花的吗？这不是要你这个女主人来布置，想种什么花你随便种，我对这个不大精通。我听过一首诗：淡然释怀笑万物，唯闻花香满楼窗。鲜花满月水长流，花满心时溢满楼。人生总有不公和痛楚，更要学着享受美好的东西，虽然看不到鲜花的美丽和颜色，你也能感受到鲜花的生命力，生命中的美好处处都在。等咱们住在花香满楼的小楼里，我希望你能感受美好，忘却那些不高兴的，让自己快乐。哎，我怎么没有更早的遇见你呢？早知道洛城有个你，我也不会不愿意回来了。那不尽然，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在于刚刚好。你回来的时候遇到被无助的我，咱们才有这段缘分，早一些晚一些都会错过的。是啊，刚刚好，缘分让我们相遇。许志安，去侯府。王爷，此时都亥时了，萧小姐都歇下了，夜探香闺不太好吧？让你去你就去，哪儿这么多废话？哎，不会这么早休息的，我几天没见她了，前几日说她身体不舒服，我看看去。好吧，可别被人打出来，再有10几日成婚，不能等等啊。等你成婚，
我让你等3年，看你等不等得来。小姐，燕王殿下来了，在窗外呢，让他进来呗，你怕什么？小姐，你正泡澡呢，你忘了他眼睛看不到的吗？也是啊。王爷，你坐吧，陪我说说话，泡澡正无聊呢。东陵，屏风撤了吧，我不习惯隔着屏风跟人说话。燕王放在袖子下的手紧紧攥着，额头都冒汗了。赵无疆，你这个时候来找我，有事吗？没事儿，前几天听说你不舒服，来看看你，好点了吗？早好了，一点微微的感冒，打几个喷嚏。我娘亲太小心了，生怕大婚出意外呢。水有点凉了，萧天爱泡的差不多，哗啦一下从浴桶里站了起来，露出白皙完美的身子。赵无疆，你流鼻血了！不过预料之中的脸砸地板没有来，因为燕王及时伸手把他抱在怀里，两人就这么面对面的抱在一起，彼此的呼吸都能感受到。那个，你别动，我帮你止血。好好的鼻子怎么会流血啊？小姐，怎么了？我没事儿，你歇着去吧。哪怕燕王看不见，可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自家小姐又那么不着调，总觉得有事儿。好了，你松开我呀！别乱动，乖一点儿。赵无疆，我冷。燕王停下动作，伸手扯下屏风上的衣服，把它裹起来。萧天爱却觉得不对劲儿，他怎么知道衣服在哪里？再想起刚才他其实抱着自己，还有留下的鼻血，难道他看得见？脑子顿时炸开了。赵无疆啊，你说实话，你的眼睛到底能不能看得到？我这个人最恨别人骗我，你想好了再说啊。哎，我不是骗你，我的眼睛是真的瞎了的，不过不是意外受的伤，也不是中毒，而是一种罕见的蛊。什么？当初北戎战败，拿我没法子，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南疆蛊师给我下了蛊，就变成这样了。也说不上瞎了，就是眼睛里像是蒙了一层白纱，我能看清楚一点人影晃动，但是想清楚看到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摔倒，但是看不清我的身子。是的，哎，我不是有意骗你，如果可以，我也想看看，如此苗条细腻的身子能有多美。闭嘴，不许你说了，羞死人了呢。不过蛊术的话也是有办法的，咱们去南疆那边找找，实在不成踏平了南疆，抓了蛊师回来，逼着他给你解开。好，等我有能力，一定踏平了南疆。那边有许多漂亮的花，还有一种叫孔雀的鸟，非常漂亮，还有高大跟小房子那么大的白象，很多新奇玩意儿，都给你玩。我又不是小孩子，哪有那么贪玩？那就给咱们的孩子玩，都一样。你把我当女儿养了呀？忘了谁喊我爸爸的？自然要当女儿养，捧在手心里呀。新郎接亲来了。皇叔，你是不是紧张啊？放松些，没人敢刁难咱们。本王不紧张，你看错了。呵呵，新娘子出门喽。别怕，有我在呢。女儿拜别父母。哦，以后就是燕王妃了，定要恪守规矩，宽厚持家。岳父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爱爱，让她开心幸福，一如在闺阁之中。姐，你要是过得不开心，
就回家里来，你的院子会一直给你留着的。天洛说的对，我陪你回来住。新娘子上轿喽！今日我以兄长的身份送你出阁，日后燕王敢欺负你，管他是不是王爷，我都打上门去，给你主持公道。我干了，你随意。一朝同饮合金酒，一生一世永缠绵。爱，我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候，有你出现，得你倾心喜欢，是我一生最大的运气。终此一生，我赵无疆都会宠你护你，至死不渝。赵无疆，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许。